这个世界人人都能获得神奇的技能，有残疾的孤寡老人获得了无障碍轮椅，从此周围每次有失窃案发生，都能看到满墙的轮椅印子。还有开店的老吴获得技能开店必定生意兴隆，于是第二天全村人联合起来把他的寿衣店砸了。甚至有男人获得对异性吸引力大幅增强，那一晚他点了20盘蚊香也没挡住那些刺蚊，而我却获得了毫无用处的放大静电技能，唯一的用处就是我再也不用带充电宝了。不过伴随着觉醒技能的同时，一个名为霓虹笑脸的游戏降临全球，并且所有满18岁的和未满65岁的人必须定时参加游戏，而参加游戏的人可以在游戏开始的时候抽取技能，如果最终游戏胜利就可以重新抽取新的技能，如果最终游戏失败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因为游戏胜利的丰厚奖励，全球人类还是争先恐后的参加霓虹笑脸游戏，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在参加游戏后获得点石成金的技能，于是他在短短几天内便成为富可敌国的首富，其中更是有人获得了强大的攻击性技能，好在此人心存善良，没有选择不吃牛肉，如果被坏人获得了强大技能，恐怕全球都会陷入恐慌。为此全球都开始设立了针对游戏生存法则的学校。此时我正在参加我的第一次游戏非对称对抗，随着游戏名字的弹出，马上又显示了坚守2个字，虽然还是没有看懂游戏的内容，但是我还是淡定的开始抽取这次游戏的技能。此时我的面前出现了10张带有霓虹笑脸的卡片，我随便看向一张，卡片自动翻转过来，卡片上的内容显示的是一个地级极度之神的恩赐，对于比你帅或者月收入比你高的人，你的攻击力大幅增加。这个技能的达成条件对我这个穷鬼来说基本是完美触发成功。下一个我又开始抽取卡片，这次显示的是 F 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死后必定下地狱，但是你可以占掉地狱100个名额。看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又读了一遍技能，确定了一下，确确实实是白痴技能，不过还好还有机会换，于是我继续开始抽下一个技能，这次显示的是迅雷之王，你可以随时在脑海里放映你想看的电影，现实里不存在的电影无法播放。3个技能抽完，我顿时觉得倒霉，虽然这次的游戏难度不高，但是我这几个技能完全无法契合我只能寄希望于唯一一次的换技能机会。沉思过后，我选择了把 F 级技能我不入地狱谁不入地狱换掉，很快便更换完毕。这次换来的是一个1级，但是一看技能我瞬间满面痛苦。502真谛，由你涂抹的胶水、塑料、金属、陶瓷等物体之间，粘合度能力几乎为0，但是粘手会极其牢固。随着技能描述的消失，我顿时眉头紧锁，这3个技能完全不靠谱啊，只能寄希望于可以匹配一个厉害的队友带自己躺赢。这时具体的任务描述出现了，游戏逃出囚笼岛，游戏难度，游戏背景，囚笼岛关押着近1000名重刑犯，这里四面环水，仅有一座警卫看守的大桥与外界连通。你在本次游戏中担任角色为典狱长，任务是在3个月的任职期内阻止任何囚犯逃离监狱。已知3个月内有30名囚犯有越狱的意图，并会付诸行动，其中共有20名越狱新手、6名越狱高手和4名未知囚犯。越狱新书和越狱高手均有系统 NPC 担任，未知囚犯由其他游戏参与者担任，他们均有特殊能力。胜利条件：3个月内你的监狱无人逃离成功，失败惩罚：每逃走1名囚犯将会减少10年寿命，或者一只眼睛永久失明，无法被其他人技能医治。下一秒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女人，典狱长你终于来了，我是您在这里的秘书马吉。闻言我立马说道，现在我去办公室吧，顺便给我说说监狱的情况。女秘书点点头，很快我便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面前除了一台电脑还有2个文件夹，其中一个是监狱的相关资料的总览。囚笼岛现在共关押着890名囚犯，狱警有70名，还有一些别的工作人员。监狱里还配有10多辆警车，几艘搜不停，还有警犬发生紧急情况可以用来搜捕逃犯。我又拿起司法部的规定文件细细对照了一下，发现现行的监狱规章制度完全合乎司法部的规定文件，只要我不随便改监狱里的规章制度，就不会违反司法部的规定，也就不会犯规期。我松了一口，这个工作看样子也没那么繁琐。翻到总览的最后一页，是一张监狱以及周围的地图。这个图很违和，因为上面有一个大红框，把整个和监狱和周围的海域都扩起来了。红框内有一个注解监狱区域，红框外还有一个注解逃出区域。我瞬间明白这张地图是霓虹笑脸给自己看的，只要囚犯离开地图上的红框，就算是越狱成功，自己也就输了。紧接着我又注意到了地图上的红框的左边线，也就是监狱的西边界打了一个小红叉，旁边还有小字标注不可逃出区域，西边是不可逃出区域。韩哲有点迷茫，这时候一个提示框再次在他面前出现，监狱西侧没有逃出区，但囚犯可以从西侧绕路到北东南的对岸逃离。随即我便看了看地图，西边是海洋，逃狱的目的是为了自由的活下去，而不是单纯为了离开监狱而逃狱。逃进市区，囚犯可以继续存活下去，是成功的逃狱。逃到连淡水都没有的大海里去，囚犯连活都活不了，算什么成功逃狱？随即我翻过这一页，后面的几页则是监狱的设计图，监狱的各个房间还有管道、电路什么的都标在图上，很是详细。这不得是那些30个准备越狱的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得收好。我默默把这几页设计图撕下来，折叠几下收进口袋里。这种东西还是贴身携带最安全，有空了还能掏出来看看。然后我便让秘书把监狱队长叫了过来。很快，一个穿着警服、提着警棍的白人大汉赶过来了。这个警卫队长看着满脸横肉、满目凶光，隔着一段距离，韩哲就能感受到威压。但监狱队长走到我，立刻就变了表情，脸上堆满了微笑，并用很热情的语气道：“新来的狱长，您看着真年轻啊！”这突如其来的反差让韩哲有点猝不及防。别客套了，赶紧带我去监狱里转一圈，了解了解。好，好。监狱队长连连点头，在前面带路。他完完全全没了之前的威压，更像是个招揽客人的酒店服务生。办公楼出来就是监狱的停车场，监狱的10几辆警车就停在这里，除了警用轿车和转移犯人用的大巴车，还有一辆开着很张扬的警用吉普车。监狱队长直接指着吉普车介绍：“狱长，那辆吉普就是您的专属座驾，马力比普通警车都高出一截，方便您巡视指挥。”韩哲点了点头。
继续向前走过一处空地，就是监区的入口大门。韩哲转头看了看监狱的环境，整所监狱完完全全是电影里常见的那个风格。监区的围墙不是混凝土，而是铁丝网的围墙，网上面有金属尖刺防止翻越。监狱的四角，韩哲都能看到一座高高的岗楼，带枪的狱警还在楼上巡视。穿过入口的大铁门就是监区内部。监狱队长为了韩哲的安全，又叫了一个狱警随行。基本上就是一座老旧的监区主楼和周围的大片空地，旁边还有一些别的矮楼。接下来的时间里，韩哲很快就差不多把整个监狱都逛了一圈。这座监狱共有 A、B、C 三个监区。A 监区里关的都是重刑犯里的极端危险分子，管理也最严格。A 监区都是单人牢房，外面一张床，里面是马桶和淋浴的地方。每间牢房都有个摄像头，24小时有专人负责监控。但是按照司法部文件的规定，囚犯有专享的隐私权，上厕所和洗澡时不能被拍摄，所以囚室里马桶和洗澡的地方位于监控盲区。不过每个囚室都有语音系统，一旦值班人员发现囚犯从摄像头里消失，就会语音发问。囚犯需要把手伸到摄像头下并说话回应，表示自己在洗澡或者上厕所。如果几分钟没有回应，值班人员就会快速赶到，也算安全。B 监区是普通监区，2人一间囚室，囚室里只有马桶，沐浴要去公共澡堂。B 监区只有走廊有摄像头，平时只靠狱警巡视。显然 B 区的安保措施要差很多，肯定会是韩哲要着重关注的越狱重灾区。至于 C 监区是禁闭室，就是常说的小黑屋，是作为对犯人的惩戒场所。哪个犯人不听话，狱警都可以把他关进禁闭室。韩哲这个典狱长当然也有这个权利。按照规定，韩哲并不能直接处决罪犯，所以就算抓住了那30个越狱的囚犯之一，估计韩哲也只能把他们关进这个小黑屋里严加看管。接着就是食堂、医务室、工作厂房、搜捕船码头等地方。韩哲也都逛了一圈，却越逛越觉得不妙，因为这座监狱太旧了，年代久远，加上海上湿气的长期侵蚀，很多地方的混凝土像豆腐渣一样，轻轻一掰就能掰下一大块。铁丝网围栏也锈迹斑斑，韩哲生怕用力一扯就能扯掉。有些过道的门又旧又破，砸门通过比用钥匙通过还要快。监狱的狱警也不怎么靠谱，有不少胖的走路都喘。韩哲过去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岗位上睡觉。这还只是明面上的问题，暗地里的漏洞不知道还得有多少。韩哲瞬间感觉整座监狱似乎就像是纸糊的，只是看着唬人，实际上里面的人轻轻一捅就能逃出升天。这时韩林才确定这场游戏是公平的，自己这个典狱长管着一个漏洞百出的监狱，想要胜利并不比那3个需要越狱的囚犯轻松。回到办公室，韩哲一下不知道做什么了。他没有当典狱长的经验，越狱的经验学过的也不多，这30个囚犯可能会如何越狱，他一时间也想象不出来几条。他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学习资料，恶补一下。但是从哪学习？也没有越狱学这个学科啊。韩哲立刻想到了自己的技能迅雷之王，学习不一定非得看书听课，自己可以看电影、看纪录片学习啊。韩哲靠在椅子上发动了技能，意念微动，所有关于越狱的电影和纪录片条目都出现在脑海里，得有几百上千部。越往后翻关联就越小了，直接关于女搜查官失败被俘的电影都出来了。开始播放，还支持超高清倍速播放。于是3天剩下的时间，韩哲基本上都在做2件事：巡视并熟悉监狱里的一切，用3倍速看各种越狱电影和纪录片。准备时间殆尽的时候，韩哲基本上已经看完了上百部电影，无论是有艺术成分的电影还是完全纪实的纪录片。3天过后，韩哲觉得自己已经是越狱专家了。他甚至搞了一套总结，这些电影和纪录片里最多的越狱方式就是挖地道、配钥匙或者钻通风系统的也很常见。再加上这所监狱本就是老旧，韩哲估计那30个打算越狱的人里，挖地道会是重头戏。虽然这里是个岛，但是离岸边只有几公里，挖出围墙，抱个木头游也能游到对岸，所以挖地道不得不防。但是挖地道这个行为一般都很隐秘，比较难以发现，直接找地道的话难度太大。韩哲觉得得找别的线索，比如从挖地道所需的工具入手。基本上所有的越狱电影里都有一个暗地里能给别人带货的囚犯，相当于监狱里的百货商店。韩哲估计自己的监狱里肯定有这种人，因为有需求就一定会有市场，所以自己监狱里的这种人应该是囚犯得到挖地道工具的重要途径。韩哲得想办法打击。除此之外，得查查有没有囚犯在负责简单的工程活，如果有也得停掉，因为借着给监狱干活的机会偷挖地道，表面上名正言顺，更难被发现。除了工具，还有一个线索，那就是洞口。有地道就会有入口，一个能钻人的洞，隐藏的难度都是挺大的。韩哲看的电影里都是用纸啊、泥土、面团什么的，涂上和墙面一样的绘画颜料作为伪装，也有直接画成通风管道口当伪装的，但是基本上都会用到颜料。而绘画颜料并不是监狱里常见的东西，基本只有画画的人有，而且不会引起怀疑。韩哲一拍大腿，这么一想，这在监狱里画画的必定是个危险分子啊。A 区那些顶多就敢杀个人，他倒好，居然敢画画，太危险了。韩哲想到这里，又给监狱队长打了个电话，他应该是知道监狱里谁画画的。电话里的监狱队长直接说了几个囚犯编号，韩哲也懒得记，干脆直接让监狱队长带自己去对应的牢房。在等监狱队长的时间里，韩哲又翻了翻司法部的文件，这一番问题就出来了。司法部的文件里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囚犯有在监狱里搞创作的权利的，
这个创作后面的括弧举例里面就有绘画，所以囚犯要画画，自己这个狱长其实是不能阻止的。这不行，得灵活变通一下。B1区17号囚室，一个囚犯正在画着油画，用笔刷细细雕琢着画布上的细节。几个皮鞋声由远及近，一般的狱警来，其他囚犯都是冷嘲热讽，这一次但是却没有听到囚犯的喧哗声，大家是都不敢吭声。这名囚犯已经知道来的是谁了。很快，囚室的铁栅门被一下拉开，监狱队长提着警棍走了进来。1702号人渣，典狱长来看你了。1702号默默放下了手中的笔刷。一个穿着正装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口，这正是韩哲。他现在是狱长了，要端着，自然要穿个好衣服。韩哲先是转头看了看囚室内，他先是看了一眼旁边地上的颜料，这家伙的颜料很齐全，仅仅是地上就有10几罐。韩哲又看了看摆在旁边的油画成品，无论是风景画还是人物画，都画得很精致。这家伙水平还不错，画技这么好，做伪装肯定更擅长。韩哲想到这里，拿起了旁边的油画，装模作样的细细端详。画得不错。韩哲点点头，很有领导风范。谢谢典狱长夸奖。1702号囚犯跟着点了点头，但是基本功还差了一点。韩哲话锋一转，基本功？1702号囚犯就是一愣。对，结构细节有点偏差。有吗？囚犯听得一头雾水。你看，韩哲随便指了指画上的一个房子，你画面的主体稻田是浅黄色，这个房子是深色，两个色差太大，导致房子有些失真了。你不觉得吗？韩哲一番胡扯，最后还特意加了一句你不觉得吗，给囚犯疯狂心理暗示。好像有点吧。囚犯挠挠头说道，但我估计你可能不太会改。是有点不会。韩哲点点头，不会就对了，光影结构什么的很考验基本功，你的基本功差点火候，自然拿不准，再这样下去，风格固定可能就挽救不了了。那怎么办啊？囚犯被说的也有点慌了。不如这样，你听我的，再画段时间的素描，联系光影结构，然后再重新画油画，肯定就会不一样了。狱长，你也懂画画呀？那当然懂了。可是您看着好年轻，应该没画多少年吧？1702号还是有点将信将疑，毕竟韩哲这张年轻的脸实在是没说服力。我3岁就开始画油画了，要不是我家人逼着我放弃，我早当艺术家了。相信我，没有人比我更懂绘画。韩哲说着，也没管1702号囚犯在说什么，直接朝身后的狱警队长示意。那些颜料，我先替你保管着。韩哲说。狱警队长和另外一个狱警直接把所有的囚犯所有的颜料和画具带出了囚室。看着颜料被拿走，1702号囚犯有点着急了，想追回来，却被韩哲拦下。加油练吧。韩哲掏出一根铅笔放在1702号手里，这样踏实练下去，你必能成大才。这一刻，韩哲觉得自己像是一边给员工降工资，一边给员工画大饼的公司老板。接着，狱警也按照韩哲的吩咐，给1702号拿来了几张白纸和橡皮。1702号囚犯看着白纸愣了一下，狱长，你的意思是让我到底要练什么呀？这一下把韩哲问住了。他顶多会个涂鸦，懂个锤子绘画。韩哲只能拍拍他的肩膀，慢慢思考，画得多了，你很快就会领悟的。韩哲直接丢给他一个听着高深的回答，就像逃跑一般走出了囚室。回头看，那个囚犯果然开始对着画纸比划，显然听了韩哲的话，真的要开始练习了。接着，韩哲嘱咐狱警，让狱警好好翻一遍这个1702号的个人物品，确保没留下任何颜料。之后，韩哲又在2个画画的囚犯那里如法炮制，用指点的方式没收了他们的颜料。至此，监狱里明面上的颜料就全被禁止了。而且，这些还不算韩哲这个典狱长扼杀囚犯创作，而是囚犯有爱好绘画，典狱长耐心指点的好人好事。办完这些，韩哲感到稍微轻松了一些。不过，虽然颜料好查，但颜料并不是越狱必须的东西。他先查颜料，是因为颜料最好查，而他更需要的是搜查出囚犯私藏的那些能挖洞的工具，可能就是个小锤子、小铲子，甚至可能是金属勺子或者小铁片之类的东西。这种一般都是靠狱警搜查。但是韩哲想起了自己前天巡查遇到的上班睡觉的狱警，自己的这些狱警基本上一有空就摸鱼，完全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挨个搜查，这才是个大工程。不过这个大工程现在还不是开展的时候，因为这才是游戏正式开始的第一天，那30个准备越狱的囚犯还没怎么开始动手，现在搜了也是白搜。所以现在韩哲要先重点关注的是一些不需要太多工具就能利用的监狱漏洞。韩哲抬起头看了看吊在走廊上面的通风管道，虽然察觉到通风管道可能是个致命漏洞，但韩哲还没笨到在囚犯面前检查通风口，这不是给囚犯提醒吗？所以他转身沿着通风管道去了监区大厅，确定囚犯看不到自己了，才叫狱警拿来梯子。韩哲在梯子上打开大厅通风管道的开口格栅，拿着狱警的手电筒向里面探照。韩哲睁大了眼睛，通风管道的尺寸很大，供一个成年人爬着通过完全不成问题，而且内壁也算光滑，整个通风管道里什么障碍都没有。这哪是通风管道，这分明就是按照密道的标准修的。笑傲文学。韩哲从口袋取出图纸看了看，通风管道四通八达，与30%左右的囚室之间有直接连通，而既然是通风管道，自然也有通到室外的开口，也就是说有30%左右的囚室可以直接钻通风管道到监区大楼的外面，中间只有出入口处2个相对脆弱的金属格栅拦着。什么越狱高速公路？
得立刻整顿。韩哲下了梯子，立刻就给监狱的维修工人打了个电话。维修工很快赶了过来。韩哲直接提问：这通风管道里面你能装上栅栏吗？维修工爬上梯子看了看，点了点头。能是能，就是不知道狱长你有什么要求？要特别结实，拿钳子锯子都拆不了的那种，那就比较费劲了。大概要多久？您就安一个吗？不是，要在通风管道的里安装很多，那就要很久了，几个月吧。怎么这么久？按您要求的得是特优级钢材，那种东西调货定制安装都要时间。韩哲一下有点不知所措了，几个月，自己这个游戏结束了都未必能装好，有什么快点的方法吗？韩哲只能抱着点希望问道。那就只能降低要求，直接用铁丝网焊，这个就快很多了，人手够不出1个月就能焊完，但就是不解释。铁丝网？韩哲想了想，如果真就是铁丝网，一个囚犯估计几天内就能拿个钳子能开个遍，而且安装也得近1个月，这可不行。那怎么办？韩哲看着通风管道，思考着。等等，自己安装栅栏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止犯人越狱吗？那直接在出口处安装结实的栅栏，让他们出不去不就行了吗？至于囚室之间有连通，那都问题不大。囚犯爱串门就串门，爱交流感情就交流感情，只要不越狱，那都不重要。妙啊！韩哲一拍大腿，正要开口，却又想到了另一件事。囚犯里还有4个有特殊技能的未知囚犯，谁知道他们什么技能？或许就有能够破坏栅栏的能力。如果把保全压在出口唯一的一层栅栏上，就算栅栏很结实，也太冒险了。上策还是尽快把这些打算越狱的人找出来，然后严密监视控制。韩哲立刻有了个新想法，但是这个想法能不能实施，还是得试验一下。有强力胶吗？韩哲突然开口问道。韩哲突然跳话题，维修工人也是一愣，很快还是点了点头，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支强力胶。这玩意粘东西好使吗？韩哲接过胶，强力胶问道。还是比较好用的。工人回答。韩哲问工人要了2个塑料片，涂上胶，按在一起试了试。片刻之后，2个塑料片轻轻一推就分开了。果然，因为韩哲502的真谛技能的副作用，这强力胶还没鼻涕粘呢。韩哲又小心地在小拇指上滴了一丁点胶，然后重新爬上梯子，把小拇指按在通风管道的内壁上。小拇指刚按上去，韩哲想放下来，完全拉不动，小拇指就像是长在了通风管道上面。牛批！韩哲开始用力拉，还是拉不下来。没办法，他只能一边握着小指，防止被拉脱臼，一边踩着通风管道的边缘用力往下扯。旁边的维修工人和狱警都看傻了，狱长玩的这是什么行为艺术？最后，韩哲的小拇指贴着管道内壁的皮肤被硬生生撕裂，韩哲才终于把小拇指拔下来。看着流血的小拇指，韩哲却一点也不觉得疼。502的真谛，由你涂抹的胶水、塑料、金属、陶瓷等物体之间粘接能力几乎为0，但是粘手会极其牢固。粘东西确实差劲，粘手确实猛。一个小拇指都成这样了，要是直接粘到手，那人还怎么跑？韩哲一阵欣喜，一下觉得这个之前自己完全看不起的技能变成神技了。旁边的监狱队长则是一阵气急败坏，拿出警棍朝维修工人挥了挥。你给我们狱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狱长手都成这样了。装修工人也很无辜，就是普通的强力胶啊，虽然也能粘下手，但也不应该这么牢啊。你管这叫普通的强力胶？监狱队长继续骂道。行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别喊了。韩哲抬手道。狱长，他……监狱队长依旧愤愤地看着维修工人，欲言又止。他是员工，不是犯人，不归你管。韩哲说。好的。监狱队长点了点头，乖乖放下了警棍。韩哲转头对维修工人下安排，铁栅栏不用弄了，在几个我指定的地方焊点铁丝网就行。工人们接受安排，开始施工。于是几十分钟后，维修工人就按照韩哲的指定位置，在几个通风管道里靠近室外的出口附近焊上了铁丝网。接着韩哲问维修工人要了一桶特制的胶，这种胶和粘鼠板上那种差不多，3个月内肯定不会干。选择这种胶是因为韩哲怕胶水干了没有粘性，自己的技能可能会不生效，那就白涂了。然后韩哲亲自动手，钻进通风管道里，用刷子把胶涂在了所有通风管道的底侧内壁，新焊铁丝网的后面。为什么涂在铁丝网的后面呢？韩哲的计划很简单，铁丝网并不结实，用简单的钳子或者锯条就能轻松破拆。试想，囚犯在铁丝网上打开一个洞，兴冲冲的要爬过铁丝网，这时他刚刚破坏了一层防御，会下意识的松一口气，这是他最松懈的时候。再加上通风管道的内部光线昏暗，囚犯基本上不可能观察到通风管道底部的异样，手一放到铁丝网的另一端，就会立刻中奖，到时候直接就能抓活的。以防万一，韩哲还在这道胶水后面隔了半米的地方涂了第2道胶水，通风到室外出口的隔山处涂了第3道胶水。至于囚室那边的隔山就不涂了，一是容易引起怀疑，二是容易伤及误触的无辜囚犯。涂完了所有通风管道的出口，韩哲手里的胶还有大半桶，这种好东西可不能浪费了，得再找找有哪些囚犯越狱可以利用的地方，全给他涂上胶。我看你怎么跑。韩哲提着胶桶站在监区的广场上环顾了一下，穿过监区围墙，外面有个地方引起了韩哲的注意，那里好像也能葬人，也涂一点吧。通风系统处理的差不多了，韩哲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继续看了看监狱的图纸。和通风系统的图纸相比，
管道系统和电路系统的图纸要复杂很多，只凭韩哲自己有点看不懂。没办法，他还是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不过他是狱长，想找专业人士其实很容易。于是他让秘书找来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在工程师的帮助下，他才看明白管道系统的图纸。接着他带着工程师实地考察了一下监狱的管道系统，果然管道都很老旧，很多管道都很脆弱。这个脆弱指的是用块石头不怎么费劲就能砸穿，而且有很多管道是直接通到监狱外面的海边的，甚至有些管道目前处于一个很特殊的阶段，都是巨大的隐患。但是和通风管道相比，管道有一点好处，能通过人的都是干线管道，基本上都埋在地里或者墙里，囚犯得刨断时间的土才能见到管道。所以又回到了最重要的问题，阻止囚犯挖洞。囚犯不是耗子，所以打洞一定得有工具，最后还是得查处各种可能的工具。韩哲想了个计划，一个事半功倍的计划。他找了间没人的囚室，在里面仔细的考察，找到了几个能藏东西的好地方。接着他把狱警全部召集，下了命令，即日起所有狱警每天都要搜查囚室，找到所有可能的违禁品。而且韩哲制定了个额外规定，每个囚室的马桶水箱、通风管道、隔山里、下铺靠墙的几个小角落绝对不准搜查。另外任何人不得在监区内说起狱长的这项规定，任何人敢违反严肃处理。在场的狱警们并不理解，开始七嘴八舌地反问韩哲，因为这几个地方很容易藏东西，如果不搜查这些地方，搜查基本上是白搜查。韩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自己的配枪重重拍在桌子上，做了个他觉得最严肃的表情。狱警们瞬间不说话了，都只说保证完成任务。典狱长的威严还是挺好用的，尤其是在手下要问些不该问的问题的时候。于是之后每天狱警都会按照韩哲的吩咐搜查每一个囚室，并且一定会避开那几个严禁搜查的角落。开始还会搜查出一些钉子、勺子、火机之类的违禁品，之后几天就逐渐什么都搜不到了。韩哲也越来越满意，因为这意味着所有东西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狱长的办公室24小时都有咖啡，还有空调软座，里屋还有床，可以让韩哲每晚睡觉。但是韩哲却也不敢在办公室里闲着，因为他可不觉得一个每日搜查会让那30个囚犯会知难而退，放弃越狱。他也不觉得自己目前做过的这些措施足够把囚犯牢牢关在这里，但是他已经把能想到的地方都做错失了，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还该做什么。没办法，韩哲只能继续巡视。A 区和 B 区相比，这里韩哲关注一直比较少，主要是 A 区的安保措施比较完善，除了整座大楼的通病、通风管道，韩哲也找不到什么漏洞。尤其是每个都有囚室的摄像头，简直就是韩哲心目中的超级保险。对，摄像头。韩哲在监狱队长的保护下来到了 A 区的监控室，这里有2个看监控的人员盯着满墙的监控屏幕。2个工作人员看见韩哲来了，立刻站起来给韩哲这位监狱长行礼。韩哲当然是一摆手示意他们坐下。韩哲抬头看了看监控屏幕，现在不是 A 区的放风时间，所有的 A 区囚犯都在囚室里，大部分的囚犯都是在无所事事的躺在床上，小部分则是在没有健身器材的情况下健身，只有几个人会选择看看书。这时韩哲注意到编号 A012 囚室的囚犯站起身，走到了摄像头的监控盲区，就是囚室里马桶和淋浴的地方。笑傲文学旁边的工作人员也注意到了，他立刻切到 A012 的频道，冲话筒里问话。 A012 你在吗？ A012 囚室摄像头视野里立刻伸出了一只手，这是囚犯在示意他还在。你们这个多久问一次？韩哲问道。囚犯在摄像头里消失就会问一次，之后大概每2-3分钟就会再问一次，直到囚犯回到摄像头的区域内。不过如果囚犯在淋浴，我们可能会久一点再问一次。工作人员回答。这还能看出来是淋浴还是在上厕所？韩哲皱了皱眉。可以的，单数囚室里马桶和淋浴器是在囚室的2侧，如果手势从左上角伸出来，证明是在淋浴，从左下角伸出来就是在上厕所，双数囚室就相反。工作人员解释道。如果没有回应，你们多久能赶到？韩哲又问道。最多2分钟。工作人员回答。韩哲点了点头。这 A 区的管理很严格，囚犯消失几分钟，工作人员就会赶到，到时候就算囚犯真的越狱了，几分钟应该还在监狱里，监狱这边也能及时拉响警报，及时搜捕，似乎很保险。韩哲想了想，又问了一句，这几天你们有遇到任何特别的事吗？特别的事？工作人员一愣，就是和往常不太一样的事。韩哲补充道。看了那么多越狱电影，韩哲认定所有的反常背后大概率都会隐藏着一个越狱计划，所以他会以反常的事为切入点。好像没有，2个工作人员都摇了摇头。再想想，你觉得是小事也说出来。韩哲继续说。A 区装着监狱1/4的人，他可不觉得一个越狱的都没有。您这么一说，好像有一个工作人员说出了一件他觉得有点特别的事。韩哲听了描述，深吸了一口气，把他一天的监控记录都调出来，我要查阅。韩哲立刻说道。几十分钟后，囚室 A023 前，监狱队长敲了敲门，接着他透过门上的观察窗朝着里面就是一喊， A023 别睡了，出来，典狱长要见你。 A023 是个强壮的黑人，他听到监狱队长的呼喊也是一阵懵。典狱长能找自己有什么事？大门打开，监狱队长和一个狱警出现在门口，他们给 A023 戴上手铐和脚镣。队长，典狱长找我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我能假释了？
A023问道。假释？就你犯那些个罪，要出去肯定也是枪毙的时候。监狱队长边戴手铐边冷冷道。A023一下没话说了，手铐和脚镣戴好。A023被监狱队长狠狠推出囚室。不远处站着2个手持霰弹枪的狱警，警惕地看着 A023， 这是危险的 A 区囚犯必须的待遇。一共4个狱警没有再说话，只是押着 A023沿着走廊走着。很快，4个狱警来到了楼层一边的公共厕所里。因为每个囚室都有厕所，所以这里基本上只有狱警和工作人员用。韩哲就站在厕所最里面的墙前面，冷冷地看着被押进来的 A023。A023直接把眼睛看向了别处，选择性无视了韩哲。A023， 狱长要跟你说话，你老实回答就行，别耍花招。监狱队长说着，就给 A023肚子上来了一警棍。A023挨了这一下，几乎跪在了地上。监狱长，您说什么就说吧。A023的声音有点颤抖了，这一棍应该挺疼的。韩哲开口了。A023，我看过了这几天你牢房的监控。韩哲说，我把你请过来，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表演一下。表演什么？ A023号囚犯依然不明白。韩哲指了指旁边的马桶，来吧，表演给我们看看，你 TMD 怎么一天拉23次屎。A023的脸色变了，连忙解释道，不是，狱长，我不一定是大号啊，我就不能是尿频吗？尿频？韩哲看着 A023 皱了皱眉，尊敬的狱长，我们监狱尿频都不行吗？ A023的底气足了一些，尿频当然可以啊，但是还是得请你表演一下。韩哲又指了指马桶，表演一下，你是怎么一次尿5分钟的？给他计时。韩哲转头对身边的几个狱警就是一声吩咐。A023一下无可辩解，沉默地瘫坐到了地上。没错，刚刚工作人员跟韩哲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叫 A023的囚犯一天多离开了次摄像头区域，每次10几分钟，工作人员一喊话都是说在上厕所，所以韩哲把他抓了出来，好好审问了一下。韩哲没有再说什么，转头对一个 A 区的狱警说，带我去他的囚室看看。狱警照做了。众人走过走廊时，两边囚室的囚犯倒是很激动。和 B 区的囚犯不同， A 区的囚犯都是超级重刑犯，基本上都是终身监禁，没什么顾虑的。他们直接隔着门板问候着韩哲。典狱长，你怎么毛都没长全啊？是不是直接上完幼儿园就来上班了？典狱长，你这么年轻怎么当的狱长？是不是你妈和司法部长睡过啊？下次让你妈和我睡，我让你当 A 区老大。哈哈哈哈！这些囚犯越骂越狠，也越骂越兴奋。韩哲还没说什么，监狱队长已经很有眼色的动身了。你们的腿是不是想多个关节？监狱队长冲着这些囚犯喊道。接着他提着警棍就进了一个喊得最大声的囚室。很快韩哲就听到了警棍砸在身上的脆响，然后就是响彻楼道的惨叫声。给点教训就行，千万别打成重伤了。韩哲在门外嘱咐监狱队长，毕竟按照文件打囚犯可以，但是打成重伤送去抢救自己就犯规了。放心，我10几年老狱警，分寸掌握的比谁都好。监狱队长手上倒是一点没减速。警棍砸人的声音很大，甚至盖过了那个囚犯的惨叫，还有其他囚犯的叫喊声。这是韩哲听过最响的殴打声，听着他头皮发麻。但是监狱队长既然说了他有分寸，韩哲就没有再管。他往前走了一段路，就是023号囚室。韩哲直接来到摄像头的盲区，仔细看了看，果然在马桶正上方的天花板上，韩哲看到了许多细细的凹陷，像是拳头或者别的什么不太结实的东西砸的。这个 A023号囚犯显然是在尝试刨天花板越狱，不过应该没有有效的工具，效率有点低。韩哲转头看了看门外被狱警压着的 A023号囚犯，指着天花板的凹陷道，解释下呗。我无聊，随便抠墙也不行吗？ A023依然硬着头皮解释着。这个解释让韩哲听着想笑，都这个地步了还能硬着头皮解释，有意思。韩哲冲 A023笑了笑，然后转头对旁边的狱警下命令，既然他这么爱抠墙，就把他关进闭室去，那里墙后给他畅爽抠墙体验，用兴趣爱好丰富囚犯生活，这很人道主义。韩哲看到囚犯 A023的脸色瞬间煞白了，应该是高兴坏了。狱警押走囚犯 A023后，韩哲松了口气，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笔记本，将囚犯编号 A023写在上面。30个越狱分子的第一个就这样找到了，关进闭室监视起来，是韩哲目前能想到最有效的处理方式。不过这家伙算是越狱高手还是越狱新手，还是未知囚犯？应该是越狱新手吧，这也太新了，揪出来他没什么难度。韩哲走出囚室，监狱队长拿着带血的警棍已经在门外等着了。外面已经鸦雀无声，监狱队长那一顿棍法显然很有效，其他人都不敢再出声了。那个囚犯怎么不惨叫了？是打晕了？情况怎么样？不会打成重伤了吧？韩哲看向先去监狱队长进去的那个囚室，您放心，我出手肯定疼得死去活来，但是伤却不会很重。监狱队长冲韩哲笑笑，叫狱医了吗？叫了，说马上就来。监狱队长连连点头。韩哲点了点头。这个监狱队长手狠心狠，几乎到了没人性的地步。对于囚笼岛的囚犯来说，可能算是噩梦，但是他对韩哲来说或许还挺好用。韩哲这样想着，正要离开，左前方突然有人叫喊，典狱长先生。韩哲看过去，发现是左前方的囚室有一个络腮胡的白人，把脑袋贴在观察窗上，冲着韩哲笑。韩哲看了一眼囚室编号，是 A036。你也想吃流食是吧？
监狱队长又提着警棍走过去。不是，我是找典狱长有点事。A036 的络腮胡连忙说道。找我什么事？韩开口了。我想和您握握手。A036 的络腮胡说着，把手从下面送饭的口伸了出来。握手？握手干嘛？韩哲看着伸出的手继续问道。我从小没见过您这么大的官，就有点崇拜，就想跟您握个手。A036 络腮胡连忙说。这话韩哲其实是不太信的。少扯淡，有什么事直接说，没事我走了。韩哲说。络腮胡的笑容瞬间变成了忧愁。好吧，其实是我想给我的判决申请复核，希望您能帮我递交一下。你那罪都复核几遍了，少打扰我们典狱长。监狱队长直接说。我是有罪，但是我的罪不应该判这么重，所以请典狱长帮帮我吧，求您了。络腮胡的声音满是哀求，几乎都要跪下了。你拉倒吧，你的罪要是判重了，那这 A 区的其他人估计都该判个当庭释放了。监狱队长很不屑。韩哲倒是有些动容，直接走似乎不太好，自己这个监狱长给讲点人文关怀。好，我可以替你申请，不过这个过程可能比较久，3个多月后可能才有回复，你耐心等待。韩哲说了个谎。3个月后我都游戏结束跑路了，你找鬼给你回复吧。韩哲心里这样想着。真的？络腮胡脸上出现笑容。真的。韩哲点点头。谢谢狱长，太谢谢了，你救了我，我会记一辈子的。另一边的络腮胡完全没听出韩哲在说谎，直接跪在地上拼命的道谢，这给韩哲心里整得有点难受了，开始缓步离开。络腮胡依旧在感谢着。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了，那要不我们握个手吧。络腮胡又一次把手伸了出来。韩哲看着伸出的手掌就是一愣，怎么又要握手？要握吗？握个锤子。不用谢，举手之劳而已。韩哲没有理会伸出的手掌，径直离开。韩哲这个典狱长安逸的到了游戏开始后的第7天，估摸着也该收网了，毕竟再不收网，可能有些囚犯就要逃出去了。没有任何预兆，韩哲带着几个狱警突然就来到了 B 监区。韩哲亲自搜查，他甚至从仓库取来了金属探测仪。这次搜查的重点位置就是先前韩哲嘱咐狱警小心避开，不准搜查的地方。韩哲下了命令，所有囚犯出囚室，站在旁边等待搜查。这么做，囚犯就没有任何机会去变动他们物品的位置。韩哲的计划已经很明显，开始狱警天天搜查，每次都有意避开几个能藏东西的角落，让囚犯以为狱警从来不会搜查这些角落。当囚犯觉得这些角落安全，开始把违禁品藏在这里的时候，韩哲再出击搜查这些角落，一网打尽，事半功倍。这次搜查同时由3个狱警进行，一个直接搜查囚室，一个拿金属探测仪扫描整个囚室，一个则负责搜囚犯的身。韩哲负责监督。第一间囚室，韩哲就在下铺靠墙的地方发现了一包高级烟。囚室的2个黑人囚犯脸都白了。TND 比老子抽的都高级。监狱队长也不管是谁的，直接用警棍把2个囚犯都狠狠敲了一顿。在惨叫声里，韩哲有些失望，因为这不是韩哲想搜到的东西。香烟是违禁品没错，但是香烟它不能用来越狱啊。这间搜查完毕，去下一间吧。韩哲示意监狱队长停手，之后他也没有把2个囚犯关进禁闭室，而是把他们关回了囚室。香烟而已，只要不是越狱工具，偷藏个女人都行。下一间囚室关的是2个白人老头，也没什么个人物品。搜身没问题，那几个角落韩哲什么都没找到。其他地方狱警用金属探测仪扫了个遍，也没找到什么。看样子这个囚室的2人还挺遵纪守法，在这所权势刁民的监狱，需要这种遵纪守法的模范。好，当赏。韩哲转头走出囚室，扫了眼囚室的编号，冲门口的工作人员一喊：晚饭给 B003 号的2人加个菜。具体加什么菜啊，狱长？工作人员追问了一句。炸土豆吧。韩哲随便说了个好吃不贵的菜，感觉应该比较符合囚犯的伙食标准。吩咐完这句，韩哲没有过多停留，继续向前搜查，毕竟还有600多个人要查。之后的10几个囚室，偶尔也有些稍微看着不太合适的东西，比如扑克，但是扑克不能当做越狱工具，韩哲就直接放过了，还给守规矩的囚室都晚餐都加了一份炸土豆。下一间囚室是一个中年囚犯独居，搜身没问题。韩哲搜了一下，在床底找到一块木板，金属探测器查过，木板里没有金属。这个木板是做什么的？韩哲问道。一个小桌板而已，不算违禁品吧，狱长？这间囚室的中年囚犯说道。不算。韩哲没有放在心上，把木板放回床底。这个时候，韩哲在床底看到了不少浅色的碎屑。什么玩意？韩哲用手指沾了一点，细细观察，硬的，是木屑。木屑？我经常在监狱里是做木工工作的，衣服上沾点碎屑回来很正常吧？这个囚犯补充道。正常。韩哲点点头，但是出于谨慎，韩哲还是仔细看了看整个囚室。韩哲又在墙角注意到了一团浅色的东西，乍一看还看不出来，俯下身细看，就像是某种泥，囚室建造时留下的某种装修泥。这什么啊？韩哲指着泥问道，说着还要摸上去试试。不知道啊。这个囚犯摇了摇头，或许是上一个住在这里的人20年来的鼻屎精华。韩哲听了，连忙缩回了手。当韩哲直起身时，这个囚犯则是认真的盯着韩哲。那么狱长，晚餐我也有炸土豆吃了吗？吃大块的。韩哲点点头，走出了囚室。狱警把男人推回了囚室，关上了门。
关门的一瞬间，韩哲突然觉得这团泥自己好像在电影里见过类似的。对，是塑胶炸药。开门！韩哲突然叫道，这把旁边正在锁门的狱警吓了一跳，他连忙再次打开。怎么了，狱长？囚室里的中年囚犯连忙问道。韩哲直接附身把那团泥揪了下来，略软，把这团泥拿在面前。韩哲仔细看了看，这团泥散发着淡淡的味道，闻着还挺熟悉，像是薄荷泥。不对，是牙膏。那这一团应该是牙膏掺墙灰，不是塑胶炸药。如果是塑胶炸药，没必要掺牙膏搞这么大一团引人注目。韩哲松了口气，还好，要是囚犯真能搞出来炸药，自己这个狱长还玩个锤子，直接投降算了。你把牙膏弄成这么一团干嘛？韩哲疑惑地看着中年囚犯。不知道啊，可能是上一个囚犯想玩橡皮泥弄的。中年囚犯连忙说道。牙膏还没完全硬化，你告诉是上一个囚犯弄的？韩哲质问道。中年男人立刻低下了头，用极其诚恳的语气说道，对不起，狱长，是我想学雕塑，拿这个练练手。但是听说您好像不赞成艺术，就只能藏在角落里了。真的是这样吗？韩哲虽然不太信中年男人的话，但是这似乎就是最合适的解释。如果男人要越狱，一块橡皮泥似的牙膏团能做什么？韩哲思考着，随手掰开了牙膏团。这一掰，韩哲睁大了眼睛，因为他看到了牙膏团里包裹着的一个硬长条。韩哲立刻把这个长条取了出来。这个长条是木头做的，一头明显做的大了不少，给韩哲的感觉就像是个被拍扁的棒棒糖。这是雕塑的骨架，大的这一段是雕塑头的位置。中年囚犯连忙解释。哦，韩哲看着这个木条，越看越觉得这个像一样东西。仔细看，细条的一侧还有几道划痕，似乎将来补充加工用的标记。靠，这不就是一个没做完的钥匙吗？这一下韩哲就全明白了。他看的电影里有类似的情节，越狱者弄了一个面团，趁守卫不注意的时候，把钥匙在面团上按一下，就可以按照凹陷配置一个同样的钥匙。好家伙，差点让这家伙蒙混过关。他甚至还说这是鼻屎，让自己唯恐避之不及。有这等手艺，还有这等心机，稳稳的越狱高手啊！韩哲深吸了一口气。狱长，没问题吧？中年男人看到韩哲有些呆滞，试探地问了问。韩哲反应过来，转头就对着旁边的狱警下命令。这家伙在偷偷配钥匙，还说是支架，侮辱我的智商，把他给我送进闭室去。韩哲的声音满是严肃。中年囚犯连忙解释，不是，狱长，您搞错了，这真是支架。那些标记只是我方便计算雕像结构用的。韩哲没有说话，自己提都没提上面的痕迹，这个囚犯反倒着急替这些痕迹辩解，显然是知道上面的痕迹有鬼。狱警押着中年囚犯走的时候，韩哲在监狱队长的耳边悄悄吩咐了一句，这家伙嘴硬，你让他长个教训吧。监狱队长听了，立刻点了点头，放心吧，狱长，交给我绝对没问题。韩哲其实是不喜欢靠棍棒教育囚犯的，但是如果是要越狱的危险分子，韩哲还是希望给他们一点教育，毕竟身上多一些伤，能让囚犯越狱变得困难不少，韩哲也更安全几分。韩哲不能再输了，他不能冒险对这些敌人仁慈。可惜文件规定不能打成重伤，不然直接把这些危险分子打得下不来床，韩哲更能省心不少。继续搜查，之后的一间囚室，什么违禁品都没有找到，囚室里连可疑的地方都没有，妥妥的优秀囚室。但是这间囚室的下铺囚犯看见韩哲，目光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还是被韩哲看到了，看上去就感觉心里有鬼。可是他的囚室和搜身都没什么问题啊。韩哲又让狱警再搜一遍下铺囚犯的身，依然是什么都没有。那他刚刚心虚什么？韩哲郁闷了，随手要来了金属探测器，沿着身体随便一扫。当探测器扫到囚犯的臀部时，探测器突然哔哔响了起来。韩哲一下有点不知道说什么了。那个，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屁股里有金属吗？韩哲说。这个下铺囚犯没有说话，只是低了头。即使他是黑衣人，韩哲也能看出他的脸憋得有些红。算了，也别解释了。韩哲转头看了看，送犯人去禁闭室的监狱队长也刚回来，这种脏活还是给他。韩哲上前拍了拍监狱队长的肩膀，指了指旁边的囚犯，去掏掏他屁股，看看里面的金属到底是什么，然后回来告诉我。啊！监狱队长懵了，他毕竟刚回来，不知道情况。探测器显示他屁股里有金属制品。韩哲回答，了解，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贼家伙。监狱队长立刻就明白了，他直接拽着这个囚犯去了 B 区的公共厕所。韩哲继续搜查，之后的囚室也算守规矩，没什么特别的违禁品，韩哲统统奖励了晚饭炸土豆加餐。很快监狱队长那边也查出来了，那家伙的屁股里是一个包着布的金属勺子。勺子，这都是挖洞的经典工具了，这个囚犯的越狱意图基本上就坐实了。但是监狱队长告诉韩哲，那个囚犯死活不承认自己是要越狱，他的解释是他怕监狱里有变态，所以就在屁股里预先塞了个勺子作为防御装置，如果有变态强行进入后接口，自然会被勺子柄扎伤。听着倒是很有道理，韩哲也有点想相信。但是违禁品毕竟是违禁品，监狱队长已经先教训了一顿，才回来问韩哲接下来打算怎么处理。韩哲相信，但是只信一点点。韩哲想了想，回答道，他既然那么怕变态，就把他关到禁闭室里去，那里就他一个人，就不会有变态了。
韩哲的想法很简单，不能确定是坏人还是好人，那一律就当坏人防范。笑傲文学，还是狱长高明。监狱队长猛点头表示赞同。继续搜查，又查了10几间，韩哲又发现了一间特别的。这间的墙上贴着几张女星的海报，乍看过去其实不算很突兀，但是韩哲看的那些电影纪录片里，海报也是常见道具。对，如果有人要在墙上挖洞，那在洞口贴上一张海报一定是最简单的掩饰方法。韩哲看了看墙上的海报，两侧墙上的海报他根本懒得管，因为顶多就是挖到隔壁囚室去搓个麻将。关键还是内侧墙，这间囚室没有通风口，但这面内墙后面也是各种管线。韩哲直接揭开内侧墙上的几张女星海报，果然海报背后的混凝土墙面上有一个大大的凹陷，看样子进度还没多少。这也是间独居囚犯。韩哲转头看了看在这间囚室住的唯一囚犯，冷冷道：挖墙的工具呢？一个囚犯见事情败露，也只能默默打开水箱，在金属按钮的下面取下一个小铁片，相当于又告诉了韩哲一个藏东西的地方。身边的狱警立刻把囚室的这个位置快速查了一遍，其他囚室都没有，那这算是这间囚室的独创。板上钉钉的越狱行动，韩哲自然不能放过。韩哲让狱警把囚犯送进了禁闭室之后，韩哲把剩下的 B 区的囚室都查了一遍，大部分的囚室都没问题，一律奖励炸土豆加餐，也还是有几间藏违禁品，一律没收。不过即使搜到可能是越狱工具的违禁品，也不是很能确定他们就是要越狱的人，只能是有越狱的嫌疑。像之前那2个坐实越狱的囚犯，没有再发现。这次搜查从中午到晚上，把韩哲累了个够呛。不过战果也是颇丰，确定的越狱囚犯找到了2个，疑似要越狱的也有6个。韩哲把他们统统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至于越狱工具，应该都搜得差不多了。韩哲一阵轻松，这一场搜查应该能大大拖延 B 区那些越狱的人的行动，管个时间半个月应该没问题，可能更久。一切顺利。当夜，韩哲在办公室里睡了来这个游戏世界最安心的一觉。第二天一早，秘书马吉就拿着文件来给韩哲汇报工作了。他先放了一个文档在韩哲桌上。典狱长，今天的第一件事，这是勤务处凯文今天早晨送来的辞呈。凯文？那是谁？韩哲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咱们监狱餐厅里负责削土豆的，他也干了好几年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要辞职。负责削土豆的？对。哦，韩哲一下就明白了，我过会签字。还有一件事，这件很重要。你说。今天早晨，我们在监区大楼的外部通风口里面找到了2个被困在通风管道里的囚犯。今天早晨？对，是 B 区的1240号和1241号，他们好像被什么特别厉害的强力胶粘在通风管道里，自己无法挣脱，只能呼喊求救，就被我们的狱警发现了。好，韩哲一阵兴奋，自己的强力胶是真的粘住越狱的大老鼠了。现在那俩人呢？韩哲追问道。还在通风管道里，我们的工人正在想办法把他俩弄下来。秘书马吉回答。看看去。韩哲很快来到了监区大楼外。此时，一个工人坐在管道口等候着，另一个工人已经抬来了一桶溶胶剂。听他们的说法，如果溶胶剂没用，就得切管道了。不过切割管道这种大事还得韩哲。这个典狱长点头。韩哲让他们大胆试，必要时候可以切，不用请示了。接着，韩哲让监狱队长带自己去了这2个被粘在通风管道的囚犯的囚室。来到囚室一看，只见墙壁上通风管道的格栅已经被彻底破坏，变形扭曲，丢在一边的地上。韩哲上前仔细看了看，格栅上原本是靠8个螺丝固定在管道内壁，在囚室这一侧是拧不到这些螺丝的。这些螺丝现在也是好的。看痕迹，这个金属格栅是直接被工具撬开破坏，强行拆卸下来。一夜之间做到这种程度，光凭金属勺子或者小铁片之类的东西可做不到。也就是说，从这个囚室钻入通风管道的2个人不但有工具，而且工具过硬，至少是个长得大的金属物件，类似撬棍之类的。可韩哲昨天刚搜查过整个 B 区，他甚至还以为已经差不多把 B 区所有的越狱工具都收缴了，可以安宁一段时间。现在看来真的是可笑。韩哲瞬间如坠冰窟。当韩哲在办公室里等了好一会后，监狱队长也终于回来了。怎么样？韩哲连忙问道。狱长，那2个人我已经好好收拾过，打晕了2次，但是关于工具的事，他们就是不开口。监狱队长回答。再打，一定问出来。韩哲有点着急了。这2个被粘在通风管道的人一定用了相对专业的工具。既然是相对专业的工具，如果不能及时堵住来路，那韩哲再努力基本上也只会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困局。监狱队长摇了摇头。不行了，狱长，再打人就废了。韩哲沉默了。按照司法部的文件，假如真的把囚犯打残废，那会是重大渎职，韩哲自然就会犯规，直接输掉游戏。狱长，怎么办？监狱队长又问了一下。韩哲叹了口气。那就先把他俩关到禁闭室里吧。好，那个让警员们继续每天严格搜查囚室，要比之前还要严。韩哲给监狱队长又下了命令。狱长放心，我们都会认真搜查的。监狱队长爽快答应。但是监狱队长的允诺并不能给韩哲任何安全感。之前就在天天搜查了，昨天还整了个亲自搜查，不照样成了现在这个情况。韩哲搜韩哲的，他们越他们的，似乎两不影响。这专业的工具能是从哪来的？韩哲想到了电影里的剧情，会不会这2个囚犯的工具来自监狱外？
藏在狱外亲属给囚犯送的各种个人物品里，比如蛋糕、衣物什么的。经典剧情了。对，问题很可能就在这里。监狱队长刚走到办公室的门口，韩哲急忙又站起来补充交代：队长，还有一件事，你安排一下。什么？监狱队长转头回应：从今天起，所有监狱外送给囚犯的东西都给我进行破坏性的彻底检查，就算是一块牛排送进来，到囚犯手里也得给我变成饺子馅。没问题。监狱依然回答得很爽快。典狱长，您放心吧，今后由我亲自主持检查，保证不会再出问题。监狱队长的语气很坚定，脸上也满是自信，似乎一切已经都在他的掌控下。韩哲稍微放心了一些，坐回了办公椅上。说实话，在韩哲的心里，这个监狱队长可能是整个囚龙岛监狱里唯一靠谱的人，不信他，韩哲还真不知道信谁了。之后，监狱队长也真的这么做了。所有从监狱外送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食物。开始还是用刀多切几下，后面监狱队长嫌麻烦，直接统粉碎机里过一圈。面包直接搅成鸡饲料，奶油蛋糕直接搅成浆糊。韩哲问监狱队长是不是做的有点过了？监狱队长的回答很干脆：食物嘛，这么做营养成分又没变，食物里蕴含的情谊也没变，不影响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说服了韩哲。最后，一桶桶的糊状物和渣子送到了对应囚犯的面前。不知道内情的囚犯很迷茫，自己是写信告诉过家属，监狱的伙食还不如猪食，但是没必要真的特意送猪食过来吧。而且监狱队长安排的粉碎机一天就洗一次，一个人送来的食物或多或少都会混一些到别人那里。开始时送来食物里确实会藏些违禁品、小物件和香烟最多，所以很多人能在送来的浆糊里吃到铁屑和烟丝之类的异物。接着就是骂声一片。久而久之，藏违禁品的囚犯似乎也知道怎么回事了，送进监狱的东西也不再有违禁品了。这方面韩哲的举措似乎成功了。另一边，监区这边也天天在囚室搜查违禁品，不厌其烦。囚犯们虽然怨声载道，但也没有办法。就这样过了近10天，这些天里监狱里也算平静，虽然偶有打架事件发生，但是好在没有再出现过和越狱事件，连类似的可疑事件都没有。这又让韩哲逐渐有了信心。照这样下去，只要再坚持2个多月，游戏胜利必定属于自己。这一天，秘书马吉来跟韩哲报告，说是监狱里的水管因为年久失修发生了泄漏事故，水流喷涌而出，直接从 B 区的囚室地面冲了出来。现在受灾囚室的2个囚犯已经临时转到了另一间空囚室，监狱的工人已经过去抢修了。哪一间囚室受的灾？韩哲问道。B0188。秘书马吉回答。B0188。韩哲取出了地图看了一眼，韩哲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叫安排新囚室的狱警来，带我去慰问那2个囚犯。韩哲说道。马吉立刻照做。很快，韩哲就跟着狱警来到了一间 B 区囚室里。2个白人囚犯坐在囚室的床上，虽然已经换了干衣服，但是头发还是有些湿。他们见到韩哲，立刻就开始抱怨：典狱长，这监狱的设施早该修了吧？今天差点让我们俩淹死在屋里。是啊，监狱长，这要真出了事，你可是杀人啊！这看似是抱怨，实则更多的像是指责。韩哲看着他们，没有说话。2个囚犯倒是越说越起劲：水管的维修钱不会被上面贪了吧？狱长，这监狱太危险，我要申请转监狱。就是这个破监狱早就该重盖，迟早得把我们都害死。韩哲只能朝他们压了压手掌，让我说2句吧。2个囚犯似乎也意识到了韩哲的不悦，知趣的闭了嘴。我给你们说个有意思的事吧。韩哲笑了一下。2个囚犯对视了一眼，一头雾水。他们只好重新转头看向韩哲。您说吧。我刚上任的时候看过我们监狱的管线图。韩哲开始了讲述，他特意用了很慢的语速，让2个囚犯能够听清。那时候我发现 B 监区的正下方埋在一根很粗的热水管，这根热水管是供暖系统的主干线，通到监狱外，里面也很宽敞，足够成人轻松通过。最致命的是啊，现在是夏天，热水管里并不会有水。也就是说啊，只要从囚室里向下挖个基米，破坏热水管道的管壁，就可以穿过热水管逃出监狱了。讲到这里，韩哲顿了一下，看了看面前2个囚犯的脸，他们2个的脸色并不太好看。韩哲继续讲了下去：我身为监狱长，自然不能允许这么大的漏洞出现在监狱里，所以我直接请教了工人，自己开阀门给热水管通了冷水。这件事只有我知道。后来啊，你猜怎么着？居然真的有2个要越狱的笨蛋挖开了那个水管，我准备好的冷水瞬间淹了他们的囚室。韩哲说到这里，冲面前的2个囚犯又笑了笑，因为他是真的想笑。2个囚犯依然是沉默。韩哲只能再补充关键的一点：按理说，如果真的是意外，那会冲出大量的泥土碎屑，但是我去你们2个的囚室看了，你们房间的那点泥土还没我办公室花盆里的多。2个囚犯还是不说话。韩哲有点烦了，继续说：你俩的剩余刑期都有10几年，如果是越狱坐实的话，刑期怎么也得加到20年，而且会被调到 A 监区去，那里伙食比这里还差。不过我这边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可以用意外事故给你俩压下去。韩哲说着，紧紧地盯着2个囚犯的脸，他俩的脸瞬间抬了一下。你想要什么？其中一个囚犯突然说道，显然是动摇了，而另一个依然低头沉默不语。韩哲松了一口气，他应该是赌赢了，因为刚刚这个条件对那4个未知囚犯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他们4个游戏结束就会回自己的世界，加不加刑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动摇的囚犯大概率是越狱新手，小概率是越狱高手。因为越狱高手都是越狱高手了，应该不会真的坐牢到刑满释放，刑期的减少应该对他们没什么诱惑力。韩哲趁热打铁，别急，我还没说完优待政策。看档案，你俩应该做了有几年了吧？几年没吃过个像样饭菜，很痛苦，我理解。所以我可以调用我手头小小的监狱长权力，给你们弄一顿你们想吃的任何东西，什么肉啊、龙虾啊，随你挑。韩哲很有自信，他去监狱食堂看过，那里的东西确实难吃。他敢打赌，在这里待几天就会变成饿狼，所以食物对囚犯应该是最有诱惑力的。听到这里，那个动摇的囚犯也是连连点头。好，好，典狱长，您到底要什么？赶紧说吧。工具。韩哲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你们挖洞的工具是从哪里来的？韩哲说着，看了看旁边依旧一言不发的另一个囚犯，继续补充道：如果你们用了什么其他的方法，也可以直接告诉我，请你们吃大餐的承诺也有效。韩哲其实有些怀疑旁边的这个不说话的就是未知囚犯之一用了什么能力挖开了地面。听韩哲说完这些，那个动摇的囚犯立刻就张开嘴要说什么，但是他迟疑了。片刻之后，他又闭上了嘴，他的眼神也变得坚定起来。典狱长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什么工具方法？我就是一个受灾的囚犯罢了。韩哲的脸色变了。之后，无论韩哲怎么威逼利诱，这两个囚犯都再没松口。韩哲很疑惑，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中一个囚犯感觉话都到嘴边了，怎么还能咽下去？到底有什么顾虑？韩哲认真想了想，他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不说话的那个囚犯越狱的能力很受这个动摇的囚犯的信任，他怕说出来不说话的囚犯以后不带他越狱了，所以他住嘴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倒也简单，那只要把他俩分开就行。第二种，就是这两个囚犯都在顾虑着什么，动摇的这个囚犯经过内心挣扎决定还是不说比较好。这种比较麻烦，在韩哲找出他俩顾虑的事之前，他俩是肯定不会开口的。之前通风管道里的那两个估计也是这种情况。是什么能让他们顾虑到什么都不敢说？难道背后有势力很大的人，或是别的什么麻烦？先按第一种可能处理吧。笑傲小说。韩哲冷冷地看了面前的两个人一眼，走出了囚室，把他俩给我关进禁闭室，记得隔远点。韩哲对着门口等候的狱警吩咐道。看着两个人被狱警押走，韩哲反而更加烦躁。出事的囚室他确实看过，洞口的位置在马桶左下方，也就是说他们是拿马桶掩盖洞口的。马桶下面是混凝土地面，但是马桶的拆卸、地面的破坏、数米深洞口的挖掘，这么大的工作量，这游戏开始才10几天，只凭食堂的金属小勺子可来不及，必定有像样的工具。这工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现在韩哲预设的两手准备都已经侥幸用上了，再不找到工具的来路，下一次对韩哲就意味着致命。可是这些囚犯就是死活不说，韩哲也想不到还有该死的工具来源来。韩哲在闭监区门口焦躁的时候，监狱队长也赶过来了。监狱长，听说管道炸了。监狱队长关心道。对，情况怎么样？情况不太好。韩哲随口回答着，他正在拼命思考着，根本没空和监狱队长寒暄。没事，狱长，我们这监狱就这种事很常见的，习惯就好。我明白。你最近每天囚室检查查的怎么样？韩哲随口问道。监狱队长直接拍了拍胸脯，自信笑笑。那查的当然好啊，我们队员都很认真的工作，没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什么可疑东西都瞒不过我们的眼睛的。韩哲愣了一下，脸色微变。管道出事的那间0188号囚室，你们之前也查过？韩哲看向监狱队长说道。查是查过，但是查的都是违禁品什么的。您要让我们查管道可能的泄露什么的，我们又不是专业的，那肯定查不出来啊。监狱队长朝韩哲陪笑道。先不说管道泄露的事，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已经去那间的囚室已经查过违禁品了，确定没问题吗？韩哲笑了。当然查过啊，绝对没有问题的。等等，典狱长，您的意思是？监狱队长听出了韩哲语气里的异样，韩哲受不了了，他一下揪住监狱队长的衣领。TND， 他们在马桶下面挖了个快10米深的大洞，你居然还敢打包票说查过没有问题？监狱队长立刻就慌了。真的吗，典狱长？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查的不够仔细。韩哲看着监狱队长的慌乱的脸，怒道。既然是你们的问题，那之后就给我玩命认真查，明白吗？好的，好的，我们一定再加倍认真。您放1万个心吧。监狱队长吓得猛点头。那现在就再去好好查吧，滚！还很窝火的韩哲把监狱队长顺手推了一下，松开了手。咚！监狱队长被韩哲这一下推到了旁边的墙上，发出一声脆响。啊！监狱队长坐在地上，发出一阵惨叫。你他妈鬼叫什么？韩哲看着监狱队长骂道。监狱队长穿着粗气道：疼啊，狱长！韩哲更火了，老子就轻轻推了你一下，你搁着演什么演？真的，狱长，快叫救护车！监狱队长剧烈的咳嗽着，甚至还有血咳出来。看见血咳出来，韩哲意识到这不是演的了，他连忙从门口的监区电话打到了秘书那里，让秘书叫了救护车。之后看着监狱队长被担架抬走，韩哲还是无法相信。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监狱队长可是个彪形大汉，自己和他相比都快算是弱不禁风了，怎么轻轻一推他就那样了？
韩哲看了一眼旁边监狱队长刚刚撞到的墙，上面居然还多了几道裂缝，真有这么大的力道？2小时后，韩哲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着。终于，秘书马吉进来了。怎么样？韩哲连忙问道。肋骨断了5根，其他地方也有几处骨折，还有内出血，不过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马吉道。这么严重？韩哲愣住了，他真的就轻轻推了一下，这个监狱队长怎么骨头都断了这么多？我也就说呢，他是摔的吗？从哪摔的？秘书马吉奇怪道。这个你先别管，我抽空先去看看他，回来再给你们说。韩哲硬着头皮说道。好的。秘书马吉没有多说，退出了办公室。办公室留下了韩哲一个人郁闷，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韩哲自己肯定不是突然觉醒了任督二脉的气功奇才，其次，监狱队长也绝对不是玻璃人。韩哲想来想去，唯一的可能，那就是因为自己刚刚触发了技能极度之神的恩赐。对于比你帅或者月收入高于你的人，你的攻击力大幅增加。触发这个技能有2种情况。韩哲从柜子里取出了监狱队长的档案，看了看档案里监狱队长的照片，接着他又来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监狱队长的照片仔细对比，怎么看自己也比监狱队长帅太多了呀。即使韩哲可能有主观自信的原因作为加持，但是监狱队长满脸横肉，别说帅哥了，没说他丑男都算恭维他。韩哲出于谨慎又看了一会，越看越确定自己一定比监狱队长帅，而且帅的不是一星半点，那就只能是第2种情况了。监狱队长比自己月收入高。实际上，韩哲在这里是有发工资的银行卡的，不过韩哲没怎么用上。韩哲再次取出了档案查阅了一下，自己作为典狱长，月工资明明是这个监狱队长的2倍还多，他月收入怎么会比自己高呢？是因为自己的收入不算数？韩哲想到这里，又叫来了个看着比较丑的狱警试了试，他把狱警往墙上用力一推，疼吗？韩哲问狱警。不怎么疼。狱警茫然地摇了摇头。韩哲松开手，你没事吗？狱警回答得很果断，没事啊。确定？当然确定啊，这有什么不确定的？韩哲的问题给狱警彻底问懵了。那你去忙吧。韩哲朝狱警摆了摆手。狱警离开，韩哲才确定只有监狱队长能触发自己的技能。韩哲叫来的这个狱警没有触发技能，意味着韩哲至少月收入不会低于他，也就是说，韩哲在这个世界的月收入是有效的。那为什么监狱队长能触发？韩哲有了一个猜想，他拿起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秘书马吉就在门外办公。马吉，监狱队长现在在哪个医院？我现在去看看他。短暂准备过后，韩哲来到了监狱队长的病房。这时候，还有一个刚下夜班的狱警在病房看望。狱长。狱警从病床旁边坐了起来。你先出去一下，我有些事要和队长说。韩哲说。狱警退出了病房。病床上的监狱队长缠了很多石膏和纱布，看来受到的伤确实很严重。他看到韩哲，倒还是带着笑。狱长，虽然这伤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你到底是什么天生神力啊？他的语气里倒是没有任何责怪，让韩哲都有点于心不忍了。韩哲冲他回笑了一下。你放心好了，我尽快给你申请工伤，医药费完全不用担心的。那多谢你了，狱长。不过您给我说说您平时到底吃什么呀？这么强，我好也买点，伤也能好得快一点。那个不急，我问你点事。您说，你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监狱队长听了，立刻摇了摇头。不行，我败家婆娘爱赌钱，只凭我的那点死工资，有点揭不开锅了。所以狱长您一定要帮我申请到工伤啊。你的收入只有工资吗？最近没有股票、彩票之类的额外收入？遗产之类的也算？韩哲很认真地问。监狱队长听了是连连摇头。当然没有啊，我就没有买彩票和股票的习惯，其他的就更没有了。那种好事哪能轮得上我？确定吗？再好好想想。如果有，你悄悄告诉我，我帮你圆一下，不影响你申请工伤的。监狱队长稍微迟疑了一下，但很快还是点了点头。确定啊，肯定没有。韩哲轻轻叹了口气，没有说话。典狱长，怎么了？监狱队长问道。韩哲深吸了一口气。好吧，现在如实告诉我，你收了犯人多少钱？监狱队长的脸色瞬间变了，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笑容。狱长，您说什么呢？我哪敢收犯人的钱啊？韩哲的语气变得严肃。几个犯人已经招了，其他的证据现在都在我的办公桌上，只要我把证据交到司法部，你很快应该就能入住我们监狱的必监区了。笑傲小说。没错，韩哲直接开始瞎编炸监狱队长了。狱长，您在说什么呢？我不明白。不过我现在可以救你，把这件事压下去，不过得需要你的帮忙。狱长，别开玩笑了。监狱队长挤了个笑容。韩哲认真地看着监狱队长。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想想你平时在监狱里是怎么对待犯人的，你将来成了犯人，他们会让你好受吗？只凭我一个人可不能24小时保护你。狱长，监狱队长的脸变得铁青。您说吧，需要我帮什么？你把你收过什么钱，对应带过什么货，每个对应的款项详细列个清单写给我。典狱长，这不行吧？监狱队长面露难色。这还不行？现在监狱里有人在利用你提供的东西越狱，如果他们真的越出去了，别说我的饭碗被砸，就你帮助越狱的罪名也没人能捞你。监狱队长瞬间就哭丧起脸来了。狱长，我是给人烧过不少货，但我没帮助越狱啊。你说不是就不是，人家利用的确实是你烧的东西，你问问司法部的人信你吗？
那监狱队长有点语无伦次了。那就把你烧过的东西一个不差的写下了，我们把这些东西追回来，这样才不会有越狱这种大事发生。我能继续当我的监狱长，也能把你这破事压下去。好，好，我写。你有纸笔吗？监狱队长看着韩哲道。早替你准备好了。韩哲从公文包里取出纸笔。监狱队长连忙开始写。韩哲依然做着严肃的表情，心里确实一阵轻松。没想到工具的一大来处居然是这个监狱队长。不过这家伙看着像硬汉，实际上外强中干，心理素质是真差，一炸就全招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真是胆大，工具这种超级违禁品都敢烧，真不怕丢饭碗吗？监狱队长写了2条，突然想起来了什么，转头对韩哲说：“不对啊，狱长，笑傲文学，又怎么了？”韩哲一惊，不会这家伙发现什么不对了吧？如果他真的问韩哲要证据，韩哲还真的掏不出来。我收了他们那么多钱，现在又去把东西收缴了，那他们不得跟我急，捅到上面去，我还是得露馅啊。监狱队长说：“就这？”韩哲皱了皱眉，放心好了，我收缴的时候会装作是无意中发现的，表现的和你没关系的。那谢谢狱长了。监狱队长心满意足的继续写了下去。监狱队长写了近1个小时才把清单写完。韩哲接过来一看，脸色立刻变了。清单上面都是一些常见的东西，比如国际象棋、雪茄、酒什么的。虽然里面有不少金属物品，但是都是些不结实的小物件，用来挖洞应该和金属勺子一样效率感人。不是让你一个不漏的全写下来吗？你怎么净写的都是无关紧要的？韩哲质问道。我没漏东西啊，这些就是我烧的所有东西了。监狱队长说道。你到底想不想要我救你了？给我写全！韩哲有点火了。监狱队长哭丧着脸道：“狱长，我真没骗你，我真就只烧过这些东西啊！你是不是当我傻？这些东西替 A036，我是狱长，你不是找我有事吗？”韩哲朝里面喊话。床上的囚犯还是不动。韩哲瞬间觉得不妙，这个囚犯前脚刚说知道有人越狱的事，后脚就在床上不动了，不会让人灭口了吧？开门！韩哲后退一步，转头对詹姆斯队长说。詹姆斯掏出钥匙开门。开门的一瞬间，韩哲想起来了，这 A036 不就是上次求自己帮忙办复审，然后还要和自己握手的那家伙？那家伙看着就不正常，还是小心一点。韩哲这边刚想起来，门那边已经打开了，几乎是门开的一瞬间，一个身影立刻冲了出来，闪过詹姆斯队长身旁。小心！詹姆斯队长大喊。韩哲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冲出来，还没怎么反应过来，那身影像一支箭已经到了韩哲面前。冲出来这人的手也直直打向韩哲的咽喉，不知道手里握着什么武器。几个狱警都还在几米外，这么短的时间根本来不及阻止。眼看韩哲就要被这冲出来的人抹喉，下一个瞬间，韩哲直接伸手握住了面前这人的手腕，向下用力一扯，接着韩哲一肘重重给到这人的后背，全身再重重一压，这人就被韩哲一下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行云流水，瞬间制服。韩哲这才有机会看清楚冲出来的这人的面容，这正是上次的那个络腮胡。这个时候，旁边的狱警都看得愣住了。狱长，您这太厉害了！詹姆斯队长忍不住赞叹。是啊，谁能想到韩哲这个监狱长的身手能这么好，络腮胡冲出来的瞬间就被制服了。其实这也不是韩哲有天赋，主要是因为韩哲所学的课程里，本身格斗类就占了相当一部分。学了几年的格斗，韩哲的身手自然不会差。韩哲默默摇了摇头，因为如果要是之前的监狱队长，根本不用他韩哲出手，络腮胡冲出来的瞬间就会被撂倒在地。而现在的詹姆斯队长只是在原地不知所措，顶多喊个小心。两个人的水平还是差太多了。接着，韩哲在众多狱警热切的目光中，韩哲抓着地上的络腮胡，把他拎了起来。你刚刚想干什么？韩哲看着络腮胡的眼睛，冷冷问道。络腮胡倒是做出一个看着满是善意的微笑。我就是看到您有些激动，所以忍不住跑过来想和您握手。你刚刚是想握手？韩哲的余光看向络腮胡的双手，他的双手很识趣的打开着，确实空空如也，没有任何武器。难道真是要握手？你刚刚明明是冲脖子来的，握手还握脖子？异世界习俗，谁信啊？但是他确实又没武器，有问题也只是疑似。还是问他越狱的事，如果诓自己，那就是有问题，直接送进闭室去。想到这里，韩哲把络腮胡放下了。你之前说的那是具体情况，跟我说说吧。韩哲说。您进来说吧，我跟您私下谈谈。络腮胡朝着韩哲笑笑。行。韩哲立刻答应了。毕竟告密这种事，还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不然告密者就别在监狱里混了。但是在那之前，韩哲需要一点安全措施，给他弄上。韩哲看向詹姆斯队长。什么？詹姆斯队长不明白韩哲的意思。韩哲再次意识到面前的已经不是之前的监狱队长了。韩哲只能说明白，给他上镣铐。明白。詹姆斯队长恍然大悟，立刻取来了手铐脚镣，给这个络腮胡铐上。韩哲这才跟他进了囚室。不过韩哲下令不准关门，这样出什么事，狱警立刻就能冲进来帮韩哲。说吧。韩哲坐在了囚室的床上，络腮胡倒是没一点磨蹭，直接凑近了一点，小声道：狱长，您之前说帮我申请复核，我感激您。所以我就直接告诉您吧，我
我斜对面的 A039号这些天一直在锯东西，肯定是在准备越狱。你确定没听错吗？确定。络腮胡冲韩哲坚定地点了点头。好，我现在去看看。别！络腮胡连忙劝住韩哲。怎么？您前脚从我这刚走，后脚就去他那检查，那谁都知道是我告状了，我在监狱里还怎么活啊？那我知道了。韩哲点点头。放心，如果你说的属实的话，之后有机会我个人也会给你提供奖励的。没事一场，我不要奖励，您记得替我申请重审就好。络腮胡热切地看着韩哲。韩哲应付地点了点头，走出了囚室。虽然他不相信络腮胡，但是白送的越狱线索，韩哲没有理由不去核实一下。不过出于对告密者的保护，韩哲也没有当场去 A039 核实，他的选择是让 A 区的工作人员先暗中重点监视 A039。第二天下午，韩哲带着近10名狱警直接开始对 A 监区的所有囚室检查，表面是通查，实际上是着重查 A039号，其他的也就是走过场。不过韩哲为了防止 A039 销毁证据之类的，他直接装作随机抽了一间，从 A035 开始了快速搜查。前面的几间简单略过，很快就到了重点的 A039。 A039 是个瘦高的白人，韩哲搜了一圈，还真的发现窗户的每根铁栏杆都有一个小划痕。仔细一看，韩哲才发现每个铁栏杆直接都被锯了一半。 A039 越狱的事就铁证如山了。韩哲直接让狱警把满脸气馁的 A039 号囚犯押进禁闭室，稍后再审。当韩哲离开 A 监区的时候，韩哲给詹姆斯队长小声吩咐了一句话： A036 那个大胡子立大功了，每天给他带份像样的吃的吧，我想不让功臣吃猪食。等等，每天？詹姆斯队长一愣。对，每天，记得再每天看看他的房间，那家伙不对劲，你替我盯着他。哦，明白了。詹姆斯队长连连点头。还有，那家伙总想跟人握手，握手8成有问题，他要跟你握手，别搭理他。明白。詹姆斯队长认真点了点头。之后，韩哲亲自去审问了一下禁闭室里那个 A039 的白人。这小子一进禁闭室两眼一黑，立刻就怂了，直接韩哲问什么就答什么。这家伙是在放风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围墙上方的铁丝尖刺有一块松动，他就给撇下来自己加工处理成了简陋锯条，然后就天天在寝室里锯栏杆。至于是怎么骗过每个囚室上的摄像头的，很简单，他天天在囚室里装模作样的锻炼折返跑，从囚室这边跑到囚室的另一边，趁自己在摄像头盲区的那一小会猛锯几下，然后就是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多锯几下。听完这个白人的供述，韩哲立刻用闭路电话给 A 监区的几个工作人员下了命令，从今天以后 A 监区禁止练折返跑。将 A039 关入禁闭室之后，韩哲也在自己的那个笔记本上也记下了 A039 的名字。这算越狱高手还是新手？暂且算新手吧，手法太普通了，但无论如何又抓到一个，总是好事。韩哲一阵轻松。他走出 C 区禁闭室区域，时间还有很多，韩哲就在监区大楼的走廊随便视察了一下。一个 A 监区的工作人员正好迎面遇到韩哲，就跟韩哲随口打着招呼：狱长，你不是说去换工作服了吗？怎么换回衬衣了？韩哲就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去换工作服？你看监控看糊涂了？工作人员也是一摆手，冲韩哲笑笑：您就别开玩笑了，您刚刚还穿着囚服气哄哄的骂囚服质地不好，是虐待犯人呢，我能记错吗？工作人员随口说着，两人擦肩而过。等等，韩哲直接转身抓住了工作人员的肩膀：你再说一遍，我刚刚做了什么？给我详细的说清楚。工作人员也是一愣：您刚刚穿着囚服，说您是穿了一下囚服，结果没想到这么不舒服，您要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韩哲脸色大变：你确定刚刚跟你说这些的是我？这个工作人员彻底懵了：肯定是您啊，这么近的距离，我能把您认错吗？坏了，韩哲的心跳瞬间加速了。然后呢？然后我跟你说什么了？韩哲连忙问道。然后你说你要试试职工的衣服，问我职工的衣服在哪？然后呢？韩哲急切道。看着韩哲的表情，工作人员似乎也猜到发生了很不好的事，他有些迟疑道：然后我说在洗衣房啊，你说你不怎么去洗衣房，不记得在哪了，让我给你指一下，我就指了呀。韩哲听到这里，立刻松开了工作人员，拼命往洗衣房跑去。坏了，出大事了！当韩哲火急火燎撞开洗衣房的门时，里面空无一人。韩哲又急忙冲出来。这时候，又一个工作员刚好推着推车回来。狱长，怎么又把衬衣换回来了？嫌工作服不舒服啊？这个工作员随口笑道：你刚刚看见我穿着工作服去哪了吗？韩哲连忙问道：啊？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懂？这个工作员当然听不明白了。你刚刚看见我去哪了？你直接如实告诉我就行。韩哲厉声道：哦，您的意思我懂了，那我刚刚没看见您。工作员连忙转头离开。韩哲有点着急了，直接一把抓住工作员，盯着他质问道：我 TM 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你最后看着穿工作服的我去哪了？你如实说就行。您不是往大门那边去了吗？那您说吧，您实际上去的哪？这不就得了吗？韩哲松开工作员，直接往监区大门跑，留下工作员在原地一头雾水。冲到大门时，监区大门口的狱警陷入了对人生深深的怀疑。狱长，您这怎么一个又一个的离开啊？一个又一个？对啊，您刚刚不是抱着摞东西出去了，还是我给您开的门？您是不是有克隆人军团啊？狱警半开玩笑道。
我那个克隆人往哪走了？韩哲严肃地盯着这门口的狱警。就大门那边啊。没去港口。莫吧，港口在另一边。行，我打个电话。韩哲取下了旁边的闭路电话。显然，那个韩哲是尝试从大门离开了。韩哲现在追过去可能来不及，还是得让人中途截胡。笑傲小说，韩哲打给了岗楼。喂，岗楼，听到没有？我是狱长。狱长，您突然打电话干嘛？电话的那边的狱警都愣住了，毕竟狱长基本是不会打电话给岗楼的。我问你，监狱大门之前或者现在有没有穿着工作服的人出去？没有啊。哎，现在刚好有一个，看着要出门，跟警卫说什么呢？那就对了，现在把那家伙给我毙了。毙了？对，我没开玩笑，现在就开枪。那家伙是个囚犯伪装的，千万别放那家伙出去。韩哲挂了电话，旁边看门的狱警也是一愣。狱长，你要毙谁啊？不会真是你的克隆人吧？韩哲瞥了他一眼，还真是，快给我开门。当韩哲走出了监区大门，立刻就听到了远处监狱大门的枪声。但当韩哲几步跑到监狱大门时，却没有看到设想里的尸体或者血迹，连岗亭的警卫都不见了。发生什么了？韩哲只能再跑去岗楼。岗楼上面两个警卫已经吵起来了，一个是拿着枪的岗楼狱警，一个是没拿枪普通狱警。现在什么情况？韩哲大声喊道。拿枪的岗楼狱警先开了口。狱长，您可算来了，是您打电话让我开的枪对吧？另一个普通狱警立刻就给了他一耳光。妈的，还在扯淡！狱长打电话让你开枪打他自己是吧？刚刚狱长就在我岗亭外面让我开门，哪有打过电话？说完，这个普通狱警还转头看向韩哲，对吧？狱长，对，就是我让他开的枪。韩哲回答。啊，这就对了嘛，也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狱长要出门。拿枪的岗楼狱警嘲笑道。但是我让你把那家伙毙了，那家伙人呢？韩哲冲拿枪的岗楼狱警吼道。拿枪的狱警讪笑了一下。狱长别急，按照规定，我们第一枪都得鸣枪示警的，不然上面会直接越过您接我职的。韩哲直接抓住了拿枪岗楼狱警的领子。那家伙现在人呢？他贴着围墙跑了，是盲点，我打不到。拿枪的岗楼狱警有些慌张道。旁边的狱警也是迷茫状态。狱长，他差点打到的不就是您吗？韩哲也没空跟他解释，只是冲拿枪的岗楼狱警喊道。你直接告诉我，开枪之后那个长得像我的去哪了？应该是去办公楼那边了。韩哲只能再往办公楼那跑。什么环监狱马拉松？当韩哲跑下岗楼时，不少狱警都已经赶过来了，其中就包括詹姆斯队长。他们是听到了先前的枪声。狱长，有人开枪了，您没事吧？詹姆斯队长关心道。来得正好，让你的兄弟给我搜查办公区，见到穿监区工作服的，直接给我拿下。记住，只要是穿工作服，就算是我穿着，也给我拿下。韩哲连忙下了命令。在办公区，基本上穿监区工作服的人很少，基本上都是便装或者警服，所以韩哲敢下这个命令。明白了，是有犯人越狱了吗？差不多，快去抓，有裸男妓的也抓住。看着10几个狱警进入仓库和办公楼，韩哲也没有一点都感到轻松。显然，现在这个情况，韩哲完全明白，是有一个未知囚犯变成了韩哲的样子，在监狱里活动。他凭着韩哲这张脸，基本上就能命令所有的狱警。麻烦了，不行，只凭韩哲之前那句命令，狱警见到那家伙未必会动手，自己也得跟着狱警队伍，见到他立刻下令开枪，先发制人，不然到时候两个韩哲混在一起，狱警也不知道听谁的了。想到这，韩哲连忙跑了几步，小跑进了办公大楼。办公大楼其实也挺大，10几个狱警一起搜查，云到一层也没几个人。韩哲在1楼走廊就只看到2个狱警在不远处挨个房间搜查。很快就有一个黑人狱警就从前面跑过来给韩哲报告。狱长，我们找到一个穿工作服的，说实话长得还挺像你呢。那人呢？压过来啊。他现在半个身子被倒下的架子压住了，钢筋穿过了他的胳膊，可能得叫消防队来了。终于找到这孙子了呀，还自己摔倒了。笨逼。韩哲一阵轻松，不用麻烦消防队了，带我去，我们直接把他毙了。真要这样吗？韩哲点了点头，这家伙既然能变成自己，那威胁就太大了，必须杀掉以绝后患。于是韩哲跟着黑人警长来到了一个库房，一进门果然看到铁质的货物架都到了，一个人穿着工作服就在几个倒下的铁架之间，痛苦呻吟着。等等，好像不太对，地上没有血，不是胳膊都被钢筋炸穿了吗？韩哲眉头一皱，咚！韩哲感觉自己背后挨了重重一棍，接着韩哲整个人就趴在地上了。剧痛和眩晕感让韩哲一下子没了力气。坏了！韩哲意识到，这个黑人狱警是个囚犯，穿了狱警的衣服，是那家伙的同伙。这居然还有同伙！其实这也不怪韩哲自己，主要是在他眼里黑人都长得差不多，所以一个黑人穿着警服，他也分不清是不是自己监狱的。背后的黑人狱警见韩哲被自己砸倒，一阵窃笑，悄然关上了身后的门，伸手上锁。那个穿着工作服的人也从架子之间站了起来。这人的确长着韩哲的脸，脸上还有着扭曲的笑。他冲着韩哲笑道：“狱长阁下，这里有酸，可以洗掉尸体的脸。我把你处理掉，我就是这里唯一的狱长了，想怎么离开就怎么离开。”
原来这家伙没有选择逃跑，而是选择直接用计，直接除掉真正的韩哲吗？真阴险！韩哲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效能这么恶心。后面的黑人狱警则是根本不废话，抄起手中的铁棍，对着地上的韩哲就是重重一棍砸下来。韩哲连忙一个侧身躲过这一棍，接着他要趁势起身，下一棍却已经到了。这一棍直接砸在了韩哲胸口，剧痛让韩哲瞬间觉得呼吸都困难了。他又倒下了，眼睛也看不清了。看样子我马上就是正版的狱长了，哈哈哈哈！对面的人嘲笑着，声音居然都和韩哲一模一样。黑人狱警也跟着笑，再次抄起铁棍。韩哲已经是动不了了，这一棍应该会砸在韩哲的头上，一切都要结束了。韩哲甚至耳边还回荡着自己恶心的大笑声。砰！黑人狱警剧烈颤抖了一下，手中的铁棍也掉了。接着他倒在地上，血从胸口鼓鼓的淌出来。地上的韩哲也抬了起手，然后冲着对面的自己亮了亮手中的左轮手枪。不好意思啊，本狱长这里有防伪标识。没错，韩哲作为一个典狱长，自然是有配枪的。既然是配枪，韩哲自然秉持着不带白不带的原则，每时每刻都带着了，这次也不例外。黑人狱警倒在了血泊里，韩哲也直接费力的站起了身。韩哲立刻把枪口对准了对面的自己，这个家伙今天必死！让韩哲意外的是，对面这人早都已经举起了双手投降，面容也从韩哲变成了 A036 络腮胡的面容。果然是络腮胡这家伙，怪不得疯狂找韩哲握手，应该能力是接触就能变成对方的样子吧。但是看着这家伙举手投降的样子，韩哲能笑出声。不是，你觉得你这种极端危险的家伙投降我就能放过你吗？有点侮辱我的智商了吧？韩哲嘲笑道。是啊，要是对方投降，韩哲就选择放过，留下这么大个后患，那韩哲就真是 SB 了。你无论想不想都不能开枪，你应该有提示框吧？看一眼。络腮胡冲韩哲笑笑。韩哲一愣，接着他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旁边已经悬浮着一个提示框了。注意，对方中断了所有技能，终止了越狱行动，并做出了投降姿态，系统判定为放弃抵抗状态。对方今日内不能使用技能，不能再越狱，不能再对你产生任何威胁行为。而你作为司法部门的组成部分，你现在不能开枪击毙对方，否则视为犯规，判定为游戏失败。只有当对方下一次越狱行动进行时，你才可以开枪击毙。终止越狱，举手投降就禁止开枪。韩哲人都看傻了，但是很快韩哲就理解了，自己扮演的是典狱长，自然是得按司法规矩办事。只是可惜放过了这么危险的一个家伙，之后还会很麻烦。这个时候，对面的络腮胡又笑了起来。狱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现在唯一能处置我的方式就是把我关禁闭里吧？所以，韩哲冷冷道。可是，我记得司法部有文件，连续禁闭时间不能超过1个月，中间的间隔不能低于7天吧？所以，等1个月后，我从禁闭室里出来，我们两个再慢慢玩啊！哈哈哈哈哈！络腮胡得意的大笑着。韩哲听着，拿枪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一些。这家伙也太嚣张了，自己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韩哲也冲他笑了笑。你别说，虽然不能开枪击毙你，但是没说不能击伤啊。你要是伤了一条腿，还能和我玩吗？韩哲说着，把枪口下降了一些，对准了络腮胡的腿。络腮胡的脸色瞬间变了。喂，你！砰！韩哲开枪了。络腮胡跟着抽搐了一下，但是这一枪打在了地上，没有打在络腮胡腿上，但也把他吓得够呛。因为在开枪的前一瞬间，韩哲想明白了一件事：开枪击伤后，枪伤这种严重的伤，这个络腮胡估计会被强制转到医院里去。以这家伙的能力，逃出医院则要比逃出监狱容易很多。韩哲不能给自己添麻烦。韩哲也想过开2枪，直接让这家伙走不了路，让他在病床上躺完剩下的2个月。但是1枪可以是说在限制囚犯的暴力犯罪，2枪很明显就是在折磨了，大概率会被认定为严重虐待囚犯，这又是犯规行为，很可能直接输掉游戏。韩哲不能冒险，所以想来想去，韩哲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开1枪吓唬这家伙一下，解解气。开完这1枪，韩哲还给络腮胡做出了一个尽在掌握的表情。就算给你2条好腿，你也玩不过我的。这话里满是嘲笑，却能让给络腮胡实打实的心理压力。络腮胡立刻沉默了，神情也变得略有凝重。说完这些，楼里的其他狱警也已经赶过来查看了。他们2下破开了门，看到了韩哲和络腮胡，当然还有穿警服的黑人的尸体。狱长，没事吧？刚刚我们听到有枪声。狱警们连忙问道。没事，我开的枪已经干掉了。韩哲回答。好的，没事就好。先把那家伙关到禁闭室去。韩哲指着络腮胡给狱警下了命令。狱警们押走了络腮胡，那个穿警服的黑人身份也很快查清楚，确实是囚犯，是 A068 号。死了一个犯人，韩哲还得费点脑筋，想想给上级的报告怎么编，总不能真的写有个犯人变成了狱长的样子，顺便还找了个同伙吧。韩哲最后只能编了 A068 号在放风时翻过铁丝网围墙抢狱警枪的作死事迹，看着很找死，有种拿火鸡照油箱看剩多少油的感觉了。韩哲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对于络腮胡这个超级危险分子，韩哲自然是要严加防范的。他来到禁闭室，
先是吩咐所有禁闭室的狱警严加看管 A036 络腮胡所在的禁闭室。另外，韩哲还做了补充，这个 A036 是个易容大师，所以无论你们看到谁在 A036 禁闭室里，都不要理会，即使看到是狱长在里面也别管。禁闭室的狱警皱了皱眉，看着将信将疑。不对，是完全不信。易容大师这也太扯了。虽然真的是真的，韩哲拍了拍狱警们的肩膀，你们可以不信我说的，但是当我说的事真的发生之后，照我说的做就行。狱警们这才点了点头。将络腮胡关起来之后，韩哲依然不能轻松。4个未知囚犯，这找到的第1个就这么危险了。笑傲小说，那另外3个呢？现在还没有找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在暗处干了多少危险的事了。不妙啊！韩哲很担忧，但是目前好像却又没什么办法。在惶恐中，韩哲的1个月的时间过去，这1个月里，韩哲又抓到了2个越狱分子。越狱手法依然是打洞，不过是借在洗衣房工作的时候在洗衣房打洞。洗衣机可以掩盖打洞的噪声，洗衣机可以挡住洞口，其实还算高明。但是打洞的灰尘实在有点大，刚洗完的衣服上面还有灰尘，逐渐就被人发现了。韩哲把他俩各自关进禁闭室，在禁闭室的铁门外摇了摇头：“你们是不是都上了老鼠开的教学班？一天天除了打洞就是挖墙，1个月了还没什么新花样？”没错，在月前，韩哲调动了监狱少得可怜的经费，又垫了些自己的工资采购一台超声波仪。超声波对着监狱的墙面一扫，哪里有空洞，屏幕一目了然。这些囚犯也确实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就知道打洞，相当于往韩哲枪口上撞了。所以这2个人已经是韩哲这1个月抓到的第4波人了。但其他3个未知囚犯这1个月依然1个都没有露面。韩哲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谋划着什么，居然能现在还不动手。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就导致韩哲每天都是很紧张，生怕再出现第2个韩哲满监狱跑那种棘手的突发事件。但是就是什么都没发生，让韩哲很难受很难受。而在这1个月里，禁闭室里的有些越狱分子已经到了1个月的羁押上限。按照司法部的文件，他们必须被从禁闭室放出来。其实把越狱分子放回普通囚室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韩哲安排了几个狱警轮流严格监视，到了7天最少间隔期满，韩哲又把他们重新关进禁闭室。但是禁闭室的位置和监督狱警的人数终究是有限的，有些疑似的越狱犯，比如之前那个给自己屁股安陷阱的，韩哲关够1个月就彻底放回普通囚室了，来给坐实越狱行为的囚犯腾位置。但是这些其实都算小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目前唯一发现的未知囚犯，那个能变成韩哲样子的络腮胡。他的1个月时间今天就到期了，必须被从禁闭室放出来。但是以他的危险程度放到普通囚室，很容易就出大乱子。因为即使是严格的 A 区囚室，也有固定的放风时间，时间到了，囚犯就得去监狱的广场自由活动。放风的时候人多，场面一乱，出事的几率就大了。怎么办？韩哲除了多安排几个狱警监视，还真没想出别的好办法。到络腮胡出禁闭室的时间了，韩哲亲自带着好几个带枪的狱警押送。你居然真的老老实实在禁闭室待了1个月啊！韩哲看着被押出来有些憔悴的络腮胡说道：“我说1个月后我们2个再继续玩，我就会1个月后再玩。”络腮胡用带着血丝的双眼看着韩哲，脸上是带着些玩味的笑容。新的一轮开始了，小心点吧。络腮胡说出了近乎挑衅的一句话。接着，络腮胡没有再说话，只是任由狱警把他押回了 A036 囚室。笑傲小说。然后他只是坐在自己囚室的床上，面无表情。虽然表情没有变化，但是他的面容在不停的变化，一会是韩哲的脸，一会是詹姆斯队长的脸，还有韩哲杀掉的那个穿狱警衣服囚犯的脸。这是在示威还是在炫耀？韩哲没有管他，反正在囚室里你随便蹦跶吧，变成玛丽莲梦露都行。接着韩哲特意给 A 监区的监控室又配了一个工作人员岗位，这个岗位由4个人轮岗，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24小时盯着络腮胡所在的 A036 囚室盯死。一旦 A036 号络腮胡从摄像头区域离开，这个工作人员立刻就去囚室核实，确保络腮胡在囚室。韩哲还给这些盯着 A036 络腮胡的人下了和禁闭室看守一样的嘱咐。A036 号是一个易容大师，可能会变成任何人的样子，所以无论看到任何人出现在 A036 囚室，包括狱长，都不要贸然进去，盯死就行。这些工作人员自然是不太相信的，但是韩哲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如果出现了我说的情况，你照我说的做就行。至于最棘手的放风环节，韩哲也做了准备。按照之前工作人员说的话，这家伙最开始变成韩哲的样子时还穿着囚服，他是找到洗衣房才换掉的囚服，这就能分析出来这家伙并不能变出衣服，就算变了面容，短时间内也会穿着编号 A036 号的囚服，所以只要不给他换衣服的机会，盯死他其实很容易。于是韩哲安排了2个狱警负责带络腮胡去广场放风，之后再带回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全程盯死络腮胡，而无论这家伙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不用管，跟韩哲通报一声，把他关回囚室就行。如果出现找不到 A036 号络腮胡，或者不能确定他变成了谁的情况，这2名狱警会直接封锁监区，禁止任何人离开，并通知韩哲，直到找到谁是 A036 号络腮胡为止。除此之外，韩哲会一有时间就来 A 监区巡查，检查络腮胡是不是在他的囚室内。这样虽然累，但是韩哲只需要坚持这7天，7天后就能把这个危险的家伙重新送进禁闭室，再轻松1个月。
这家伙也确实不老实。第一天放风，络腮胡就全程顶着韩哲的面容，把监视员和狱警都吓一跳，因为他连声音也和韩哲这个监狱长都一模一样。要不是韩哲事先打过招呼，狱警可能就真的把这家伙放出监区了。不过囚犯见到一个穿囚服的狱长会是什么反应？开始也是被吓到，但是后来知道了情况，就开始群殴络腮胡。有哪个囚犯能拒绝狂扁狱长的机会呢？即使是假的。于是络腮胡就学乖了，不辩狱长韩哲了，开始辩各个 A 区的囚犯。有些囚犯看见第二个自己会哈哈大笑，有些则会生气，把络腮胡揍一顿，而且基本上打的都是脸。不过络腮胡的变形能力应该是也能遮盖脸上的伤，经常被暴打，脸上也没痕迹。即使被打，这家伙也乐此不疲，天天变成另一个囚犯的样子搞模仿秀，然后运气不好再挨打，挨打也继续变。韩哲听说这些事的时候也有点惊讶，这家伙这么做图什么啊？受虐狂？韩哲觉得可能有问题，但是又不知道能有什么问题，也没办法，只能尽可能的多来几次，靠自己亲力亲为的盯着他。有时候韩哲甚至还会觉得这真的是个豪爽的能力，要是自己也有这种能力就好了。络腮胡离开禁闭室的第5天，依旧不放心的韩哲先来到了 A 区的监控室巡查。这次监控室里只有2个工作人员，另一个可能上厕所去了，但是最重要的负责盯 A036 络腮胡的监控员在岗位，韩哲就没多问。韩哲先看了一眼 A036 的摄像头，画面里只能看到一个人侧躺在床上，面朝墙面睡着觉。韩哲问了问旁边专门盯 A036 的监控员， A036 那家伙现在什么情况？一切正常，放风回来就在睡午觉。监控员认真回答，他现在还是顶着 A 区其他囚犯的脸。韩哲随口问道，对，今天顶的是 A088 的脸，被人家看到就被打了一顿。监控员回答。韩哲看着屏幕一阵自言自语，他究竟图什么呢？总不能真是因为是受虐狂吧？不知道啊。监控员摇了摇头，不过今天还挺特别，他还手了，之前都是挨打的，他还手了。对，他俩厮打在一起，然后干脆直接光膀子开打的，不过还是打不过，最后还是狱警上去救他的。监控员随口说道。等等，韩哲立刻打断监控员，他好像听到了一个很不好的词。怎么？你说他俩是光着膀子打的？对，衣服怎么没的？就打急眼了，自己就脱了呀。自己脱的？对啊。监控员点了点头。韩哲瞬间深吸了口气，和他打的是谁？那个人囚室画面是哪个？韩哲急忙问道。是 A088 号，就是这个呀。监控员指了指旁边一个画面，但是当监控员看到画面时，他也呆住了。画面里的囚室是空的， A088 呢？怎么回事？韩哲紧张道。另一个监控员开口道，狱长，你别紧张，刚刚这个囚室没回应，安纳森刚已经去看了。这个监控员说着指了指旁边监视器前的空椅子，已经有人去看了。什么时候去的？韩哲连忙又问道。哎，好像有一会了，怎么问题还没解决啊？这个监控员挠了挠头，叫狱警来，现在就去 A088 看。韩哲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很快几个值班狱警赶了过来，和韩哲一起往 A088 这边跑。在 A088 囚室前，韩哲透过观察窗向里看，空无一人，但是厕所的位置是有矮墙的，所以看不到厕所的情况。开门！韩哲立刻下了命令，狱警立刻开了门，众人冲到厕所的矮墙后面，看到的是一个浑身是血，只穿了个内裤的人。监控员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安纳森，但是已经没了气息。韩哲已经猜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了。络腮胡这家伙知道自己被严加看管了，所以他这几天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误导。A036 号络腮胡开始先连续几天随便变成各个 A 区囚犯的样子，让各个工作人员习惯。接着有些囚犯揍他，他就扛着，也让工作人员习惯看他被打。到了今天，他变成 A088 号囚犯的样子，工作人员和韩哲也不会觉得意外。接着他和 A088 号囚犯假装起了争执，两人扭打在一起，狱警同样不会意外。两人在装作打急眼了，脱掉衣服光膀子打。打了一会，狱警过来拉开两人， A036 号络腮胡再趁机捡起 A088 号的衣服穿上，两个人就这样悄然完成了身份互换。A036 也逃过了工作人员的重点监视。接着 A088 号囚犯装作 A036 号络腮胡在床上正常午休， A036 则在 A088 号囚室躲到监控盲区装作消失，诱使负责 A088 号囚室的监控员安纳森来检查，然后用某种手段骗安纳森开了门。韩哲估计就两种方式，躲在马桶矮墙后面玩消失，逼安纳森进来查看，或者面容改成另外的工作人员被打晕扒了衣服，也逼安纳森进来检查情况。但总之现在的情况就是 A036 号络腮胡杀掉了安纳森，逃出了囚室，大概率还会变成安纳森的样子。那他现在在哪？大概率是出去了，不过还是要调监控确定一下。你去查走廊监控，现在快去查！反应过来的韩哲拼命喊道。众人跑回监控室查了一下走廊的监控，这个监控一般是没人盯的。果然监控录像显示，在10几分钟前，安纳森穿着工作制服，大摇大摆地从 A088 号囚室出来，接着大摇大摆地走后面的门离开了 A 监区。他走的时候还不忘对摄像头比了个中指，果然已经从后门出去了。不妙，赶紧找！韩哲没有丝毫耽误，带着身边的2个狱警和监控员急忙追出监区大楼的后门。
笑笑说。外面大楼外面，韩哲迎面撞见了一个狱警。这个狱警是个白人，韩哲算认识，主要是管巡逻的。韩哲想问什么，狱警倒是先开口了。狱警看了眼韩哲的空空双手，立刻就有点慌乱。狱长，我的枪呢？您别开玩笑了，快还给我吧，我要担责的。你的枪？韩哲一愣。对啊，狱长，您刚刚不是把我的枪拿去用了吗？现在枪哪去了？狱警说，我拿走了你的枪。韩哲的脸色变了。对啊，您说有急事要用。你的枪是什么枪？韩哲的声音更低了。就那把自动步枪啊。狱长，你怎么刚拿走就忘了？狱警说，自动步枪。韩哲听到这个词，心里就是一激灵。你还记得我刚刚去哪里了吗？韩哲连忙问道。狱警摇了摇头，没，您不是嘱咐我去前面看一眼，所以我就没留意您去哪了。韩哲的脸色变得苍白，冷汗都快出来了。络腮胡拿到了枪，必定会想要解决自己。那现在形势就是，络腮胡变成了自己的样子，骗到了一把自动步枪，就在这监狱里等待机会杀死自己，来成为这里唯一的监狱长。可自己甚至还不知道他在哪，他在暗处，韩哲在明处。那韩哲就是猎物，处境万分危险的猎物。想到这里，韩哲只觉得仿佛有绳子勒在自己的脖颈，让自己无法呼吸。现在怎么办？跑出去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他？这样太蠢了。估计那家伙现在甚至顶着别人的样子，就等着韩哲露面然后打靶呢。不行，韩哲在学校学的第一课就是绝不束手待毙。就算这家伙的能力是压倒性的，也得想一个办法。他现在最可能会在哪？是在哪个角落观察、搜索韩哲？不对，这对他来说或许相对简单，但是效率太低。他如果出去随便问一个人，应该都能知道韩哲这个典狱长刚刚去 A 监区了。所以如果他知道韩哲在 A 监区会做什么，他会回来，而且一定会顶着别人的脸回来。因为这样第一眼韩哲不能认出他，他却能快速认出韩哲的脸。对，狱长，你怎么了？旁边的丢枪的狱警的手在韩哲面前挥了挥。哦，没什么。韩哲回过神来。那您就告诉我，我的枪您放哪了吧？丢枪的狱警哭丧着脸道。别急，等一下。韩哲沿着监区大楼的外墙向前绕了小半圈，绕到了监区大门的方向。他稍微探出些头向外一看，果然大门刚刚被打开，几名带着枪的狱警走了进来。这几个人除了让韩哲脸盲的黑人，韩哲差不多也算认识，是主要负责外面巡逻的狱警。一般来讲，没有韩哲的命令，他们不会来这监区内部。现在他们几个带着枪来了，必定是有问题。A036络腮胡应该是用韩哲的脸给他们下了命令，然后再找机会混进队伍。A036大概率就在他们之中，但是这几个人韩哲也无法分辨谁是假的，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先下手为强。杀错人对于韩哲来说可就是犯规。怎么办？韩哲看了看一阵跟在旁边完全还不明白情况的2个狱警和一个监控员。哎，你们4个帮我办件事，办好了给你们涨薪50%。韩哲说道。您说。狱警们和监控员看着韩哲。你们现在回你们的 A 监区，到处溜达到下班，一旦有人问起你们有没有看到狱长，你们就说狱长去 B 监区巡视了，明白吗？明白。几人点了点头。记住，就算是我这么再问你们，你们也这么回答。明白。还有，你衣服和我换一下。韩哲指了指旁边的狱警，这个狱警头上还戴着狱警的帽子。有了狱警的帽子，韩哲可以通过压低帽子隐藏自己的脸，这样可以防止万一络腮胡朵还在外面，韩哲出门就让爆头。好，狱警开始脱警服，但是他脱到一半，突然就停下了。不对吧，狱长，怎么突然要换衣服？你现在不是易容大师假扮的吧？这个狱警看向韩哲，韩哲一下就愣住了。之前韩哲是给小部分照看 B 监区和禁闭室的狱警吩咐过，所以有些狱警是知道络腮胡这个易容大师的存在的。不过大部分狱警来上班都是摸鱼，带人来不带脑子来，每天想的唯一的事估计就是下班。再加上易容大师这种事听着就很扯，因此大部分的狱警基本上都不会把易容大师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现在这个狱警突然智商就上线了，这个心眼长得真不是时候啊。韩哲都想笑了。你这个月奖金再涨50%。韩哲冷冷道。好的狱长，您肯定是真的。这个狱警快速把衣服脱了下来，交到韩哲手里。能涨奖金，那不是真狱长也得是真狱长。韩哲接过衣服，也把自己脱下来的衣服给了狱警，不过枪套依然在韩哲自己身上，这是韩哲保命的重要工具，自然要再三确保不离身。你这身衣服就不要去监区了，去办公区待着吧。看着狱警穿上了自己的衬衣，韩哲说道。知道了。狱警是个胖子，虽然穿上了衣服，扣子都有点扣不上。其他人赶紧回监区吧，记住我说的话。韩哲边穿衣服边说。几人点着头从后门进了监区大楼。韩哲也换好了衣服，这身警服韩哲穿着很是显大，活动都有点不便，帽子更是大了一圈，不过这样更好，压低就能挡住韩哲大部分的脸。摸摸腰间，确定配枪还在，韩哲稍微安了些心，再压低一些帽子，从后面监区围墙员工紧急通道的门离开了监区。这个门是密码门，平时没人走，只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才使用，或许能给韩哲提供方便。接下来该怎么办？韩哲思考着。现在整个监狱之后新遇到的人里，谁都可能是络腮胡。韩哲依然很危险。今天詹姆斯队长被韩哲派出去办事了，
过一会应该就会回来。他可能是现在韩哲唯一能确定没问题的人了。去等他回来，见到他再想办法吗？韩哲向监狱大门走着，还有别的办法吗？此时此刻 ，A 监区几名带枪的狱警在走进了 A 监区的门。执勤狱警见到这些带枪的狱警，就是一愣：“兄弟们，这是出什么了事了吗？”拿枪的狱警为首的立刻回答：“不知道啊，狱长打电话叫我们来的，他人现在在哪呢？”执勤狱警摇了摇头：“刚刚狱长是来过，但是现在去哪了就不知道了，可能在里面和谁谈话吧。”行，那我们进去找找他。几个带着枪的狱警进入 A 监区，为首的狱警倒是和其他人有些不同，他格外谨慎地看着周围，手中的枪也握得紧紧的。几个狱警在 A 监区的3层都逛了一圈，也没有找到狱长。这时，正好有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监控员从后门走了进来。“喂，兄弟，见到狱长吗？”打头的狱警问道。这个监控员立刻就是一激灵。“哦，狱长啊，他刚去 B 区巡视了。”监控员回答。“谢谢。”为首的带枪狱警立刻一步就往 B 区走。接着，几个狱警赶到隔壁的 B 区，随口一问，门口的狱警居然说狱长今天就没来过 B 区。其中一个拿枪的狱警立刻就不耐烦了，冲为首的狱警质问道：“你不是说狱长紧急传唤我们几个吗？现在狱长呢？”为首的狱警摆了摆手：“我也不知道啊，这家伙明明打电话给我交代了，自己却躲起来了。这个狱长也真是的，这不拿人开涮吗？”另一个狱警恼怒道：“算了，再找找吧。”为首的狱警说着，又带队找了2圈，禁闭室那边都去过了，还是没见到狱长的影子。几个狱警又回到了监区大门处，问了问门口的警卫，得到的回答还是一样，见到狱长进了监区大楼，但是没见狱长出去。都说没出去，那整个监区怎么不见他了？几个带枪的狱警越发不耐烦，为首的带枪狱警也有点着急了，他咬着牙，握枪的手也已经沾满了汗水，湿漉漉的。“狱长，你是不是在监区的哪个小房间里躲在哭呢？那你就继续躲着吧，以后有你哭的，我不跟你玩了。”这个为首的狱警自言自语着，嘴角也浮现了微笑。几分钟后，这个为首的狱警提着自动步枪，镇定自若地来到了监狱的停车场。停车场旁边的管理室门都没锁，管理员不知道去哪偷懒了，或者就没有管理员。狱警打开门，窗台上就有一把车钥匙，正好，狱警拿起车钥匙走进停车场，按下电钥匙，一辆吉普车的灯亮了起来。这个狱警打开车门，把自动步枪放在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坐上车。他脸上得意的笑容已经无法掩饰。“蠢货，你自己玩你的躲猫猫吧，我要赢了。”他自言自语着，发动了车子。没错，他就是变成了狱警的络腮胡。他在整个监区找了韩哲几圈都没找到，干脆放弃了寻找，打算直接离开。这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一个冰凉的东西顶在了自己的后脑。他立刻看向后视镜，后视镜里，韩哲就坐在后排，手中的左轮手枪顶在了他的后脑。“我赢了啊！”韩哲朝后视镜比了个中指，和之前络腮胡对摄像头比的那个中指姿势一模一样。“我投！”狱警拼命举起双手，但是他的手刚刚抬起，韩哲的枪却抢先一步响了。枪响过后，韩哲放下了枪。此时，前面的狱警已经变回了络腮胡的样子，没了声息。韩哲又检查了一下，确定这家伙真的死了。终于解决了呀！韩哲感到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没错，当韩哲离开监区的时候，他就在想对策。敌暗我明，把注意力放在跟络腮胡躲猫猫硬耗是很不明智的下策。韩哲只能换位思考。是的，络腮胡手里有枪，还能变成其他人的样子，还在韩哲不知道的地方，一时间已经占据了绝对的胜算。但如果络腮胡找不到韩哲，会发生什么事？对，只要一直找不到韩哲，对于络腮胡来说，韩哲就也相当于在暗处了。韩哲怕，他也会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会越来越害怕。他会开始担心韩哲有什么大计划，会担心韩哲会突然从哪跳出来枪决他，所以他会开始找别的出路解决面前的局面。他是未知囚犯，他的任务本身就不是杀掉韩哲，而是逃出监狱区域，所以他一定会放弃追杀韩哲，转而选择快速逃离监狱。他会怎么逃？逃离监狱只有2条路：水路走港口，陆路走大桥。水路港口在岛的后面，中间要绕一段路，而且水路有致命的缺点，船很慢，得从岛后面绕半圈才能向岸边开，这段时间长很容易出问题，而且船很可疑。在这个时间，监狱里突然有一艘警船离开，韩哲自然会知道他在船里。那时候韩哲下令扫射他这艘船，在海中央他就完全没地方逃了。他也怕，所以他一定不会选择走水路，他会选择方便快捷的陆路，快速逃离这个监狱。陆路他已经吃过一次亏，所以这次一定不会再徒步离开，他一定会找车开，因为一旦上了车，在几分钟内就能快速逃出监狱区域，韩哲追都追不下来。于是韩哲既然知道了他会来开车，那就只需要等他来就行。韩哲是左轮，那家伙是步枪，自然不能远程对射，要一击必杀。管理室里有所有警车的备用钥匙，韩哲就把他们都藏在了管理室的柜子，然后把自己车的备用钥匙放在了门口。他没来过管理室，自然不会看出来韩哲把所有钥匙都拿走了。他进入管理室的门，只会因为有车钥匙留在那里而窃喜。当他坐上韩哲的车，那一切就都注定了。韩哲可不是电视里屁话多的反派，也已经吃过之前的亏，这一次没有给他任何投降的机会，直接将他击毙。
危险分子终于除掉了。韩哲长舒了一口气，靠在了后座上。枪声吸引来了周围的狱警。刚进监狱大门的詹姆斯队长也靠近了车子。咔！车门被拉开，双手抱头，慢慢走出汽车。詹姆斯队长举着手枪冲车里喊道：“是我。”韩哲看着枪口不耐烦道：“哦，狱长啊。”詹姆斯队长放下了枪。韩哲冲他点点头，但是他看到前座的尸体，立刻又举起了枪。“你把狱警杀了，你不是狱长，你肯定是那个会易容的 A036， 双手抱头，不然开枪了。”詹姆斯队长冲韩哲喊道。笑傲文学，这一下把韩哲吓了个够呛，立刻举起了双手，生怕詹姆斯队长开枪。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现在要是被自己人打死了，那不成大笑话了。前面那个就是 A036。韩哲撇着前排的尸体说。啊！詹姆斯队长稍微搬开前面的穿警服尸体看了一眼，还真是 A036， 你真是狱长啊？韩哲点点头。不对，你既然会易容，这个尸体会不会是你那狱警的尸体伪装的？詹姆斯队长枪又抬起来了。你够了哦，我让你办的事办了没？韩哲不耐烦道。您早说这个，我不就知道您是真狱长了吗？人已经请来了，就在办公楼的会客室。詹姆斯队长脸上立刻变成了笑容。韩哲撇嘴，从车上走了下来。狱长，您别太生气，我这也是出于警惕。詹姆斯队长赔罪道。我不生气，你去给我再办件事。您说。韩哲余光扫了下沾了血迹的驾驶室，帮我把车开去洗了，但是记住，只洗驾驶室就行。好。对了，回头把 A088 也关进禁闭室，那家伙伙同 A036，差点害死我，记得替我给他俩大耳刮子。之后的时间，韩哲每天还是在提心吊胆。后来的1个多月的时间，韩哲又陆续找到了10个越狱分子。韩哲感觉那几个越狱高手应该被自己抓光了，因为新抓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越狱菜鸟。猜得很明显，这些越狱分子中有几个贼心不死，还是要挖墙，被韩哲的超声波仪探测到，然后轻松抓住，相当于送人头。有2个不知道是不是《肖申克的救赎》看多了，以为排污管道会通到海边，所以在监狱里找机会砸破了排污管，2个人沿着排污管拼命的钻。最后他们到达了化粪池，还是狱警来上班，听见井盖在呼救，才把他们2个救出来。还有一个，韩哲也不知道他算高手还是新手，因为他真的越狱成功了，但是成功了又没完全成功。他的越狱方式是趁着工作的时候钻进了监狱的垃圾运输管道。这个管道很特别，出口在高处，离地好几米远，平时出口都是关闭的，只有垃圾车来了才会开启。这家伙就是从管道运出来，然后落进了垃圾车里。垃圾车开到垃圾处理厂卸货的时候，他才被工作人员发现。这时候已经出了监狱范围了，但是系统并没有算他越狱成功。原因很简单，监狱的垃圾车是专业的垃圾车，垃圾车收到垃圾会立刻把垃圾压缩处理。于是这个人就在垃圾车里被压缩了，变成了越狱饭点 ZIP。 当垃圾车卸货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有大量血流出来，才发现了他被压缩的方方正正的尸体。那么尸体越狱成功算越狱成功吗？按照系统的反应来看，系统是没算他成功，毕竟人都死了，还算什么越狱成功？不过他的路径很隐蔽，到他死狱方都没发现。如果有未知囚犯的能力能够抵御垃圾车的压缩，或许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越狱路线。韩哲也怕真的有这种人，于是第2天就让人把垃圾管道用水泥封死了。反正剩下没几天了，垃圾就也别丢了，先堆在囚笼岛东边的荒地上。就这样，3个月的时间即将结束，很快居然来到了最后一天。韩哲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上面已经写下了已经确定为越狱犯的27个人的编号，这就意味着还有3个人没有被韩哲发现，而这3个人刚好就是剩下的3个有特殊能力的未知囚犯。韩哲不明白为什么这3个人能这么沉得住气，都最后1天了也没什么动静。但是这3个人过去的3个月没有行动，最后剩这1天时间，他们必定会行动。韩哲估计这3个人可能已经暗地里结成了联盟，准备团伙作案了。这是最后1天，那些禁闭室里的越狱犯可能也不会束手待毙，也会整些事端来。韩哲必须做措施，他把所有休假的狱警都召了回来，并许诺给他们每个人15倍加班费。没错，反正给多少都是空头支票，因为我韩哲明天游戏结束就消失了，有本事你们追到现实世界来要吧。平时因为要休息，每时每刻监狱内的狱警只有全部狱警的1半多一点，但是今天因为韩哲的重赏，囚笼岛监狱的所有狱警都来上班了，这达到了3个月以来监狱防备力量的顶峰。禁闭室里，韩哲又多派了几个狱警以加强警戒，然后韩哲给所有的狱警都发了枪，一有突发状况可以立刻开枪。所有监狱的灯也都在前1天被韩哲派人修好，到晚上所有能开的灯韩哲都会打开，确保晚上监狱内亮如白昼。今天就是决定游戏胜者的最后关键，来吧，让我韩哲看看最后1天你们到底能整什么花活。在韩哲的担忧中，最后1天的白天就平静地过去了。韩哲看了眼提示框里的倒计时，还有5个小时游戏结束，坚守最后5小时。日暮的余晖在海平面消失，监狱里的所有灯都打开了。韩哲让马吉带着工作人员去给所有的狱警分发咖啡。最后这几个小时谁都别犯困。韩哲喝着狱长特供的名贵咖啡，站在办公室俯瞰着整个监狱，依然很平静。还剩5个小时了，你们还不打算动手吗？那我可就要赢了。韩哲的办公室里还加装了一部闭路电话，
监狱里发生任何异动，狱警都会第一时间给韩哲打电话，方便韩哲统一指挥处理。晚上7点3分，韩哲的电话响了，韩哲立刻接起电话，是 B 监区的值班狱警打来的。狱长 ，B 区监狱的囚犯很躁动，隔着囚室骂战，已经骂半天了，怎么办？笑傲文学，拖2个出来打，一定让他们闭嘴。韩哲立刻回应。这个时候，整个监区突然骂起来，一定是有人挑起。为什么要挑起？这个人一定是要借着骂架声的掩护做点什么。既然要借着骂声掩护，那就尽快让骂人的人闭嘴。明白。狱警挂了电话，韩哲继续看着窗外。片刻之后，韩哲听到了一声巨响，监区大楼的侧楼冒出了火光，那里是食堂。那3个未知囚犯总算开始动手了，但是上来就是炸监狱，真够猛的。韩哲立刻拿起电话，向食堂最近的闭路电话打电话。片刻之后，那边就有人接了。喂，食堂那边怎么回事？韩哲问道。狱长，好像是煤气管道炸了，但是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赶紧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行，狱长，我去看一眼。电话那边的人刚说了一句，食堂又是一次爆炸。这一次的爆炸的威力比上一次稍微弱一点，但是离监狱主楼更近了。在监狱探照灯的灯光下，韩哲看到大量升腾的黑烟。电话那边也断了。片刻之后，韩哲的另一部电话响了起来，这次是詹姆斯队长打过来的，背景声很嘈杂。狱长，我现在在监区大楼，现在已经有很多烟漫进来了。詹姆斯队长咳嗽着。先别着急，我已经叫人去看了。韩哲安抚道。狱长，现在有个大问题。什么？囚犯骚乱你先不用管，他们在囚室里什么都做不了的。不是，是按照司法部的规定，现在是严重火灾和事故已经威胁到了监欧大楼，我们现在必须疏散囚犯到室外去。詹姆斯在电话那边说道。听到这句话，韩哲再次如坠冰窟。是的，司法部的文件确实有这个规定。按照规定，出现严重火灾和事故威胁犯人监区的，监狱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其实就是5分钟时间组织疏散，是绝对不能把囚犯关在囚室里等死的。不放，过了规定时间，威胁没解除，就意味着犯规，游戏失败。这么大的爆炸，要韩哲在几分钟内解决，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韩哲必须组织疏散，把囚犯们放到监区大楼外的那片广场上。但是，那几百个囚犯一口气放出来，意味着什么？韩哲很清楚。这时候，韩哲彻底明白了这场爆炸的意图。放人就是正中他们的圈套，韩哲别无选择。他轻叹一声，我明白了，我去通知广播室，让狱警组织疏散。韩哲沉重地放下了电话，转而给广播室打电话。此时的监区，囚犯们都囚室里在拼命地拍打着囚室的大门，口中不停地叫骂着，我们都要被呛死了，你们监狱想活活把我们害死是吧？狱长呢？记住了，老子要是被烧死，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执勤的狱警们也被烟熏得受不了，一个劲地摇头，这还不组织疏散，是要把我们也害死吗？是啊，狱长现在在干嘛？这个时候，监区的喇叭终于响了起来。所有警员注意，因为突发事故，请尽快组织囚犯疏散至室外的避难广场，并维持好秩序，必要时可随意开火。狱警们如释重负。各个监区的狱警按下统一开门的电按钮，所有的囚室门打开。紧闭室的走廊里，狱警也打开了禁闭室的门，但狱警依然握着霰弹枪喊话：不想吃枪子的话，全部排好队，有序退出监区。排你妈的队！狱警的话刚说完，旁边禁闭室立刻冲出一个囚犯，一拳就打在他的脸上，直接将他打倒。旁边的狱警立刻举起枪要开火，又被另一个囚犯扑倒。门口的2个狱警立刻开枪，一枪打在扑过来的囚犯背上。都给我双手抱头！狱警大喊着。几个囚犯却根本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冲了上来。狱警再次开枪，但是他们的枪被冲上来的囚犯压了下去，这一枪打在了地上。更多的囚犯冲了上来。很快，整个紧闭室的4名持枪狱警统统被这群囚犯解决。几个囚犯拿起他们的霰弹枪，嘴角露出一抹凶狠。他们冲出禁闭室区域，来到监区大楼的通道口。通道外面的狱警还在专心组织 B 区的囚犯疏散，根本没注意到背后他们几个拿枪的囚犯。拿枪的囚犯也不客气，对着狱警背后就是一枪崩飞。旁边刚跑出来的 B 区囚犯瞬间就呆住了。一个囚犯跑上前，捡起倒地狱警的枪举起来，大笑道：兄弟们，拿着枪跟我杀出去吧。B 区的囚犯有些犹豫了，我们也是这个意思。另一边的 A 区出口也出来了几个拿着枪的囚犯，他们大笑着。没错， C 区禁闭室的囚犯都是韩哲抓到的要越狱的狠人，自然会毫不犹豫暴动。A 区也都是杀人放火的重刑犯，没什么顾虑，有机会自然也会暴动。B 区的囚犯们看着 A、C 2个区的都反了，也不再动摇，跟着他们向监区大楼的大门冲去。此时，在办公室的韩哲焦急如焚，因为他下令疏散之后，监区大楼各处都传来了枪声，枪声越多就证明越混乱。很快，韩哲的电话又响了起来，依然是詹姆斯队长。狱长，我现在在监区大门门口，大楼里面情况彻底失控了，有很多囚犯已经抢到了枪。韩哲听了，咬牙道：那就快让狱警全部撤退，退到监区外面，把监区让给他们。行，你们在监区外面守着，记住，有囚犯冲出来，立刻开火，格杀勿论。明白。但是我们的人少，对方也有枪，我们不知道能守多久，死守一会就行，支援马上赶过来。
了解。韩哲放下电话，看着远处监区大门，果然跑出来了20几个狱警。和偌大的监区比，这20几个狱警看上去少得可怜，警力还是太少了。这些狱警刚跑出来，就有几个囚犯跟着跑了出来，狱警们立刻开枪，几个囚犯中有枪的也立刻开枪还击，几个囚犯被立刻击毙。狱警虽然也倒了2个，但是短时间内倒是没囚犯敢从大门冲出来了，也算暂时稳定住了局势。以防万一，韩哲又打电话让几个狱警去检查监狱侧面的那个员工出口。打完电话，韩哲深吸了一口气，他不久前已经请求了支援，现在只要再撑一会，撑到特警的支援来，问题就能解决了。这个时候，韩哲又听到了一声剧烈的爆炸，这一次火光在监区的围墙处，威力比之前2次都小不少，但是完全足够炸开围墙。监区围墙的铁丝碎片四溅，韩哲捏紧了拳头，靠！怎么又有爆炸？这次还是炸墙？这是有人的能力，是炸弹人吗？围墙被炸开以后，立刻就有很多囚犯从跑了出来，他们像是出圈的羊，很快向四散逃开。一共就80个狱警，各个门口和岗楼占去20个。监区内原本有40多个，现在逃出来的都在堵监区门口了。韩哲手里只剩10个人不到，只能叫他们去堵。命令只有一个，只要是在监区外见到囚犯就开枪。囚犯虽然逃出了监区，但是监狱外面还有一层混凝土外墙，韩哲还有的守。这个时候，韩哲想到了一件事，系统说这所监狱有且仅会有30个人有越狱意图并付诸行动，现在跑出来这么多人，远超30个要越狱的了，系统不是打自己的脸吗？按照韩哲学的案例，霓虹笑脸一定不会做打自己脸的事，所以一旦出现和规则相悖的情况，霓虹笑脸会控制那些投影人 NPC， 强制把情况转向符合规则的情况，即使细究起来可能不太合理，所以他们一定不会越狱的吧？那他们干什么？韩哲重新看向窗外，果然韩哲冲出了监区，虽然立刻就散开了，但是转而基本上都奔向了一个方向，办公楼。都冲我来了！韩哲倒吸一口凉气，下一秒下面不知道哪里响了一枪，韩哲隔壁房间的玻璃应声而碎。真来了呀，能挡住吗？韩哲在向外看，猛然发现刚派出去的狱警远远见到漫山遍野大群的囚犯，开了2枪就跑了。再看看远处，原本守在监区大门的狱警也跑没影了，应该是看到侧边突然冲出来大群囚犯，见势不妙就躲起来了。好家伙，一个月工资几百块，所以玩什么命啊，是吧？那韩哲的办公楼里大概只剩办公室门口的2个狱警，他俩估计见到敌人也要跑。不行，我也得躲。韩哲取出抽屉里的一盒左轮子弹带在身上，走出了办公室。门口的2个狱警和马吉还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情况。狱长，现在怎么办？狱警问道。怎么办？你问我？2个狱警一下没话说了。问我的话，回答就是快跑。韩哲转身就走，2个狱警和马吉短暂反应了一下，连忙也跟在后面。韩哲几个人从办公楼侧面的一个窗口翻了出来，躲到了一个灌木丛后面，准备看看情况。很多囚犯已经涌进了办公楼里，但他们没有看到韩哲。韩哲松了口气。这时监区方向又传来一声巨响，韩哲立刻看过去，在远处爆炸掀起的烟尘里，混凝土的外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外墙都炸了，必定是有人要从那里越狱。但是现在这个处境，韩哲已经没有能力阻止了，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下。支援警察是骑自行车来的吗？怎么还不到？韩哲一阵烦躁，从灌木后面准备转移到监狱大门那边。这时候似乎是因为监狱的灯光太亮，一个穿着囚服的黑人壮汉发现了灌木旁边的韩哲，他拿着根木板就冲了出来。典狱长，你来了之后，监狱就没消停过，老子的蛋糕都给我搅成了浆糊，今天你别想活！砰！身后的狱警还在慌的时候，韩哲已经一枪把囚犯送走了。接着韩哲紧张地看了看四周，还好枪声到处都是，旁边办公楼里还更吵，没人在留意韩哲这边。韩哲几个人赶紧就往大门方向跑，跑出几步，他听到了来自天空的特别噪音。韩哲抬起头，看到了不远处天空的2架警用直升机、飞机探照灯直接照进了监区。支援终于来了。等韩哲来到大门处，警方的防暴车也已经开到了。负责这里的人在哪？给他打个电话。防暴车上下来了一个特警，看着应该是个队长。韩哲连忙上去回应：我是这里的狱长。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囚犯暴动，抢了很多狱警的枪，现在应该在里面砸我的办公桌呢。确定他们有枪？那就是我们就可以随意开火了。确定？你听不见里面的枪声吗？你就等着吧。特警队长转头往车里走。韩哲猛地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他连忙喊道：等等，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监狱西北边的外墙被囚犯炸开了，肯定有不少囚犯要从那里逃。你现在赶紧派人截住他们，晚了就来不及了。知道了。特警队长摆摆手。几辆防暴车开进了监狱大门，后面还跟了几辆警车。这些特警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人数也多，很快就能控制住局势。笑傲文学。但是来得晚了一点。韩哲看了眼远处外墙上的大洞，心里一阵冰凉。现在那30个人里，肯定有不少已经从那个大洞跑出去了。从那里跑出监狱以后，想把他们找到，要搜的地方就太多了。就算能找到大部分，最后让一个人逃掉，对于韩哲来说也是输。10年寿命或者1只眼啊，做点什么吧。韩哲转头看了看刚刚跟自己跑出来的2个狱警，
他们看见了特警的防暴车，现在还很振奋。你们两个拿好枪，跟我办件事去。韩哲一声嘱咐，接着韩哲就带着2个狱警小跑着回到了办公楼下的停车场。大部分囚犯们见到荷枪实弹、身着防弹衣的狱警，立刻就蔫了，所以特警的进度很快。此时，狱警已经肃清完了办公楼周围，开始向监区推进。直升机也已经开到了外墙缺口上空，直升机上的枪手见到囚犯出来就直接开枪。海警队也到了，他们的快艇开始对着整个囚笼岛周围的海域搜查，确保囚犯就算逃出外墙，也一个都不可能游上岸。韩哲也带着2个狱警坐上了自己的警用吉普车，开出了监狱大门，沿着大桥飞驰。他要给自己最后上一道保险。8点37分，特警完全控制了监狱里的局势，秩序也初步恢复。海警队也在水里找到了好几个没有多远的囚犯，他们的橙色囚服在海里很明显，光一扫就能看到。韩哲用车上的对讲机指挥，让人联系到了詹姆斯队长，接着让他组织狱警沿着对岸搜索，能组织多少组织多少，务必把可能存在的侥幸游上对岸的囚犯抓住。监狱的警车出动了，穿过大桥，沿着对岸的岸边公路开上搜索。城市的警局那边也出动了相当多的警力协助搜索。一时间，韩哲放眼望去，沿岸公路不少地方都闪烁着警灯，隐约还能听到警犬的叫声，是警犬也出动了。但是隔着水域其实没什么大用，这是最后的大搜捕。但是这对面的海岸很长，能上岸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有着10几辆警车巡逻，也显得杯水车薪。韩哲对他们不抱希望。不久后，韩哲坐在黑暗的木屋内，和另外2个狱警默然对视，3个人都握紧了手中的枪。擦擦，在连绵的海浪声里，韩哲听到一声很明显的特殊响动。来了，韩哲小声道。2个狱警立刻推开了木屋的门。数米外的沙滩上，2个穿着橙色囚服的人立刻慌了神。只有2个人。韩哲睁大了眼睛，留个活口！韩哲大喊道。狱警刚准备开火，听见韩哲这么一喊，连忙把步枪压低了一些。2个囚犯依然被枪打中，倒在了沙滩上，没了动静。狱警依然举着枪。韩哲看了看四周，月光下孤零零的沙滩上并没有其他人。我投降。左边的躺着的那个囚犯缓缓举起了双手，然后无力地放下了。韩哲旁边又弹出了对方投降的提示框，这个投降生效了。他今天不能再越狱，不能再对韩哲产生任何威胁行为。游戏还剩3小时结束，他也算是认输保命了。狱警上前给他铐上手铐，虽然已经是多次一举，伤情检查他是大腿根中了1枪，不算太致命。去看看另一个的情况。韩哲对旁边的狱警下令。狱警照做。报告狱长，右边这个胸口中了1枪，已经死了。狱警查看了一下，回答死了。那就只剩下左边这个。喂，聊2句。韩哲冲他喊道。聊呗，反正我现在已经算输了，干等游戏结束不如聊天等结束。韩哲看了眼旁边死掉的那个囚犯，说道，他也是未知囚犯吧？你俩谁是炸弹人？炸弹人？哦，他是。左边的那个囚犯躺在沙滩上回答。你们还有一个人呢？韩哲问出了他现在最急切想知道的。没了，就我们2个人。真的？对，就我们2个。看样子有一个人你现在还没有找到，着急吗大狱长？这个囚犯的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最后一个未知囚犯不在这。韩哲一屁股坐下了。狱长。旁边的2个狱警看到韩哲的反应，连忙要上来扶。韩哲摆了摆手，示意不用。韩哲的脑子里却越来越乱。还有最后一个未知囚犯，韩哲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是什么能力。剩下3个小时，这家伙会放弃越狱？真就这3个月时间什么都不做吗？不可能。所以他现在应该还在什么韩哲不知道地方完成着他的越狱计划。但是他现在到底会在哪？韩哲没有一点头绪。他是真的想不到了。不会就在刚刚海警队抓的人里吧？或者已经被警员和特警击毙了？不，这样想就太乐观了。未知囚犯有特殊能力，不应该跟普通囚犯一样菜。他到底现在会在哪啊？他现在拖到现在还没出手，会不会是因为最后一天有什么他可以利用的特殊机会？能是什么机会呢？今天能有什么不同？韩哲拼命地思考着。狱长怎么不说话了？倒下的囚犯开口道。不想说。那大狱长，你已经问完我了，让我问你个问题吧。没空。别啊，兴许我知道那最后一个未知囚犯是谁呢？你知道？那他是谁？能力是什么？韩哲立刻站了起来。别急，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轮流来，很公平吧？行，你快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们从这里上岸的？对岸明明这么长。因为洋流。洋流？对，我先前请来了本市的海洋专家，问了他们关于监狱附近洋流的问题。他告诉我，如果是人直直朝着对岸游泳，由于水流的作用，无论怎么样都会在这片海滩上岸。一个囚犯逃出监狱，一定会想着尽快离开，自然会拼命向对岸游，根本不会注意到水流带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所以我确定，如果有人游泳逃狱，一定会在这片海滩上岸。而这片海滩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半个月前就在这里盖了一个木屋，用的都是旧木板，周围的沙子下面埋了塑料布。只要有逃犯从这片海滩上岸，周围一片空旷，木屋是这片沙滩唯一的掩体，不安感会促使他来到木屋周围躲一下看看情况。原来如此，本来这里我是当做额外保险的，没想到自己最后还用上了。韩哲继续说。倒下的囚犯立刻轻叹一声，哎，
可惜啊，我们的计划那么顺利，最后不小心还是扎进了你的圈套里。我服你。韩哲笑着摇了摇头，没有什么不小心。不咨询专家，囚犯基本上不可能知道杨流的信息，而另一边的韩哲有典狱长的身份，可以随便邀请本地专家。笑笑说，这也算是典狱长这边的一个优势。韩哲只是把优势充分利用了一下。好了，回答也回答完了，告诉我，那第4个未知囚犯是谁？韩哲连忙追问道。说实话，我其实不知道。倒下的囚犯摇了摇头。拿我开涮？韩哲来火了，走上前准备给这家伙2拳。主要是我真的太想知道你是怎么堵住我们的。倒下的囚犯看着天上的月亮说。韩哲想把这家伙拎起来打，但是当他借着月光看到倒下囚犯的脸时，韩哲愣住了。这家伙虽然是个黑人，但是脸有点眼熟，这不就是上次自己巡查的时候屁股里面藏陷阱那家伙吗？因为屁股藏陷阱让韩哲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即使黑人脸盲，韩哲也记得他的脸。原来这家伙也是未知囚犯。怎么是你？韩哲说道。是啊，大狱长，其实我们有过交流的，但是你没认出来我是未知囚犯。那你的能力是什么啊？我不好意思说，你游戏结束后的复盘自己看吧。还有不好意思说的？韩哲撇了撇嘴。还剩3个小时，韩哲实在是想不出来最后那家伙可能在哪了，到处找找碰碰运气吧。韩哲只能这么做了。他转过头向停在后面的公路上的吉普车走，一旁的2个狱警半天听着韩哲2个人的对话，云里雾里的。韩哲突然转身要走，他们才如梦初醒似的跟在韩哲后面。狱长，你们半天在说什么啊？一个狱警问道。没什么，你们不用管，跟我继续去沿岸巡查就行。之后，韩哲开着车在沿岸公路上拼命的来回巡查，车上几个眼睛一直盯着岸边，中途还跟其他警车打了照面，但是一无所获。时间一点点接近游戏结束的时间，一部分警车都停止沿岸搜查了，韩哲也越来越焦躁。第4个未知囚犯，你到底在哪？马上游戏结束了，你还不出来吗？难道要等最后几分钟我放松警惕了才出来？韩哲越想越怕，又巡查了几圈，时间也到了最后几分钟，还是不见第4个人的人影。韩哲看着面板上的倒计时，越发紧张。剩余最后20秒，他现在不立刻穿越沿岸公路，可就没时间了。韩哲看向前后，附近公路上只有几辆路过的车，连个行人都没有。剩余5秒，3、2、1。韩哲瞬间又回到了那个房间，面前的屏幕上是一行字：你获得了游戏胜利。你可以现在进行复盘，以各个玩家的视角回顾游戏的过程。你也可以直接进入奖励结算环节。韩哲看着游戏胜利几个字，依然有点不敢相信，这最后一个人真的就全程不出手，遵纪守法到游戏结束？是他的技能太差，什么都做不了吗？还是他中途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强行结束了？韩哲心里非常好奇，立刻点击了复盘。在这里，复盘不是看录像，在霓虹笑脸的处理下，韩哲在脑海里会自动了解这些人在这场游戏做了哪些事，就好像自己亲身经历一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知道这个人当时的意图，很神奇。韩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不过霓虹笑脸能授予那么多同样神奇的技能，读心术都有人拥有，这种程度自然也是轻轻松松了。复盘里有4个样本，分别就是4个未知囚犯，其中2号和3号是归在一起的，证明这2个人基本上是一起合作。不用猜，韩哲也知道这个2号和3号是岸边被抓住的那2个人。在韩哲脑海里开始显示他们的面容，看脸，1号样本就是 A036 号络腮胡。韩哲差不多已经清楚了这个络腮胡的过程，就打算简单看了一下他的能力，然后跳过。不过能力只能看到在游戏内使用施展过的，没使用过的韩哲无法知晓。一行字出现在韩哲的脑海：1号样本，本局游戏内使用的技能有。老公，你今天给我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啊。你可以变成任何你接触过的男人的样子，声音也会产生对应变化。这个技能名字看着怪怪的，暂且不论。原来这个家伙技能是接触才能生效，不是韩哲之前以为的握手才行。在他冲出球室被韩哲制服的瞬间，接触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他才能肆意变成韩哲的样子。原来如此。另外，这个技能没有评级，证明是最开始产生的初始技能，不是后期局内抽取的。这家伙运气真好，有这种强势的变形技能，在现实里应该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算是韩哲接触不到的上流社会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照样折在这里了。霓虹笑脸游戏的审判是谁都逃不掉的。下一个2和3号样本，这2个是一起出现的，应该就是最后越狱到对岸的那2个人。看照片，2号有点陌生，应该是海边被韩哲击毙的那家伙，从头到尾只和韩哲见了半面。3号倒是韩哲能认出来，就是在屁股里设陷阱，最后关头投降了，还和韩哲说了很多话的那个。先看2号，本局施展的能力有流水线大师 C 级技能，你可以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把各种的零件进行制造。直接看技能描述，韩哲没觉得这个技能能评到 C， 就是省个工具而已，怎么能到 C？ 而且他的能力没有炸弹人吗？韩哲再往下看，还有一个技能，你抢了我要呼吸的空气了，赔钱。你可以偷取你周围人的银行余额，这些钱可以直接提现，但是每3个月只能选择同一个目标，且偷取总额不能超过他全部余额的 30%。 我靠，这等神技，韩哲也想要。然后每3个月从富豪旁边走一圈，美哉。
3号，本局施展的技能有：做人生不如屎 D 级，你的直肠内含有一个层高3米、120平米面积的储物空间，且出入口的大小不受你的构造限制，有致无孔 F 级，你的直肠内有任何东西也不会让你感觉到痛。我可是他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啊，别人一定不会出卖你，除非被其他人出钱收买，而且必须得在常规价位上加钱。有这么多？韩哲往下看复盘，先是2号的视角。2号出生在 B 区，编号1092号，没有室友。开始，他在囚室里四处观察，尝试找到囚室的漏洞。放风的时候，2号也四处张望，尝试找到监狱防备的漏洞。他似乎找到了，但是韩哲不确定，复盘也看不出来。这是复盘的一个缺点，只能了解到复盘角色的意图，不能了解到他更深层次的心理活动。接着，2号开始寻找材料，是在准备动用能力制作越狱工具了。但是他要制造金属工具，必须要金属材料，他的能力只能融合零件，监狱的铁栏杆似乎得拆下来才能融合。2号有点一筹莫展了。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别的囚犯的介绍，监狱队长私下里能从监狱外给囚犯带东西，据说资金到位，女人都能给你搞到。于是2号悄悄找到监狱队长，说了几个金属小物件的名字，托他带进来。监狱队长直接撇嘴，你要的东西有点违规啊，价格的很高，你出得起吗？2号点了点头，出得起，当然出得起。接着他发动了技能，你抢了我要呼吸的空气了，赔钱。从监狱队长的银行余额中提现了1万，1万放到监狱队长的手里，他的双眼立刻开始放光，一个劲的点头。好，没问题，我尽快给你搞进来。了解到这里，韩哲有点想笑了，拿监狱队长的钱付给监狱队长，有点缺德。之后，监狱队长真的把2号要的东西弄来了，在巡查的时候，悄悄隔着囚室围栏递给了2号。夜深人静时，2号从床下取出这些金属小物件，接着就是韩哲震惊的时候，他的能力流水线大师是无需工具就能制造。笑笑说，熔炉也是工具。金属小物件在他面前悬空着，很快在空中发红、融化、融合在一起，变成他想要的形状。很快，一个鹤嘴厨的厨子头就做好了。看到这里，韩哲突然觉得这个技能评个 C 级也不过分。这哪是有用，这是相当有用。但是烟好像不能避免，熔炼的烟飘到了隔壁。隔壁的囚犯开始敲墙。喂，隔壁的，你在烧什么呢？我烫尖的毛你管得着吗？2号骂着回应。隔壁的囚犯一阵语塞了，隔了半晌才说出一句，行，那你好好烫，烫个大波浪。熔炼过后，2号把鹤嘴厨的头藏在了床底下。到了第2天放风时，2号在广场上随便走走看看，一个黑人囚犯靠了过来。这个人韩哲认识，就是3号样本。这时候2号和3号还不认识，应该是初次见面。黑人3号靠过来，悄悄对2号说道，兄弟，你最近在筹划越狱吧？2号摇了摇头，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2号很警惕，选择直接装傻。黑人3号笑了，兄弟别装了，能问监狱队长买那些东西，你不越狱难道开小卖部吗？我还是听不懂。2号摇了摇头。黑人3号又冲2号笑了一下，朋友，你的厨子头藏床下可不安全啊。你？2号一阵震惊，兄弟别怕，你也是未知囚犯吧？我也是，所以我替你把锄头收起来了。黑人3号轻轻扛了下2号的肩膀，你想怎么样？2号看着黑人3号问道，你能制造工具对吧？但是牢房那么大点地方，你还来不及越狱出去，你的工具肯定就会被搜出来，那不用你担心。2号不领情，别啊，兄弟，我的能力刚好能藏东西，我们合作一下不就行了吗？合作？那让我看看你的能力。行啊，兄弟，走，跟我去厕所，我给你演示。黑人3号拍拍2号的肩膀。当黑人3号带着2号来到公共厕所，从屁股里排出一把鹤嘴锄头时，2号是全程皱着眉的。你这能力也太恶心了吧？2号皱着眉道。黑人3号摇了摇手指，瞧你说的，兄弟，恶心，但是好用啊，藏在屁股里，能随时随地带在身上，而且扒光了也搜不出来，神技啊！那你的屁股能藏多少东西？内部空间120平米，3米高，停车都够啊。车你能塞进去吗？我这个口虽然不受我本身出口的限制，但是车还是塞不了，不过塞大一点的东西倒没问题。行，那就合作。2号和黑人3号握住了对方的手，又是一次放风，两个人开始盘算着越狱计划。你原本有什么计划吗？黑人3号问道。我的打算是挖马桶后面的墙，再找个什么东西盖住。2号回答。太冒险了吧？黑人3号摇了摇头。那不然还能怎么办？兄弟，你想想，我们头顶上的那个狱长也是个玩家，他有什么能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呢。所以如果我们不幸暴露了，那家伙之后的时间不得把我们防得死死的。他要是再有什么强势的能力，我们俩肯定就再没越狱机会了。那你有什么办法？除了我们不是还有另外28个越狱分子吗？我们让他们打头阵，试探试探狱长的深浅不就行了？怎么让他们打头阵？你不是能造工具吗？你造工具提供给他们不就行了？你这什么馊主意？他们被抓住了肯定会把我们供出来，还不如我们自己挖呢。别急，我还有个能力呢。什么？这个能力叫我可是他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啊，强制别人不能出卖我，除非加钱。你这不一加钱就卖你了吗？放心，
他们抓到越狱犯，肯定会先拷打一顿。这个时候，因为我的技能，越狱犯一个字都不会说。笑笑说，然后呢？然后你会觉得打得半死不活，还一个字不说的人，给钱就能说吗？那当然不会啊。2号回答，那不就得了？黑人3号笑笑，哦。2号恍然大悟，那怎么找到其他的人？交给我就行。了解到这里，韩哲算是明白，为什么之前无论是监狱队长，还是自己亲自审问囚犯，最后还是一个说道都没有了。原来猫腻在这里啊！当初自己要是开价，或许就有人说了，自己居然还自作聪明的想靠一顿大餐买通囚犯。笑傲文学，有点可笑。不过再来一次，自己也确实想不到这里的。韩哲苦笑着摇了摇头。之后，黑人3号果然找到了几个越狱分子，由2号制作工具，黑人3号提供给他们。黑人3号甚至在 B 区囚犯里搞宣传，说他们有工具免费提供，但同时嘱咐囚犯不要告诉狱警，因为黑人3号的能力没有一个囚犯交代给狱警。找上门的囚犯也越来越多了。2号和黑人3号变成了 B 区军火商一般的人物，很快就真的有人越狱被抓住了。监狱那边搜查力度也加大了。放风时，2号问黑人3号，那个监狱这边的搜查越来越严了，真的没事吗？黑人3号拍了拍自己的屁股，当然没事，有我的屁股在，你放你的心就行了。等我们再观察些天，收集到足够的情报就动手。可以。2号点了点头。之后就是韩哲这个狱长亲自带人过来的大搜查，众囚犯站在囚室门口等待着囚室的搜查。黑人3号开始还镇定自若，但是当他看到狱警们拿着金属探测仪挨个搜查囚室时，他有点慌了。金属探测仪往自己屁股上一照，就全露馅了。他慌神的瞬间也立刻被韩哲这个狱长看到了。狱长韩哲立刻搜查了他的囚室，但什么都没发现。搜黑人3，得申也一无所获。最后，韩哲拿着金属探测仪一扫黑人3号的屁股，哔。韩哲问了几句话，黑人3号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只好不回答。于是，狱长韩哲把黑人3号交给了监狱队长。监狱队长把黑人3号拎到了公共厕所，扬了扬手中警棍，不耐烦道：“痛快点，自己拉出来，我可不想掏你的烂屁股。”监狱队长让自己拉，这给了黑人3号一个机会。他把屁股里最不像越狱工具的一个勺子取了出来，这是原本要给2号让他熔炼的。好小子，藏勺子挖洞越狱是吧？你也不嫌扎屁股？监狱队长笑道。黑人3号连连否认，回队长，我藏这个勺子真的不是想越狱。监狱队长根本不信，你当我傻是吧？除了挖洞，这勺子还能做什么？不是，我是怕监狱里有变态，所以就在屁股里预先塞了个勺子作为防御装置，如果有变态强行进入，自然就会被勺子柄扎伤。监狱队长顿了顿，点了点头，虽说有点道理，但我不信。于是监狱队长开始殴打黑人3号，黑人3号扛住了，怎么打都没改口。最后监狱队长给韩哲通报，韩哲下令把黑人3号关进了禁闭室。黑人3号在禁闭室里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段不见天日的时间。2号和黑人3号也因此分开，越狱计划暂时搁浅。在黑人3号被关的这段时间，也是韩哲发现监狱队长有问题的时间。这个时候的监狱队长还在郁闷，为什么这段时间自己收了这么多钱，一查自己银行余额一点也没见多呢？他把这些归咎在自己的老婆爱赌钱，偷自己的钱拿去赌，两个人还为此天天吵架。了解到这里，韩哲有点奇怪，这监狱队长钱没见涨多少，怎么还能触发自己的技能？但是韩哲很快就想明白了，自己的极度之神的恩赐触发对象是月收入，别人给的钱应该就算收入，至于实际上是自己的钱兜了一圈回来了，那算支出，和收入没关系。一笔钱从入口进了3次，那就算3笔，管你进了账户后去了哪里。继续往下了解。后来黑人3号关满了1个月，被放了出来。当黑人3号和2号在商议的时候，黑人3号才知道监狱里面变了天，监狱队长换成了个黑人。监狱长还打了招呼，这3个月任何人不准往监狱里带货，材料的源头没有了。黑人3号很着急，那要不去托医务室里那个护士，那家伙干那个的，估计出钱能给我们带些东西。2号摇了摇头，那个护士也被狱长开除了。黑人3号一愣，2号摇了摇头，这个狱长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把我们的货源全部掐断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暴露了？黑人3号有点慌，应该还没有。2号说，那我屁股里还剩这些，还够用吗？这个狱长不简单，我们很难对付，所以不用那些了，我有一个新计划。2号说，什么？我们去监狱的洗衣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搞些化工原料。化工原料？对，这次我直接造他个惊天动地的工具。之后的事韩哲也差不多都知道了。2号和黑人3号拼命收集化工材料，但是监狱里的材料实在有限，他们在最后一天动手，原因很简单，因为倒数第2天监狱有定期的大扫除，那时候监狱才会引进大量的清洁剂、氧化剂，他们这些材料做出了炸药，但是还是不够用。没办法，2号只能决定利用食堂的煤气放大威力。2号还做了简单的定时装置，白天把炸药藏在食堂临近煤气管道的角落，然后晚上等待爆炸。晚上炸药爆炸，动静很大，很快就要威胁到主楼。监狱长韩哲那边果然被迫疏散囚犯，囚犯也果然暴动了。2号黑人3号趁乱炸开了2道围墙，冲进了海水里，有几个囚犯也跟着跑了出来。不过不一样的是
2号黑人3号早早就准备好了最后用得上的工具，那就是2个涂成黑色的塑料盆。这个盆在水里可以提供浮力，大大减少游泳的体力消耗。当警察搜索海面的时候，两人还可以躲在盆的底下躲避警方的视线。毕竟一个黑色的盆在夜晚的海面上那是非常的不显眼。后来海警队的快艇来了，把水里的囚犯差不多都抓了回去。2个人也凭借2个盆躲开了警察。之后的事韩哲就非常清楚了。2人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上了岸。然后韩哲上来就崩掉了一个。复盘结束，韩哲了解完的第一感受就是觉得好像自己看完了一部冒险电影，但是结局是主角失败的悲剧结局，自己还成了那个超级 boss。行吧，毕竟是对抗类游戏，总得有输赢。自己技高一筹，真的吗？赢了游戏就不能怪自己了。接下来就是韩哲比较期待的第4号样本的复盘。韩哲现在都不知道这家伙3个月都做了什么，到底为什么最后都没动手。韩哲的脑海里出现了新的一行字：4号样本本局施展的能力有，我该配合吗？你可以知晓目标内心的计划，四肢发达1级，你的肢体力量比普通人更强，如果你碰巧是个弱智，肢体力量可以再大幅增加。知晓目标内心的计划，这不就是简易版的读心术吗？韩哲一阵紧张，这么强的家伙为什么最后还没露面？韩哲正式开始了解。4号也属于 B 监区。4号进入监狱后不久，仅仅是放风时绕广场走了一圈，就知晓了所有囚犯内心的计划。通过这些计划的内容，4号立刻就知道谁是那30个越狱犯之一。他准备做的是很简单，找到一个会成功的越狱计划，然后跟着逃出去。哪个计划能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韩哲这个狱长。如果某个囚犯的越狱计划让韩哲这个狱长有察觉有防备，那必然会是失败的。如果韩哲没有防备，那就在考虑计划的可行性。在韩哲巡查的时候，他知晓了韩哲开始的计划。韩哲最开始的计划有2个：欲擒故纵的战术，搜查违禁品，在容易被用来越狱的管道和通风口做手脚。4号正好知晓到了同监区有几个囚犯的计划，刚好是仅由通风道和管道越狱。4号什么都没有做，就是静静地看着这些人的笑话。后来这些人果然陆陆续续被韩哲抓住了。4号也没有开始行动，因为他还知道2号和黑人3号的计划，那个给其他犯人提供工具让他们打头阵的计划。4号也像2号和黑人3号一样，冷眼旁观着其他囚犯的冒险越狱一次次失败，从而收集更多信息来准备自己的越狱行动。后来黑人3号被抓住，他的计划被迫中断，4号也只能把注意力移到别人那里。不过别人也没什么可行的计划，4号也有点着急了。黑人3号从禁闭室出来以后，2号和黑人3号又有了一个新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用炸药引起混乱，然后趁机越狱的那个计划。4号对这个计划很心动，因为这个计划会引起监区大混乱，到时候自己跟着找机会越狱就会很方便。所以4号在2号和黑人3号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越狱计划。计划的内容是，等2号黑人3号引起爆炸，监区围墙被炸开，这个时候4号可以跟着先溜出监区，但是不跟着他们冒险从水路逃生，而是去找监狱的警车，利用自己的能力四肢发达，轻松攀在车底。等到2号黑人3号逃出监狱外墙，监狱的警察一定会出动追捕，监狱的警车也一定会出动沿岸搜捕。那时候警车就会带着4号离开监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等过了大桥，4号随便找个机会下车，2步路就能逃出监狱区域。车底非常隐蔽，毕竟那种情况没人会检查车底。和2号黑人3号要在海里猛游几公里的疯狂计划相比，4号的这个计划要稳妥太多了。4号真的是这么实行的。不过出乎4号意料的是，2号黑人3号制造炸药的进度很慢，让他以至于先放弃了2号黑人3号，转而去考虑别的越狱分子的计划。但是这些越狱分子的计划基本上都是挖洞刨墙，都被韩哲那里的一个超声波仪计划完全克制了。中途只有一个钻垃圾管道的计划看似不错，狱长韩哲那边也没防备，但是知道那家伙后来进了垃圾车被压缩后，4号也只能放弃。就这样到了最后一天，4号决定实施自己的那个计划。最后几个小时，炸药爆炸，监区混乱，2号黑人3号的计划顺利实施。不过4号也没想到能这么混乱，直接双方开始枪战了。4号从监区围墙的缺口跟着大部队跑出来之后，趁乱逃到了停车场。4号看到了那辆吉普警车。4号早先就在放风时就见过警用吉普车出入监狱的大门，他还特意观察了一下，这种车底盘很高，车底空间足，最重要的车底还有保险横杠，非常方便攀附。可以说如果不是看到了吉普车，他还想不到能攀在车底这种特殊的计划。他立刻躲进了吉普车的车底，这辆吉普车底可以攀的地方很多，4号就随便抓了一个地方，静静地等待着警车的出动。等了一会，狱警们终于出动了，周围的警车纷纷开动，4号耐心等待着。很快他躲的这辆吉普车也有人来了，是狱长韩哲，还带着2个狱警。他们果然急匆匆地上了车，根本没注意到车底还藏着个人。4号这才知道这辆车其实是狱长韩哲的专属座驾。4号躲在车底，看着吉普车带着自己开过了监狱大门，开过了监狱大桥，然后开上了沿岸公路。4号的脸上越发兴奋。很快吉普车在公路旁停了车，狱长韩哲和车上的2个狱警下了车，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此时4号右手边10几米外就是沿岸公路的边界，也是监狱区域的边界。跑过去
游戏就彻底胜利了。4号几乎笑出声：“狱长啊狱长，没想到吧，最后是你把我亲自送出的监狱，哈哈哈。”接着4号先是把脚放了下来，轻轻放到地面，确保声响不会把狱长韩哲和狱警引回来。然后是手。4号松开手，却发现手并没有从车底的横杠上脱落下来。怎么回事？4号只能拼命拽，可是双手还是纹丝不动。到底怎么回事啊？4号接着外面的路灯的灯光看了看横杠，他这时才注意到车底的很多地方都涂满了特殊的胶。刚刚以为车底太黑，他还以为是车底沾的泥，就没留意。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在车底涂强力胶啊！4号忍不住骂道。但是无论他怎么骂，他都无法把双手从横杠上取下来，这手就像长在了横杠上一般，笑傲小说。他骂着骂了很久很久，但是于事无补。就这样，在绝望中，4号迎来了倒计时，迎来了游戏结束，复盘结束。韩哲有点呆滞了，好家伙，原来自己找的人一直就在自己的车底啊！这让韩哲内心感受一阵说不出的复杂。那车底的胶水是韩哲涂的。那时韩哲在通风管道涂完胶水后，看着手里剩下的小半桶胶水，觉得不能浪费，就开始找地方涂。他看到自己的车底很高，觉得那里也能藏人，所以就随手涂了一下。这只是临时想到的，韩哲后来几乎都忘了这件事，也是现在复盘了才想起来，从来都不是韩哲计划的一部分。这应该就是为什么4号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车底有胶水，他只能知道计划，临时起意的想法他不能知晓。总之韩哲就是这样赢的，这种赢法韩哲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复盘完毕，接下来就是奖励结算。先是一个小的常规随机奖励抽取，这个奖励多种多样，可能是驱除身体的一种病痛，增加部分器官的能力，任意删除一段不好的记忆什么的，也有现金之类的等物质奖励，有时还有些奇奇怪怪的。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种类繁多，而且是摇出来3个选项后3选1，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一番花里胡哨的动画之后，韩哲面前出现了3个选择：1. 增加3年寿命； 2. 你最大的仇人获得肾虚； 3. 获得技能强化小幅1次。3个选择中的第一个3年寿命，说多不算太多，但是说少也确实不少。但是对于韩哲来说，寿命应该最没用的一种奖励。在这个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强制要参加游戏的世道，大概率最终会死在游戏里，或者因为游戏的惩罚而死。想活到老都是希望渺茫，寿命自然没什么大用。不过虽然增加寿命没什么用，但是扣除寿命的影响就很大，因为扣除寿命的计算方式是会直接衰老对应的年限。比如这场游戏里扣除10年寿命，韩哲会立刻老10岁，年龄直接奔30。一个10年寿命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多放几个人逃狱，韩哲就会成老头，身体的衰老自然伴随着身体素质的急剧下降。这样一来，韩哲估计就很难活过下一场游戏了。这就是为什么韩哲到游戏结束的前1秒也不敢松懈。第一个选项没什么用，第二个就更没用了，让仇人肾虚。韩哲现在也没什么仇人。你如果问之前游戏里赢过韩哲的人算不算仇人，韩哲其实也不恨他们，毕竟规则摆在这里，他们也别无选择。这个选项损人不利己，完全没必要。而且就算韩哲有血海深仇的仇人，肾虚也太不痛不痒了。失明、偏瘫、绝症，哪怕不举，哪个都比这个有用，完全是逗逼选项。那韩哲可以选的唯一选择就算第3个了，获得技能强化小幅1次。这个韩哲在学校学习过，属于比较常见的奖励，可以储存，一般都是等到抽到强力技能再强化，让技能精益求精。不过这个是小幅的，作用还是有限，但一定聊胜于无。就选这个。奖励选择完毕，是选择保留的技能环节。韩哲之前的技能因为游戏失败已经被系统删除，身上目前就只有本局开局抽取的3个技能：迅雷之王1级，大量免费高清片源，可能无聊的时候能杀时间。不过现在看来，还能够在游戏里看纪录片，恶补各个领域的知识。502的真谛1级，韩哲经手的胶水粘手特别牢，目前来看粘人非常有用，算是个陷阱技能，感觉1级评的优点低了。极度之神的恩赐D级，韩哲对月收入比自己高和比自己帅的人攻击力大幅增加。3个技能都有用，很难选。第一个技能首先被韩哲否定，因为他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目前的韩哲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如果选了第一个技能，下一次遇到需要战斗的游戏，那基本上就是等死了。只能在第2个和第3个技能合理选。第2个使用条件需要胶水，有点严苛，而且也只是粘手，并不稳定。第3个技能则有一种奇怪的纠结，因为韩哲越丑越穷，就越能触发这个技能，而触发了这个技能又能让韩哲的战斗能力提升。在这个以技能论地位的世道，战斗能力提升又会带来一定的地位和收入，韩哲又不容易穷了。如何韩哲不穷，技能就又不容易触发，很奇怪的循环。韩哲想了想，最后还是选择保留了第3个技能，因为他落寞过，他更想有个技能可以每当自己落寞的时候拉自己一把，算是给自己的人生上到保险。选择完毕，屏幕上只剩下霓虹笑脸的标志，开始传送回现实世界，依然是之前的教室。这时现实世界正是白天，全班同学还在上案例分析课。韩哲突然出现，全班同学立刻都看向了韩哲。惊讶过后，旁边上课的老师想起来，问了问旁边的韩哲：“你赢了吗？”
韩哲点了点头。赢了！全班同学听到也是一阵欢呼，仿佛赢的是他们。这是同学间的共情。那你带了什么技能回来？老师问道。韩哲用简单的语言如实说了出来。老师听了，顿了顿，也点了点头。也还不错。你先回座位上课吧。笑傲文学。下课之后，就是一堆老师拉着韩哲去了办公室，围着韩哲问东问西。毕竟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还是第一手资料，对于学校还是很重要的。韩哲也如实告诉了他们。不过最后选择哪个技能最好，各个老师也有争议。有人觉得极度之神的恩赐作为一个容易触发的强化技能还不错，韩哲选的没错。但是也有老师不这么认为，因为韩哲作为一个普通人，即使触发了极度之神的恩赐，战斗力增强，也只是个被强化的普通人。这种情况遇到拥有强势的战斗技能的人，依然会被绝对压制，甚至是秒杀。而胶水好在可以出其不意，对于战斗技能强势但是本体不那么强势的人来说，克制效果明显要更好一些。最后还是教技能学的秦老师发表了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观点：极度之神的恩赐这个技能其实更好。这个技能虽然现在效果有限，但是长期来看，如果之后韩哲再抽到任何的战斗技能，这个技能都是对战斗技能的放大强化，它就像是一个2-3倍的乘数。韩哲现在的战斗力是1，乘个2变成2，提升不是很多，但是等到韩哲将来战斗力能到10到100的时候，再乘个2，那提升就很可观了。韩哲也很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在那之前，韩哲还是得活过足够多的游戏，让自己到那个地步。与老师们的交谈一直到了傍晚，老师们才放韩哲走。韩哲打了个哈欠，从学校大门离开，准备回到自己的宿舍去。刚出校门时，韩哲又遇到了教技能学的秦老师，他还是开着那辆经典款的老爷车。技能学是学校最重要的科目之一，教的内容一般是怎么利用自己的技能，怎么针对别人的技能，还有抽到了新技能该怎么巧用等等。教这门课的秦老师是个60多岁的老头，但是他教技能学课并不古板，相反还很灵活。他对很多技能的巧用方式很高明，让韩哲也忍不住惊叹。所以韩哲还是很尊重这个老师的。正在这个时候，老师把车停在了韩哲旁边，车窗摇了下来，秦老师探出头：“韩哲，上来吧，我捎你一程。”韩哲摇了摇头：“谢谢老师，但是我住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几步路就到了。那最近你有什么打算吗？”秦老师开着车缓缓在韩哲旁边并行。还能有什么打算？韩哲有点奇怪，霓虹笑脸这次给我的休息时间有半年，我就该上课，该打零工打零工呗。你真打算这样？那肯定啊，我的那个寒酸的技能也不足够支撑我躺着赚大钱，只能先凑合打工混口饭吃。韩哲点点头，我说的不是打工的事。那我给你讲一个东西，你愿意听吗？可以啊。韩哲一口答应。那就上车说，方便。秦老师拍了拍副驾驶的座位，韩哲坐到了副驾驶。老师您说。韩哲说，其实吧，就是一个对你的建议。秦老师看着前方说，您说。给你的建议是，你这几天先休息，等过几天休息好了，就别去打零工了，直接打开面板申请，开始下一场游戏。秦老师看着韩哲，认真的说。韩哲愣了一下，基本上所有人都希望休息时间越长越好，毕竟参加游戏就代表着生命危险。我不理解。韩哲直接提了出来。你也不理解吗？不理解。那我问你个问题，你可以慢慢思考后再回答。您说，现在的社会，你能感受到阶层变化有什么趋势吗？秦老师问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很特别，是韩哲从来没有听过的问题。韩哲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他想了想，还是试探性的回答。现在阶层变化很频繁，下层的人抽到个强力技能就能翻身了，上层社会的人输掉几场游戏可能就会变成普通人。恰恰相反。秦老师摇了摇头。啊？韩哲一下懵了。霓虹笑脸游戏的胜负，运气占一定成分，但归根结底还是个竞技的游戏。技能强的人相比技能弱的人更容易赢下游戏，而赢下游戏的人是能得到技能作为奖励，强的人就更容易得到更多技能，更多技能得到就能变得更强。于是强者得到的技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就越来越容易赢下游戏，从而越来越强。而弱者输掉游戏，不仅得不到新的技能，还可能丢掉原本的技能，最后可能也连性命都丢掉。长此以往，一定会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阶级固化，这是可预见的。秦老师依然很认真地说。韩哲跟随着秦老师的话，也在思考着。目前霓虹笑脸的游戏的类型完全随机，游戏类型未必能对应参与者所拥有的技能，战斗类型的强者进入非战斗游戏导致输掉游戏之类的情况很常见。所以说现在因为这种随机预想的阶级固化被大大延后了，但是时间一长，阶级固化依然会越来越明显。秦老师补充道。韩哲没有再说话，继续认真地听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趋势，那就是技能的贬值。技能还能贬值？对，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技能，你的技能只需要比别人的技能强，你就会比他强，比他更有社会地位，参加游戏也比他更容易取胜。举个最直观的例子，最开始的时候，假如你的技能是全人类最强的技能，比所有人的技能都要强，那当所有人的技能都只有一个的时候，你是最强技能，你就是人类的最强者。但是随着游戏的进行，有个人不停地赢游戏，他的技能就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强。
终于有一天，虽然他的每个技能都比你的那个最强技能弱，但是因为他的技能有多方面的组合，他变得比你强。你的技能没有任何变化，单独拿出来，依旧全人类最强的单个技能，可是你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全人类第二。继续下去，更多的有着多个技能的人出现，你在全人类的排名就会逐渐变成第3、第4。到后来，你会发现，你明明什么变化都没有，还拿着全人类最强技能，你却掉到了人类排行榜的后面去。这就是技能的贬值。你的技能没有变化，却因为别人的前进显得越来越弱。韩哲听到这里，已经陷入了沉思。我说了这么多，一共2个大趋势，其实对于你来说，或许分别意味着2件事：目标和实现途径。你或许应该在阶级固化前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这样你到时候才能确保自己参加游戏不容易输，并且能生存下去。而你现在的技能其实是社会的底层，要成为上层，只有2个办法，一个是靠运气，或许你抽到的下一个技能是 S 级，让你的人生腾飞；另一个就是靠努力，别人赢过一场游戏，惊魂未定，开始休息，你几乎不休息，直接进入下一场游戏。别人1年2、3场游戏，你可以1年12场游戏，以技能的量取胜，弯道超车，让其他人的技能相对你快速贬值。秦老师说到这里，拍了拍韩哲的肩膀。韩哲也彻底听明白了秦老师的意思。秦老师，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让我趁着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拼命参加游戏强化自己，对吗？后半句对了，前半句可能不太恰当。啊，遇见这些的人很多，比如学校的很多高层。啊，那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上课说这件事？韩哲奇怪道。原因很简单，这个游戏同时还是个死亡游戏，参加的人有很大概率会死。劝别人多参加游戏，其实是在杀人。学校不能这么做。所以我对你也只是个建议，是多参加游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还是像其他人一样，只参加基本的强制场次，寄希望于运气。怎么选择，还是看你自己。秦老师说。韩哲听了，点了点头，但还是忍不住追问一句：那老师，学校都不能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秦老师顿了顿，然后朝韩哲做了个认真的表情。因为从你这次的游戏的表现来看，你比我想的要更出色，所以如果你走我说的那条路，成功的几率会比其他学生都大，包括尖子班那些人。我出色吗？韩哲挠挠头道。出色。以前的自己可能沾点边，但是现在这个技能说他韩哲出色，韩哲其实是不相信的。你的出色不在于技能，在于你很有想法，这是其他学生身上我看不到的。想法？对，这次任务你几个技能的运用就很有想法。就比如迅雷之王，这个技能要是给很多学生，只会坐那看3天成人电影，而你能想到看电影学知识。秦老师笑了笑，韩哲也跟着笑。明白了，老师，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祝你好运。回家路上，韩哲一直在想秦老师说的话，虽然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高频率参加游戏势必带来高死亡率。韩哲已经输过一次，还是得斟酌一下。路过公交车站，正好公交车进站，韩哲看到一个全身长着金属尖刺的人往公交车上挤，旁边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周围变成了专属领域，明明一堆人要上公交，却都给他让了路。车上的人甚至为了躲他都跑下来了，他也潇洒地上了公交车。这个技能真的是挤公交的神技了。滚！只见这个刺猬人刚上车，车上又出现了一个全身是铸铁的铁皮人，直接把他撞了下去。车站的其他人一阵叫好，韩哲也是笑着摇了摇头，能针对一个技能的，永远都是另一个技能。过了马路，就是韩哲住的学生宿舍。这是一栋13层的公寓楼，是学校提供的，环境很一般，但是住宿费很便宜。住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学校的普通学生，尖子生不会住在这里，因为尖子生的技能很优秀，在社会上能赚很多钱，住的都会是高级住宅，根本看不上这烂地方。韩哲坐着就电梯上到了自己房间所在的7层。这个电梯学校里的女生大多数都不愿意坐，主要是因为之前学校有个男生抽到了一个技能，电梯爱情。如果你和一个女人一起被困在了电梯里，你可以让她爱上你。这个技能其实发挥条件挺严苛的，但是因为那个男生颜值实在是不到位，这个就电梯又容易出事，所以大部分女生都不敢坐电梯，就是怕遇到那个男生。不过那个男生其实很正派，他后来为了大家就不坐电梯了。可惜电梯还是没什么女生坐，令人唏嘘。韩哲经过走廊回家，走廊虽然旧，但是灯都是好的，这在老公寓里比较难得。韩哲和班长是只隔了一堵墙的邻居，韩哲每次回家都得经过班长的房间。今天韩哲没有在教室里看到班长，想必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研究他那个公式。韩哲敲了敲班长房间的门，发现门就没锁，是虚掩着的。韩哲干脆直接就走了进去，果然班长就坐在书桌前，背对着房门研究着他的那个公式。班长，我回来了。韩哲开口道。班长抬起了头，笑道：你这一趟去了足足3个月，到底什么游戏内容？对抗类，当狱长，防止囚犯越狱。听着还行，你赢了吗？当然赢了呀，我的监狱那固若金汤。那挺好，我这次游戏也赢了。你最近也参加了？韩哲略有意外。那肯定啊，都几个月了，休息时间到了，被霓虹笑脸强行送进去了。你的游戏是什么？我也是对抗类，内容是御兽。御兽？对啊，内容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家伙分别和一只异兽关在一起，谁先把野兽驯服或者对手先死，就算赢。你的野兽是什么？老虎，对手是只大鳄鱼。我靠，老虎你也能驯服？这么猛？也不是这样，全靠对手。
靠对手。对手好像对鳄鱼有点了解，知道鳄鱼咬合力很强，但是张嘴的力量很弱。据说就算一个老头捏住鳄鱼的嘴，都能让他张不开口。结果这是流言，这是真的。他捏住鳄鱼的嘴后，鳄鱼真的张不开嘴了。那然后呢？这样你都能赢？然后鳄鱼张嘴的力量确实弱，但是鳄鱼脖子的力量不弱呀。鳄鱼直接一个甩头挣脱了他的手，然后鳄鱼再张口一咬，我就赢了。两个人笑了会，韩哲开口问道：那班长，那你这次带了什么技能回来？班长摇了摇头，我的这个新技能叫魔法猫女郎，可以把戴猫耳的女仆变成猫。我靠，那你不爽死？韩哲满是羡慕。等等，把女仆变成猫？反应过来的韩哲的羡慕戛然而止。对，顺序没有错，就是把戴猫耳的女仆变成猫。哎，班长轻叹一声，那你这个技能有点弱哦。对啊，感觉并没有什么用。那你为什么还选这个保留，其他的还不如这个？因为我也看错了呀。我就随便扫了一眼，谁会想到它是反着的？你呢？你带回来了什么技能？对月收入比我高和比我帅的人伤害大幅增加。韩哲回答，你这个听着还行啊，至少比我的好。我倒希望他不会处罚。两人接着又聊了几句之后，班长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对了，这3个月里，从游戏里幸存，其实对我来说不算最大的喜事。我最大的喜事是这个。班长说着，指了指自己的桌面。韩哲看向桌面，是一个跟卷纸一样的自制卷轴。这个东西韩哲也认识，是班长写自己的那个公式用的纸。因为他的那个公式实在是太过复杂，一般的纸根本容不下，所以他特意弄了这个长纸做成简易卷轴，方便每天研究。你的这个公式怎么了？你看这个数据。班长翻了翻卷轴，然后指到了公式里的一个数字，这是一个23位的大数，韩哲的手机号都没这么长。还有这个，班长又指了隔壁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要小不少，但是还是有近10位。这两个数据怎么了？韩哲完全看不懂。这两个数据分别是月球的质量和月球的直径。班长解释道。韩哲还没明白。班长连忙继续解释，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公式和月球有关，那就很可能就是关于霓虹笑脸的秘密。班长说着，两眼中都仿佛蕴含着光芒。韩哲听了，先是皱了皱眉，然后打断了班长：这不太对吧，班长？怎么了？你知道这个公式以后，不是第一时间给很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看了吗？没错啊。那月球质量直径这种浅显的数据，那么多专家还能认不出来？哦，你奇怪的是这个呀。班长笑了笑，你确实离开了3个月，有很多事还不知道啊。这几个数据是国际天文中心最近才公开的，和以前正常时候的月亮的数据不一样。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班长看向韩哲，但是还没等韩哲说话，班长又抢先回答。这意味着霓虹笑脸从来都不是月亮上的一个简单的投影，它是一个新的月亮，一个藏着太多秘密的新星球。韩哲听了也有些好奇了，那这不派人上去看看？这肯定的。国际天文中心据说已经有了发射新绕月卫星的计划，之后应该有登月计划。但是你知道，大家都在忙着应付游戏，这个进度可能不会快。韩哲明白自己未必都能活到秘密揭开的那一天。哒哒，正当两个人交谈时，楼道传来了一阵轻盈脚步声。脚步声在隔壁韩哲的房门前停下，接着是一阵敲门声。有人找你啊？班长看着韩哲说。我看看。韩哲正要出去，那个脚步声又来到了门前。一个女生出现在房间的门口，黑色短裙，洁白小衬衣，修长的大腿凸显出鬼般惹火的完美身材，长发披在肩膀，看着像微风般丝滑。她的脸上戴着一个全脸的狐狸面具，还有花朵点缀其上，看上去更加妩媚。一般男人可能都会巴不得揭开她的面具一探究竟，但是韩哲知道，她的面具下是一张恐怖的脸。她是沈然儿，学校的钱校花。对，钱校花。她曾经有一张近乎完美的脸，一张美的任何人看过都忘不掉的脸，走在学校里都要引得其他学生驻足观看。这种颜值，自然追求者多如牛毛。每天同班值日的同学来的第一件事都是帮她丢收到的情书。后来学校觉得扔了浪费，直接放到学校厕所当厕纸，男厕女厕都有。不过因为太硬，用的人比较少。韩哲每次上厕所无聊都会抽几张出来看着解闷，这其实算是之前韩哲和他最多的交集。平时在学校里，韩哲远远见到他都是躲着走的。一个是因为他和韩哲两个人不同班，基本上不认识，因为他太有名，韩哲才知道他。另一个是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技能。他的技能是魅惑类技能，但具体是什么，韩哲也不太清楚。总之，他似乎能控制看到他的脸的人。虽然他不会对同学使用，但是韩哲还是避免与他接触，这样比较安全。韩哲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后来他经历了游戏，韩哲也不知道是1次还是2次。他输了，他输掉了自己的容貌和嗓音，他的脸变成了丑陋可怖的一张脸，声音也变得沙哑难听，魅惑技能也没有了。具体怎么恐怖，韩哲也不知道，反正之后他就开始戴面具。但万人追捧的女神突然变成了瘟神，很多人都开始躲着她，原本的那些追求者躲得更远。世态炎凉嘛，很正常。不过对他来说，落差确实太大了。后来他做了一个很合理但不那么正确的决定，他结束自己。那天韩哲正要去宿舍天台晾衣服，刚开门就看见他跳了下去，韩哲一个箭步就给他拉住了。他很轻，接着韩哲不怎么费劲就把他拉上来了。
你干嘛呀？他当时很生气，沙哑的声音更加沙哑，听着甚至都有些像呼噜声。如果你不是觉醒了什么飞行技能要试验的话，我觉得我是在阻止你跳楼。韩哲回答。谁要你阻止啊？自作多情。我靠，我也不想阻止，但是我住的地方有人跳楼，这太晦气了啊，我肯定得阻止一下。那我换个楼去。不是，为什么非要自杀啊？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活着干什么？不就是毁个容吗？我全家都死了，我不还在坚强的活着？韩哲说道。这句话直接给沈然儿干沉默了。我说的对吧？韩哲补充说。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还有张帅脸，我已经没脸能见人了。我靠，帅有个屁用，我这脸进霓虹笑脸游戏，女参与者又不会因为我帅放我水，男参与者甚至会喊 TND， 怎么这么帅，给我打死那个小白脸，起到反作用。沈然儿双重沉默。而且现在没脸也没什么，反正你也要自杀，不如你多冒险参加几次游戏，把容貌赢回来不就行了？现在这个世道哪有什么长久的东西？韩哲说。沈然儿沉吟片刻，点了点头。你说的对，说的对就好，好好活着。我刚刚为了救你喷翻了，现在下去重新洗衣服了。再见。咩呀！沈然儿忍不住笑了。这个笑韩哲现在还印象深刻。一般的女孩子笑的声音是扑哧，但因为沈然儿的声音沙哑难听，这一笑听着像冬天驴喷鼻子叫的声音。对，就是驴，马的都要比这个声音好听不少，很有特点。反正韩哲听过之后就忘不了。从那以后，他真的放弃了自杀。韩哲和他也算是真正认识了。之后，按照学校的规矩，他从全校最强尖子班调到了面子班，和韩哲班长成了同学。不过他来没几天，韩哲就进了游戏，他和韩哲也就再没什么交集。他现在来找自己什么事？韩哲有点茫然。你找谁啊？韩哲看着沈然说道。听说你回来了，顺便来看看你，没想到班长也在。沈然说。韩哲和班长互相看了一眼。这不废话吗？班长的房间班长能不在？要不先请坐。班长指着旁边的椅子开口道。沈然点点头，坐下了。然后就是三个人的沉默，这让韩哲有点难受，他就只好率先开个话题打破沉寂。我离开这么久，你应该也进过游戏了吧？对。沈然点了点头。赢了吗？赢了。那给我们说说过程呗，同学间经验交流一下。韩哲说。对，讲讲吧。班长也跟着说。在这个世界，别人参与的游戏永远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一个单人游戏，异世界厨神大赛。沈然回答。异世界就是评委是精灵、兽人、哥布林什么的，食材也是各种没见过的特别食材的厨艺大赛。沈然回答。沈然嗯了一下，没有再开口。就没了？韩哲试探地问道。别呀，讲讲详细过程啊。韩哲继续说。我翻了翻大赛的食材库，大部分都是些现实世界没有的食材，我根本不认识，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些认识的普通材料，但是也少了很多常用香料。你靠普通材料和残缺的香料也能赢啊？你的厨艺得强到什么地步？韩哲惊讶道。不是我厨艺强，是我仔细研究了厨艺大赛的命题，咱不挤牙膏了好吗？一口气讲完。韩哲说。好。沈然点了点头。他们的命题是特色的料理保留食之本味。于是我在食材里找到了一个我认识而且本身味道就很特殊的食材，大肠，准备做9转大肠。想到要求是要保留食之本味，我就在清洗大肠的时候故意保留了一部分。保留一部分。韩哲和班长自然知道指的是什么，两人听到这里同时皱了皱眉。之后我做好交上去，评委吃了果然赞不绝口，我也就赢了。沈然继续说。赞不绝口？班长一愣，这能吃的赞不绝口？韩哲也很是怀疑，因为主裁判是只狗头人。沈然回答。哦，这就很合理了。韩哲和班长猛点头。沈然点点头。那你带回来了什么技能啊？韩哲说。幸运女神的卡牌，我可以祝福其他人，使其下次抽取的技能级别更加珍惜，并且下2次技能一定相关。沈然回答。韩哲和班长睁大了眼睛，这得是一流的辅助技能了呀，能让抽到的技能级别更珍惜，那原本抽到的是 D 级，抽到的就应该是 C 级以上了，这可是直观的提升。而且还有个不明显但实际上同样很有用效果，能让下2次技能一定相关。很多技能单个拎出来是弱鸡技能，但是组合起来就是神技了。比如韩哲技能学课本上很知名的2个技能。香菜好吃，都给我吃 F 级，你可以强制别人吃下20克新鲜香菜，香菜就应该死 D 级，你可以让刚刚吃过香菜的人死亡。这2个技能单看都不算强，但是如果能组合到一起，基本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而且2个相关技能就算不能高度契合产生神技，大概率也意味着一个方面的强化，比2个不相关的技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好很多。那你找个有容貌改变能力的人，以祝福作为交换，不就能恢复以前的容貌了？韩哲笑道。是啊。沈然点了点头。你这技能也太强了，有使用限制吗？班长说。有很长的冷却时间，具体多少我也说不上来，而且一个人只能1次。有冷却时间也是个强技啊，这得 B 级吧？班长说。沈然不置可否。那韩哲，你要先来试试吗？沈然看向韩哲。你要给我祝福？韩哲难以置信。
沈然儿点点头，是啊，你救过我一命，我还你一个祝福，我还赚了呢。韩哲点点头，好啊，那你祝福吧。沈然儿将手放在了韩哲的额头，那是一双纤细温润的手。好了，沈然儿说，这就好了呀。韩哲没什么感觉，你下次进游戏抽技能的时候应该就能看出来了。那谢谢。不用谢，我还有事，就再见了，咩呀。沈然儿又笑了一下，依然像驴叫。然后他冲韩哲班长挥了挥手，轻盈地退出了房间。看着沈然儿消失在门口，班长小声在韩哲耳边说道，你这将来有的舒服了呀。或许吧，但是也不能太乐观，只是提升级别，或许就是 F 级提升到1级呢。韩哲说，我指的不是技能，是沈然儿。啊，之前他输了游戏，其他人像躲鬼一样躲他，但是现在他有了这个技能，恢复之前的容貌只是时间问题。你估计也马上有个校花女朋友了，你就是校花的贴身高手。韩哲摇摇头，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人家就是来找我还人情。班长摇了摇头，相信我，他来我们班3个月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像今天这样话这么多。你还去学校？你不都天天在家研究你那公式吗？开玩笑，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这个班长？我至少1周也会去打卡1天的。沈然儿走后，韩哲又与和班长随便聊过了几句。韩哲提了下自己可能会自愿提前参加游戏，班长表示理解，但是他自己一定不会这么做。韩哲觉得这很正常，班长现在确实只关心他的那个公式，对于新技能完全不感兴趣。韩哲就没再说什么，回到自己的房间，清扫了一下3个月来的灰尘，睡一个3个月来都没有过的安稳觉。第二天，韩哲领了下这3个月的学校补助，这个补助和班级级别有关，尖子班比较丰厚，韩哲这种有面子没里子的面子班，每个月的补助也就够个菜钱，所以韩哲之前还是得经常出去打工。但是这3个月韩哲不在现实世界，吃喝都是游戏中的监狱包的，所以这3个月的补助都可以结余下来当之后这1个月的生活费。韩哲开始了休息，每天除了照常上课，再就是看一些科普书籍，多一分知识，或许就能多救自己一次。不过让韩哲意外的是，沈然儿他倒是一次都没见来，一问才知道是进游戏了，这让韩哲有点意外，他完全可以在现实找人换回容貌再进游戏的，难道是冷却时间比他这次的休息时间还久？韩哲也不知道。2周后，韩哲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听秦老师的建议。现在这个穷困的情况，多活也是苟活，还不如去冒险挑战一下。走之前，韩哲给自己的家具盖上了塑料布，防止这次自己在离开的时间长回来不好清理。韩哲给班长说了一声，这样学校就会知道韩哲去游戏了。这次没有什么告别仪式，就像是下楼买个菜一样。韩哲直接调出了面板，进入了游戏，从现实世界消失了。依然是那个房间，屏幕上出现了霓虹笑脸的图像，房间也跟着亮了起来。接下来就是抽取游戏内容，首先是本次游戏战斗程度。看到这行字，韩哲就是一愣，游戏类型呢？这不怎么就跳过去了？但是韩哲觉得奇怪也没用，屏幕上的条目还是在机械的逐条显示着。本次游戏战斗程度极高，极高。韩哲皱了皱眉，唉，战斗类游戏还是逃不掉。接下来是游戏内容提示，存活，存活，生存类游戏吗？倒也常见。接下来屏幕是韩哲比较期待的那行数字，3、1、2。本次任务可以抽取3个技能，可以换掉其中的一个，任务结束能保留2个，保留2个还不错。又是10张技能牌里选择1张。韩哲记得这次抽卡自己是有沈然的祝福效果的，那抽到的技能级别应该还不错。韩哲有些兴奋，这要是抽到 A 级技能，别说回尖子班了，直接当校长都没人敢说什么。要是抽到 S 级，那直接当市长，干几年升省长，那时候走路横着走都不够威风，得螺旋720度左右，反复横跳，升天入地，翻滚着走。韩哲随便点开了一张，字母 C， 我靠 ，C 级。虽然 C 级也算相对稀有，但是这还是让刚刚脑海里设计走路动作的韩哲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感。算了 ，C 级可以了，或许还是 C 级中相对强势的呢。韩哲点击翻开技能卡片，异次元抽奖机 C 级，你可以把任何带有屏幕的电子仪器改造成你个人专属的抽奖机，你可以付出相应的代价来抽取各种奖励，代价是原来的仪器不同。注意，本技能前3次无冷却，之后有较长冷却时间，是世界的不同冷却时间也不相同。这个抽奖，笑笑说，好像还不错，但是奖励和代价是什么，韩哲现在都不清楚，所以也不好说这个技能的强弱。但是起码是个 C 级技能，应该不会难用到哪去。下一个，这次应该也在沈然的祝福下，会和第1个技能有关，最好是抽奖必中头奖这种神技。韩哲再次从新的10张牌里选取了1张，技能等级 E， 杀猪盘1级，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没参与的博彩，发动本技能，你的前几次抽奖免费，之后每次抽奖费用增加3倍，免费次数是博彩类型不同而不同。这个技能韩哲细读了一下，前几次免费，之后永久费用增加3倍，这不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前几次白拿，然后开始收费不抽不就行了？妙啊！这个技能可以用在自己不打算长期抽的地方上，但是不知道刚刚的这个技能，不同的机器是算不同种，还是整个技能的抽奖都算一种？如果是后者，那对第1个技能来说就真的是纯负面技能了。毕竟第1个技能这种 C 级技能，韩哲不出意外应该会保留长期使用，白拿几次
后期用9涨价就太划不来了。下一个，这次就没有沈儿的祝福，全靠韩哲的运气了。一张牌翻开，等级 D， 韩哲的运气还凑合吧。欺诈师之盾 D 级，你可以随时在面前树立一面盾牌，这个盾牌的规格可以在限度内由你决定，后面的盾牌会代替前面的盾牌，但是这面盾牌没有任何防御效果，只能看见什么攻击都能穿过它。韩哲看完技能的前半句，还在窃喜自己抽到了个还不错的防御技能，但是看到后面，整个人都看呆了，就完全只能唬人用啊。韩哲撇撇嘴，然后是更换技能阶段。韩哲又一次更换技能的机会。韩哲看了看自己手头的这3个技能，其实都还行。欺诈师之盾可能差一点，但是也能接受。换掉弄个新技能，韩哲怕再给自己摇个 F 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出来。之后就是任务描述了。韩哲等待着，却是屏幕一黑，周围的黑了下来。下一秒，韩哲周围亮了起来。沙发、地板、墙纸，看着还算豪华，像是个会客室。韩哲倒是很迷茫，这次怎么没有任务描述就直接跳转了？这是他学了那么多案例都没有发生过的事。系统出错了？韩哲正在这么觉得，面前跳出一个大的信息框：游戏玩命假期即将开始。游戏玩命假期即将开始。游戏类型对抗。游戏难度6。背景描述：博雾山是一个国际著名的度假村，平时山峰周围有薄雾环绕，配合上当地特有的植被，拥有当地特色的美感。再加上当地村民善良好客，一时间吸引了很多游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所原本和谐的度假村外围现在被浓雾环绕，导致整个度假村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游戏规则：本次参与游戏的玩家共有100个，游戏时长共计约10天，分为追杀者、逃亡者2个阵营，每个阵营各有50人。追杀者的任务是尽可能的杀死逃亡者，逃亡者的任务则是让自己存活到游戏结束。追杀者在本局会额外得到以下技能：枪械精通、格斗精通、恢复能力提升、速度增强，可进入度假村周围的迷雾中，并且开局前可以自选武器库中的武器进入游戏，拥有绝对的战力压制。追杀者必须穿黑色的战术背心，可以看到对方阵营头顶的红色3角标记，这个标记不会穿墙显示。逃亡者可以反击，能向村民请求帮助，但不能进入迷雾中。另外，2个阵营中都各有3名卧底，本质为对手阵营。追杀者卧底的任务是保护逃亡者并杀死追杀者，逃亡者卧底的任务则是包尽可能保护追杀者，杀死逃亡者。卧底之间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重要规则：1. 所有村民穿绿色衣服，站在逃亡者这一边，任何任务参与者不能击杀村民，不能穿绿色衣服，否则视为犯规。2. 本次游戏结束后，完全治疗所有胜利的人，包括胜利但是已经死亡的人。3. 每隔一段时间会揭露剩余逃亡者的位置，并且持续揭露一段时间。游戏胜利条件：逃亡者存活到游戏结束即可。追杀者游戏时间耗尽时，击杀人数达到本阵营前20名，或者所有逃亡者死亡，击杀数前3名有额外奖励。犯规将会导致游戏失败。所有语言隔阂已经消除，你可以自由和任何国家的人沟通。祝好运！一口气读完规则，韩哲发现这基本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逃杀类型的游戏。这种类型的游戏，韩哲在案例分析课上学也的比较多，没几十个也有10几个。但自己的这次感觉稍微有些不同，因为这次的逃杀里还有内鬼这个规则，这是韩哲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的。50个人里出3个，不算多，但是感觉也挺麻烦。任务的信息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提示框。准备时间剩余约6小时，距离游戏结束约10天后，全场剩余玩家数100，有6个小时的躲藏时间啊，还挺充裕。但是这个剩余玩家数是在搞什么？不应该是分别显示剩余的逃亡者和追杀者的数量吗？显示个剩余玩家数根本没用啊。韩哲联想到了这次系统居然先传送再显示任务，总感觉是系统可能有点不稳定了。先看看情况吧。韩哲推开房门走了出去，明亮的光伴随着扑面而来的湿气，外面此时已经站了很多人，在七嘴八舌的讨论着。他们都没有穿专门的战术背心或者绿衣服，应该都是逃亡者。韩哲看了看周围，这里是类似公园大门的地方，门两边是2层的楼房，大门上还有博雾山的铜字招牌，显然这里就是博雾山度假村的入口处。这里的确起着薄雾，不过雾实在薄，远处山体的轮廓都能看得差不多。韩哲又回头看去，后面是一条公路，但是往后雾气猛地变浓，公路往后延伸个几10米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度假村的外围有雾气。没错，这个时候旁边的屋子又走出来一个穿着纯绿色保安服的男人，应该就是规则里说的村民。他还戴着绿帽子，太拉风了。这个男人站在了大门旁边的一个台子上，从旁边的桌子上拿了个喇叭开始喊话：各位稍安勿躁，我说2句。人群立刻停了下来。我是这个度假村的保安，你们需要什么？关于度假村有什么疑问，一会都可以来旁边的房间找我。绿帽保安喊话道。另外，我旁边的屋子里还有度假村的地图册，你们可以每人拿1份，不要抢，地图有很多。喊完这些，绿帽保安就下了台子进了屋，然后旁边的人立马就开始向旁边的屋子里挤。不过在场的逃亡者一共就50个人，要挤也不会挤到哪去。很快那个屋子里面就没什么人了。韩哲这个时候再进去，进去的时候韩哲刚好听到2个出来的人的谈话。TND 说是有疑问就问他，
结果问到关于游戏的，就是一问三不知。这种 NPC 投影人不都这个德行？不管了不管了，先找个地方窝起来看情况吧。看样子这些村民并不能提供游戏规则解释之类的帮助。韩哲走进屋子里，里面绿衣服的保安就坐在办公桌后面，在这边桌子上，保安指了指旁边桌上的一摞地图册。韩哲拿起了一个，翻开看了看，地图上的度假村看着还挺大，甚至是有点复杂。韩哲正要走，但是想起来还是转头问了一下保安，有什么武器吗？保安摇了摇头，一共就2个辣椒水喷雾，刚刚都被人要走了。好吧，韩哲有些失望，走出了房间。这个时候就听到外面有一个男生喊得特别大声，几乎是骂出来的。我们中有3个内鬼，知道吗？组队不是找死吗？各走各的，一个人才是最好的。你是猪脑子，还是你就是那个内鬼想害我？循声望去，韩哲看到是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壮汉在骂着旁边一个瘦弱的男人。壮汉骂完，转而又朝着众人喊过去，你们都记住，我们中有3个内鬼，所以说别相信别人，别组队，一个人走就行。谁要跟你组队，肯定就是内鬼要给你使绊子。听了大汉的喊话，众人纷纷用异样的眼光看向瘦弱的男人。显然在众人眼里，这个瘦弱的男人已经很像内鬼了。接着另一边就已经有几个人进入了公园大门，分别独自离开了，并且有更多的人也在这么做。韩哲看到这一幕就觉得不妙了，如果真的听这个壮汉的分开走，那逃亡者们就是超级蠢货了。韩哲正准备开口，人群中先一步响起了一个年轻的男生。喂，你说的不对吧？是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穿着纯白色的笔挺西装，看着比韩哲也就大几岁，但却有韩哲不曾有的满面冷漠。怎么，这位内鬼小兄弟，你有什么高见？大汉转头冷冷看向白西装青年，众人也立刻转头看向白西装青年。我们中既然有内鬼，我们就越应该组队，而且应该多个人组队。白西装青年说。这话怎么讲？大汉看向白西装青年，目光越来越冷。因为当一个人自己走时，很容易被卧底偷袭，而当有其他人在场时，才是卧底最不敢动手的时候。白西装青年放慢了语速道。人群一片哗然。壮汉不以为然。瞧你说的，只要大家都散开，互相隔得远远的，内鬼不也就难以下手了吗？内鬼是难以下手了，那追杀者呢？几个有加速和战斗力增幅的追杀者追杀你一个还不容易，每隔一段时间可是会显示位置的。白西装青年据理力争。被追杀是你运气不好，你运气好不就能躲到游戏结束吗？壮汉又说道。白西装青年冷笑一声，提醒一句，游戏的历程可是足足有10天，这样被逐个击破，逃亡者只会越来越少，到了最后2天，50个追杀者追杀几个逃亡者，就算你活着，你能逆天改命吗？壮汉强作镇定，照你说的，我们组成几个队，不更容易被人一锅端？你还不明白，一味的逃跑，结局一定是全军覆没。这看似是一个狩猎游戏，实际上是一个有优劣方的战斗游戏。我们最有效的战斗方式，自然是以小队行动。白西装青年说完这些，人群更加躁动。这个兄弟说的有道理，你这家伙让我们个跑个的，你才是内鬼吧？人群中响起一个男生指责着壮汉。对，分开跑就是武士这样。你是什么居心？又是一句指责。人群对壮汉越发敌意。壮汉立刻就蔫了，连连摆手。我只是想的不全面，可真的不是内鬼啊！你们相信我，那接下来需要的自己组队，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的自己走就行。白西装青年喊道。和我组队，一起选我！周围的人听了，立刻就往白西装青年身边凑。不过韩哲注意到，凑过去的只有10几个人，还有10几个人根本不为所动。看样子，除了部分完全不动脑子的人以外，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小心谨慎的，不会轻易相信其他人。可以，那逃亡者肯定还有得玩。不好意思，我不需要太多的队友，所以只能请你们悄悄告诉我你们的技能，好方便我选择。白西装青年朝身边众人鞠了一躬。记得千万别喊出来，可还有内鬼在场的。周围的人就开始往白西装耳边凑，包括之前那个壮汉。一开始韩哲还对和白西装青年组队有点兴趣的，毕竟关键时候一个智商在线的队友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直接问技能，这让韩哲不是很能相信他。韩哲就取消了这个打算，转而去找别人组队。正当韩哲看向四周的时候，一个同样20几岁穿着一件黑色风衣的青年从穿过几个人之间穿过，直接朝韩哲凑了过来。一起组队吗？他张口就问韩哲道。韩哲一愣，因为自己刚才和这个黑风衣青年之间隔了好几个人，他一个都没问，直就过来问韩哲，这是奔着自己来的呀？为什么？自己有哪里在这一堆人中很突出吗？可能帅是帅点，但也不至于吧？事出反常，韩哲瞬间警惕了，或许是什么有小算盘的内鬼。为什么专门找我？韩哲问道。没事吗？随缘选的。黑风衣青年淡定说道。那你不选你旁边那几个？我看他们没眼缘。我知道，你怕我是内鬼，对吧？有那么一点。那你这样可没法选啊，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内鬼。难道你就打算不组队了吗？黑风衣男青年笑笑，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50个人里只有3个内鬼，按照比例来说，这个比例并不算高。随便找一个人搭档，内鬼的几率只有寥寥49%。但是为了3个潜在内鬼，导致逃亡者瞻前顾后，互相怀疑猜忌，或许才是更大的损失。
看着韩哲有些动摇，黑风衣青年又继续说道：“你信不过我一个，我们就多找几个人组队，至少7个人一起，这样就算3个内鬼都在我们队伍里，好人也占绝对多数。”韩哲点点头说：“那你现在找了几个人了？”“就你一个，不过马上你想要多少就能来多少。”啊？韩哲没太听明白。黑风衣青年朝韩哲笑笑，然后抬起了右手，他的右手还带着黑色护手。下一秒，黑风衣后退几步，退到了一小块没人的空地，接着他的右手攥拳，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周围几米的地面瞬间呈蛛网状碎裂，裂缝飞速延伸到背后的大门上。博物山3个童字直接被震了下来，全场的目光瞬间聚集在了黑风衣青年的身上。有没有和我一起走的？黑风衣青年直起身，朝着众人喊道：“我。”那些原本围在白西装青年周围的人，没被选上的又纷纷朝黑风衣青年围了过来。原本在观望的人也过来了几个。看样子，在有些人的眼里，白西装青年的所作所为反而更像内鬼在博取信任，而黑风衣青年能更正常一点。黑风衣青年扫了一眼周围聚上来的人，然后他从中拉出来了2个看着就大凶的女生。“你俩？”黑风衣青年淡淡道。韩哲睁大了眼睛，原来这个黑风衣青年和自己有着共同的高雅爱好。韩哲心里的疑虑瞬间又少了一些。2个女生看到自己被选中，也是一阵高兴。韩哲也立马趁势改口：“我靠，我开始怀疑你是内鬼，但是看你的队友选择，你这肯定是正人君子啊！一起走就一起走。”“好。”黑风衣青年朝韩哲点了点头。“等我再选几个。”接下来的事就有点让韩哲意外了，因为黑风衣青年说着，又从周围的人里选出了3个男人。一个瘦弱男人穿着工装裤，看着气质还有点猥琐；一个则是个胖男人，穿着中年男人的标配衬衫西裤，神情倒是还算友善；还有一个也是年轻人，穿着 T 恤，头发染过，皮肤很是白嫩，还戴着耳钉。我们队伍就这些人够了，其他人再组别的队伍吧。黑风衣青年朝着众人笑笑，周围剩下的人失望地退开了。韩哲看着黑风衣青年选的这几个人，他完全看不明白。开始韩哲还以为遇到了个好色的，专挑女人选，但是他又选了4个男人。韩哲又下意识觉得黑风衣青年是从后面跟来的人里选的，这些人可能相对而言不从众不跟风，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实际上，这些人里面有2个是之前白西装一发言就聚过去求组队的人。至此，这些人算上自己，并没有任何共同点。这家伙到底是依据什么选的？难道他能知道别人的技能，还是真的就是随便选？韩哲思考着。这个时候，2个女生之中也是鞠了一躬，然后一个直接开始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风染。”“别急。”黑风衣青年打断了叫风染的女生：“这里人多，周围的人里肯定有内鬼，聊天会被偷听，我们往里走走再聊。”众人点了点头。7人于是没有再说话，直接走进了大门。进了大门后是条林荫大道，之前进来的人已经看不见了。黑风衣青年带着众人沿着路走了一段，然后进了旁边的一个僻静树林。“继续自我介绍吧，我们总不能一直称对方那个男的那个女的吧？”风衣男青年说。“对，刚刚是风染，现在该下一个了。”胖男人道。“不是风染，是风染，枫叶的枫，染色的染。”叫风染的女生纠正：“我们7个人名字一下记不住的，不如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把技能带上，用技能叫名字吧。”“好记。”另一个女生说道。“可以。”众人点点头，韩哲也跟着点了点头。这其实也是很多组队游戏的惯例。“那我先来，我的技能有4个。”这个女生继续说道，分别是吞剑术皇后，我吃进嘴里的东西，就算顶到喉咙也不会痛和受伤；红色扩张，我可以把百事可乐转化成可口可乐；水源挖掘，我在任何地方抠几下，就会有一股可以饮用的清水喷出来，也就是说，我能给大家提供饮水。这些技能有2个听着。韩哲皱了皱眉，但是看其他人都没什么反应，韩哲只能也做出淡定的表情。“有没有什么泛用性高点的技能？”旁边的瘦弱青年开口说道。女生连忙点了点头：“有的，我的第4个技能是迪士尼在逃公主，我能以公主的身份随机召唤迪士尼童话世界里的王子、骑士、皇后、猎人，他们也会把我当公主侍奉。笑傲文学，听着还行，能演示一下吗？”瘦弱青年说。“好。”女生双眼一闭，发动了技能。一个身穿盔甲的骑士出现在她的身边，手中是标准的长剑和盾牌，看着就是迪士尼里面烂大街的那种骑士。“公主殿下。”这个骑士接着向着召唤他出来的女生单膝跪拜，看着挺帅，不知道战斗力怎么样，能让他来2下看看吗？耳钉男人说道。女生点了点头，转而对骑士下命令：“把你的战斗能力秀给大家看看。”“遵命。”骑士站起身，握紧长剑，对着旁边的一棵树一个横劈，剑的劈开带起一阵风压，让韩哲几乎睁不开眼睛。等风压过后，骑士面前一片的树已经都直接被拦腰切断，林中瞬间多了一小片空地，有点牛批。众人直接鼓掌，韩哲也有点被震撼到了。迪士尼的骑士不是只会在主角唱歌的时候跟着伴舞吗？这个怎么这么强？这哪是迪士尼的骑士，增强太严重，这得是西方魔幻类爽文里的骑士了。骑士表演完，默默回到了女生的身旁，透过她全盔的缝隙，韩哲能看到一双警惕的眼睛。这就是我的全部技能了。女生朝众人鞠了个躬说：“强。”瘦弱青年连连点头。“这个技能有冷却吗？”胖男人问道。“有，
看说明上，召唤物只能持续30分钟，之后有4小时冷却。虽然不能持续作战，但战力也还行。胖男人点了点头。女生看着身旁的骑士点了点头。那既然你的技能主要是提供饮水和当公主，那我们直接叫你水公主。胖男人继续说道。水公主？说实话，韩哲听到这个称呼，只有一个感觉，有点难听。但是那个女生倒是不介意，直接冲胖男人点了点头。这个称呼也好记，就这个吧。本人都接纳了，那韩哲就没必要说什么了。水公主，这个名字确实好记。下一个我来说。站在水公主旁边穿工装裤的瘦弱青年开口说，我有一个技能是汽车人做梦会梦见盗气公羊吗？我抽到的所有技能都会和汽车有关，所以我的所有技能都是汽车类。买你妈的保险，我开车怎么出车祸都是对方全责。汽车人极限治疗术，我可以在没有工具材料的情况下摸一下就修好一辆汽车。等等，这个修理技能冷却是多少？耳钉男打断道。5分钟。就5分钟？对，5分钟后就能用下一次。我靠，这个技能还挺强啊。耳钉男惊讶道。是啊，这你在现实世界开个修车厂，不得把全市的车都修了？胖男人说道。瘦弱青年摇了摇头。不行，这个技能也消耗体力，基本上修个几次我就支撑不住了。好吧。胖男人说。那个，既然你能无材料修车，那你能把一个螺丝钉修成奥迪不？韩哲突然开口道。其他人瞬间沉默了。也不行，得车的主体在才行。瘦弱青年摇摇头回答。你还有别的技能的吗？胖男人问道。还有2个，分别是印度卡车，我坐的车能坐下10倍的人数，还有汽车升级，我能把低配的汽车升级成同型号的高配汽车，能坐10倍的人，那岂不是摩托车都能当客车用？耳钉男意外道。算是吧。那个汽车升级就是能随意改装汽车了？韩哲问道。这倒不是，只能升级成厂家那里有的方案，比如加个中控大屏、侧面安全气囊、高保真音响什么的，其实放在这里也不是很有用。瘦弱青年无奈道。行吧。韩哲有点失望。那你这个称号就好起了，直接叫你汽修工不就行了？胖男人说。可以。瘦弱青年点点头。介绍完毕，下一个。被称为汽修工的瘦弱青年右边是戴耳钉的那个青年，他也很痛快地开了口。我值得一提的技能其实就3个，我人生的专属 BGM，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周围会响起对应的背景音乐，可以手动关闭。响音乐？众人一愣。就是这样。耳钉青年说完，他身上响起了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听上去就像是在面前演奏。现在我们比较休闲，就能想点轻松的，要是气氛紧张起来，就能想一些紧张的摇滚之类的。感觉好没用的技能。韩哲暗自撇嘴。还不错啦，能够给调节情绪。之前那个叫风染的女生说。接着耳钉青年关掉了音乐，继续说，我还有2个技能，是单兵反坦克飞刀，我的飞刀命中敌人会导致大爆炸。瓦坎达福埃沃，我可以用芯片和电路板制造冷兵器，用这些冷兵器攻击敌人必定命中。那你用电路板制造飞刀不就几乎无敌了？韩哲惊道。应该是这样。耳钉青年点了点头。众人一阵惊叹，神人竟然在我身边。尤其是水公主看耳钉青年的眼神都变了。那小兄弟，你的称号直接叫你飞刀小哥吧。胖男人说。飞刀哥吧，方便点。耳钉青年淡淡道。好。几个人一致同意。飞刀哥过后就到黑风衣青年了。莫苍，沧海的沧。黑风衣青年开口先报了个名字，接着众人等了他一小会，他也没有再开口。不是就没了？技能呢？胖男人问道。我本身就只说自我介绍，没让你们报技能，是你们自愿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莫苍说。这胖男人一阵语塞，先前报了技能的几个人直接目瞪口呆。而且别忘了，我们中可能还有内鬼，你着急接自己老底好上路，我可不送你。莫苍依旧是一句补充，语气虽然不冷，但是整句话的意识都充满着冷意，这让韩哲有点郁闷。这家伙刚刚还挺友好，现在怎么就开始冷起来了？胖男人点了点头。莫苍说的对，我们好像确实不应该太早报技能。那我就光说我的名字，你们叫我胖涛就行。那不行。飞刀哥有点来气，直接凑到了莫苍面前。凭什么我们报了道，你们就不报？要报就都报。好像没说逃亡者不能杀逃亡者吧？莫苍冷冷一句，朝外伸出了手掌，比之前骑士的还要强大的风压喷涌而出。他手掌前的10几棵树瞬间被一扫而空，更大的一块空的出现了。骑士立刻把水公主护在身后。飞刀哥看着面前更大的一片空的，脸上立刻变成了笑容。算了，反正我的技能也没什么太致命的弱点，说出来就说出来了吧。就是嘛，大家都是队友，是利益共同体，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旁边的胖涛赶紧来打圆场。莫苍没有说话，只是收起了手掌，看向韩哲。韩哲，寒冷的寒，哲学的哲。韩哲也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韩哲也不打算说出自己的技能，一个是因为前2个抽奖技能他还没搞明白，一个是因为第3个技能是纯唬人的，说出来就露馅了。短暂的沉默，几个人看对方的眼神都不太一样了。胖涛开口转移了话题。那现在我们去哪？有什么好建议吗？众人纷纷打开了地图册。韩哲看了看地图册，这个度假村实际上有2座山峰，一个高一个矮，矮的上面景点和娱乐项目多一些，也密集一些。先去商业街吧。韩哲开口道。
那里店铺多，物资也多，我们至少先去那里补给一下。毕竟这场游戏要进行10天，没吃的喝的可不行。胖涛连连点头，对对对，反正还有6个小时，我们先补给一下再决定去哪里。其他人也跟着表示同意。不过商业街路远，地图显示前面有个观光车站，我们从那里坐车去吧。胖涛继续说。众人依然没有异议。队伍出发，沿着林荫道走了几百米，众人果然看到一个小木屋，后面的空地上停着10几辆观光车。韩哲原本还觉得这些车能在后面利用到，但是看到车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种观光车就是一个底盘几个座位加一个顶棚的电动小车，连车门都没有，充其量就能带个步。要是用这个逃命，那基本上就是活靶子。小屋里也坐着个穿绿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胖涛一问他，他就把车钥匙掏出来了，随便开，不用还，到处都有电瓶点，没电了去换个电瓶就行。这个工作人员很爽快道。众人简单答谢了一下，上了一辆观光车。这辆车很新，新到车身的红漆都是新上的。韩哲不小心摸了一把，就满左手都是红漆。笑傲文学。车是8座的，但是骑士身上的盔甲太重太大，有点坐不下。水公主就直接把技能取消掉了，骑士从众人眼前消失。接着由汽修工开车，观光车沿着道路向着矮山山脚的商业街行驶。沿途的景色确实不错，带着薄雾山野，韩哲之前只在电脑壁纸上见过。一路上飞刀哥在后座直接发动技能开始响钢琴曲，2个女生在前座聊天，聊的是韩哲不太懂的星座，倒真有些度假的感觉了。10几分钟后，商业街到了，是在山脚下的一片矮屋，与其说是街道，看着更像是一个小镇子。入口处是一个牌坊，汽修工把车停下观望。一个老头就站在入口的牌坊下，留着山羊胡，穿着的绿色衣服，看着很古朴，笑眯眯地看着众人。几位，我是这个度假村的村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吃的喝的有吗？胖涛问道。当然有，我们度假村的有很多特色菜的。村长点点头。我指的是能带走的。那当然也有啊，里面有商店，你们是贵客，看到什么随便拿就行。村长依旧笑眯眯的点头。随便拿，这3个字韩哲听着都舒服。汽修工也是点点头，开动车进了牌坊。那谢谢老爷爷了。车上的2个女生还不忘冲老头答谢。石板的地面，两边是古朴的店铺，不过挺冷清。除了各个店铺门口站着穿绿衣服的店员，也只有几个村民在街上走。店铺倒是很多，纪念品店、登山装备店、餐馆、超市。众人先去登山装备店，一人拿了一个背包，用来装补给品。登山装备店的店员也是不收钱，让众人直接拿就行。韩哲直接就拿了一个登山包里相对轻便的款式。物资得带，但是不能太影响行动。接着韩哲看见了店员的收银电脑，韩哲想借用这个电脑发动技能改装成抽奖机试试效果，但是还没等韩哲开口，飞刀男就先向店员开口了。这个电脑借我用用。飞刀男说。当然可以。店员欣然同意。谢了。接着飞刀男直接抱起来了电脑的机箱，然后他往地上狠狠的一砸，咚一声闷响，机箱被砸个粉碎。韩哲几个人也是一惊。接着飞刀哥直接从机箱碎块里面翻找电路板，这小子是真不客气啊。韩哲转头又看了看店员，店员开始也是惊讶，但转而就恢复了礼貌的微笑，看着根本就无所谓，真的是全力支持逃亡者呀。这样一来，韩哲直接就去了隔壁的店铺，找了找带屏幕的机器。隔壁是个杂货小店，韩哲进去是一个穿绿衣服的老头看店。大爷，您出去凉快会。韩哲直接说。好嘞。看店的大爷直接带着扇子出去了。接着韩哲就开始翻店里的东西，找有屏幕的机器。技能上说，不同的机器改造的抽奖机抽奖代价有不同，前3次都是免冷却，所以韩哲打算找到3个，一口气都改造了，看看代价究竟有什么区别。有屏幕的机器，韩哲很快就找到了3个，一个是柜台上的收银机，一个是抽屉里的一个老式手机，一个是墙上的壁挂电视。韩哲先是改造了收银机，原本显示价格的收银机立刻换了显示内容。您好，您是否现在进行抽奖？抽奖每次消耗100万元本世界的货币。100万？本世界？就是这个度假村世界的钱。韩哲抽出收银机的抽屉，把收银机里面的钱掏了出来看了看，面值最大的是200的，上面画的就是韩哲所在的商业区的风景。转过来，另一面是之前那个老村长的画像，画像上的老村长还比着剪刀手，上面还有一行字：博物山银行。好怪哦。韩哲稍微看了看收银机里的所有钱，加起来也不超过1万，这100万感觉把整个度假村刮一遍都凑不够，看样子还得使用韩哲自己抽到的那个技能免费抽钱几次。不过在那之前，韩哲还是先看了看别的机器上的代价。韩哲又拿起了柜台抽屉里的那个老式手机，这个手机的款式实在是太老了，一个大长方形上面加上几个塑料按钮，屏幕还是黑白像素的，靠背光灯点亮，这就不算手机，应该叫移动电话。韩哲发动技能，移动电话的屏幕上也显示了同样的内容。不过这个抽奖每次的代价也不是钱了，抽奖每次消耗你移动1000公里。移动1000公里，只说移动应该是能坐车，但是坐车这1000公里也离谱啊。在高速公路上开1000公里可能还凑合，但是在这小度假村1000公里得绕多少圈？等绕完都够追杀者给自己杀多少次了。韩哲放下移动电话，看向旁边的壁挂电视。收银机改造的需要钱抽奖，
移动电话改造的需要像个笨蛋移动很远才能抽次奖，那电视呢？表演一个节目才能抽奖？估计不是，这样也太便宜了。按照前2个机器的尿性，这个不会这么简单，估计得是表演一个节目，至少得有1万观众看到表演才能抽奖。韩哲这么想着，对着电视发动了改装技能，但是下一秒，韩哲就看到了弹窗浮现在自己右边，无法使用，你的技能还在冷却中，无法使用。韩哲就是一愣，不是免冷却3次吗？怎么这才免了2次就不能用了？虚假宣传是吧？韩哲在思考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3次免冷却，第1次用技能免冷却，第2次技能免冷却，第3次用技能免冷却，第3次、第4次技能进入冷却，这算下来应该是能用4次技能了。怎么自己就用了2次就进入冷却了？还有2次哪去了？韩哲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来一个解释。难道有人能偷技能的次数？韩哲只觉得背后发冷，要是这样，那这个技能确实有些变态了，而且这个人还在自己周围，难道队伍里现在就有内鬼？韩哲下意识地往门外瞄了瞄，此时队伍2个女生还在对面的纪念品商店兴高采烈地挑着纪念品，看是看不出来的。多想无益，韩哲还是回到了自己的2个抽奖机前，用技能杀猪盘吗？韩哲还是不能确定自己的技能改造的抽奖机，不同的机器在杀猪盘的技能里算不同的抽奖，还是同一种抽奖？如果算同一种，几次免费之后，以后各个抽奖机的代价永久涨价3倍，韩哲完全吃不消。但是好像不用的话，1次抽奖的代价韩哲都支付不起。算了，用吧。如果真的算同一种，游戏结束后不保留杀猪盘这个技能，是不是副作用也就消失了？好，发现了 bug。韩哲想到这里，先是对收银机发动了技能杀猪盘，果然收银机上显示的抽奖价格变成免费了。韩哲按下了回车，直接开始抽奖。恭喜你获得了奖品。收银机的抽屉瞬间收回，然后又一下弹了出来，一起跟弹出来的是一卷塑料布包裹的灰白色的东西和一张纸。韩哲把灰白色的东西从塑料布里取出来，展开，发现这是一个像迷彩登山包一样的东西。抽奖就给个破包，韩哲很失望。他捡起来了旁边的纸看了看，这才发现这张纸是说明书。3级包，这个背包最多可以相当于装多个普通背包体积的物品，重量不会改变。但是当你背着本背包趴在草地里时，你会强制变得格外显眼。这说明有特殊效果的物品吗？韩哲试着从旁边的货架上拿了好几瓶水放进背包，再提了提背包，轻的还是像个空背包。韩哲再打开背包查看，发现放进去的水在背包很深的地方，韩哲用力伸胳膊才能够到。韩哲这才看出来背包里面的空间居然比背包的实际体积还要大多了，只不过因为内衬是黑色，韩哲放水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什么次元空间背包？神器啊！如果抽出来的东西都是这种神器，那韩哲这个技能也是神技啊！那我自己能钻进去躲避吗？韩哲比划了一下，不行，背包口太小，塞个胳膊已经是极限。算了，就当超级背包用吧。韩哲直接不客气了，把货架上的吃的喝的都往背包塞，感觉塞的食物都够自己吃1个月了。韩哲看了看背包，不过只装了一半，强，留下空间装别的吧。韩哲转头看向自己用收银机改的抽奖机，韩哲这才看到刚刚自己的背包即使是折叠起来的，也比收银机的抽屉口大不少，这也能出来，好像也没毛病。毕竟背包都有次元空间了，抽奖机有一个次元出口还不正常。下一次抽奖显示依然免费。韩哲继续点回车，这次飞出来的是2张纸，一张大卷着，一张小飘着。大的看着像是报纸之类的，不过没有字，小的果然也是说明书。笑傲文学，小道消息报纸，摇晃生效。本报纸会隔一段时间生成当前世界的新闻，优先显示当地新闻，但是有夸大报道的嫌疑。新闻。韩哲打开报纸，上面确实什么都没有。接着韩哲摇晃了一下，果然出现了新闻的文字和一张照片。韩哲看了眼照片，照片上的场景韩哲还认识。照片上正是自己进度假村时的景象，那个穿戴绿衣绿帽的保安站在中间的台子上，给台下的众人讲度假村的事项。韩哲甚至在里面找到了之前的白西装青年的背影，这就是他刚刚经历的。真能显示最近的新闻图像啊！但是看了眼旁边的报道标题，韩哲立刻睁大了眼睛。化悲痛为动力，某度假村保安被老婆戴绿帽子，靠努力成为绿帽受害者交流会讲师。这什么鬼标题？韩哲往下看报道具体的内容，大概和标题差不多，讲的就是这个保安被戴了绿帽子，然后创办了绿帽受害者交流会，吸引来了大批会员。作为首席讲师，他戴着绿色的帽子作为标志，每天劝勉各位绿帽受害者。好家伙，我成绿帽子受害者交流会的会员了，这生成的什么玩意？韩哲这才意识到说明书上有夸大报道的嫌疑是什么意思了。这哪是夸大，这完全是为了夺人眼球胡扯了。无良媒体，这种毫无真实性的报纸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看样子这个抽奖能抽到很有用的东西，也有没用的东西，有点看运气。韩哲下意识想丢掉，但是又想到了一件事，这报纸上的报道是假的，但是生成的照片可是真的，自己只看照片不就行了吗？看这个报纸的情况，隔一段时间就能生成这个度假村里事情的画面，这或许是重要的信息来源，有点用，收起来。
韩哲把报纸收进背包。下一个抽奖，这次弹出来的是一个电视遥控器样子的东西和说明书。神奇遥控器，本遥控器可以兼容任何电视。当本遥控器的电视被贞子控制，贞子出来时会强制屁股先钻出来。这好怪啊！韩哲一时间也想不出来这个遥控器还有什么别的用。同样收起来。下一个，这次直接飞出来一张纸，上面是4个大字：谢谢惠顾。居然还有空奖啊！韩哲直接丢掉。不谢，我也没花钱。下一个，这次飞出来的是一小黑盒子。韩哲看了看说明书，捉奸机器人，按下盒子上的按钮，可以召唤一个机器人，可以替你开车，这样你就可以让机器人假装你开车离开，你好杀个回马枪回家。然后就是机器人的具体用法，韩哲简简单单扫了一眼，这个玩意用途有点离谱，不过好像说能替我开车。下一个，这次出来的是一双筷子，看着普普通通，上厕所专用筷，你可以拿着这本筷子去厕所，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你是去厕所上大号了，可以充分缓解你的尴尬。等等，这个功能韩哲看懂了，但是还是有点不懂。他不懂的不是功能，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功能。而且最重要的，看完说明书，韩哲发现这不就是一双普通的筷子吗？算了，下一个，这一次掉出来的是一把匕首，看着有点眼熟，像是游戏里的东西。看看说明书，也是游戏里的东西。闪电匕首，本匕首可以小幅提升你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唯一被动电弧，你用本匕首攻击的时候，有30%的概览播放电音。啥？电音？韩哲看傻了，看似是个武器，实际上是个音响。不过前半节小幅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的增强还是有点用的。装好。下一个，这一次倒是没有什么东西出来，屏幕上只有提示，抽奖需要400万，你的余额不足。看样子免费次数没了，价格也暴涨了300%。韩哲赶紧对着旁边移动电话改装的抽奖机发动了杀猪盘，然后再看移动电话改装的抽奖机的价格，是免费，不同的机器算不同种类，不通用。韩哲一阵狂喜，又能白抽几次了。韩哲立刻开始了免费抽奖。这个移动电话抽奖机东西是从手机的后盖里面弹出来的，第一个弹出来的就是谢谢惠顾的空奖，开门黑啊。下一个，这次弹出来的是一个木质小吊牌，上面还有着打开的书的浮雕图案。看看说明书，专心致志护身符，还在文艺学习就有漂亮女人找你约会而烦恼，现在有了本护身符，告别学习分心，把本护身符带在身边，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一旦再有漂亮女人打扰你，本护身符会强制打断对方对你的打扰，让你专心学习，成为国家栋梁，指日可待。我靠，这韩哲有点不太好评价。现实里真的这种有厌恶美色、专心学习做事的人吗？也许有，但是韩哲不是，他巴不得天天有大胸绝世美女约自己出去呢。这个护身符对韩哲是没什么用了，不过好歹是个特效物品，先留着吧，放进包里。之后是几个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和几个空奖，小玩意有点特殊效果，但是感觉只有娱乐性，没有实用性。韩哲继续抽，这一次出来了一个罐头一样的东西，上面还画着2条狗，沉甸甸的，什么东西？总不能是狗粮罐头吧？韩哲看了一眼说明书，等他看完了说明书，却被这样东西深深的震撼到了。按照说明书，这样东西只能使用1次，但是效果很强。韩哲能打包票，有追杀者追杀自己，只要他用了这个东西，立马就能保住自己的命一段时间。保命神器，这么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韩哲默默把保命神器放进背包，想在抽时免费次数已经用完了，可惜。韩哲看了看自己的抽到这些东西，虽然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好像还是很有用的。这个抽奖抽到好东西的几率其实也能接受，尤其是在全部是免费抽的情况下。不错，是个准神器了。韩哲还算满意。等韩哲装完东西出来，其他人都已经在等了。基本上每个人都是登山包，2个女生的包要小不少，而莫仓直接就是个单肩包，看着里面就装不了多少东西。你这包里的东西能够吃吗？胖涛看着莫仓的小包关心道。够用，我吃的不多。莫仓淡淡回复一句，别想着蹭我们的呀，我们自己的都不够吃。飞刀哥说，不会。莫仓又是简单的2个字，就把目光移向别处去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去哪里？胖涛问道。去地形复杂的树林会不会好一点？对手搜索我们比较难。叫风染的女生提议。好主意啊。胖涛点点头。别，飞刀哥连忙摆手拒绝，密林不方便我锁定敌人。那你建议去哪里？风染问道。最好是去个周围开阔的高处，大老远就能看见敌人，我一个飞刀全部是成熟。飞刀哥的话语很是自信。韩哲立即开口表示同意。我也觉得在一个视野开阔的高处先下手为强比较好。笑傲文学。韩哲的背包因为副作用在草丛里会非常扎眼，所以韩哲也并不想去林子里，那就找个高地。胖涛说着看向了旁边的莫仓。莫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莫仓连头都没转，仿佛什么都和他没关系。那还有谁有不同意见吗？胖涛又问其他人，其他人也是纷纷摇头。
于是众人一致决定，就近挑选一个高处。这个高处其实很好选，周围的高处只有山和楼房，山上的视野并不开阔，所以还是选择一个高些的楼。最符合的楼房，众人一眼就看到了，是商业街后面的博物山酒店，有10几层，比其他的房子都高了一大截。众人来到酒店探查，发现这个酒店还有很多优势。首先，这栋楼周围除了对接4层楼高的饭店，其他都是平房，外面是商业街后面的大路，视野非常开阔。其次，这栋楼内部空间比较大，可以方便周旋。这栋楼后面还有个巷子，楼体外部还有逃生楼梯，一旦情况不妙，可以快速从后面的巷子快速逃走。最重要的是，床很舒服，这比躲在林子里当野人强多了。众人分别在5楼挑了个房间，原因是楼层太高不好快速转移，楼层太低又没有开阔的视野。那个观光车停在楼下的巷子里，门口还有一辆酒店的厢式货车。众人问酒店经理要了钥匙，必要时可以开着货车离开。在酒店免费用过大餐，众人就开始休息，养精蓄锐。4个多小时后，众人聚到了一起，严阵以待。片刻之后，众人眼前都显示了一个公告弹窗，准备时间已经结束，追杀者正式进场。第一次显示位置已经开始，首次显示时间减少，本次显示时间剩余19分钟59秒。接着，韩哲看到了自己和其他人头顶发出了一道红色光柱，这道光柱似乎不会被墙面阻隔，直接穿过了头顶的天花板，向上延伸。韩哲看向窗外，远处他也能看到很多红色光柱，这些光柱也完全不受薄雾的影响，隔着很远都能看清楚，这是其他的逃亡者的位置。韩哲仔细看过去，最近的光束在身后矮山半山坡的树林里，是4道光密集在一起，有3道光在2山之间的薄雾湖里，看样子是躲在了湖中央的小岛上，还有好几道密集的光在高山的山顶，看样子高山的山顶还是个热门躲避点。接着就是散在各个景点的光束，什么温泉、树林迷宫、薄雾石桥等都有光束，还有不少四散的单条光束，应该就是各个独行侠。缆车方向还有一个在光束在移动，应该是坐在了缆车上。正如白西装青年所说，按照这种显示，想一直躲在一个地方不被人找到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是得靠战斗。韩哲、飞刀哥、汽修工3个人躲在酒店的一房间窗口处，其他4个人则在另外方向的房间上，确保敌人从哪个方向过来都能被立刻发现。其实战斗的主力就是飞刀哥，其他人不过是当个观察员而已，只要一发现就靠飞刀哥炸了。敌人若还能冲到近处，就让莫仓和水公主出手。紧张的显示时间一晃而过，众人头顶的光束闪了一下，消失了。现在追杀者不知道众人的位置了，追杀者到现在还是没露面。果然只有区区20分钟的显示时间，根本不够追杀者跑过来的。B 计划开始，众人迅速下楼，从平房的房顶转移到旁边的饭店里。现在没有了显示，就算有追杀者追过来，也顶多追到原本的博物山酒店的楼上去，很难知道众人躲在这里。那时候飞刀哥再出手，可以打对手个措手不及。韩哲、维修工、飞刀哥躲在饭店的4楼包厢的阳台上。韩哲微微站起，只探了一点点头，观察着外面的情况。果然，不远处一辆高尔夫球车从商业街那边开了过来。这种车比观光车还简陋，很小，只能坐2个人，背后一般就能放几个高尔夫球球袋。2个穿着黑色战术背心、戴着墨镜的人就在车上。追杀者！车子很快停在了外面的大路上。2个人下了车，向四周张望，接着就看向了他们面前博物山大酒店的高楼。韩哲则看到了他们手中的枪，一个拿的是狙击枪，一个是自动步枪。韩哲立刻把探出的那一点点头缩了下来，确保对面看不到自己。就在楼下的大路中间，有2个坐的高尔夫球车。韩哲冲飞刀哥小声说道。飞刀哥冷哼一声，蠢嚯，居然连个掩体都不屑躲，看我一飞刀全部炸成碎块。说着，飞刀哥拿起了一把用电路板制成的飞刀。砰！飞刀哥拿起飞刀的同时，就是一声枪响，灰尘瞬间四溢，韩哲一下看不清周围了，灰尘还把韩哲呛得想咳嗽。下一秒，韩哲仔细一看，睁大了眼睛，面前的阳台的侧壁上多了个大洞，旁边飞刀哥的脑袋上也已经多了个血洞，倒在了旁边，已经断气了。韩哲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很确信自己从头到尾应该都没露出墙外。我靠，直接隔着墙先一步打死了，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呀？是透视能力吗？此时此刻，楼下的那2个戴墨镜的2个男人，其中一个缓缓放下了狙击枪，这就干掉了呀。拿自动步枪的男人笑笑，干掉了是干掉了，但是总觉得对面有点看不起我。拿狙击枪的男人摇了摇头，我也这么觉得。拿自动步枪的男人点了点头，不过你说这几个笨蛋会不会真的没意识到他们头上的标露出来了？估计是。笨蛋吗？我还是全干掉吧。拿狙击步枪的男人举起了枪，瞄准了刚才那个阳台。在男人的眼中，此时的那个阳台矮墙上2个红色倒三角形标志正在漂浮在空中，这正是韩哲和汽修工头上的标记。不过嘛，在那之前先吃点东西吧。一个暗红色的苹果出现在皇后模样女人的右手漂浮，那是……韩哲立刻想到这个皇后到底为什么眼熟了。等等！韩哲大喊，不过还是晚了。皇后模样的女人一个闪身到了水公主面前，拿起手中的苹果就往水公主嘴里猛塞。给我吃！这苹果塞的力量很大，甚至直接就把水公主摁倒了。韩哲冲上前阻拦，
皇后模样的女人又是一个闪身到了众人身后，她的脸上只剩下了满足的笑容。这次是氰化物苹果，尝到一点就会秒死，就算遇到西坛鸡一样的王子，嘴巴轻烂也就不了你。皇后模样的女人冷笑道。韩哲转头再查看水公主的情况，她睁着眼睛倒在地上，深红色的苹果已经塞满了她的整个口腔，嘴角几乎都被撕裂，她已经没了呼吸。这一连串发生的太快了，其他人甚至都没明白怎么回事。韩哲倒是明白了，眼前的这个皇后是白雪公主里的母后，水公主的能力是召唤的人把她当公主侍奉，那这个皇后自然会把她当白雪公主弄死了。但是韩哲什么都做不了，氰化物中毒，救无可救。此时皇后模样的女人满意的转头看向自己右手的镜子，魔镜啊魔镜，现在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镜子上显示出了一个女人的画面。皇后陛下，现在世上最美的女人躲在博雾山的山顶上，凭什么她又是最美的女人了？皇后模样的女人怒了，她虽然颜值不如您，但是她有超级大到吓死人的70克罩杯案。啊！皇后发出一阵嚎叫，我这就去杀了她。皇后瞬间消失，留下了完全傻眼的众人。片刻之后，众人面面相觑，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莫仓兄弟，你出个手。胖涛说着，转头看向莫仓。但是当胖涛看向莫仓原本站的位置时，他又呆住了。莫仓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人影。莫仓呢？胖涛看向四周，依然不见莫仓。没莫仓，我们怎么办？胖涛愣道。还能怎么办？赶紧跑啊！韩哲说着，已经朝着另一个楼梯动身了。能过2招的战斗人员死的死，跑的跑。韩哲现在再不跑，就真的来不及了。虽然韩哲有个极度之神的恩赐，如果能触发，韩哲肉搏战或许能占绝对优势。但毕竟对手是2个有枪的大爹，还有不少专业战斗技能加持，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枪又准又快。韩哲的技能又不是抗日奇侠，根本不能让他在2把现代热武器前面有点胜算。跑才是上策。2个拿着枪的男人很是警惕地摸着上楼，每一步都很小心。刚上到3楼，就听到了4楼传来了女人的尖叫。这上面怎么回事啊？拿着狙击枪的男人狐疑道。对啊，我们还没上去呢，他们鬼叫什么啊？拿着步枪的男人也是很疑惑，会不会是已经有同行上去了？有可能，我们再等等，听听上面的动静。2个人在3楼等了一会，楼上再没出现任何响动，他们只好再缓缓摸上去。推开门，2个人就傻眼了。一个年轻女人含着一个暗红色大苹果躺在地上，2人查看情况，女人已经死了。这什么情况啊？总不能是整个吃苹果把自己噎死了吧？拿狙击枪的男人奇怪道。不知道啊，我也想不出来解释。2个拿枪的人看着地上的尸体，陷入沉思。此时的韩哲等人已经从另一侧的楼梯逃到了1楼，下一步怎么办倒是个问题。战士肯定不能站的，韩哲没勇倒顶着2个枪口的火力去跟人肉搏，开车逃走比较危险。引擎一响，傻子也知道有人要开车跑，对面开车追，还有枪，韩哲等人未必能逃脱。徒步逃走就更冒险了，一旦被发现，根本就跑不掉。相比而言，倒似乎有个更稳妥的选择，因为现在显示逃亡者的位置的时间已经过去，所以事实上韩哲等人只要躲在一个地方，避开敌人的视线就行。于是韩哲提议众人暂时就躲在1楼的后厨，其他几个人都是慌了神，现在真的是韩哲说什么他们也就听什么，纷纷表示同意。不过如果敌人地毯式搜索，对韩哲几个人来说还是比较危险，所以韩哲取出了之前抽到的那个小黑盒子，这是捉奸机器人。韩哲感觉现在是他唯一的用处了。韩哲几步跑出1楼的门，来到了事先准备好的货车前，按下盒子上的黑色小按钮，捉奸机器人这个盒子瞬间打开，一个充气人偶迅速膨胀，很快成型。这家伙的衣服居然是直接复制韩哲身上穿的休闲服，原本的盒子也成了他腋下的公文包，不过脸就是个简单的笑脸，看着傻不拉几的。旁边的几个人都看呆了，这是什么？看着还有点风染，奇怪道。这是诱饵机器人。韩哲简单回答了一下，把充气人偶塞进货车的驾驶席，充气人偶瞬间开始自己活动，2个没有手指的充气元手放在了方向盘上，发动汽车，引擎声倒不是很响，韩哲怕楼上听不见，还按了2下车喇叭。一路顺风。韩哲接着关上车门，捉奸机器人隔着车窗还冲韩哲傻笑着点了点头，开动了货车。接着韩哲喊着众人躲进了1楼饭店的后厨房，在里面找了个碗柜，躲到了碗柜后面。几人把头埋得很低，确定不会把头顶的标志露出来。旁边穿着绿衣服切菜的厨师全程看在眼里，但是他看了众人一眼，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继续切菜了。的确很配合。片刻之后，2个拿着枪的男人就真的火急火燎的从楼上跑了下来。他妈的，上车追！拿着步枪的男人说着就往高尔夫球车上跑。2个人真的开着高尔夫球车追过去了。他们开走后不久，很快就有枪声传过来，应该是这俩人边追边开枪。枪声逐渐远去，最后完全听不见了，应该是走远了。走走走，我们现在赶紧换地方。韩哲从后厨钻了出来，慌张的众人也是连忙跟上。韩哲带着众人沿着饭店后树林的一条林间小路，几乎是狂奔着离开。跑了好一段路，看见路边有几个石桌石凳，众人才选择坐下歇息。除了韩哲以外，其他人都负重不少，自然需要歇息。坐下休息的时候，包括韩哲在内，
每个人的情绪都有些低落，甚至是沮丧。有对短时间失去2个队友的悲伤，但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悲观想象。2个追杀者就能追着众人抱头鼠窜，以后怎么办？韩哲有点受不了压抑的气氛，从背包里翻出轻松喷雾，在众人之间喷了一圈。轻松喷雾，本喷雾对着人喷，可以立刻舒缓目标的情绪。这东西效果简单，但也算是韩哲抽到的那些有意思的小玩意中比较实用的一个。其他人的眉头这才舒展。这是什么？喷了以后心情立刻就好了。风冉好奇道。轻松喷雾，喷一下可以让情绪愉快。韩哲回答。这是你的技能吗？风冉问道。对，我的技能不是能抽奖吗？有时候就会抽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韩哲说道。那刚刚那个会开车的诱饵机器人也是？胖涛问道。是的。韩哲点点头。那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好玩的东西？风冉来了兴趣。有，但是可能也不算很好玩。那你拿出来给我们看几个呗。风冉满面期待。行。韩哲在包里摸了摸，终于掏出一个小夹扣。这是反重力裙摆扣，站起来把它扣在裙摆上就能生效。韩哲介绍道。让我玩玩。风冉从韩哲手里拿过夹子，接着他饶有兴致地往自己短裙的裙摆上扣。反重力，那扣上了是不是就算倒立也不会走光？还挺实用。恰恰相反。韩哲回答。啊？风冉没听明白韩哲说的话，但是反重力裙摆扣已经扣到了短裙上。哗，她的裙摆瞬间高高飘了起来。扣上了，就算正常站着也会走光。韩哲淡定补充介绍。你有病啊？风冉连忙取下反重力裙摆扣，裙摆才缓缓落下来。旁边的汽修工和胖涛这才努力把目光移向别处。你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我就拿出来了，我也没让你扣对吧？韩哲很无辜道。你算你狠。风冉把反重力裙摆扣拍回石桌上。还有什么别的吗？胖涛转移话题问道。再就没什么了。韩哲随口应付一句。其他的东西韩哲觉得没什么意思，拿出来解释用途也费劲。众人略有失望，不过也没再说什么。接着胖涛取出了地图册。那我们想想接下来去哪过夜吧。天可马上就要黑了。对，这是一个目前很重要的问题。众人重新严肃起来，一起看着桌上的度假村地图。天要黑了，众人没有交通工具，太远的地方基本上是去不了，只能在附近挑个地方。要不我们干脆就在林子里过夜，反正晚上黑，躲在林子里还不容易被找到。汽修工提议道。韩哲摇了摇头，别忘了，对方看我们的头顶是有标记的，就算是在黑暗中，野外应该也很显眼，还是找个能遮蔽的地方。说得对哦。汽修工点了点头。韩哲，你带我们逃出来的，我们就听你的，你挑个地方吧。胖涛直接看向韩哲。对，我也听你的。风冉跟着点了点头。那我觉得这里比较好。韩哲指了指地图上的越野中心。这里除了房子，肯定还有越野车。有了越野车，就算今夜还有显示位置的环节，我们也可以开越野车保持移动，让对手不好追击我们。韩哲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众人立刻一致就同意了。越野中心离得也确实不远。众人即刻启程。傍晚，众人终于是穿过了这片树林，到达了越野中心。到这里基本上就已经没有树林了，周围都是专门用来越野的荒地。这里也没什么建筑，只有座2层的工作楼和几个看台。门口的工作人员依然很爽快，直接就让众人去旁边挑车，挑到哪辆就给对应的钥匙。众人再去挑车。当汽修工看到旁边停车场里停的越野车时，立刻就喊出来了。这越野中心的越野车居然都是悍马，这也太奢侈了。他激动的就上去摸。韩哲3个人则是相对淡定，毕竟他们不像汽修工一样是汽车发烧友，车的贵贱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不过既然汽修工对车又了解，选车的事就全权交给他。入夜，一下午的奔波，众人差不多都累了。草草用过晚饭，众人就在越野中心的沙发上准备休息了。当然，为了防止夜晚有人偷袭，肯定要有人站岗放哨。虽然这越野中心还有2个工作人员，对众人也是各种支持，但没人敢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2个 NPC 投影人，所以还是轮流站岗。汽修工自愿站第1班岗，原因是他还没摸够那几辆悍马越野车，众人就随便他了。韩哲躺在沙发上，却有点难以入睡。今天发生的那都叫什么事啊？飞刀哥的飞刀照理说很是强大，但是他刚举起来就被爆头了。水公主的召唤术看着也不错，但是召唤出来了一个白雪公主里的皇后，直接把她自己当白雪公主送走了。唉，能有个靠谱点的队友吗？韩哲又看了看提示框里的剩余人数，86，死了14个，但是这个数字毫无意义，因为只显示总数，不显示逃亡者和追杀者的具体值。剩多少逃亡者追杀者只能靠韩哲自己猜。韩哲就懒得再看了。韩哲又想起来了自己的那份报纸，拿出来看看更新了没。果然上面有了新内容。这次的照片是一艘船上站着几个穿着战术背心拿着枪的人，看着就是追杀者。船在向着远处一座小岛前进，应该就是去杀躲在弧形岛上的那些人。旁边标题依然很离谱，夫妻约好投湖殉情，妻子却临时反悔，丈夫大难不死，待人兴师问罪。好家伙，原本单纯的搏杀变成都市伦理，这个标题真的是一点都不能信。韩哲又看了看照片，照片上是白天，现在是晚上，这个报纸应该是至少3小时前的消息。笑傲文学，
湖心岛的人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算了，睡觉。韩哲闭上眼，努力让自己入睡。即使闭上了眼，下一秒，韩哲还是看到了一个提示框出现在眼前。注意，30分钟后显示所有逃亡者的位置。本次显示持续时长约30分钟。众人瞬间从各自的沙发上坐了起来。你们都看到了吗？风冉问道。看到了，这是连觉都不让人睡啊。胖涛郁闷道。汽修工也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怎么办？汽修工进来就问。众人一齐看向韩哲，等待着韩哲开口。韩哲想了想，说：我的建议就是等半个小时，上车转移吧，保持移动，对手也难追一点。韩哲的这个方法依然听着就靠谱。众人跟着点了点头。于是汽修工挑了一辆性能最好的悍马越野车，众人直接坐上去等待。这车是度假村专门用来越野的，容易坏的部件基本上都拆了个差不多，导致内饰很简陋，座椅都有点个屁股。不过这无所谓了，现在这个情况，汽车的配置根本不重要，性能才是救命的。韩哲看向车窗外，夜晚的度假村路灯倒是都亮着，看着也并不算太黑。路边有一个岗亭，周围都是宽阔的大路。韩哲让汽修工把车开到岗亭旁边，周围都是宽阔的大路，能够尽快发现敌人朝自己接近。而且旁边的岗亭也能勉强当个掩体，替越野车挡挡子弹。30分钟一晃而过，众人的身上统统发出一道红色光束，穿过薄雾，直冲天际。韩哲看向窗外，最近的光束是单独的一根，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其他的光束要远很多，是在矮山的另一边。等几分钟再走，毕竟对面赶过来也要时间。韩哲说。众人猛点头。韩哲的话在他们眼中似乎已经是金科玉律了。3分钟之后，汽修工开动汽车上了大路，沿着路开一会，然后走野地吧，别让对面猜到我们的路线。韩哲提醒。好好，没问题。汽修工欣然接受，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开悍马，肯定要越野一下。车沿着路向前开了一段，突然后视镜里一阵闪光，这光闪的汽修工连连捂眼睛。转头看过去，不远处的后方出现了一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就跟着众人的越野车后面几十米处，黑漆漆的挡风玻璃，看不见里面的情况。这些崽种来就来，还开远光灯。汽修工骂道。咚！他的话刚说完，众人越野车的后玻璃直接破碎，前挡风玻璃也碎成了蛛网状，碎片四溅。众人下意识地跟着俯下身，是后面开枪了。接着后面又响起数枪，子弹贴着众人的头皮掠过。韩哲甚至能感受到子弹经过带起的几缕劲风，更多的子弹从车内穿过，打在侧柱上，带起大量金属碰撞的火光，打在旁边的座椅上，发出砰砰的怪声，伴随着座椅海绵的飞溅。子弹碰撞的声音像是在韩哲的耳膜上开电钻。后视镜被打掉了，众人拼命趴低自己的身体，像是在暴雨中躲在一个纸箱后避雨。每个人都在极度危险中，可能是下一秒就会有一发子弹从身体中穿过，结束自己的一切。子弹依然在呼啸，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突然间，韩哲只觉得车剧烈的晃动了一下，接着汽车开始向着路边急速移动。韩哲立刻就明白过来，这是汽车的车轮中弹爆胎，导致车辆失去了平衡。还能行吗？韩哲喊道。还算在掌握。汽修工猛打方向盘，同时一个刹车让车头猛地转了过去，车了下来。不过现在整个车头调转了180度，面对着来时的方向。那辆吉普车到了众人的左前方，韩哲等人的车猛然停下，跟在后面的那辆吉普车也有些猝不及防，连忙刹车，但有点晚了。那辆吉普车还是从众人旁边冲了过去，有些失去控制，歪到了众人的右后方的路中央。就是这个时候，汽修工发动了他的修车技能，然后猛地起步，碎掉的玻璃又恢复了原状，微微变形的侧柱重新变得直挺挺，打上去的子弹噼里啪啦掉了下来。越野车迅速提速，尝试甩掉。吉普车里，两个追杀者看着一辆崭新的悍马越野车扬长而去，一脸迷茫。你刚刚那些枪打中了吗？还是我眼花了？驾驶位的人边掉头边问道。打中了呀，你没看车胎都被我打爆了呀。副驾驶位的人说道。那人家怎么拐了个弯跟新车一样？我看人家车玻璃都没碎。我也不知道啊。别说了，我替。能是能，可是有什么用吗？给我们加个高保真音响放哀乐吗？汽修工奇怪道。我记得高配的悍马顶上是有机枪的吧？韩哲缩在地板上认真道。对，悍马车是常见的军用吉普车。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是在电视上见过那种。那快试试啊。韩哲说。明白明白，我这就升级到最高配试试。汽修工发动了技能，韩哲瞬间就觉得周围安静了，也没风了。韩哲抬起头，只见周围的车玻璃又回来了，后面的子弹在打在车玻璃上，只带起阵阵声响，玻璃却完全没事，直接成防弹玻璃了呀。韩哲抬起头看车顶，车顶上面果然多了一个圆形的舱门。没明白什么情况的胖涛和风冉也是缓缓抬起了头，疑惑地看向四周。最疑惑的还是后面吉普车上的两个追杀者，他们看着越野车从红色变成了军用迷彩色，两个人有点不能理解。我靠，怎么车还变色了？驾驶位的追杀者奇怪道。子弹也突然打不动了，对面这是什么怪招啊？副驾驶的追杀者同样奇怪道。另一边，韩哲试着掀开车底的舱门，果然看到了机枪的一角，车顶果然有把机枪，真有机枪啊！韩哲一阵激动，这不扫死后面的孙子。韩哲伸出手摸向机枪，
准备操动机枪反击。等等，韩哲兄弟！汽修工叫住韩哲。怎么？刚要钻出舱门的韩哲停下了。韩哲兄弟，我没怎么开过枪，这种开枪的机会能不能给我，让我爽爽？汽修工满眼是乞求。韩哲没怎么想，立刻就答应了。行吧，你记得等对面火力停的时候再出去，那时候应该再换弹匣，安全一点。本身开枪这种事也不是什么大美差，还有被对面爆头的风险，给他就给他了。好嘞好嘞。于是汽修工和韩哲换了个座位。此时背后的吉普车已经靠得更近了，吉普车的司机还在仔细分辨韩哲等人的越野车车顶上多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汽修工已经探出了头，重机枪猛地调转过来，吉普车上的2个人瞬间明白这是什么了。一阵猛烈的枪声和金属碰撞声，有些弹壳都落进了车厢里。搞定！汽修工俯下身钻回车厢道。韩哲看了眼后视镜，后面那辆车已经被机枪的火力扫射的剧烈变形，像是个被捏瘪的易拉罐，没了动力，缓缓停到了路边。韩哲也没再往前开，而是缓缓的倒车，隔着车窗查看情况。车停到了吉普车的旁边，韩哲透过车窗看去，驾驶室里的2个人已经不成人形了，子弹含量90%。如果他们还能，以后一辈子可能不缺铁了，还是铜。风冉看到也下意识的捂上了眼睛，看看他们的枪还能用吗？韩哲提醒道。好。胖涛开了车门就下去查看，接着他在车的残骸里翻找，最后找到2把变形严重的枪，那枪管都弯到枪屁股去了，显然是完全用不了了。不过看着是类似2把步枪或者狙击枪的长枪，很可能就是之前的2个人，冤家路窄啊。胖涛把枪丢在地上，估计是给飞刀哥和水公主报仇了。汽修工搓搓手说。2人倍感振奋，但是韩哲还是有些担忧。先上车，我们还在显示位置的时间里。韩哲提醒着，看了一眼显示时间，还有几分钟，再开车兜几圈吧。等胖涛上了车，韩哲继续沿着路开，看向四周，之前的那道单独光束好像离自己更近了。那个单独的逃亡者在接近我们。算了，不管他，或许是个内鬼呢。韩哲加了速，远离远处那道光束。几分钟的剩余时间结束，并没有第2队追杀者赶过来，韩哲也松了口气。为了安全起见，韩哲转上了一条土路，然后向前开了一段路后，韩哲看到了一个小木屋，这才停下了车。众人下了车，小心地检查了木屋。木屋是上锁的，里面没什么动静。众人直接砸开锁进去，里面没有人，也不大，不过好在水电、卧室、客厅都齐全，应该是特色酒店、房间之类的地方。这个地方用来过夜很不错。众人简单检查过房间，就把灯关了，毕竟周围都没有灯，这里开着灯在夜里会很明显。房间有3个，还有个客厅。轮到胖涛站岗放哨，客厅就给他，其他人1人1个房间。韩哲的房间在木屋的后面，窗外对着的是一个向下延伸的旷野，月光穿过薄雾，视野还算清楚。左边的远处是树林，右边的远处则是度假村周边的浓雾，浓雾翻腾着，让韩哲总感觉在缓缓向自己接近。再加上这原野太空旷了，导致韩哲有种不安全感。他不想再多看，正要离开窗前，他却像触电一样直直站住了，因为他在远处旷野和浓雾的交界处看到了一个人影，看着像是个女人，就静静地站在旷野之上。韩哲连忙掏出望远镜想再看的时候，那个人影的位置已经被活动的浓雾笼罩了。韩哲不死心，拿着望远镜继续看过去，浓雾是活动着的，很快那个位置的浓雾消散，一棵枯树露了出来。这棵枯树树干走势有些特别，如果不是望远镜，肉眼看着倒的确像个女人站在这里。看错了呀。但是韩哲依然有着强烈的不安感，这种不安感让他不愿意上到床上睡觉。夜风掠过原野，掠过木屋，发出阵阵声响。咚咚，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在死寂的夜晚显得分外刺耳。韩哲的精神立刻紧绷了起来。他走出房间，只见胖涛也拿起了一把消防斧，缓缓靠近门前。其他人也出来了，胖涛给其他人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轻轻躲在了门旁。众人都没有出声，门外没有动静，只有死寂的夜。咚咚，又是2声敲门，众人越发紧张。韩哲也掏出了匕首，我说里面的人是逃亡者吧，我也是，搭个伙怎么样？门外传来了熟悉的人声，这声音韩哲立刻就分辨出来是谁了。胖涛直接打开门，语气里有些不耐烦，是你？门口的人看了眼胖涛，也是满面惊讶，原来是你们啊。只见门口的人穿着熟悉的黑色风衣，正是之前突然不见的莫仓。你们居然还活着，真让我意外。莫仓笑着走进了房间，你之前死哪去了？汽修工怒道，我自然是逃走了呀，你们笨到能被自己召唤的东西弄死，我不跑还等什么？莫仓说着坐到了沙发上，语气里还满是嘲笑。韩哲没有太过生气，只是继续问道，你怎么找过来的？当然是跟着光柱走啊，之后光柱没了，但我远远看你们拐上了这条路，就跟过来了。莫仓说，那道单独的光柱是你？韩哲说，那不然呢？我原本以为这几道光柱是另外的逃亡者，结果没想到还是你们，真有缘。莫仓伸了个懒腰，你的所作所为很像那个内鬼，我们不相信你，你还是走吧。胖涛气呼呼道，别啊，这大晚上的，周围也没什么屋子可以待，好歹让我等到天亮再走吧。莫仓一副无赖的样子，你不走我们走。韩哲说道，啊，为什么要我们走啊？
汽修公也是一愣，他莫仓能追过来，那周围的追杀者应该也能追过来，我们不转移在等什么？韩哲说，不用，你们多想了。莫仓摆摆手，我是一路慢慢散步过来的，如果真的有追杀者，追过来只会比我快，不会比我慢。这话说的倒是很有道理。那你是从外面的原野上来的吗？韩哲试着问道。韩哲还是觉得自己没看错，或许那个站着的人是莫仓。你在说什么啊？我不是说了，我从路上追过来的吗？莫仓跟看傻子一样看着韩哲，其他人也跟着看向韩哲，因为这个问题听上去很蠢。韩哲只能如实说，他好像在外面的旷野上看到站着一个人，还像是一个女人，但是也可能看错了是个枯树。众人再度紧张起来，因为如果真的有那个人，很可能是个追杀者。莫仓倒是完全不放在心上，肯定是你看错了，我有探测技能，周围有没有人我一清二楚。除非什么？众人问道。除非你看到的不是人。莫仓淡定地说道。总之我有探测技能，让我待在这也是帮你们自己。莫仓说。你有探测技能，自己去林子里待着不行吗？为什么还要非要和我们待在一起？风冉又问道。我一个人总有松懈的时候，我不想24小时都提心吊胆，睡也睡不好。我这个答案你们满意吗？莫仓说。风冉一下就没话说了，说1000到1万，我们也不能相信你，你还是走吧。胖涛扬了扬手中的斧头。莫仓脸色微变，接着他的身影闪动，一下就到了胖涛面前。胖涛还没反应过来，莫仓的手已经扼住了他的咽喉，把他按在了墙上。300斤的身体，莫仓完全不费劲就控制住了。你们看看，我如果是内鬼，直接当面解决你们就行了，根本就没必要演。莫仓轻描淡写道。胖涛悬在墙上，沉重的身体此时只靠他颈椎的几根骨头吊着，性命可能几个呼吸间就会消逝。行，我们相信你，先放他下来。众人连忙阻止。莫仓才轻轻放下胖涛，心满意足地走进了一个房间。我今天睡这间，谢谢各位了。这是风冉的房间。风冉很不爽，但是拿莫仓确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韩哲只能对风冉说道，我没什么睡意，你就先睡我的房间吧。谢谢。风冉点点头。于是胖涛继续守夜，韩哲在旁边的沙发上睡觉，虽然也不怎么睡得着。逐渐韩哲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只记得后来胖涛和风冉换了岗，不久之后就是风冉睡到对面沙发上，由韩哲起来守夜。夜有些冷，韩哲一直坐在沙发上思考着莫仓的意图。现在看来这家伙肯定不是内鬼，但是又表现得不像一个正常的逃亡者。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正如他所说，就是单纯的嫌弃水公主这种猪队友？韩哲胡思乱想了2个小时，看了眼墙上的钟表，4点15，到时间了。下一个岗应该到莫仓了，但是还是别和这家伙有冲突，让汽修工来战吧。韩哲缓缓推开汽修工房间的门，汽修工正背对着屋门睡着觉。韩哲上前轻轻摇了摇汽修工，准备把他叫醒，哪知韩哲一摇就觉得有点不对了。汽修工一点反应都没有。韩哲连忙把他转过来查看，只见汽修工的眼睛半睁着，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他已经死了，我们中有内鬼。韩哲立刻就有了这个念头。韩哲很清楚自己现在可能也在危险中，接下来他一定要喊，让所有人知道，这样内鬼才会及时收手。韩哲连忙冲出卧室，2个房间直接拍门。汽修工死了。风冉立刻从沙发上坐起来，胖涛也立马就出来了。2人进了卧室看过情况，也是慌忙就跑回来，然后才是莫仓打着哈欠出来了。怎么了呀？这么激动？汽修工死了，我们中有内鬼。韩哲大声提醒道。众人立刻相互对视了一眼，眼神里瞬间都充满了不信任。韩哲仔细看了看屋子里人，自己要是内鬼，韩哲肯定知道，所以内鬼一定在其他3个人之中。风冉面露恐惧，胖涛脸上则是深深的担忧。莫仓倒是很淡定，仿佛和他没关系。但是如他所说，他要是内鬼，他直接把大家都杀了就行，没必要偷偷摸摸。那就只剩下风冉和胖涛，他俩中谁是内鬼？韩哲思考着，他俩至今都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技能，其实都很可疑。总不能2个人都是内鬼吧？韩哲只觉得后脊发凉。胖涛和风冉2人看对方也满是不信任。胖涛也是直接又拿起了消防斧，警惕地看向韩哲3个人。他迟疑片刻，转头看向莫仓，厉声质问道：你来之后，汽修工就死了，你如果不是内鬼，你怎么解释？莫仓瞥了眼胖涛，接着直接轻轻抬手，胖涛手中的消防斧立刻就飞了出去，钉在了木屋的墙上。你是猪啊？我还用解释吗？莫仓没好气道。胖涛立刻就泄气了，接着他看向了韩哲。韩哲，不会是你吧？对，你是第一个接触尸体的。风冉看向韩哲，韩哲看到他们2个的目光也是一愣。是啊，自己也有一点嫌疑，不过我如果真是内鬼，在这之前为什么还要尽心尽力的帮把你们从那些追杀者手里逃出来？韩哲认真的说。的确，几人能逃出2波追杀者的追杀，安全到这里，韩哲做了很大的贡献。胖涛立刻也想到了这一点，他点点头，转头看向最后的风冉，眼里满是冰冷。风冉眼里也有些惧色，但是他还是死死盯着胖涛，咬牙道：你别把自己撇得那么干净，你就不可能是内鬼吗？你还想泼我脏水？胖涛说着怒目圆睁。虽然我不知道你具体是怎么帮其他人逃出来的，但是就不能是你个内鬼怕其他追杀者抢你的猎物才出手帮大家的吗？
莫仓随口说道。话音一落，胖涛和风冉看韩哲的表情又变了。韩哲又重新有了嫌疑。我们不应该乱猜，或许可以找到依据。韩哲只能说道。胖涛和风冉就是一愣。先跟我来。韩哲说着进了汽修工的房间。三人跟着进来了。韩哲看了下汽修工的尸体，认真的说道：你们看尸体冰凉僵硬，还有尸斑，所以至少死了几个小时了。众人点了点头。他们就算不会看尸斑，单通过尸体冰凉也能推断，韩哲说的没错，尸体死了得有一段时间了。而我独自在房间的时候是莫仓来之前，那时候汽修工还没死。之后我一晚上基本上都在客厅，旁边都有第二个人在，所以不可能是我杀的人。众人再次点了点头。那就是你。胖涛和风冉同时指向对方。你这内鬼还在污蔑我，我这次一定弄死你。胖涛越发愤怒，直接去取下墙上的斧头要砍风冉。韩哲，相信我，他才是内鬼啊。风冉绕着沙发躲着胖涛的斧头。停，别砍了。韩哲拦住胖涛。韩哲兄弟，你拦我干什么？我这就砍死这个内鬼，给汽修工兄弟报仇。胖涛急道。我也没办法确定你不是内鬼，所以你们两个都别动手，我怕内鬼借机把我的自己人砍死了。韩哲说道。你得相信我呀。胖涛的语气立刻软了。告诉我你的技能，我就相信你。韩哲说。我的技能没什么用，你也没必要知道。胖涛摇了摇头。这个地步他还是不愿意说。韩哲真的怀疑他是内鬼了。韩哲再看向风冉，他也是连连摇头。他不说，那我也不说。他也不愿意说。为什么啊？到底是什么技能？这俩人死活不愿意说。真的两个人都是内鬼？韩哲郁闷了。旁边的莫仓依然是看戏的态度。看样子内鬼是找不到了。他就是啊。胖涛和风冉再次指向对方。等等哈，韩哲，我是真没看出来，你还会推断尸体时间？莫仓看向韩哲。韩哲点了点头。霓虹笑脸的游戏里推理类的很常见，所以尸体死亡时间推断是学校必备的知识点。不过我只上了2节课，只懂一点点。那你能看出汽修工是怎么死的吗？莫仓笑笑。韩哲一愣，跟着摇了摇头，笑笑说，没有明显外伤，也没有明显的勒痕，就算是专业的人士来了，可能也得具体解剖过才能知道，就更别提我这个半吊子了。也有可能下毒了。有可能吧。下毒可以提前下，其实内鬼不能确定是谁。莫仓看着韩哲笑笑。也是。韩哲只能点头，他其实早就知道这个漏洞，但是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唯一说辞。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韩哲只能这么说。毕竟韩哲深知自己不是内鬼，他必须尽力洗清自己的嫌疑，才能引导众人从正确的方向排除内鬼。就是这个莫仓实在是不给面子。在众人互相警惕的时候，莫仓继续开口了。大家互相怀疑也不是件好事，不过我这有个办法，你们愿意听吗？你说。胖涛说。大家先把彼此当队友凑合凑合，如果再有内鬼出手杀人，我就把剩下的2个人都杀了，这样内鬼一定也会死。莫仓说。众人一愣。怎么样，有我上这个保险，内鬼就不敢再出手了。反正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生存到游戏结束，内鬼有就让他有吧，只要不出手就可以了。莫仓笑笑。众人点头同意。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只要逼内鬼出不了手，就相当于没有内鬼。这时3人看彼此的眼神才缓和下来。守夜的继续守夜，睡觉的继续睡觉。莫仓丢下一句，直接进了屋，留下众人在客厅。3人都没了什么睡意，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彼此，挨到天亮。墙上的表显示7点钟，天才亮起来。众人也松了口气，各自开始用早餐。韩哲走出了木屋，打算透口气，但随便瞥了一眼，韩哲很快就发现了不同。昨夜很远的浓雾，现在已经到10几米以外了，算是近在咫尺。原本的旷野都被浓雾吞去了一大半，浓雾一直在移动。韩哲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众人。显然这不是个好消息。规则上说过，追杀者能进入浓雾，那逃亡者呢？那自然是不能进浓雾，但是怎么个不能，韩哲也不清楚。或许是进入后就会死亡，或许是根本进不去，但也没人想尝试。现在浓雾在逐渐扩散，就意味着逃亡者的可活动范围将会越来越少。到第10天，最后会剩多少的空间周旋？韩哲也有办法。他取下木屋墙上的钟，然后从旁边的树上取下2个树枝，然后向前走，在靠近浓雾的地面插下第1根树枝，之后以自己的身高做参考，估测大概5米的位置插下第2根树枝。浓雾吞没第1个树枝的时候开始计时，吞没第2根树枝时计时结束，这样就能算出浓雾蔓延的大概速度。再参考地图册上的比例尺，就能算出到第10天最后时浓雾会到哪里。韩哲算出的答案让自己很吃惊，到第10天，整个地图都会被迷雾吞没。就算考虑到误差，最后第10天时满打满算，剩下的空间可能最多只有1个景点大小。也就是说，逃亡者到最后会逃无可逃，只能和追杀者最后一战。这也太难了吧？韩哲想了想，这个结论是建立在雾气一起匀速向中央蔓延的前提上的。事实未必是这样，现在还不好下定论。但是到最后活动范围一定很小，这是韩哲能确定的。韩哲把计算结果告诉了众人，众人同样很担忧，但是也一时间想不到什么措施，只能等时间流逝，走一步看一步。众人的打算是坐在木屋里干等，但是被韩哲阻止了。离浓雾太近会很危险，
因为追杀者可以从迷雾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然后攻击我们。笑笑说。众人也是同意。于是众人坐车移动到了更靠里的一个小路口。韩哲停下车，眉头紧皱，不太妙。怎么了？风冉和胖涛连忙关心道。理论上，我们剩下的时间只需要躲在一个地方，等到显示位置的时候再保持移动，这是最稳妥的方式，对吧？韩哲说。对啊。风冉点点头。但是现在有个很严重的制约条件。什么？燃油。韩哲指了指油表，这辆车升级后很重，现在非常耗油，所剩的油已经不多了。还能撑多久？胖涛问道。像昨天那么疯跑的话，应该撑不了多久。韩哲看着油表估测道。我们可以去加油站吗？我看景区里是有几个的。副驾驶的风冉取出地图册说。我也是这个想法，不过越往后区域越小，我们获取燃油就应该越难。韩哲说。明白了，那我们就趁早收集到够10天的燃油不就行了？胖涛说。对，这应该是现在风险最低的选择。不过加油站可能有对手在，去加油同样有风险。韩哲再次提醒。有风险就有风险吧，反正怎么选都是冒险。一直在后座不说话的莫仓开口了。这确实也是这个道理。那就去吧。韩哲拿出了地图册看了看，最近的加油站是在商业街附近，那里可能现在就有人。毕竟追杀者或许也需要补给品，但是再远一些的加油站就得跨过半个地图了，长途跋涉风险更大，而且车的油也不多，还是得去商业街，又得回去。韩哲开上主干路，向着商业街飞驰。开了不久之后，韩哲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货车停在路边，车上满是枪眼，引擎还冒着烟。这不就是之前当诱饵的那辆货车？韩哲忍不住把车开到旁边查看了一下，车门是开着的，那个捉奸机器人就趴在方向盘上，不过已经瘪了，脑袋上有一个枪眼，真惨啊！韩哲摇了摇头，正要转弯离开，捉奸机器人却动了，他缓缓抬起变形萎缩的胳膊，冲韩哲比了个大拇指，看样子内部还是有金属骨架的。抓到奸夫了吗，先生？他瘪了的头转过来，蠢蠢的笑脸看向韩哲。这一幕看得韩哲心情复杂，还有点难过。不过机器人好像还能用。韩哲下车，探进货车车厢，找到了那个公文包盒子，按下了按钮。捉奸机器人快速收缩，很快又变成了小黑盒子。他好可怜。车上的风冉看着这一幕说道。是有点吧。韩哲轻叹一声，把盒子塞进了背包。接着韩哲刚想上车，提示框又出现在了面前。注意，30分钟后显示所有逃亡者的位置，本次显示持续时长约30分钟，下一次要来了。韩哲立刻坐上了车。现在怎么办？胖涛连忙问道。是啊，怎么办？是用剩下的油保持移动，撑过这次追杀，还是趁着还有半个小时，赶紧开去加油站收集燃油？你们觉得呢？韩哲转过头问胖涛。我觉得还是趁现在加油吧，一会就算显示位置完了，未必就能甩掉追杀者，可能还得跑很远的路，那时候油耗尽就全完了。胖涛说。很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现在去加油。韩哲点点头，深吸一口气，猛踩油门提速。现在可是抢时间的时候。很快，在韩哲的全速行驶下，车开到了商业街。主道上空空的，见不到什么人，只能看到一点包装袋垃圾在随风移动。开到加油站，倒是还有2个工作人员。诸位的车好拉风啊！绿衣服的加油员朝几人招手。昨晚到今天，有没有穿黑色战术背心的人来过？韩哲立刻问。有啊，来了好几波呢。加油员随口说道。这个随口回答却让众人紧张了起来。他们现在在哪？胖涛追问道。陆陆续续都走了，最近的几个走了也有一会了。加油员说。众人松了一口气。别说了，快加油吧。韩哲催促道。好嘞，您这个车这么大，是加汽油还是柴油啊？加油员问道。众人看向韩哲，则是直接傻眼了。对啊，这车是烧汽油还是柴油啊？懂车的汽修工不在，他根本不懂这个车。不知道。韩哲摇摇头说。不知道没关系，我闻闻就知道。加油员边说边来到油箱口。哎，怎么没什么气味？新车吗？加油员摇了摇头。到底能行吗？韩哲看向加油员，催促道。能行，我给你抽点出来看看就知道了。快点。加油员又去拿抽油管。这一来二去，时间一浪费，显示时间就到了。韩哲等人的头顶出现了光柱。看出来没？韩哲连忙催促。看出来了，您这是柴油的，我这就给您加柴油，加多少啊？加满。再给我拿几桶带走。韩哲连忙再嘱咐。没问题。加油员满口答应。韩哲依然心急如焚。现在自己的位置暴露在所有追杀者眼里，多待1秒都是冒险。终于，柴油是加完了。韩哲立刻发动汽车离开加油站。来到加油站的路口，韩哲稍微减了下速。他看向路口四周，这里相对视野开阔。韩哲观察着有没有人接近。咕噜噜。这个时候，加油站旁边的矮墙外滚进来一个球，直接就滚在了韩哲车窗外不远处。这个球只有小孩玩的皮球大小，是透明的。不过细看之下，能看到这个球里面有东西在动，是一个黑影和一个黑圆点在活动，看着像是一个人影在打篮球。什么玩意？韩哲一阵懵。下一秒，透明球一下裂开，瞬间发生大爆炸，巨大的火光，猛烈的气浪瞬间冲过韩哲的车。
稍远处，两个穿着黑色战术背心、戴着墨镜的人，在一堵墙的拐角后躲避着爆炸的气浪。这是两个韩哲不曾见过的追杀者，一个是个胖光头，一个瘦一些，不过留着中分头。这么大威力，你这是什么技能啊？其中胖的光头追杀者说道：“我这个技能叫多看一眼就会爆炸，可以扔出去一个球，别人看2眼或者盯着看2秒以上就会立刻爆炸。”另一个留中分头的拍拍胸脯道：“那别人不看你不就没办法了？放心好了，除非对面知道我的技能，不然没有人看到一个播放视频的球还能忍住不看的。”中分头追杀者笑道。爆炸的气浪中，韩哲的车直接被掀翻，侧翻在路边，一阵天旋地转后，韩哲觉得自己脖子都要断了。不过作为一辆军用防弹车，车体倒是把爆炸的气浪都挡了下来，韩哲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害，就是疼而已。你们没事吧？韩哲看向其他3人，其他3个人虽然也是龇牙咧嘴，但是看着都还好。没事，就是颠得慌。风冉回答。什么东西炸了呀？后座的胖涛问道。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看着是有一个透明球滚过来，里面还放有影像，但是周围肯定有追杀者，小心。韩哲松开安全带，撑住自己，好不让自己掉到下边风冉的副驾驶那里，然后打开了车门。爆炸中央是一个大坑，周围的矮墙都被炸了个粉碎，周围楼房的玻璃也都碎了，连路灯也扭曲倒在一旁。发起攻击的人在哪？笑笑说。韩哲回忆，球好像是从远处的一个墙角滚过来的。韩哲立刻看向远处的一个墙角，果然一只手从墙后伸了出来，又丢出了一个透明球。透明球依然直直朝着韩哲滚过来，球虽然是滚着的，但是里面的动态影像却不受影响，十分清晰。这一次球里的影像是一个前凸后翘的性感女人在脱内衣，这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影像，眼看女人2个大白的全貌都要露出来了。透明球再次爆炸，这次韩哲早有准备，立刻就缩进了车里。透明球这次也离得也远，爆炸冲击力也小了不少，但是对众人还是有影响。车子在剧烈抖动，韩哲一个撑不住就掉了下去，直接撞在了风冉胸口处。还好有地形号的缓冲垫，不然韩哲脑袋砸在车上不破也得晕一回。你干嘛啊？风冉被韩哲的这一砸疼得喊出声。不小心的。韩哲解释道。确定了，外面有追杀者，技能是丢会爆炸的透明球，已经丢了2发了。那我们车都翻了，汽车走。胖涛微微打开车门，把头探出说道。从顶舱走更安全，韩哲提醒说。轰！韩哲还没说完，外面又是一个爆炸，气浪直接撞上了胖涛微开的车门，车门咣的被关上，车子又是剧烈的颤抖。我刚刚看到韩哲说的会爆炸的透明球了，里面还有图像。胖涛惊魂未定的看着车门说。什么图像？风冉还是很好奇。我看到的是一个女的在脱裙子。胖涛说。听你说的，人家拿炸弹炸你，还给你发福利，好人啊。一直没说话的莫仓开口嘲笑道。别管了谁脱裙子了，先走，这车顶不了几下。韩哲直接打开了旁边车顶的舱门，看了2眼，确定舱门朝的方向并没有敌人。舱门有点小，韩哲背着背包有点钻不出来，他只能先把背包丢出舱门，然后自己跳出来，再重新背上背包。韩哲的背包基本上没有负重，逃跑的时候也不会有影响，而且里面还有韩哲的保命神器，自然得带上。韩哲刚背起包，莫仓已经出来了，然后是风冉。胖涛有点费劲，但是众人还是把他拉出来了。韩哲看向四周，面前是小路，左前则是一个街边的转角。韩哲没多想，直接就闷头冲进了街边的转角，众人也是快速跟上，都缩进了转角内。韩哲靠着转角的墙，微微探出一点头，查看越野车这边的情况，依然没怎么看到敌人，只有一个透明球直直的朝着韩哲这边滚过来。炸弹又来了，进屋躲。韩哲连球里的图像都没看，立刻就转身推着众人往旁边的小酒吧里冲。冲进店里后，众人立刻就趴在了地板上，等待着外面的炸弹爆炸。但是片刻之后，外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是哑火了。众人抬起了头。此时的另一边，外面2个追杀者同样也是捏了把汗。你这怎么不炸了呀？稍胖些的追杀者问道。对面没看呗？是不是你的图像没什么意思？我这次图像都放黑丝了，还能怎么有意思？中分头说道。这边店里的众人等了。天不炸，韩哲只能先爬起来，靠着门旁的实心墙作为掩体，偷偷从店铺里已经碎掉的橱窗向外查看情况。韩哲找了一下，那颗透明球已经滚到了对面的街角，这是韩哲看这个球的第2眼。透明球瞬间爆炸，韩哲下意识地用手护住头，气浪冲进了店里，带起大量碎屑。韩哲瞬间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一瞬间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了。短暂的迷糊之后，韩哲努力从地上爬了起来，脑袋还是昏沉，脸上也是一阵生疼，应该是被碎玻璃划到了。韩哲，胖涛伸手摇着韩哲的肩膀呼喊着，还好吗？还行。韩哲深吸着气回答。另一边的风然也是满面焦急。莫仓那家伙突然又不见了，我们也快跑吧。跑！对面的炸弹威力这么大，现在能做的可能只有赶紧躲远点。对，跑！韩哲叫喊道。风冉和胖涛毫不犹豫就往出跑，韩哲也是踉跄几步出了店铺，刚想沿着街道向远逃，韩哲却停下了，因为他看到一个穿着战术背心、留着中分头的人已经站在不远处的来时路口处，他满脸笑意，一个新的透明球在他手中出现，
不过这个球要比之前的小不少，应该是他也怕伤到自己。但就算球威力小了，这么近距离又没有掩体，韩哲依然必死无疑，逃无可逃。韩哲当机立断，立刻抬起双手放在面前，做了一个放什么技能的手势。同时，韩哲用着几乎扯破嗓子的喊声喊道：“神之秘术，绝对反射之盾！”一面金色的半透明大盾牌在韩哲面前几米处出现。那个刘中分头的守卫脸色一变，原本要抛出的透明球又收了收。跑出去10几米的风冉和胖涛也被韩哲的呼喊吸引，转头一看，韩哲面前居然真的多了一面盾牌。这面盾牌很大，几乎占据了街道宽的一半，整面盾牌泛着阵阵闪光，看着非常壮观。韩哲，你这个盾牌比我想象的帅不少。胖涛惊叹道：“这是绝对反射之盾，敌人的任何攻击都会原封不动的反射回去，连子弹都可以。攻击这面盾牌就相当于自杀。”韩哲回答着胖涛，脸上做出了得意，甚至看着有些狂妄的笑。笨啊，你怎么把技能效果都说出来了？你不说不就可以骗对面攻击盾牌自杀了吗？风冉急得跺脚。对哦，我说了对面还可能打我这盾牌吗？韩哲也是一拍脑门，一副懊恼的样子。再看对面的中分头追杀者，果然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了。韩哲的表演奏效，对面被唬住了。韩哲趁热打铁，对着对面的中分头叫嚣：“兄弟，别犹豫了，直接用炸弹炸我！好试试你能不能扛住自己的炸弹。”韩哲的呼喊满是底气。韩哲还用意念操纵盾牌，小幅但快速的旋转移动。这是韩哲在告诉对面，别想着绕过盾牌，这个盾牌是可以转的，从哪个方向攻击都能挡住。中分头追杀者越发动摇，但是仅仅片刻之后，对面的中分头却变得满面轻松。别演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防御技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老老实实吃我的炸弹吧。他手中又出现了一颗新的透明球，这颗透明球让韩哲的心跌入了谷底。完了，对面不是傻逼，没唬住，现在怎么办？不对，不能被吓到，自己是在炸对面，对面就不能是在炸自己吗？韩哲立刻做了个轻蔑的表情，那就试试吧，不炸我都看不起你。韩哲说着，还很自信地向前走了2步，把脸往前伸了伸，非常的有恃无恐。这一下彻底就把中分头的内心防线骗过了，他没有再说话，也没敢再丢出透明球，只是双眼紧盯着韩哲面前的半透明盾牌。他满是不甘心，却又只能望顿心叹。看到对面彻底被自己唬住了，韩哲却轻松不起来，他甚至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唬是唬住了，然后呢？对面虽然不攻击，但是也不会放自己痛快跑的，自己能跑，对面就能跟。双方僵持下去，韩哲露馅的可能性只会无限上升。怎么办？如果现在有个攻击技能该多好。韩哲看向身后的风冉和胖涛，他们2个此时已经被韩哲的防守神技征服，看韩哲的眼神也满是狂热。韩哲哭丧着脸道：“你们2个有没有什么攻击技能？有就赶紧用出来吧，别藏了，都什么时候了？我也想帮你，可我真的没有。”风冉低下了头，声音也带来些哭腔。韩哲只能再看向胖涛。我。胖涛深吸了一口气，直接双脚离开了地面，漂浮到了空中。韩哲和风冉看着睁大了眼睛。天啊，你终于要用你的能力了！风冉激动道。你的能力是什么？变成超人吗？韩哲激动道。看着风冉和韩哲激动的眼神，胖涛也同样哭丧起了脸。可这不是我的能力，我现在根本动弹不得呀。这是什么技能啊？胖涛说着开始拼命挣扎，只见他的手脚能够小幅晃动，但是仅此而已，他的身体依然像被定在空中一般。怎么回事？韩哲拼命理解着。看样子你们的盾牌不能阻挡控制技能啊。不远处的背后传来一声冷笑。韩哲和风冉立马转头看去，只见身后不远的服装店门口站着一个满面冷笑的光头胖男，同样穿着黑色战术背心。控制技能？是他的控制技能吗？韩哲看着胖光头，眉头紧锁。也就是这个时候，韩哲突然注意到胖涛身上的光束消失了，显示时间结束了。机会，先躲一下。韩哲立刻朝风冉小声吐出一个字，然后转头扎进了旁边之前躲避的小酒馆。目前不清楚对面的技能具体是什么机制，那就先迅速躲在对面的视野外，这才是上策。而这个店铺因为是间酒馆，本身就修得比较暗，现在灯被全部炸碎，更是黑乎乎的一片。再加上对面还深信自己这边是反射之盾，根本不敢丢炸弹进来，这正是韩哲提供了一个临时庇护。韩哲，韩哲刚迈进店门，就听到风冉在背后叫了一声。韩哲一个翻滚到吧台后面，再看向橱窗外，果然风冉也像胖涛一样缓缓悬浮在了空中。他看着韩哲，眼里已经充满了泪光和绝望。胖涛依然在拼命晃动着，但是依然收效甚微，只是韩哲能听到一阵布匹撕裂声从他身上传来。韩哲拼命地观察着，这到底是个什么技能？隔空禁锢？那这技能也太变态了吧！要真是这个机制，韩哲估计是彻底没有机会了。店铺外，光头胖男缓缓走到了酒吧正对面的不远处，钻得真快。光头胖男看着黑黑的店铺，有些烦躁。放心好了，我刚就看了，这个店铺只有一个出入口，他跑不了。中分头上前笑道：“那就先管门口这2个。”光头胖男看着门口漂浮的风冉，脸上出现了猥琐的笑容。他缓缓走进风冉酒吧内，韩哲心急如焚。光头胖男的技能对于自己来说
几乎是无解的。唯一的机会似乎只能是等他进来，在暗中偷袭一击毙命了。但是这对于不是专业杀手的韩哲来说，实在是有点难。要不毁自己的容，触发极度之神的恩赐，增加赢面，要这样吗？还是用保命神器？韩哲！门外的胖涛突然一声呼喊：“怎么了？”韩哲立刻靠住吧台，等待着胖涛的下文。韩哲，我知道你能听到。胖涛继续喊道：“我主要是想告诉你，我现在的感觉。”感觉？韩哲继续听着。门外的胖涛继续说道：“我现在的感觉并不是自己在飞，而是像有人拎着我的衣服，然后衣服把我拉起来的。这种感觉，我乱动的时候格外明显。”衣服？韩哲瞬间联想到之前胖涛悬空的时候，还有衣服撕裂的声音，似乎有点眉目了。咚！韩哲还没来得及思考清楚，胖涛已经肚子朝下，重重砸在了地面上。周围的酒柜都是一震，旁边的风冉更是被吓得一颤。“你的话太多了，死胖子！”光头胖男恶狠狠道。接着，胖涛又悬浮了起来，这一次比上一次高了不少，可能是3、4层楼以上的高度，高到韩哲在吧台后面已经看不到了。此时，胖涛的脸已经满是鲜血和尘土，神志也已经不清楚了。“不要！”旁边空中的风冉喊出了声。咚！比之前更响的坠地声。接着，胖涛的身体再一次升了起来。韩哲还能看到门外那个光头胖男脸上狂妄的笑，即使他看不到躲在暗处的韩哲。受不了了，这家伙的技能，韩哲都不知道保命神器能不能打断他，但也只能试试。韩哲拉开了背包，“哎，还有一口气啊！”门外的光头胖男看着奄奄一息的胖涛，故作惊讶道：“笑笑说，那可不行。”下一秒，韩哲所在的吧台右边瞬间一声巨响，是一个大东西直接砸了进来，木质吧台被砸碎，碎屑飞溅。韩哲及时护住了头。当韩哲放下手，看到的正是胖涛血肉模糊的身体。韩哲稍微伸手试了下鼻息，没有了，胖涛就这样被活活砸死了。唉，至此，韩哲手里能做的措施已经不多。他虽然有点猜到对面的技能，但是并不能很确定。用保命神器一搏，似乎是最稳妥的办法。韩哲探了些头，看向店铺外，对面的光头胖男一动不动，他一直保持着看风冉的淫笑，却没有任何动作。搁着摆 pose 呢？韩哲正在疑惑，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这是胖涛的声音。韩哲，胖涛！韩哲惊讶地看向旁边，胖涛的尸体还在那，并没有动。别找了，韩哲，我已经死了。耳边胖涛的声音越发哀凉。啊，那你这是？这是我的技能 C 级遗产赠与，我死之后可以选择一个同世界的人通话，但我只有2分钟，所以我说快点。你说？韩哲明白了，严肃地点了点头。这个技能不只是通话，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技能赠送。我给了你一次技能抽取的机会，这次抽取必定 C 级以上。啊，对，一会通话完了，你会自动进入抽技能环节，之后不久，暂停时间的效果也会消失。谢谢你。韩哲点了点头。原来现在是因为胖涛的技能暂停了时间。我最想告诉你的是，我真的不是内鬼，我已经到最后的时间了，请你相信我。我相信你。韩哲再次点点头，前所未有的深信不疑。祝你抽到能够改变现况的神技，把我的那份活下去吧。胖涛说完，没了声响。胖涛？啊？怎么没了？应该还有点时间吧。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没有真正想过要说什么遗言。哎，我真是个废物。你就没有什么身后事要交代吗？家人、朋友什么的？如果我能回去，我帮你办。啊，对，我想起来了一个。那就快说。最后的10几秒钟，胖涛把他的身后事给韩哲快速说完了，主要是一些家人的事。之后，韩哲的耳边陷入了沉寂。这时候，韩哲才理解为什么胖涛一直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技能。他死后能赠予出去的 C 级技能，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都算是难以企及的级别。基本是有个 C 级技能，人的生活地位就能够改善很多很多，吃穿不愁都是最起码的。这是很多人难以抵挡的诱惑。但是这对胖涛自身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的这个技能只有死了才有效果，就像猪身上的肉，狐狸身上的皮。队友知道了他的技能，必定会眼馋 C 级技能，这是人之常情。之后遇到些危险，队友们也大概率不会真心去帮胖涛，他们只会巴不得胖涛死，然后把 C 级技能送出来。不过在此之前，队友们一定会假惺惺的争相演戏做样子，假装尽心尽力帮助胖涛，以骗取胖涛感情，让胖涛把技能心甘情愿送给自己。没有人会愿意身边都是表面上想帮自己，实际想自己死的假好人。如果再遇到些更冷血的队友，以胖涛家人要挟，逼迫胖涛死后交出技能，然后再亲手杀掉胖涛，夺取 C 级技能。所以对于胖涛自己的这个技能，让别人知道百害而无一利，一句话都不提才是最安全的选择。他只是做了最能自保的选择。韩哲想到这里，10张发光的卡片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韩哲没什么心情，随便抽一张。是 C 级技能。为什么这位公子长得这么像草稿？你可以随意修改别人的脸，但是一定得有五官。这技能如果没有后半截的限制，绝对就是 A 级以上，因为改掉别人的脸可以直接把鼻子、嘴巴、眼睛去掉，让别人窒息、失明之类的。可惜这个前提存在，这个技能立刻弱了不少。韩哲甚至一下想不到和极度之神的恩赐联动以外的用途，而且目标是别人，不能整自己的容。那么
这个新技能可以让韩哲解决现在的困境吗？能有什么妙用？对面的技能机制可能是什么？能用新技能针对吗？好像都不行。这时，门外的光头胖男恢复了活动，时间开始流转了，没时间给韩哲再思考。当韩哲拿起保命神器，想向门外丢，这时候他看到了面如死灰的风染，他悬在空中，衣服却不是顺着重力向下垂，而是违背常理的向上偏。这个现象在胸口处格外明显。韩哲立刻又想到了胖涛之前被控制时没说完的话，他说感觉是衣服提着自己起来，对面的那个光头立刻就着急，就灭了胖涛的口，证明对面的弱点也就是这里。之前韩哲只是猜测，但是现在他前所未有的确定了。没错，对面的技能80%应该就是能控制衣服。哦，那我不穿衣服不就行了吗？韩哲一拍大腿。此时的店铺外，光头胖男正在慢慢操控风染身上的衣服慢慢褪去，他脸上满是兴奋，很享受这个过程。风染则是已经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不想看光头胖男猥琐的脸。里面的再不出来就要错过好看的了哦。光头胖男大笑着朝着韩哲所躲的酒吧喊道。酒吧里没有动静，光头胖男也没多管，继续着自己的作品。脱完风染的外套，他倒是没有急着脱风染的衬衣，而是转而去脱他的裙子。旁边的中分头也饶有兴致地观看着节目。光头胖男期待地舔了舔嘴唇，接着脸色瞬间又变了。你怎么还穿打底裤？缺不缺德呀？光头胖男怒道。风染没有回答，依然闭着眼睛，像是放弃了一切。这个时候，酒吧里冲出一个白色的人影，是韩哲。什么衣服都没穿的韩哲，我靠！中分头和光头胖男看见这一幕，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风染刚听到动静，睁开眼，结果睁开眼就看到一个裸男，他又立刻闭上了眼睛。看样子他猜到你的技能了。中分头看向光头胖男，光头胖男没有回答中分头，而是有些呆滞地看着韩哲，感叹了一句：好丑的纹身！纹身！刚跑出来的听到这句，韩哲也是一脸懵，然后他低头看了一眼，这一看，韩哲也被吓了一跳。刚刚酒馆里黑妹看到自己的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写满了红色的大字，这是什么情况？谁写的？什么时候写了？韩哲大脑一阵混乱，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他并没有过多纠结，而是转头向着街道一头拼命奔跑。一个金色半透明盾牌还在他的背后出现，绝对反射之盾。坏了，那家伙要跑！中分头急了，想要追。不用，光头胖男拦住中分头，这家伙以为不穿衣服我就拿他没办法，太单纯了。他看着韩哲赤裸的背影，一阵冷笑。啪嚓啪嚓，街道的几个服装店里突然飞出了10几件各种款式衣服，他们在路中央短暂的停留之后，就开始快速向韩哲飞去。有我的衣服大军，他跑不脱的，不过是增添笑料而已。光头胖男看着韩哲的背影继续笑。此时在闷头跑的韩哲也听到了来自背后的破空声，他回头一看，直接很多衣服在朝着自己飞速接近。还有这招，韩哲顿觉不妙，这些东西是飞的，韩哲2条腿根本跑不过他们。不行，让他们困住自己，动弹不得，就万事休矣了。韩哲没有犹豫，一个侧身躲到路边的一辆皮卡车后，然后奋力把手中已经攥了许久的东西向光头胖男和中分头丢了过去。这是一个罐头，正是韩哲的那个保命神器。罐头落光头胖男2人前面不远处的地上，瞬间爆开，2只狗出现在了罐头落地的位置，一黑一白。召唤兽！光头胖男和中分头立刻满是警惕，中分头手中也召唤了一个小透明球准备着。让2人没想到的是，2只狗并没有看向2个人，他们召唤出来就开始看着对方，接着朝对方开始呲牙。接着让光头胖男和中分头意外的事发生了，2只狗中的一只直接一个飞扑在了另一只身上，2只狗立刻开始撕咬起来，一阵混乱的犬吠。自己的2个召唤兽居然先咬起来了，蠢货！哈哈哈哈！笑傲文学。光头胖男指着打架的2条狗大笑着，就是，你看尾巴都要咬掉了，什么白痴召唤术啊！中分头也跟着笑。之后2个人直接坐在地上，一边看着2只狗打架，一边笑。所有的衣服落地，连风染也落了下来。但是风染落下来之后也没有着急逃命，也是坐下来高兴地看着狗打架。不远处的韩哲躲在车后，看着这些家伙中招。保命神器果然奏效，没错，这就是韩哲当时抽到的那个东西，顶级大片罐头。将本罐头丢出，会召唤出2只狗打架。附近的人如果看到，会强制性盯着看热闹。对，没错，只要看一眼就会被强制控住。不过药房也很简单，避开视线不看就行了。其实韩哲在丢出的时候可以喊风染闭眼，这样就可以让他幸免。但是那一瞬间，韩哲想到了2件事。第一件是喊闭眼，对面会不会也收到提示跟着闭眼，那保命神器就废了。第二件更为重要，是之前已经断定内鬼就是风染和胖涛2人中的一个。现在胖涛死前说他不是内鬼，内鬼就不是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必要再骗韩哲，那内鬼只可能是风染了。这样一来，韩哲就没有救他的必要，死了更好。所以韩哲丢的时候一声都没有吭，现在就是逃命的好机会了。韩哲转身就逃，但是韩哲刚跑出几步又停下了。自己能跑1时之后的那8天呢？这2个家伙和风染这个内鬼这么危险，
之后依然会是个巨大的威胁，倒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做掉他们。对，韩哲从车后出来，捡起路边的一片碎玻璃，向着光头胖男和中分头接近。两只狗撕咬的犬吠声很响，韩哲听声辨位，不像那边看很容易。但是这个罐头韩哲之前也没用过，他怕自己动静太大，让两个人从极致观影体验里醒过来，于是就轻手轻脚地向两个人接近。很快，韩哲已经接近了，对面这两个追杀者依旧还在看着两只狗打架。韩哲直接发动了技能，这位公子怎么长得这么像草稿？给了他们一人一张帅到足以触发韩哲技能的帅脸，算是上保险。韩哲眼看就能动手，中分头突然站了起来，技能失效了。韩哲一个机灵，接着就见中分头虽然目光还盯着两条打架的狗，身体却在慢慢往后退。韩哲精神瞬间紧绷，是这些家伙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自己，不过因为目光不能移开，所以眼睛还是在看狗打架，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反击了。那自己动手是不是正中下怀？不妙！韩哲连忙停下，紧紧盯着中分头。中分头的视线依然还盯着打架的狗，但是他却开始缓缓下蹲，左手伸向地面。他在干嘛？要捡什么？武器？韩哲看过去，只见中分头左手的地面上是一包从旁边商店橱窗掉出来的爆米花。中分头真的捡起了爆米花，然后打开爆米花包装，慢慢往嘴里塞了起来，全程双眼依然盯着两条狗打架。聚精会神，韩哲立刻松了口气。搞什么呀？原来是要边吃边看。韩哲抬起刀准备继续动手。啪！就在这时，两个追杀者后面的风染突然像是触电一般猛地倒在了地上。韩哲一惊，只见他的胸口心脏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孔洞，往外渗着血，他中枪了。接着韩哲听到了远处的一声枪声，子弹比声速快很多，一定距离外就是明显的先到子弹后到枪声了。还有其他人在放冷枪。韩哲立刻循声看过去，远处的博物山酒店的大楼楼顶果然有一个违和的金属反光，很明显的枪镜的反光。韩哲当机立断，几步冲到了街对面的矮楼下，这是那个楼顶看不到的位置。确定那把枪打不到自己，韩哲才稍微松了口气。而旁边的两个追杀者依然在看两条狗打架，不为所动。太精彩了，枪声都唤不醒他们。韩哲深吸一口气，一个这么准的狙击手，还拙劣到不会藏匿自己。哦，韩哲立刻就明白了，应该是另外的追杀者。虽然有了系统临时给的枪械精通的技能和狙击步枪，但是因为没有实际的狙击经验，不懂得隐藏狙击镜的反光，被韩哲一眼就看到了。那他刚才这一枪是？对，风染即使是内鬼，在追杀者眼里应该显示的应该也是逃亡者，这是在抢人头。经过一番战斗之后，白狗被咬得躺在地上不动了，黑狗摇着尾巴开始围绕着白狗开始转圈。原本被摔开的罐头朝黑狗喷出礼花，发出一阵礼花音效，代表黑狗才是优胜者。接着两个狗都消失了，光头胖男和中分头才意犹未尽地站了起来，更应该说是大梦方醒。我靠，我替你当然能接受，你有那个胖子的人头，可是我没人头，我不能接受啊。中分头骂道。没事没事，下播显示位置，我再陪你杀几个。光头胖男拍拍胸脯。行，现在咱俩先走，好好看看自己的帅脸去，哈哈哈。光头胖男高兴的要走，中分头也要走，但是随便看了一眼，突然意外说道：哎，这个女的都死了，头上怎么还有红色标志？可能因为刚死吧，过会就没了，要不你趁热滚。一间打烊的鞋店里，韩哲躲在卫生间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身体，无论是身前还是身后都写着红色的大字。让韩哲奇怪的是，从镜子里看过去，这些红色的大字都是上下颠倒的。这种情况下，韩哲如果直接低头看，字就是正的了。看着像是写字的人在韩哲头部这个角度写的，这似乎就代表这些字是韩哲自己写的。但这怎么可能呢？韩哲写没写字，他自己还不清楚吗？韩哲想到了一个新的可能，就是这些字是某个人用特殊能力给他写的，为了方便韩哲自己看，特意才写成这样。韩哲只能开始分辨这些字具体写着什么内容。字迹起始的地方是在左下腹部处，有两个字，就是这两个字让韩哲看得心惊肉跳，因为这两个字是韩哲。写字的人怎么知道自己叫韩哲？韩哲回忆着，在这个世界，知道自己名字的人应该只有和韩哲一起的6个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经死了，只有莫仓活着。写字的是莫仓，或者有人的能力是知道自己的名字。韩哲没有急着下结论，继续向下分辨，字不多，也是按照顺序写的，韩哲可以直接照着读。韩哲，相信我，我是来帮你的，千万别杀死猫。韩哲读到这里有点读不懂了，别杀死猫，这地方哪有猫啊？想杀也得有啊。但是留字迹的人不会特意留句废话吧？或许说这个猫是指代着什么？能指代什么呢？韩哲一时想不出来，继续找。韩哲发现自己的右后侧面还有一个字跟着，是去字。整句话变成了：韩哲，相信我，我是来帮你的，千万别杀死猫。去后面就没了。去什么？韩哲继续往下找，在后腰上找到了，就是一串数字：18、78、87、48。这串数字特意用括号括着，中间还有一个横杠，最后还有刻意一个句号。什么意思啊？还有别的信息吗？韩哲又在全身找了找，
除了这些文字以外，只有一条红色的线从第一个韩字一直延伸到左手掌，然后就是韩哲之前在观光车上被腥漆染红的手掌，后来洗了次手，现在红色已经淡到看不见了，没有别的信息。后面应该是个地方或者行为，应该和这串数字有关。会是坐标吗？坐标？但是韩哲是裸奔过来的，没带地图啊。这里有地图吗？韩哲转头找了找，果然店门口的架子上摆了几摞地图册，和韩哲之前拿到的一模一样。笑笑说，毕竟这里是度假村，所以到处都是地图小册子。打开一看，地图册上的平面图并没有坐标格，韩哲只能在柜台找到皮尺和笔，然后按照皮尺把地图上下左右各自分成10格子，找到了坐标大概在的格子，然后再细分。很快，韩哲就差不多找到了2个坐标对应的地方，一个是度假村高的那座山下面的一块娱乐和住宿区，一个是矮的那座山的半山坡的一个林区，都是很大一块区域。这么大块地方，就算是约地方要见面，这能遇上吗？韩哲再把整句话写在纸上看了看。韩哲，相信我，我是来帮你的，千万别杀死猫。去18、78、87、48，数字最后刻意有个句号，应该确实代表着结尾，这应该就是所有话最终的样子，包含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警告，2个未知情况的坐标。不对，如果标点符号是刻意写的，那2个坐标中间的横杠应该也有它的意义。短横杠在英语里代表着连字符，一般是一个单词如果写不下换行，连接2行的一个单词用的。正常2个坐标之间也不会用短横杠连接。那么会不会这4个数一起代表着一个地方？韩哲立刻把18、78这个区域上下左右各自分成10份，因为地图有点小了，韩哲只能在这个区域里找到和坐标87、48近似的90、50，然后凭感觉偏一点点。坐标只剩下这个区域内的2个未知的房子，但是因为平面图的精度实在有限，韩哲也不能确定是哪个房子。就是这里，那个写字的人想要自己去这里，要去吗？韩哲开始了斟酌。首先，留言的这个人是追杀者的可能性很低很低，大概率是韩哲同一边的人，因为如果是追杀者，有这机会直接杀了韩哲就行，为什么非要搞一个这么隐晦的留言脱裤子放屁？就算要骗韩哲去某些地方杀掉，那他留明显点不是更好？而且这个措辞如果要搞圈套，没必要这么隐晦，隐晦到韩哲现在也没完全看懂全部。他说的猫到底指什么？韩哲目前想不出来。此外，对方还知道韩哲的名字，所以韩哲先前也已经推断过，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莫仓。莫仓这个人，韩哲先前也已经分析过，以他的能力，杀掉整个队伍都能做到，完全没必要和韩哲几个人一演。但他一直没有动手，所以一定不是内鬼，他一定是韩哲这边的，只不过喜欢临阵脱逃罢了。至于为什么莫仓要留下这行留言，或许有他不能说的苦衷。有什么疑问，去那个坐标找到他就明白了。韩哲看了看地图，遗憾的是，这个坐标是在度假村的另一边，离韩哲现在地方还很远。韩哲去那个地方可能还要费上一番功夫，还是得做些准备。韩哲打开面板右上角，随便看了一眼，剩余人数63，但是逃亡者和追杀者具体人数还是不知道，随便吧。韩哲在鞋店找了双合脚的运动鞋，然后又找到了一件不那么合身的衣服凑合穿上，接着就躲在店铺里屋开始了等待。他在等着那2个追杀者离开那片地方。韩哲是裸奔出来的，他的背包还在之前躲着的那家酒吧里，里面不仅有韩哲的补给品，还有韩哲的那些或许有用的特殊物品，当然还有韩哲的衣服，这其实也挺重要的。那件衣服是韩哲常穿的休闲服，是学校统一定做的专门的游戏服，耐磨坚韧，穿着舒服，冬暖夏凉，还不影响行动。没错，其实每次进入游戏，每个人都穿着自己进入时的衣服，不过一般都会系统被清空一切口袋、夹层之类的，只留下衣服。这也就是之前韩哲能在游戏里也穿经纶衣服的原因。只有某些特殊情况下，进入游戏的参与者才会被系统换掉衣服，有的是因为游戏背景的需要，系统会给参与者换上特制的衣服，比如警匪类的游戏，上来就会给当警察的参与者换上警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防止参与者在衣服上大做文章。之前韩哲就听过报道，有人试验穿着防弹衣进入游戏，进入后立刻就被系统换成了普通衣服。对，像防弹衣这种特殊效果的衣服，大概率就会被系统截留。不过经纶衣服没有达到特殊效果的程度，所以之前的游戏韩哲能穿进去。但无论如何，韩哲自己的那件衣服都比韩哲身上这件要好。这件又小又紧，之后如果韩哲跑起来可能都会崩开。而那2个追杀者什么时候走，韩哲也拿不准，可能就不走了。韩哲没办法，只能选择多等一会比较保险。他干脆就在里屋的单人床上小睡一会。他只有一个人，完全不敢睡死，只能边睡边听着外面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韩哲醒过来，看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感觉得有晚上6点，但是看看柜台桌上的钟，居然只有下午4点，4点就天黑啊，还是表不准，怪怪的。韩哲离开了鞋店，徒步了一段路，找到了之前的那条街。之前的那个罐头的壳都还在这里。让韩哲意外的是，原本风冉倒的方现在空空如也。风冉的尸体呢？怎么没了？难道他没死？不可能，他被打中了心脏位置，活不了的。那尸体为什么没了？总不能是有人收尸吧？对，
有可能是村民给他收了尸。韩哲没有再想，而是进到了之前的那个小酒馆。胖涛血肉模糊的尸体还在这里，看着有点骇人。如果有村民收尸，怎么胖涛的尸体没人管？韩哲很奇怪，但也想不出答案。你给了我技能，我得谢谢你，我稍微给你收个尸吧，虽然不知道在游戏里收有没有用。韩哲看着胖涛的尸体，自言自语。韩哲转头在找自己的背包和衣服，还好都在，背包里面的东西也没少。看样子那2个人根本就没进来搜。那卷小道消息的报纸也在，现在上面会印着什么？韩哲有点好奇，就把报纸抽了出来，打开看了一眼，韩哲立刻就合上了。果然这次是自己上报纸了，但是韩哲还是忍不住又打开看了一下，照片是就是自己裸奔逃跑的照片，然后看看标题，一男子为抗议其他人对不举人群的歧视，当街裸奔。这 T， 但是下一秒韩哲就立刻缩了回来，因为他看到一个穿着战术背心的人趴在悍马车的顶舱口，撅着屁股，不知道在干什么，估计是在翻找着车里的东西。追杀者，而且这个背影有点偏胖，让韩哲一下就联系到了之前的那个光头胖男。他怎么还没走？那我走。韩哲准备就要跑，微微探头再看一眼，准备找一下那个中分头追杀者的位置，没有中分头的身影，而那个胖追杀者依然趴在悍马车的顶舱口一动不动。不太对劲，这家伙干什么呢？韩哲朝四周看了看，再回头看，那个人还是不动。难道说……韩哲心里有了个推测。韩哲壮着胆子靠近了一些，那个人依然没动静。韩哲也不太顾虑了，直接掏出匕首，快速接近。如果判断失误，对方背对自己也是个好机会，自己可以趁机解决掉这家伙。笑傲文学。等韩哲来到身边，这个人还是保持着这个姿势。韩哲确定了一件事，他抓住这个人的背心，向后用力一扯，这个人直接躺在了地上，是张刘德华的脸。没错，正是那个光头胖男。这张脸还是之前韩哲为了触发极度之神的恩赐给他的，不过已经死去多时了。他明明那么强的技能，怎么这突然就死了？韩哲很疑惑，怎么死的啊？韩哲检查了一下尸体，韩哲没有找到任何明显的伤口，就是单纯的死了。强烈的不安感让韩哲只想快点离开这里。他看了眼悍马车里面的胖涛风染的包已经被人翻过，东西落了一车。韩哲在几个柴油桶之间找到了2桶汽油，这是韩哲之前为了以防万一问加油站的工作员要的，现在也还用得上。毕竟以韩哲现在的条件，柴油是点不燃的。草草火化了胖涛的尸体，天就已经黑了。天黑的比韩哲料想的要快。韩哲还特意找了家店铺看了看表，差不多5点，5点外面就黑了。接着整个商业街的路灯都自动亮了起来，但是整个街区一片寂静，一个人也看不到。好像爆炸后，这里的绿衣服村民就一个都见不到了，应该是怕危险全跑了。也行，也算清静。韩哲还记得晚上应该还有一次位置显示，这一次对于韩哲来说或许很难挨过去。韩哲需要一辆车，让自己能在现实位置的时候保持移动。韩哲先回去简单看了一眼之前的悍马车，如果防弹的悍马车能开，那无疑是最好选择。但是来到底盘这边，韩哲发现车底盘的防弹钢板都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里面保护很多底盘的部件已经断掉了，这个车是开不了了。笑傲文学，只能去找别的车。虽然没有钥匙，但是韩哲在学校是学过一些偷车的，毕竟很多的游戏里车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偷车也是一门比较重要的课程。不过也仅限老式的钥匙车，高级些的电子启动的车就搞不定了。所幸这个街区都是老式货车。韩哲开了一辆冷鲜车，确定能开后，就躲在了旁边的一个咖啡店的2楼，等待着位置显示时间的到来。让韩哲意外的是，他等了许久，也没有看到即将显示位置的提示。看看墙上的钟，已经接近午夜12点了。显然，这个显示位置环节是随机的，并非固定时间。韩哲看了看窗外，此时外面的街道又起了薄雾，路灯的灯光在雾中变得有些虚幻，看着白蒙蒙一片。除了路灯，所有的建筑物窗口都是黑黢黢的，远处的博物山大酒店的大楼甚至完全在黑暗中看不到了，死气沉沉。韩哲看着越发不舒服。当他准备离开窗口的时候，韩哲突然就是一个机灵，因为他看到斜对面店铺的2楼窗口处站着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在旁边路灯的映射下，身影显得格外清晰。我靠！韩哲下意识俯身躲到窗台下，那是什么？是村民？不可能，没有穿绿色衣服。是追杀者？不会，他没有穿黑色战术背心。是逃亡者？有可能，应该就是逃亡者。真要命啊！一个逃亡者整得跟个女鬼似的，有什么大病？韩哲重新探头看过去，白色的女人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黑洞洞的窗口，在死寂的薄雾中更像是一张怪物的大嘴。他去哪了？也是看到自己躲起来了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韩哲正在思考着，一个念头涌现心头，有没有可能对面的那个女人是风染？毕竟自己现在也没见到她的尸体。不可能，韩哲立刻在心里就否定了。先不说风染到底死没死，但是韩哲和风染已经算比较熟悉，那女人如果是风染，韩哲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那确实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应该就是另外的逃亡者。韩哲这样想着，面前突然跳出了提示框，注意，15分钟后显示所有逃亡者的位置，本次显示时间约20分钟，15分钟准备时间，显示20分钟，都不是30分钟了。
这个时间也不一定啊。准备上车，开始保持转移吧。韩哲背起了自己的背包。这个时候，韩哲有点好奇，马上要显示位置了，对面那个女人会有什么打算？如果有什么特殊办法，或许韩哲还能跟着学2招。于是，韩哲再次回到窗前，稍微探出了一点点头，看着对面的那个店铺。那个店铺没有任何动静，也不见女人出来。他是打算就躲在这个店里度过这显示位置的15分钟。韩哲一阵失望，他还以为那个女人还能有什么高明的措施呢。但是韩哲也没着急走，毕竟还没开始显示位置，或许开始显示后女人才会行动。在安静的等待后，15分钟过去，显示位置开始，一道红色光束从韩哲身上直射上天空。让韩哲意外的是，对面的那个店铺里依然是一片黑暗，并没有任何光束照出来。他人呢？难道已经悄悄到自己这边了？韩哲连忙跑下楼，站在街道上回头看去，身后的这片房子里也没有任何的光束照出来。看看四周，最近的光束在矮山的另一头的半山坡上，离得很远。整个商业街只有韩哲这一道光束，孤零零地立在午夜的薄雾中，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人，从来就没有。韩哲目瞪口呆，这地方不对劲，很不对劲。走，走！韩哲直接跳上冷藏车，发动车子，开始向商业街外开去。韩哲已经感觉到后脊发凉了。韩哲很快开出商业街，沿着林间小路绕了几圈。所幸在显示位置的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出现追杀者。可能因为这次的时间比较短，也可能是因为韩哲这是单独的一道光，目标价值比较低。总之，这一次韩哲算是平安度过了。韩哲再次开动汽车，慢慢远离了这片区域，中途车灯都不敢开，基本上是摸黑走的。把车停在林子后，韩哲决定就在车上过夜。夜风刮过林子，响起阵阵声音，听着和韩哲听过的风声都不一样。这个风声格外像女人的哭声，让韩哲只觉得冷，冷到难以入睡，直到后半夜才缓缓睡去。一觉醒来，天还是蒙蒙亮，好像才凌晨4、5点。韩哲看了一眼车载收音机的时间，立马就坐起来了。是早晨7点半。7点半，他清楚地记得2件事：一是出发前他和店铺里的表核对过，这个表是准的；二是昨天天亮的时间是7点钟，怎么今天7点半了？还是这个蒙蒙亮的天色？韩哲开始以为是起大雾了导致的，但是仔细一看，雾气还是一样薄，就是单纯的太阳还没出来。什么情况啊？这个世界的日出时间不一定，怪事真是越来越多。但韩哲没有管太多，只是发动了车子，准备先前往那个坐标。不过走之前还是看一眼那个报纸，看看有没有更新什么内容，多一些信息总是好的，或许就能看到敌人的位置，韩哲能提前避开。韩哲掏出报纸看了看照片，报纸已经更新了。这次的照片看着有点不对，是特别瘆人。照片上是在夜晚的一个树林里，月光下有很多穿着白色连衣裙的长发女人，她们稀稀拉拉的围成一个圈站着，都在看着圈的中心。这个圈的中心停着一辆货车，车身侧面是薄雾冷鲜的图样，画着个卡通龙虾。等等，韩哲立刻跳下车，看了一眼自己冷藏车的车身，车身是4个字：薄雾冷鲜。和照片上一样，也有个卡通龙虾冲自己笑。这图里的不就是自己的车吗？报纸上的图就是昨天晚上自己睡着后周围的情况。我尼玛！韩哲立刻看向周围，周围只是空空的林子，并没有见到照片里的那些女人。但韩哲立马就窜上了车，即使现在周围并没有见到那些女人，他的大脑依然一片空白，心脏都快蹦出来了。他赶紧取出轻松喷雾，对着自己喷了一下，心情这才平复了一些。放下喷雾，韩哲心里还是满是波澜。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游戏很不对，不是逃杀对抗类吗？为什么会有女鬼一样的东西？而且他们怎么不攻击，就围在周围看着？变态吗？癞蛤蟆爬脚背，不咬我光恶心我，到底怎么回事？韩哲又看了一眼报纸的标题，龙虾价格可能飞涨，无数市民劫车抢购。标题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算了，先离开这里。这个林子韩哲不想多待1秒。韩哲开着冷藏车开始向着那个坐标前进，不过为了避开追杀者，韩哲选择了绕相对偏僻的小路。韩哲心里有了个推测，这些怪事可能就是莫仓约自己去那里的原因，但是具体怪事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韩哲目前推测不出来。莫仓或许真的知道，还是尽早去，韩哲心里也能有个底。车开上公路不久之后，太阳出来了，周围亮起来了。韩哲特意看了一下表，日出时间刚好是8点，确实比昨天推迟了1个小时，好像昨天晚上也比前天日落的早，差不多是下午5点。难道日落也早了1个小时？如果明天也这样下去，每天少2个小时，到第7天以后不就没有白天了？韩哲越想越觉得奇怪。正在韩哲心乱如麻时，韩哲眼前再次浮现了一个提示框，注意，15分钟后显示所有逃亡者位置，本次显示时间约30分钟，又是显示位置，这次是清晨就来了，真是破事一个接一个。韩哲有些喘不过气来了。韩哲把车停在路边，依然是之前的战术，等到显示位置开始以后，韩哲再保持快速移动，让追杀者不好下手。在焦急地等待了15分钟后，韩哲身上出现光柱，立刻发动汽车开始移动。沿着公路兜了10几分钟的圈子，也没有什么动静，这次应该是能平安度过了。韩哲稍微松了一口气。擦！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一声尖利的破空声，还没等韩哲反应，前面一根树干突然从前面飞了过来，
车里的韩哲无处可逃，只能全力俯下身。咚！树干直接砸进了韩哲的驾驶室，玻璃四溅。冷藏车也失去控制，撞在了旁边的一棵大树上。咔！韩哲踹开变形的车门，捂着脑袋弄车里跳了下来。哟，还是个小帅哥呢，真是可惜了。背后传来一个女声。韩哲看过去，背后不远处站着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穿着黑色皮衣高跟，戴着猫咪半脸面具，手中是一根长长的藤鞭。让韩哲心凉的是，这个女人的皮衣之上也套着一件黑色战术背心，不过是修身款。还是追杀者？韩哲没有太过慌乱，只是冷冷道：“你穿这么一身，是从哪个3级片里穿越出来的？既然没得跑了，那气势就不能输。”猫咪面具女人愣了一下，接着又轻蔑道：“你还挺有种啊！”猫咪面具女人说着，直接一甩出了鞭子，鞭子直接朝韩哲弹了过来。韩哲连忙低头，鞭子就从韩哲身边错了过去，直接歪到了旁边的一棵大树上。韩哲看了眼拴到树上的鞭子，轻松了一些。这个准度很一般吗？还不如拿把枪。可是猫咪面具女人依然是蔑视般的笑了笑，接着她用力一扯，整棵大树直接被连根拔起，接着直直朝着韩哲砸过来。韩哲立刻拼命翻滚，才勉强躲过大树。大树砸在身边，掀起的气浪都几乎要把韩哲吹倒。惊魂未定的韩哲看着旁边的双人合抱粗的大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鲁智深看了都得哭，太夸张了，哥们，加油，小帅哥，第2颗要来了。猫咪半脸面具的女人冲韩哲笑笑，又操纵鞭子，一下又拴在了旁边的一棵树上。韩哲直接扭头拼命往林子里跑，这次先再见，下次我一定给你的视频充会员。韩哲边跑边喊，既然要跑，那也得说点有气势的。而韩哲很清楚，树林里树木密集，可能会很影响场边的发挥，所以树林似乎是自己唯一的机会。韩哲刚钻进林子，一棵大树就紧随其后砸过来了。2棵树替韩哲挡下了这棵树，但掀起的气浪还是几乎要把韩哲掀翻，还算有效。韩哲心里重燃了希望，只要拼命钻林子，或许能躲掉这个看着像拍成人电影的女明星。背后的猫咪面具女人却是轻轻摇了摇头，小帅哥，天真了哦。他的鞭子再次一挥，这一次的目标不是树，而是韩哲的腰。鞭子的尖直直就朝韩哲飞了过来。其实对于他来说，拴住韩哲拖回来真的是非常容易的事，鞭子的速度真的很快。韩哲刚听到背后的破空声，鞭子就已经到了，根本没有机会躲避。鞭子一下套到了韩哲的腰上，啪！韩哲突然发出一道金光，把鞭子震飞了。猫咪面具的女人只觉得瞬间右手虎口吃痛，怎么回事？猫咪面具的女人懵了，怎么回事？韩哲比他还猛，你用了什么招数？猫咪面具的女人远远地盯着韩哲，喊道：“不知道啊，可能一身正气吧。”韩哲没有多说，转头又开始跑。无论是什么原因，等安全脱身了再慢慢想。鞭子又到了，啪！鞭子碰到韩哲的前一瞬间就被提前震飞。猫咪面具的女人彻底呆住了，韩哲也有点呆滞。有什么东西能替自己挡2鞭子？韩哲开始对自己的东西拼命回忆，他立刻想到了一样背包里的东西，专心致志护身符。还在为一学习就有漂亮女人找你约会而烦恼，现在有了本护身符，告别学习分心。带上本护身符，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一旦再有漂亮女人打扰你，本护身符会强制打断对方对你的打扰，让你专心学习，成为国家栋梁，指日可待。好家伙，韩哲明白了，对面这个女的判定是漂亮女人，自己在专心逃命，她用鞭子打扰，触发了护身符，护身符就强行打断了她。哦，这自己对付她不是随随便便了吗？那我还跑什么？韩哲停下了脚步，转头盯着对面的女人。韩哲满面坏笑，直接看得对面的女人心里发毛。韩哲开始全力朝着猫咪面具女人跑去，猫咪面具女人也有点慌了，立刻朝着韩哲就是一鞭子，鞭子打在韩哲身上又是被金光弹飞。韩哲可是在专心奔跑呢，你别过来！猫咪面具女人彻底慌了，连连后退。我就要过来！韩哲直接冲到了女人的面前，然后对着女人就是一拳捶过去。捶的一瞬间，韩哲还对着女人发动了技能，极度之神的恩赐触发条件是比自己帅，女的就不能用帅这个形容词了。所以韩哲在出拳的瞬间，把他面具下的脸变成了吴彦祖。又是吴彦祖，毕竟在这0点几秒，韩哲一下想不到别的比自己帅的男明星。女人动作也很快，将双臂护在面前，看似韩哲这拳被挡住了，但是完全没挡住，女人还是直接被打飞了出去，落在地上掀起一阵灰尘。韩哲打算再次追上去再打一轮，但是韩哲怕女人中途反击，他现在的脸是爷们的脸，护身符应该不能触发，那就韩哲打他的时候给他张彦祖的脸触发极度之神的恩赐，让韩哲伤害增加。韩哲被他反击的时候给他张美女的脸触发专心致志护身符，让他的攻击无效。这太有操作了。不过美女的脸给谁的呢？韩哲一下想不起来脸很完美的女明星，算了，韩哲直接给了她一个动漫女角色的脸。再次追上去，那女人的头变成了2维动画的头，但是上面戴着一个现实风的面具，看着就像一个拙劣的贴图，很是违和。这时候女人奋力打出鞭子反击，打在韩哲脸上依旧被金光弹飞，毫无效果。鞭子又转向旁边的大树，看样子是他觉得直接攻击韩哲无效，用大树砸或许会有效。
这个有没有效韩哲也不好说，所以韩哲不打算冒险给他机会。韩哲直接冲到了女人面前，瞬间把她变回了吴彦祖的脸，接着又是一拳砸在她身上，她直接被韩哲重重打倒在地上。韩哲直接摸出闪电匕首，瞄准女人的咽喉，直直刺了下去。给我死！韩哲可不会因为对面是个好看的女人就心软。韩哲还记得自己在学校上的第一课，这是门战斗概论课，教课的老师是一个壮汉，脸上手臂上都有多处明显的刀疤，估计身上疤更多。他上这堂课，先是给所有人发了一个小盒子，里面铺着一些软草，笑傲文学。然后他又搬来了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很多只小猫、小狗、小兔子，都依偎在一起睡觉，看着还挺可爱。班里的好几个女生看到，都是兴奋的一阵尖叫。你们每个人在箱子里挑一只喜欢的小动物。教课的壮老师说道。那时候韩哲是刚来这个学校，也没怎么接触过游戏，可以说什么都不懂。他随便选择了一只白色的小猫，这只猫通体白色，小爪子粉嘟嘟的。韩哲把它捧出来的时候，只是看了韩哲一眼，就翻了身，继续在韩哲的双手里睡觉。韩哲把它放进自己的盒子里，还帮他把草铺了铺。可爱吗？老师看着众人，众人纷纷点头。好，现在你们一人拿一个这东西。老师给众人发了一样东西，韩哲拿在手里才看出来，这是一把明晃晃的手术刀。现在用你们手中的手术刀杀死你们刚刚领取到的小动物，别的方式杀死也可以。众人一愣，那时候韩哲看了看面前的小猫，现在突然让自己弄死它，还真有点下不去手。老师为什么啊？一个女生立刻就站了出来。为什么？就假设他们是你在生死游戏中的敌人，杀死他们就行。老师看着众人说。韩哲差不多明白了，他深吸一口气，缓缓拿起了手术刀。又一个女生直接把手术刀一丢。老师，我实在下不去手，这太残忍了。下不去手啊？那我帮下你们吧。老师打了个响指，韩哲盒子里的猫咪突然站了起来，他的两个眼睛忽然变得无神，脸上的多处的皮毛开始破开，这些破溃处长出了一只眼睛。很快，整只猫咪的脑袋跟个莲蓬似的长满了眼睛。这是什么玩意啊？韩哲下意识就对着猫的脑袋把手术刀全力扎了下去。血溅，这只猫跟着就一动不动了，但是依然很恐怖。韩哲赶紧用干草盖住了他的脑袋。韩哲再看向其他人，全场也满是混乱和尖叫，大家的盒子里的小动物也都变成了小怪物。大部分人都赶紧下手，有几个女生虽然被吓哭了，但是也还是胡乱的挥舞着手术刀，把小怪物乱刀捅死。一个女生被当场吓晕，她的全身长满眼球的兔子从盒子里跳了出来，眼看就要往旁边的男同学身上扑，还是老师一个飞刀解决了那只疯狂的兔子。混乱终于平息，在众人惊魂未定的时候，老师平静地开始了讲述。在生死游戏里，你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对手，看上去毫无威胁，他们可能会是一个可怜无助的老人，一个思念女儿的父亲，一个性感火辣的女郎，一个乐于助人的绅士。但是他们就像这些小动物一样，无论外观有多可怜、多可爱、多没有危害，但因为是对手，是敌人，他们永远对你都有着致命威胁。所以在生死游戏中，面对敌人，丢掉你的仁慈和犹豫，朝着你的敌人果断刺下去，救你自己的命。老师说着，一下丢出手里的手术刀。一只8条腿身上插着手术刀的小狗刚从盒子中站起来，又被老师一刀爆掉脑袋。没错，如果在其他类型的游戏里，韩哲能放过就会放过，但是这是事关生死的战斗游戏，韩哲绝不会因为对面胸大就有犹豫。虽然确实挺大的，就在匕首的刀尖即将刺入女人的咽喉时，韩哲的余光看到了女人的猫咪面具。等等，猫！韩哲立刻改变匕首的轨迹，刀尖重重刺在了女人脖子旁边的地上里，泥土溅了起来，闪电匕首也触发了效果，响起阵阵贝斯声组成的电音。韩哲选择了留下他的性命，不是因为仁慈，因为他在最后关头想起了自己身上的那行字，想起了那句警告，别杀死猫。这个女人正好也戴着猫咪面具，那个猫难道指的就是这个女人？韩哲不敢确定，但是除了这个女人，韩哲还没有见过其他任何和猫相关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韩哲还是决定留下她的命。韩哲取下刀，站起了身，女人也坐了起来。你不杀我？我只杀对手，你的实力太弱，不能算我的对手，所以你走吧。韩哲随便说道。这个借口可能不是那么让人信服，但是说出来很帅。你，猫咪面具的女人一下没话说了。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韩哲又问了一句，因为他现在有点怀疑，这个女人或许就是留言的人。如果女人知道他叫韩哲，那证明女人就是留字记的人。这谁知道啊？你又没写脸上。女人摇了摇头，显然她不是。那算了，韩哲心里的疑问还是得去那个坐标找留言的人。不知道，那就算了，再见。韩哲后退几步要走。等等，干嘛？韩哲有点不耐烦了。你不杀我，是不是因为我胸很大？你怕糟蹋东西？女人朝着韩哲笑笑。这次是韩哲无语了。你既然饶了我一命，我也是知恩图报的人，告诉我你的地址吧。如果我们两个都能活着出去，姐姐让你睡一下。女人再次冲韩哲笑笑。睡？虽然真的很大，但是韩哲一点都没有这个兴致。现在活下来都成问题，还是别想着出去睡觉的事，倒不如来点实际的。你要是真想答谢我，赔我辆车吧。韩哲指了指背后被砸烂的卡车。
猫咪面具的女人看了韩哲一眼，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她张嘴想说什么，但还是忍住了。接着，她转头指了指背后的一片树林：“我的摩托在那里，你开走吧。”她语气里有些无奈。韩哲看过去，果然有一辆摩托车，还是重机车。谢谢。韩哲礼貌说了句谢谢，没有再有丝毫逗留，开着摩托车扬长而去。猫咪面具的女人看着韩哲离开的背影，甚至觉得有些失落。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男人完全对我面具下的脸不感兴趣呢，难道真的是我魅力退步了吗？她苦笑一下，从腰间取出小化妆镜，打开照了一下。她立刻睁大了眼睛。吴彦祖，位置显示时间已经过去。韩哲在路上骑着摩托，向着目标坐标前进。快接近坐标的时候，韩哲稍微在路边停了停。他取出了报纸，无论标题有多离谱，这玩意也确实都能提供一些的情报，还是得频繁看看，或许就能看到有用的东西。展开报纸，这次照片上的不是韩哲了，不过上面的一个人韩哲也认识，是之前在度假村门口那个穿白色西装的男青年。照片上，这个白西装男青年和几个穿黑色战术背心的人站在一起，一群人有说有笑。这些不是追杀者吗？这个白西装是逃亡者，怎么和他们混在一起？韩哲在看标题，经过多年的战斗，白衣主义者和黑衣主义者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没什么参考意义。不过韩哲也很快就明白了，他能和追杀者混在一起，那他不肯定就是内鬼吗？原来他真是内鬼之一啊！虽然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让追杀者相信他的，但是既然他已经坐实内鬼身份了，那韩哲见到他就得躲着走了。尤其是他身边还有这么多追杀者，现在他们在哪里？韩哲看了看照片上的背景，背后的假山石上有一个字：温泉。韩哲立刻掏出地图看了看，温泉馆就在自己的前面。我靠，这不相当于迎面撞上敌军主力吗？不行，得躲着走。韩哲只能选择绕路，从另外的路绕过温泉馆，终于来到了半山腰的观景住宿区。入口处的岗亭里倒是有穿着绿衣服的工作人员，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呆呆地看着前面。有看到穿黑色战术背心的人来过吗？韩哲在窗口问道。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回应，依然双目无神地看着前方。喂，没事吧？韩哲敲了敲玻璃。工作人员缓缓把头转了过来，依然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直直地瞪着韩哲，这瞪得韩哲一阵发毛。你忙吧。韩哲直接走开，在一个角落里打开之前自己标记的地图，坐标的这2座房子是在这片区域的西南角。韩哲小心地摸过去，这西南角的一片都是供游客住宿的小别墅，中间也有一些供游客娱乐的活动室。韩哲来到了那2座紧挨的房子前，一个是2层别墅，一个是间平房。哪一间？韩哲先凑近了别墅看看，里面的桌椅都整齐摆放着，看不到什么人。韩哲想推门进去，发现门上还有特殊的防盗锁。韩哲开锁其实也会一点，但是也只限简单的老式锁，这种锁他还真没办法。要进去只能砸玻璃，或者……韩哲看了看身后不远处的住宿区管理处，这是一间小屋，进门就是柜台。一个留马尾辫的女工作人员站在柜台处，也是无神地看着前方。即使韩哲进来，她也没用丝毫反应。嗨，韩哲手掌在她面前挥了挥，依然没什么反应，只是眨了眨眼睛，让韩哲能确定是活着。怎么都死气沉沉的啊？韩哲觉得不太对，一会再看情况，不对头就赶紧跑吧。韩哲打算着。那个后面那2栋屋子的钥匙能给我吗？韩哲指了指后面说道。女工作人员没什么反应，韩哲只能再大声说了一遍。女工作人员才缓缓转头看向旁边的钥匙架，依然面无表情。韩哲越发不舒服，连忙从上面取下了对应的钥匙，直接离开了管理处。怎么回事啊？原本热情的工作人员现在都怎么这么管？韩哲不由自主地联系到了那些白衣女人，冷汗就下来了，一定是有什么韩哲不知道的秘密。不行，得赶紧找到那个叫自己来的人。韩哲几步跑到那座别墅前，快速开了门。屋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东西都整齐地放着，电器甚至都被白蒙着，完全不像有人在这里。喂，我是韩哲，屋里有人吗？韩哲冲着屋里喊了喊，接着韩哲认真听了听，屋里还是一阵寂静，没人。不是这间。韩哲只能再喊一声，你再不出来，我走了。屋子里还是寂静。韩哲深吸了一口气，掏出匕首，默默地走上楼梯。他的这位公子怎么长得这么像草稿？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一有人出来，他就会把对手的脸快速变成吴彦祖。只要触发极度之神的恩赐，韩哲肉搏基本上不会吃亏。韩哲怕的其实就是敌人从远处开枪，不过在狭小的屋子里，韩哲也不太担心这一点。2楼是几个房间，屋门都开着，里面是白色的整齐的床铺，被褥也都叠着，衣柜是空的，只有几个衣架，这里根本没有人，那就是旁边的平房里了。韩哲下了楼，来到了旁边的平房前。这座平房外部的装修还贴着木头，其实看着也很精致，但是屋子并不大，感觉里面顶多只有2个房间，窗户是小窗，在高处韩哲看不到里面的情况。韩哲只能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里面的动静，也是一片安静。不会没人吧？韩哲用钥匙打开了门，里面比较昏暗，韩哲直接打开了墙上的灯。一个装修精致的房间出现在眼前，地上是地毯，墙上是实木墙板，上面还挂着个麋鹿头标本，中间有个老式壁炉，
当然，最醒目的还有壁炉两边排开的贴着墙放的几个书架，上面摆满了精装书。这里看样子是个类似阅览室的地方，但是没有人啊。韩哲往里走看了看，一个书架后面是里屋，但是里屋就是个几平米的厕所，并没有其他人。韩哲捂着脑袋，满面痛苦，难道自己推断错了？这个坐标其实就是2个坐标，并不是一个，或者那根本就不是坐标。韩哲正想着要往外走，却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看到了门框上的墙面上用和韩哲身上一样的红色颜料写着一行字：韩哲，找到你看过的书。韩哲看完墙上的这句话，立刻就觉得有点像做梦了。你说对手知道自己的名字，那韩哲还能信一下，毕竟莫苍知道，或者有些技能或许也能知道别人的名字。但是如果说连别人看过的书都知道，这就太天方夜谭了。韩哲实在是不相信，但是韩哲还是在书架上找了找，他想看看这个人到底会搞个什么猫腻出来。书架上的书很多，好像很多都是外文书，不过因为这场游戏没有语言隔阂，强行都转码成了韩哲认识的文字，所以大部分书名看着很陌生。不过韩哲很快就找到了一本《乡村美艳寡妇》，这本他看过。身后的提示让韩哲找出看过的书，会不会不止一本？韩哲又往下找，《新虾边故事》这本也看过。还有什么？《浑圆形意太极拳》这本武侠小说，韩哲也看过。韩哲找了几个书架，就找到了这3本他看过的书。还有一本韩哲也不知道算不算，叫做哇，我的未婚妻居然是女帝。这本书韩哲只看过了前半部分，后面看到女帝其实是个男的男扮女装，韩哲就把书撕了。笑傲文学不能算看完，所以韩哲也不知道这本算不算。但是韩哲还是把这4本取了下来，看着没有什么特别的，韩哲一阵失望。就说嘛，怎么可能有人知道别人看过什么书？韩哲这样想着，随手打开《乡村美艳寡妇》，咔，一张折叠的纸条就掉了下来，落在了地上。韩哲的心里也是咯噔一下，那个人知道，他真的知道自己看过什么书？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韩哲赶紧把纸条捡了起来，打开。这张纸条很大，上面写了不少字。韩哲往下扫了一眼，是一个个带有序号的很普通的问题，比如你是几班？你们排号的第3位是多少？你班里同学的数量？韩哲看不懂，写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翻过来，又是几句特别的话。1. 选择那本你没看完的书，第11页第42行第6个字。2. 第23页第7行第1个字。就是类似的话。韩哲有点看明白了，这应该是密码。留纸条的既然知道自己看过什么书，那应该也知道自己哪本没看完。没看完的书指的应该就是这本啊！我的未婚妻居然是女帝。韩哲翻开这本书，按照第1句话翻到11页，找到第42行。不对啊，第11页是张标题页，只有几行简介，根本没有第42行。难道对方猜错书了？那就全完了。这一书架的书挨个找，不得找到下个世纪去。韩哲又看了看纸条上的提示。1. 选择那本你没看完的书，第11页第42行第6个字。这个页码是带括号的，那可能不是指的具体的页码，而是对应着前面有阿拉伯数字标号的问题。韩哲往前找到第11个问题，你的宿舍号前2位是多少？韩哲住在717，那就是71。韩哲继续往下看第42个问题，你们班转进来的校花名字的第3个字啊？校花的名字指的是沈然吗？她名字的第3个字也不是数字2啊？可能是。韩哲继续往下看，第6个问题的答案是7，那第1句话的答案就很明显了。第71页第2行第7个字。韩哲明白了，这些问题是一个内容的多级加密，而且这个加密似乎只有韩哲本人能破译。韩哲连忙翻过去，这第7个字是识字。韩哲皱了皱眉，这费半天劲就得到了一个识字。往下看，还有序号为大写1、2声的问题，证明还有一层加密。这工作量，韩哲都有点发愁。韩哲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要费神搞这么复杂的一个加密，他是在害怕什么被别人知道了？但是韩哲没有办法，真的只能硬着头皮往下破译。随着韩哲往下翻译，韩哲越来越觉得毛骨悚然，因为这个留言的人对韩哲实在是太过了解了，有很多韩哲没怎么和人说过的事，他居然都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韩哲甚至有了一个自己不敢相信的想法。不知道翻译了多久，韩哲翻译到了问题1，韩哲卡住了，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是你读的是第几中学。这个问题看似正常，韩哲根本就答不上来，因为他的学校根本就是第几中学，全名是东川市立规则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学习霓虹笑脸游戏的各种规则的，哪有第几啊？难道这个人搞错了？韩哲只能先暂时放下，因为答案是个位数的话，最后或许能够试出来。2号问题是你的班主任姓什么？姓什么？姓贾呀。韩哲继续往下翻译，不久终于看到了整个纸条的最后几句话。这几句话是由阿拉伯数字、汉字数字和大写数字一起组合成的话，这应该就是那个人要告诉自己的内容了。韩哲把前面算出来的内容代入，1号答案没算出来，韩哲只能先跳过。第1句就变成了韩哲，现在的1是假的，
假，同音字是假吧？那就是现在的一是假的。那什么是假的？韩哲重新看了一下1号问题，你的学校是第几中学？看着好像在问学校名字。那韩哲的学校叫做东川市规则学校，那就是规则。韩哲把这个词带了进去，变成了韩哲，规则是假的。这次读通了，规则是假的。什么规则？游戏规则吗？韩哲连忙再往下翻译，很快所有的话都翻译出来了。韩哲，规则是假的，这是合作而不是对抗。杀死猫，自己1小时后也会死。联合其他人，活到第10天。别相信村民，小心那些东西。小心物，你知道我是谁？最后一句话没有任何加密，就是直接写在纸上的。你知道我是谁？韩哲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句话是在告诉韩哲，韩哲能猜到刘信息的是谁，那就不会是陌生人。而对韩哲能这样了解，还能被韩哲猜出来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韩哲自己。至此，一切都解释得通了。留这个信息的就是韩哲自己，所以他知道这么多韩哲自己的事。韩哲有点想笑，自己太蠢了。纸上这些字迹细细看过去，可不就是自己的字吗？早就可以想到的。但是因为韩哲记得自己没有写过这些字，所以一直没往那想。不过，但是这另一个韩哲是从哪里来的？是未来的自己，过去的自己，然后失忆了，还是平行时空的自己？韩哲也不清楚，毕竟奇奇怪怪的技能那么多，什么都有可能。现在就算告诉韩哲，这样一来就都对上了。韩哲恍然大悟，等等，不对，水公主虽然算是自杀的，但是杀死飞刀哥的追杀者呢？他们怎么还能在几个小时后开吉普车追杀自己这些人？难道错了？韩哲想了一下，很多又想明白了。开吉普车追杀自己的那些人，尸体已经被机枪打得支离破碎，当初众人只是看着衣服和枪项就推断他们是之前杀飞刀男的人，而战术背心和枪追杀者应该能人手一个，2次很可能不是一批人，就算是一批人，杀死飞刀男的也就一个人，他1小时后死了，另一个活着的追杀者也能换搭档。明白了，原来问题在这里。韩哲甚至有点后怕，他之前差点就杀了戴猫咪面具的女人，要不是过去的韩哲给自己身上写的字，现在的韩哲应该也被系统惩罚，丢了性命。虽然写的字韩哲之前一直没理解，但是碰巧也起了作用。只是韩哲有点惭愧，过去的自己有点高估未来的自己了，以为写个词就能明白。下一句，联合其他人，活到第10天。这句很好理解了，这场游戏其实并不是对抗游戏，而是合作生存游戏。韩哲也明白为什么显示的是共计人数，不是追杀者、逃亡者各自的数量了。下一句，别相信村民。这句韩哲现在也很能理解，因为他刚刚已经感受到了村民的不对劲了。看样子可能有因素导致村民产生变化，具体是什么，韩哲也不清楚。再下一句就比较费解了，小心那些东西，小心物，笑傲小说。这句话费解的原因是因为信息实在是太少了。小心物好理解，应该是物里有毒或者有别的什么东西，韩哲不进去就行了。但那些东西指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写得明白点呢？韩哲想了想，之前已经推测过，过去的韩哲费时费力的在这里使用3级加密，必定是有他忌惮的东西。那个忌惮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那些东西？具体是什么呢？韩哲其实有答案了，肯定是包括韩哲看到的那些白衣服的女人的。韩哲又想了想，也不太对，那直接写白衣女人不就行了？既然是自己写的，那什么时候措辞才会用那些东西？韩哲立马就想到了，那就是指代的事物有很多完全不同的，用一个具体词不能概括的时候，会用那些东西这个字眼。也就是说，除了白衣女人之外，还有很多完全不同的，用一个词不能直接概括的那些东西。韩哲想到这里，只觉得心里凉飕飕的。游戏第1天，韩哲基本上没有见到什么，只见到过1次白衣女人的原影。游戏第2天，白衣女人就渐渐多了起来，直接围着自己开派对。那基本上就可以推断，之后类似白衣女人的怪东西只会越来越多。韩哲想到这里，越发觉得不安。他打开门，向外观察了一下，外面已经是黄昏，整个住宿区处于山后的阴影下，变得有些阴森。韩哲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3点47分。果然，今天的日落是4点，比昨天的5点提前了1个小时。韩哲这次真的确定了，每过1天，日出时间会晚1个小时，日落时间会早1个小时，白天时间相当于就会缩短2个小时。怪东西越来越多，白天越来越短，情况在快速恶化，已经是可预见的。现在的韩哲唯一的武器就是那把闪电匕首，这把匕首带来的加成很有限，用来捅人都不保险，更何况是砍那些怪东西。所以现在的韩哲难以自保，目前明智的选择就是去找其他的任务参与者合作，这也是以前的韩哲的建议。虽然规则是假的，但是现在看来，追杀者应该确实有些系统给的技能加持，所以能和追杀者合作，生存率更大。但是目前想要实现这件事却很难。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人皆醉韩哲独醒，韩哲找上门也会被当猎物杀。要找追杀者，也只能找目前知道内情的。现在有吗？不好说。等等，如果逃亡者和追杀者实际上是队友，那各自队伍里的内鬼呢？内鬼不也没有意义了吗？韩哲又想了想，过去的韩哲留下的信息上说过，联合其他人。
只字没提内鬼的事。如果还有内鬼这么重要的事，过去的韩哲不可能不写。由此，韩哲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根本就没有内鬼。所谓内鬼，就是假规则为了干扰追杀者、逃亡者联合的烟幕弹。因为有了内鬼这条规则，就算有追杀者或逃亡者醒悟，知道了真规则，号召其他人联合起来，也会被当作内鬼处理。如果根本没有内鬼的话，韩哲突然想到了自己的那个小道消息报纸，之前有白西装青年和追杀者混在一起的照片。一个逃亡者能和追杀者混在一起，他们很可能是已经知道真规则，开始联合了。韩哲或许可以去找他们，但是还有一种同样可能性很大的可能，那就是系统通知过一部分人，他们是内鬼。这些内鬼依然在遵守假规则行动着，白西装青年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道如何说服了追杀者，让他们相信他就是逃亡者中的内鬼，接着双方进行合作。如果是这种可能，韩哲贸然前去，估计大概率会被杀。去找他们还是太过冒险，不得已再去吧。4点过后，日落，周围变得昏暗。游戏目前还剩余46人。韩哲站在椅子上，通过阅览室高处的窗观察着外面。整个住宿区除了几昏暗的路灯，就只剩不远处管理处的灯还亮着。当然，还有韩哲这里。为了不引起注意，韩哲默默关掉了阅览室的灯，让自己待在黑暗中。毕竟，不明白实情的追杀者，还有那些怪东西，都是韩哲得躲着走的存在，还是得保持隐蔽。外面又起了薄雾，让本就昏暗的住宿区更加模糊。看了一会，韩哲实在什么都没发现。窗户很高，站在椅子上够着看又累，韩哲只能默默从椅子上下来，然后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听着外面的动静。除了风声，韩哲也听不到什么。外面是未知的黑暗，屋内是浓缩的黑暗，韩哲的一分一秒都越发难挨。他不由自主地想着，外面会突然冲进来一个怪异的东西，吃掉自己。韩哲只能再给自己喷了一发轻松喷雾。好多了，韩哲立刻就想到了，自己在屋里虽然视野狭窄，只能看到屋外几十米的东西，但是自己有样东西能看得很远啊。韩哲摸出报纸，然后又摸出了手电筒。为了防止光一出去被人看到，韩哲特意躲到了里屋的卫生间，然后才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看了看报纸上的内容有没有更新。笑傲小说内容也确实更新了，还是个重磅更新。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女人，痛苦地扭曲着身体，双目一片白色，大张着嘴巴，几根深灰色条状物缠绕着黑色丝状物从她的嘴里伸出来，这看着像是什么东西的触手，包绕着头发样的东西，急着要从她嘴里出来。稍微仔细看了看，她的很多关节都扭到了一个诡异的位置。韩哲确定正常人要是这么扭，一定会骨折。她的衣服也被夸张的动作撕裂，上衣衣扣已经崩开，双球已经出来了大半，但是上面密布着黑色的血管，这让韩哲没觉得好看，只觉得惊悚。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巨大冲击。韩哲赶紧再给自己喷了一下轻松喷雾。韩哲看了眼旁边的新闻标题，震惊：本地一女子长期吃墨鱼生腌不蘸孜然，导致严重食物中毒。这标题卖孜然的厂商友情赞助的。重新再看照片，这一次韩哲把注意力放在照片的背景上。这张照片像是在柜台里面，背后还是和韩哲待的这里类似的木质墙板，旁边的墙上还有一个挂钥匙的钥匙架。这个钥匙架看着和韩哲白天时在住宿区管理处见到的那个钥匙架完全是一个款式。我靠，不会就是那个管理处吧？那可就在几十米外。韩哲又盯着照片上的女人看了一下，她的头发虽然凌乱，但是韩哲还是分辨出她有个马尾辫。我靠，这就是那个工作员。韩哲立马放下报纸，从窗户向外看去，几十米外那个管理处还亮着灯，不过没有什么动静，可能还在忙着吃生腌。韩哲稍微松了口气。也就是这个时候，管理处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具体什么样子太黑了，还有雾，韩哲看不太清楚，但是韩哲能够看出那是个女人。女人站在门口停留片刻，然后开始了移动。她移动的姿势很奇怪，很不自然，每一步的动作都不太一样，还伴随着四肢的奇怪弯曲，给韩哲的感觉的就是一个偏瘫的人在走路。这让韩哲更加肯定，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工作员。别看过来，千万别看过来。韩哲默默地把头缩了缩，只用一只眼睛往外看，但是那个女人还是转了个身，面朝向韩哲这边。韩哲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但是能感觉到她是在往自己这边看。她应该看不到自己吧？韩哲下意识地安慰自己，因为韩哲这边没有开灯，近处也没有光源，外面看屋里应该是漆黑一片。但是韩哲心里立刻想到了一件事，自己白天还问他要过钥匙，他能不知道自己在这边？他知道。韩哲正在想着，那个女人再次动了，对，她开始朝着韩哲的方向走过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很快就变成了狂奔，姿势依然很不自然，但是速度很快，像是一个不会走路的人，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跑了起来。他来了！韩哲立马从窗上缩了下来，靠住墙，握紧了闪电匕首。外面不协调的脚步声在飞速接近，韩哲拼命想着对策，他也不能确定手中的匕首对外面的东西能不能起作用。脚步很快已经到了阅览室的门口，韩哲也不知道房间的门能扛几下那个女人的攻击。韩哲记得看着还是很结实的，不过就算结实也没用，韩哲头顶的窗可是玻璃的，一撞就碎。想到这里，韩哲心凉了半截。脚步声很快就到了门口，韩哲瞬间的神经紧绷，接着
是突然的寂静。韩哲想象中女人对门的撞击并没有发生，脚步声就是消失了。怎么停了？韩哲有点想从窗子看看窗外的情况，但是还是忍住了。片刻之后，韩哲听到了来自背后墙外传来的细微声音。韩哲低下了头，看向地面，外面路灯的光穿过头顶的几块长窗，在地上投射出几个略微发白的光格。韩哲最面前的光格闪了一下，一个略显圆形的影子出现，然后停留在光格里。韩哲明白，这是外面女人脑袋的影子。她现在就在韩哲正上方的窗户外面，向屋里张望着。韩哲越发觉得头皮发麻，自己待的地方应该是窗户的视野盲区，窗外应该是看不到自己的。韩哲正这么想的时候，影子又动了。影子先是变细了一下，接着变宽，接着韩哲能看到四肢的影子，它是在向上移动，还会爬墙啊！很快，地上的光格恢复了正常完整的白格子，细微响动也变成了从韩哲的上方传来。他在房顶，他上去做什么？响动只响了几下，就又没动静了。周围再度陷入死寂，只剩下外面夜风的些许声音。怎么不动了？韩哲等待着，在黑暗中忐忑了许久，头顶都再也没有传来一丝一毫的响动，就好像那个女人在屋顶消失了一般。但是韩哲也不能确定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消失了。如果她一直待在头顶没走，那韩哲还真没什么办法，毕竟他没有对付这种似人非人的东西的有效手段，只能躲。包里也没什么派得上用场的，贞子屁股掀出来的那个遥控器，外面的那个女的也不走这条道啊。韩哲有点气馁了，难道真的就得这样挨到天亮？如果自己要是有个带劲的武器多好，直接冲出去和那个鬼东西决一死战，也比在这挨着强。可惜抽奖技能抽了那么多次，韩哲只抽到了一把节目效果大于战斗效果的闪电匕首。等等，抽奖技能一共4次，自己用了2次，过去的韩哲用了2次，自己的2次抽到的东西现在在包里，过去的韩哲抽到的东西呢？他总不能全扔了吧？不可能，过去的自己肯定没这么傻 X。 而且2次抽奖，韩哲抽到的有用的物品有不少，过去的韩哲也抽了2次，肯定也会有不少有用的东西。韩哲开始思考，过去的自己抽到东西会做什么？一定会想办法留给未来的自己。那过去的自己会选择用什么方式留下呢？韩哲看了看这间房间，最简单可行还最保险的方式，那就是留在这个房间里。这个房间里一定有自己留下的东西。韩哲站起身，也不管屋顶那个女人是不是还在，就开始观察屋里的情况。屋里的光照条件不太允许韩哲的观察，韩哲只能拿起手电筒。他倒是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女人现在还在头顶，那她这么久不离开，肯定是知道韩哲的存在，并且在等着什么。既然他知道韩哲在这里，韩哲还躲什么？如果他走了，那韩哲就更没必要再躲着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韩哲还是在手电上放了张纸，来降低手电的亮度，让韩哲在黑暗中不那么显眼。打开手电，房间里的东西其实一览无余，乍看之下也没什么能藏东西的地方。不过看着没有不代表真的没有。韩哲看了看书架，上面有几个明显的空位，是韩哲之前取下自己看过的书的地方。韩哲把一次空位旁边的书取下来，扩大空位。果然在原本放乡村美艳寡妇的空位的后面，韩哲看到了塑料袋的一角。韩哲立刻把塑料袋前面的书也拿下来，一个装着东西的黑色塑料袋出现在书架上，摸着东西还不少。打开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一台平板电脑，一个智能手机，一个小布袋子，一个像胸章之类的东西，还有几张纸，就是所有的东西了。拿起几张纸，用手电筒光照了照，都是说明书，和韩哲之前抽奖时伴随着奖品一起出来的说明书一模一样的款式。这些说明书应该是这些东西对应的。第一个说明书写的是一个赛博佛祖牌功德放生器，本放生器可以随机放生各种生物，让你的功德暴涨。贴心内置官方功德商店、功德增加器等功能，全方位优化你的体验。这功德，这有什么实际作用吗？韩哲持怀疑态度，不过试一下总是好的。这个说明书对应的是哪个东西？韩哲往下看了看，说明书上画着的是一个大屏幕的机器，应该就是这个平板电脑了。韩哲先看了眼窗外，外面还是没什么动静，韩哲这才放心一些，按下了平板电脑的开机键，屏幕直接就亮了。这玩意根本就没关机，里面是一个页面，上面是个人账户资料，下面是各个功能入口。个人账户名写的就是韩哲，看样子之前的韩哲已经绑定过了。用户名韩哲，当前功德值17，持续消耗中。当前功德称号弱鸡土匪。查看功德记录，韩哲看到功德值有17，觉得自己还是挺高的，但是往后看称号，发现是弱鸡土匪，才明白自己的功德值其实非常低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看文字说明这个功德值还在持续消耗中。凭什么啊？我韩哲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韩哲不服，直接打开了功德记录，里面确实写着韩哲每一笔功德的收支，而且是按时间顺序由新到旧排列的。首先是防火墙初次激活费用100功德。防火墙？什么防火墙启动费用？韩哲看不懂这条，就先跳过。下一条，放过自己的敌人加40功德。这个韩哲能猜到，指的应该就是之前猫咪面具的女人。替别人收尸加80功德，这个指的应该是胖涛。放过自己的敌人加40功德，这个应该要追溯到上一个副本了吧？再往前就是时间久的
韩哲做过的这些事，自己都有点想不起来的。扶老奶奶过马路加2功德，帮小朋友抢回被别人抢走的棒棒糖加1功德，说服别人放弃自杀加30功德。反正通篇望去，基本上都是些好事，基本上也都是加功德的。韩哲看着这些清单，他都有种自己是圣人的感觉了。等，这就不对了呀！一大堆几十点和几点的正数功德，怎么加出来个17？韩哲不理解，直到他看到了一条持续性好色1500功德。这是诽谤啊！韩哲很不服，自己也许大概兴许或许可能和好色沾了那么点关系，但是这功德扣的也太多了，1500点啊！扶老奶奶过马路1次才加2点，也就是扶750次老奶奶过马路才能抵消好色的负面效果，这斑马线都得磨没了吧？但是韩哲也没什么办法，退出记录，看了看下面的功能板块，第一个是随机放生功能，韩哲好奇点进去看了看，里面只有2行说明，本放生机会随机放生一种生物，为你增加功德值，功德值增加的多少是你放生的生物而定，然后就是一个放生和返回按钮。放生到哪里？不会就是召唤出来一个小动物吧？韩哲站起来稍微看了看窗外，这已经又过了好半天了，外面依然没动静，那个女人或许真的走了，那就小试一下吧。韩哲默默点了下放生，屏幕开始疯狂闪烁各种动物的图片，2秒后自动停了下来。您放生了一只仙人掌，增加 0.06 点功德。仙人掌？韩哲一愣，接着韩哲左脚就是瞬间的疼痛，韩哲强行忍住没有叫出来，低头一看，是一个小花盆砸在了自己的脚上，花盆里正是一株小仙人掌。我靠，这什么玩意啊？植物也能放生？韩哲忍痛把仙人掌花盆放在一旁，现在他是知道这个随机放生是干嘛的了，先放下不管，返回之前的功能选择板块。第二个是功德商店，功德能买什么？韩哲果断点了进去，身体健康售价2000功德，遇到良人售价1500功德，妻子早生贵子售价1000功德，妻子早生贵子但是不是你的孩子，售价0，额外赠送50功德，接盘侠拯救无辜的孩子，积德是吧？再往下就是些升职加薪啥的，没什么意思。直到韩哲看到了这个，进入渡劫期，如果成功可以飞升，售价50万功德，突然就玄幻起来了。还有这个，学会大威天龙，售价15万功德，这个超度自己，售价0，免费自杀是吧？韩哲看了一圈，感觉买得起的东西里没什么靠谱的，只有一个很特别，镇宅防火墙已经启动，持续消耗功德值中。镇宅防火墙？难道说？韩哲点进了商品详情，镇宅防火墙已经激活并开启，目前防御等级1，目前消耗 0.1 功德分钟，目前已经打开自动检测，当周围有邪祟出现时会自动开启并持续守护你的屋宅。韩哲立马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个女人到门口再没进来，一定就是因为这个镇宅防火墙，她作为一个邪祟根本不能进来，这里就相当于安全屋了呀。但是看了看消耗，1分钟就要消耗 0.1 点。笑傲文学，韩哲只有17点功德不到，算下来这个安全屋只能维持3个小时不到。韩哲看了看时间，现在是午夜11点多，不行，3个小时连天亮都撑不到，得想办法赚点功德。韩哲返回，想看看其他的功能还有没有赚功德的。哪知韩哲还没看到下一个板块是什么，一个提示框就已经出现在了韩哲面前。注意，15分钟后开始显示所有逃亡者的位置，本次显示时间30分钟。这即使韩哲已经知道这个规则是假的了，这个隔段时间显示的位置的环节依然进行着，估计还是会有不明情况的追杀者来找韩哲。不过这一次韩哲倒是比之前平静多了，外面至少有个偏瘫女人在游荡，可能黑暗里还有更多怪东西，但对于韩哲来说，他现在有这个镇宅防火墙保护，外面的怪东西应该是进不来。而对于追杀者来说，怪东西依然极具威胁，怪东西就会像门神一样，追杀者要进来必须先过他们怪东西这一关，除非来的追杀者能连整个屋子一块炸了。韩哲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大，韩哲可以搏一搏，毕竟外面危险太多了。相比而言，韩哲更需要担心的还是功德值消耗的问题。他重新看向屏幕下面的功能模块，真不错，第3个功能模块就是获得功德。韩哲立刻点进去，一个木鱼和念珠的图像出现在屏幕上的左右处，旁边有说明，敲击木鱼增加 0.001 功德，数念珠1颗增加 0.002 功德。韩哲点击了一下木鱼，立刻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木鱼声，显示功德增加。划一下念珠，同样也增加了功德。韩哲简单的算了一下，就算自己左右开弓，同时敲木鱼和数念珠，1秒也就加 0.003 功德，1分钟也是就是 0.18 功德。现在功德的消耗是 0.1， 倒是收入大于支出，但是要1秒不停的左右开弓，韩哲的双手根本撑不了多久。不行，韩哲再返回主菜单，往右滑了滑，还有一个功能模块叫功德任务，做任务好啊。韩哲立刻点进去，里面只有3个每日任务可接受，完成1次西天取经，功德加9000000，建立1尊20米高的大佛，功德加1000000，
给功德箱投50块钱，功德加20，还是去放生吧。韩哲返回了主菜单。这个时候，等待时间也过了。韩哲身上发出一道红光，穿过了天花板。韩哲看到这道红光，心里立刻多了个疑问：那些怪东西会不会也能看到这个红色光柱？会不会也会把他们吸引过来？韩哲向外看了看，外面看着依旧没什么动静。最近的光柱是在远一些的山下温泉酒店那边，应该就是白西装青年，他看样子并没有离开那里。不过让韩哲意外的是，那个地方有2个光柱，应该是有逃亡者加入了他们。韩哲这么想着，默默离开了窗前。他又看了看地上的另外3个东西，一个智能手机，一个小袋子，一个徽章，上面画着大拇指。韩哲挨个查看说明书。异次元手机，这部手机由更强的次元制造，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次元都有信号。这个有什么用吗？就算是个一定有信号的手机，又能怎么样？自己还能用来报警不成？下一个，一个黄色的小布袋子，做工还算精细。相关强化袋，将一个物品放入本袋子，本袋子会进化成为随机次元袋，之后可以随机取出多次和投入物品相关的物品。笑傲小说，注意，本物品只能使用1次，不可撤销，慎用。且新取出一个物品，上一个物品会消失。这个韩哲其实没看太懂，意思就是说投入一个东西就能出来相关的东西吗？丢个铅笔进去，出来钢笔、橡皮、文具盒，好像不是很有用，而且只能放1次，得谨慎。关于这个东西的使用情况，韩哲只能想到自己快断粮的时候，往里面放块干粮，出来更多各种食物。韩哲现在并不缺吃的，先放着。第3个是画着大拇指的徽章，背后有别针，应该可以别在衣服上。好人好事徽章，带上本徽章，你做好事必定成功。做好事还有不成功的？好心办坏事那种吗？看着或许能和功德放生机配合使用，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大用，以后慢慢研究吧。这些东西目前都派不上用场，韩哲只能把这些东西先放进背包，重新拿起了放生机。这次他把放生机往前伸了伸，避免再砸到自己的脚。开始放生吧，这次看看还能放生出来什么玩意。耶！一个留着大背头 T 恤上套着黑色战术背心的男青年，骑着一辆边3轮摩托车在山路上奔驰。没错，这是一个韩哲不曾见过的追杀者。很快他把摩托车停在了路边，手表的整点报时响起，已经午夜12点了。他下了车，看了眼周围的情况，这里视野还算开阔，能看到坡下的一片住宿观景区。此时下面的住宿区里，一道红色光柱的冲天。大背头青年看了看，这道光柱是从一个小屋里照出来的，而这个小屋正是韩哲待的那间阅览室。这道光芒正是韩哲的光芒。大背头青年撇了撇嘴，这么躲不成傻逼吗？他从旁边摩托的挎斗里取出一把火箭筒，然后他举起火箭筒，通过火箭筒的目镜向下面的小屋瞄准。这个目镜带有夜视功能，在夜间使用再方便不过。但是他很快看到了很奇怪的一幕，那个小屋的楼顶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四肢有些奇怪的扭曲，但那个女人静静地站在那里，顶多就是脑袋偶尔抽搐一下。那是个什么鬼东西？大背头青年自言自语，没穿战术背心，不是追杀者，可能是召唤物，那就一块轰掉。大背头追杀者看着女人奇怪的身影，默默念叨着，他准备按下发射按钮。咚！大背头的追杀者还没发射，下面的小屋先自己爆开了，大量灰尘扬起。这怎么回事？有人先下手了？大背头的追杀者愣了神，接着在扬起的灰尘中，一个大型的身影升了起来。大背头追杀者看着那个身影更傻眼了。霸王龙！只见一只巨大的霸王龙从灰尘中站了起来，仰天长啸。这声音很响，这么远的距离，大背头追杀者都觉得震耳朵。哪来的霸王龙啊？是召唤物吗？大背头追杀者默默把火箭筒的目镜瞄准那只霸王龙。霸王龙吼了一嗓子，就开始向前漫无目的的走着。大背头追杀者正准备给霸王龙一发火箭弹，小屋的废墟上又是一声响，灰尘又扬了起来。一个新的大身影出现，这次出来的是一只猛犸象，它伸长鼻子对着夜空也是一声长鸣，很拉风。这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巨大身影出现在扬起的灰尘中，这次的身影直接张开双翅飞了起来，直直冲向天空。这居然是一只西方神话里的巨龙。霸王龙、猛犸象、巨龙，这到底是什么神级召唤术？大背头的追杀者大为震惊。巨龙飞在空中，地上的阴影却直接让周围几个房子都笼罩在了黑暗中，极具威压。巨龙拂过时，大背头追杀者的周围都是瞬间一黑，他翅膀带起的气流让大背头追杀者站都站不稳。大背头追杀者只觉得两腿发软，这还杀个卵啊！大背头追杀者果断把火箭筒丢进摩托车的挎斗里，然后骑上摩托，拼命沿着山路逃离。背后，巨龙还在高空中尖笑。此时的韩哲还躲在小屋残破的墙角迷茫，灰尘太大，他默默用衣领捂住了嘴巴。霸王龙、猛犸象、巨龙，这都放生出来了些什么东西啊？他点了3次放生按钮，就出来了3个这么大的家伙。经过这3个气氛组这么一闹，韩哲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也不是那么瘆人了。再来，他再次按了下放生键。这次的动静倒是不怎么大，出来的是一只小小的跟老鼠有点像的东西。这不是黄鼠狼吗？黄鼠狼倒是没着急走，他对着韩哲先是看了看，然后突然口吐人言：
老乡，你看我像什么？韩哲一愣，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这应该是传说中的讨封的黄鼠狼。据说有些上了年头的黄鼠狼修炼成精，需要人帮助，会找人问问题。如果这个人回答什么，黄鼠狼就会变成什么。如果说像人，黄鼠狼就会变成人；如果说像大仙，黄鼠狼就会变成仙；如果说像臭狗屎，黄鼠狼也会变成臭狗屎。但是变之前会先对说这话的人展开疯狂报复。韩哲想了想，立刻开口说道：“我觉得你像我的魔法美少女保镖。”黄鼠狼听了就是一愣，接着他顿了顿，转身从背后变出一个物件，交到韩哲的手里。拿好这个。黄鼠狼说。韩哲疑惑地看了看手里的物件，发现是个铜边的小镜子。你给我这个干嘛？韩哲疑惑道。黄鼠狼盯着韩哲回答：我给你个镜子，是让你好好照照自己。你什么德行，还想要本大仙变成魔法少女保护你？要不要脸？黄鼠狼说完啐了一口，扭头就走，只剩下韩哲在原地。这怎么剧本不太对啊？韩哲没有过多犹豫，继续按放生按键。周围的生物越多，韩哲潜意识里倒是更有安全感。然后是一只屎壳郎，一只青蛙，一只小野猪，放出来就各自就跑掉了。韩哲继续按，这一次是一个和人大小差不多的生物。韩哲定睛一看，看上去是个没穿衣服的长发女人。哦，人也能放生？但是韩哲往下一看，却睁大了眼睛。这个生物的下半身是长条形，像是一条蟒蛇。韩哲仔细一看，才发现女人的头上的长发也并不是头发，而是一条条活生生细蛇。这不是西方神话里的美杜莎吗？这玩意都能放生，而且这玩意的脸好像谁看到谁就会变成石像吧。韩哲想到这里，连忙低头，把头埋得低低的，生怕看到美杜莎的脸。余光偷偷看过去，美杜莎根本没往韩哲这边看，径直的就向前离开了。放生，放出来就成野生的了。韩哲松了一口气。此时，韩哲几米外的地方，几块碎砖块突然开始翻动，一个身影从瓦砾中爬了起来。韩哲一眼认出是之前那个诡异的女人，她怎么还在啊？韩哲默默往墙角又缩了缩，他的关节依然扭曲着，还时不时颤动一下。此时，美杜莎正从他面前走过，走，应该算爬行，因为美杜莎没有腿。刚爬起来的诡异女人死死地盯着美杜莎，她的脑袋还在抽动。片刻之后，诡异女人开始走向美杜莎，依然是不自然走姿，而且越走越快，最后变成了冲向。她居然去攻击美杜莎去了。韩哲立刻就觉得有好戏看了。你瞅啥？美杜莎突然猛然转头，朝着诡异女人一声嘶吼，语言隔阂消失了，导致美杜莎说的话也这么有本土气息。奇异的微光从美杜莎脸上射出，直直照在诡异女人身上。诡异女人抽搐了一下，身体开始快速石化。美杜莎满意的把头转过去，扬长而去，留下了一尊诡异女人变成的扭曲石像。韩哲看着诡异女人的石像，心里也是一阵震撼，甚至有点惊喜。这怪东西看着唬人，没想到根本不是美杜莎的对手。现在美杜莎直接放生了，不得满地图乱杀这些怪东西。妙啊！还有巨龙、霸王龙，这些体格这么大，干掉这种程度的怪东西，不得轻而易举吗？自己再多放生点这些生物，那些怪东西不得被杀成保护动物。太妙了！弓手互换了呀，地点。韩哲激动地再次按下放生按键，这次并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一行冰冷提示弹出来：抱歉，本机的放生次数已经用完。哎，没次数了，那还有多少功德余额？韩哲看了下账户，剩余832点。如果全用来维护镇宅防火墙，那就能用8320分钟，大概是5天多的时间，还算宽裕，至少能够保证韩哲未来一段时间的安全。先找个屋子安心睡一觉吧。韩哲重新背起墙角的背包，把头探出残余的墙壁向外张望。那只巨龙不知道飞到哪里了，美杜莎也看不到了。猛犸象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霸王龙干掉了，霸王龙现在就在一边吞噬着猛犸象的尸体。虽然看着还要吃很久，但是为了避免那只霸王龙吃多了想换换口味，韩哲觉得还是趁现在躲远点比较好。韩哲轻手轻脚地走出残余的墙壁，却一下愣住了。原本那个诡异女人石像所在的位置，现在空空如也。人呢？难道变成石像都不能杀死？韩哲又紧张起来，连忙看了看四周，没有见到那个诡异女人的身影，又躲到哪了？他2步来到诡异女人之前的位置查看，韩哲立刻就发现了异样。地上好黑，黑的不像样，什么都看不到，一般的土地也不应该这么黑。韩哲掏出手电照了照，只见地上是一大团黑色的类似泥潭一样的东西，还有点点气泡冒出来。这是什么？韩哲从旁边找了根长木棍，试着往地上的这个黑色泥潭捅了捅。韩哲本意是想看看这个泥潭能有多深，但是就是随便一捅，韩哲就感觉到捅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似乎被韩哲一捅挣脱了什么束缚，直接浮了上来。韩哲握好了手电筒，照着查看，一个圆形的东西出了页面，上面还包裹着很多黑色的丝线样物质。韩哲手中的木棍稍微一动，那个东西就翻转了过来，露出了另一边白色的部分。韩哲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因为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女人的头颅，不过皮肤都像是被水泡烂了一样，有些溃烂脱落。头颅的双眼无力地半张着，泛着手电筒照上去的光，看着仿佛要和韩哲对视到一起。韩哲一屁股就坐下了，
他连忙再次掏出轻松喷雾，又喷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韩哲看着面前的黑色泥潭，人头还在泥潭的叶面上微微摇曳，泥潭的边际还在缓缓扩大，像是在往周围的泥土里缓缓渗入。这幅景象就好像那个诡异的女人悄无声息地融化在了这里。不安感让韩哲没有过多停留，他很快穿过住宿区，在高一点的坡上找到一座2层小楼，门没上锁，韩哲就钻了进去。韩哲惊喜地发现这间房子是有地下室的，虽然不大，但是对韩哲来说非常有用，因为地下室可以有效防止哪个不明白情况的追杀者扛着重武器大老远给韩哲来一发。尽管可能没有追杀者有重武器，把1楼卧室的床垫搬到地下室，韩哲躺在床垫上才觉得舒服一些。这一天发生了太多破事，让韩哲有点身心俱疲了，他需要休息，尤其是精神方面的休息。连着这几天，每次韩哲制定一个计划，就会出来一个新的状况打乱韩哲的计划，让韩哲有点猝不及防。韩哲这次不想制定什么行动计划了，现在有了镇宅防火墙，韩哲有了一个更稳妥的选择，那就是缩在这里，任凭怪东西在外面游荡，韩哲都待在这座安全屋里。等几天过后，外面的追杀者活着的应该都明白情况了，韩哲也快没功德值维护防火墙了，韩哲再出去找队友，稳妥。不过韩哲现在最缺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武器。无论是追杀者还是怪东西，韩哲现在能反制他们的手段都很有限，尤其是怪东西，韩哲除了拿着刀上去白给冲锋，基本上拿他们没办法，只能靠防火墙暂时阻挡。这次是路过的美杜莎女士献爱心了，之后呢？防火墙消耗完毕之后，韩哲会再次陷入极度的危险之中。他可不想真的拿着闪电匕首，想着电音和那些怪东西近距离拼刀。韩哲取出了那个叫相关强化袋的小袋子，如果放进去能取出来很多同类的东西，那放武器进去会不会也能取出来很多武器？如果是有特殊效果的东西呢？比如韩哲的这把闪电匕首，会不会就能取出很多带特殊效果的武器？但是放进去，闪电匕首可能就没有了，这是韩哲目前唯一的武器。算了，本身闪电匕首的加成就只是聊胜于无的存在，没了就没了吧。韩哲把闪电匕首丢进了袋子，合上袋子口，再打开，什么都没有了，袋子里面黑漆漆的一片。韩哲把手伸进去摸，果然和自己的3级包一样，袋子里面的空间比外面看到的大很多。韩哲很快摸到了一个冷冰冰的东西，还挺重。韩哲立刻把这个东西抽了出来，居然是一把红色的大铁锤。韩哲赶紧再摸摸，果然摸到了大铁锤的说明。碎星锤，本武器可以小幅增加你的攻击力，本武器自带40%护甲穿透效果，所以你用本武器攻击敌人时，一旦命中，敌人身上的衣服减少40%。这前半节描述看着还算正常，后半节描述真的好怪啊。韩哲再伸手进去摸，却什么都摸不到了，就没了。不是能随机好几个吗？韩哲看了看袋子，上面居然还投射着一个30分钟的倒计时，还有冷却啊，看样子还不能一次取完。不过如果都是这种武器的话，韩哲也不怎么期待，感觉和那把闪电匕首真的差不多，不过就是效果上能让韩哲更感兴趣一点。可惜游戏世界里的东西带不回现实世界去。之后的一段时间，韩哲没有再离开这座建筑。镇宅防火墙确实派上了大用场，怪东西再没能进入屋子，但是他们虽然进不来，却会在外面盯着屋里。韩哲从地下室2楼透气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连衣裙的女人站在2楼阳台。刚上来的时候，韩哲都被吓了一个激灵，惨白的皮肤，无神的双眼，一动不动，给韩哲的感觉就是冰冷，像是一具尸体看着自己。隔着阳台的玻璃门，韩哲冲门外的女人挥了挥手，没有任何反应。韩哲默默朝着玻璃哈气，女人才稍微颤动了一下，似乎她对人的气息更敏感一些。韩哲又哈了2下，直到女人的脸被水雾遮盖，然后韩哲才用手指默默地在起雾的玻璃门上画下2个字母给玻璃对面的女人看 SB。 女人依然没有反应，但是还是有点瘆得慌。韩哲默默拉上窗帘，从2楼下来，韩哲又在1楼的窗外看到外面站着几个惨白女人，她们就是在窗外木讷地看着屋里。韩哲走到近前参观，朝着她们挨个比中指，也都没什么反应。韩哲也能近处观察她们，她们的面容也不尽相同，但是肤色都同样惨白，有的脸上甚至还有冰霜，或是黑色血管，或是别的不知名的黑色污渍。韩哲观察了一会，没从她们身上找到什么重要信息，倒是把自己的胃口观察没了。他撇撇嘴，默默远离窗户，能拉的窗帘都拉上了，但是窗帘很薄，外面女人的轮廓韩哲还是能看到。虽然他们进不来，但是韩哲的感觉还是不好受。韩哲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夏天的野外，躲在一个大蚊帐里，隔着蚊帐看着蚊子爬满蚊帐外面一样。韩哲坐到了沙发上，把那张报纸取了出来，在这躲藏的时候，估计得全靠这张报纸了解外面的情况。现在显示的照片正是韩哲所在的房子，房子外确实站着好些惨白女人，1楼外站着几个，2楼阳台上站着一个，2楼的外墙外还悬浮着一个。笑傲文学，连屋顶都站着2个，不过这2个是低着头的，好像能穿过天花板盯着屋里的韩哲一般。尤其是1楼2个外墙后的，韩哲看得有点发毛。他是没想到，在他身后的墙后居然也站着2个。难道说墙、天花板什么的对他们都不是阻拦？韩哲再看看标题，本地一位男青年因为太帅，
大批仰慕者直接包围了他的2层别墅。很好，很有进步，终于见到带点真实性的标题了。韩哲还发现，只要等到日出，这些女人就会缓缓消失，到了日落再会逐渐出现在屋子周围，跟打卡上下班似的。这让韩哲推断，这些怪东西在白天不会出没。不过，这个推断马上就要没什么用了，因为每过1天，白天时长就缩短2小时，这里快要没有白天了。韩哲还试了试这些白衣女人的斤两，他先是来到了一扇窗户前，和惨白女人隔窗对望。微弱的月光下，这些惨白女人一潭死水的脸看着更加可怖。韩哲深吸了一口气，给了自己一发轻松喷雾，然后才缓缓拉开窗户。拉开窗户的同时，韩哲还盯着惨白女人的脸，因为他不确定开了窗户女人会不会直接就能进来，所以一旦女人有动作，韩哲立刻就会关上窗户。但是韩哲把整个窗户都拉开了，惨白的女人并没有反应。显然挡住他们的不是玻璃和墙体，而是韩哲包里的镇宅防火墙。现在韩哲和他们隔了1米不到，伸手都能摸到他们的脸。韩哲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寒气，这寒气像是无数蛆虫一般穿过韩哲的皮肉，直直渗入骨髓。韩哲抄起碎星锤，用力一抡，直接砸在了面前女人的脸上。女人直接飞出数米远。有实体啊！韩哲略微有些意外，他原本以为这些女人是类似鬼魂的东西，能各种上天入地，但是现在看来有实体，应该是类似尸体的东西。不过一锤就砸飞了，看样子这个锤子的攻击力加成还不错。接着就见倒在地上的女人抽搐了几下，直直从地上立了起来，然后他又几步回到了韩哲的窗前，是之前韩哲在阅览室遇到的女人那样的不自然步伐。碎星锤的特技已经生效，惨白女人身上的40%的衣服已经消失，这40%还是上半身，女人上半身已经赤裸，露出了煞白的皮肤。韩哲下意识看了一眼，胸前是干瘪萎缩的一对，身上还有大量溃烂的皮肤，完完全全就是一具在腐烂的尸体，不过没有很明显的臭味。再加上他的脸挨了一锤，他的头骨已经严重变形，脸基本上凹进去了，2个眼球已经从眼眶中凸起，却还在看着韩哲的方向。这场面太惊悚了，韩哲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后面的沙发上，又喷了一下轻松喷雾，韩哲才上前去又给了这个女人一锤。女人倒地，再次起身抽搐着几步回来。反复几次以后，女人的头已经被韩哲锤成了葡萄干一般的形状，身体也是多处骨碎。又一锤过后，女人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韩哲盯着倒地的女人看了一会，只见女人的皮肤开始逐渐变黑，接着开始快速溃烂，黑色液体大量渗出，皮肉逐渐脱离骨头，黑色液体渗入泥土，周围的泥土也开始变黑软化。很快，原本女人倒的地面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泥潭，骨头之类的东西都沉了下去，看着越发令人作呕。这些鬼东西真恶心，活的时候像是僵尸，死的时候就成了粪坑，完完全全给人添堵。韩哲又试着用同样的方式消灭了几个周围的几个惨白女人，但是也只限窗户外的几个，墙后和屋顶后的惨白女人因为在屋里打不到，韩哲就只能先放弃。不久之后，韩哲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功德值掉得比自己想象的快多了。仔细看了一下，韩哲才发现是因为围在房子外面的鬼东西数量太多，1级防御的镇宅防火墙已经有点防不住了，所以系统自动开到了2级防御。2级防御每分钟消耗 0.2 功德，是原来的2倍，所以韩哲功德掉得很快。这样算下来，韩哲剩下的功德已经支持不了2天。这些惨白女人，韩哲打掉一个都要好几锤，等到功德耗尽，没了防火墙保护，只靠韩哲一个人必死无疑。看看剩余人数27，韩哲不知道其他人是靠什么活下来的，但是韩哲知道自己必须得尽快去找其他人了。游戏第6天上午11点，日出，那些女人从屋子周围缓缓消失，这是最后一个白天。11点日出，下午1点日落，白天全长2小时，韩哲要在这2个小时内找到其他人，不然就会凶险很多。韩哲出发，他走出屋子，开始了奔跑。他这2天多的时间都在看报纸，新闻倒是很单调了，最多的是哪个村民又吃多生烟了，然后就是怪东西游荡的照片，还有其他的参与者和怪东西的战斗。其他的参与者也是有输有赢，比如韩哲看到过一张照片，上面是2个披头散发的绿衣服女人，把一个穿着战术背心追杀者撕成了2半，标题是2女争抢1男，双方不肯让步，最终决定1人1半，好一个1人1半。不过报纸上也有白西装青年那一批人的照片，他们似乎一直都待在温泉那边。韩哲离开坡上，在住宿区寻找交通工具，才发现了不对，他能找到的交通工具，无论是货车还是轿车，都被破坏了，包括韩哲之前那辆摩托车。都现在这个情况了，活着的追杀者再蠢也意识到不对了，不会做破坏车辆这种笨蛋事，估计是村民干的。韩哲溜达了好一圈，才在一个小屋旁边找到一辆山地自行车。韩哲骑着车向温泉酒店奔驰，远方的迷雾中，一个白色的圆形区域正在快速向着地平线落下，那是浓雾后的太阳。2个小时的白天还是太短了，韩哲即使全力骑着自行车，也跑不过太阳下落的速度。当浓雾中的太阳的光芒开始急剧缩小，韩哲稍微停下了自行车。韩哲目送着太阳的白色区域缩小，直到彻底消失。这是韩哲在向太阳告别，之后的几天就再见不到太阳了。
当太阳照亮的白色区域彻底消失的瞬间，韩哲周围刮起了一道阴冷的风，刺骨的风。道路两边的路灯亮起，周围却依然很昏暗。估计这次要硬碰硬了。韩哲取出碎星锤，挥了2下，觉得还是太重了。这样下去，用几下，自己先虚脱。韩哲直接取出了之前的那个进化过的随机次元袋，重新抽出一把武器。这次抽出的是一把红色的、形状奇怪的刀，刀呈大锯齿状，上面还有几个眼睛一样的花纹。韩哲看了看一起抽出的说明书，末世。这把武器比一般的刀刃更锋利，可以小幅增加你的攻击力，并小幅加快你的动作。唯一被动破败，你每次用本武器攻击到目标时，会降低目标 8% 的血压。后半部分依然是娱乐性的被动，可以忽略，尤其是用来砍怪东西的时候。这些怪女人体内的血流不流都不一定呢，还降血压。不过韩哲掂了掂手上的这把刀刃，重量很合适，也够长，没有闪电匕首那么短，就用这把吧。韩哲把末世别在背包上，重新再次骑上车，准备向着温泉点前进。但是他往前一推，车却没动，像是被什么卡住了。韩哲连忙回头，只见背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了一个惨白女人，她的手臂几个关节扭曲到了夸张的位置，她整个小臂都缠在了韩哲自行车的后车轮上，让韩哲的自行车无法前进半步。而在她的背后还站着10几个惨白女人，背后的远处还有更多在快速接近，有些是直接漂浮在空中。现在的他们不再是木然地看着前方，而是每个都在死死盯着韩哲。韩哲这才明白，白天的时候这些女人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一直在跟着自己，如影随形，只是自己看不到而已，让韩哲头皮发麻。韩哲提起那把叫末世的短刀，全力斩断惨白女人缠在自行车上的胳膊，后面的女人却已经直直朝韩哲冲了过来。韩哲瞬间被包围，数双冰冷的手伸向中间的韩哲，要把韩哲撕裂。韩哲使出吃奶的劲，再次斩击。这把末世确实还算锋利，韩哲直接将近前的一个惨白女人拦腰砍断，惨白女人围成的死亡漩涡瞬间有了一个缺口。韩哲拼命冲出这个缺口，一刀又截断一只拽自己的惨白手臂，开始拼命奔跑。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是上百只手。韩哲虽然有些身手，也只能退。惨白女人们在身后追，她们好像只能漂浮至空，不能直接飞。追韩哲还是靠的奔跑，动作还是很不协调，但却跑得比韩哲还要快。韩哲跑出2步，又被追上，身上的衣服被撕扯出数道裂口。韩哲只能再挥舞着刀，砍开周围的几个惨白女人，然后一个打滚，再次冲出惨白女人的包围。惨白女人们依然没有放过韩哲，继续跟着韩哲狂奔。被砍倒的惨白女人也只是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直直站了起来，继续死死地追着韩哲。这一刻，韩哲意识到自己的身上的镇宅防火墙真的只能镇宅，并不能护身。出了房子，对这些鬼东西就没作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对付这些鬼东西吗？韩哲想到了之前的猫咪面具女人，专心致志护身符，那个能防止漂亮女人打断自己，但是现在并没有生效。是不是因为这些惨白女人太丑了？好像也确实挺丑的，不知道她们能不能触发自己的那个改脸技能。韩哲对着身后的女人发动了技能，试着给了她们一堆漂亮女明星的脸，她们的面容倒是发生了变化，看着就像一堆女明星变成鬼来找韩哲索命了，极具视觉冲击力。但是专心致志护身符有效吗？韩哲稍微跑慢了一些，几个惨白女人已经到了韩哲身边，她们的手直接在韩哲身上撕出了几道血印。剧痛提醒了韩哲，护身符无效，那是防漂亮女人的，对漂亮女鬼根本没用。韩哲赶紧拼命奔跑，现在要摆脱这些鬼东西，似乎只能得找个房子一头扎进去，靠一定有效的镇宅防火墙撑一会了。韩哲一边拼命地跑着，一边看着周围，这里是旷野，有房子吗？厕所也行啊。韩哲拼命地找着，然后他却看了一个有点不可思议的情景。不远处的小山坡上，一个穿着白色西式礼服的男人坐在一个椅子上，他翘着二郎腿，用一个高脚杯慢慢喝着红酒，从容地看着韩哲这边发生的一切。这家伙在干嘛？韩哲正在疑惑，又是2只惨白女人的手伸到了面前。韩哲一个俯身，直接将2只手撞开，但是2只手还是在韩哲的肩膀上撕了一下。韩哲甚至能感受到皮肉离开自己肩膀的瞬间锐痛。韩哲没有任何停留，只能向着山坡上的那个男人奔跑。喂，兄弟，帮一手！韩哲喊道。山坡上的白礼服男人点了点头，冲韩哲比了个 OK 的手势，然后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个黑色的手杖从他的左手袖口伸出，他的右手依然端着那半杯红酒，端得很稳。他慢慢走向韩哲，走得也很稳，没有一点着急，没有一点慌乱。他不急，但是韩哲急呀。再慢点，韩哲就要被这些鬼东西挠成斑马了。韩哲只能越发拼命地向白礼服男人奔跑。这时候，韩哲觉得腿都不是自己的了。终于，韩哲冲到了白礼服男人的近前。这时，他才发现这个白礼服男人就是之前度假村门口的那个白西装青年，只不过这次他的衣服更加华丽整洁，头顶还多了个大檐礼帽，更装了。白礼服青年倒是没看韩哲，只是随手把手中的小半杯红酒递到了韩哲手中，帮我拿一下。白礼服青年只是轻轻丢下一句，就和韩哲擦肩而过。韩哲有点呆滞了，拿着那小半杯红酒回头看过去，只见白礼服青年迎着那些惨白女人走过去。
当最前面的惨白女人的手要接触到白礼服青年的时候，他用手中的手杖底端轻轻敲了下地面，强大的风压瞬间从他面前产生，掀起大量尘土。风压冲到惨白女人，惨白女人居然瞬间就被震碎了，肉块和血污飞溅。他手中的手杖直接调转，向前打开，原来是一把黑色的雨伞。原本要溅在他身上的肉块都被伞挡了下来，他的衣服依然洁白。韩哲瞅了眼情况，白礼服青年面前不远处，原本的几十上百只惨白女人已经一只不剩了，只剩遍地带着深红色粘稠血液的肉块断肢，还有被血污沾染结成团的长头发。笑傲文学，我靠，那么多鬼东西，他就敲下手杖就全秒了。韩哲很是震惊，而且韩哲看了看自己周围的地面，居然也一个肉块残肢都没落过来。这个白礼服青年很强，至少是 B 级以上的战斗技能，很有可能是 A 级。白礼服青年合上了雨伞，淡定地转过头来，冲韩哲一个微笑，接着伸出了右手。韩哲连忙跟他握手。白冰，彬彬有礼的彬。白礼服青年自我介绍。韩哲，寒冷的寒，哲学的哲。韩哲回复，先跟我走吧，我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叫白冰的青年拍拍韩哲的肩膀。韩哲点点头。你的酒。韩哲把他的高脚杯还给他。谢谢。白冰接过红酒，轻轻嗅了一下，默默摇了摇头。不行，刚刚这一下酒里沾了腐烂的气息，喝不了了，可惜。说着，他轻轻倾倒酒杯，把红酒全部倒在草地里。接着他把红酒杯正正放在草地上，领着韩哲向前走。那么你知道原本的规则是假的这件事吗？白冰边走试探着问韩哲。韩哲点了点头，我知道。那你知道其实追杀者和逃亡者是队友，双方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一起合作生存过这10天吗？白冰又问道。我也清楚。韩哲点点头。你知道就太好了。白冰冲韩哲点了点头。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好几个追杀者，如果你知道那些，能互相信任就方便多了。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韩哲忍不住开口道。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刚刚那个是什么技能？韩哲还是问了出来。一下秒一个连的惨白女人，还全弄成爆米花一样，这么强的技能，韩哲真的很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哦，你说那个啊，我说了恐怕你会有点不相信。白冰说着笑了笑。你说，我既然已经见识过，肯定能相信。韩哲回答。我那个技能是 S 级技能，叫就是强，技能描述只有简简单单一句话。白冰说着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那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强。白冰说完，朝着韩哲自信一笑。韩哲却愣住了。技能叫就是强，技能效果也是就是强，如此简单直白粗暴。虽然离谱的技能韩哲见多了，但是强到这么简单离谱的技能，韩哲还是头次见。走过小山坡，白冰指了指山下的一大片建筑群，下面那个就是，那里正是温泉馆区域。温泉馆区域近前，让韩哲意外的是，温泉馆周围一圈都围了一大圈高大的墙面，这些墙面呈深色，看着像是混凝土铸成的，上面还画着些奇怪的暗红色涂鸦。除了涂鸦，墙面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这些围墙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独立墙面组成的，每块墙面高10米多，宽只有5、6米，相邻的墙面之间都有一道细微的缝隙，给韩哲感觉像是提前造好了很多大面高墙，然后运到这里立起来，围成了一个大型的高墙篱笆。不过放眼望去，这道高墙包围了整座温泉馆区域，如果真是造好立起来，这么多块高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白冰似乎看出了韩哲的心思，开口道：“这些墙是强姐的技能。”强姐？对，我们的一个成员，技能是筑墙。白冰回答。可是只靠墙能挡住那些？不用担心，我们有这个。白冰指了指墙面上的暗红色涂鸦。这些是攻击血，有一定的辟邪效果，可以阻挡那些怪物中的大多数。白冰说。笑傲文学。原来如此。韩哲点了点头。两人来到高墙下，白冰冲墙上招了招手。一个穿着战术背心的男人果然在墙顶上探出头来，从上面丢下来了一个绳梯。请便。白冰示意韩哲先走。韩哲也不客气，直接开始沿着绳梯往上爬。韩哲身上除了后背基本上有伤痕，爬起来隐隐作痛，只能咬牙坚持。墙后是一个被当作瞭望塔的小观景塔，翻过墙面到了观景塔的3楼，也是塔的顶层。观景塔只有栏杆和柱子，没有墙，给韩哲的感觉更像是个3层的亭子。一个穿着战术背心、留着平头的青年朝着韩哲打了个招呼，脸上满是友好。两个人刚握了手，下面的白冰踩着绳梯几步就上来了。白冰直接开口，先向平头少年介绍韩哲的名字，然后向韩哲介绍面前的平头青年。这是酸奶哥，技能是能凭空制造出各种生存用具，刚刚的绳梯就是他制造的，他另外的技能是……没事，我来展示。酸奶哥打断白冰。接着酸奶哥从旁边小桌子上的一堆食物中拿起了一杯未开封杯装酸奶，在韩哲眼前晃了晃。看好了哈。韩哲点了点头。接着酸奶哥用右手抓住酸奶塑料盖的一角，揭开了酸奶盖，然后他把酸奶交到了韩哲手里，冲他点了点头。谢谢。韩哲答谢。接着就是片刻的安静。韩哲拿着酸奶在等酸奶哥表演技能，酸奶哥却再没什么动作。不是要表演技能吗？韩哲奇怪道。表演完了呀。酸奶哥说。啊？韩哲一愣。
我其实没看清楚，能解释一下吗？韩哲有点不知所措道。我的技能就是这个啊。酸奶哥指了指韩哲手中酸奶的杯盖，只见酸奶盖上面清清爽爽，一点酸奶都没沾上。那你的技能是？韩哲欲言又止。我的技能是开酸奶不会沾到酸奶盖上，一点都不会。韩哲一下不知道说什么了。接着韩哲还是干脆猛地点了点头。这技能真不错啊！我喝酸奶最不喜欢酸奶盖上的酸奶糊的到处都是，这是韩哲硬挤出来的纯客套话了。我也是。酸奶哥点点头。一旁的白冰突然开口：韩哲，你别管他这个蠢蛋技能了，他还有很重要的技能，让我告诉你吧。白冰说着指了指韩哲手中的酸奶，他还有一个技能，就是他经手的酸奶会有强效的疗伤效果，你现在就可以涂一点在身上。对，请便吧。酸奶哥指了指韩哲手里的酸奶。韩哲恍然大悟，立刻用手指蘸了点酸奶，先试着涂在胳膊的伤口处，果然涂上去就觉得一阵冰凉，立刻就不疼了。厉害！韩哲由衷赞叹。我再带你去和其他人认识一下。白冰领着韩哲从楼梯下了观景台，沿着石子路向着温泉馆前进。白冰边走还边说，酸奶哥每次跟新人介绍技能都要表演一下他那个白痴的酸奶盖，所以我们叫他酸奶哥。如果他不搞这一出，我们可能就会叫他疗伤哥或者医生之类的外号。韩哲点头。上了几级台阶就是温泉馆门前的那个广场，旁边就是那个写着温泉的石头。之前韩哲在报纸上看到的那张照片应该就是这里。走过鹅卵石铺的路，就是一个日式风格的大堂。韩哲进入大堂，里面随便摆放着几张沙发，几个人随意的躺在沙发上，看着韩哲进来，他们才缓缓坐起来。白冰先是冲他们介绍了一下韩哲的名字，然后拉着他们给韩哲一一介绍。首先是一个看着有点胖的女人，30-40岁的样子，相貌平平，留着一个土气的黄色烫发马尾辫，身上的战术背心里还套着件深粉色毛衣。白冰介绍，这是强姐，技能叫炮火阵地，只要和男人那个啥就能制造一大块墙壁。啊？哪个啥？韩哲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就是刑房室。说那么隐晦干嘛？强姐倒是毫不避讳。哦，韩哲点了点头。好怪的技能。等等，韩哲立刻就想起了围在温泉馆周围的那一圈连在一起的高墙，那么多面墙，这得多少？韩哲正想着，白冰又带着他来到另一个男人面前。这个男人也穿着战术背心，不过却根本撑不起来，因为他实在是太瘦了。他的双目深陷，有着浓浓的黑圆圈，皮肤枯槁，高度消瘦，像是一个骷髅。他冲韩哲笑了笑，无力的招了招手。韩哲觉得这招了个手都要耗费他全部的力气，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能衰弱成这样？韩哲很惊讶。旁边的白冰也开始介绍这个人，这是六圣哥，他的5个技能分别是男人梦想，你以后抽到的技能都是男人希望得到的技能，比普通人多个肾，比普通人多个肾，比普通多个肾和比普通人多个肾。哦，韩哲听得一愣一愣的。白冰继续补充，因为他比普通人多了4个肾，所以他各方面的体能很强，比一流的运动员都要强，在不依靠技能的情况下，是普通人中最强的存在。白冰的介绍让韩哲更懵了，这地表最强的男人，现在怎么感觉跟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虚弱？韩哲立马就想明白了。下一个是戴眼镜的青年，留着锅盖头，看着有点矮，也穿着战术背心。这是威胁哥，能力是能探测到目标的威胁程度，目标越强，威胁就越大。白冰介绍。韩哲点点头，跟威胁哥打了个招呼。白冰继续说，还有3个人，现在不在大堂，我马上把他们叫过来。他们中有2个很像，我总觉得他俩之前就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俩都说没有。很像？是技能差不多？不是，是他们的脸很像。我们叫其中一个叫男彦祖，叫另一个叫女彦祖。啊？对，他俩都长着吴彦祖的脸，还一男一女。尤其是那个女的，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胸前一对巨的吴彦祖，让我对人生陷入了深深的怀疑。白冰正说着，大堂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全是你！背后传来一个韩哲听着有些耳熟的女声。韩哲转过头，背后站着一个身穿皮衣、戴着猫咪面具的女人。因为她的面具只有半脸，韩哲还能从她露出的下半边脸看出吴彦祖那有特点的下巴，正是韩哲之前遇到的那个猫咪面具追杀者。一条长鞭在猫咪面具女人手中出现。我要杀了你！猫咪面具女人眼里满是怨恨。冷静点，冷静点。韩哲抬手示意。冷静不了。女人抬起了鞭子，愤怒似乎让她完全忘了，她之前根本不是韩哲的对手。你别动我兄弟！院子的另一边又冲出一个梳着中分头的吴彦祖，他几步上前按下了女人手中的鞭子。这个自然是韩哲之前遇到的那个中分头追杀者。他怎么成你兄弟了？猫咪面具女人甩开中分头吴彦祖的手。他给我一张超级帅脸，怎么就不是我兄弟了？中分头吴彦祖说着，还朝韩哲一个微笑。行了，都别闹了。白冰开口道，要不韩哲兄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技能吧？还用问，肯定是把别人的脸换成吴彦祖呗，怎么会有这么没用的技能啊？猫咪面具的女人生气道。不是，他还把我之前的搭档变成了刘德华。中分头吴彦祖说，我的能力就是单纯能改别人的脸。韩哲直接开口道。哦，背后的强姐一声惊呼。猫咪面具女人也放下了鞭子。好弟弟，早说你有这种神技，快给我安排一张倾国倾城的脸，强姐有机会一定答谢你。
强姐直接凑到了韩哲面前。好，韩哲点点头。那把我的脸变回来先。谁要当吴彦祖啊？猫咪面具女人焦急道。那你先等等。韩哲先搪塞了一下猫咪面具女人。对，都别急，一个一个来。强姐凑得更近了，更加迫不及待。你要是什么样的脸啊？韩哲看着强姐的脸说。随便，好看的脸就行。强姐满是兴奋。明星的脸行吗？行，但是别太一样了。好。韩哲对强姐发动了技能。其实让他凭空想出来一个绝美的容颜，实在是有点难。而且因为强姐是个胖子，韩哲想不到那个明星有这个尺寸的好看五官排列，所以韩哲只能凑个女明星的脸，然后稍微改改。好了，强姐的脸变化完毕。她现在的脸是好几个明星的五官拼凑而成的，虽然看着有点略违和，不过也还看得过去，算是个中上的颜值了，至少比以前好。怎么样？强姐问周围的人。还行。众人半客观半主观的回答。好，我看看去。强姐屁颠的跑去照镜子。啊！强姐看到镜子，一声惊呼。怎么了？韩哲也有点害怕强姐不满意，因为她真的已经尽力了。我怎么还是个胖子？强姐有点失望道。我只能改脸，不能改身材。韩哲无奈道。那我要开始减肥。强姐说着，直接去院子里跑圈。了，该我了吧？猫咪面具女人的鞭子直直抵住了韩哲的脖子，笑傲文学。我没什么别的要求，你把我的脸变回去就行了。韩哲轻轻推开女人的手。那个，你有你自己之前的照片吗？照片？对啊，我没有见过你，怎么把你变回去啊？韩哲无奈道。你不能取消技能吗？取消不了。你！猫咪面具女人放下了鞭子，她也有点崩溃了。别急，虽然我不能把你变回去，但是我能给你另外的一张好看的脸。韩哲安慰道。我就要我之前的脸，这个没照片现在真的做不到，要不我先给你换个好看的女人脸凑合，也比当大胸吴彦祖强。韩哲说。这话说的确实没什么问题。猫咪面具女人沉思片刻，还是点头答应了。先说好，我不要明星的脸。行。韩哲嘴上答应，但是心里确实一阵慌，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和刚才强姐的情况一样，在韩哲的脑海里，关于美女的脸确实基本上只记得明星的脸，让他搞原创确实搞不出来。他一下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整容后的脸长得都差不多了。这怎么办？韩哲一下就想到了一张脸。沈然儿。对，先把沈然儿之前的脸给他稍微改。韩哲呀，你居然有一天也变成盗版商了。好了，韩哲松了口气。猫咪面具的女人来到镜子前，摘到面具好好的看了看，这张脸她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先这样吧。猫咪面具女人说。既然你们认识，我就不介绍了，我去叫这里的最后一个人。白冰说。其实也不认识，还是说一下吧。韩哲说。好兄弟，我直接自我介绍一下吧。中分头吴彦祖说。不过自我介绍之前，我先为之前的事替你道个歉。没关系，你只是做了你的立场该做的事。韩哲摆摆手。韩哲也确实对他没什么仇恨，毕竟大家都是规则的奴隶，他的游戏目标就是杀死逃亡者，也是被逼无奈。即使互换角色，韩哲估计也会做他做的事。而且他没有虐杀，甚至连人都没有杀，杀人是他的搭档做的。现在既然规则上让大家都是队友了，韩哲就更没必要恨他了。看着韩哲没有表现任何记恨，中分头吴彦祖才放心的开始自我介绍。我叫蔡前，技能有3个值得说的，一个是多看一眼就会爆炸，可以丢出去一个球，被人看了2眼或者看了2秒以上就会发生爆炸。韩哲恍然大悟，怪不得之前和他交手，那个透明球有时候会立刻炸，有时候都滚远了还不炸，原来是这么个鬼机制，这谁猜得到？蔡前继续说。第2个技能是召唤哥哥，可以召唤一只鸡。韩哲这才明白外面涂着的公鸡血是哪里来的了。第3个技能不太好解释，叫开庭，一定程度上算是个控制技能，有机会我给你们演示吧。开庭，好怪的名字。韩哲接着冲蔡前说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韩哲再看向猫咪面具女人。看什么？猫咪面具女人对韩哲的态度有点冷。你不说说你的名字吗？我总不能叫你吴燕姐吧？韩哲说。你……猫咪面具女人有点想发作，但还是忍住了，估计总算是想起了他打不过韩哲了。猫慢慢。猫咪面具的女人愤愤道。猫还有慢的？韩哲下意识说。没有竖心旁的慢。猫慢慢强忍怒火补充。好，那就剩最后一个人了。白冰说他应该马上也来了。白冰刚说完，院子里果然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比猫慢慢和蔡前更让韩哲熟悉。韩哲看着这个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院子里新来的这个人正是风然。怎么可能呢？他心脏中了一枪，可是韩哲亲眼所见，他胸口的那个大洞韩哲还历历在目，怎么还能活着呢？不可能，不可能！韩哲下意识从包里抽出了末世。风然第一眼看到韩哲的反应也让韩哲有点意外，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喜，脸上是那种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和谐笑容，一点都不像装的。韩哲，你还活着？太好了！风然说。但是韩哲依然满是警惕，一个已经死的人重新出现在面前，平时韩哲可能会觉得他没死，但是在这场游戏
见了那么多鬼东西之后，现在的韩哲只觉得面前的风冉根本不是风冉，或许他已经成为那些怪东西的一员。你怎么还活着？我明明看到你心脏中了一枪。韩哲没有任何回避，直接说了出来。他说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让其他人也能警惕面前的风冉。哦，我当时没死，只是在装死，等人走了我才起来逃走的。风冉开始解释。你心脏中了一枪还能不死？难道你有对应的技能？韩哲又是疑惑的疑问。他突然想起，自始至终他都不知道风冉的技能，或许他真的有这种技能。对，我有。风冉点了点头。什么技能？我不想说。风冉还是摇了摇头。你不说出来，我没办法相信你就是原来的风冉。韩哲握紧了手中的末世。风冉看着韩哲手里的武器，咬了咬牙，终于说出了实情。我的技能叫防弹硅胶，那一枪只是打穿了外面的皮肉，里面是被硅胶挡了下来。韩哲愣住了。防弹硅胶？怪不得那时候韩哲觉得流出的血怎么只有那么点。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风冉的胸口，原来这个傲人的高度是里面垫了硅胶哦，笑傲小说。一时韩哲不知道说什么，他有点想笑。蔡前突然拍了拍韩哲的肩膀，在耳边说了几句。兄弟，我理解你，我之前见到他也是你这个见到鬼的表情，后来他说出技能，我才长舒一口气。韩哲点了点头。蔡前继续在耳边小声说，但是啊，大家都是队友，你现在还是尽量别笑出声。韩哲看着蔡前愣了一下，猛地点了点头。明白了，你真的还活着就太好了。韩哲说。谢谢。风冉轻点了下头。误会解除了？旁边的白冰问道。解除了。韩哲回答。那现在人也到齐了，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技能吧。白冰提议道。于是韩哲冲着8个人正式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不过略有保留，尤其是物品类的技能也和之前一样说的轻描淡写。韩哲的那个能阻止美女打扰自己的专心致志护身符也被韩哲说成是自己的技能，效果是可以防止漂亮女人打扰自己。众人倒是一阵惊奇，因为韩哲还有个能改别人脸的技能，2个技能配合在一起，基本上遇到女性敌人就是无敌的。能把男人的脸改成女人，触发你那个技能吗？蔡前问道。应该不行，可以试试。对外面的那些女鬼有用吗？跑完几圈气喘吁吁的强姐问道。这个已经证实了，没用。韩哲不假思索的回答。这个护身符要是能对那些女鬼生效，韩哲也不至于被追得这么惨。不过换脸的技能之前已经试过，是可以对这些鬼东西使用的。不久的未来，韩哲如果被迫和那些鬼东西厮杀时，或许就可以把他们的脸换成吴彦祖，以触发极度之神的恩赐，提高韩哲的攻击力。接着韩哲又说出了自己欺诈者之盾这个技能。蔡前听得直拍大腿，风冉听得连连后怕。我靠，你那根本不是绝对反射之盾，把我骗得够呛啊。蔡前说。韩哲点点头。我就说怎么会有笨蛋把自己的技能直接说出来的，原来是说给我听的。你们2个可真狡猾啊。蔡前看向韩哲和风冉。那时候韩哲说完自己反射之盾的能力，风冉还下意识地责备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在此之前，韩哲并没有跟风冉交代过，那完全是风冉的真实反应。但就是这个反应帮了韩哲大忙，骗过了炸弹球都捏在手里的蔡前，效果比之前约好都有效，救了韩哲的命，间接也救了风冉自己的命。不过现在大家都成了队友，这种事也只能当做谈资了。韩哲介绍过自己的技能后，众人又开始聊了聊别的东西。韩哲也才知道，其实众人最开始都不知道规则是假的，大家都在按照假规则上说的进行着这场游戏。直到遇见了白冰，白冰好像一开始就知道规则是假的，所以他到处在找人组队，无论是逃亡者还是追杀者，告诉他们还有一个真正的规则。不过他是怎么说服众人相信他的？韩哲这一点也很感兴趣，因为规则大家都有显示，只靠一张嘴是很难说服大家的。尤其是在游戏的前几天还没有出现那些怪东西的时候，韩哲真的不相信有人能够说服追杀者。白冰做到了，方法也很简单，直接打道符。这些追杀者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他把见到的追杀者直接制服，追杀者打不过他，也跑不过他，只能乖乖听他的。之后随着游戏的进行，情况也像白冰所说的发展，众人才开始逐渐信服他。不过白冰是怎么一开始就知道的？他说他有一个技能叫隐形小抄，可以在脑海里存一张小纸条，这张小纸条上就写着对自己的警告和简略版的真实规则。不过白冰注意到这张小抄上写了字时已经是第1天晚上了，他也是那时候才开始动身找更多人组队。后来随着人数多了，白冰就找了个温泉馆这个地方驻扎。其实整个队伍最开始有10几个人，不过有几个不幸被怪东西攻击没能活下来，其中包括公园门口那个质疑白冰的壮汉。更多的细节众人没有说，韩哲也不是很感兴趣，就没再追问。之后众人有七嘴八舌聊过很多其他的，有些话题虽然不怎么有趣，但是聊得还算融洽。聊得累了，白冰就给韩哲找了个房间，外面确实有很多鬼东西在游荡，一个人睡觉很没安全感，所以队伍里的好几个人都会选择直接躺在大厅的沙发上，看着队友能够安心入睡，顶多换衣服去趟自己的房间。不过也有人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比如白冰，比如猫曼曼，比如风冉，比如盖墙时候的强姐。韩哲也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主要是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睡，顺便还能看看自己的那些特殊物品。回到自己的房间，
韩哲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物品，3级包被撕破了一点，不过质量过硬，不是很受影响。其他的东西也都没丢。镇宅防火墙直接进入了休眠状态，不消耗功德值了，证明周围没有邪祟存在，攻击血的围墙很有效。再看看那张小道消息报纸，这次的照片又变了，上面画着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子站在街道的中间。这件衣服，这个身影，韩哲一眼就看出来了，是莫苍。而他的周围躺着许多的惨白女人，有些甚至堆成了小堆，不过大多数已经被切开、破碎、不完整了。旁边还散落着各种惨白女人的残肢。韩哲看了一眼标题，一男子表白第122次失败，怒杀全部122位表白对象，很扯淡。但是看照片里的遍地碎尸，122可能是真的。莫苍一个人就能干掉122个惨白女人，我靠，这家伙这么强，那为什么还临阵就脱逃？难道他本身也知道真规则，所以不愿意对追杀者出手？不对啊，如果他知道，应该会像白冰一样，早早提醒自己这些人的呀。毕竟大家其实都是利益共同体，那他应该是不知道。那他临阵脱逃只是单纯的怕死，有可能。咚咚，韩哲正在想着，大厅里的落地钟突然响了起来，这声音很大，韩哲感觉整个温泉馆都能听到。不过让韩哲意外的是，他在这里待了快1整天，还是第一次听这个钟响。接着韩哲的房门就被敲响了，门外是蔡前的声音：韩哲，小心点，午夜12点了。12点怎么了？韩哲有点奇怪道：我们之前失去的那几个人，全部都是在午夜的时候没的。门外的蔡前严肃道。韩哲连忙走出房间，只见蔡前站在门口，神色略显慌张，其他人则是站在台阶下的大厅里，紧张地讨论着。白冰示意众人安静，我们先去看看外面的情况，无论怎么样，我都会出手。众人点头同意。很快，众人就跟着白冰来到了围墙边的观景塔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围墙外的情况。此时负责守夜的是猫曼曼，他还在小观景塔上喝着咖啡。情况怎么样？白冰上来就问道。不太好。猫曼曼指了指前方。韩哲看过去，只见远处的黑暗已经是笼统一片，什么都看不出来。韩哲抬头看了眼天空，薄雾后是一轮细残月，月光虽然微弱，但也还是有的。观景小塔的灯光很充足，近处的围墙下的草地都能被照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到了前面不远处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韩哲仔细地向前看，前面的黑暗中好像有什么在微微翻腾，他立刻就明白了，是雾。前面不远处已经被浓雾覆盖了，浓雾已经蔓延到这个位置了。不对，雾是水珠，浓雾在光下会反光，前面的雾却那么黑，那只能说明前面的雾是黑色的。黑雾哟，看样子这里待不了太久了，可能到明天早上我们就得转移。同样看出前方是雾的白冰说，不过话语里倒是很淡定。为什么啊？在观景塔下面楼梯强姐还不知道情况，浓雾已经在不远处了。白冰回答。下面的强姐瞬间满面惊恐，更惊恐的是旁边的六圣哥。等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声音？白冰抬起手问道。众人瞬间大气都不敢出了。韩哲也开始仔细的听着，耳边都是夜风拂过温泉馆的声音，而这个声音之外，韩哲仔细分辨，对，好像有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听着像是什么很多虫子在啃木头，而且这个声音也越来越响。很快，韩哲不用认真听也能听出来这些声音了。不，这不是虫子啃东西的声音，这是很多东西跑过草地的声音。众人的脸色也都变了，看样子大家都听到了，下面有很多东西过来了。猫慢慢说。众人连忙看向围墙外，果然前方的黑暗中出现了很多身影，他们朝着围墙这边疾驰着，白色的身影也越来越清晰。很快韩哲就能看清是什么了，这些居然都是之前韩哲见识过的惨白女人，但是这次他们不再是直立奔跑，而是手脚并用，像是一群四足动物一样冲向围墙，速度也比之前快了很多，像是豹一样迅捷。威胁哥怎么样？蔡前转头问道。一旁的威胁哥也边扶着眼镜边看着外面的那一群，威胁程度是7。除了白冰和韩哲，众人一阵惊愕。韩哲主要是一脸迷茫，他不明白威胁程度7是个什么概念。之前追你的那些女人，威胁程度平均下来只有2到3。旁边的白冰跟韩哲简单解释了一下，然后就是韩哲惊愕了。这个时候，最前面的惨白女人已经冲到了高墙下，重重撞在了墙上，高墙一阵颤，似乎摇摇欲坠。这些惨白女人竟然直直沿着墙面快速的向上爬，像是蜘蛛一样。不过，当他们碰触到攻击血涂鸦，却又像虫子触碰到了高温的锅壁一样，啪的就掉下去了。攻击血还有效，不过还能撑多久，没人知道。一个透明球在蔡前手中出现，他正要往下丢，却被白冰拦住。不用，有我在，你们看着就行。在观景塔的灯光下，白冰的脸上依然满是自信和从容。这可是威胁程度7的怪物，你一个人能行吗？威胁哥担心道。7而已，就算是7个亿，在我面前活不过10秒。白冰冲着众人笑笑，这自信的笑像一颗定心丸，让众人一阵安心。是哦，他可是有 S 级技能的男人，在全人类里都是顶尖的存在。一群反祖的女人而已，在他面前应该不成问题。众人点了点头，回应白冰。不过，在下去之前，我还要准备一件事。白冰说着，从旁边的桌子下面取出一瓶红酒和一个高脚杯。
接着他用手指轻轻在红酒瓶口一划，整个瓶口带着瓶塞整齐的就脱落了下来。白冰很淡定的把红酒倒在高脚杯里晃了晃，墙下大量的惨白女人还在向墙上涌，墙面在剧烈颤抖，像是暴风雨中的树。白冰还是在认真的一边晃一边看着杯中的红酒。你在干嘛呀？韩哲忍不住问道。白冰听了冲韩哲微笑了一下，醒酒啊，庆功酒不醒酒怎么能喝呢？韩哲一愣，这泰山将崩于前还能淡定醒酒，这就是 S 级技能拥有者的格局。该死的，被他装到了，以后我有了 S 级技能也要像他一样装，而且要装出自己的风格。出手前淡定喝口豆汁儿怎么样？韩哲胡乱想着，旁边的六圣哥倒是忍不住了。白哥，我知道你搞得定，但是墙快撑不住了，墙塌了还得重修，很麻烦的，所以您快出手吧，酒我帮你醒。白冰听了这句话也是轻轻点了点头，他把高脚杯放在六圣哥手中，然后戴上了自己的高礼帽，顺时针摇3圈停住，然后逆时针1圈，依次进行，明白？白冰冲六圣哥吩咐。明白明白。六圣哥猛点头。白冰才满意的从观景塔上一跃而下，跳入了高墙外的惨白女人群中，如同在蚂蚁群里滴了一滴蜜水。周围的惨白女人开始疯狂涌向白冰，手杖在白冰手中出现，轻轻敲了下地面，周围的惨白女人瞬间被震飞。但是和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震碎，仅仅只是震飞。笑傲文学，看样子威胁程度7的惨白女人却是耐打了不少。白冰看到这一幕，表情倒是没什么变化，他只是朝着面前稍远距离的惨白女人群再次抬起了手。这一次他的神情更加坚定。这些惨白女人瞬间同样被风压击飞，这一次倒是碎裂开来了。显然是白冰经过短暂的试探后增加了一些招式的威力。白冰看着女人碎裂，立刻满面浮现出慵懒的笑容，伸了个懒腰，很放松。身后刚冲过来的2个惨白女人被瞬间的风压粉碎，丝毫不能近他的身。他一个人在惨白女人群里砍瓜切菜一般，整个高墙下就是他的舞台，他是绝对的主角。这些惨白女人似乎成了凸显他主角光环的道具。这时候更多的惨白女人向他涌了过来，他将面前的惨白女人轻松击碎，一个惨白女人却不知道从哪飞扑过来，直直扑向他的肩膀。白冰立刻躲避，但是稍晚了一些，他的肩膀还是被撕到了一下，白衣服破了个缺口。白冰中招了，威胁哥急道，顶多一点皮外伤，不要紧吧？猫慢慢说。众人在看向下面的白冰，这确实是一点皮外伤，但是韩哲发现了不对，因为白冰的神色，他的神色没了之前的从容不迫，而是变得有些慌乱。他再次朝着近前的惨白女人轰出一道气浪，惨白女人却只是被震退几步，与刚刚的威力简直是导弹和炮仗的区别。接着更多的惨白女人直接扑向白冰，白冰瞬间被惨白女人淹没，众人看不到他的身影了。怎么回事？众人完全不敢相信的眼睛，刚刚白冰还是乱杀，怎么现在突然就急转直下？救我呀！惨白女人群中，白冰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真笨啊！众人还在震惊之时，猫慢慢受不了了，他手中的长鞭直接飞了出去，弹入惨白女人群里。接着他用力一扯，一个全身是血的人就从惨白女人中被拉了出来，这正是白冰。他被放在观景塔的地上，众人面前。此时的白冰，白西装被血染红，浑身是可怖的深深伤口，右臂也已经不见踪影，断口往外鼓鼓的流着血。酸奶哥赶紧往他的断臂处涂酸奶，才勉强把血止住。到底怎么回事？白兄弟，你明明刚刚还绝对压制，怎么突然就风染奇怪道？发生什么了？六圣哥问道。到底怎么回事？猫慢慢看向白冰说，对啊，你不是说你的技能是就是强，怎么突然就泄气了？是他们的手有毒，还是有别的什么招数？韩哲也奇怪道。韩哲明白，这个白冰能力突然暴跌的太明显了，这次白冰的失败绝对有什么众人不知道的因素。众人的连连疑问让白冰满脸都是难堪，但是白冰依然咬着牙没开口，他什么都不说。说啊，到底是不是对面的手有毒，还是别的？这可是重要的信息。猫慢慢催促道。对啊，有什么不能说的？蔡前也有点着急了。说呀！众人都很着急。白冰终于是被迫开了口。行了，我说我的技能根本不是就是强。众人瞬间沉默了。这个消息有点炸裂，众人的需要消化一下。白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的技能其实是装逼就能变强，只要一直装逼就能一直强，而且越来越强。那你现在？但是只要我装逼装漏了，我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然后随着我的能力下降，我就越难装逼，我就会越来越弱，恶性循环。白冰有气无力地解释道。众人算是听明白了，尤其是韩哲，他几乎是恍然大悟了。怪不得这个白冰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就当众发表了那么一波真知灼见，原来是为了装逼强化自己的能力。之后他每次出手都要喝个红酒，穿个整洁西装，搞成优雅绅士的样子，也是为了装逼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接着随着他的战斗力提升，秒杀敌人更加装逼成功。他谎称自己的能力是 S 级，营造无敌的形象，装的逼越来越大，他也就确实越来越强。但是这一次敌人太多了，他不小心装漏了，惨白女人创伤了他，无敌的形象被打破，能力下降，更加难以应付惨白女人的攻击，最后连强者的形象都被打破，
彻底装逼失败，能力损失殆尽，只能大呼救命。这技能真离谱啊！那你还能装个大逼重回战力巅峰吗？蔡前忍不住问道。对，我们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以为你还是很强的样子。旁边的风冉说道。白冰无奈地摇了摇头，苦笑道：没用了，一旦彻底装逼失败，技能就会进入长期冷却，我这场游戏都会成为废人了。这……众人神情凝重，现在没了白冰这个顶级战力，如何阻挡这些惨白女人？靠众人自己能行吗？蔡前直接把透明爆炸球丢下了高墙，他怕炸到墙，刻意把球向远的地方丢，球在诸多惨白女人中炸开，几节燃烧的断肢飞溅，有效！蔡前在往惨白女人堆里丢球，旁边的高墙处却探出了一个长发女人的头颅，已经上来了，这家伙威胁程度是10。身旁的威胁哥突然一喊，话音刚落，长发女人却直接张开了嘴，无数头发一般的黑色丝线从她的嘴里涌了出来，直接快速缠绕在威胁哥的身上。威胁哥哽咽一声，身体急剧干瘪下来。紧接着，一个黑色的又像舌头又像触手的一根东西从女人的嘴里伸了出来，照在了威胁哥的头上，把威胁哥要往里吸。旁边的韩哲和猫曼曼拼命抓住威胁哥的身体，阻止他被这诡异的东西吸走。这吸力很大，帮忙啊！韩哲冲身旁几个人喊道。身旁的几个人也是被吓得待在原地，被韩哲这一喊才赶紧上来帮忙。这时候，已经更多的黑色丝线伸了出来，伸向众人。蔡前慌忙中大喊一声：“开庭！”韩哲眼前瞬间一阵明亮，下意识的闭眼。当韩哲睁开眼的时候，自己突然已经身处在一个明亮的大厅里，不对，应该是法庭，因为韩哲面前有几个台子，上面还坐着几个穿着审判制服的老头，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牌子，审判长、副审判长、书记员。韩哲低下头，发现自己是坐在陪审席，风冉、虚弱的白冰、六圣哥、强姐、猫曼曼等人都在这里。原告席坐的是蔡前，被告席坐的就吓人了，居然就是那个长发惨白女人，她的口中还伸着黑色的丝线与那一根触手。最恐怖的是，以为丝线太多，触手太粗，他的嘴角明明已经被硬生生撕裂，他却毫无反应，真的是个鬼东西啊！他看着众人，像转头朝着众人撕咬，却被面前被告席的栏杆拦住。不对，应该是栏杆上有什么空气墙拦住了他，因为栏杆很矮，普通人随便就能翻越，他却死活出不来。大法官老头直接敲了敲面前的木锤，被告，给我安静！一声严肃的呵斥，如雷霆万钧，裂口的惨白女人瞬间平静了。大法官老头看向原告席的蔡前，威严道：原告，你状告被告什么罪行？蔡前立刻哭丧着脸，尊敬的大法官阁下，我要告他杀人。哦，杀了谁？我的一个兄弟，他不但杀了我的兄弟，还把我的兄弟吃了一半，竟有此事，千真万确。那传被害人。大法官又敲了一下木锤，法庭正中出现了一张桌子，上面出现了一个干瘪的下半身，这正是被裂口惨白女人吞了一半的威胁哥。太惨了，我来研究研究。大法官直接走下座位，来到残存的威胁哥面前查看。韩哲就坐在原告背后的第一排，探身小声在蔡前耳边问道：这鬼也能审判？能。蔡前点点头。审判完了会怎么样？会判刑罚，可能是罚款，也可能是监禁、死刑之类的。这判个罚款有啥用？不会的，杀人是重罪，他至少是终身监禁起步，很有可能是死刑。那谁来执行？法庭。这个法庭只要判了死刑，据说可以秒杀任何人。这要牛批？那你和我交手的时候怎么不用？这个一言难尽，因为那个法官是个老糊涂，有点缺心眼。如果被告是活人，容易把原告反告一波，所以我从来不对正常人使用。那这女鬼一样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反告？不可能，她一个怪物哪有那个智商？蔡前摇摇头。那就好。韩哲点点头，能秒杀怪物，这个开庭技能还挺猛。片刻之后，法官老头终于研究完了，他回到了审判长席位。这个，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他杀的吗？法官老头看向蔡前，这一下差点把蔡前问住了，但是他很快就说：法官，还用证据？我兄弟上半身还在他嘴里呢。哦，我看看。大法官老头来到惨白女人面前，抬起女人伸出口部的那根触手一样的东西看了看，触手底端有一个口，大法官搬开口，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尖牙，里面果然有大量威胁哥的碎肉。大法官回到座位上，本法庭是讲证据的，你这个证据只能证明他吃了受害者，不能证明他杀了受害者，所以他只能被判决吃人罪，杀人罪不能成立。法官阁下，蔡前一阵无语。不过你放心，吃人罪也是死刑起步。大法官老头回答蔡前。哦，原来吃人罪也是死刑啊，那我就无所谓了，支持法庭审判。蔡前表示支持，大法官老头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接着他看着裂口惨白女人，直接重重敲了下木锤。被告人，你可知罪？噜呼啦饿呀饿呀饿呀！裂口惨白女人发出一阵怪异的声音，可能是因为那个舌头一样的触手太大了。大法官重新目视前方，无论如何，本庭再次即将宣判，被告犯吃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立即执行。韩哲一阵振奋，这种威胁等级10的怪物马上就要被秒杀了，这法官也不糊涂吗？这时候
法官看向裂口惨白女人，被告，你可还有什么话说？哦！裂口惨白女人再次发出一阵不顺畅的怪声。大法官也若有所思，你说的对，你只吃了半个人，我怎么判你整个人都死刑呢？啊！陪审团的几个人和原告席的蔡前都懵了。大法官接着重新宣读审判结果，本法官再次重新宣判，被告吃人罪成立，判处半个被告人死刑，判决有效。散会。半个死刑是什么玩意？法官阁下，我不同意。蔡前站起来连忙要申诉。这时候周围突然开始变暗，整个法庭也开始消失，真的强制散会了。很快众人又回到了那个小观景塔，那个裂口的惨白女人依然在众人面前，不过她腰部以下就没有了，对，她没了下半身，整个人趴在了观景塔的地上。众人跟她对视了一下，她就瞬间用手撑起身体，一下向众人飞速扑过来，口中像舌头像触手的东西伴随着黑色丝状物胡乱挥舞着。这 TM 判了个什么呀？这 T 末世这把武器确实锋利，也有加成，女人的头骨被刺到时瞬间破开，毫不费力。而且末世的刀刃很宽大，从女人的上发际线到下面的眉心都是末世的刀口，粘稠的血液涌出。裂口惨白女人身体一软，没了支撑，向墙外落下。猫曼曼也立刻收起了鞭子，任由裂口惨白女人落下。韩哲探头看向墙下，他估摸着自己这一刀应该贯穿了女人的整个颅腔，应该是干掉了。只见裂口惨白女人重重砸在了地上，抽搐了一下，却又重新爬起，开始向着楼上爬过来。这都不死？韩哲有点觉得恐惧了。他们过来了！风冉在后面一声尖叫。韩哲看过去，只见两边不远处已经有更多的惨白女人爬上了墙头，翻过了墙来。这意味着整个机械墙防线彻底崩溃。这些惨白女人翻过墙，直接重重砸在地上，然后都是抽搐几下，爬起来，朝着手脚并用，朝着众人飞奔过来。准备跑！蔡前朝小观景塔的塔底丢出一个小透明球，刚冲到楼下的几个惨白女人被瞬间炸碎。就是现在，快跑！先进屋里去！蔡前顶着气浪大喊。众人开始拼命往楼下跑去。白冰受了重伤跑不动，韩哲直接把他背起来往下跑。3级包背着相当于是个空包，所以对韩哲背人并没有什么影响。谢谢你。背上的白冰感谢道，你救过我一命，我肯定得带你走。韩哲回答，但是你背着我好像跑不过他们啊。白冰看了眼背后苦笑道，我尽力。众人拼命往大堂跑，强姐落在了最后面，然后才是背着白冰的韩哲。而跑在最前面的蔡前已经到了大堂门口，他直接召唤出一只公鸡抱在怀里。来到大堂门口时，他直接扯断公鸡的脖子，把公鸡血往门前的地上一撒。这是现在唯一他能想到的能迟滞这些惨白女人的办法。几人跟着跑进去大堂，韩哲还在奋力奔跑，背后已经传来了强姐的惨叫声。这次的惨白女人行动太迅速了，相比而言，肥胖的强姐根本跑不动，所以她很快就被绞肉机一般的惨白女人们吞没了。而韩哲也已经能感受到几个惨白女人在他身后几步的距离。韩哲依旧在奋力的奔跑，尝试摆脱脱。如果还不行，那韩哲只能放弃背上的白冰了。大堂门口处，猫慢慢撇了撇嘴，莫蹭。他手中的鞭子直接飞出，向韩哲飞过来。韩哲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韩哲拼命一阵胡思乱想，这些女鬼样的怪东西似乎能看穿墙壁，是不是也能看穿自己的裤衩子？不知道有没有惊到他们。韩哲正在乱想，鞭子果然顺利缠在了韩哲的腰上，没有触发专心致志护身符。接着他用力一拉，韩哲就直接飞进了大堂，精准的落在了沙发上，后背上的白冰着地，白冰痛得尖叫了一声。猫慢慢再飞出鞭子，伸进了一片密集的惨白女人堆里，再是一扯，一大团红色的东西飞了回来。这是一截肥胖的女性躯干，四肢已经全无，胸口前的双乳也成了2个不规则的骇人缺口，落地时肠子也从腹部的缺口溅了出来，这是强姐的一部分。看到这一幕，六圣哥忍受不了，直接抱着垃圾桶狂吐。晚了点，猫慢慢叹了口气。一旁风冉直接被吓得满面菜色，几乎晕厥。还是韩哲起身给他喷了点轻松喷雾，他才自然了些。门口，蔡前撕开了第3只公鸡的脖梗，开始沿着大堂周围拼命撒着公鸡血。门外，那些惨白女人也确实驻足，停在了地上公鸡血前。韩哲取出功德放生机看了看，镇宅防火墙已经被激活到了3级防御。笑傲文学消耗达到了惊人的每分钟 0.5 点，不过刚刚救了白冰这件事应该也能赚些功德，防火墙应该能躲支撑一阵。韩哲赶紧开口提醒蔡前，蔡前别紧张，我有镇宅防火墙，对面一时半会进不来，你专心撒公鸡血，确定不要有遗漏。蔡前等人是不知道镇宅防火墙的，所以韩哲接着又跟他们快速解释了一遍。蔡前这才听明白，放心的沿着外墙墙面撒着公鸡血，就是杀的公鸡有点多，很快就在角落堆了个小山。终于整个外墙都被公鸡血保护，韩哲的镇宅防火墙防御也降到了2级。这意味公鸡血防御有一定效果，但是如果没有镇宅防火墙，公鸡血防御依然会被立刻突破。隔着大堂的玻璃推拉门，众人看着门外，门外的公鸡血线外密密麻麻地站在惨白女人，他们木讷地看着屋内，互相挤着彼此，却无法前进半步。包括韩哲在内的众人都知道，这些公鸡血支撑不了多久，
众人已经成了困兽，还能有什么办法吗？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有主意，所有人的脸上只剩下绝望，大家也都认命了。六圣哥和蔡前互相点了支烟，他们还给白冰点了一支。接着六圣哥拿了个床单盖住了地上强姐的躯干，酸奶哥是把柜台底下的酸奶全搬了出来，挨个开封尝了个遍。风冉把脸埋在膝盖里小声哭泣，韩哲则是翻看着自己的背包，拼命找着自己能用得上的东西。猫慢慢盯着自己手中的鞭子看了一会，突然开口道：韩哲，怎么了？猫慢慢突然叫自己，韩哲一阵惊讶，我们感觉是活不到游戏结束了。猫慢慢说，也许吧。韩哲点点头，现在说谎安慰众人没有任何意义。那我现在就让你睡一下吧，之前答应过的。猫慢慢看着韩哲说。睡觉？韩哲看着猫慢慢，身上还是那件紧身皮衣，把整个身材的轮廓都凸显了出来，优美的曲线。哦，韩哲很感兴趣，但是现在不行，这种事要是由韩哲来办，不得浪费进去的几个小时，是办完了，防火墙也到时间了，大家也都别活了。韩哲是来刷经验的，不是来送死的，他不允许自己放弃，他一定要拼命想出一个办法，就算只有一线生机。下次一定捧场。韩哲淡定回答猫慢慢。这次轮到猫慢慢一愣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韩哲，你居然又拒绝我？没拒绝啊，不是说了下次吗？就是延期一下。韩哲回答。哪还有下次？要真有下次，姑奶奶还不给你呢。猫慢慢有些生气了。没事没事，你们不要吵了，我替他睡了还不行吗？蔡前站出来打圆场。真的是打圆场吗？滚，玩你的大公鸡去。猫慢慢手中的鞭子重重地砸在蔡前身旁，地板被砸得碎裂。好的。蔡前悻悻坐回沙发上，嘴里还在念叨，就我这吴彦祖的帅脸，睡下也不亏吧，真是不识抬举。猫慢慢气冲冲地坐到了旁边楼梯上，看着面前地板上的木质纹路，嘴里也在小声嘀咕着什么。不过坐得远，韩哲也听不清。韩哲估计是在骂自己。韩哲没有过多的关注，只是重新看着自己的东西，找着可能用得上的东西。神奇遥控器可以让钻电视的贞子屁股先进来，外面这些东西也不走电视啊，没用。捉奸机器人只能开车，现在屋里也没车给他开，不行。好人好事徽章，做好人好事强制成功，现在能做什么好人好事吗？从众女鬼中救人，太牵强，不靠谱。进化后的随机次元带，这个现在能掏出末世，能掏出拯救众人于水火牛批的武器吗？或许呢，可以试试。韩哲把手伸进袋子，很快摸到了。韩哲抽出来了一把泛着红光的长刀，看看说明，气血之刃，较大幅度增加你的攻击力，唯一被动气血，你攻击造成伤害时，你猛吸一大口血。这个武器韩哲玩游戏的时候有印象。气血之刃一般都叫吸血刀，就是造成伤害有吸血效果。这个吸血指的是对对手造成伤害，自身百分比恢复生命值。现在直接变成吸一大口血，就很莫名其妙。主要效果是攻击力有较大幅度增强。这个增强能对付外面这些东西吗？韩哲不觉得，他到底还是个普通人，就算大幅增强，也很难对付这么多鬼东西。不过如果最后山穷水尽，韩哲也只能拿着这把武器拼死战斗了。或许加上极度之神的恩赐的加成，真的能战胜呢。不过这或许只是韩哲的一厢情愿。他继续翻找着，一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那部异次元手机。这部手机之前韩哲缩在屋里的时候试用过，他用着打过包括报警电话以外的很多，结果显示都是空号，明明显示有信号，却一打一个空号。韩哲甚至怀疑说明书上是假的。手机还耗电很快，所以韩哲就把它关机收进背包里了。现在重新开机试试吧。韩哲按下开机键，屏幕开始显示星空宇宙的图样。开机成功。下面只有4个功能：拨号、短信、浏览器、应用商店。既然电话打不出去，那浏览器能用吗？韩哲打开浏览器，试着在搜索栏里搜了搜如何对付女鬼。搜索结果的页面居然出来了。第一个搜索结果的预览写着：想知道如何对付女鬼。如何对付女鬼呢？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对付女鬼？女鬼是怎么？韩哲试着点进去，然后屏幕里就是4个字：正在下载。韩哲连忙点返回，然后是第2个搜索结果：想知道如何对付女鬼。对付女鬼有小窍门，3亿人都在用渣虎对付女鬼。点进去，又是正在下载。韩哲再返回第3个结果、第4个结果。很快，韩哲手机的桌面已经下满了 App。有病啊！怎么搜出来全强行下载 App？ 韩哲看了看自己手机上的 App， 第一个叫做松鼠资讯。韩哲随便点进去看了下，第一条推送的标题就是被女鬼困扰怎么办？20年老区模式笑了，因为你没有用这2样东西。哦，第一条就是韩哲要找的。韩哲果断点进去，开始看正文。女鬼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女性鬼怪，形象一般都是披头散发，穿着白连衣裙的女人外形，多会害人。女鬼往往还会加入等一些超自然能力。相信很多朋友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女鬼，有很多朋友可能深受女鬼的毒害，导致精神萎靡，每天面容憔悴。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下面就和小编一起去看看如何对付女鬼吧。对付女鬼前，我们要先了解女鬼是什么。女鬼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女性鬼怪，形象一般都是披头散发，穿着白连衣裙的女人外形，多会害人。女鬼往往还会加入等一些超自然能力。现在知道了女鬼具体指什么了，我们该如何对付她们呢？下面就是小编了解的一些针对女鬼的方式。针对女鬼有很多方式，小编的建议是对症下药，不同的女鬼用不同的方式。女鬼有哪些类型呢？一般人可能会按照形象分类。女鬼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女性鬼怪，所以形象一般都是披头散发，穿着白连衣裙的女人外形，多会害人。女鬼往往还会加入等一些超自然能力。韩哲硬着头皮看完了这长达5页的文章，一句有价值的话都没有。但是文章作者的文学造诣一定很高，因为他能把几句话翻来覆去的扩写成长达5页的文章，到死也没写出来那老驱魔师说的2样东西是什么。这 T 以上物品缺一不可，切记要备齐，一旦缺了一个，很可能会反噬驱鬼人，导致驱鬼人走火入魔。下面是具体操作方式。我靠，这么多东西！韩哲看了看周围，自己就有攻击血，缺一个就可能走火入魔，自己缺了这么多，不得直接入魔成阴间之主了，不可行。韩哲又往后看了几条，也没有几个实际可行的，惨了！韩哲越发绝望。韩哲退出 App， 看看后面的其他 App。下一个是叫小蓝书的 App， 打开在搜索栏搜搜如何对付女鬼，出来的结果是一个帖子，井号小蓝书种草时间。家人们，这次挖到宝了！这款驱魔套装也太好用了吧！使用简单，效果真的绝绝子。普通鬼1盒就搞定，高级鬼2盒就送走。驱魔界的天花板，独处女孩的宝藏套装，比心比心。然后下面是一个驱魔套装的包装和图片，还有个帖主的自拍。那么笑傲小说，这个驱魔套装在哪才能买得到呢？韩哲点进了下面的链接，到了商店页面，1盒要100次元币。次元币是什么？然后运费是13419亿7324万8973次元币。我靠，这运费都快成手机号了。韩哲看了眼自己的账号余额，醒目的红色数字0，目前寸步难行。韩哲很绝望，只能往下胡乱翻看。然后是个 app 叫全次元微博，点进去是类似微博的 app， 不过是各个韩哲没见过的种族，看着都像外星人。分类里面有很多，韩哲随便点了个美食圈，里面像是一个大眼睛的外星人在活吃另一个身上长满眼睛的外星人，身上长满眼睛的外星人还在惨叫。标题是吃啥不杀，今天美食博主阿杰尝尝 KJS 新人刺身，看着非常恐怖。韩哲果断换了个内容分类，点了个追星圈，进去就是一个封面大推荐，一个像是长着章鱼头的人在中间摆 pose， 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章鱼头，因为他这个章鱼头只有中间一条出手，有点像克苏鲁，但又不是，反正就是看着很不舒服。旁边是一条微博内容，今天新歌出世，粉丝宝宝们久等了，来自腐肉哥哥，11小时前，腐肉哥哥，笑傲文学，这个艺名真野啊。旁边还附着一个歌曲试听版的链接。韩哲还是比较好奇一个章鱼头能唱出来什么歌的，他试着点进去，是专辑的封面，上面画着这个腐肉哥哥摆的另一个 pose， 下面是专辑介绍，许久沉淀，腐肉哥哥带来新专辑，震撼归来。同名主打歌以为主线，伴以多种不死族风格混音，为听众营造了一幅腐烂的画境，仿佛身在尸体坑中，带来大口吞噬着腐肉的美妙体验。啊，这什么鬼介绍？点击试听按钮前，韩哲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是韩哲还是点了下去。一阵诡异的歌声突然从手机中响起，像是一个老人临死前的哽咽，像是一个地府的亡灵在嚎叫，更像是把拿着个打气管在给刚用过的马桶充气。韩哲一时间只觉得这声音像一只巨大的手狠狠捏住了自己的耳朵，耳朵用力揉搓，几乎要扯下来，然后捏住了自己的胃，拼命搅拌，导致胃里翻江倒海，几乎要呕吐。这是什么鬼声音啊？猫慢慢骂道。什么东西啊？蔡前也骂道。这是外面的女鬼在鬼嚎吗？六圣哥说不对，好像是屋子里传来的声音。风冉说，猫慢慢指向韩哲的手，好像是从。韩哲默默按下了停止播放，然后讪笑着看着众人。那个，我不小心的。韩哲轻轻解释。你刚刚那是什么玩意？蔡前问道。解释起来有点复杂。韩哲一下不好解释，到底是什么啊？我还以为外面的东西进来了。猫慢慢说道。就是我想听歌轻松一下，但是点错了，播放了鬼叫音效。韩哲想了个借口。这样啊，众人明白了。那给我们也放放歌吧，太压抑了。风冉说道。没有，手机没网，有网才能听。韩哲冲众人摇了摇头，异次元手机这个事太复杂，解释起来太费劲，韩哲也不打算解释了。这样啊，众人一阵失望。不过你哪来的手机啊？猫慢慢问道。我技能抽出来的呀，不过也没什么用，上面什么都没有。韩哲说。大家是知道韩哲有个抽小玩意儿的技能的，不过既然韩哲说什么都没有了，大家也就没了兴趣，不再问了。韩哲继续看手机。这个腐肉哥哥唱的歌太恐怖了，韩哲欣赏不来，返回。
只见这条微博下面是一堆粉丝的评论：太好听了，我居然单曲循环了一晚上，永远支持腐肉哥哥，宇宙最好听，这么好听的音乐，就问全宇宙谁能打？觉得这首歌不好听的，恐怕只有宇宙的下等种族了吧？他们就应该听垃圾。韩哲越看越来火，这歌难听就算了，我不爱听怎么就成下等种族了？于是韩哲愤然留下评论：这个 JB 长脸上的唱的什么 JB 东西？然后直接退出 App。这个时候，韩哲想起来向门外瞄了一眼，只见那些鬼东西已经跨过了那道机械防线，已经到了玻璃门前。惨白女人的几个巴掌拍在玻璃门上，发出阵阵声响，这好似地狱的敲门声。玻璃门也微微开裂。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众人已经开始选择性的把视线从玻璃门上移开，看向别处。蔡前开了2瓶烈酒，一瓶对着瓶口开始猛灌自己，另一瓶给每个人都倒了一小杯。喝点吧，醉了就不怕了。蔡前说道。谢谢。风冉接过酒杯，擦了擦泪痕，一饮而尽。然后他的表情很痛苦，应该是第一次喝这么烈的酒。六圣哥从柜台底下取出了剩下的枪，众人的弹药在之前的午夜就用的差不多了，不过还剩一点，需要吗？六圣哥问众人。我打不准。风冉摇了摇头。不是让你打外面的东西的。六圣哥回答。那是。风冉有点疑惑。六圣哥指了指一旁被血染的白布盖住的强解躯干，那样会很痛苦吧？所以。风冉一愣，接着用力的点了点头。接着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哭起来。白冰又让蔡前帮自己点上了一根烟。猫曼曼则还是愤愤地看着韩哲。韩哲感觉自己握手机的手都有点微微颤抖了。他看向手机，既然这些 app 是各个次元都有，他就不信没个能免费对付女鬼的 app， 或许只是自己没找到罢了。不过时间已经不多，韩哲不能把每个 app 都看一遍了。他打开应用商店，只能从名字上找。先搜的词条是驱魔，搜出来的是驱魔人论坛 app， 先下载。继续搜女鬼，出来的是女鬼美妆说 app， 还有个女鬼帮 app。点进去看介绍，一个是叫女鬼化妆的，一个是叫女鬼怎么吃人吸阳气的。这，韩哲还是打开了驱魔人论坛，里面的内容都是法器和仪式什么的，和扎虎 app 上面的那几个内容一样不可行。当然还有打折法器，虽然打折，韩哲余额0个账户还是买不起。就算买得起，能不能送过来？送过来韩哲还活着吗？都两说。怎么办？就没有一个有用的 app 吗？韩哲拼命搜索着，终于他在应用推荐里看到了一个滴滴代打新用户首单免费，全宇宙都在用的打手 app， 轻松帮你搞定仇家。打手还首单免费，韩哲果断下载。打开 app 一看，下单价格果然是0元，似乎有门。然后韩哲开始看打手名单，这才发现这收单免费是虚假宣传，免费的只限低价区的打手或者新晋打手。低价区都是些什么怪东西？轮椅老太太 F 级打手，技能是狂暴假摔，只要对手敢攻击轮椅老太太，老太太就敢猛摔在地，讹得对手倾家荡产。这 TM 外面这些鬼东西怕讹吗？这个绝命毒师 F 级打手，技能是死亡剧毒，可以悄无声息的在目标食物中下入巨量泻药，强行将对手控制在厕所里。还有这个灭霸 F 级打手，技能是无限手套，只要一打响指就能杀死目标一半的爸爸。这都什么玩意？韩哲继续找，终于找到了一个看着靠点谱的猛男修士组合 F 级。这个打手是新人，还一单活都还没接。看看简介，金丹期双修士，即讲原则，打手中的一股清流。金丹期感觉很强的样子。韩哲再翻了翻，真的再没靠谱的了，别无选择。韩哲点击猛男修士组合下单，下单成功。然后呢？韩哲一愣，轰！屋子里突然一个爆炸，一道椭圆形的带着电光类似传送入口的东西出现在屋里，风席卷整个空间。什么啊？众人直接都被吓了一跳。2个人影走出了传送口，韩哲定睛一看，是2个穿着一黑一白道袍的大汉，每个都有2米高。谁是韩哲？其中穿白道袍的大汉道。众人一阵沉默。韩哲默默举手，白道袍的大汉直接走上前，来到韩哲面前。他每走一步都带着整个屋子的微微颤动。众人屏住了呼吸。说吧，让我们打谁？白道袍大汉问道。白道袍大汉满是威压，几乎要把周围空气凝成固态。他们巨大的威压让韩哲也有点紧张，颤抖着指向玻璃门外的那些惨白女人。白道袍大汉转头看向门外，接着他摇了摇头，走了，回去了。他转头就往那个传送口走，黑道袍的大汉也跟着走。哎，别走啊，你们还没打单子呢，怎么就走了？韩哲急了，我们不打女人。2个大汉丢下一句话，这声音中气十足，如同黄钟大吕。看着2个修士离开的背影，韩哲觉得这2个人果然很有原则。但是别走啊，你俩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等等，先别走！韩哲着急大喊道。2个壮汉停下了脚步，回头说道：您还有什么事？想说服我们就算了吧，我们是绝不对女人出手的。他们不是女人，是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不信你们仔细看看。韩哲指向窗外。哦，2个壮汉重新看向窗外，
只见外面的惨白女人现在都顶着一张中年男人的脸，有的还有大胡子，每张脸上还有油腻猥琐的笑，果然都是在扮女人。白道袍壮汉点点头，扮女人就算了，还扮这么恶心，我今天要弄死他们！黑道袍先一步冲出房间，玻璃应声破碎。白道袍壮汉接着跟上，外面的诸多惨白女人快速将2个道袍壮汉团团包围。众人反应过来，默默看向韩哲，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蔡前问韩哲，一下不太好跟你们解释。韩哲说，轰轰，外面突然数道剧烈爆炸，气浪冲进房内，所有的玻璃门窗应声破碎，屋子里的灯瞬间熄灭了大半，只剩下几盏在闪烁着。2个穿着道袍的壮汉出现在门口，全搞定了。白道袍壮汉轻轻掸去身上的灰尘，就这个有点难杀，明明只有半个身子，还能硬吃我2掌，不过还是解决了。黑道袍说着，朝屋子中央丢出一颗人头，这颗人头虽然被长发包裹，不过还是能看到嘴里伸出了一截长像触手像舌头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先前吞掉威胁哥的那家伙。笑笑说，现在只剩的头了，谢谢谢谢。几分钟前韩哲还近乎山穷水尽困兽之斗，现在就豁然开朗。韩哲现在真的有点感激涕零的感觉了。不客气，记得给个5星好评就行。2个壮汉说着就往传送口里走。一定一定，我这就给。韩哲拿起手机就给打了5星。2个壮汉离开，传送口消失。再看看门外，只剩下几个大凹陷，那些惨白女人已经被轰得渣都不剩了。满是疑惑的众人才敢开口问韩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韩哲看了看周围，对蔡前说，你先重新把周围撒上鸡血，确保安全，然后我再跟你们解释。之后韩哲跟众人简单的解释了一下具体情况，众人惊得嘴巴都合不上了。这种离奇的事，任何人都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好啊，有这样牛逼个手机，你还骗我们说手机上面什么都没有？蔡前说着，语气倒是没什么责怪。那是刚刚我还没搞明白，就先跟你们随便解释一下。韩哲回答，大家得救了就好。白冰说，对，你又救了我的命，我再欠你一次。猫慢慢看着韩哲说，知道知道，记着呢。韩哲点点头，众人一一向韩哲表示感激。他们看韩哲的眼光甚至都充满了狂热，这是看救星的眼光。韩哲也都接受了，让其他人对自己充满感激，或许能方便之后很多事。总之，噩梦般的一夜终于过去。看落地钟的时间，此时已经是早上7点。韩哲精疲力尽，真的不想再动了。同时，把那么多惨白女人的脸换成男人的脸，对韩哲的体力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消耗。几近虚脱，他靠在沙发上，抵挡不住困意，终于缓缓睡去。之后，韩哲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猫慢慢给自己兑现承诺了。猫慢慢一改之前的态度，真的要实践时，居然变得有些娇羞。但是当他脱下那件皮衣的时候，露出雪白的肌肤时，韩哲看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猫慢慢的腹部突出了一张惨白的女人脸，女人脸突然张开嘴，伸出了一截又像触手又像舌头，还带着黑色细丝的东西。韩哲，韩哲，韩哲猛地睁开眼睛，发现是风冉在面前。怎么了？韩哲问道。我们马上得走了。风冉者指门外，只见门外白色浓雾已经围过了外面的围墙，围墙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雾气还在向这里侵袭。韩哲立刻坐了起来，其他人倒是都在屋里看着韩哲。韩哲兄弟，你说去哪里吧，我们都听你的。白冰说。众人点了点头。让我说。韩哲挠了挠头。众人再度点了点头。后面还有2辆货车，随时可以开走。六圣哥告诉韩哲，还有车啊。韩哲一阵惊喜，有车就会方便很多，尤其是还有白冰这个伤员和自己体力没完全恢复的情况下。那么去哪呢？韩哲掏出了地图。此时已经是游戏第7天中午12点，离游戏结束剩下2天多的时间。韩哲清楚之后的时间只会比昨夜更凶险，与其让一直雾气赶着走，不如早早就到雾气最后的终点笑傲文学。不过这个终点韩哲目前还不知道具体是哪里，这需要测算。那走吧，上车。韩哲站起身，众人很快收拾好了行装。众人一共7个人，1辆车能坐5个，剩下2个坐在货箱也能坐得下。不过韩哲还是让人把2辆车都开上了，原因很简单，多1辆车多1道保险。韩哲开头车，六圣哥开1辆在后面跟着。韩哲，我们打算去哪？副驾驶的风冉问道。还不知道。韩哲回答。还不知道。车上的人一愣。对，马上就会知道了。接着等蔡前把车外面都洒了些公鸡血后，韩哲开动了车。高墙已经有了几处可供货车出入的缺口，所以韩哲直接就能把车开出温泉馆。可惜温泉都还没来得及泡。韩哲开出温泉馆，做了一件众人不太能理解的事，那就是沿着雾气的边缘全速前进。即使是没有路的草地，韩哲也是强行开过去。他开了一会，众人也没明白他要去哪里，到底去哪啊？后车的司机先忍不住朝着韩哲喊话了。现在告诉你们。韩哲停下了车，他取出已经准备好的2支笔和皮筋，做成了一个简易圆规，然后把沿途的路径画了一下，忽略部分误差，得到一段弧线。尺规作图，找出这段弧线的圆心。如果雾气是匀速扩散，
这个圆心附近就是最后雾扩散的终点。韩哲看了看地图上圆心的位置，是矮的那座山朝向高山的半山坡上，这也是一个小的餐饮住宿区，不过还是两座山之间的缆车乘坐点，而这几乎就是整张地图的正中心。这就证实着韩哲的推测是正确的，自始至终，雾气都是由四周匀速向地图中心扩散，这里就是雾气最后扩散的终点。韩哲指着地图上的这个位置，坚定地告诉众人，我们现在就去这里。众人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韩哲再拿着地图给后面的六圣哥指了指位置，两辆货车重新出发。此时的游戏时间，第7天下午1点12分，剩余游戏人数12人。天空黑得像凝固的墨，车沿着道路前进着，路边时不时能看到一两个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他们见到众人的车辆都会招招手，有的还要伸手拦车。但不仅是韩哲，其他人其实也都已经见过工作人员的真面目了。韩哲连车都不带减速，直接从这些工作人员身边冲过，有工作人员直接被货车刮倒。韩哲在看后视镜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地上抽搐2下弹了起来，然后追着货车狂奔，有些跑得很快，直接攀上货车，在后面拼命地砸着车屁股，车厢里听着跟敲锣一样，还是靠猫慢慢探出身，用鞭子缠着丢出去的。一路上倒是光照条件还不错，都有路灯亮着，整个度假村都乱到百鬼夜行了，还不停水停电，这让韩哲都感动了。沿着道路开过湖畔，韩哲在湖边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那是之前韩哲放生的那条巨龙，现在他就静静地躺在湖边，似乎是在休息。众人也很快注意到了那条巨龙，不过众人倒是下意识觉得那是度假村的雕塑之类的，毕竟谁会觉得会有一条真的巨龙在睡觉啊？众人还觉得新鲜有趣的时候，韩哲却止不住的紧张。这只巨龙的威力，韩哲之前已经见过，随便就能喷出一片火海，自己这两辆小破车，巨龙随便就能融化，千万不能打扰他。韩哲轻轻停下了车子，后面的车见韩哲的车停了，也停下车来问韩哲什么情况。韩哲只能跟他们勉强解释了一下实情，并嘱咐千万别弄太大的动静，把巨龙惊醒。众人听到龙是真的，都很是震惊。韩哲解释完毕，众人才战战兢兢地回到车上，沿着路的另一边，远远地绕开巨龙周围。但是开到一半，韩哲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因为隔着车窗，他都已经能闻到巨龙散发的熏天臭气，还能看到巨龙腹部有几个明显的大空洞。韩哲壮着胆子把车开得近了一些，再近一些，最后韩哲的车来到巨龙的近前，韩哲也彻底看清楚了，这不是巨龙，而是巨龙的尸体。整个巨龙甚至已经严重腐烂，双眼凹陷，浑身都是破溃，很多地方肉已经脱离，露出了骨架，腹部直接空了，内脏的残余物散落在一地，冲天的腐臭让韩哲眼睛都快睁不开了。韩哲心里满是震惊，巨龙离开才多久？3天？4天？就算刚离开就死掉了，3、4天就烂成这样，都快烂空了，不至于吧？如果不是自然腐烂，那是怎么烂成这样的？蛆虫吗？被蛀成这样的？韩哲只觉得头皮发麻，但是周围连个苍蝇都没见，不仅是周围，整个度假村韩哲都没见过昆虫。真的有蛆虫吗？韩哲，这龙都臭了，我们赶紧走吧，嘿嘿。风冉被尸臭呛的咳嗽。走吧。韩哲最后看了一眼巨龙的尸骸，迅速开车转弯远离。让韩哲担心的其实不是尸体的腐烂速度，而是能杀死这只巨龙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杀死这只巨龙？餐饮住宿区和缆车上车点，入口处到处是惨白女人的肢体碎块，货车碾过一些头骨，嘎吱嘎吱的，听着让人阵阵不适。看样子已经有人在这里打过一场了。韩哲把货车开在中间的广场停下，广场倒是相对整洁些，周围都是2、3层的建筑，有别墅也有商铺。众人下车看向周围，周围倒是有几个屋子里窗口亮着灯，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有活人吗？韩哲直接朝着周围亮灯的窗户喊话，没有反应。难道这里的人已经死在昨天的午夜了？韩哲只好又喊了几声，别喊了，正睡午觉呢。旁边的屋子推门走出了一个穿着黑风衣的青年。午觉？现在？蔡前看了看手表，中午2点，好像也没什么毛病。韩哲则是睁大了眼睛。莫仓？韩哲意外道，能在这里直接遇到莫仓，他还是很意外的。他也有很多问题要问莫仓。莫仓看到了韩哲，眼里也闪过一丝意外。你还没死啊？莫仓淡淡说道。这句话直接把韩哲想问的问题噎回去了。莫仓？刚下车的风冉看到莫仓也是一阵激动。你在这里啊？太好了。莫仓这次直接选择了无视，随便你们吧，别来打扰我就行。莫仓直接转头要进入刚才的别墅，旁边的蔡前一阵不爽，悄悄来到韩哲耳边，兄弟，那个人你认识？韩哲点了点头，原本一起的，后来在商业街遇到你们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去哪了。原来是个临阵脱逃的老贼。也不是吧，他应该很强，我也不知道他突然离开是为了什么。无论怎么样，我最烦这种屌屌的，说话还特别装逼的，好像天底下只有他最帅一样。他能有我的脸帅吗？啊！所以我要给他长个教训，让他知道这个地方韩哥最大，蔡哥第2，最后才是他。你要做什么？你可冷静点，他应该很强的。韩哲连忙阻止，你等着看就行了。莫仓刚要进别墅，
蔡前突然几步上前，立刻大喊一声：“开庭！”又是熟悉的光亮，熟悉的法庭，熟悉的大法官老头。蔡前依然是原告席，众人依然是陪审团。这次的被告席，则是整个人都懵了的莫仓。大法官老头看向原告席的蔡前，依旧像之前一样威严道：“原告，你状告被告什么罪行？”蔡前立刻哭丧着脸：“尊敬的大法官阁下，我要告他装逼！装逼？对，他疯狂装逼啊！竟有此事，千真万确。那你有什么证据吗？”“有啊，外面这么热的天，他穿个都能过冬的黑厚风衣，不就是为了装逼吗？”大法官老头点了点头：“确实，这么穿确实太装了。还有什么证据吗？”“他说话也装逼啊，说的话写出来从来没有超过2行的。”“有道理。还有吗？还有吗？”蔡前也一阵语塞，他也一下都想不出来。韩哲连忙在蔡前耳边提醒，蔡前点了点头，继续跟着说：“他说话还不搭理人，明明我们都是队友关系，他见到我们还屌屌的。”“本法官知道了。”大法官老头点了点头。旁边被告席的莫仓也有点受不了了：“你们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快放我出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莫仓说着要翻出被告席，却被空气墙拦住，无法脱离。大法官老头转头看向莫仓：“被告，你有什么话说？”莫仓直接没搭理大法官，对着空气墙重重打出一拳，整个法庭微微颤抖。韩哲都有点担心他要把整个法庭打烂了。大法官老头却不为所动：“既然被告没有异议，那本庭在此宣判被告人犯装逼罪，判处以下刑罚：1. 禁止穿黑色风衣1个月；2. 必须耐心温柔回答队友的问题，不然会狂喷鼻涕，惩罚持续时长也是1个月；3. 每3次说话必须有1次写下来，得有2行字以上，不然也会狂喷鼻涕，惩罚持续时长7天。散会。”大法官敲下了木锤，周围又回到了黑暗的广场。刚刚那是什么玩意？莫仓在别墅门口奇怪道。众人没有回答，而是盯着莫仓身上的衣服看着。此时他身上的风衣变成了一件花布衬衫，上面还绣着牡丹和花开富贵4个字，非常的原生态，非常的有气质。莫仓也看出了众人眼神的异样，他低头一看，整个人都不舒服了。他意识到刚刚的宣判似乎都是真的，这到底是什么鬼技能？莫仓低头喃喃自语：“没错，这就是小哥我的技能。”蔡前直接站出来拍拍胸脯道：“莫仓右手的拳捏紧了，但是你能拿我怎么办呢？杀了我，你1小时后也会死哦。”蔡前冲莫仓得意笑笑。莫仓看了一眼蔡前，嘴角微动，想说什么，但还是放弃了。他没有多说什么，转头直接要进别墅。“等等，莫仓，我有些问题要问你。”韩哲开口道。“没空。”莫仓丢下一句，走进了别墅的门。噗嗤，莫仓直接单膝跪地，鼻涕狂喷，是判决惩罚触发了。韩哲突然觉得蔡前的这个开庭也是神迹啊！劝你还是认真回答一下我大哥的话吧。蔡前嘲笑道。莫仓只能掏出纸巾拼命擦了一回。莫仓愤愤地看着蔡前，还是解答一下我的疑惑吧。韩哲说。你问吧。莫仓无奈道。你之前为什么找到我们几个人合作，中途又悄悄离开？韩哲问道。进来说吧。莫仓无奈指着屋里说。噗嗤，莫仓再次鼻涕狂喷。怎么又？莫仓只能再擦鼻涕。你每说3次话，得有1次话有2行长。蔡前提醒道。行。莫仓回答。蔡前这才点点头。太惨了吧，明明是一个高冷小帅哥，你们给人整成这样。背后的猫曼曼小声说道。我之前也在装逼，你怎么没对我用这招？白冰随口说道。那时候我又不确定杀了其他参与者，自己是不是真的也会死，我怕对你用了你出来直接砍我。蔡前小声回答。莫仓把众人请到客厅坐下。请坐。莫仓说。你也不用每句话都延长成2行字吧。韩哲有点无奈，还是以防万一，刚刚那个再来几次可能会严重脱水。莫仓说。那你就直接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吧。韩哲说。记得得耐心温柔的回答，不然也会狂喷鼻涕哦。旁边的蔡前再次提醒。莫仓顿了顿，开始了回答。你想从哪开始问？就从为什么从人堆里特意找到我。哦，那时候看你比较帅，所以就拉你组队了。啊？韩哲一愣，他本以为莫仓有识别技能的能力，找自己是因为看上了自己的技能，现在就是一句单纯的因为帅。韩哲是不信的。那你找胖涛汽修工也是因为他俩帅？韩哲问道。不是，是因为他俩看着比较猥琐。莫仓又是淡定回答。旁边的众人本身就不明白情况，现在听得更懵了。那你选队友的标准到底是选帅的还是选猥琐的？风然忍不住问道。都选。莫仓回答。那我和水公主，你是什么标准找的？因为你俩胸大。莫仓的回答依然很直白，这一下直接把周围的人干沉默了。你选队友的标准都是这么随性的吗？蔡前忍不住插嘴道。不是随性，是确实有必要。莫仓回答。众人听得更加摸不到头脑了。韩哲倒是差不多猜到了为什么。你是因为你的技能需要才这么选的吧？韩哲说。是这样的，我的技能比较特别，这么选有利于我的技能施展。到底什么技能啊？
韩哲忍不住问道。笑笑说：“是啊，你应该知道，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你说说你的技能，我们或许还能配合你。”风冉开口道。莫苍沉思片刻，还是点了点头。我的技能是可以收集人的情感来获得各种效果，一共7个方面，对应的人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欲。周围有人有情感波动，我就可以收集存储。喜对应我的自身疗伤和净化，怒对应我的自身战斗力增强，对应我对敌我的识别效果，对应我自身的速度增加，对应我对队友的增益效果，厌恶对应我对敌人的控制效果，欲对应我自身各种欲望的降低。莫苍说完了自己的能力，说了一大堆。韩哲也没听太明白，尤其那个对敌我识别效果，韩哲是完全没听懂。众人也在消化莫苍的话。那你当时选我们几个人是因为什么？韩哲追问。因为七情之中最难收集的就是爱，所以我会找帅的和胸大的，希望你们之间能产生点爱情。此外还找了2个感觉猥琐好色的，可能觉得更方便产生爱。莫苍淡淡道。结果呢？结果爱我是一点都没收集到，欲也没收多少。你们几个 TMD 都是无性繁殖的吗？莫苍说着看向韩哲和风冉。韩哲和风冉不知道说什么了。那你怎么就一声不吭就消失了？韩哲问道。收集的差不多了，不离开干嘛？等着你们拖累我吗？莫苍反问韩哲。韩哲一下没话说了。真不错，有我的风格。猫慢慢点了点头。我们就算技能弱一些，也不至于是拖累吧？风冉不服气。一个假规则，那么久都看不出来，这个智商水平还不是拖累吗？莫苍再次反问。你早就知道真规则？风冉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啊？风冉很奇怪。韩哲有自己的留言，白冰有自己脑海里的小抄纸条，那你这个莫苍是怎么知道的？我的每个感情的存储，每场游戏开始都会是0，而这一次游戏开始时却有少量感情存量，自然就能猜出来我有记忆消失了。接着我只需要对大脑用1点的治疗净化效果，沉睡的记忆就会复苏。莫苍的回答依然是风轻云淡。韩哲倒是听得有点窝火，这家伙早就知道，但是死活不愿意告诉众人。不对，应该说是不屑于告诉众人。他要是早说，或许汽修工胖涛都不会死。这已经不叫高冷了，这叫冷血。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你早说，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死。风冉气愤道。说了你们就会信吗？我不会试图和笨蛋解释东西，白费力气。莫苍冷冷道。噗嗤，他刚说完又开始狂喷鼻涕，看样子是因为说话不够耐心温和。看着这一幕，韩哲只觉得一阵舒服。莫苍擦了擦鼻涕，也意识到自己说的话的问题，于是他朝众人勉强挤了个笑容。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我们已经是队友了，我还是会努力帮助大家的。虚假的语言，虚假的笑容，盖不住他冷漠的内心。随他吧。在韩哲心里，莫苍已经不再算是队友，而只算是其他的任务参与者了。于是众人随后又问了几遍莫苍需不需要补充情感之类的。莫苍只说自己的除了几乎都满了，其他的不需要。爱这个东西，众人也硬凑不出来。众人也知道莫苍心底里是不想和众人合作的，再打扰莫苍恐怕要喷干了。于是众人也就不再打扰，知趣的找了旁边一座视野开阔的别墅住了进去。旁边就是山坡下，还有缆车乘车入口。缆车倒是不知疲倦的一直运行着。蔡前照例在门口撒上些攻击血。韩哲就在房间里研究那部手机。他先是在几个 app 发帖问，身处在一个有很多女鬼的世界，手上辟邪的物品只有攻击血怎么办？很快真的有很多人回答了。韩哲点开看，回答是要么是很直白的等死吧，要么是委婉点的不要慌，你马上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第一个男鬼，让人绝望。韩哲觉得还是滴滴代打靠谱一点，但是韩哲没有余额，首单体验也用过了，这个次元壁也不知道怎么弄。那么能从 app 里赚钱吗？韩哲搜了搜，找到了几个 app。首先是叫星际炒股 app， 简介上说新用户上来就送5000起始金，赚到1万就可以提现。这反正是用系统给的钱炒股，亏了也没什么损失。进去乱七八糟的一堆公司，什么大夏帝国修士协会、撒比人科技公司、女帝形象公司。韩哲没怎么炒过股，不知道选哪个，但是他很快找到了一个有点眼熟的公司，超级恐怖唱片公司。看介绍，这是那个腐肉哥哥所在的唱片公司。那个腐肉哥哥粉丝那么多，又出了新专辑，应该能小赚一笔。韩哲果断全部买入超级恐怖唱片公司。什么杠杆功能，虽然看不懂，也全加上，反正不是韩哲自己的钱。还有一个 app， 是个打怪升级的游戏，说是打游戏就能赚钱，只要游戏角色升到100级，就奖励金额1万块。于是韩哲下载，疯狂打怪升级，一直打到晚上8点，韩哲终于到了99级，经验大圆满。只要再打一个怪物，就能升到100级，拿到1万块。韩哲轻松干掉怪物，但是右上角的等级数字还是99，怎么回事？韩哲一检查，才发现这个游戏满级就是99级。这 T 在钟声中，老头停止了故事沙龙，拍了拍那只大狗的头，转身提着猎枪和麻袋就往屋外走。众人也跟上去，地面微微颤动，这不是什么好预兆。韩哲看了看四周，这里的路灯比别处要亮一些，周围倒是不算太昏暗，周围倒是没什么情况。韩哲看向其他方向，在山坡的高处的那几座建筑似乎有些特别，因为它们逐渐变成了白色，
而且这个白色在扩散，向着众人的方向飞速扩散。很快，不远处的几个建筑也被染成了白色。韩哲这才看出，这些白色居然全部都是快速爬行的惨白女人，比昨夜的还要多，还要密集。正当众人不知所措之际，钓鱼帽老头拿起了他手中的带血麻袋，笑笑说：“他隔着麻袋摸了摸里面的东西，然后转了转麻袋，接着他打开麻袋，把里面的东西掏了出来。那居然是……”韩哲睁大了眼睛。接着，钓鱼帽老头抱起那个东西，对准了要冲过来的大群惨白女人。那样东西圆滚滚的，好像是一颗人头。那颗人头没有头发，但是远远看去，头顶上却是一堆坑洼。什么啊！惨白女人们刚冲到近前，那颗人头瞬间向前散发出奇异的光芒。这光芒韩哲觉得十分熟悉。光芒笼罩之下，惨白女人们居然慢了下来，最后停下。惨白女人露出的皮肤慢慢变灰，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个石像。韩哲立刻就明白了，钓鱼帽老头手里拿着的就是先前韩哲放生的那只美杜莎的头。好家伙，因为美杜莎的头发是活的毒蛇，所以这老头还给美杜莎剃了个头，也就是为什么这颗头看着那么怪，很合理。不过美杜莎那么强，这家伙是怎么搞定的？韩哲瞬间就想到了老头那只叫假寐的瞎狗。哦，别看我手里东西的正面。钓鱼帽老头一边喊着提醒，一边把手中美杜莎的光头对准周围的惨白女人。大批的惨白女人在眼前变成一座座石像，有些惨白女人冲得极快，即使变成了石像也没及时停下，重重撞在地上，变成了一堆碎石块。除了韩哲，其他人都看呆了。果然是宝物啊！众人惊叹了一声。不过即使前面有个钓鱼帽老头疯狂搞石化，依然有很多惨白女人从其他各个方向窜出来，他们的数量太多了，像是在夏夜的路灯下拿着杀虫剂喷飞虫，即使喷死很多，依然有更多从其他地方钻出来。叫假寐的狗倒是直接站在了钓鱼帽老头的身后，护住老头的背后。有惨白女人偷袭老头背后，立刻就能被假寐扑倒。人没有狗保护，情况就要危险一些。一个惨白女人冲到风染近前，眼看要把风染扑倒，还是猫慢慢一鞭子把惨白女人扯开的。韩哲默默从包里抽出气血之刃，这把刀说是能较大幅度提升自己的攻击力，韩哲还没试过。一个惨白女人来到近旁，眼看要往自己这里扑，韩哲直接操起刀朝着她砍了过去。这刀确实极其锋利，刀触碰到惨白女人的时候，韩哲几乎都没感受到什么阻力，如同热刀切黄油，刀刃从惨白女人的口部切入，臀部切出，丝丝滑滑，连骨骼都感觉不到，惨白女人就成了两半，污血淌了遍地，而且伤口极其平整，可以直接送去医学院当教材。的确是很强的刀。韩哲心里正在赞叹，突然就觉得嘴里一腥，噗！韩哲猛吐了一大口血。这血不是韩哲的，是气血之刃的吸血效果。你每次用刀造成伤害，就吸一大口血。我靠！韩哲擦了擦嘴，真的就物理吸血啊！旁边的众人都看得呆滞了。兄弟，没事吧？你怎么砍个人自己还吐血了？蔡前惊道。没事。韩哲摆摆手。又一个惨白女人冲了过来，韩哲再次手起刀落，惨白女人依然被轻松拦腰砍断。韩哲再次口中喷血。兄弟，真的能行吗？蔡前皱着眉道。能行。韩哲随口应付着，又是两刀，将身边的两个惨白女人砍倒，然后又是噗噗两口鲜血吐出。大哥，你别砍了，我害怕。你都快成喷壶了。蔡前喊道。我真没事，这是我刀的效果。韩哲拍着刀解释着。不远处的猫慢慢看不下去，一鞭子把韩哲拉到了身边。韩哲解释的时候心乱如麻，所以也没有触发护身符效果。不行就别硬撑，在我身后待着。我笑傲文学。韩哲有点无奈了。行吧，我给你看着身后。这个时候酸奶哥也快步跑了过来，他掏出一杯酸奶塞到韩哲手里。韩哲兄弟，刚刚那个出血量，你应该是消化道大出血，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治，但是还是赶紧喝口酸奶，至少能止下血。酸奶哥的一片好意，韩哲也不好推辞，他只能一边喝一边解释，我这个刀叫气血之刃，效果就是……韩哲还没解释完，又是几个惨白女人近身，韩哲只能一边吐血一边喝酸奶，还一边解释，这是我的刀的效果，造成伤害，强制让我吸一大口血，嘴同时干三件事，有点忙不过来了。轰！韩哲刚解释到一半，不远处就是一阵爆炸，是蔡前动用了他的多看一眼就会爆炸。总之都是我这刀的效果，我真没受伤，也不用保护，你去帮别人吧。韩哲赶紧对猫慢慢说。行。猫慢慢虽然也没太听懂，但他也不再坚持，转身去对付其他的惨白女人去了。前有钓鱼帽老头流水线级石化了大半了惨白女人，后有蔡前的爆炸球，中间还有猫慢慢见机出手，一一干掉漏网的惨白女人。至此众人的阵脚算是勉强稳住了，不过似乎不能稳太久，因为惨白女人群中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特别的存在，就是先前杀死威胁哥的那种惨白女人，嘴里能够吐出触手一般的舌头，这玩意速度快不说，还能甩舌头攻击，那鬼舌头一碰到人就能给人吸干，极其危险。眼看数个吐触手的惨白女人飞速接近，韩哲赶紧喊着身旁的众人进屋躲一下，毕竟屋子门口还有鸡血，至少能削弱一下。韩哲身旁不远处的酸奶哥应了一声，接着他张开了嘴，然后越张越大，
似乎要说什么，但却没有声音。什么？韩哲说。接着，韩哲只看到酸奶哥眼眶快速深陷，皮肤也开始快速萎缩，他的身体在急剧干瘪。韩哲瞬间明白了，他侧身一看，果然在酸奶哥身后看到了长长的一条触手样子的舌头。舌头的另一端，一个惨白的女人就攀在韩哲身后别墅的2楼外墙上。女人带有破溃的眼球紧紧地盯着韩哲。啪！触手一般的舌头从酸奶哥干瘪的身体上抽了出来，舌尖爪朝向韩哲。韩哲甚至能看到舌尖的那个口，隐约还有口里的森森尖牙。韩哲提刀就砍，长长的舌头却灵巧地躲开了。他就像一条蛇，一下闪到了韩哲头顶的视线盲区。韩哲的视线连忙跟上去，却只看到了他闪到了韩哲的右后方。韩哲再把视线跟过去，这个东西已经悄然搭了韩哲的左肩之上。数道舌头旁边缠绕的数道细丝穿过外套，直直刺入了韩哲的皮肤中，痒痒的，倒是不怎么疼。即使不疼，韩哲知道被这玩意吸到是什么下场。韩哲连忙伸刀要砍掉，但是真的来得及吗？韩哲突然觉得瞬间眼前一黑，耳边只剩下耳鸣声。接着他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平衡，然后重重撞在了地上。不过还好，没有撞到头。怎么回事？韩哲努力睁开眼，自己确实已经趴在了地上。再看左肩，那根舌头倒是依然贴在自己的肩头，不过只剩下了孤零零的小半截，耷拉在地上。韩哲抓着舌头用力揪了下来，揪的过程倒是有点疼，毕竟很多丝线已经刺进了韩哲的肉里。韩哲爬起来，只见整个街道一片狼藉，遍地都是惨白女人的碎肢体，也有石化后的碎块，近处的路灯都碎了，墙面上的粉刷也尽数消失，露出了里面的砖块。猫曼曼、蔡前、钓鱼老头几人也缓缓从碎肢体中站起身，迷茫地看向周围。整条街道一个完整的惨白的女人都看不到了，怎么回事？韩哲再看看四周，只见莫仓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风衣站在街道的另一头。行了，我都解决了，你们就别再吵了。莫仓在街道另一边冲众人喊话道。众人被深深的震撼了，一招清掉一条街的惨白女人，还能精确的避开队友，精确打击，这也太强了。韩哲也总算知道，之前自己没听懂的对应的敌我识别能力，原来指的就是这个。和他一比，就算是巅峰装逼时期的白冰都算是炮灰啊，这不纯大腿吗？而在众人惊愕的时候，莫仓已经默默走回了自己的别墅，一点也不愿意多搭理众人，只留下众人面面相觑。尤其是蔡前，他的脸色很难看，他应该是想起了自己之前给莫仓的开庭，让莫仓难堪的事。我惹了这么一个大爹。蔡前自言自语道。除了钓鱼帽老头以外的众人都点了点头。蔡前哭丧着脸看向韩哲，兄弟，那你当时不阻止我？我记得我提醒过你，这家伙应该挺猛的，你管一下干掉一条街的人叫挺猛，这太猛了好吧？蔡前说，猛归猛，但你应该没事，他不是也顺便救了你，证明也不是很生你的气。韩哲安慰道。哦，对，蔡前长舒一口气，原来你们还有一个这么强的小哥，哎，亏我半天还这么紧张。老头一边摇头，一边把美杜莎的光头往麻袋里装。大叔，你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能一下干掉那么多怪物？风冉好奇道。说出来你们也不信，不提也罢。老头摆摆手，是美杜莎的头。韩哲直接解答。美杜莎？风冉一愣，老头更愣神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放生的，我能不知道吗？韩哲无奈回答。什么？你放生的？老头有些不太能相信。对，我放生的。韩哲简单的跟老头和众人解释了一下。其实众人早就知道韩哲有个放生机了，只是不知道这机器还能放生出来美杜莎。老头则是听得眼睛都狂热了。小伙子，看样子你们的技能一个比一个猛啊，是我老头沾了你们的光哦。韩哲摇了摇头，我只能放生，我不能控制，还主要是因为大爷你确实厉害，美杜莎都能搞定。钓鱼帽老头也笑了，主要是碰巧我的假妹没眼睛。蔡前则是打断了韩哲和老头，别说了，能给我放生个魅魔不？美人鱼也行，没次数了。再说我要真能放生魅魔，能轮得到你？韩哲看着蔡前皱眉道，先别做梦了，小心点，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怪物。猫慢慢提醒道。众人连连点头。接着众人在警惕中等了一会，之后再没有出现任何惨白女人，地上的碎枝也开始缓缓融化，变成一个个小的黑色的泥潭。真的是一下全干掉了呀。韩哲叹道。回去吧，该睡觉了。老头笑着转头进屋，但他刚到门口就愣了一下。接着众人也注意到了门口酸奶哥干瘪的尸体。这个时候屋里的白冰也正巧出来查看，他是伤员，别说战斗能力，就是行动能力都有限，自然就只能待在屋里。他与众人同时看着酸奶哥的尸体，沉默着。对于酸奶哥的死，韩哲其实还是很难过的，毕竟酸奶哥刚刚还过来关心自己喷血的事，是个好人。其他人就更难过了，因为他们和酸奶哥相处的时间比韩哲还要长不少。不过这个游戏死人的事很正常，大家也都习惯的差不多了。短暂的悲伤和默哀之后，众人找了张白色的床单给酸奶哥盖上，然后挖了个坑简单处理了。风冉还在坑里放了2大瓶酸奶陪葬，简简单单但不缺仪式感。之后众人看了一眼幸存人数，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经历这么一波，其他的参与者还能活几个？
剩余人数不足10人，不显示具体人数了，只说不足10人。韩哲数了数自己这些人，加上莫仓，一共8个人。8个人，9个人都是不足10人，也就是说，外面最多可能还有一个其他幸存者，更可能一个都没有。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过得却出乎意料的平静，只有寥寥几个穿着绿衣服的工作人员出现，他们虽然行动也算迅速，但是还是跑不过美杜莎的凝视。外面的街道上只是多了几座石像，然后变成泥潭，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平静彻底结束，那就是那颗美杜莎的头，发现他说话众人能够听懂。没错，一般来说，美杜莎是古希腊神话里的角色，他说古希腊语，但是这场游戏的语言隔阂已经消失，所以他说的话众人完全明白。于是美杜莎的头在麻袋里就开始疯狂问候钓鱼帽老头的8辈祖宗。很吵，但是美杜莎的头又很有用，众人又不能给他处理掉，怎么办？只能想办法把美杜莎嘴给他塞住，而又不能看美杜莎的正脸，被闭着眼去给他塞住。这家伙还咬人，塞了几次都没成功，负责塞的菜钱差点手指都被咬掉，只能作罢。但是美杜莎的头越骂越起劲，这家伙是神话里的女妖，光剩个头，自然不用呼吸，自然骂人也不用换气。有谁能受得了一个全程不会累还不用换气的家伙骂一天呢？韩哲觉得自己耳膜都要磨出老茧了。最后韩哲想了个办法，他们把美杜莎的头移到了旁边卡拉 OK 馆的隔音包厢里，这玩意隔音效果非常牛批，美杜莎的头在里面嚎外面都听不太清楚。韩哲和老头把美杜莎的头固定在包厢的桌子上，以免之后进来拿的时候发现美杜莎的头已经正对着自己了。韩哲关了灯准备出来，但是觉得把美杜莎一颗头留在黑暗的包厢里有点于心不忍，毕竟美杜莎也没做错什么。于是韩哲打开了点歌机和屏幕，想听啥歌我给你放，韩哲问道。美杜莎自然是没反应，依然在自顾自地骂着，你是希腊人，那我给你放点你家乡的歌吧。韩哲挑了挑，发现根本没有希腊歌，有这首蔡天后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是希腊歌，随便了，凑合听吧。韩哲给美杜莎放了歌，才默默退出包厢。众人的耳根终于清静，也就先在卡拉 OK 馆歇息。就这样勉强就到了游戏第8天的最后几分钟。午夜11点51分，第9天就要来临，今夜来的会是什么？众人做好了准备。钓鱼帽老头去包厢拿美杜莎的头了，其他人也做好了准备。蔡前直接不知道从哪找了个锣出来，你拿锣干什么？风染奇怪道，你们不懂啊，这个锣响啊。蔡前说，所以怪物来了，我只要一敲锣，那个叫莫仓的不就先吵起来了吗？啊，他一嫌吵，不就会把所有的怪物一下干掉，再回去睡觉，我们不就安全了吗？这样啊。众人点点头，觉得有点道理。你那个多看一眼就会爆炸，不比这玩意声音大吗？韩哲说，也对哦。蔡前默默放下了锣，反正无论如何，只要把莫仓吵出来，我们的战术就成功了。众人再次点点头。11点59分，那么这个午夜究竟来的会是什么？众人越发紧张。韩哲也下意识摸了摸背上的3级包，实在不行的话，或许还得靠自己的这些物品。0点整，钟楼的0点钟声敲响，这声音响遍整个住宿餐饮区，却冰冷沉闷，毫无生气。钟声过后，周围显得更加死气沉沉，空气似乎也变得寒冷了。韩哲呼气甚至起了白雾，今天会是什么？更多的惨白女人吗？众人警惕地透过玻璃门向外看，外面的街道仅剩的几盏的路灯散发着幽幽的光，没有震动，也没有太多声响，只有旁边的缆车不停地运转着。在寂静的夜，缆车运转的金属碰撞声显得更加空灵。暴风雨前的死寂。正在众人等待的时候，街道一头出现了一个人影，众人立刻紧张起来。那看上去肯定不是莫仓，是那个可能存在的其他幸存者。但众人明白，在最危险的午夜0点还走在外面，更可能是和惨白女人一样的存在。众人警惕地看着那个人影，这个人影没有像惨白女人一样病态狂奔，只是走着。对，那个人影就是单纯走着，单纯的踱着步，慢条斯理，不紧不慢。那个人影是不紧张，众人倒是紧张的要死，感觉走了许久，那个人影才到近前，众人也才看清楚。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人身上的衣服颜色，绿色。众人的心瞬间冰冷，坏了，并不是幸存者，是度假村的黑化村民。接着众人才看清楚这个人的面容，这是一个老头，绿色唐装，斗笠，山羊胡。韩哲瞬间一愣，这不是之前自己在商业街遇到过的度假村的村长吗？这家伙是度假村的村长。风然也认出来了，众人极度紧张。这时这个老村长已经到了门口，他用满脸的皱纹上挤出一个笑容，你们在这里啊，快开门，我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路灯的光照在他的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更加立体，把他的笑容也照得更加诡异。老村长说着，还抬起了背在身后的手，那只手上果然提着一袋纸包的东西，看着是类似糕点的东西。众人面面相觑，这 TM 谁信啊？你度假村的村民现在一个个都跟丧尸似的，你这村长能好的了？干什么呢？快开门啊，不然一会好吃的凉了。老头再次笑笑，众人看着老头，一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钓鱼帽老头决定先下手为强，他直接把美杜莎的头亮了出来，对准玻璃门外的老村长。奇异德光。
照过去，哪想老村长直接闭眼，完全无效。啪！几乎是老村长闭眼的同时，他的右手直接打在玻璃门上，玻璃门瞬间穿了个大洞。老村长的手直接伸了进来，伸向美杜莎的头，他要抢美杜莎的头。钓鱼帽老头也瞬间意识到这件事，立刻往后缩。老村长的手刚碰到美杜莎的头，还没来得及拿，钓鱼帽老头就已经连缩了几步。老村长完全够不到了，众人稍微松了口气。美杜莎的头这种杀气，这要是让老村长抢到了，那还了得！钓鱼帽老头也有了防备，连退到了老村长扑都扑不到的位置。这个时候，老村长睁开了眼睛，又朝众人笑了笑。见老村长睁眼，钓鱼帽老头觉得这是个机会，赶紧又把美杜莎的头举起来对准老村长。不过这一次没有任何奇异光芒发出，一坨东西却从钓鱼帽老头的手里掉了出来，是一团红色的肉糊。哪来的？众人看向钓鱼帽老头的手里，只见钓鱼帽老头手里的美杜莎的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皮肉已经高度溃烂了，大块大块地掉在地上，很快只剩下一个带血的骷髅头。钓鱼帽老头惊恐地把美杜莎的头丢在一旁，而门外老村长依然是保持着诡异的笑容，不过已经伸手摸向了玻璃门上的门锁。不愧是老村长，真的有礼貌，明明能打穿门，也会老老实实的开锁。但是众人看着门外的老村长，只觉得越发惊恐。大家都明白，这家伙就摸了一下美杜莎的脑袋，美杜莎的脑袋一下就烂没了，这家伙很恐怖。这个时候，老村长已经拉开了玻璃门，屋子里瞬间一阵冰凉，寒气似乎通过门拉开的缝隙涌进了整个房间。冰凉的空气让韩哲瞬间清醒，他连忙掏出好人好事徽章，一下戴上。村长大爷，等等！韩哲突然大喊一声：“什么事？”老村长顿了顿：“您提东西累了吧？我给您让个座。”韩哲说着，同时从侧窗翻出，指向旁边刚到的缆车的座位。老村长又顿了顿，韩哲的心脏在猛跳。好人好事徽章，效果是做好事必定成功。我给老大爷让座，肯定是好人好事吧？那就应该必须成功了。韩哲看向老村长：“好嘞。”老村长直接转身就往缆车走，2步上去就坐到了缆车上。这种缆车只有一个悬空双人座位，没有轿厢。老村长坐上去，随着缆线的运行，缓缓远离众人。这什么情况？猫曼曼也从侧窗翻出来，目送老村长坐着缆车离开。很快，老村长的缆车就到了2座山峰之间的高空中，韩哲都看不清老村长的身影了。快别管什么情况了，拿钳子斧子来！韩哲连忙喊着。哦，猫曼曼转头冲进卡拉 OK 馆里找工具，韩哲也掏出了气血之刃，也不知道这玩意能不能砍断的钢索。接着他用力对着缆车的钢索一砍，仅仅是轻微的阻力过后，整个缆车的钢索直接断开，钢索直接弹起，韩哲立刻俯身躲开。趴在地上的时候，韩哲看到远处的另一边，老村长坐的缆车连带着老村长咻的掉下了高空，消失在了下面的云雾中。众人也跟着出来了，看着断掉的缆车发呆。这韩哲你做了什么啊？为什么那个村长就突然听你的了？风冉好奇道。因为这个。韩哲亮了亮胸前的好人好事徽章，接着韩哲用几句话简单解释了一下，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总之还是尽全力准备一下，那个老头肯定还会回来。韩哲说。还会回来？这么高都摔不死吗？风冉更加惊讶。我可不觉得美杜莎都石化不了的人能这么简单就摔死。韩哲直接说实话。众人点了点头，开始了最后的准备。游戏倒计时剩余23个小时多的时间，只要过了今天，游戏就会结束，众人就会得救。韩哲能做的准备其实不多，他首先打开了功德商店，原本就剩一些，给酸奶哥收尸倒是给了点功德，还有个给美杜莎送行，也给了5点巨额功德，应该指的是给美杜莎放歌的事。看了一遍商店里的东西，剩下这点功德加起来就够给一个武器开光的，或者用在镇宅防火墙上。不过刚刚的镇宅防火墙就是开启状态，老村长能直接推门进来，证明防火墙根本拦不住他。还是选择给武器开光吧，换一把新武器，还是就给气血之刃开光。韩哲想了想，现在的气血之刃就很锋利很好用，除了喷血实在有点难受，也没什么很致命的缺点。如果再开个武器，大概率可能不如气血之刃，尤其是再开个没什么用的娱乐武器，那就真的血亏了。前面已经有了例子，韩哲都能猜到能开出什么样子的娱乐武器。打野刀，对野生动物和野人伤害大幅增加，估计就是这样的东西。思来想去，韩哲还是决定不换了，就给气血之刃开光。还有一些别的物品，韩哲把能想到用得上全用上了。老村长回来的比众人想象的还要慢，之后10几个小时，路过这里其他村民都有好几个了。普通黑化的村民倒是很好对付，猫曼曼和韩哲一个人就能干掉，但那老村长愣是都没露面，这让韩哲有点怀疑他真的摔死了。之后雾线一步扩散过来了，先是在整个住宿区的边缘，接着慢慢向内侵袭，而那个可能的幸存者也从来没有露面过，甚至是一点痕迹和动静都没有。没雾的地方一眼都能看过去，基本没什么能藏幸存者的地方了。这一切都在告诉韩哲，根本没有那个可能的幸存者。整个度假村其实早就只剩下韩哲这些人了。韩哲心里多了几分孤独感。夜晚10点，离游戏结束剩余2小时，外面的街道已经大半被雾吞没。众人觉得游戏就要这么结束的时候，一个人影从雾中走了出来，
是那个老村长，他的衣服破破烂烂，上面还挂着很多叶子，尤其是袖子，感觉磨得很厉害。接着他来到了门前，这家伙倒是挺讲武德，每次都走正门。老了，走不动路了。老村长在门口一声叹息。这一刻，韩哲真有点门外只是个人畜无害的糟老头的错觉。接着，老头淡定地跨过了门口的一道机械，推门进入了卡拉 OK 馆的大厅。众人躲在长长的柜台后，这个柜台很长，足够躲下7个人。至于那条狗，为了防止它乱叫，钓鱼帽老头把它藏在了楼上，必要的情况才会下来。大爷，我这座位让给你。软的。舒服。韩哲直接指向旁边的一个座位。好嘞。老村长直接很痛快地坐在了旁边的座位上。这是一个软控制，是后续攻击生效的前提。猫慢慢先站起来，丢出一包鸡血，鸡血砸在老村长脸上，瞬间破裂。鸡血部分洒在斗笠上，但大部分还是淋了老头一身。鸡血接触到老村长皮肤的瞬间，发出呲呲的声音，冒出阵阵白烟。但是老村长依然不为所动，他扶了扶斗笠，淡定地坐在原地，看着众人。蔡前直接站起身，丢出一个透明球。老头，快看小电影！透明球里映出画面，里面是一个老大妈在跳钢管舞，非常刺激。球贴近老头的瞬间爆炸，整个房间被爆炸带来的气浪吞没。不过蔡前猫慢慢已经先一步趴在结实的柜台里，这个柜台内侧甚至被众人提前钉上了钢板保护。气浪过后，众人站起来看向老村长坐的位置。老村长已经闪到了远一些的位置，不过依然在透明球的杀伤范围内，但是他好像没受多大的伤。他身上的衣服都被炸烂了，只剩下一点破布，全身大部分皮肤裸露在外，几乎是裸体。没有看到那个啥，身上的皮肤是深黑色，而且浑身都是大大小小的裂口。韩哲下意识以为是都被炸出来的，但是很快韩哲就觉得炸出来的伤口应该也只是部分，因为韩哲看到每个大的裂口里面都有一截纤细的舌头伸出来，还伴随着很多头发般的细丝，和杀死威胁哥酸奶哥的那种惨白女人嘴里伸出来的一样，不过更纤细，而且布满全身。密集恐惧症患者看着当场暴毙的那种。韩哲也没想到这个老头的衣服下面居然是这么一副景象。蔡前没有犹豫，立刻又丢出一个透明球。老头，快看续集！这次的透明球更大，爆炸也更迅猛。韩哲即使捂上了耳朵，也被爆炸震得脑袋嗡嗡作响。爆炸气浪过后，众人下意识探出柜台查看。这道爆炸几乎炸毁了屋子全部灯，只墙角剩几道灯带还亮着，屋子里变得格外昏暗。老村长的位置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去哪了？正当众人疑惑时，老村长一下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落在众人之间的同时，他的手已经捏住了旁边风染的脖子。老村长小臂上裂口的几根细舌头跟着伸出来，刺入风染脖子的皮肤之中，毫不拖泥带水。风染脖子被掐着，没能喊出声，只是发出阵阵哽咽声。和被掐住的人一样，他只是下意识用手捏住着老村长的手，尝试挣脱。旁边的韩哲当机立断，手中开过光的气血之刃重重砍下，砍到老村长胳膊的同时，气血之刃金光闪现，跟电焊似的。毕竟用放生机是开过光的，和砍惨白女人一样，老头的胳膊韩哲也砍得很轻松。老村长抓住脖子风染的右手被韩哲直接砍下，气血之刃效果生效，韩哲猛吐一口血。等到韩哲想要再砍，老村长却已经转身翻出柜台，韩哲一下子砍不到了。韩哲连忙再去看风染的情况，骇人的一幕，只见风染的脖子飞速溃烂，皮肤、肌肉、血管、神经快速脱落，大片大片的血肉落在地上。韩哲很快就能看到了风染的血淋淋的颈椎和锁骨，颈部血管像被溶蚀，血液喷在地上。风染的手最后捏住了韩哲的手，似乎要说什么，但是没来得及，他捏住韩哲的手已经没了力气，直接垂了下去。更多的血肉快速脱落，很快风染就倒在了地上，整个人已经变成了血淋淋的骷髅，身上没有任何血肉，只剩胸前的2大坨白色的硅胶，太过恐怖。韩哲彻底呆住了。这些人里，他和风染是游戏刚开始就一起行动的，也和风染最熟。在他的印象里，之前虽然怀疑过风染是内鬼，疏远过风染，但是后来知道没有内鬼后，风染留下的印象都还算个善良的女生。风染突然以这么恐怖的惨状离开，韩哲真的有点接受不了。韩哲，冷静点，过会再吃惊。猫慢慢用力摇了摇韩哲，韩哲这才回过神来。只见老村长到了大厅中央，他的断掉的右手此时已经长了回来，不过不再是之前正常人手样子，而是一个深黑色的右手，没有很固定的形状，黏糊糊，感觉更像是用稀泥捏了只人手出来。很多黑色丝线从断口伸出，缠绕在他黑色的右手上，这些丝线是在加固、修复。韩哲也不清楚，但是韩哲清楚一件事，这老头能断肢重生，所以他一定会很难杀，很难杀。老村长转头看向了众人所在的柜台，砰！钓鱼帽老头直接抄起猎枪，对着老村长就是一枪。老村长胸口被打出一个血洞，但是立刻又被黑色丝线包裹，感觉屁事没有。MD 什么魔鬼终结者？子弹的冲击力让他有点站不稳，后退了2步，但是仅此而已。他立刻向众人重新冲过来，猫慢慢飞起一个鞭子，缠绕在老头腰上。笑笑说，他用力一扯，却根本拉不动。这瞬间，韩哲猛地注意到猫慢慢的鞭子突然一阵微微泛光，
那时那些黑色的细线在灯带的光照下反光。韩哲再仔细看，原来有很多黑色的丝线从老头身上的裂口钻出来，沿着猫曼曼的鞭子快速爬过来。快松手！韩哲喊道。猫曼曼反应很快，听到韩哲的喊声，立刻丢掉了鞭子。怎么了？猫曼曼刚刚全身心在和老头拔河，根本没注意到黑色丝线，他只是听到了韩哲警告。那老头的身上的丝线能顺着鞭子渗过来。韩哲连忙警告道：还能这样？猫曼曼瞬间眉头紧锁。这时候老头已经轻轻松开了缠在身上的鞭子，朝着众人走过来。喂，老头，别欺负妇女儿童了，过来和我打。门外一声清爽的喊声，众人向外看去，莫仓穿着一件深蓝色风衣，冷冷地盯着老村长。噗嗤，莫仓突然开始鼻涕狂喷，他连忙俯下身开始擦鼻涕，应该是因为最近3句话都没说到2行。旁边的蔡前看到这一幕，暗自捏了把汗，他居然在不经意间拖了全队大腿的后腿。而老村长只是看了一眼莫仓，没有对他有任何理会。他已经2步闪到众人前，这一次的目标是最前面的韩哲。我靠，这才是反派大 boss 的样子，无视嘲讽，先切后排。但是韩哲也不算后排，他提刀就砍，但是这一刀砍空了，是因为老村长退了一步。退？你听不懂我说话吗？老村长背后，莫仓一手擦着鼻涕，一手扯住了老村长的头发。老村长是一个中式发髻，十分好抓，所以他直接就被莫仓抓住拉了过去。莫仓把他拉过去的同时，一拳砸在老村长的胸膛，这一拳带起了巨大的风压。韩哲感觉自己在开着没挡风玻璃的车奔180迈，老村长的胸膛瞬间破开一个大窟窿，接着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直直砸入了外面的雾中。莫仓没有任何犹豫，转头跟着追了进去，他也消失在了雾中。够狠，自己以后要有这种技能，自己也这么玩。韩哲默默想着。咚咚，浓雾中只有阵阵重物撞击的巨响，接着还有建筑物坍塌的声音，如同浓雾中有个工地在施工。这是2个人格斗的声音。他不怕雾有毒吗？蔡前注视着迷雾问道。他的不是有解毒自愈能力，应该没问题吧？韩哲回答。莫仓的技能目前来说确实强，但是也不算特别无敌，毕竟前期要唯唯诺诺收集情绪，后期才能重拳出击，众人心里也还算平衡。那你们说他能打过那老头吗？蔡前继续问。或许能，毕竟那个少年能一拳能干掉一条街的女怪物，真厉害啊。钓鱼帽老头说。不好说。白冰摇了摇头，但是如果他这么强都搞不定的情况，我们也没人能搞得定了。我保留意见。猫慢慢悄悄看了看韩哲。咚，又是一声巨响过后，雾里陷入寂静，分出高下了。众人紧紧地盯着迷雾中，片刻之后，雾里果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是莫仓，还是那个恐怖的老村长？在众人的凝视中，人影越来越清晰。深蓝色的风衣虽然比之前破了一些，但是依然能看出是莫仓。我靠，居然真的打赢了！蔡前一阵惊叹。莫仓缓缓向众人走过来，但是莫仓的脸上并没有任何喜悦，却是满面的凝重，这让韩哲有些不安。搞定了，大哥。蔡前看向莫仓，莫仓摇了摇头。那是什么情况？众人的脸色微变。我耗尽了全部库存的也无法杀死他，而且莫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只见他的右手已经都溃烂，有些地方还能看到骨头，溃烂的部分还在向着手腕蔓延。不过溃烂坏死的部分很快又缩小，手腕附近变成了新生的皮肤肌肉。片刻之后，溃烂和坏死又再次增大蔓延，再缩小痊愈，反复，似乎是腐烂和痊愈在打拉锯战。这时众人看得头皮发麻。我已经全力试图治疗我的右手，但是却完全不能阻止这些腐烂坏死。莫仓说着，他的右手的溃烂终于控制不住了，直直蔓延到了手腕，不再减慢。刀，给我刀！原本稳重的莫仓也瞬间慌了神。柜台有把西瓜刀，白冰说。莫仓发了疯一样冲进屋子里，在柜台后拿起一把西瓜刀，接着他看准坏死刀的位置，直直用刀砍了下去。坏死的右手被斩下，伤口鲜血如注。但是韩哲注意到断口依然点点黑色的丝线跳动，果然原本新鲜的断口处也开始飞速溃烂。莫仓没有犹豫，立刻又剁了一节下去。断口处原本是新鲜的血液，很快也开始溃烂。莫仓继续剁，依然是溃烂。最后莫仓直接一步到位，把刀砍到了肩的位置。这是一个恐怖的场面。韩哲第一次见到有人把自己的胳膊一点一点剁下来的。莫仓满头大汗，即使他已经强行让自己的表情自然，但是剧痛还是让他的身体微微颤抖。接着莫仓把自己的外衣撕了下来，但是他却发现断口依然在溃烂，开始向着身体蔓延。莫仓已经没有能切的地方了，他的眼里出现了惊恐，这是韩哲不曾在他眼中见过的感情。在韩哲影响里，白冰莫仓一白一黑，堪称装逼双子星。白冰是技能需要，后来技能几乎失效以后就邪火了，变得挺谦卑。只有这个莫仓一直在装，但是现在真正面临生死的时候，什么风度气质都没有了，他却这么慌张，这才是真正的人啊！那现在怎么办？眼看莫仓也要重蹈风染的覆辙，变成另一个骷髅，有什么办法能压制这玩意吗？韩哲想到了一个，可以试试。他拿起气血之刃贴在莫仓的断口处，金光闪烁，
溃烂蔓延的逐渐减慢了。片刻之后，溃烂不再蔓延，开始缓缓自愈。放生机器开过光的气血之刃果然有压制效果。韩哲松了一口气。接着韩哲突然想到，如果刚刚砍的时候刀在老村长的身上停留的时间能久一点，或许就能直接阻止老村长的短肢重生。你还有这种好东西？莫仓对韩哲的语气都温和了不少。韩哲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摇了摇头。可惜没保住你的胳膊。没关系，我有就痊愈，虽然现在也耗尽了，以后也能长回来。莫仓回答。那我给你上点药吧。韩哲说着把莫仓拉进大厅里。接着韩哲从后面的柜台里取出了酸奶哥喝到一半的酸奶，要给莫仓涂。涂酸奶是什么偏方？莫仓很抵触。爱涂不涂，这酸奶是我一个死去朋友的技能，有疗伤的功效。韩哲把酸奶丢在一旁。莫仓听了愣了一下，接着他自己就开始蘸取酸奶涂在伤口上。那个村长老头呢？猫慢慢问道。他吃满了我的减一效果，行动受限制，又被我踢到了坡下，估计要好一会才能爬上来。莫仓回答。虽然莫仓说的好一会，但是众人却越发担忧。那老头再上来，我们怎么办？六圣哥看向韩哲，韩哲一下也没办法。众人再看向莫仓，莫仓也是摇了摇头。我的几个情感库存都已经耗尽，现在我和普通人差不多了，就别指望我了。莫仓没了先前的架子，语气更像是个老朋友在忠告。再看向白冰，白冰也是摇了摇头。这场游戏都指望不了我了，伤脑筋。韩哲拼命想着办法，还剩下1个小时，按理说逃命躲过去就行，但是周围没有雾的地方就剩这么几块了，根本没地方跑。难道说躲进雾里硬抗？不对，韩哲至今知道雾不能进去，也是从自己的留言知道的，只是很可能有毒，而真正有没有毒，韩哲现在其实也不是很确定。雾里什么情况？究竟有毒吗？韩哲问道。莫仓点了点头，算是有，雾里面会快速吸干你的生命力，一般人扛不了几分钟。莫仓的回答彻底断了韩哲最后一个想法。至此，韩哲彻底没主意了，只能殊死抵抗了。韩哲拿起了自己的气血之刃，众人相互点了点头，看向雾中。雾中一个人影再次出现，这一次是老村长，他的身上已经多处被细丝缠绕包裹，有几个裂口严重变形，伸出来的舌头都断掉了。看样子莫仓对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是仅此而已。老村长的神情依然很自然，脸上甚至有着阴森的笑容。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卡拉 OK 馆破碎的大门，走向有些胆寒的众人。他更像是一个固执的小老头，依然要走大门。呀！一声尖锐轮胎的摩擦声，咚！一辆货车出现在门外，由右向左，直接把老村长撞翻在地。众人睁大了眼睛，货车车窗直接降了下来，一颗圆圆的脑袋从驾驶室里伸了出来。圆脑袋看向韩哲，对韩哲露出一个蠢蠢的笑容：“我撞死他了吗？先生，这正是捉奸机器人。”韩哲先前对他有所安排，他也的确尽心尽力。这几吨重的货车全力一撞，或许也够老村长喝一壶了。韩哲甚至有点感动了。惊讶过后，众人看向韩哲：“这个开车的小玩意是什么啊？还叫你先生？”猫慢慢率先问道：“我的机器人。”韩哲回答：“你还有这种机器人？”旁边的猫慢慢也被这个圆脑袋激活了好奇心。“我什么没有。”韩哲一边应付着猫慢慢的问题，同时提着刀往前跑。现在村长这老头被撞倒了，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韩哲怎么可能不补刀？韩哲几步冲上去，正要满车底找那个村长老头，货车却直接被掀翻了。村长老头爬了起来，他的身上的几道关节处也是数道黑色丝线缠绕，看样子这一下把他撞出了多处骨折。笑笑说：“即使村长老头爬起来了，也是个好机会。”韩哲没有再犹豫，手中的气血之刃对准老头的面门直直劈了下去。村长老头瞬间歪了下头，气血之刃没有劈到村长老头的头，而是砍在了他的肩上，接着直直砍入，贯穿老头的胸腔，从老头的右腰砍出。气血之刃效果触发，韩哲猛吐一口血，全吐在老头脸上。但除了吐血，砍出的瞬间，韩哲感觉到了不对，阻力，对，突然就有了一道很明显的阻力。韩哲低下头，只见气血之刃明明已经从老头身体里穿了出来，却有大量的细丝从老头身体里伸出，粘附在了气血之刃上。细丝贴在刀刃上，瞬间发出阵阵白烟，金光闪烁。但是细丝越来越多，很快把整把气血之刃的大部分包裹住了。韩哲用力抽，但如何用力，刀完全抽不出来，刀的金光越来越暗淡。开了光的气血之刃也搞不定这老头。韩哲眉头紧锁，满脸血污的村长老头只是冲着韩哲笑笑，满是黑色细丝的双手直直伸向韩哲，必须躲开。韩哲只能松开动弹不得气血之刃，后退几步。村长老头的双手紧接着就跟了过来，他的动作比韩哲更快。就当村长老头的手要碰到韩哲的时候，韩哲只觉得腰间瞬间收紧，他一下飞了回去，落在了柜台后面。是猫慢慢，他的手中又多了条鞭子，又一次把韩哲拉了回来。你怎么还有条鞭子？韩哲随口问道。我能力之一就是变鞭子，怎么，你也想要一条吗？猫慢慢看着韩哲说。不用了。韩哲摇了摇头，鞭子这种东西他还真的用不来。韩哲看向对面的老头，此时村长老头身上韩哲的切口已经被黑色丝线连接愈合，腰间伸出的丝线也逐渐减少。
气血之刃也逐渐露出，不过没了之前的光芒。啪嗒，气血之刃掉在地上，直接断成几截，废铁一般。是的，气血之刃是开过光的武器，就像水能灭火，但是水太少火太多，火就能蒸发水。开过光的气血之刃和恐怖的村长老头比，还是太弱了。韩哲一屁股坐在了柜台旁的地上，他刚刚还以为开过光的气血之刃能成为自己的大杀器，现在没想到这老头的实力就连大杀器也压制不住，怪不得莫仓那么强都搞不定。我没辙了。韩哲摆摆手。此时韩哲这边真正还有战斗能力的其实只剩下猫曼曼和蔡前，但是他们的攻击对村长老头的作用都很有限。山穷水尽，韩哲只想骂人，这场游戏最后怎么会有这么无敌的敌人存在？这谁能通关？完全就是一场必死的游戏啊！村长老头顿了顿，慢慢等待着自己的伤口完全愈合。开了光的气血之刃虽然一刀杀不掉他，但是伤害还是实打实的。之后老头看了看屋里的人，每个人眼中或多或少都是绝望。村长老头很满意，准备结束吧，各位。村长老头冲众人笑笑。假妹！钓鱼帽老头冲楼上喊了一声，那只盲狗立刻冲了下来，他也感觉到了村长老头，焦躁不安地冲着村长老头狂吠。老伙计，我们可能要最后一波了。钓鱼帽老头摸着狗的头，眼泪已经下来了。他取出了猎枪，颤颤巍巍地对准村长老头。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已经展示过，没有什么用。要是个火箭炮，韩哲还能期待一下。要不我试试对他开庭吧。蔡前深吸了一口气说：开庭有用吗？之前那个惨白女人话都说不明白，也就被笨蛋大法官判了半个身子死刑。这老头智商看着就正常，开庭未必能有效。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能试一试。试试吧。韩哲回答。好，这次未必能胜诉，为了防止牵连你们，就不带你们了。蔡前说着，猛地对着村长老头就是一声大喊：开庭！下一秒，蔡前和村长老头同时消失了，周围变得安静。几分钟不到，村长老头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蔡前的位置却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着轮椅。你是？众人看着莫名其妙出现老人，满脸震惊。我就是蔡前。新的老人扶着轮椅说。怎么回事 ？MD 进去以后，我告那家伙杀人，那家伙反告我不讲道德欺负老人，然后法官判我败诉，让我变老头3天，体验老年人的生活，将心比心，我将你奶奶个腿！老头蔡前说着，越发激动。可老头蔡前猛地咳嗽着，差点一口气呛死。六圣哥和韩哲只能给他拍拍后背。行了，玩也玩够了，这次真的结束吧。老头走向众人，砰！钓鱼帽老头开枪了，猎枪在村长老头额头上打出一个血洞，里面瞬间满是黑色细丝。笑傲文学叫假妹的狗同时冲向了村长老头，这一下力度很大，村长老头竟然被直接逼退数步。他一口咬在了村长老头新生的右臂上，接着许多细丝从老头被咬的伤口伸出，刺入假妹的毛皮里。假妹只是呜咽了一声，从口部开始，她的皮肉飞速脱落。钓鱼帽老头满眼热泪，拼命地在给自己的猎枪重新装子弹。村长老头轻轻地甩了下胳膊，已经半个身子都变成骷髅的假妹直接掉在了地上。村长笑笑，再次走向众人。这一次韩哲也彻底没办法了，还能做什么呢？逃跑吗？上次给你机会，这次来不及了吧？猫慢慢小声呢喃着。轰隆隆，就在绝望充斥着整个屋子的时候，众人的头顶突然传来了很多声响动，这声音像是雷声，又不太像。要下雨了，倒也应景。韩哲苦笑。不过让韩哲意外的是，村长老头的脸色变得有些震惊，这是韩哲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震惊这个表情。几声雷声而已，他怎么这个反应？接下来让韩哲更意外的事发生了，村长居然连连后退数步，退出了大厅的门，退到了外面的街道上。他仰起头，狐疑地看向天空，脸色更加难看。什么情况？到底发生什么了？韩哲连忙起身，冲到屋子的侧窗前，看向天空。只见此时的天空中，一片黑暗的高空中有很多个点状蓝色光芒，蓝色光芒中映射出一个个轮廓，看着有点像是一艘科幻片里的宇宙飞船。这到底怎么回事？真的有那个幸存者现在出手了？但他一个人能开好几架飞船？召唤物吗？韩哲一时间无法理解。正在韩哲疑惑的时候，上方的空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听着是有人在用喇叭喊话，是一个愠怒的女生。他妈的，谁是韩哲？滚出来！居然是找韩哲的。屋里的众人看向韩哲。是谁啊？猫慢慢小声问韩哲道。不知道啊。韩哲连连摇头，他一下是真的不知道这些能是什么人。听着飞船上人的语气，来找韩哲应该不是什么好事。笑傲文学，那就应该不是那个可能的幸存者。这些家伙还知道自己的名字，更像是仇家。自己什么时候和这些外星人一样的人结仇了？韩哲想了想，是因为炒股欠的钱？这些人是来要债的？我靠，直接杀到霓虹笑脸的游戏世界里来要债吗？韩哲正想着，外面又是阵阵引擎的响声，向窗外看去，一个个充满科幻感的太空舱一样落在外面的街道上，应该是登陆舱。登陆舱掀起阵阵灰尘，村长老头也警惕地连连后退，他的表情不太好看，
事情的发展应该是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韩哲要是他韩哲，估计也糊涂。一共就不到10个剩余玩家，这些飞船又演哪出？灰尘散尽，韩哲借着上方飞船上照下的灯光，看到太空舱上还写着一行字：腐肉哥哥应援团，旁边还画着腐肉哥哥的例会，是腐肉哥哥的粉丝团。韩哲恍然大悟，他瞬间明白这些人来找自己做什么了。咔嗒，伴随着泄压的声音，太空舱的门打开了，一群奇形怪状的生物走了出来，似乎就是各种外星人，有长得像虫子的，有长得像烂泥的，有长得像金刚的，还有长得和人类差不多，不过前面长了2排，一共8个大幼圆的大白，长得很好看的也不少，但大部分不是人类的形状，但给韩哲的感觉就是很妩媚，就是那种很妩媚的生物，难以名状。这些生物体还有很多手里拿着画着腐肉哥哥画像的小红旗，有的干脆戴着腐肉哥哥的章鱼面具。铁粉啊！为首的一个像是虫族的，皮肤基本上是深色，大致是个人形，但是有6个昆虫式的胳膊，不过长着漂亮女人的脸，穿着特别的晚礼服，前面也有对大白。昆虫不是卵生的，你长这玩意干嘛？韩哲一阵郁闷。这个虫族女人走在最前面，向周围环顾，扫了一眼面前满脸警惕的村长老头，又扫了一眼屋里的众人。谁是韩哲？出来！虫族女人冷冷道。这个游戏世界的语言隔阂依然是消除状态，虫族女人说的话打架也能听懂。他就是韩哲。韩哲指着村长老头抢先喊道。虫族女人的目光瞬间移到村长老头身上。你就是韩哲？虫女人问道。什么？村长老头根本没听懂，比较韩哲这俩字一下并不太能听出来是名字，就是你在星际微博上发帖说我们腐肉哥哥这 JB 长脸上唱的什么 JB 歌。虫族女人的语气更加阴冷。腐肉哥哥那是什么玩意？村长老头虽然还是没听太懂，但还是很不屑地回答道。全场一片哗然。天哪，他居然还敢说我们腐肉哥哥是什么玩意，太过分了，怎么对腐肉哥哥这么不尊重？背后腐肉哥哥的粉丝团不停地喊道。韩哲瞬间就意识到了这是个好机会，于是他也喊道，姐妹们，这个韩哲发帖骂我们哥哥，我们找上门了，他还在骂我们哥哥，这不给他点教训？这一波是煽风点火，各种外星生物组成的粉丝团瞬间群情激愤。对，我们腐肉哥哥是你能说的吗？揍他！对，姐妹们，打他，打死他，守护最好的哥哥。接着粉丝团里的一个2米多高的石头人已经一个箭步冲出生物群，对着村长老头就是重重一拳。这个石头人虽然体型，但是速度极快，村长老头根本来不及躲。咚！一重拳砸在村长老头的身上，掀起大量灰尘。紧接着又是一个长得像金刚的外星人冲上去，从尘土里面把村长老头拽了出来。接着又是一个狠狠的过肩摔，然后又是几个外星人冲上去接力。我不是韩哲！村长老头见势不妙，连忙大喊，但是场面太混乱，根本没人理他，反而是更多外星人聚上去暴揍他。很快老头就消失在粉丝团中，韩哲看不到了，只知道他在挨揍，很惨的那种。韩哲转头看向屋子里惊呆的众人，我们好像得救了。韩哲朝众人笑笑，众人好像明白情况，又好像不明白，只能冲韩哲点点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猫慢慢奇怪道。一个叫腐肉哥哥的明星的粉丝团，那个叫韩哲的老头发帖骂了那个腐肉哥哥，他们来兴师问罪的。韩哲回答。众人当然明白了韩哲的意思，他们还会攻击我们吗？老蔡前颤颤巍巍地问道。只要我们表现的尊重腐肉哥哥一点，应该没事。韩哲回答。众人虽然还是有些疑惑，但依然点了点头。旁边那个为首的虫族女人一直站在一边看着粉丝团暴揍老头。粉丝团里的一个像九尾狐妖的漂亮女人急匆匆地跑到虫族女人的旁边。团长，我们好像搞错了。怎么了？虫族女人看了狐妖女人一眼。我们收到的情报上说，韩哲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现在打的这个明显是个老头啊。狐妖女人说道。你是说他不是韩哲？虫族女人一惊。很有可能。虫族女人一个抬头，转头看到了旁边屋里的真韩哲。年轻小伙子，不就是眼前这家伙吗？虫族女人的眼神变得凌厉，她一个瞬身就进入了屋内，到了韩哲面前。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虫族女人冷冷地问韩哲。我这一下把韩哲问住了。别告诉我你是路过的。虫族女人抬起了左边上面的手，她指尖的尖锐的毒针贴近了韩哲的脸，阵阵寒芒。韩哲还正想这么说，但是现在不能这么说了。不过韩哲立刻想到了说辞，我是腐肉哥哥的粉丝，跟你们一样，来这里给韩哲那畜生一个教训。你说腐肉哥哥的粉丝？虫族女人的脸上满是怀疑的表情。对啊，我超爱腐肉哥哥的。韩哲陪笑道。那你怎么没带腐肉哥哥的粉丝徽章？虫族女人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左胸。韩哲看过去，那里真的带着一个圆圆的小徽章，上面还画着腐肉哥哥的那张章鱼脸做着个飞吻的动作。我的徽章被人偷走了，你也知道腐肉哥哥的周边一阵很火。韩哲硬着头皮往下说。那你还怎么证明你是腐肉哥哥的粉丝？虫族女人厉声问道。她的毒针也离韩哲的脸更近了，只差几毫米就要刺进韩哲的皮肉里。韩哲极度紧张，众人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等等，我有这个可以证明。韩哲连忙说道，手也就往背包里掏着。什么？拿出来。虫族女人看着韩哲说。众人依然紧张地看着韩哲掏着背包。猫曼曼握紧了手中的鞭子，一旦韩哲掏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就从尽全力把韩哲虫族女人手里救出来。韩哲在包里摸了一下，很快掏到了那部手机。接着，韩哲打开手机，打开里面的炒股 app， 然后指着自己的账户资料和余额说道：“你看，我的全部身家都买了腐肉哥哥家的股票，亏了这么多钱，我也无怨无悔。不是粉丝还能是什么？”韩哲的语气很是诚恳，也充满了底气。虫族女人看着上面腐肉哥哥公司的股票和负5位数的账户余额，目光瞬间变得柔和。原来真的是腐肉哥哥的粉丝，我冒犯了。没事，为了守护腐肉哥哥，受点委屈没什么。韩哲随口回答。不过，你居然为了腐肉哥哥亏了这么多钱啊，让人感动。你叫什么来着？虫族女人说着，一只手擦了擦眼角的眼泪，一只手随手把韩哲的手机往上滑，上方韩哲的账户名就露了出来。账户名露了出来，出现在了虫族女人眼前。韩哲瞬间紧张，完了，来不及收回去了，全露馅了。这一瞬间，韩哲拼命地想着自己怎么解释账户名上写的是韩哲，但是在对方智商正常的情况下，韩哲一下真的想不出来一个靠谱的解释，怎么办？而当虫族女人看到了用户名后，她深绿色的眼眸里闪过了一阵疑惑。让韩哲意外的是，她只是对着用户名看了1秒不到，就没了兴趣，目光看向别处去了。韩哲一愣，怎么没多大反应？难道他看不懂汉字？不可能，这里语言隔阂已经消失，他说的话现在都是中文。那怎么会？韩哲看了一眼自己的账户名，哦，上面的账户名写的并不是韩哲，而是白嫖账户1982008。好家伙，原来这个炒股软件没有自动实名，良心啊！韩哲长舒一口气。咚！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一个硕大的身影直接撞进了屋里，差点砸到众人。这个身影很有特色，韩哲一眼就能认出，这是那个石头人样子的外星粉丝。不过怎么被丢进来了？村长老头丢的。韩哲看向窗外，外星粉丝团依然将村长老头团团包围。不过包围圈韩哲这边的已经被丢出石头人砸出了一个大缺口。韩哲能通过这个大缺口看到中间的村长老头，他的几个四肢都已经被打得严重变形，整个身体也是看着很扭曲，有些地方骨头都露出来了，身上的丝线在拼命地覆盖着身体上的伤口，不过修复速度实在是有点跟不上了，真的是被揍得够呛。不过被揍成这样，还能把那个石头外星人打飞，足见这个村长老头之强。我说了，我不是韩哲。村长老头气急败坏，在人堆里又是一声大喊。周围的外星人粉丝团有些安静了，他们齐刷刷转头看向韩哲旁边的虫族女人。虫族女人左上的手托在下巴上，思考着，估计是她现在也觉得这老头不是韩哲了。这可不行！韩哲连忙指着老头大喊：“他就是韩哲！之前我找过来的时候，他还很风骚的说他就是韩哲，求揍求侮辱呢。对，我作证，他之前很嚣张的，现在见我们姐妹们人多，才改口说自己不是韩哲。姐妹们不要信他。”猫曼曼也连忙站出来给韩哲撑场子。对，我们也作证。众人也赶紧站出来说，大家都不傻，都知道如果让这些外星粉丝团知道老头不是韩哲意味着什么。我这还有证据。钓鱼帽老头突然举起了一个便携式收音机，接着开始播放录音，里面正是村长老头的声音，重复着：“我是韩哲，腐烂哥哥是傻叉，我是韩哲，腐烂哥哥是傻叉。”韩哲一阵惊喜，他是没想到钓鱼帽老头还有这伪造录音的技能。而听到录音的外星粉丝团再次群情激愤，纷纷再次看向中间的村长老头。你们这是污蔑！村长老头怒道。别说了。虫族女人抬起了右上手，全场粉丝团再次安静。接着虫族女人指了指旁边刚坐起来的石头人，一字一顿地说道：“就算你不是韩哲，你伤了我们的姐妹，我们也要收拾你。”这句话说得极为有力。对，揍他！众粉丝团再次呼喊着冲向村长老头。村长老头再次被粉丝团淹没，然后又是更加清脆的挨揍声。之后的时间里就再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了。村长老头的战斗力很强，但是这些外星姐们的战斗力更猛一点，他们稳稳控制住了局势。即使村长老头用了他的腐蚀能力，这些外星姐们涂了点外星名牌的抗氧化面霜就治好了。外星科技属实牛批。村长老头最后直接被打了个半身不遂，黑色丝线修都修不好的那种。接着星际的微博里，腐肉哥哥的讨论圈里也多了个视频帖。视频里村长老头颤颤巍巍有气无力地对着摄像头说着如下内容：各位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哲。之前因为我个人的品鉴水平浅陋，不能理解腐肉哥哥歌曲中的艺术境界，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现在我在腐肉哥哥粉丝们的热心开导下，终于提升了个人品鉴水平，感受到了腐肉哥哥歌曲中的艺术造诣。我在这里要说一声，腐肉哥哥的歌非常好听，非常的痛改前非。晚上23点50分，粉丝团的那些外星生物还在轮流和村长老头合影，纪念胜利。而这场游戏说是10天，那其实是按照日期算的，实际时间只有9天。游戏倒计时只剩余10分钟了。也好，终于要结束了，所有人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轻松。韩哲回顾这场游戏，放在自己了解过的所有霓虹游戏的事例里，
都是相当炸裂的，就像是做了一个很漫长的噩梦。但是好在噩梦终于醒了。老蔡前、六顺哥和白冰3个人高兴地开始找洋酒喝。即使有朋友不幸没有走到这里，大家还是会为自己能活下来庆幸。钓鱼帽老头还是对着假寐的头骨黯然神伤。莫仓是靠在墙角，默默地盯着墙上的钟表。韩哲瘫倒在了地上，看着天花板，他真的只想好好放松一下。这时候，猫慢慢出现在了韩哲眼前。他站在韩哲身边，看着躺在地上的韩哲。还有什么事啊？韩哲问道。告诉我你的住址。猫慢慢说。啊？韩哲一愣，没必要吧，我那是个小破宿舍，你来了我也没位置给你睡。韩哲摇了摇头。你少臭美，我找你是为了把自己的脸换回去，你得赔我的脸。猫慢慢说。换回脸这种事，你随便找个有整形技能的人不就行了？你换的脸，你得负责给我换回去吧。那不是因为你要害我才给你换的吗？你……猫慢慢一下语塞。没事，你现在这张脸更好看，这张脸放在学校里肯定都是校花。这话倒一点不假，猫慢慢脸上的是沈然的脸，这真的是一张校花的脸。你放屁！哦，对了。韩哲一下从地上爬起来，他看向了窗外那辆翻掉的货车。韩哲冲了出去，来到货车的车厢外，隔着破裂的前车窗向里看，那张傻乎乎的笑脸在驾驶室上坐着。先生，捉奸机器人看到韩哲，尝试爬起来。你休息吧。韩哲把手从破洞伸进去，摸到了捉奸机器人的盒子上的按钮，按下。希望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先生。捉奸机器人干瘪收缩，最后尽数进入他的盒子。这个小机器人跟你说的什么意思啊？身后的猫慢慢奇怪道。因为它的功能是捉奸机器人，如果他说下次见，那就是骂人了。韩哲回答。哦。猫慢慢点点头。那他是不是就只能……对，游戏里无法带任何东西回去，他只能留在这里。韩哲回答。好吧。猫慢慢轻轻摇了摇头。这时候六顺哥推着老蔡前出来了，后面还跟着白冰，他手里也拿着2瓶好洋酒。老蔡前手里还拿着2杯酒，朝着韩哲喊道：大哥，咱俩碰一杯。韩哲没有推辞，接过了酒杯。2人碰了一杯。韩哥，整容之恩，救命之恩，我蔡前一辈子都忘不了。以后出去了，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赴汤蹈火呀。蔡前说了一个地址。白冰和六顺哥也开始给韩哲敬酒，对着韩哲叫着大哥，连连感激。即使他们比韩哲年龄都大，确实没有韩哲这一手，大家都得死在这里。韩哲才是这场游戏里真正的救世主。道别没有持续太久，时间一晃过。不过在最后的时间里，韩哲还完成了一件事。时间到达0点，游戏正式结束。韩哲瞬间又回到了那个房间，面前的屏幕上是一行字：你获得了游戏胜利。你可以现在进行复盘，以各个玩家的视角回顾游戏的过程。你也可以直接进入奖励结算环节。又是复盘。这次的复盘，韩哲倒是不太关心其他人的事，他更关心的是自己，那段自己被抹去的记忆。韩哲点击了复盘。韩哲自己的复盘也是从失去的记忆开始的。不同于对别人的复盘，自己的复盘，韩哲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心理活动。回到了那个显示任务简报的房间，屏幕里继续显示着任务介绍。游戏自我拯救即将开始。游戏难度10。难度10，目前最高的难度。韩哲吃了一大惊。他学习过的游戏案例里，难度10的案例寥寥无几。一个是因为最高难度的游戏比较少见，一个是因为能从难度10的游戏里活下来的人太少了。所以难度10的游戏案例老师都不会细讲。老师们的原话是，如果你抽到了难度10，一边等死一边祈祷就足够了。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时，韩哲心里一阵绝望，甚至有一瞬间的后悔闪过。完脱了。接下来是任务背景描述。这段任务背景描述比较长，但是主要意思韩哲还是看明白了。大概说的是，宝物山以前是一所女子疗养院，然后院长是个变态老头，对女病人做了很多变态的事。老头还用女病人做了什么邪恶仪式，将他们折磨致死，再用尸体的头发和脂肪炼制什么邪恶道具。过了几十年后，这里表面上被改建成了一座风景宜人的宝物山度假村。不过整座度假村不停的有诡异的事情发生，反正就是恐怖片里很常见的设定，也没头末尾。韩哲看了看，就继续下一个环节了。接下来就是重要的任务规则。游戏共计有100名玩家参与，共持续10天时间。这100名玩家需要相互合作，在各种怪物的攻击下生存到第10天结束。随着游戏时间的进行，白天将会越来越短，怪物也会越来越多。每天的午夜，怪物的攻击强度将会达到最高峰。怪物的数量强度同时和剩余玩家的数量有关。当幸存玩家人数为80-100人时，宝物山度假村是个安详和平的度假胜地，这里的村民很乐于帮助外来的旅行者。当幸存玩家人数为60-79人时，度假村里将会逐渐有怪事发生。当幸存玩家人数为50-59人时，你将会直接见到很多诡异的东西，并且村民也将变得不太对劲。当幸存玩家人数低于50时，村民会直接变成怪物，并对看到的旅行者展开疯狂的攻击。当幸存玩家人数低于40时，疗养院曾经的女病人们会真正回到度假村，攻击他们见到的幸存者。当幸存玩家人数低于30时，
疗养院曾经的女病人们会知晓幸存者的位置，潮水般吞噬一切活人。当幸存玩家低于10人时，女病人们会因为战栗而躲藏起来，象征着折磨与腐烂的老院长会正式现身。他知道所有幸存者的位置，并拥有腐烂和快速自愈能力，几乎无法被杀死。到达这一步，你似乎只能逃跑，但又无处可逃。当时的韩哲读到这里，心里一阵疑惑。虽说幸存玩家越少，怪物强度就越高，但是按照说明，幸存玩家数大于80时，度假村里是和平安宁的。那幸存玩家数量怎么降下去？总不能靠玩家走在路上左脚踩右脚摔死吧？难度10的游戏应该没这么简单。当时的韩哲继续向下看，更多机制。博雾山度假村周围被浓雾包围，浓雾有毒性，游戏参与者几乎不能在雾气内停留。随着时间进行，雾气范围会越来越大，幸存者们的活动范围也将越来越小。任何人不能杀死其他游戏参与者，杀死其他游戏参与者后的1个小时，杀人者也会强制死亡。游戏重要步骤。游戏的第一天，所有游戏参与者进入游戏世界24小时准备。在这24小时里，参与者可以做任何事，为将来的你留下痕迹和信息。24小时后，参与者将会被抹去游戏开始前技能抽取后的所有记忆，并在面前显示一个假规则。假规则内容如下，就是韩哲后来在度假村门口会客室眼前显示的那些假规则。之后，游戏正式开始，被假规则抽到成为追杀者的参与者会得到技能加持。注意，在准备阶段的24小时，你所有留下的痕迹和信息，准备阶段结束后会被系统安排的一名特殊 NPC 检查。这名 NPC 为密码学家，但并不知道本次游戏的规则。一旦他从你留下的痕迹和信息中猜到了部分或者全部真实的规则，你留下的痕迹和信息将被抹去，你改变的东西也将恢复原状。所以，请在能骗过密码学家 NPC 的前提下，尽可能给未来被抹去记忆的你留下足够多的信息。所有的检查 NPC 间信息不共享，所以你只需要担心你自己的信息能否骗过他。游戏结束时，只要你没有死亡，恢复所有伤病，所有的语言隔阂已经消失。祝好运！当时的韩哲读完了规则，只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真规则、假规则，还抹去记忆。假规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旨在让游戏参与者们自相残杀，让游戏参与者们的人数迅速降低，以触发更高强度的怪物出现。而且规则上说了，杀死其他参与者，自己也会死。这样一来，逃亡者被追杀危险，追杀者同样也危险，甚至自己还不知道。而在追杀者和逃亡者忙着厮杀的时候，怪物也会逐渐开始攻击。真是场阴险的游戏，不愧是难度10。那这场游戏的关键就是在于游戏前的24小时准备时间，只要能给自己留下真实有效的信息，处境就会改善很多。但是信息会有一个密码学家检查，怎么才能骗过那家伙？韩哲陷入思考。也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传送到了游戏世界，这里位于半山腰的一处住宿区。关于怎么留信息，韩哲还没头绪。他决定先试了试自己的技能。他先试了2次，得了很多东西，大部分是没什么用的普通的东西，什么卫生纸、可乐、螺丝钉什么的。但是有几个东西具有特殊效果，而且效果看起来还不错。韩哲把它们装在身上，思考着如何留信息。既然是密码学家来检查，那单纯的暗语就毫无意义。毕竟密码相关的事，韩哲只是个门外汉，在密码学家面前太过班门弄斧了。那怎么办？韩哲很快就想到了，既然留密语的是自己，要破译密语的也是自己，直接用只有自己知道的内容加密不就行了？韩哲在周围找到了一间阅览室，这是个事半功倍的存在，因为书里的文字本身就包含了大量信息。韩哲还惊喜地发现，这里面有自己看过的几本书，这就方便多了，让将来的自己找看过的书，这样就算是其他人找过来，也不能找到韩哲给韩哲自己留下的信息。接下来就是给留言加密了。韩哲找了本书，撕下一张书里的一张空白页，在上面开始编译着加密留言。开始，韩哲的思路是留下只有自己知道的问题，然后用问题的答案对应数字，然后用数字去指代书的几页几行的第几个字。写下了几个问题以后，韩哲就意识到了一个大问题，数字算上0一共就10个，就算用到2位数，也就不过100个数字。这种事，对面就算不知道答案，一个一个数字带进去试，然后看看得出的字连在一起能不能通顺，最后也能试出答案。负责检查的可是个密码学家，做这种事再轻松不过了。不行，得想个新的办法。韩哲想了想，汉字常用的都几万个，自己留几个问题答案是汉字，然后让这个汉字正好对应留言的关键部分，不就行了吗？对，而且为了误导负责检查的密码学家，韩哲还要让他以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数字。于是韩哲留下了一个问题：你上的学校是第几中学？实际上韩哲上的是东川规则学校，答案是规则这个词。总之，韩哲用这种方法留下了一段留言，但是因为加密费时费力，韩哲时间不多，只能用最简练的语言留下最重要的那部分信息。留言留好了，韩哲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怎么让将来的自己一定能看到。毕竟留了这么多消息，自己看不到，不就全白瞎了？韩哲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地方自己一定能看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上。规则里只说抹除记忆，没说重置整个人啊。韩哲直接取来红漆，从门口的书架上取来地图，照着地图在自己的身上涂下了这个阅览室的坐标。为了防止韩哲自己10天都不脱衣服看不到这个消息，韩哲特意把自己的左手手掌涂红，然后从手掌处涂一条线，一直涂到身上的文字处。笑傲文学，
这样将来的韩哲进入游戏很快就能发现，会奇怪自己手掌怎么突然红了，然后顺着发现胳膊上的线，最后发现身上的字，然后找到这个阅览室。为了防止找阅览室途中再遇到什么追杀者，韩哲杀死对方。韩哲特意给身上的加了个警告，别杀死猫。猫只带着其他有威胁的任务参与者，这是韩哲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只有韩哲自己能知道，这也会被密码学家检查，韩哲也只能写得这么隐晦，希望未来的韩哲能看懂吧。那时的韩哲做完这些，深吸了一口气，将身上的东西藏在了书架后面。他并没有将剩下的2次也用掉，因为如果不幸未来的韩哲没能看到这些信息，或者没能破译出来真实的规则，那2次抽奖机会或许就是韩哲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准备时间即将结束，交给你了。那时候的韩哲看着窗户镜子里的自己，喃喃道：记忆开始抹除，进行传送。后来的事，韩哲都知道了。只有一件事是之前的韩哲和后来的韩哲都没意识到的，那就是后来韩哲坐电瓶车的时候，摸了下电瓶车，发现红色油漆未干。所以韩哲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意外自己的左手怎么变红了，这就导致信息碗被发现了很久。不过结果倒是没有改变，也算幸运。至于其他人的复盘，韩哲其实也不是很感兴趣，就草草看了一下。大部分人都属于炮灰，要么死于规则杀，要么死于惨白女人。不过有几个还挺特殊，比如这个样本23号是个女人，施展过的技能唯一是傲人胸肌，被动技能持续让你大4个罩杯。她倒是没干什么事，一直躲在高山的山顶小屋里害怕。但是即使这样，依然有个皇后不远千里从另一边的一座饭店里面飞过来弄死她。笑傲文学。还有这个样本78号，它特殊的地方是韩哲这些人以外最后一个死亡的任务参与者，施展的技能是堡垒召唤、铜墙铁壁、建筑修复。效果分别是你能召唤一个小型混凝土堡垒，你可以建筑改造的更加结实，你可以无材料快速修复任何建筑物。他开局囤了些食物，就找了地方造了个堡垒，躲在里面待了好几天。后来随着雾气收缩，他被迫搬家。他也用和韩哲差不多的方法，估计出了雾气收缩到最后的剩余区域。他在剩余区域中找了个山坡上的密林，重新盖了个小堡垒。期间惨白女人包围了他的小堡垒，但是他的堡垒比较结实，而且他能快速修复堡垒，这才一直没有被打穿。后来剩1天多时间的时候，惨白女人都不见了，周围变得平静，他松了口气。接着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突然掉下来了一架缆车，直接砸穿了他的堡垒。他正在修复堡垒，旁边又莫名其妙出来了一个灰头土脸的老头。老头对他展开了疯狂的攻击。之后老头在外面刨，他在里面修。他的堡垒确实结实，老头刨的也够呛，但是他的计算有误差。雾来了，他别无选择，离开堡垒逃跑的时候，他被老头抓住了。他的血肉快速脱落，想惨叫却不能叫出声。样本78号死亡。复盘结束。看完这个样本复盘，韩哲就明白了，这个样本78号就是自己剩下的1天在找的那个可能的幸存者。他原来就躲在旁边的山坡下，因为林子太密，韩哲等人一直没发现。应该是因为韩哲自己这边8个人，目标大，村长老头先来找的自己这些人。后来缆绳被韩哲砍断，缆车砸在他的堡垒上，老头才开始找他。他跟老头僵持了很久，这也是为什么老头掉下去很久后才回来。缆车砸在他的堡垒上，说巧其实也不巧，因为最后的区域只有缆车周边和住宅区的一点点区域，他其实也只能在缆车下安家。而那么多辆缆车，有一辆砸在他的堡垒上面，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不怪韩哲，怪只怪这家伙不能找大部队一起合作。要是他来找韩哲这些人一起，或许大家都能活。韩哲轻叹一声。复盘环节结束，接下来是随机奖励的环节。这个其实韩哲还是很期待的，10级满难度的任务，奖励一定很丰厚。屏幕里出现了3个随机出来的选择：1. 获得技能抽奖机会星号1，必出 C 级技能，不占用技能保留次数；2. 获得免死卡星号1，在游戏中死亡，游戏失败，承担游戏惩罚，失去所有技能，但是可以免死；3. 获得额外技能曹星号1，可以额外保留1个技能，但只能使用1次。3个选择看着都很有用。首先是 C 级技能抽奖，这个很不错，还不占次数。第二个是免死卡，虽然要承受惩罚，失去所有技能，但是能够免死，毕竟能够活下来，还有机会，或许比什么都强。第3个是让技能额外保留1个，可以存着，也可以这次就用。韩哲本次游戏有4个技能：异次元抽奖机 C 级，可以把带屏幕的东西改造成抽奖机，抽奖机开出来的东西不能说都很猛，但是得说有很多猛的。杀猪盘 E 级，实际上能让韩哲白嫖抽奖机的前几次，但是因为不同的抽奖机都能触发这个技能，相当于隔一段时间就可以白嫖。欺诈者之盾 D 级，大忽悠盾牌救过韩哲1次命，但是泛用性确实差了点。为什么这位公子长得这么像草稿 C 级？这是胖涛的遗赠，能换别人的脸，但是必须有正常排列的五官，可以触发韩哲的极度之神的恩赐，也有很多韩哲还没用到的妙用。而这场游戏只能保留2个，第一个和第2个技能相辅相成，组合以后就是白嫖神技，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第3个很一般，可以忽略。第4个技能也很好用，但没有位置的韩哲也只能放弃。现在如果选择额外技能槽的奖励，就能把这3个好技能都保留了。相比而言，额外抽一个不确定能不能用得上的 C 级技能就显得没那么有用了。而且胖涛留下的技能本身就是 C， 所以
韩哲只在免死卡和额外技能槽两者之间艰难取舍。韩哲想了想，免死卡就算活下来了，技能也全没了。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没死了，一大堆技能没了，这活着还有啥意思？不行，还是选择额外技能槽。韩哲立马选择了第3个奖励。接下来就是保留技能阶段，没什么好说的，自然是保留抽奖机组合和换脸技能。选择完毕，屏幕上只剩下霓虹笑脸的标志，开始传送回现实世界。韩哲心里却满是激动，就单单这个自定义换脸技能，就足够自己在现实世界到人生巅峰了呀！更何况还有抽奖机2件套，能够抽到很多好东西。苦日子终于到头了，以后不再是韩哲，得是韩总了呀！韩哲感到周围亮了起来，是回到了现实世界。耳边的风飒飒地吹过，好大的风！韩哲睁开眼睛，面前的几米外是自己宿舍的对门7023室，但是面前还拉着几道警戒线，横在前面，随风摇曳。笑笑说：“什么情况？”韩哲看了看周围，好亮。韩哲这才发现自己的背后居然没有墙，直接就通向楼体的外侧。韩哲来到边缘向下望，下面的街道看得清清楚楚，这里还挺高的。韩哲默默后退2步，远离边缘，左右两边和地面倒还是光秃秃水泥墙。韩哲一愣，按理说从哪里进入的游戏世界，出来也就应该还在哪里啊？自己从宿舍进的游戏世界，不应该出来还在宿舍里吗？那这是什么地方？韩哲回头猛地想到对面还是7023室的那扇门，这里就是自己的宿舍。只是为什么整间宿舍像是被谁从宿舍楼的楼梯里剥离了一样，就是没有了？谁 TM 把我的房间偷走了？韩哲骂道。听到韩哲的喊声，旁边房间的门瞬间开了，一个人从门里探了出来，是班长。韩哲，你回来了。班长脸上出现了惊喜。韩哲点了点头，我回来了。但是班长，我的房间怎么回事啊？啊，你房间的事你不知道？班长的脸色有些惊讶。我进游戏了，哥哪知道这件事去？韩哲说，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好吧，是昨天来了一堆穿黑色衣服的人，都戴着怪异的头盔，来这就说你炒股赔了，欠他们钱。啊！韩哲一惊，然后我说你不在，就这一间破宿舍，有种你们把房子拿走抵债。班长说，然后他们居然真的就这么做了，你的房间瞬间就消失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技能，我跟你共用的那面墙都薄了一半啊。班长边说边比划。韩哲倒是立刻就懂了，是自己之前随便点的那个炒股 app。我靠，居然能追到现实世界要账！还有那个腐肉哥哥，不是宇宙级人气偶像吗？他的公司怎么股价跌成这样？韩哲正在思索，班长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宝，你在做什么呢？”这是个陌生的女生，绝对不是班里的同学。韩哲一阵惊讶，除了班里的同学来找他，班长宿舍里还能有女生？韩哲一阵好奇，连忙凑到班长的房门前向里看。班长也有点不好意思，下意识把韩哲拦在门口。韩哲看到了房间里，果然看到了班长的房间里面有个穿着短裙紧身衬衫的漂亮女生，很大很漂亮。我靠，班长有女朋友了？不可能，班长这家伙1周7天6天都待在屋子里研究破公式，长相也普普通通，这也能找到这个级别的妹子？网恋找个特殊的男人还差不多。班长，那是你妹妹？韩哲说道。不是，班长连连摆手。妹妹？什么妹妹啊？小班长哥哥，你还有妹妹啊？屋里一阵狐疑，又探出2个女生，一个长发一个短发，两人五官都精致漂亮。韩哲睁大了眼睛，他看向班长，他们是我的朋友。班长勉强解释，这种屁话韩哲能信？几位，我先跟我们班班长说几句话啊，一会就好。韩哲冲屋里的几个女生笑笑，然后把班长拉到了一旁的走廊。你就别骗我了，怎么回事？韩哲小声问道。就是单纯把妹啊，很奇怪吗？周围没别人，班长也就不再掩饰。不是，这么高质量你怎么把到的？还这么多？就靠之前跟你说的那个技能。班长说，你那个技能不是把妹子变成猫吗？这哪来的妹子？韩哲奇怪道。就是我发现我那个技能其实可以解除的。然后遇到漂亮女生，我就问她想不想变成猫体验一下。你也知道，有哪个女生能抗拒变成小猫咪的体验呢？韩哲大为震惊。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垃圾技能，只有垃圾用法。只要用得好，这种怪技能也能把到妹。但另一方面，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但朋友的成功更加令人揪心。3个啊，可能还有更多，这也太滋润了。韩哲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班长好像是看出了韩哲的心思，赶紧转移了话题。你不是去游戏了吗？这次游戏怎么样？游戏？哦，我靠，这场游戏别提了。韩哲摇了摇头。怎么？输了？没有，就是这场游戏太难了，而且跟噩梦一样。韩哲说。难度有多少？7、8、10？你别吹牛，这种难度别说你能抽到，就算你抽到，我觉得你都活不下来。班长笑着摇了摇头。我是说真的。韩哲满脸严肃。班长看到韩哲的表情，脸色也变了。那我要给学校报告一下，这是规定，毕竟能从难度10里赢下来的太少了。韩哲点点头。难度10的游戏具体是什么内容？
班长很是好奇。那个挺复杂的，说起来有点麻烦，以后慢慢给你说。韩哲回答。那奖励应该挺丰厚吧？奖励还行吧，一个 C 级技能抽奖的机会，一个额外技能槽，一次免死，3选1。那你选了免死，我选了额外技能槽，用来保留了一个 C 级技能。你有 C 级技能了？对，还是2个，以后可能出门的坐豪华轿车了。该死的，这也太不利于健康了。韩哲摇了摇头。我靠，什么 C 级技能啊？班长惊道。你很快就会知道其中一个的。韩哲说。沈然呢？我得去谢谢他，没有他的祝福，我根本活不过这场游戏。没错，韩哲现在最想干的只有2件事：找一台抽奖机，看看能不能抽一次让韩哲步入顶级人生巅峰；找到沈然儿，把他的脸复原，以答谢他的救命之恩。还没回来啊？班长回答。没回来？去哪了？就上一次游戏啊，一直没回来。这么久？对，你上次不也去了3个月吗？有什么意外的？不过你放心，学校的名册里显示他还活着。班长继续补充。所谓学校名册，就是校教导主任的一个技能，他能把别人的名字登记成名册，名册上的人一旦死亡，名册上就会有显示。全校的同学都在教导主任的名册上有备案，如果显示死亡，学校就会做对应的处理，通知家属，办小追悼会什么的。如果没显示死亡，无论去了多久，学校都会当做有这个学生，补助照发，分配的东西照样有名额。笑傲小说，所以名册上显示没死，沈然目前就还没事，应该是进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游戏。韩哲点了点头，报答他的事只能等他回来再弄了。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另一件事，找个机器改造成抽奖机，开始韩哲的人生巅峰。班长，我还有事，你先玩你的。韩哲摆摆手，赶紧往楼梯间走。等等，韩总！班长叫住韩哲。怎么了？韩哲停住脚步。苟富贵，勿相忘。班长看着韩哲说道。好的。韩哲点点头，转身下楼。班长估计马上就会知道，他其实已经帮了班长一手。班长看着韩哲离开，才默默回到了自己的房门内。朋友们，忙完了，我们继续玩飞行棋吧。班长朝着屋里的3个女生笑笑，但是3个女生的反应却很奇怪，她们的表情满是震惊，直直地看向班长。怎么了？班长嗔怪道。吴彦祖，3个女生惊道。韩哲在楼梯上突然醒悟了一件事，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在房间里，现在房间没了，所有的东西也就都没了。银行账户还在，但是要银行卡，银行卡补办又要身份证，真麻烦。手机也没了，要是有手机，直接在屋里就能抽奖。现在得找一个有屏幕的机器，这个虽然满大街都是，但是这周围没有旁人的，这个不好找。韩哲想到了一个，他在附近的一个没人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自动贩卖机。这个巷子来的人很少，至于为什么没人的小巷子有个贩卖机，因为这个贩卖机是卖成人用品的。韩哲对着贩卖机发动了技能。韩哲回来就已经发现，似乎和大部分人的技能一样，自己的技能不同的世界冷却时间不通用。在霓虹笑脸游戏的世界，自己的技能还在冷却中，回到现实世界冷却时间就好了。但是每次技能具体冷却时间是多久，韩哲目前还是不清楚，也没具体显示，只能等着看了。韩哲对着贩卖机发动了技能，贩卖机屏幕微微变化，每次抽奖的代价和原本的机器相关的。成人用品的贩卖机能是什么代价？总不能是和妹子，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韩哲看了眼屏幕里的文字，每次抽奖的代价是自宫1次，至少2厘米。这怎么就是自宫了？这代价贴，那就先放下，等抽完了免费次数再试用一下。韩哲把机器放在一旁，继续抽。新的掉出来的是一把弩，不过没有看到配套的键识。广告十字弩，将你要宣传的内容写在纸条上，然后用本十字弩对准目标发射出去，可以强制在目标脑海里宣传广告。这好像还不错。下一个，啪！这次掉出来了一件背心，看着有点像警察的防弹背心。说明书上也确实是这么写的，防弹衣，可以防止别人弹你脑瓜崩。结果是防弹衣，不是防弹衣，什么白痴道具？韩哲默默丢在一旁。下一个，这次掉出来的是一块叠起来的不一样的东西，躺平床单。把本床单铺在任何水平面，躺在上面可以让你躺平，躺平状态无视一切攻击，你只要想可以躺很久啊。这个，韩哲一拍大腿，就无视一切攻击这几个字眼就能看出这个东西很强，已经是比之前的那个精彩大片罐头还要猛的保命神器了，而且想躺多久都行。可能唯一会克制这个躺平床单的，可能就是韩哲自己的膀胱。得收好，韩哲直接塞怀里。下一个，这次飞出来的是一张纸片，什么都没有，就飞出来一个说明书，看着还比一般的说明书小1号，还是彩色的。韩哲接住空中的纸条看了看，上面是几行字：雪中送炭刮刮乐，刮开本奖券会自动给你目前最需要的东西，只能使用1次。目前最需要的东西，韩哲想了想，自己现在需要什么？不饿不冷不想上厕所，总不能是身份证吧？不对，目前他需要的身份证只是为了补办银行卡，银行卡是为了那一点点可怜的银行余额。如果真需要，可能就是钱了，他太缺钱了。
刮开这个，8成就是钱，能给钱那就太好了。韩哲没有太过犹豫，直接刮开抽奖区，里面是一行字：您中了储物腰包一个。啪嗒，一个小小的腰包直接凭空出现，落在韩哲面前，还有一张半碎的腰包说明书在空中缓缓飘落。储物腰包？韩哲一愣，接过说明书看了看，储物腰包，内置1立方米储物空间，出入口无视物品大小，可以放入任意大小的东西，直到内部空间耗尽。就腰包版的3级包呗。不过毕竟只是个腰包，比之前的那个3级包要便携不少，还没有躲在草里更明显的 debuff， 算是强化版了。给这玩意，韩哲看了看旁边地上的这些抽到的道具，也是自己现在最需要的，好像就是装东西的袋子。韩哲把腰包系在腰上，然后把地上的东西往里塞。那个游戏机很大一个，靠近腰包的开口也会自动急剧缩小，还不错。几个东西装起来以后，韩哲的腰包里也没有任何重量增加，包括塞了一个20斤的大金砖。韩哲拍了拍腰包，好使。下一个，咣！这次掉出来了一个大东西，是一个圆盘，旁边有着刀刃形状的组件，上面还有一堆方形凹槽。这看着有点像韩哲看的一个卡牌动漫里的决斗盘。韩哲连忙看了看说明书，卡牌战斗系统，使用者每天可以抽取一定数量的卡牌来进行战斗，使用卡片可以触发对应效果。这抽卡牌只能进行战斗，那就全是战斗卡牌了。在哪抽？试一下。韩哲拿起这个机器找了找，果然在圆盘底下看到了一个开口，应该就是排藏。怎么抽啊？韩哲在排藏旁边找到个按钮，按了一下，咔，一张卡掉了出来，落在卡扣处。韩哲拿起来看了看，上面画着熟悉的火焰的图片，还有一个醒目的标题：火球术。火球术这么生吗？不过怎么用啊？韩哲看着卡片发呆，是和卡片对战一样，丢出去丢在地上吗？韩哲把卡片试着要把卡片丢在面前的地上，刚要脱手，韩哲又拿住了。这不对啊，要都是砸在地上，那技能怎么瞄准？总不能自动瞄准吧？韩哲留了个心眼，躲在贩卖机后面，往远一些的地面那么一丢，轰！一发火球重重砸在了地上，爆炸！热浪直接把贩卖机连带韩哲直接掀翻，动静很大，导致周围都是剧烈震动，巷子外的汽车都被震到，响起阵阵警报。韩哲默默从贩卖机后面爬起来，眼前的地面被打出了一个浅坑，里面还有些几块碎屑在燃烧，威力很猛。韩哲也明白这玩意怎么用了，这战斗卡差不多得砸别人脸上，这就很人性化了，直接砸别人脸上才叫卡牌战斗，那种喊着卡牌名往地上丢的，那都叫嘴仗，太低级。韩哲把战斗卡牌系统收进了腰包，这玩意威力太猛，再在这里是自己就成恐怖分子了。转头看向倒在地上的贩卖机，机器微微变形，玻璃也多了很多裂纹，但是屏幕还亮着。韩哲默默把贩卖机扶正，还能用吗？韩哲看了一眼屏幕，能用是能用，但是免费次数用完了，下一次要自供。算了，目前给的这些东西也差不多了，走人走人，就是把人家贩卖机弄破箱了，怪不好意思的，以后有钱了赔一下。韩哲把抽奖的页面退出，贩卖机又变成了原本普通的贩卖机。接着韩哲在消防队来之前离开了这个小巷，他现在最想干的是试试这个 Y-Box 游戏机，看看能召唤出来什么游戏人物。毕竟游戏的人物强的逆天的有很多，随便控制一个不都够韩哲起飞了。但是按照印象里，游戏机还得配个屏幕，他需要个屏幕和电源，这种东西其实也不难找。韩哲先来到了贵重物品回收型。黄金怎么收？韩哲问道。有证的10块钱一克，没证明的1块钱。店老板回答。没证的多少？1块。你妈银价5块钱一克，你这黄金1块钱收？你冷静点，1块钱其实不低了，其他店没证明的黄金都不收的。证明具体是什么啊？就是证明你黄金的来历啊。现在很多技能都能变黄金，但是有些变出来的黄金只能持续一段时间。隔壁店铺的老孙头收了一车没证明的金元宝，第2天全变成纸折的了，他跟谁说理去？店老板随口说道。店老板说的很有道理，到处都是怪技能的今天，能变黄金骗人的技能确实不算罕见。店主能给1块钱已经是赌徒行为了，韩哲能理解。至于证明，韩哲也弄不出来。行，我卖。韩哲说着把10千克的金砖捧出来放在柜台，店主称了称重，点了1万块给韩哲。拿着1万块钱的韩哲心里一阵失望，他以为这金砖少说能值个几万的，结果就1万块，薄薄的一叠。韩哲用这些钱买了个小屏幕，然后找了家宾馆临时住了进去，插上电，游戏机和屏幕连接。韩哲激动地看了看屏幕，里面只有一个随机召唤的选项，韩哲直接点击，接着就是一个游戏人物例会的滚动。韩哲看到了不知火舞，看到了地法，看到了巫妖王，都是很写实风的例会。最后屏幕停在了一个大鼻子、带包子、留胡子、穿着背带裤的角色。这个角色韩哲也认识，这不就是超级马里奥里面的马里奥吗？果然，韩哲面前也出现了一个马里奥，不过确实是盗版的，看着就和正版的马里奥不太一样。正版的马里奥是大胡子，这个是小胡子，像马里奥太君。
而且韩哲记得正版的马里奥是蓝色背带裤，这个是白色背带裤肩带和黑色上衣。算了，形象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马里奥有什么能力吗？韩哲想了想，超级马里奥里面马里奥是什么能力？好像有3种形态，一个初始，一个吃了蘑菇变大，再吃了花朵能发光波，3种状态从上方踩到怪物的都能杀死。吃了蘑菇的变大，跳起来还能顶碎砖头；吃了花朵的发光波能直接杀死怪物。韩哲看了眼面前的马里奥，还没自己一半高，应该就是初始形态，那能力只是踩到怪物的头杀死怪物。可是韩哲这里也没怪物给他试啊，也不知道吃了蘑菇能升级形态不？试试。韩哲下楼去了趟菜市场，把能买到的蘑菇各种都买了一点。回到宾馆，马里奥还在原地，好像是没有韩哲的控制，他就不会动。韩哲默默拿起了手柄，试着用手柄操纵了一下，马里奥果然动了起来。屏幕里显示的正是马里奥现在看到的视角，还不错，有种傀儡师的感觉了。那怎么吃？韩哲操纵马里奥来到蘑菇前面，屏幕里果然显示了，按 Y 键使用。韩哲按下 Y 键，马里奥果然自己就把蘑菇塞进了嘴里。滴滴滴，马里奥果然变大了，变成了2米高，比韩哲还高一点。妙啊！那这个状态应该就能顶碎头顶上方的砖头了。韩哲打算试试，但肯定不是这里。韩哲关掉游戏机，马里奥也消失了。接着，韩哲在户外用品店买了个便携式发电机，然后找了一个废弃的厂房，坐在里面，韩哲重新召唤出了马里奥。他这次还准备了一束花，想看看马里奥进入第3形态后发射出光波的威力。首先是砖砌的厂房，如果马里奥能把砖的天花板顶碎，韩哲就带他去隔壁的厂房试试混凝土天花板，后面还有钢制的。循序渐进，韩哲控制马里奥来到天花板下，韩哲按下跳跃按键，马里奥跳了起来。咚！韩哲睁大了眼睛，他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在韩哲的计划里，应该只有2种情况，要么能把砖制的天花板顶碎，要么顶不碎。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很离谱的情况，马里奥跳起来，头顶在砖制天花板上，天花板屁事没有，倒是马里奥碎了，碎屑散落一地，然后逐渐消失，只留下韩哲一个人迷茫。韩哲想了一会，终于还是想通了。正版的马里奥的能力是可以顶碎砖头，这没问题。但韩哲这个是盗版的马里奥，能力也是盗版的，所以盗版马里奥顶砖头，碎的是马里奥，这也太盗版了吧！韩哲看着屏幕，再想召唤新的游戏人物，发现已经冷却了，具体冷却时间也不知道是多少，就很烦。要是真的都是这种笨蛋人物，那韩哲真就没什么兴趣了。韩哲把发电机和游戏机套装都收了起来，本以为能起飞，飞上人生巅峰，但是现在来看，并没飞多高。算了，既然道具都试验个差不多了，韩哲直接决定开始搞钱了。在这个世界，怀才不遇的事很少见，基本上有个还行的技能就能派上用场，找到对应的工作，换取可观的报酬。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技能中介所，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中介所，各个有技能的人在这里登记自己的技能，另一边又有需要对应技能的雇主在这里找雇员，特点就是很专业，还有专门的人员评测技能。韩哲以前有放电技能的时候也去登记过，那时候工作人员还问了个很专业的问题，你放的电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静电。韩哲回答，不可能，静电不会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去测一下吧。这直流电和交流电重要吗？重要，如果你要从事发电工作，交流电会吃香一点。哦，东川市技能中介所，这是几座气派的大楼组成的一个区域，是仅次于市政府的权威机构。至于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地方，因为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测量机器。笑傲文学，这里能给大部分人的技能给一个综合的评测，也能出具技能鉴定证书，很多上点档次的用人单位招工都要看这个技能鉴定证书的。韩哲戴上口罩进入招待大厅，他现在今非昔比，才不露富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这里24小时开放，倒也不是因为人真的有那么多，而是因为有些人的技能只有晚上有效，不过在白天人还是蛮多的。大厅内还有几个入口，分别对应未鉴定 F 级、E 级、D 级、C 级、B 级以上的技能。对，一般来讲，你有哪个等级的技能就能进哪个门。F 和 E 级是一个门，因为这俩技能泛用性都很差，对应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有。属于这2个级别技能的人，大多数来这里都是登记一下，然后回去等消息。但是大部分人的技能都是这个级别，所以这个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D 级前面也排了些人，但是不多。C 级和 B 以上就完全没人了，尤其是 B 级以上。C 级和 B 级技能是一个分水岭， C 级技能偶尔还能见，但 B 级及以上的技能就非常稀有了。稀有到韩哲经历场九死一生的难度10游戏，也只给个 C 级技能。稀有到韩哲的学校那么大一座， C 级技能的人有2个班， B 级技能只有2个人。当然，这中介所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特殊情况，你的技能霓虹笑脸评级并不高，但是你觉得你的技能应该值更高级。比如你的技能等级只有E级，但是你觉得用来工作值 B 级，那你就可以直接进 B 级的门。或者你技能都是低级技能，但是组合起来也相当于高级技能，那么你也可以直接进高级技能的门，免排队。如果拿不准的，
旁边还有专门的咨询台可以咨询。正在韩哲看着大厅里情况的时候，已经有个中年人去了旁边的咨询台咨询。韩哲有点好奇，就靠近了一点，稍微听了听。中年人一进来就问：我的技能是1级技能，儿子女儿出生时必定领悟 C 级以上技能，这个技能这个技能很强的，我们现在很多高端女性客户都需要这个技能，您可以直接去 C 级入口。女咨询小姐回答道：谢谢。中年男人转头就去了 C 级入口。韩哲听得有点愣神，好家伙，重金球子也行啊，还能进 C 级门。那韩哲想了想，就自己这个换脸技能在霓虹笑脸的游戏世界评级是 C， 但是放到现实世界其实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有谁不希望自己有个优秀的外表？尤其是各种贵妇人，他们花几十几百万手术整容，效果不如韩哲的技能不说，风险还大。就这效果，走 B 级以上的门不过分吧？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这还是因为没 A 级门，要有 A 级门，韩哲就走 A 级门了。于是韩哲直接往 B 级门这边走。此时在 D 级和 F 级门前排队的众人还在看着之前的那个中年男人，阵阵羡慕。能进 C 级门的人很是少见，而进了 C 级门就意味着买车买房不是难事了，富裕的生活是所有人羡慕的。妈的，等我再参加几次游戏，我也能进 C 级门，到时候也买个豪车，天天去洗脚。D 级门前一个青年愤愤道：算了吧，参加几次那鬼游戏，豪车我估计只能烧给你了。同行的另一个青年嘲笑道：你说有人的命怎么这么好，有个高级技能就能躺着赚钱，不像我们攒钱买个房子肠子都要累断。青年摇头道。就在这时，韩哲从众人眼前走向 B 级以上的门。整个大厅左边都是 FE 级门和 D 级门，右边是 C 级和 B 级以上门，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聚在大厅的左边。韩哲一个人来到右边大厅，显得格外醒目。众人以为又来了个进 C 级门的，一阵羡慕。但是看到韩哲往 B 级以上门去了，众人就是一阵震惊了。B 级？这不对吧？更着急的是旁边咨询台的咨询小姐，她看到韩哲往 B 级门去，立刻着急了。她立刻从咨询台里出来，踩着高跟鞋拼命在韩哲后面追。先生，先生，等一下！咨询小姐拼命叫着韩哲。什么事啊？韩哲转过头，咨询小姐见叫住了韩哲，这才松了口气。她依然对韩哲给了一个礼貌的微笑。先生，您应该是第一次来吧？让我先为您讲解一下我们这的流程，您再选择适合您的门吧。韩哲看了咨询小姐一眼，摇了摇头。不用，我之前来过，知道规矩。韩哲说着就要继续往 B 门里走。等等先生，咨询小姐赶紧又叫住韩哲。又怎么了？要不您把您的技能简单跟我说一下，我直接帮您挑选对应的门，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咨询小姐又是一个职业式微笑。真不用，我知道自己去哪个门，谢谢啊。韩哲随口答谢一下，直接推门进入 B 级以上的门。见韩哲还是直接进了门，咨询小姐也是懊恼的一拍脑袋，估计这次又放了不够级别的人进去，自己这个月又要被扣奖金了。旁边的队伍里的众人也从震惊中缓了过来。我靠，那哥们真的进了 B 级门，我没看错吧？又一个男青年惊道。是啊，他真的进去了。旁边同行的人点了点头。这种级别的人，咱这小地方一年都没几个吧？今天还能让我们遇到？别急，我听说上个月也有个贼膨胀的家伙进了 B 门。后来呢？后来进去3分钟就让中介所的保安请到了 D 门里面。那我估计今天这家伙进去也不超过3分钟就得被请出来。哪有那么多顶级技能啊，都是些没自知之明的笑话而已。那我赌2分钟他就得被赶出来。等这家伙被赶出来，我要嘲笑他一番，老老实实来我们这排队多好，做什么不切实际的大梦。众人震惊之后，从难以置信变成了不相信，最后变成了阵阵嘲笑。大家等着看韩哲的笑话。不过此时的韩哲并不知道，他推开 B 级以上的入口大门，这扇门好像比其他等级的门都要厚实沉重很多。韩哲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像是个豪华办公室一样的房间。房间中央有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原本在低头办公，但是看见韩哲进来，立刻站起身冲韩哲微笑。您好。但是韩哲的注意力全部都办公桌上摆的一个牌子上，牌子上是2个字：所长。好家伙， B 级门的后面直接就是所长办公室啊。韩哲摘下口罩。您请坐。所长示意韩哲坐下，很客气，很礼貌。韩哲也就坐下。沙发是豪华款，很舒服。所长跟着也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这位先生，您这次来是找工作？所长试探地问道。虽然韩哲之前的技能评级也够得上 C 级的水平，在这里算少数人，但是韩哲只来过一次，所长自然不认识他。韩哲点点头，对，找个活干。那你有什么技能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吗？所长依然很客气。是换脸。韩哲回答。换脸？所长一愣。对，我能按照意念随意改变其他人的脸。那您可以演示吗？所长惊道。韩哲点了点头。你有觉得帅的男明星吗？韩哲说。这个所长被突然这么一问，一时不知道回答谁。算了，我就挺帅的。你现在照照镜子吧。韩哲示意。所长连忙从抽屉里取出一面小镜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睁大了眼睛。镜子里的所长已经变成了韩哲的脸。所长摸了摸自己的脸，然后不停地换着角度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他又做了很多表情，看了看效果，
观察了好半天后，他才开口说道：“您这个技能大概能持续多久？持续多久？我不改就一直持续吧。”韩哲回答。所长听到韩哲的回答，深吸了一口气，他顿了顿，又问道：“那您这个技能还有什么限制吗？”限制？那可能就是新换的脸必须得有正常排列的五官，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不能给我自己用，使用有一定体力消耗，这俩算吗？那您多久能使用一次这个技能呢？多久一次？随便用啊，一天10几次不成问题啊。韩哲回答。他在博物山的温泉馆一口气换了几十个惨白女人的脸，也就是感到一阵疲劳。笑傲文学。所长听到这句话，整个人无法再掩饰脸上的激动，他握住了韩哲的手：“您这个技能工作能力至少是 B 级以上，评个 A 级也不成问题。那现在有对应的活吗？”韩哲说：“有，太有了。报酬怎么说？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所长问道。心理价位？韩哲愣了一下，这能收多少钱他还真没想过。不过一般的整容手术全脸也就几十万吧，自己这个无创手术还没风险，多收点很合理吧。韩哲想了想，试探性的说了个价位：50万换一次。所长听到稍微愣了一下，然后他笑着摇了摇头：“50万恐怕不太行，50万也高了。不，50万实在是太低了，对于您这个级别的技能来说，50万太低了。”韩哲一阵惊讶：“不是，我可以一天做10几场的，加起来几百万，价格不算低吧？”韩哲说。所长摇了摇头：“不，我们建议您一天只做一场。一场？太少了吧？我明明做10几场都不会很大消耗。”所长继续笑笑，解释道：“不少了，就您这个技能，我们可以直接放弃中低端市场，只面向顶端客户。您的技能效果本身就远超一般的整容手术，您如果能雷打不动，一天只做一场，就能显得更加稀有，您的服务就能显得更值钱。很快，您的技能服务的价格也就会疯涨，一场赚的钱能抵得上不限量做几十场。”韩哲听到这里，立刻就领悟了，这和古董界2个一样的瓶子砸掉一个留一个，让价格暴涨的原理差不多，就是饥饿营销吧。不愧是中介所的所长，就是有商业眼光，良心估计也卖得差不多了。您意下如何？所长问道。我觉得可以。韩哲点点头。那我现在给您具体安排一下。好。韩哲点点头。好嘞。所长起身要往出走，走到门口他又停住了，转头看向韩哲。怎么了？韩哲问道。所长指了指自己的脸，要不您先把我的脸变回去，我顶着您的帅脸可能不太方便。哦。韩哲点点头，然后他就又愣住了。可是我不记得你之前的脸具体什么样了。韩哲说。这里有我的照片。所长从口袋里取出自己的身份牌，韩哲只能对着他的脸开始复原。照片是 P 过的，复原以后的也是 P 过的。所长帅了不少，但是也还有点原来的痕迹。好了，韩哲说。所长点点头，退出了房间。外面招待大厅，一群人看着 B 级以上入口的门打开了。看吧，我就说他会被请出来， B 级以上的技能哪这么容易见到？一个青年说。刚好3分钟出来，我赢了。另一个青年更加激动，别说了，等我这就去嘲笑他一下，最看不起这种装大尾巴狼天天做梦的人了。又一个青年说。但是让众人很是震惊的是，出来的并不是之前进去的韩哲，而是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人。这个穿笔挺西装的人边出门还边往里面点头啊。这又是谁？能从 B 级以上的门出来？众人稍微有些疑惑。人群里忽然有个人认出了这是谁，那不就是这市中介所的所长吗？一个青年惊道。你确定吗？旁边的青年问道。当然确定啊，我在官网见过他的照片，这真人和照片一模一样。那个青年说。一个所长对里面的人点头哈腰，看样子是先前那家伙原来真的有资格进那门啊。众人惊愕在原地，久久再说不出话来。后来就是一些固定的流程，中介所还挺够意思，特意调过来了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工作人员帮助韩哲进行流程。公务装，包臀裙，黑丝细高跟，长发挽起，一进门就跟韩哲微笑鞠躬。我是负责您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我叫庄柔。韩哲冲他点了点头。特殊技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4年多，各种相关流程也变得越来越规范。除了可能的雇佣合同，韩哲还得签个重要的合同。这个合同的内容是保证自己的技能不会出现未说明的副作用，一旦出现，将由韩哲本人全部负责。这个其实也能理解，毕竟有些技能的效果使用者自己不说，别人也是测不出来的。中介所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隐藏自己技能的副作用，以次充好。简单的文件签署过后，陪同的美女庄柔递给了韩哲一张银行卡，这里面是预付给您的钱，请您收好。这里面有多少钱？韩哲接过银行卡，忍不住问道。目前有1000万，后续的酬金等工作完成后，我们会及时交付。庄柔很客气道。多少？韩哲愣道。1000万。哦。韩哲彻底愣住了，他以为里面应该也就有个10来万，意思一下，结果直接就是1000万。1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对韩哲来说有点如梦似幻了。在不久之前，韩哲还是个靠零工和补贴度日的穷学生，1000块钱对韩哲来说都不是小数目，现在直接就是1000万，还是头款预付金，直接翻了1万倍啊！太难以形容了。韩哲心里想飞，
恨不得上街上见一个人给个大拥抱。但是韩哲还是忍住了。韩哲坐在中介所的贵宾专车上，换了深得体的正装。这是一辆加长的豪华轿车，座位比沙发都舒服，车厢也是全真皮吸音软垫包裹，据说在里面叫多大声外面都听不到。我们要去哪？韩哲问坐在旁边的庄柔。我们去找崔女士，做我们的第一单美容服务。庄柔礼貌回答。崔女士？那具体是谁啊？是东川多个集团背后的实际掌舵人，东川是上流社会中地位最高的人之一。如果能把他这单做好，我们的名号立刻就会打出去。庄柔回答。具体叫啥呀？笑傲文学。具体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只知道她姓崔，就只能叫她崔女士。哦，韩哲皱了皱眉。接着庄柔拿出一个文件夹，这里面是崔女士为我们提供的健康档案，您可以看看，可能会方便你进行工作。韩哲点了点头，翻开看了看档案，出生日期是40年。我靠，80多岁的老女人。韩哲惊道，这还不好吗？如果能把一个80岁的女人变成18岁的少女，我们不立马就能立个金字招牌了吗？庄柔说，这宣传效果有多么我知道，但是我只能换脸，她身体还是80岁的啊。韩哲边说边皱眉，一个80岁的老太婆顶着18岁的脸，那场面多惊悚，估计我们的招牌还没立起来就要被砸了。这个您不用担心，她经历过很多特别的整容服务，跟一般的80岁完全不一样，档案上有写，您看看。庄柔说。韩哲继续往下看，比较久远的就是一些玻尿酸注射、美白针、割双眼皮之类的，也不是特别多。到了霓虹笑脸出现以后，整容就变得很频繁了，1个月就能有好几次，而且基本上都是靠别人的技能。后面这些条目上也注明了美容师的技能，比如一个美容师的技能是匹诺曹的2大爷，当别人在你面前说谎时，鼻子会变长，这个美容师就利用这个技能给崔女士隆的鼻子。还有一个美容师组合，是一个整形医生带的一个助手，助手的技能是流浪江湖必备之技能，你可以让加速刀伤愈合。整形医生给崔女士的脸做了手术，助手当天就能愈合伤口，让崔女士看效果。还有让崔女士减脂的、嫩肤的、隆胸的、年轻10岁的，各种技能的人一大堆，光条目都好几页。韩哲都有点不好想象，经历过这么多次的整容，这人的漂亮成什么样了？但是要好看的要死，还能要韩哲来整容吗？豪华专车开出了市区，沿着绕城高速到了远郊的一处风景区。韩哲终于见到了崔女士府邸的大门，车开进大门，又沿着路开了挺长的一段上坡，韩哲才看到了崔女士的主楼。好家伙，前院都是韩哲几个学校大。在保镖的带领下，韩哲来到了招待厅。韩哲终于见到了崔女士，她穿着一套华丽的露背晚礼服，还拿着根礼扇半遮住面部，身材看上去保持得很好，皮肤也还行。但是没被扇子遮住的眼睛，韩哲在眼角已经能看到一些皱纹了。总的来说还不错，完全看不出是80岁，更像是保养的还不错的40多岁女人。这样的身体，如果顶张18岁的脸，也不是太违和。看样子那么多次特殊整容也没白整。看到韩哲后，他才勉为其难地缓缓放下了他的礼扇。韩哲瞬间睁大了眼睛，放眼望去，他的这张脸还不错，可以算得上标致，感觉就像一个超级大美女到了40岁半老徐娘的感觉。但是如果细看，这张脸就非常诡异，五官有着微微的扭曲，还有些很别扭的细节。如果非要描述的话，比如正常人的皱纹会集中在眼角、额头等地方，这是人的面部肌肉和皮肤决定的。这个崔女士则不一样，她的额头皱纹很反常的集中在两侧，眼部周围的皱纹上眼睑居然更多，很怪异，应该就是通过很多种不同方式疯狂整容的后遗症。崔女士也看出了韩哲表情的异样，她的脸色一沉，又拿扇子遮住了自己的脸，阴沉道：怎么样，你能不能整？不能整直说，别浪费我的时间。能不能整？笑话。韩哲听到这个问题就想笑，当然能整，只要是人类，没有我整不了的。韩哲回答。那就快整吧。崔女士在旁边的沙发坐下，些许的不耐烦。不是，您至少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吧。韩哲说。要求？整得年轻漂亮就可以。年轻漂亮太宽泛了，要不您说一个您觉得漂亮的女明星，我给您个差不多的脸。不行，什么脸都行，但是我一定不要装脸女明星。崔女士果断拒绝。好吧。韩哲心里有数了，一张脸在韩哲脑海出现，然后韩哲在这张脸的基础上修改优化，之后他对着崔女士发动了技能。好了，您看看效果。韩哲说。好了。崔女士一阵惊喜，她还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想到就完成了。保镖也搬来一面大镜子，崔女士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睁大了眼睛，她难以相信。她又摸了摸自己的脸，捏了捏，这张脸是如此的真实，就是完完全全属于她的脸，这效果太惊人了。崔女士摸了半天，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您还满意吗？需不需要哪里再改改？韩哲问道。崔女士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都藏不住了。不用，我很满意，我会给你双倍的价钱。崔女士依然在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那太谢谢您了。你给的这张脸大概能管多久？崔女士说。管多久？这个问题有点把韩哲问住了。其实刚刚崔女士说不要明星的脸，就已经把韩哲难住了。
韩哲不是艺术家，创造不出来绝美的脸，只能以现成的脸作为模板修改。除了女明星和网红，韩哲记得的脸里面好看的就那么几个人。给活人的脸容易引起麻烦，死人的脸就没有版权冲突了。所以韩哲把风冉的脸修改给崔女士了。风冉应该是刚20岁过一点，按照正常的衰老来看，10年后30多岁应该就会明显的衰老应该和正常的脸一样，会逐渐慢慢衰老，10年后就会老得比较明显吧。韩哲说，能管这么久啊？崔女士说，对，换了脸以后，其实就相当于您天生就长这样了，如果保养的好，衰老会更晚一点。那我没几年找你一次，刷新一下，不就不会老了？崔女士说，理论上是这样吧，可能我明天就看腻这张脸了呢，到时候我再找你换。崔女士说着，抬起了手，指尖在韩哲肩膀上轻轻游走。韩哲心里大呼，老奶奶，您这么大了别跟我开玩笑。但是韩哲还是让自己脸上的表情尽力不产生变化。您如果还有美容需求，您都可以找我们，您是贵宾，插个队没什么。韩哲硬着头皮说，那就好。崔女士说着，替韩哲整理了一下领带。崔女士的管家打款很快，可能有钱人都这么豪爽。之后技能中介所给韩哲办了个新手机，确保韩哲能随时联系。宣传和其他工作都交给中介所，韩哲就没什么事做了。当然也有一件要紧的事，花钱。大餐肯定得吃，房子肯定得买，豪车肯定得配，不过得一步一步来。吃饭先是东川市最豪华的饭店，这饭店韩哲早就有耳闻，听说这里一个厨师只做一道菜，还有几个厨师合做一道菜的。韩哲也不明白为什么一道菜还得分几个厨师做，又不是流水线组装。韩哲踩着红毯进了饭店的门，一进门韩哲就睁大了眼睛，右手边是10几只猫狗组成的西洋乐队在演奏着音乐，乐器都是固定好的，方便这些猫狗的爪子按乐器按键。音乐很舒缓轻盈，每只猫狗也都是品相很好品种猫狗，胸前都有蝴蝶结，显得很有格调和氛围。除了那只拉大提琴的猫，大提琴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拉个大提琴的上蹿下跳。笑笑说，这应该是有人的能力，是控制动物在控制这些猫狗演奏。韩哲往里走了走，然后见到了一些没见过的，有一桌点了个极鲜生鱼片，然后就有2个厨师抱着条活的金枪鱼来了。接着一个厨师用刀开始直接割鱼身上的肉，另一个厨师双手对着鱼发出绿色的光芒，鱼的血立刻就止住了，应该是治疗术。很快一盘生鱼片就切好了，鱼身上已经没肉了，却在治疗术的支撑下活蹦乱跳。好家伙，极鲜生鱼片就是边切边给鱼治疗，顾客吃完鱼都还没死，果然够新鲜。韩哲人都看傻了。之后服务生把韩哲引到了一个桌坐下，韩哲打开菜单，刚刚的一幕让韩哲有了点阴影，他是不敢吃带鲜的菜了，比如这个鲜牛肉，韩哲真怕来领来头牛现切。韩哲放眼望去，第一页看到了一个特别的菜，减肥套餐。这道菜很是醒目，毕竟这种高级的餐厅，客人来就是烧钱的，是不应该出现套餐这种带有优惠感觉的字样的。而且这个菜居然是这页最贵的一道，到底能是什么？这个减肥套餐是什么？韩哲忍不住指着菜单问道。哦，这道菜您点了以后，我们的高级催眠师会来给您催眠，让您在催眠中以为自己大吃了一顿，实际上什么都没吃，可以达到帮助您减肥的效果。服务生耐心解释道。笑傲文学。哦，催眠还有这种怪用处啊！韩哲算是长见识了。韩哲往后翻菜单，既然是高级餐厅，就要吃点见都没见过的。第2页最贵的是寿桃点心，10分钟是同页的菜的几倍。这个寿桃点心后面的10分钟是什么意思？韩哲问道。那个做寿桃点心的厨师技能是凝聚心血的料理，可以把自己的寿命凝结进料理中。你吃一份他做的点心，可以增加10分钟寿命，那他也得减少10分钟寿命。韩哲问道。对。服务生点点头。韩哲皱了皱眉，这个厨师也是狠，直接拿命换钱。不过想想也是，寿命太长也没什么用，可能活不到就在霓虹笑脸的游戏里挂了，换些钱潇洒也不赖。韩哲继续往后看，和邪门的狠活比，他还是想吃点正常的菜。往后翻就是一些菜式很正常，但原料很特别的了，都是些原本世界不存在的食材，比如独角兽的肉，这个也很贵，10几万一两。恐龙肉便宜点，1万块一两。是的，原本现实世界是没有独角兽和恐龙的，但是有人的技能就是召唤独角兽或者恐龙，所以就有了独角兽肉和恐龙肉。韩哲对独角兽肉还是很感兴趣的。独角兽，神话里最为纯洁的圣兽，这肉能是什么味道？韩哲很好奇，先点了一份独角兽肉。很快一盘独角兽肉就上桌了，肉也是呈半透明的白色，看着很洁净，切的也很薄，薄如蝉翼那种。这个不能算厨师刀工牛批，只能算分量感人。韩哲夹起一片塞进嘴里，神话中最为纯洁的圣兽的肉，味道究竟能是什么样？我靠，不愧是最为纯洁的圣兽，肉一丁点的味道都没有。韩哲只觉得自己就像再嚼一块冰，不过温度是常温的。这一盘冰15万，果然高级。韩哲又点了些别的稀奇的菜，有一个叫情绪果的东西。这道菜不同的口味，
价格也有很多差别。原味2万一个，香甜味3万一个，香辣味8万一个，苦涩味也要4万。同一道菜，不同味道居然差了4倍。这个情绪果是什么？不同的味道怎么价格差这么多？韩哲问道。情绪果是一种有一定灵智的特殊果子，它如果产生不同的情绪，味道也会不同。服务生解释。笑傲小说。韩哲听得半懂不懂。那每个口味给我上一个吧。韩哲说。很快，厨师就端着好几个红色的果子来了，每个其实只有杏子大小。但是韩哲惊奇地发现，这些果子上面居然长着人脸。每个果子上面的人脸有所不同，但表情都是闭目养神的淡定表情。韩哲数了一下，厨师端来的足足有7个果子，一共就4种口味，自己不是就点了4个吗？不是就4种口味吗？一种口味一个，不应该是4个？怎么有7个？韩哲奇怪道。厨师点点头，是的，但是香辣口味一份菜有4个果子。韩哲点点头。需要我为您简单讲解一下吗？厨师又问道。需要啊。韩哲果断点头。接着厨师把一个情绪果放到韩哲面前，这是原味的情绪果，它的情绪比较轻松，吃起来也比较清淡。韩哲看了眼面前的情绪果，依然是闭目养神的表情。这个怎么吃啊？韩哲问道。没有果核，直接吃就行。厨师说。韩哲点点头，拿起了情绪果，他的五官在果皮上微微凸起。韩哲看着也是有点怵，这玩意不会还有内脏吧？那得多恶心。正在韩哲纠结的时候，厨师拿着一个白布搁上了其他的情绪果。这是？韩哲一愣。这是防止情绪果串味，您继续用餐就可以了。厨师解释。哦。韩哲再看看手里的情绪果，心一横，对着果子咬了下去。咬下去的瞬间，韩哲只觉得手中的果子好像微微颤动了一下。韩哲吓了一跳。韩哲看了一眼剩下一半的情绪果，还好没有内脏，内部也就跟苹果一样，呈现完整一块的淡黄色。五官已经被韩哲咬掉了一半，眼睛已经睁开了，看着有点瘆人。韩哲下意识地嚼了嚼嘴里的情绪果，咬起来口感跟小桃子一样，但是没有桃子味道，基本没有味道，有一丁点的甜味，不好吃。但是韩哲还是把剩下的勉强一口吃下。接着厨师又放了一个情绪果在韩哲面前。情绪果如果感到开心会变甜，这一个情绪果马上会变成香甜味。厨师解释道。说完这句，旁边来了一个拿小提琴的服务生。服务生俯身贴近韩哲面前的情绪果，给情绪果来了一段小提琴演奏。舒缓的音乐声让情绪果上面的表情逐渐变化。一曲演奏完毕，闭目养神的表情变成了闭眼微笑，还是会心的微笑。厨师示意韩哲可以吃了。韩哲啃了一口，果然这个情绪果变得很甜很香，好吃。然后厨师又拿出了一个情绪果放在韩哲面前。情绪果如果感到惊恐，味道会变得辣。接着厨师又拿出3个情绪果放在这个情绪果面前，一字排开。然后厨师抽出水果刀，当着韩哲面前的这颗情绪果的面，开始一刀一刀刮另外3个情绪果。刮了几刀以后，开始直接剁，最后直接剁成果泥，果汁四溅，太惨烈了。3个情绪果被戳得稀烂之后，厨师指了指剩下的那个情绪果。好了，您可以享用香辣味的情绪果了。韩哲拿起这颗情绪果，看着3个同类被爆杀，他果皮上的表情也变得很是惊恐。有点意思。韩哲啃了一口，我靠，巨辣，有种拿泡浇水腌苹果的感觉，很怪。接着厨师把最后一个情绪果放到韩哲面前。情绪果感到悲伤的时候会变苦。厨师从推车上拿出一个香炉，放在情绪果面前点燃。这个炉子是做什么？韩哲很奇怪。香炉里面是情绪果母汁的磨成的粉末。厨师回答。韩哲听了一下就明白了，通过母汁粉末点燃的气味来让情绪果感伤，这就是妈妈的味道是吧？韩哲撇撇嘴。最后一个情绪果既然是苦味的，韩哲也没什么兴趣，还是不吃了。之后韩哲又点了些别的菜，吃法或者食材都很奇怪，好不好吃不一定，但是看着就很高级。反正韩哲一连点了好几道没见过的菜品尝，吃的是一个比一个累。没办法了，韩哲只能点了正常的牛排顶饱，叫什么惠灵顿牛排。吃了一口，韩哲觉得这高级饭店的牛排调味不太尽兴，就问服务生要了孜然。没错，韩哲直接惠灵顿牛排蘸孜然啃，引得周围的食客一阵瞩目。韩哲也懒得理他们，自己现在有钱了，惠灵顿牛排蘸孜然那就不叫不懂行，那叫特殊的品味。之后的一段时间，韩哲给崔女士做了换脸手术的消息传开了，其实就是中介所暗地里到处传的。韩哲的名气真的像一声炸雷，在东川市的上流社会圈打响了，一时间各种名流贵妇趋之若鹜。但是韩哲依然恪守一天只做一场手术，严重供不应求，换脸手术就变成了每天公开拍卖，价格也是飙升，一次手术已经收费3000万，依然是很多人排队。韩哲的银行余额也已经到了韩哲数位数都要数一会的地步了。韩哲先是给自己在郊区买了座别墅，然后给自己买了辆跑车，当然还配了辆普通轿车，毕竟出诊还是得低调点。韩哲的计划里还打算买一块地皮，然后在地皮周围竖起高墙，韩哲可以在里面随便测试自己的那些东西，不怕引人注目。不过韩哲还有几件更需要办的事。若江市福裕小区，韩哲驱车几百公里才到了这里。
这里是一个老小区，楼房都是老旧的4层居民楼，外墙脱落，杂乱的电线密布，进小区还有些垃圾的霉味。4号楼2单元402。韩哲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便服，找着这个住址。这是胖涛的家。刚进入2单元的门，韩哲就听到了楼上的重重砸门声。喂，骚娘们，我知道你在家，还钱！你不会觉得这破铁门能拦住哥两个吧？2个男生从楼上传来。韩哲摸了摸自己腰间的腰包，硬着头皮上楼。果然，韩哲不想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2个穿着跨栏黑背心的壮汉，一个上臂蝎子纹身，一个上臂老虎纹身，他们正在敲着402的门。说是敲，但是已经几乎是砸了。壮汉旁边的地上还立着铁棍子，看样子已经准备好了。而402正是韩哲要找的住址。别躲了，你今天躲不过去的。2个壮汉重重又拍了几下门，门还是紧闭。蝎子纹身的壮汉忍不住了，拿起了地上的铁棍。最后一次警告，再不出来，别怪哥2个拆门了。蝎子纹身的壮汉朝里面又是一声喊话，门里还是没有动静。切，不见棺材不掉泪。蝎子纹身的壮汉抄起铁棍，朝着铁门重重砸了上去。咚，铁门瞬间微微变形。蝎子纹身的壮汉正要砸第2下，旁边的老虎纹身的男人先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了？蝎子纹身的壮汉转头，这来了个人。老虎纹身的壮汉指了指刚上来的韩哲，他在楼梯的下面静静地看着2个壮汉。你看什么热闹？没见过要债啊？一边凉快去。蝎子纹身的壮汉对着韩哲呵斥道。我不是来看热闹的。韩哲淡定道。那你来干嘛？找个人。找谁？蝎子纹身的男人有点不耐烦了。就这户。韩哲指了指旁边的402室。你也是来要债的？老虎纹身的壮汉问道。不是。那是来干嘛的？看热闹的。2个壮汉沉默了。你是不是想挨揍？蝎子纹身的壮汉来火了。不是，里面的人到底欠你们多少钱啊？你们快把人的家都拆了，至于吗？韩哲随口说道。他欠我们多少钱关你什么事？最后一次警告，赶紧滚，别逼我们卸你胳膊。蝎子纹身的男人冷冷道。别啊。韩哲笑笑，你先说欠多少，里面的也算我的熟人，或许我还能替他们还了呢。你，2个壮汉很不屑。我。韩哲点点头，说出来怕吓死你，里面的人欠我们70万，你能还吗？老虎纹身的壮汉嘲笑道。70万？韩哲皱了皱眉，还不了就赶紧滚，浪费时间，穷鬼装什么英雄？老虎纹身的男人摆摆手，不是，住在这破小区的人能借你们70万？你们什么破公司啊？这种活都接，不怕亏死？韩哲说道。2个壮汉的脸瞬间阴沉下来。小子，我警告你，骂我俩可以，但是别说我们红姐的公司是破公司，小心我们剪你的舌头。红姐？好吧，你们先忙，我办点事去。韩哲直接扭头往楼下走，看着韩哲离开的背影，2个壮汉一愣，然后哈哈大笑。搞什么啊？原来是个没鸟的男人，一听红姐的名号就跑了，哈哈哈哈。2个壮汉越发得意，转头继续砸门。门就是个薄皮的旧铁门，2下就被砸开了。2个壮汉直接冲了进去。里屋的卧室里，一个女人正抱着一个7岁的小女孩哭。女人只是哭着哀求，胖涛他已经进游戏了，现在家里真的没钱，求求你们了，再宽限几天，等他回来吧。2个壮汉笑道，他都去了半个多月了，还回来，估计早死在里面了。你是不是要让我们宽限到他投胎成人啊？不会的，胖涛他人其实很机灵的，肯定迎着出来，到时候我们连本带利还给你们，行不行？笑傲文学。女人继续哀求，怀里的小女孩也害怕的哭喊，我才不管，没钱就拿你女儿抵债。蝎子纹身的壮汉一下从女人怀里把小女孩拽出来，不行，绝对不行。女人发疯一般要抢回来，却被老虎纹身的男人拦住。你说的对，确实不行，你可是欠我们70万，一个小女孩才值多少钱？你不再拿点别的抵债？老虎纹身的男人说着，大笑着就往女人胸前摸。女人看着30多岁，虽然只穿着旧衣服，围着破围裙，但是还是有些难掩姿色。哎，要债就要债，怎么上手了？门口，韩哲一声呵斥，2个壮汉抢人口的、擦手心的瞬间停下了。谁啊？他们有些恼火的看向门口，还是韩哲，这小子又回来了。2个人瞬间呆住了，脸上的表情有些难以置信。女人也是愣神的看着韩哲，她不认识韩哲，完全不知道韩哲为什么会出现这里。我靠，你小子还敢回来，是真的找死吧？蝎子纹身的男人丢下小女孩，转头走进韩哲。我不认识他，和他无关，你们不要伤害他。女人喊道。韩哲听到这句倒是很舒服，这女人以为自己是路过的，怕连累自己呢。蝎子纹身的男人已经到了韩哲的面前，抬手一拳就往韩哲脸上打。韩哲轻松后退一步躲开，蝎子纹身的男人一拳打空，这一拳都打不到。蝎子纹身的男人都有些犯迷糊。听我说，你们俩就不问问我是谁吗？韩哲说。你能是谁？这女人的小情人？蝎子纹身的男人依然有点不屑。韩哲笑着摇了摇头。我接下来说的，你们可要听好了。蝎子纹身的壮汉和老虎纹身的壮汉看着韩哲，眼里很是不屑，但是还是在听着。红姐在若江市东边这一片还是有几分面子的，完全不用看红姐面子的，也得是若江市很有地位的人物了。这么有地位的人物，住在这破小区的这对穷酸母女能认识？
肯定不可能。所以他们并不相信韩哲能说出来个什么能让他俩忌惮的身份或者名字，他们只是听着韩哲能讲个什么笑话一样的名字出来。我是你们两个的老板。韩哲一字一句的说道。啥玩意？两个壮汉直接听不懂了。我说我是你们两个的老板。韩哲重复一遍。两个壮汉终于是听明白了，他们两个对视一眼，然后指着韩哲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什么嘛，我以为是个大人物，结果是个神经病。还我们老板，我俩老板可是红姐，你别告诉我你是坑里种了树的红姐。哈哈哈。旁边的女人也是一阵失望。刚刚韩哲掷地有声的话语让他一阵幻想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路过这里做好事，结果没想到是个，他的失望变成了绝望。韩哲竖起了一根食指在两个壮汉面前，两个壮汉笑到一半，看着韩哲竖的食指又愣了愣。咦？什么咦？蝎子纹身的壮汉奇怪道。1分钟。韩哲又淡淡的说。什么1分钟？两个壮汉更加云里雾里。1分钟内，你们的红姐一定会给你们打电话。韩哲说。哈哈哈哈哈哈！两个壮汉笑得更大声了。别说了，兄弟，你这个脑子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也是受罪，过回跟我兄弟俩去个荒地，帮你解脱一下吧。蝎子纹身的男人指着韩哲嘲笑道。先生，不行你还是赶紧走吧，你和我不认识，他们不会为难你的。旁边的女人抱着女孩对韩哲劝道。韩哲没有说话，脸上却没有太多表情变化，他只是淡淡的等着。滴滴滴滴，蝎子纹身的壮汉腰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两个壮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蝎子纹身的壮汉从腰间取下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脸色瞬间跟见了鬼一样。是谁啊？不是红姐吧？老虎纹身的壮汉问道。就是红姐。蝎子纹身的壮汉的脸在抽搐，老虎纹身的壮汉脸色也变了。这凑巧吧？对，应该是就是巧合，碰巧红姐打电话来。蝎子纹身的壮汉咬牙道。是不是凑巧？接一下不就行了？韩哲冲两个壮汉笑笑。那接一下吧。蝎子纹身的壮汉按下了接听按键。电话刚接通的下一秒，里面就传来一个女人在咆哮。虫子，病猫，你们两个现在干嘛呢？就问那对母女要债啊，红姐，你知道的呀。蝎子纹身的壮汉回答。先别要了，我们现在多了个新老板，他说要去找你们，你们两个准备一下。电话里面的女人说道。蝎子纹身的壮汉脸色瞬间铁青，他颤颤巍巍地追问电话里的女人。不是，红姐，整个公司不都是你的吗？你怎么还能多个老板啊？原本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人把我们整个公司都买下来了。红姐，你不是说你最恨给别人当小弟了，怎么现在你还会答应把公司卖出去？上次有人要买你不还把他们骂回去了？以前的我是这样，但是这次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蝎子纹身的壮汉瞬间哭丧着脸。红姐，你怎么能为了点钱把兄弟们卖了呀？电话那边的女生越发恼火。你替……韩哲皱了皱眉，看向旁边的女人，他此时已经面如死灰。他原本以为韩哲是路过见义勇为的，现在听着其实是高利贷的老板，他下意识就把韩哲和这两个壮汉看成一丘之貉了。而小女孩早就吓得把头深深埋在女人的怀里，一声都不敢出。韩哲摆摆手，笑了笑，你别着急。接着韩哲转头看向两个壮汉，既然我是老板，就是我的账，那就应该是我说的算了吧？那肯定啊。两个壮汉猛点头。那我开口了，他们娘俩的账不用还了。韩哲说。不还了？两个壮汉和女人睁大了眼睛。老板，您可想好，这可是70万啊。对啊，老板，70万什么女的玩不了，这种女的值不了70万的。两个壮汉连连劝道。你俩在教我做事？韩哲说。不敢，不敢。两个壮汉摆摆手。您是老板，您说了算。女人看着韩哲，惊得张大了嘴巴。老板，您说的是真的？真的，不用还了，也没人抢你女儿了。韩哲说着，转头看向两个壮汉。借条呢？在这。蝎子纹身的壮汉递上一张借条。韩哲接过借条，当着女人的面直接撕得粉碎。女人看到飘落的借条，愣了一下，接着她居然直接向韩哲磕头。老板，谢谢您，您救了我全家的命。咚，她的额头磕在地上，发出响的声音。韩哲赶紧拉住，不用。那小雪，快说谢谢大哥哥。女人连忙对女孩说。谢谢大哥哥。女孩用弱弱的声音说。老板这太善良了，我俩佩服。就是太有境界了。两个壮汉在旁边说。别急，他们的账平了，我们的账还没算呢。韩哲冷冷道。我们有什么账啊？两个壮汉直接装傻。你们尽心尽力为公司工作，我很欣赏，但是你们上班时候乱摸，还抢别人女儿，我很不欣赏。韩哲越说语气越冷。这两个壮汉一时语塞。你们太败坏公司的形象了，这样以后谁还敢问我们借钱？韩哲冷冷道。对，老板说的是。两个壮汉连连点头。所以你们两个我要开除一个，以示惩戒。韩哲说。开除？两个壮汉一愣。你俩打架谁狠啊？韩哲问道。我。老虎纹身的壮汉说。我呀。他是软蛋。蝎子纹身的壮汉说。笑说。你俩打一架吧，输赢影响去留，记住，如果打得跟娘炮一样，血都不见，你俩都滚蛋。
韩哲说：“行。”两个壮汉异口同声。之后，在楼下，两个壮汉真的打了起来。开始两个人还因为对手是熟人，畏手畏脚。韩哲在旁边摇头，打得太软。你俩还没保安公司的人厉害，都走人吧。两个壮汉一听要走人，打得越发来劲。实际上，这两个人本身除了打架，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在这里要高利贷是唯一一个他们能干还能赚很多钱的。不干高利贷，他们还真不知道做什么能支撑现在潇洒的生活。所以他们都非常害怕被开除，越打越狠。韩哲还在关键时候给他俩一人提供了一根钢管，直接就开始见血了。还好，韩哲已经让小女孩在屋里写作业了，关爱少年儿童。一番恶斗之后，让韩哲意外的是，赢的是看着弱一点的老虎纹身的壮汉。虽然他赢了，但是还是浑身淤青，鼻青脸肿，站都有点不稳。蝎子纹身的男人则是直接被打倒在地上，也是全身淤青，五官肿起，不过他的神志都不清楚了。老板，我赢了，我比他更狠，我以后一定听您的安排，全力工作。老虎纹身的壮汉朝韩哲大笑道。韩哲鼓了鼓掌，恭喜你，你赢了，所以你被开除了。啊！老虎纹身的壮汉一愣，你不是说打一场决定去留？对啊，但我没说赢的留下呀。韩哲说，我们这是讲文明的公司，你很过头了。你，我，你这个杂种！老虎纹身的壮汉直接冲向韩哲，却被韩哲轻松躲开，他一下栽到了地上，爬都爬不起来。韩哲看着地上的两个人，心里一阵冷笑。最开始以韩哲的身手就可以直接把两个放高利贷的揍一顿，让他们不敢再来找胖涛的妻女。但是之后再处理红姐派来报复的人，韩哲虽然不怕，但是处理起来麻烦的。如果直接替胖涛的妻女还钱，韩哲当冤大头把这几十万交出去，实在是憋屈。所以韩哲用了这个方式，找庄柔查了一下这个红姐的公司，直接买下来，然后杀人诛心。舒服。之后韩哲随便叫了救护车，把两个壮汉都拉走了。小女孩在房间里写作业，韩哲旁边站着的女人有些不知所措，只能说道：老板，您放心，这钱就算您借我的，我以后一定想办法还给您。韩哲摆了摆手，这不用。不过你们借20万干嘛了？是我们家小雪之前得了绝症，找了个有 C 级治疗技能的才能治，但是开价20万。明白了。韩哲点了点头。女人依然坚持，老板，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要不您先留下来吃个晚饭吧。这也不用了。韩哲说。女人继续说，老板，您和我们家都不认识，还能尽力救了我们全家的命，现在连个饭都不肯吃，这让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韩哲看着女人，叹了口气道，不算不认识，我其实算是胖涛的一个朋友。原来您和胖涛认识？女人瞬间惊喜。韩哲点点头，有些话实在是不太好开口。那你这次来是找他的吧？有点不凑巧，他不在，进游戏里去了。女人满脸歉意。韩哲摇摇头，我是来找你的。找我？很抱歉，我有个很不幸的消息，必须告诉你。韩哲说着，顿了顿，女人的脸色微微变化。是胖涛他之前做了什么坏事吗？不是。韩哲摇了摇头。那是胖涛他很不幸没有从游戏里面活下来。女人的脸色大变，有点站不稳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就是他游戏里的队友。他这次抽到的技能是死后能给一个游戏参与者赋予 C 级技能，他遭遇不幸后给了我一个技能，我把这个技能保留了，托这个技能的福，我赚了很多钱，所以我这次是按照胖涛死前的嘱托来答谢你们的。韩哲说着掏出一张银行卡，这里面有2000万，算是我的谢礼，密码是3个10。女人晃了神，拿着吧，也算是胖涛的技能赚的钱。韩哲说完把卡塞进女人手里。胖涛他真的？女人喃喃道。对，是真的。韩哲点点头，密码是3个10，千万记住。女人点了点头。我还有事，先走了，保重。韩哲说着转身离开，留下女人在原地失神。对于韩哲来说，还有一件事他没有主意，那就是红姐的信贷公司。韩哲是有钱，这间公司说买就买，但是接下来怎么处理倒是个问题，尤其是红姐手下应该还有一批打手。韩哲想了想，好像多一批小弟也没什么不好，先会一会这个红姐吧。驱车几公里后，韩哲看到了一座4层的写字楼，这里就是红姐的公司，全民枫叶红金融投资公司。不过实际上根本不投资，只放贷。一进门又是2个拿着铁棍的壮汉。你找谁？壮汉冷冷地看着韩哲。找红姐。韩哲回答。红姐？红姐也是你能见的？2个壮汉很不屑。你就告诉红姐，老板来了。韩哲说。老板？2个壮汉脸色瞬间变了。你就是新的老板？韩哲点点头。快去叫红姐。其中一个壮汉直接跑上了楼，几分钟后他就又跑了下来。老板，上面请。韩哲上了楼梯，2楼一进门就见到一个双手揣在外套口袋里的女人，后面则站着一排壮硕打手。女人30多岁，涂着正红色口红，染着暗红色的头发，笑傲文学。外套是红色长款的，皮靴也是酒红色，但丝袜是黑色，看着就不好惹，但总有种难以驯服的特殊魅力。你就是韩老板？红姐看着韩哲说道。韩哲点点头。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富2代？红姐撇撇嘴道。富1代。
韩哲回答。红姐睁大了眼睛，富一代，光买我公司的钱都得你连中1个月的彩票了吧？哪赚的这么多钱？做点医疗生意。韩哲说，你个做医疗生意的，怎么突然花这么多钱买我们一个信贷公司？红姐倒是不怎么客气地问着。随手买的，买来玩玩。韩哲说，这话其实没有说错。虽然买下这家公司已经耗费了韩哲大部分的银行余额，但是以韩哲的赚钱能力来说，这还真相当于随手买来玩玩的。随手买的？全场的人睁大了眼睛，尤其是红姐。她知道韩哲买这家公司开了多少钱，这个价格，随手还就玩玩，这得多有钱啊！她说不出话来了，被韩哲的几个字组成的一句话彻底击溃了气势。韩哲倒是先一步开口了，你们除了放贷还有什么业务吗？红姐顿了顿，说道，我们还有广告业。广告业？你们还拍广告？韩哲奇怪，不是，是我。红姐指了指自己，你？没错，我在这城东一片很有名，所以这边很多产业搬出我的名字，能方便很多，我们也能收点挂名费。红姐笑笑，再尝试把面子和气势夺回来。哦，这么个广告业，就再没了？没了，放贷这么赚，谁还干别的呀？红姐笑笑，后面的打手也跟着大笑。也对，你们借19万5得还70万，什么行业也没你们能赚。韩哲点点头，瞧您说的，一般赚吧。红姐谦虚了一下，但是我有个问题，红姐，你能不能解答一下？韩哲又说道。韩老板您说，你们这么干，不怕生孩子没屁眼吗？韩哲问道。红姐脸上的微笑瞬间凝固了，背后诸多打手的脸也抽搐了一下。怎么跟我们红姐说话呢？一个壮汉打手站出来怒道，我警告你，我们给你干活是给你面子，没我们红姐，我们谁给你干活啊？另一个壮汉打手怒道，就是劝你收回这句话。又一个壮汉说。韩哲一下犯了众怒，但是韩哲脸上却毫无波澜。对这些低级别的打手，就算有战斗技能也不会有多强，韩哲还真不怕。够了！红姐一声大喝，全场瞬间寂静。不准你们对我的老板这么不尊重！红姐继续呵斥道，你知道老板一口气给了我们公司几年赚的钱吗？全场立刻就都蔫了，都不愁钱了，谁还做放高利贷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啊？去敬老院慰问老人都行啊！红姐说。众人听了纷纷点了点头。接着红姐向韩哲直接道，老板，您说吧，您以后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听您的。红姐没了之前的架子，有的只是单纯的献媚。韩哲心里倒是觉得这个红姐突然之间很有趣了，不讲原则，不讲面子，只讲钱。等等，这也不对啊，他要是真的为了钱连脸都不要，怎么会有这么多打手死心塌地跟他，还成为这城东区的标杆级人物？哦，韩哲立刻就想明白了，还是因为自己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其实对于韩哲来讲，有批小弟也是好的，毕竟办很多事不用自己再亲自跑一趟了，以后或许还有更多的用处。不过这批小弟在这里肆无忌惮的放高利贷，对韩哲来说始终是个隐患，所以韩哲还是给红姐叫停了高利贷业务。可以放贷赚钱，但利息不能太高，而且没有韩哲的命令，禁止伤人、抢物、莫奈，违者暴打一顿，然后开除。众人虽然都有意见，但是红姐点头跟捣蒜一样全答应了，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吩咐完这些，韩哲就回东川市了。韩哲还要做一件事，就是退学。韩哲觉得现在学校能教自己的其实已经很有限了，而霓虹笑脸游戏本身就是个完全不讲道理的游戏，在学校学再多，去了大概率还是要傻眼，而且去上学还很费时间。以韩哲的财力，真要多学一些本领，不如直接花大价钱找个老师1对1的学。至于之前秦老师的话，韩哲也考虑过。韩哲之前也确实可以说得上是勇往直前，但是一场难度式的噩梦游戏下来，9死1生，要不是外星姐姐对腐肉哥哥爱的深沉，韩哲或许真的就要死在那里。韩哲不觉得自己下一次还会这么幸运了，再加上之前一无所有，可以破罐子破摔，而现在自己都可以冲击全市富豪排名了，万一钱都还没捂热就进游戏里挂掉，实在是太亏了。所以韩哲短时间里也没有进游戏的打算。秦老师的话暂时搁置吧。东川市规则学校门前，一辆普通厢式货车停在门前。韩哲下了车，一个纹着小猪佩奇的壮汉也跟着从韩哲车上下来。这是野猪，红姐公司的一员，被韩哲叫过来跑腿兼保镖。原本他身上纹的是只凶恶的野猪，看着就威风凛凛，但是被韩哲要求改纹成了小猪佩奇，立马气势就弱了，气质一下从凶恶打手变成小学体育老师。不过这样也好，方便韩哲低调行事。而且这家伙有个特别的技能，叫搬砖皇帝，可以同时搬着很多东西不掉，让他帮忙提东西再合适不过。叫野猪佩奇的壮汉开始提着车后座的东西。韩哲想着以后基本上不会再来了，给各个老师同学送点道别礼物。礼物太多，他自己的随身腰包都快装满了，也只能开个货车来了。而且今天是星期一，班长那家伙大概率会来。韩哲看了眼远处自己的宿舍楼，那个区的房间已经盖回来了，外墙还全部粉刷了一遍，显得新补的房间不是那么突兀。此时刚刚下课，韩哲往学校里走，不少学生从里面出来，大老远就看到人群中的一张吴彦祖的脸。韩哲走过去，果然看着这个吴彦祖左手右手挽着2个女生。嘿，韩哲跟他打招呼。这个吴彦祖看到韩哲，
眼里瞬间有了光。韩哲，你可是回来了，校领导都找你找疯了。没错，这个吴彦祖正是韩哲随手整了容的班长。找我干嘛？好像是因为你从10级游戏里赢下来的事。哦，那我去跟他们说说。等等，班长松开两边的女生。什么？接着班长把韩哲拉到墙角，小声道：不是，兄弟，你先告诉我，你这是啥技能啊？怎么给我整成吴彦祖了？换脸啊，给你张帅脸，不满意吗？泡妞不方便吗？可是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让我梦了好多天。路上天天有人盯着我看，还问我要签名。哦，那不是想给你惊喜？不是，那你能不能给我再改改？这个也太高仿了，我怕吴彦祖给我寄律师函。可以，我现在就给你改。韩哲重新发动了技能，这次是在吴彦祖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些，和吴彦祖只剩神似了，但是也很帅。怎么样？改成什么了？班长问道。反正够你泡妞，而且不会引来麻烦了。笑傲文学，谢谢兄弟，兄弟大恩，没齿难忘。班长激动的快跪下了。拿着。韩哲拿出一张银行卡。这是？班长一愣。我以后可能不会经常来了，这是给你的零花钱，密码3个10。零花钱？你发财了？班长一愣。怎么赚的？赚了多少？有1万没？反正很多。韩哲不置可否。那多谢义父了。班长说着，指了指旁边的2个女生，我这还有约，先跟义父失陪一下。去吧。看着班长转身离开，韩哲也觉得一阵有意思。他此前一直以为班长天天待在宿舍里研究公式，是因为自己技能的执念和对学术的热爱。现在看来，主要是因为班长又丑又穷，还没实用技能，出去也没妹子会应约。走吧，野猪。韩哲对门口抱着一大堆东西的等候半天野猪说道。教师办公室。韩哲敲了敲门，进了办公室。全办公室的老师瞬间看向韩哲，凝视片刻。是班主任说话了。韩哲，你这些天去哪里了？这个班主任基本不怎么管班里的事，所以韩哲跟他也不是很熟。去赚了些钱。韩哲回答。你真的经历了难度10的游戏，还赢下来了？案例分析课的胡老师问道。对，千真万确。韩哲点点头。那快跟我们讲讲，你的难度10的游戏具体是什么内容？案例分析课的胡老师激动道。全办公室的老师都凑了过来，眼神里紧接着带着些许狂热。遇到难度10的游戏太稀罕了，难度10还能赢下来的，太稀罕了。韩哲倒是不避讳，直接简略地讲了一遍自己这次的经历，听得众老师眉头直皱。这么凶险的游戏不愧是难度10。教逻辑分析课的刘老师惊叹道。这也能赢下来，比我强多了。案例分析课的胡老师也是惊叹。班主任也是直接拿起旁边的电话，赶紧打了个电话。喂，校长，韩哲回来了。对，没错，这小家伙真的从10级游戏里面赢下来了。班主任放下听筒，片刻之后，校长就小跑着从楼上下来了。韩哲也有些意外，本以为自己就是和老师交流一下经验，结果没想到校长都赶紧过来了。校长一进门，先是跟韩哲打了个招呼，然后校长开门见山，满脸欣喜道：韩哲，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保送名额，我们现在决定给你。保送？保送到哪啊？韩哲不太明白。当然是联合规则学院了呀。班主任抢先说道。联合规则学院？韩哲倒是知道这个，听说是你红笑脸过后，很多个部门单位合办的顶级学府，但是具体什么情况，韩哲也了解不多，只知道很难进。为什么突然选我去啊？韩哲奇怪道。这么多人的学校，名额只有唯一的一个，这能落到韩哲头上，让韩哲很是意外。班主任抢先回答。因为联合规则学院保送的学生有硬性要求，要么学生有 B 级以上的技能，要么这个学生有特别有意义的实用技能，要么……班主任说到一半，顿了顿，看向韩哲，要么就像你一样，是10级难度游戏出来的优胜者。众老师也看向韩哲，点了点头。韩哲彻底是听明白了，但他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我不去。是啊，自己都准备退学了，还升什么学？进更高级的学府，多学点霓虹笑脸的规则，对韩哲来说实在是没什么诱惑力。毕竟真想学，他自己都能雇最好的老师，还没人在头上管自己。而且现在有钱在外面，多自由多舒服，脑袋坏了才去上学找不痛快。所以韩哲拒绝。众老师目瞪口呆，这种好机会，多少同学抢破头，你怎么还拒绝？班主任说。对啊，你是不知道联合规则学院有多难进。校长跺了跺脚说道。我们学校3年才有一个名额。韩哲摇了摇头，实话跟各位老师说了吧，我靠新的技能赚了不少钱，今天来其实就是打算退学的。退学？众老师更是一惊。对，所以这个更高级的学习机会还是让给其他同学吧，我就不用了。韩哲继续说。老师们面面相觑，一直在旁听的技能学秦老师终于开口了。小哲呀，先别急着做决定。秦老师是韩哲这些老师里尊重的一个，他说话，韩哲只在旁边点头。接着秦老师又继续说。小哲，你是不是觉得联合规则学院只是高级一点的规则学校，只是教的课程比我们高级，老师比我们高级？秦老师说的话正是韩哲心所想的，但是直接承认有点伤面子。韩哲只能稍微的点了点头。错了，更高程度的学习只是去联合规则学院意义的一方面，还是最不重要的一方面。啊？
韩哲一愣，秦老师继续说，去联合规则学院最重要的意义是圈子。圈子？对，那里的人都是全国顶级技能的拥有者，是将来的社会上层精英，你能进入他们的圈子，他们的技能随便给你些帮助，就是外面花很多钱都不好买到。你现在可能是有钱，但是到了一定程度，钱就不重要了，优秀的技能效果才会是比钱更硬的硬通货。秦老师看着韩哲，缓缓道，这话其实也很有道理。韩哲也有些感触，这几天他已经发现，技能换钱很重要，但是钱能换技能的效果就不容易了。有好技能的人，哪个会缺钱？他的换脸技能炒作一下，随随便便就一单上千万。但是那些出价几千万的人，想用钱换个脸，还是可遇不可求。就算本市出了个韩哲，也得排队到几个月后。对于现在韩哲来说，开再高的价，韩哲可能都不会让他插队。但是如果有人说自己的技能能让韩哲技能的冷却时间减半，韩哲一定愿意立刻跟他交换。好的技能效果确实比钱更值钱，也更有效。韩哲动摇了。秦老师看着韩哲继续说，而且联合规则学院还有一个功能。什么？科研？科研？对，关于霓虹笑脸月亮的研究也是联合规则学院负责。他们一定知道不少关于霓虹笑脸的机密信息，你只有去了才能知道。机密信息不太能公开。韩哲再次陷入思考，关于霓虹笑脸的月亮的事，你说韩哲不好奇，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好奇就去，是不是有点？在韩哲思考的时候，秦老师凑近在韩哲的耳边，小声补充了最后一句，拥有顶级技能，还拥有霓虹笑脸的情报，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就是将来人类社会的掌舵人。韩哲睁大了眼睛，于个人利益，于个人感情，于未来发展，去联合规则学院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又不是不能退学，大不了退学了浪费个名额，回来给学校捐个教学楼表示一下歉意。韩哲点了点头，各位老师，我想明白了，我愿意去联合规则学院学习。校长紧皱的眉头瞬间舒缓了。好，你明天再来一趟，签文件。韩哲答应。之后，韩哲叫来了门外等候的野猪，把给老师和同学的赠礼给了他们。这些礼物都是韩哲特别咨询过的奢侈品，本身就值钱，卖出去也好换钱，算是货真价实的答谢了。第二天，韩哲如约来到老师办公室签文件，校长也在这里等着了。他取出几份文件让韩哲签署。韩哲看了看，这其实就是各个人志愿书，签了代表韩哲愿意进入联合规则学院，也就是个形式。韩哲随便看过，提笔就打算签。咚！背后办公室的门瞬间被撞开，韩哲和老师们就是一惊。门口是一个和韩哲年龄差不多的青年，怒目圆睁。这人韩哲也算认识，是尖子一般的班长罗天，也是现在全校仅有的一个 B 级技能拥有者，是名副其实的全校第一尖子生里面的最尖子生。据说他爹还是教导主任。罗天啊，怎么了？校长和颜悦色道。校长，我听说这次保送名额给了韩哲同学，有这事吗？罗天冷冷道。校长也是友善笑笑，呵，是啊，我们校领导的认真考虑，决定保送韩哲同学去联合规则学院进修。凭什么？我不服！罗天大喊一声。罗天，你先冷静一下，尖子一般的班主任安抚道。冷静不了。罗天又是一声大喝。今天各位校领导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你要什么交代啊？说说。校长脸上的笑容淡去了。说说，明明保送生的条件是 B 级技能或者10级难度游戏胜利，我和他都满足条件，凭什么选他不选我？罗天连声质问。这，校长一时语塞。罗天继续问道，校长，保送名额的人选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是联合学院有统一的选择原则，对吗？校长点点头，这倒没错。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原则是学生的技能对联合学院的研究工作有实际帮助，就能获得优先保送名额，如果没有，可选择战斗能力高的学生，对吗？对。那么请问韩哲同学有什么技能可以帮助联合学院的研究工作呢？靠他的整容技能给科研人员整容吗？罗天又是一声质问。韩哲听了皱了皱眉，这个罗天他爹应该连韩哲的换脸技能都告诉他了。校长被问住了。校长，虽然我也没有能给科研工作提供帮助的技能，所以这第一点我和韩哲扯平，但是按照第二原则，我的战斗能力远强于韩哲，那这保送名额怎么也应该选我。对啊，校长，没有方便科研的技能，也只能选战斗能力强的学生了。教导主任从门外直接进来，直接插嘴道。这，校长看着韩哲皱了皱眉。没错，联合规则学院选保送生的第二原则就是优先战斗能力强的学生，这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霓虹笑脸游戏，大部分的霓虹笑脸游戏还是有战斗环节，战斗能力强的学生生存率和获胜率会高不少。没有一个学校希望进来的学生刚学2天死在霓虹游戏里，白保送。所以有了这个第二原则，让学生的死亡率低一些。这样一来，严格按照原则，选罗天道也说得过去。校长很是为难。等等，谁说你比我战斗能力强？韩哲突然开口道。这话一出，罗天先是一愣，接着他用近乎嘲笑的语气道，我可是 B 级战斗技能，而你的战斗技能只有1个D级，还不一定能触发，你还能比我强不成？显然
他爹教导主任已经把韩哲所有的技能都告诉这个罗天了。韩哲摇了摇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说比我强，光凭比技能级别不行，你得真的赢过我。罗天听了，又是一个愣神，接着他近乎大笑道：“我没听错吧？你想跟我比一场？”哈哈哈！好，韩哲同学，你真的有勇气，让我刮目相看。罗天一拍大腿，大笑着：“那我就跟你比一场，我输了，保送名额给你，我绝不会再有任何意见。不过如果你输了，我输了保送名额给你就行了。”韩哲淡淡说。韩哲刚说完，胳膊就被班主任捏了一下。他在韩哲耳边小声说：“小哲，你疯了？罗天可是 B 级战斗技能，校长都可能打不过他。”没事的，老师。韩哲从容回答。好，有勇气，不愧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认可你们的赌约，不知道校长怎么看？教导主任转头看向校长，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校长也没什么办法了。他点点头，既然你们两个已经说好，那我只能支持了。小王，去开放战斗场。各位同学注意，3班的韩哲同学对1班罗天同学的保送资格有异议，发起了挑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现在前往战斗场观看这场战斗。重复，各位同学注意，3班的韩哲同学即将在战斗场挑战1班罗天同学。学校的广播传来教导主任的声音。韩哲听着阵阵不爽，明明保送资格是给自己的，到教导主任这里成了自己抢罗天的了，真会措辞。整个学校也瞬间炸了锅。全校原本2个 B 级技能，沈然儿和罗天，后来沈然儿出事，罗天就是唯一的 B 级技能。罗天就是名副其实的全校第一人。这个韩哲听说只是个面子班的学生，唯一拿得出手的战斗技能就是个 D 级。他吃了什么豹子，胆敢挑战罗天啊？在上课的学生尽数涌向战斗场。校奥文学，大家都想看看这个韩哲究竟会怎么做。当然，也有懒得去的，尤其是尖子班1班的同学，半个班都没有动。他们深知罗天的强大，似乎也知道了这场对决的结果。不用去，那个韩哲根本撑不过1分钟，没看头。1班的副班长撇了撇嘴。要是2班的发起挑战我，还能期待爆个冷门，结果是面子班3班的，这一点悬念都没有。一个1班的女生也摇了摇头。是啊，希望罗班长别把他打死了，不然又惹一堆麻烦。1班的又一个同学随口说道。战斗场，这是学校造价最高的一座建筑，整座建筑深埋在几十米深的地下，四周墙面用最好的混凝土浇筑，内嵌40公分厚的钢板。据说小型核武器在战斗场里爆炸，都能保护学校幸免于难。战斗场中央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战斗区，四周是能容纳几万人的看台。看台和中间的战斗区由特制的钢化玻璃隔开，毕竟有些人的技能不长眼，什么大爆炸、失控的召唤兽都是常有的事。这么设计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现在很多学生已经坐到了看台上，全场人声鼎沸。看台的对面还有一个广播室，此时全校的大部分老师就在这个广播室里看着战斗区域。战斗区域的东南西北4面则有一间由结实材料打造的安全屋。战斗开始后，这4间屋子会保持开放状态。安全屋内有一个开关，按下开关，钢制的大门就会快速落下，保证屋子里人的安全。任何时候，决斗的参与者都可以逃进安全屋保全性命。但是进入安全屋也就代表了认输。战斗区域的2侧的门打开，罗天和韩哲分别从2侧的入口进入战斗区域。广播室里，教导主任开始喊话：“2位同学注意，这场决斗即将开始，友谊第一，决斗第二。希望2位同学能够点到为止，不要为对方产生过于严重的伤害。比赛可以使用任何武器，但是不能使用暗器。另外，战斗场4面都有安全屋，一旦出现失控情况，2位同学都可以进入安全屋，按下按钮获得保护。生命很重要，虽然进入安全屋视为认输，但是可以保全性命。请2位同学必要时不要犹豫。决斗在3分钟后开始，请同学们做好热身，防止拉伤。罗天加油！”观众席上，许多罗天的迷妹发出阵阵喝彩。虽然罗天不算帅的特别惊人，但是也还不错了。再加上他的能力超群，做事高调，在学校里还是有不少女人比较迷恋这个罗天。不过给韩哲喝彩的人也不少，有男有女，有些是早就看不惯尖子班的人，在学校各种嚣张，希望韩哲能好好教训一下；有些则是为韩哲的勇气所折服的。当然，也有一些女生是单纯欣赏韩哲帅气的外表。此时，韩哲和罗天都站在战斗区域，冷冷地盯着对方。盯准4个安全屋的位置了吗？一会你用得到。罗天看着韩哲，嘲笑道：“希望吧。”韩哲淡定说：“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这家伙还是会很嚣张，毕竟是全校第一的优等生。不过，优等生是吧？全校第一是吧？我韩哲今天揍的就是优等生。”韩哲从腰包里取出了卡牌战斗系统，戴在了胳膊上。“你那是什么？”罗天问道。“我的趁手武器。”韩哲直接回答。“是暗器，那是违规的。”罗天笑道。“当然不是，一会你就知道了。”韩哲回答。“好，我拭目以待。”“你就看着吧。”韩哲随口应付着。倒计时开始，10、9。韩哲，我罗天不是不讲同学情面的人，你一会认输喊大声点，我听到自然会收手。”罗天喊道。“我也是，不过我听力比你好点。”
韩哲回应：3、2、1，决斗开始。罗天没有任何犹豫，他直接附身，双手一拍地面，咚！一个巨大的盔甲战士突然出现在了场上。这个战士有5米高，浑身被黑色钢铁重甲包裹，双手是2面很大的长方形盾牌。战士出现的瞬间，就将2扇大盾牌并在身前，2面大盾牌合成一扇超级大盾牌，将盔甲战士和罗天都护在身后。这就是罗天的 B 级技能——巨人战士召唤。他可以召唤3个不同的巨人战士替他作战，每个都有5米多高。他现在召唤的这个就是盾战士，拥有极强的防御能力，普通火炮都能扛几发。不过他上来就召唤防御用的盾战士，肯定是想看看韩哲的招数，证明他还是谨慎的，没有被自负冲昏了头脑。哪想韩哲根本没出招，就是站在对面。我说你不召唤个攻击类的战士，先手打我一套吗？韩哲冲盾战士背后的罗天喊话。哼，这么多同学兴冲冲跑过来看我俩对决，我还要打先手，5秒解决战斗，那他们还有什么看的？罗天冷笑道：你出招吧，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好，那你看好嘞。韩哲伸手摸向卡牌战斗系统牌仓，从里面抽出一张卡片。这几天他也试过几次这个系统，出过雷电术、骷髅召唤术之类的法术卡，这些法术威力应该够用。韩哲自信地看了看手中的卡片，尊敬老人，法术卡，效果为你的对手召唤2个11的瞎眼老头。啥？给对手召唤瞎眼老头？这攻击力怎么还是负数？韩哲皱了皱眉，快出招啊，磨蹭什么呢？怕了。对面躲在盾战士后面的罗天喊道。怕什么怕？接招！韩哲把卡丢了出去，管他什么怪法术，用了再说。尊敬老人，发动！啪啪！盾战士的背后，也是罗天的2侧，突然出现了2个拿着拐棍、穿唐装戴墨镜的瞎子老头。这是什么怪招？罗天傻眼了，全场的观众也傻眼了。接着就听到2个瞎眼老头颤颤巍巍地说：罗天大人，你放心，我俩这就替你收拾对面那混小子。说着，2个瞎眼老头就挥舞着拐棍往前冲。啪嗒啪嗒，2个瞎眼老头完全看不见，拐棍就甩在了罗天的脸上。韩哲立刻就明白，这俩老头攻击力为什么是负数了。我打到什么了？一个瞎眼老头说。我们好像打到罗天大人了。一个瞎眼老头说。啊，那对不起啊，罗天大人。2个瞎眼老头继续挥舞着拐棍向韩哲发动进攻。不过因为眼下他俩连方向都没找对，就是在向着空气全力冲锋。这什么啊？这是！全场一阵哄笑。韩哲，你召唤的这2个是什么啊？罗天不爽道。2个瞎眼老头的一番操作，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这让罗天有些来火。他也不管这俩老头究竟是什么了，直接下令：盾战士，给我把这俩老头干掉！盾战士得令，直接转身，手中的大盾牌对着2个瞎眼老头直接一个横扫。这一记横扫像一辆撞过来的大卡车，2个瞎眼老头直接被打飞，他们重重撞在了战斗区域周围的玻璃上，然后瞬间消散。秒杀！全场一阵惊呼。罗天看着2个老头直接被秒杀，反而越发恼怒，居然真的就是2个盲人老头，这也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他立刻看向盾战士，盾战士准备攻击。得令！盾战士收到命令，开始向着韩哲前进。此时另一边的韩哲却根本不慌，因为这个盾战士身体巨大，动作缓慢，光凭他打韩哲完全就是立时捉赢。韩哲轻轻松松就能躲开，与之周旋。而且韩哲也已经抽出了另外一张卡片。韩哲看了看上面的文字：亡灵控制魔法卡效果，从对方目的区域随机召唤1名角色到我方场上。韩哲看着愣了愣神，对方的目的区域，哥这玩游戏王呢？对手哪有目的区域啊？这卡不就是废卡了吗？韩哲皱了皱眉，算了，赶紧用了，没效果就用下一张。接招！韩哲大喊一声，把亡灵召唤卡丢了过去。盾战士小心一点！对面的罗天见韩哲出招，立刻下指令。刚向前冲2步的盾战士立刻停下，将盾牌护在身前。韩哲的卡片丢在了盾战士面前不远处，落地就消失了，然后没有任何动静。罗天和盾战士都等了片刻，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全场瞬间阵阵嘲笑。什么啊？这就是全校第一？这么怂？对面随便丢个东西就被吓到了。菜呀！要不直接认输算了。罗天听着全场的喝倒彩，五官也在抽搐。韩哲，你半天一点像样的招都拿不出来，不会是没有真本事吧？罗天冲韩哲喊道。此时的韩哲已经抽出了第3张卡，其实他也很失望，这张卡明明落地消失了，证明生效了，但是却一点效果都没有。看样子是因为对手没有目的区域，所以不能生效。韩哲只能再看手上抽的第3张卡，但当他看到第3张卡片时，他脸上出现了笑容。来吧，罗家祖坟！轰！祖坟的一个坟包突然一声爆炸，泥土飞溅。正在不远处巡逻的墓地管理员听到了声响，向这里看过来，刚好看到这一幕。只见烟尘四起，一个老旧的棺材板从墓中直接飞出，落在地上。他整个人都看傻了。东川市规则学校决斗场，现在教导主任看着决斗场里的情况，眉头微皱起。蠢儿子，
这个韩哲，一个只有地级战斗技能的小角色，直接召唤个攻击型战士，一下干掉不就行了吗？秒杀才能体现差距，才能最大限度的堵住全校师生的嘴。非要这么谨慎干嘛？还让对面疯狂侮辱，真丢人！滴咚滴咚滴咚，教导主任的手机响了，他随手接起电话。喂，什么事？电话那头的人很着急。喂，是罗先生吗？我是东川公墓的管理员。公墓管理员？我们目前没有墓地需求，谢谢。教导主任有些不悦。我不是推销墓地的，我是想告诉您一个很不幸的消息。什么？令尊的墓地刚刚突然爆炸了？什么？教导主任瞬间一惊。此时战斗区域的事情发展也正如韩哲所想，迟钝的盾战士到韩哲面前，挥舞着大盾往韩哲身上砸。他刚一抬起盾牌，韩哲就已经跳走了。咚！一盾牌砸了个空，韩哲都已经到盾战士身后去了。盾战士在转身寻找韩哲，很是费劲，在场观众也看得费劲。这其实也不是罗天放水，召唤一个战士对他体力的消耗都是巨大的，他的极限也只能同时召唤2个战士。在不知道对手招数之前，召唤个防御型战士最为稳妥。但是现在看来，盾战士根本打不到灵巧的韩哲，看样子只能再召唤一个攻击性战士。这一次一击决定胜负。咚！罗天还没开始召唤，在韩哲背后的入口大门被瞬间撞开。韩哲和罗天同时一愣，韩哲也是转身向后看去，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一个穿着破旧寿衣、浑身灰尘泥土的骷髅出现在门口，全场瞬间惊呆了。反应过来的很多女生发出阵阵尖叫，有些胆子小的也已经逃出了看台区域。广播室里，几个老师赶紧给保安室打了电话，教导主任也赶紧喊话：罗天、韩哲2位同学注意，现在有突发情况，决斗暂时终止，你们可以暂时进入安全屋躲避，等待情况解除。罗天和韩哲都是眉头一皱。就在这时，骷髅一步踏进了战斗场，他指着韩哲朝全场喊话道：不用终止对决，我是这位先生的召唤物。召唤物？广播室里几个校领导又是一愣，笑傲小说，意思是韩哲还有召唤亡灵的技能吗？教导主任便冲着韩哲喊话确认：韩哲，这是你的召唤物吗？是吗？韩哲也不太清楚，他看向那个骷髅，骷髅冲韩哲点了点头：是你用的亡灵召唤吧？骷髅说出亡灵召唤4个字，韩哲就明白了，那这还真是自己的召唤物。于是韩哲冲广播室点头喊话回应：对，这是我的召唤物。原来是召唤物啊！众校领导松了口气。那么既然是召唤物，那就没有问题了，你们的决斗继续。教导主任喊道。全场也冷静下来了，很多跑到门口的女生又坐了回来。这个韩哲还能召唤骷髅？召唤就召唤，还从门进来，吓老娘一跳。好恶心的召唤术啊！这个骷髅看着不太结实，能打过盾战士吗？全场七嘴八舌，但是罗天的表情却不太好看。他沉思了片刻，朝着韩哲说道：你的召唤物说话的声音有点特别。特别？很特别吗？韩哲看向身后的骷髅，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很不舒服，所以我会先干掉你的召唤物。罗天说着准备给盾战士下指令。很像你爷爷对吧？骷髅对着罗天说道。罗天一个机灵，你……罗天一下说不出话来了。接着骷髅用带笑的声音对着罗天说了一句：乖孙，我就是你爷爷。这个召唤物还会嘲讽啊！不明真相的全场众人阵阵哄笑。听到骷髅说的话，广播室里的教导主任瞬间傻了。他刚才也觉得骷髅的声音耳熟，但是没敢往那方面想。但是现在骷髅亲口承认，再加上刚刚公墓管理员打来的电话，还有骷髅身上的那件熟悉的寿衣，教导主任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几乎要疯了，完全不顾教导主任的形象，朝着话筒里嚎叫 ：CN！ 爷爷，你真的太狠了，我真的不留情面了！罗天在盾战士后面喊：留什么情面？战场无爷孙！爷爷今天要给你好好上一课，什么叫优势火力！骷髅说着，第2炮也装好了。轰！又是一炮打在盾战士的盾牌上，盾战士摇晃得更加明显，盾牌也多处碎裂，盾牌连盾战士的身体都快遮不住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盾战士扛不住几炮了。盾战士后的罗天深吸一口气，就是这个开炮间隙。弓战士出来！咚！盾战士的身旁，一个身材瘦高、穿着相对简约的白甲的战士，看着有6-7米高，但是依然全是被盔甲包裹，看不到脸。弓战士对准后面那个穿寿衣的，放箭！罗天下了命令。得令，弓战士直接拉弓，一支金色的箭矢出现在弓上，先打那个拿弓的。骷髅罗爷爷看见弓战士，也连忙喊道。骷髅士兵连忙抬枪，骷髅炮兵连忙调转炮口，但是太晚了。弓战士拉弓射箭的速度极快，金色的箭矢直接飞出，瞬息之间，金色箭矢贯穿了罗天爷爷的骷髅的胸膛。好孙子，你可真是个孙子！骷髅倒在了地上，众多骷髅士兵瞬间崩解，像是沙粒一样散在了地上，悠悠的绿色火焰也快速熄灭，身体、武器最后都化成了灰烬。爷爷，罗天走出盾战士的身后，看着地上的骷髅。爷爷没事，爷爷先回那边，日后再见，乖孙。骷髅朝罗天挥了挥手，也开始逐渐化为灰烬。罗天看着爷爷消失，转头看向韩哲。韩哲，
你这次真的把我惹火了，我不会轻饶你的。罗天恶狠狠地说。他背后，宫战士也已经搭好了弓，对准了韩哲。韩哲看着罗天，没有说话，默默把一张卡片背面朝上，放在了面前的地上。韩哲所有的卡背面都是黑黑的一片，什么都没有。你这是做什么？罗天不解。埋伏一张陷阱卡。韩哲淡定道。埋伏陷阱卡？那是什么？罗天压根没听懂。这你别管。韩哲回答。故弄玄虚。罗天毫不在意，因为他依然有着充足的自信。韩哲，你看到我背后的弓战士了吗？他射箭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威力也惊人，如果对准你，你必死无疑。所以，韩哲说，所以你现在认输，为刚刚的事替我磕头道歉，我罗天大人大量，就放过你。你虽然面子不好看，但也能保住性命。罗天盯着韩哲说，你废话怎么这么多？赶紧放箭吧。韩哲不耐烦道。韩哲的态度让罗天一阵意外，不知死活的家伙。罗天摇了摇头，然后他看向身旁的弓战士。冲锋战士点了点头。此时此刻，广播室里，韩哲的班主任焦急道，校长，弓战士的一弓击中，普通人必死无疑，这样下去要出人命，要不叫停吧？校长点了点头。罗天同学情绪确实有点失控，可能把握不住分寸，可以叫停。教导主任则是抢着打断道，各位老师，这个韩哲他是个成年人了，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到这步了他还不认输，肯定是还有手段，我们还是不要打断他，可能他不知道弓战士的恐怖呢。韩哲班主任说道。怎么可能？全校谁不知道罗天同学的技能？韩哲他一定有他的办法。教导主任说。也是，那就先不打断他吧。校长点了点头。可是校长，不用劝了，如果韩哲连自己的斤两都掂量不清楚，也没必要去联合规则学院升学了。校长说。对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可能韩哲能给我们很多惊喜呢。教导主任笑笑。韩哲的班主任只能作罢，紧张地看着台上。教导主任也兴奋地看着战斗区域内。韩哲呀韩哲，别怪我害死你，只怪你自己看见弓战士的弓也不知道认输投降。哈哈。罗天下了放箭命令。弓战士得令，立刻对着韩哲放出一箭。韩哲看着金光闪烁。就是现在。陷阱卡发动。地上的那张卡片直接立了起来，上面画着两个圆筒，一个箭头进，一个箭头出。魔法筒。陷阱卡。对手的怪兽攻击时发动，给予这只怪兽它攻击力数值的伤害。和之前的卡片不一样，这一张卡片是有出处的，是游戏王里的一张很有名的卡片。按照游戏王的规则，陷阱卡必须盖付才能发动，所以韩哲必须事先盖付，效果也很强。对付弓战士这种攻击力强防御力弱的 ADC 再合适不过了。只见弓战士的金色箭矢在空中停下，然后飞速返回。弓战士还没来得及反应，金色的箭矢已经贯穿了他的胸膛。咚！弓战士重重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就消失了。作为召唤物，一般被重创不会死，只会暂时消失，一段时间后才能再次召唤。罗天依然看得目眦尽裂，这家伙这到底用的是什么招？韩哲看着弓战士消失，笑道：我记得罗同学，你的极限就是召唤两个战士吧？这句话像道鞭子抽在了罗天的心上。没错，他的体力确实只能召唤两个战士，现在他的体力已经所剩无几，想站稳都费劲。他现在只剩一个受了伤的盾战士，这个盾战士本身就行动迟缓，打不到韩哲，现在更打不到了。换言之，他现在已经拿韩哲没有办法了。喂，你怎么不回话？是不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韩哲朝罗天喊道。罗天更加窝火，他想到韩哲这半天的招式，每个都是嘲讽力大于攻击力，要输给他，他绝不甘心。不行，我还没有输。罗天从兜里取出一个白布包着的药丸，握在手里。这是秘药印度神丸，吃了它可以大幅提升体力，一次可以变2次，2次可以变3次。不过作为透支身体，代价是事后严重损伤身体健康，得虚弱很久，多吃几次甚至影响寿命。但无论如何，自己都还能召唤一次战士，或许就能终结这场比赛。罗天从盾战士身旁看了看前面，韩哲面前盖付的那张陷阱卡已经消失了。韩哲，你的陷阱卡已经用掉了吧？这次你赢不了。罗天看了演场上的观众，装作打了个哈欠，趁机将药丸塞进嘴里。另一边的韩哲也在思考着，这个罗天没体力了，应该不能再发起进攻，但以这家伙的尿性来看，肯定不会轻易认输。自己怎么才能绕过面前的盾战士，打到这小子？咚！韩哲正在思考着，又是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盾战士旁边。这次是蓝色的盔甲，体格和弓战士差不多，都是瘦高型，不过手中拿着一把长柄战斧。韩哲睁大了眼睛，这是斧战士？这家伙最多不就2次吗？怎么还能召唤？韩哲，别嘚瑟，先吃我斧战士级斧子。罗天在盾战士身后大笑道：你怎么还能召唤？开挂了吧？韩哲说道：我怎么不能召唤？2次上线是1年前的老黄历了，我就不能进步吗？罗天笑着冲旁边的斧战士点了点头。斧战士立刻向前冲锋。这次轮到韩哲伤脑筋了。罗天毕竟是全校第一，技能全校都知道，他对罗天的战士都有点了解。斧战士是行动最为迅猛的一个，韩哲躲个盾战士的攻击还行，躲斧战士就是做梦了。
韩哲正在想着对策，辅战士已经杀到了近前，手中的大斧头直直朝着韩哲削过来。韩哲赶紧将手里的卡片丢在地上，道具卡发动，老太太的遮羞布，道具卡产生一个巨大的遮羞花布，持续2分钟，期间不容易被毁坏。如果使用者在里面换裤衩，可以酌情多持续一段时间。砰！一张巨大的大花布出现在韩哲面前，辅战士的斧头直接砍在花布上，花布瞬间变形，但是斧头的力道也瞬间被卸掉，辅战士居然无法继续劈下去。接着花布开始扩大包绕，很快就围成了一个大圆柱形状，上面顶到决斗场的天花板，下面则是将韩哲整个人都包围在了圆柱里。这是什么东西啊？上面还绣着早生贵子，哈哈哈，整个韩哲品味独特哦。观众们阵阵哄笑。罗天生气地看着辅战士，怎么不砍？砍不动，这不很怪，会泄力。辅战士回答，那就多砍几次。罗天气急败坏，明白。辅战士朝着韩哲的遮羞布又砍出几斧子，开始斧子的力道还能被卸掉，但是后面几斧子影响就越来越小了。笑傲文学，又是一斧子，刺耳的布匹撕裂声响起，遮羞布竟然被硬生生拦腰斩断，圆筒形的布匹瞬间没了支撑，掉在了地上，消失。笑傲小说里面的韩哲露了出来，不过如此吗？我还以为有多结实呢。罗天冷笑一声，真厉害。韩哲赞叹一声。让罗天意外的是，此时此刻的韩哲是侧躺在地上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在地上铺了张床单，躺了上去。他现在用胳膊撑着脑袋，淡定地看着罗天，还给罗天竖了个大拇指，直接躺下，太看不起人了。全场也是一片哗然。这个韩哲这么嚣张，这次又有什么招数？罗天窝火是窝火，但是自然能想到韩哲这么嚣张，8成是有准备的。他先看了看韩哲的面前，没有盖付的卡片，没有陷阱卡，没有陷阱卡还这么嚣张，给我砍了他！罗天怒吼道。盾战士点了点头，手中的巨斧朝着韩哲砍了下来。咚！斧子重重地落在了韩哲身旁的地面上。这一斧子居然砍偏了，全场一阵震惊。这能砍偏？这就像足球比赛临门一脚，周围没有还其他人踢偏了。大跌眼镜啊！大哥，我躺着让你砍你都砍不到。韩哲对辅战士说。罗天也气得跺脚，你这都能砍偏？老大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砍偏了，我再来一次。辅战士重新举起大斧子，朝着韩哲的脑袋砍下。咚！结果这一斧又落在了韩哲身旁的地面上，居然又偏了。罗天都看呆了。辅战士，你 TM 演我是吧？罗天看着辅战士骂道。没错，这正是韩哲的躺平床单，躺在上面免疫一切攻击，而且想躺多久都行。另一边，辅战士也很委屈，我真的瞄准他的脑袋砍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落地就偏了。你确定？罗天问道。确定啊。辅战士点点头。罗天没有再呵斥辅战士，他瞬间就明白了，辅战士就算不小心砍偏一斧子，也不会砍偏第二斧，肯定还是韩哲搞的鬼，可能是什么障眼法。他给辅战士下了新的命令，用那招。得令。辅战士收到命令，他的背后盔甲的间隙居然缓缓又伸出一对手臂，这对新生的手臂也各自拿着一柄略小的短斧。韩哲看着也是眉头一皱，什么蟑螂人？接着辅战士的大斧重新朝着韩哲劈过来，当然还是砍偏。紧接着是2把略小的短斧砍过来，依然砍偏，但是又是大斧砍下来，无缝衔接，越来越快，最后跟机关枪似的，韩哲连动作都看不清。笑傲小说，只是每秒都有数把斧子重重砸在韩哲身旁，地面的震颤大部分被床单吸收，但是带起的风压也让韩哲有些睁不开眼睛。场上的观众们也看不清韩哲的身影了，他们有点替韩哲捏把汗。在这样的猛烈攻击下，韩哲能留个全尸吗？几分钟之后，辅战士的动作慢了下来，最后逐渐停下。辅战士面前的地面上已经出现了无数密密麻麻的斧痕，大斧痕加上小斧痕，一层加一层，最后竟然构成了一道环形的深沟。深沟将中间的韩哲围了一圈，但是韩哲和身下的床单依然完好无损，唯一受伤害的可能就是韩哲的发型，已经被斧头掀起的劲风吹了个乱七八糟。辅战士的攻击完全无效，全场再次沸腾。罗天不敢相信，在这样密集的重斧轰击下，居然一斧子都砍不到韩哲，这到底是什么技能效果？无法被攻击吗？不可能，这种无敌技能效果的是 A 级了吧？或者 S 级？他要有 S 级技能，他还保送什么呀？直接踹联合学院的大门，学院的人都得磕头求他进去。难道是那张床单的效果？但究竟是什么效果呀？罗天想不明白。另一边，韩哲其实也不太轻松，他已经感受到了身下的地面已经摇摇欲坠。是的，床单上是无敌的，但是床单下面的地面不是，一会地面崩塌，可能韩哲就会掉下去。不知道把自己裹起来还能不能触发无敌效果。无论如何，注意力已经吸引得够久了，现在结束吧。韩哲取出了游戏机和游戏手柄，这让本就紧张的罗天心中一惊，又有怪招。他立刻全身躲在了盾战士后，只探出了一个脑袋出来。全场也是一波不解跟着一波不解，先是不理解韩哲怎么屁事没有，
然后不理解韩哲怎么游戏机都掏出来了，难道是为了嘲讽吗？边打游戏都能收拾了你罗天？在众目睽睽之下，韩哲简单操作了几下手柄，没有屏幕，韩哲就是在操纵手柄，像是在玩空气。然后韩哲缓缓抬起手，指了指上方，上面有什么？罗天立刻抬起头，紧接着他就看到了一个物体急速接近，咚！一个大木桶重重砸在了罗天头顶，罗天瞬间被砸倒，木桶也瞬间碎裂，里面褐色的液体飞溅。这是什么？全场再次震惊，向上方看去，只见上方在无数的场内探照灯上面的黑暗区域，有一个很大的物体悬浮在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那里了。那究竟是什么？有夜视能力的学生扫视过去，一声惊呼：那是个热气球！热气球！全场更加意外，上面什么时候有了个热气球？另一边，罗天被砸倒在地，神志都有点不清楚了。论身体素质，他虽然还行，但也是在普通人的范畴里。这么高的距离落下一个大水桶砸在脑袋上，属实够呛。辅战士和盾战士没有他能力的支撑，也从场上消失了。不行，我得起来。罗天挣扎着想从地上起来，却怎么都爬不起来。他的眼睛有些模糊，耳朵也听不清楚，鼻子也只能闻到阵阵刺鼻的恶臭。不过他依然看到一个人影走近了几步，这个人影正是韩哲。罗天，认输吧，你输了。韩哲说道。输？没有，我不会输。罗天趴在地上，情绪激动。韩哲摇了摇头，又指了指上方。罗天向上看去，直接上面的东西已经缓缓降了些高度，降在了探照灯的灯光下。这是一个热气球，上面画着骷髅头的图案，气球的吊篮里也坐着一个戴着海盗帽的骷髅兵，他手里还抱着一个大桶，随时要丢下来。这是韩哲的 Y-Box 游戏机召唤的游戏角色，是部落冲突里面的气球兵，但因为是盗版的，正版扔的是炸弹，这个气球兵丢的就成了粪桶。不过粪桶倒是比炸弹好用，从那么高的地方丢下来，可以砸得罗天七荤八素，但是不会伤他性命。气球兵是什么时候上去的？自然是韩哲用老太太的遮羞布的时候。那时候遮羞布顶在天花板上，韩哲就趁机召唤出了气球兵，并快速把气球兵升了上去，升到了探照灯照不到黑暗区域。然后全场都被韩哲和辅战士吸引，自然没人能注意到。韩哲再悄悄把气球兵飞到罗天头顶，丢下粪桶，第二发要砸到你，你会死的。韩哲提醒道。此时罗天也看到了头顶气球兵手中呼之欲出的木桶，而他罗天爬都爬不起来了。罗天是不愿意输，但是他也不是傻 X， 他知道自己的命已经掌握在韩哲的手里了，他只剩一条路走了。你赢了，我认输。罗天闭上眼睛，举起了双手，这是认输的手势。广播室里的众老师也是非常震惊。短暂的震惊之后，校长笑了笑，对话筒里宣读了一件事：罗天同学认输，这场决斗韩哲同学胜利。结果宣读：罗天认输了，全校第一的罗天认输了。全场沸腾，欢呼声淹没了整个战斗场，很多同学自发向出口那里涌。韩哲笑笑收回了气球兵和自己的床单，塞进腰包，松了口气。另一边，愤怒的教导主任愤然离开广播室，他对韩哲已经恨之入骨了。他现在要找个借口，先好好收拾一下这个韩哲。什么借口呢？下手没轻重，好像自己儿子罗天更狠一点，侮辱对手。对，这个借口好，明明赛前说好友谊第一，这家伙如此侮辱对手，要好好收拾。教导主任这么想着，向战斗区域走去，他要堵韩哲。罗天倒在地上，聚光灯下韩哲的背影，刺鼻的粪水味道，其他学生的哄笑和欢呼都让他越发清醒。不行，这样下去自己在学校还怎么抬得起头？要成为其他同学的笑柄了。不行，我要保送。全校满足保送条件的只有2个人，只要你韩哲死了，保送名额就只能给我。罗天努力坐起身，从内侧次元口袋里取出了一个馒头大小的印度神丸全家铜板，这是父亲给罗天让他遇到危险时万不得已用的。和印度神丸相比，全家铜板药效更猛，但是副作用也尤其大，残疾都有可能。不过罗天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在大份的味道中，罗天对着印度神丸全家铜板狼吞虎咽，很香甜。不过不是神丸味道的香甜，而是大仇即将得报的香甜。罗天感觉自己全身都是力量，都出来！辅战士、攻战士、盾战士，咚！3个庞大的身影出现在赛场上。韩哲听到动静，回过头，睁大了眼睛。韩哲死！罗天用尽力气得意道。韩哲先是震惊，紧接着也变成了愤怒。如果还在对决里，你下手狠就算了，现在你认输了，不但偷袭，还下杀手，这是你逼我的。韩哲这次真的火了。韩哲拿起一直没用的一张卡片，丢在面前的地上。这张卡他原本可以用，但是一直没有用，现在必须要用了。罗天，看好了。另一边，攻战士搭弓准备放箭，辅战士全力冲锋，盾战士也向前奔跑，提前堵住韩哲能躲的位置。罗天大笑着，3个战士同时出击，韩哲，你躲无可躲。接着就见韩哲丢出的那一张卡片发出耀眼的光芒，伴随着凌厉的一声咆哮，一个巨大的白色身影出现在3个战士面前。
对，是巨大。这3个战士身形只能算庞大，而这个身影只能用巨大来形容。身影出现，掀起阵阵劲风。什么东西？罗天眯着眼睛道。劲风散尽，罗天定睛一看，直接被吓出一身冷汗。面前是一只泛着阵阵银色光芒、长着翅膀的西方白色巨龙，而韩哲此时此刻就骑在巨龙的脖子上。弓战士的金色剑矢打在巨龙银白色的鳞片上，直接被弹开。斧战士到巨龙面前，大斧砍在巨龙身上，连个痕迹都没有。盾战士撞在巨龙身上，巨龙却岿然不动。而场外的观众也是瞬间鸦雀无声。巨龙青色的眼眸带着巨大的威压，深深震撼了他们。罗天，看好了，你和我之间真正的差距。韩哲在巨龙的脖颈上冷冷道。接着巨龙快速上前，龙头一个冲撞，弓战士被瞬间撞飞，重重拍在了远处后面战斗区域的玻璃墙上。玻璃墙被砸出一个蛛网状的洞，弓战士被钉在了上面。然后是巨龙的前爪重重一扫，斧战士也一样飞出，钉在了弓战士的旁边。大斧从空中落下，直接插在了地上。最后是盾战士，韩哲特意把他留在最后处理。巨龙凝视着罗天，他浑身战栗，连忙躲在了盾战士后面。笑傲文学，他自以为的绝对防御，其实不堪一击。巨龙的前爪又是重重一扫，盾战士同样被打飞，这一次直接砸在了后面的进场入口的大门上。钢制的大门也严重变形，砸出一个凹陷。3个战士转瞬之间就被韩哲的巨龙像拍苍蝇一样拍了出去。到你了，罗天。韩哲冷笑一声，巨龙低下头，青色的眼眸凝视着场上孤零零的罗天。此时的罗天已经被吓破胆了，他一脸煞白，完全动弹不得。到你了，罗天。韩哲的声音像是地狱的丧钟，彻底击溃了罗天内心最后的尊严。接着在全场的目光下，罗天双腿微曲，接着他居然直接跪了下来。韩哲，我输了，放过我。罗天有气无力道。你刚刚就已经认输过了，不还是背后下手？韩哲冷冷道。罗天一阵颤抖，接着他直接俯身对着韩哲磕了个头。一个头不够，他还拼命地磕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可怜虫。韩哲摇了摇头，给身下的巨龙轻轻下了个指令。巨龙点点头，伸出前爪放在罗天面前，接着巨龙的指轻轻一弹，罗天就飞了出去，落在后面的地上不省人事。但是没有死，是韩哲放过了他。这倒不是韩哲善良，是因为这是现实世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一个人会带来无尽的麻烦。要是在霓虹笑脸的游戏世界，韩哲会毫不犹豫地动手。而这只龙正是韩哲卡片系统今天抽出来的卡片，青眼白龙，好像是游戏王里非常有名的一张怪兽卡。今天早些时候在办公室的时候被韩哲抽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韩哲有充足的自信，能提出和罗天对决。而人怕出名猪怕壮，原本韩哲想着没必要就不用，用其他弱一些的卡取胜，不会让自己显得那么强，就不会带来很多麻烦。现在不得已啊，罗天，还是你逼的呢。此时教导主任从广播室的小门走过后台通道，然后绕道来到了战斗区域的侧面的工作入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外面突然好几声巨大的震动，不过他并没放在心上。他现在满心都是自己怎么接着教导主任的身份教训一顿这个韩哲。教导主任直接推开门，朝着外面厉声喊道：韩哲，别急着走，我有事要和你说。然后他就呆住了。门外韩哲正骑着一只的巨龙，巨龙身体之大几乎占据战斗区域的1/3。啥事？韩哲和巨龙都看向教导主任，泛着青色光泽的巨龙眼眸死死地盯着教导主任。没事，就是想说你打得漂亮。教导主任笑了笑，谢谢。韩哲点点头，接着教导主任扭头就钻回了门里。怎么回事？这个韩哲怎么骑着这么大一只龙？看错了。教导主任探头又看了一眼，龙还在那里，没看错。这决斗正式结束。韩哲收起了青眼白龙，落到了场上。可惜所有的卡片只能使用一次，而且韩哲之前找机会试验过，抽出后会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内消失，下一次估计就很难见到这只龙了。韩哲来到出入口，钢制大门升起的瞬间，很多学生涌了进来，将韩哲统统围住。韩哲，你召唤巨龙那个是 A 级技能还是 S 级技能？韩哲大哥，收我当小弟吧，我是一般的。韩哲，你用的那些都是什么技能啊？韩哲哥哥，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买了一件超性感的泳衣哦。韩哲对他们没有太多理会，这个解释起来太复杂，一个一个解释，韩哲得累死。当韩哲硬生生从人群中挤出，来到了整个决斗场的出口处，校长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他笑眯眯道：韩哲，现在直接去我的办公室签文件吧。韩哲听了点了点头。2天后，东川市立总医院特护病房，罗天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打着吊瓶，旁边的生命监控机不停地运转着。教导主任走进了病房，罗天略微有些激动：爸，爷爷的遗体，我拿吸尘器把整个赛场的灰烬都吸了一遍，然后放回了祖坟里，只多不少，你就放心吧。那就好，孩子，你放心，爸爸会让那个韩哲血债血偿的。教导主任拍拍罗天的手。罗天摇了摇头，算了吧，爸爸，那家伙很可能有 A 级技能，我们打不过他的。教导主任笑了笑，我知道，所以我雇了人。
罗天依然摇了摇头。顾的人能打过 A 级技能吗？不能。但是可以暗地下手啊。韩哲那小子总不能24小时防备吧？可是爸爸，顾杀手，这能行吗？韩哲现在可是在全校的目光下一个人，你把他杀了，我们脱不了干系啊。谁说顾的是杀手了？那是什么？是特别的人，能力是能强行让别人进霓虹笑脸游戏。那爸爸，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实世界拿他没办法，就让这家伙进游戏里去，有的是人质他。那家伙10级难度都能活下来，这就让他进个游戏能行吗？放心吧，我就不信那家伙走一次狗屎运还能次次走狗屎运。而且啊，他这次进游戏还会受到一些的特别影响呢。教导主任发出阵阵阴冷的笑。韩哲的豪宅，韩哲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看着手上联合规则学院的入院须知。进入学院需要准备下列物品。韩哲逐条读着。第一，需要准备一把趁手的武器，如果不习惯使用武器可以忽略。好怪啊，战争学院是吧？韩哲继续往下读。第二，接着韩哲瞬间眼前一黑，停电了。韩哲一愣，接着韩哲眼前又亮了起来，是一个有点熟悉的大屏幕在韩哲面前亮了。接着屏幕里又出现了韩哲更熟悉的霓虹笑脸的 logo。我尼玛，一个个条目缓缓出现。韩哲是真的妈了，没错，自己又进游戏了，怎么回事？休息时间明明还有11个月，不会强制进游戏，而自己又没点进入游戏，为什么就会进到游戏里了？霓虹笑脸系统抽风了？应该是，但是自己也没地方投诉去，只能硬着头皮参加。条目继续显示，即将开始的游戏参与类型：单人对抗。单人对抗？韩哲一愣，这种游戏类型相对少见。所谓单人对抗，说白了就是单挑。韩哲这次游戏将没有队友，也就只有一个对手。其实这也是韩哲觉得最有竞技性的类型，没有队友，单纯的地靠自己，强就是强，很有挑战性。韩哲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看。然后是本次游戏战斗程度，中等偏低。中等偏低就是有一定战斗，但是不多。韩哲一会选择技能的时候，可以不以战斗技能优先。接下来是游戏内容提示。电视，电视，这是什么怪词条？韩哲有些愣神，这他有点不确定这个词条对应着什么游戏。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一串数字，221，能抽取2个技能，更换2个，游戏结束能保留1个，算是给的技能比较少的游戏了。然后就是抽技能环节，10张卡片，韩哲轻车熟路，随便看向一张，这张卡片自动翻了过来。韩哲立刻看傻了，因为这一次卡片上并没有表示技能等级的字母，而是画着一个咧嘴笑的小丑图案。什么玩意？小丑是什么级别？韩哲也没听说过，有谁抽到过小丑级技能啊？在韩哲疑惑的时候，屏幕上显示了具体的技能描述。这里本身有个技能，但是被捣蛋鬼偷走了。啊！韩哲读着技能描述，整个人处于懵的状态。他又多读了几遍，确定自己没看错。难道这个抽技能还有概率空奖？韩哲怀着这个想法继续抽技能。全新的10张牌，韩林又抽了1张，果然翻开还是咧嘴笑的小丑。韩哲的心瞬间冰冷了。然后是一模一样的描述，这里本身有个技能，但是被捣蛋鬼偷走了。韩哲明白了，如果一个技能出现了空的，韩哲能归咎成自己是10000个人里面出一个的倒霉蛋，抽了个空奖。但是连续2个空技能出来，概率太低了，就绝对不是倒霉了，一定是有人从中捣鬼。如果有人捣鬼，那自己突然进游戏也是这个人干的。强制别人进游戏还不能抽技能吗？技能真够阴险的。而且韩哲的家门口还是有2个红姐的人作为保镖的，这家伙是远程隔空就把自己踢进游戏里了吗？这个技能不仅够阴险，而且够危险，隔空就能生效。不过究竟是谁使的绊子，韩哲也能猜到。韩哲的仇人不多，9成9是罗天那家伙，不是他就是他爹，真狠啊！想到这里，韩哲有点意外。他意外的不是罗天这家伙为什么有实力能请到这种人物，而是意外罗天那家伙都被自己整那么惨了，怎么还有胆子报复？这次出去得想办法彻底解决那家伙，还有那个教导主任，即使得冒点险，但那都是出去再说的事了。韩哲还是得先过关眼前的游戏，还有2次换技能的机会。韩哲换了1次，换了技能，翻牌还是咧嘴笑小丑，换技能也无效。韩哲直接痛苦面具，看看游戏内容吧。屏幕里出现一行字：游戏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游戏难度3，游戏背景，精彩的电视节目看够了吧？现在轮到你来表演节目了。本次你将和另外1名游戏参与者同场表演节目，游戏共进行3局，分别会随机抽取3个电视频道。你们要在电视节目的世界里完成对应的任务，来赢下对应的对局，获胜的局数多者胜利。如果出现平局，将以积分多者获胜。通用规则：本场游戏为无受伤对局，所有受到的肉体伤害会在对局结束时完全恢复，包括死亡也可复活。失败惩罚：以下全部：1. 随机丢失2个技能，如果缺少技能可以丢失，每缺少1个，30%的个人财产消失。2. 获得被动技能电视节目的诅咒，你看电视时，如果在播放广告，你不能换台和关闭电视，只有看完广告才能换台或关闭电视。注意，
各个频道可能存在特定的规则，注意遵守，犯规将会导致游戏失败。所有语言隔阂已经消除，你可以自由和任何国家的人沟通。祝好运！条目显示完毕。韩哲觉得这个游戏惩罚其实还行，不是特别严厉，毕竟只有难度3。接着就是屏幕一黑，韩哲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又亮了起来，面前又是一块大屏幕。韩哲看看周围，这里像是个放映室的房间，不过不是幕布，是屏幕。屏幕里显示着一行字：即将抽取第1局游戏的电视频道。接着出现了一个转盘，上面写着什么电影频道、新闻频道、综艺频道。转盘最后缓缓停下，指针指到了少儿频道。少儿频道，这能是什么？大风车吗？屏幕里开始显示对局的条目。少儿频道正在播放动漫《名侦探靠北》。高中生侦探农曼就二一天无意中目击了神秘黑衣男子的交易。黑衣男子为了将证人灭口，就二被人灌下了毒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变成了小学生的样子。农曼就二化名江户川靠北，用小学生的身体继续解决疑难案件。而随着本动漫演了上千集，江户川靠北因为走到哪里就要发生凶杀案，被人戏称为死神小学生。靠北也成为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名侦探。但是名侦探靠北的荣耀和高光根本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只是本动漫里的一名废物配角。这一集死神小学生靠北要路过你的生活，请努力活下去。你的目标，扮演一名被盯上的配角，存活下去，让这集变成水时长。如果还是不幸被杀，尽量尝试在死前指引名侦探靠北，靠北替你找出凶手并定罪，你也可以取胜。对手的目标，扮演一名凶手，用一定的方法杀死你，且让自己全身而退。本局特殊规则，扮演受害者的参与者所有战斗相关技能失效，治疗相关技能失效，战斗力降为普通人水平，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扮演凶手的游戏参与者不能在被人看出身份的情况下直接杀死你。为方便之后的游戏对局进行，你和另一名任务参与者，本局游戏将不会是你们原来的长相，扮演角色的对应记忆将自动植入你的大脑。规则介绍完毕，游戏即将开始。韩哲本次扮演的角色名字为上林千斗，具体的角色背景是上林千斗是一名公司职员，掌握了一家中医会所素问堂医疗事故内情。他以此作为把柄，向素问堂会所多次长期敲诈了大量金钱，几乎导致了素问堂难以经营。而他不但敲诈金钱，还尽可能的在素问堂占便宜。这一次他就将免费参加一次素问堂组织的针灸晚间课。已知素问堂的堂主和所有参加针灸课的徒弟都对韩哲扮演的这个角色恨之入骨，他们都有杀他的充足动机。韩哲简单了解自己的背景，眉头紧锁。这个角色敲诈勒索别人就算了，还不躲得远远的，要在人家面前晃，蹭人家的课上。蹭课就算了，好歹蹭个没危险的脚底按摩吧，还非要蹭个针灸课，这不纯找死行为。韩哲想到这里也皱了皱眉，现在自己这战斗技能都被封印了，还在一堆杀自己的人眼前晃，要怎么活下来？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对局正式开始。场景自动跳转到了中医会所素问堂的一间教室内。此时6个学生和讲师基本已经到齐了，在韩哲扮演的角色的记忆里，这些人都认识。门口动漫主角江户川靠北，还有他的工具人叔叔和他的青梅竹马女朋友小兰子也来了。韩哲明白自己对局的对手现在就是6个学生和讲师中的一个。韩哲也盯着这7个人看，如果有人有一眼没一眼的偷瞄自己，那这个人肯定是凶手。韩哲看了一眼，除了2个学生在热情交谈，其他人都在认真的预习着经脉图，讲师则是在和靠北的工具人叔叔说话。韩哲想了想，这2个学生的嫌疑或许可以降低，预习的学生应该重点关注，因为对手也是刚灌输的角色记忆，实际上并不真正认识其他人。这种情况下和其他人聊天会很费劲，所以一般人都会选择不聊天。尤其是对手嘛，他可以假装看经脉图，实际上思考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这几个看书的学生嫌疑很大，但是即使如此也是4选1，更何况刚刚的推测只是理想情况下作为前提，其他人的嫌疑也不能完全排除。可惜韩哲不能做违法的事，战斗能力也被规则大幅削弱了，不然还能先下手为强全砍了。韩哲又想了想，对手肯定也是有特殊技能的，就是不知道特殊技能是什么，这局会不会派上用场。韩哲想假设，但是特殊技能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技能都可能出现，根本没得防。不过如果对手是隔空杀人之类的技能，韩哲也就没必要做什么了，等死就行。既然技能没得防，那就只能先把对手当做普通人来防。如果假设对手是普通人，自己是不是可以另辟蹊径？既然凶手在这里，自己直接闪人离开不就行了，逃得远远的去，这是个方法。但是有个致命缺点，自己离开之后就不一定有旁人作为目击者，凶手或许就可以追出来对自己肆无忌惮的攻击偷袭，或者就待在这里，保持在动漫主角靠北的视线下，这样凶手下手的难度就陡增，也是个办法。缺点是凶手如果手法高明，或许能骗过其他人的眼睛。还有什么办法？韩哲又想到了一个，对，自己可以借故离开，然后就待在教室门口，会跟着自己追出来的就一定是凶手。知道了凶手是谁，只要防着他就行了。退1万步讲，就算对手追出来，在门口就把自己杀了，名侦探靠北也能轻松判断凶手是谁。按照规则还是自己赢。对，
这是个好办法。韩哲想到这里，抬起了手。不好意思，有点事，我先离开了。韩哲说。好的。讲师冲韩哲礼貌地点了点头。韩哲站起身，准备离开。咔嚓！就在这个时候，屋子里的灯瞬间熄灭了。这是唐晚课，整个房间也瞬间一片漆黑。韩哲什么都看不到了。不妙！韩哲挥舞双手，尝试阻止凶手靠近自己，但是自己的战斗能力已经被规则严重削弱。韩哲只觉得自己的双手是那么迟钝。紧接着，韩哲背后就是瞬间的剧痛。中招了！韩哲转头抓去，只抓到了空气。他的战斗和行动能力被规则削弱，凶手可没有。靠！韩哲无法呼吸了。韩哲失去意识了。韩哲又坐回了那个放映厅，面前的屏幕只有一行字：你已经死亡，等待游戏结果。韩哲皱了皱眉，太快了！游戏开局没几分钟，对手直接拉了电闸过来硬杀。他有战斗能力，但韩哲战斗能力被规则封锁了，只能被杀。这种游戏怎么赢？韩哲默默地看着屏幕，等待着。十几分钟后，新的一行字显示了出来：靠北无法推理出凶手的手法和证据。你说了，这个结果也是韩哲意料之中的事。靠北的推理能力确实很强，基本上什么疑难案件都能推理出来。但是对手有超能力，根本不是普通人，你怎么推理？就算推理出来对手有超能力，警察能信吗？所以即使是名侦探靠北也推断不出来。算了，韩哲轻叹一声，输了一局而已，而且本身就是劣势局，输就输了，还有2局，要赢也不是不可能。屏幕里重新出现转盘，下一个频道是电影频道，即将播放恐怖电影《恶灵庄园》。恐怖电影？韩哲皱了皱眉。对局背景：恶灵庄园主要讲述阿伟一家5口搬进了一座时间久远的别墅庄园，之后身边就逐渐发生怪事。随着探查的深入，他们逐渐发现这座庄园已经被恶灵所诅咒，但是他们发现的太晚了，恶灵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黑暗力量像潮水一样涌出。对局规则：你和对手分别扮演恶灵和驱魔人。恶灵的目的是收割阿伟一家的灵魂，并解放自己；驱魔人的目的是保护住阿伟一家，并防止恶灵被解放到人间。对局采用积分制，双方都要完成足够多的任务，获取积分。足够多的积分可以解锁各自的额外能力，且对局最后积分高者胜利。所有的人物均为投影人，并不是真实存在。请放下心理负担。屏幕接着闪烁了新的内容，正在抽取你本局游戏扮演的角色。你本局扮演的角色是恶灵。恶灵？韩哲一阵惊喜。他刚才听到恐怖电影，内心还是有点担心，毕竟和鬼正面打交道，自己也没什么辟邪技能，还是很难办的。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好家伙，现在我韩哲是鬼了，还担心什么？这不随便玩。韩哲正想着，周围的场景也开始发生改变。游戏开始了，周围变成了一个黑暗的空间，没有光源，韩哲什么都看不清。韩哲面前出现了一个弹窗，提示：作为一个恐怖片里的恶灵，你虽然明明能秒杀电影主角全家，但是你不能直接这样做，你要做很多特殊的怪事，吓唬主角全家，最后再慢慢击杀主角全家，来达到恐怖片应有的氛围。完成你的任务，尽可能用有恐怖气氛的方式来得到更多积分。额外剧情积分奖励，在整场对局中，你做了越多让这部恐怖片更精彩的事，包括剧情、氛围、设定方面，你在结算时都能得到额外积分奖励。韩哲读完了提示，点了点头。还有点限制啊，不过限制也还合理，韩哲也能接受。而且做越多增加恐怖片氛围的事，也有额外奖励分。这个奖励分韩哲也可以努力争取一下。接着弹窗里显示的提示消失，变成一行新的文字，请选择你要变成恶灵的类型，然后就是一堆可以选择的类型。1. 吊死鬼，上吊死，带着怨念变成的一种鬼。专属现身技能上吊，你可以在房梁处现身，别人会优先看到你的脚。专属攻击技能套圈圈，你可以朝着一个目标丢出圈圈，如果丢中，目标会自行上吊。专属技能吊死鬼，你是吊死的，所以你的舌头能伸得很长很长。韩哲草草看了看这个吊死鬼的技能，感觉都一般，就这个专属攻击技能看着能还行，再往下看看吧。2. 红衣女鬼，穿着红衣而死的女鬼，阴气极重，怨念极强。专属现身技能倩影，你可以在一面布或者灯的影子下现身出剪影。专属攻击技能美甲，你的指甲很长，用来攻击别人的咽喉，非常有效。专属技能擦边，你是女鬼，恐怖片里女鬼要长得很性感才有人看，所以你强制获得 G 罩杯、前凸后翘的身材和很淫荡的蛊惑嗓音。好家伙，女鬼都能变。韩哲低头看了看，这方便吗？不过技能感觉也一般。再看看后面的。3. 水鬼，淹溺而死的鬼，出现在各种水域里，因为水域对人类拥有未知的恐惧，所以你比一般的鬼更吓人。专属现身技能水鬼，你可以在任何有水的区域现身并穿行，包括且不限于泳池、浴缸、马桶、管道。专属攻击技能拉下水，你拖人下水时体重增加3倍。专属技能长发，一般的水鬼都伴随着很多长发来遮蔽在水中的视线，显得更加恐怖，所以你拥有又黑又长的头发。这个水鬼马桶都能钻出来，好像还挺牛批，但是太不潇洒了。如果有更好的选择，韩哲更愿意选别的，先备选。下一个。4. 贞子，超级有名的女鬼，
被扼杀然后丢于水井，靠录像带传播怨念诅咒。专属现身技能电视机，你可以从电视屏幕里钻出来，电视越大，你出来的体型越大。专属攻击技能念力锁喉，你的念力可以锁别人的喉。专属技能一盗版，本电影没有《午夜凶铃》的版权，所以你和正版的贞子技能有所不同。你可以通过网址、种子、光盘、网盘施加诅咒。专属技能二精神攻击，电视节目播到了精彩的时候，插播一条贞子，你可以在电视节目播到最精彩的时候出现，给予对方心灵折磨。这个韩哲第一个见到有2个专属技能的，虽然第2个专属技能没有什么屁用，但是光看前面的技能感觉还不错呀。贞子还是强的。备选五母子鬼，难产而死的女鬼不但有本体，还有一个鬼婴。专属现身技能婴儿啼哭，你可以让你的鬼婴啼哭，吸引注意力，然后你悄悄出现在目标身后，吓目标一大跳。专属攻击技能鬼婴指令，你可以命令你的鬼婴发起攻击，但是它可能被有趣的东西吸引。专属技能脐带，鬼婴可以跟你有一条脐带相连，你可以抡着鬼婴砸人。想想一个拿着流星锤的女鬼，太恐怖了。韩哲看完这个看得有点发毛。这个鬼的类型有召唤物可以帮忙，但是说鬼婴还会被有意思的东西吸引，那看样子实际控制起来有点麻烦。不好，下一个6饿死鬼，你是饿死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吃得下。专属现身技能洞口，任何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可能都是你的口部所化。专属攻击技能暴风吸入，你可以吃下任何东西，包括活人。专属技能饥饿诅咒，你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极度饥饿，然后他就会疯狂吃下各种食物，最后导致他减肥计划破产。前2个技能还算正常，最后一个专属技能是什么玩意？韩哲撇撇嘴，七鬼人偶，你是一个满是怨念的洋娃娃。专属现身技能起身，你平时是一个长得很磕碜的洋娃娃，现身时是一个长得很磕碜但是会动的洋娃娃。专属攻击技能念力，你通过意念能做很多事。专属技能可回收物，你就算被丢进了不可回收的垃圾桶里，也会自动回到目标的家里。这个韩哲不好评价，但是他大概率不会选这个，理由就是感觉有点菜。8邪灵，邪恶仪式的产物，黑暗、邪恶、仇恨、怨念、痛苦的集合体。专属现身技能墙面，你可以从墙面或者任何天花板现身，你也可以在各种特别的秘密空间中穿行。专属攻击技能附身，你可以附身在其他人身上，控制他们行动或者攻击。专属技能集合体，你是个超级缝合怪，所以你能用多种恶灵的技能，但是为了游戏平衡，你所有任务得到的积分数量减半。这个韩哲比较心动的是专属技能，能用多个恶灵的技能，但是对应着也有惩罚，技能强势，惩罚看着也是巨额，这不就适合自己。中赌徒级人物吗？着重备选9回魂小丑，小丑回魂里的主角可以变成各种别人内心害怕的东西。专属现身技能下水道，你可以在下水道中穿行。专属攻击技能恐惧，你可以变成对方内心中最害怕的东西进行攻击。专属技能 BGM， 作为一个小丑，你可以播放轻松的音乐，增加戏剧效果，获得额外积分。专属弱点，小丑竟在我身边，如果你被发好人卡，你死亡。这个就属于纯智障了。现身技能就是劣化版的水鬼，专属攻击技能感觉也就那样，还有专属弱点，虽然也基本不会触发。韩哲又往下看了看，后面还有猛鬼街的弗莱迪，双手手指都是锋利的针筒，特殊技能是别人睡觉能去别人梦里杀他，缺点是自己不能擦屁股。还有什么吸血鬼，能力是带一件很帅的大披风，顺带着很难被杀死，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吸食血液，吃毛血旺不行。还有杀人狂杰森、异形、加椰子等等等等，尤其是那个异形，韩哲看着他的技能真的是一言难尽。攻击技能是在别人肚子里产卵，韩哲自己都觉得恶心。最后看了一圈，韩哲觉得还是邪灵最好，高惩罚但高回报，就这个了。韩哲选择了邪灵，选择完成，获得任务相关的恶灵记忆，获得通用技能道具生成，获得通用技能夜视，获得通用技能生命感知，获得通用技能空间改造，获得通用副作用技能日光灼伤。提示框里显示韩哲获得了一堆技能，韩哲简单看了一下，就是差不多电影里各种鬼都有的能力。就道具生成这个技能特殊一点，可以按照韩哲的意念生成一些常见道具，并且一定程度上自定义来方便行动，这个很合理。电影里的鬼也经常有各种蛊惑人心的东西，但是不能生成有较强攻击性的武器，比如枪，没见过哪个电影里面的鬼直接端着枪突突突的，也不能生成一些不常见或者复杂的东西，造个高达就别想了。空间改造这个技能的说明是只能改造这个庄园的空间，这个也算常见技能，大部分鬼屋电影都有鬼打墙的情节，不然主角直接砸墙跑了，鬼只能干瞪眼。也有些副作用技能，比如日光灼伤，韩哲被强烈的阳光照射会受伤，这也合理，毕竟没有鬼是大中午出来遛弯晒太阳的。然后是任务提示，阿伟一家作为恐怖电影的主角一家，获得技能导演的安排，因为你是恐怖片的主角，你将拥有和常人不同的脑回路。笑傲小说，你喜欢作死，你几乎不知道报警，你拥有过分的好奇心，你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劝告，你就爱住鬼屋，不是屋子烧了你都懒得搬家，即使你屋里的天花板都喷血了。本世界内所有你附近的警察获得技能导演的安排2，
因为你是恐怖片里的警察，所以你也非常二比。你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即使恶灵都屠了一个连的人，主角疯狂为你描述他见到鬼了，你也只会把主角送进精神病院。你是非常自负的警员，即使你真的发现了怪事，你也会很自信的带着一把小手枪和仅仅一个同事或者自己前去探查。你永远不知道呼叫特警支援。你是敬业干警，即使有人七窍流血，一脸死人样在你面前朝你走过来，你也会当做犯罪分子处理。弹窗结束，韩哲周围稍稍亮了起来，好像是场景开始切换。韩哲发现自己在一个大堂内了。新的提示出现，现在是准备阶段，持续时间4小时。4小时后，游戏正式开始。你迎来你的第一个任务。你现在位于你的庄园内，你可以按照你的需要对你的庄园进行改造。游戏开始后也可继续改造。注意，你的庄园设定越精彩，你就可以得到越多的积分，如阴森的地下室、墙里的黑暗空间、被埋藏的幽井等。但是，你的庄园需要表面上是个相对正常的庄园。一旦开局吓走主角，你将输掉游戏。提示完毕。韩哲开始一边熟悉自己的这个庄园，一边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反正目标就是表面上鸟语花香，暗地里黑暗巢穴。4小时的时间一晃而过，准备时间结束，韩哲也改造的差不多了。游戏正式开始，韩哲面前出现了一个弹窗。第一个任务：入住。7天内尝试用任何可能的方法让阿伟一家搬入你的庄园。任务奖励100积分。失败惩罚：对局失败。其他和阿伟一家有关的信息可以随时调出任务简报查看。韩哲看了看自己的这个任务，难度看着好像不是很难，笑傲文学。但是失败惩罚有点严重，直接就对局失败。不过想想也是，这是个鬼屋类型的恐怖片，主角直接不来屋子了，还演个锤子。韩哲准备着手了。电影主角既然脑回路是恐怖片主角的离谱脑回路，那应该也挺好搞定吧。韩哲按照任务指引，试着调出阿伟一家的简要信息。阿伟一家5口人，男主人阿伟，女主人阿珍，长子小帅，女儿小美，幼子小强。韩哲看着这一家的名字皱了皱眉，不愧是恐怖电影，这名字的味儿太冲了。那自己是不是应该叫丧彪？警察叫佛伯乐？随便吧。开工。韩哲发动通用技能传送，他瞬间就传送到了主角阿伟的门口。这一刻，韩哲好像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恐怖片主角开了几十公里的车逃命，转头鬼就在身后。这直接精确传送，怎么躲？韩哲钻进屋子里，躲在墙里看着阿伟的房子。这是一间位于市中心的公寓，看着也就70平米，挤着阿伟一家5口，装修也很破，电器也比较老旧。韩哲立刻就有主意了，他立刻做了一些准备。过了一会，男主人阿伟下班回家。注意看，这个男人叫阿伟，他是个男人。他今天下班回家，在家门的门缝上发现了一张广告单。没错，这个广告单是韩哲在手中生成的，夹在男主人家门的门缝上。男主人阿伟开门的时候，果然发现了这张广告单，上面是一句话醒目的广告词：巨便宜，公司倒闭，一大批白菜价房产抛售。男主人阿伟只是扫了一眼，就摇了摇头，丢进了一旁的垃圾桶。这让韩哲有些意外，这广告词都打不动你。韩哲想了想，换了个广告词，放到了阿伟家里门口的鞋柜上。这个位置看着很自然，就是家里的谁顺手拿了广告丢在这里的。果然，阿伟进门换鞋的时候，就看到了韩哲新的广告单，上面是一句新的广告词：难受不难受？别再4、5个人挤一个小房子了，一批2手房即抛，单间的价格住楼房，楼房的价格住别墅。这句广告词和之前那句区别很大。阿伟多看了一会，明显是心动了。没错，这句广告和阿伟的现况很贴合，他立刻就有了兴趣了，拨打了广告单上面的电话。韩哲立刻传送到了事先找好的房产中介处，附身在了一名房产中介身上，接了阿伟的电话。阿伟的电话响了一会，终于接通。您好，韩哲附身的房产中介接电话。您好，是房产公司？阿伟在电话里说道。对的，你们广告词里说单间的钱住楼房，是不是真的？对，是这边有一家公司倒闭了，他名下的不动产低价即抛。韩哲说。那有什么价位的？什么价位的都有，电话里不好说，您过来看吧。韩哲说。那我有空去。阿伟说。有空可不行。韩哲这边过了7天就要任务失败。韩哲连忙说道。有空来恐怕不行，这批低价房源随时可能售空，您还是尽快来吧，最好现在就来。好，那我现在去看看。阿伟看着广告单上的公司地址说。韩哲附身在房产中介的身上，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着阿伟的到来。本以为阿伟会来得很快，但是实际上阿伟来得挺慢的。韩哲等了挺久，等得都有点枯燥了。这半天一个电话都没听你打，你个混小子是不是又在工作的时候偷懒？办公室的门瞬间打开，一个中介所的老板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然后老板和韩哲附身的房产中介对视一眼，老板愣住了。此时他看到的员工印堂发黑，双目深陷，黑眼圈也很重，满面憔悴，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毕竟被韩哲这个鬼附身了，气色自然不会好到哪去。干嘛？韩哲冷冷道。如果都加班加成这样了，就休息一会吧，偷点懒也不是不行，别真死了。老板看着韩哲的脸，皱眉道。滚！
韩哲吐出一个字：好。老板悻悻离开。韩哲又在办公室等了一会，主角阿伟终于来了。韩哲热情地招待他，让他坐下，给他递茶。阿伟看着韩哲的脸，昨晚没睡好。韩哲点了点头，对，这些房源价格便宜，所以一晚上都有人问。阿伟立刻有点着急了，那我这还有房源吗？韩哲点了点头，正好还有一套性价比最高的。什么？阿伟来了兴趣。我们这里还有一套，是史蒂芬庄园。史蒂芬庄园？对，你听说过？是去年房主人全家惨死在里面的那个庄园吗？啊！韩哲一阵语塞，他不知道自己的这座庄园原来早就休眠在外了。这个不太重要。韩哲说。这不重要。阿伟一愣，重要的是这所庄园现在打1折，原价1500个 W， 现在150。1折？阿伟睁大了眼睛。对，1折的价格买来种地都值啊。韩哲说。太棒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看看？阿伟一阵激动。韩哲心中松了口气，不愧是恐怖片的主角，只要便宜，凶宅都嘎嘎心动。现在就可以。韩哲说。好好，那走吧。阿伟直接起身。于是韩哲就借用了抚顺的中介员的车，拉着主角阿伟和主角他老婆阿珍到庄园看了一下房子。整座庄园说是庄园，其实就是座大号的带院子别墅。院子里的树木很多，庄园周围的植被很茂密，导致整个庄园白天也比较阴冷，显得死气沉沉。韩哲领着他们走过前院，进入大厅。一开大门就是扑面而来的凉气，屋子的光照条件很一般，显得更加阴森，让阿伟和阿珍都皱了皱眉。韩哲倒是没什么感觉，毕竟屋子确实闹鬼，但唯一的鬼就是自己。韩哲默默升高中央空调的温度，让屋子显得温暖舒适一点。阿伟和阿珍进入屋子，随便看了看房间，韩哲都简单处理过，各种陈旧的血迹什么的韩哲都清除了，至少表面看不出来，所以看着都还不错。2楼有一个大房间，阿珍一推门，看着空空的大房间就奇怪道：这个放假这么大是做什么的？做什么的？韩哲其实知道，这是上一家举行邪恶仪式用的，最后他们一家都死在了这里。韩哲准备时间在屋子里溜达的时候，还看到这里的地上画着个大号的6芒星，韩哲就默默清除了。这是上一家的健身房，他们把健身器材带走了，这就空下来了。韩哲回答。哦。阿珍和阿伟点点头。韩哲又带他们看了些别的房间，包括36档不同模式的超级按摩浴缸。阿伟和阿珍看着都很心动。溜达完一圈，他们立刻达成了购买意向。韩哲也不磨蹭，直接让他们签了份房屋转让合同。这份合同也是韩哲生成的，主要就是让主角真的觉得买了座庄园。至于其他的步骤统统没有，只有关键的2步：打款、交房，一气呵成。阿伟打款的银行账户，韩哲直接用了中介员的，因为韩哲一个三无孤魂野鬼，没有银行账户，如果随便编一个账户打款失败，主角估计得起疑，所以用了中介员的，全当是韩哲借用他身体给的使用费。阿伟买下了庄园，立刻就兴冲冲的开始搬家了。韩哲则在庄园顶楼的阁楼静静的看着阿伟搬家。韩哲有通用能力，怨灵之眼，怨灵之耳，对着主角一家有巨额视力和听力加成，隔着这么远也能看清，也能听清主角一家说话，所以在这里静静看着足矣。阿伟的搬家完成，韩哲的第一个任务也就完成了。他要确保不出什么岔子，毕竟至今韩哲都没见到那个对局的对手，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可能随时都会出来搞破坏，韩哲还是得小心。此时另一边，阿伟把东西搬下车，递到阿珍手里。阿珍转头要往屋里搬，却突然停下了。阿珍，怎么了？阿伟问道。阿珍皱了皱眉，看着庄园的房子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人在阁楼的窗口看着我们。阿伟笑了笑，是搬入新家环境陌生的错觉吧，多住几天就好了。阿珍点了点头，应该是吧。两人都没放在心上，继续搬着东西。韩哲却是有点惊讶，这女的直觉这么准。韩哲又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不对，一般的恐怖片都靠主角的直觉增加恐怖气氛的。我总觉得有人盯着我们，我总觉得镜子里有人，我总觉得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太经典了。一般觉得有人就是真有人。韩哲也确实就在这里，不过还是得让剧情更有波澜一点，或许就能赚剧情奖励积分。韩哲生成了一个旧的毛绒玩偶，放在阁楼的窗台上，从外面草草看去，还真像有个人在这里看着。等阿伟和阿珍找到阁楼，就只会觉得是虚惊一场。韩哲继续盯着阿伟一家。这个时候，韩哲猛然发现一个穿着中式正装、留着胡子的中年人，不知道从哪来，向阿伟一家走近。这家伙是谁？不会是……不过具体是谁，韩哲附身一下就知道了。韩哲在围墙里快速穿行，向着陌生的中年男人冲过去。刚一靠近，韩哲就被震飞，无法接近。提示信息显示韩哲在眼前，周围有人身上携带未知护身法器，无法接近。护身法器？韩哲瞬间就明白了，一般能有这要巧的事？突然出来个带法器的 NPC？ 当然不会，这家伙必定就是自己这场游戏的对手。他直接找主角阿伟了。此时阿伟还在搬东西，旁边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蓄着胡子。兄弟，这庄园你买的呀？中年男人问道。对啊，刚买的，往进搬呢。阿伟笑着回答。兄弟，你这个房子可特别了呀。中年男人看着房子说道。怎么特别了？
阿伟随口问道：“你这房子的黑暗气息漫天，现在天上的阳光都压不住了，是超级凶宅啊！”中年男人说道：“有这么夸张吗？”阿伟随口应和：“一点也不夸张。您知道这庄园上一任主人全家都惨死在里面了吗？”中年男人故作深沉道：“知道啊。”阿伟痛快回答，差点没给中年男人噎死。“知道，你还要住？”中年男人皱眉道。阿伟竖起一根手指：“1折。”“什么1折？1折的房价足够让我忘掉所有忧愁，里面要没点什么，我还住得不安心呢。”阿伟随口笑道。“啊！”阿伟这一句差点给中年男人整无语了。“你可能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这个屋子里有邪祟存在。”中年男人重新强调。“有吗？别开玩笑啊！”阿伟不以为然。“没开玩笑。邪祟？邪祟懂吗？就是鬼。屋子里面有鬼。”中年男人都有些着急了。“真的有吗？我觉得还好啊。”阿伟看着了眼屋子说。“房子看上去还是那么漂亮，而且我告诉你，里面不仅一定有鬼，而且是恶鬼，会杀人的。”“不至于，不至于。”阿伟依然没太大反应。不远处旁听的韩哲都感动了。中年男人彻底没话说了。他取出一张名片：“你不信没关系，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的名片，有怪事发生，可以及时给我打电话。”阿伟点点头，出于礼貌接过名片。韩哲也隔着好远用怨灵之眼看了一眼，名片上写着：“楚千里，著名牧师、神父、道士、驱魔人、风水大师、法师、拉比、巫师。”阿伟看着这么多词，也看着晃了神。韩哲看着更迷糊。好家伙，各个宗教的全能驱魔人士是吧？接着，这个叫楚千里的人又从一旁的不远处的汽车上拿出一个公文包，要交到阿伟的手里。“既然你没有搬走的打算，那这个送给你。我们都还不熟，我怎么收你礼物呢？”阿伟立刻推辞：“没事，我也住得不远，和你也算是邻居，这就当邻居之间初次见面的礼物，你一定要收下。”楚千里说着，硬往阿伟手里塞。“如果是邻居，那好吧。”阿伟勉强接过公文包。“这里面是什么啊？”“各种辟邪物品组成的大礼包，图个吉祥。”楚千里说。韩哲能听出来，阿伟对鬼神之说完全不在意，所以楚千里换了套说辞：“这么好啊，那我看一看。”笑笑说。阿伟打开公文包的拉扣，打开了公文包。金光，刺眼的金光，无数道金光从公文包里闪出。韩哲眼前瞬间被金光笼罩，什么都看不清了。同时，巨大的威压让韩哲浑身难受。他连忙远远缩到后面的屋里，眼里看到的东西才恢复正常，但是依然有些许金光从窗外映照进来。仅仅是远远的看，韩哲就致盲了。要是靠近，韩哲不得灰飞烟灭。这个辟邪大礼包力道太猛了，对于韩哲这只邪灵来说，完全是降维打击。韩哲心呼不妙。楚千里说这是各种辟邪物品组成的大礼包，阿伟这家伙要是再取出来，把辟邪物品分开放的满屋子都是，整个屋子都辟邪，韩哲不就连屋子都进不了了？强制观战一整局，不行，得想个办法。韩哲看向窗外，此时此刻金光已经尽数消失，那个对手楚千里已经走了，可惜这次没能跟踪一下这家伙，看看他住在哪里。而阿伟已经合上了公文包，提着公文包向着屋子走过来。随着公文包越来越近，韩哲已经能隔着公文包感受到里面辟邪物品带来的威压了。很快，韩哲躲在屋里都有点顶不住威压了。坏了，韩哲刚刚的假设还是乐观了。照这个威力，阿伟不用分开放，光是把公文包带进屋，就能让韩哲进不了这整间屋子。这得想办法阻止。韩哲看到了在庄园门口10朵花朵的阿珍，现在似乎自己只能先附身到阿珍的身上，然后利用阿珍嘱咐阿伟把公文包丢出庄园。就这么办吧。正当韩哲准备行动的时候，阿伟做了一件事。别墅旁边有一座小的独立库房，阿伟拐了个弯，顺手就把公文包丢进库房里了，根本懒得多看一眼。好家伙，不愧是恐怖片的主角，就是作死，不就是唯物主义，不但不听忠告，连辟邪道具也不怎么放在心上，牛批！这么一来，辟邪大礼包只能影响库房周围的一片区域，整个房子仅只能生效东南的小角落，韩哲就不怎么受影响了。而且丢在库房里也好处理，韩哲附身个人，然后这个人再雇个人把辟邪礼包偷走扔掉就行了，甚至可以不去管。妙啊！入夜，阿伟一家的东西也搬完了，众人坐在饭厅开始吃晚餐。韩哲眼前也显示了任务提示，任务让阿伟一家搬入已经完成，获得奖励积分50点。你现在可以使用积分兑换下列能力：辟邪物品抗性初级，增加你对辟邪物品的抗性，花费50点积分；鬼迷心窍初级，你可以蛊惑一个人，无需附身就能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控制，花费50点积分；诅咒物品初级，你可以对一样物品进行特别诅咒，让该物品带有一部分你的能力，花费100点积分。韩哲因为选择了邪灵职业，积分收益减半，所以任务成功也只得到了50积分。然后就是能力选择，韩哲可以耗费积分换取这3项能力，其中第3个诅咒物品初级，韩哲其实没有看太明白，什么叫物品带有我的一部分能力？是我的另外化身，还是多个类似机器人小弟的东西？还卖100积分，比另外2个都贵。韩哲不理解，不过反正他现在也买不起这个能力，就没有多看。韩哲最后选择了辟邪物品抗性初级这个能力。现在
对手拿个装满辟邪物品的公文包就能严重影响韩哲。不购买这个能力，韩哲根本没办法和他斗。韩哲购买了能力，信息框发生了新的变化。你解锁了一个长期任务，长期任务与时共舞。任务目标：既然和主角一家成了邻居，就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系统将为你生成6具女尸，你需要把这些女尸分散藏在庄园的各个角落，且藏尸的位置不可以在非常容易被找到的位置。你所藏的地方越有恐怖片的节目效果，奖励越丰厚。埋藏完成后，点击提交任务，你便不能再轻易改变尸体位置。任务奖励：每成功藏1具女尸，获得10点积分。藏尸的地方按照恐怖片节目效果，可以获得每具最高50点的积分奖励。失败惩罚：扣除100点积分。另外，在摊牌阶段来临之前，女尸如果被发现，你必须在被更多的人看到之前将女尸转移，否则扣除大量积分。游戏最终结算时，如果仍有女尸从未被发现过，没有1具，你就扣除对应一部分积分。韩哲看着任务描述，皱了皱眉，这任务不愧是给鬼做的，真阴间啊。不过这个摊牌阶段是什么东西？和谁摊牌？韩哲不太明白。不过任务道具呢？韩哲转过头，6具女尸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躺在韩哲背后了。靠！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背后，怪吓人的。韩哲看着一排女尸，皱了皱眉。不过虽说悄无声息出现吓人，但是好像尸体出现的时候给自己打招呼更吓人一点。行吧。韩哲上前看了看面前的尸体，有穿着很漂亮的裙子，白纱、轻纱，上面还有饰物点缀，也有穿着普通衣裤的。不过也有共同点，就是都是干尸。尸体干瘪，眼眶深陷，因为皮肤的皱缩都张着嘴，露着牙齿，看着有点龇牙咧嘴的感觉。干尸倒也合理，因为如果是新鲜的，过2天就臭了，这屋子就没得待了。而且干尸比较轻，韩哲搬起来也方便。那么开始藏吧。韩哲仔细看了看任务介绍，首先明令禁止不能藏得太明显，这个不难，毕竟这座庄园很大。其次，规则里说，如果游戏结束都没被找到，是要扣分的，所以这个藏尸的地方也不能藏太深。而且规则说了，埋藏的地方越有恐怖片的效果越好，那就得是主角每天都能看到或者路过，然后还看不出来的，等发现那天回想起来才能让人毛骨悚然。至于任务上的警告，摊牌阶段前一旦被人发现要及时转移，这个对韩哲来说很容易。被人发现以后，韩哲立刻转移尸体，深埋进地底就行了。因为被人提前发现，这具尸体就相当于已经被找到过，不会再有结束还没找到的惩罚，尸体就没什么必要再出现了，埋藏的越深越好。韩哲在屋子的墙面里穿行，慢慢寻找着藏尸体的位置。这些尸体不愧是系统给的道具，也能跟着韩哲在墙面穿行。韩哲先来到了主卧，这是主角阿伟和他老婆阿珍的房间。这藏在哪里？衣柜？不行，这种天天被打开的地方跟直接扔在地上有什么区别？明显违反了不能再很容易就能找到的位置，而且一点都不精彩，估计也得不到额外剧情积分。韩哲看了一下，决定直接把女尸藏在床底。韩哲从床下的地板钻出来，直接放在床下也不太好，一弯腰就能看到，很一般。韩哲生成几根麻绳，女尸固定在了床的底板上，尸体面朝下悬空在床下。韩哲特意钻出来，从床旁边俯身向床下看去。没错，直接从外面看是看不到女尸的。男女主角短时间不会知道，他们每天在和一具女尸一起睡觉，而且是背靠背。背靠背真舒服，恐怖效果爆棚，剧情积分奖励估计也能爆棚。韩哲很满意。那接下来还有5具尸体。韩哲回想着自己看过的恐怖故事或者恐怖电影里，尸体都是藏在哪里？墙里，墙中女尸，很经典了。不过直接随便找堵墙放里面，主角一辈子都发现不了，得给主角点线索。韩哲想了想，藏尸的这面墙得有点不一样。韩哲想到大厅的墙上挂有一幅很大的装饰画，画像上面是个贵妇女，穿着礼裙，在田野上扶帽子，有点莫奈的风格。韩哲直接把穿裙子的一具女尸放在了画像的后面，还摆了和画像一样的姿势。这波就是 3D 装饰画，尸体就嵌在墙上，一摘画就能看到。但是这么大的画像，谁没事摘啊？韩哲想了想，在画像上面划了几道，画像破了，你总不能还挂着吧？等你卸下画，不就精彩了吗？不过画像后面倒是给韩哲提了醒，墙面可以藏，地板下也可以藏，而且地板下还比较好找，因为地板下有东西，地板就会是空的，踩上去声音会不一样，就会是很明显的线索。不过要选择经常踩的地板，韩哲选择了大厅的楼梯中间的一个台阶，这个楼梯一家人每天都要踩，肯定能听出区别。韩哲还选择了女尸摆了一种仰望的姿势，放了进去。这也打开台阶的地板，就会看到一个女尸抬头看着你，非常有恐怖效果。韩哲装好了女尸，恢复了地板。韩哲才踩试了试，果然埋尸体的这个台阶踩上去的声音很明显跟其他的不一样。此时此刻，餐桌上主角的柚子8岁的小强放下了碗筷。怎么了？不合胃口？女主人阿珍问道。我好像听到大厅的楼梯上有脚步声。小强皱着眉说。阿伟脸色微微变化，一家5口都在这里，怎么可能还有人在楼梯上下楼？我看看去。阿伟走出饭厅，
小强也跟了上来。楼梯上空无一物，韩哲早钻墙里了。没人啊。阿伟说。会不会是鬼啊？小强有点害怕。不会的。阿伟笑着摇了摇头。应该是楼梯的地板比较旧了，之前我们搬家的时候被我们踩下去变形了，现在弹起来发出了声音。阿伟冲小强解释。小强点了点头。先回去吃饭吧。阿伟和小强回了饭厅。这件事算是又一个韩哲的痕迹了，这对于韩哲反而是好事，增加点未知的恐怖氛围，估计也能给额外剧情积分。还有3具尸体，韩哲挑了几个还不错地方，一个是大卫生间的镜子后面，韩哲创造了个小空间，就把尸体放在里面。一家人每天刷牙，实际上都是对着女士呲牙，听着就恐怖，听着就精彩。一个是地下室的柜子旁的杂物后面，地下室还有很多上一任房主留下的杂物，这家还没清理，清理完了他们应该就能发现这具宝藏。宝藏女孩非常励志。还有最后一句，韩哲想过直接放进水箱里，这样一来主角全家每天都是喝大骨汤了，但是没必要，这样太恶心了，韩哲都有点受不了。所以韩哲把尸体放在了烟道里，这样做饭的时候发现烟道不通，可能就会去检查一下，然后就会发现被困在里面的圣诞老女人。很精彩。6具尸体放完，提交任务以后尸体就不能再轻易移动了，所以韩哲又检查了一下，一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是楼梯里的那具尸体。楼梯有点薄，尸体埋在楼梯里，屁股就从下面露出来了。楼梯下面是个小楼梯间，推门进去就能看到女尸的屁股吊在顶上。韩哲没办法，只能给女尸换个姿势，依然是脸朝上，不过这次大部分的身体都躺进了楼梯旁边的墙体里，这下才解决。韩哲松了口气，准备点击提交。晚饭后，阿伟一家开始了休息。阿伟夫妇上楼回主卧休息，3个孩子还在大厅里玩。阿伟上楼，拖鞋踩着地板上发出阵阵响声。上到一半，阿伟听到了一声特别的响声，他有点疑惑，回头又踩了一下。怎么了？背后的阿珍问道。这级台阶声音不太对，踩上去好像是空的。空的？对，估计是被虫子住了，先不管了。阿伟没有放在心上。抽空修补修补就行了。阿珍也没有放在心上。两人回到主卧，一进门，阿珍仔细嗅了嗅。怎么了？轮到阿伟奇怪了，屋子里好像多了点腐败的味道。阿珍说，这房子久了有点气味，不是很正常。阿伟笑笑，可是之前搬东西的时候还没有。阿珍摇摇头，可能之前停留的短，没仔细闻呗。阿伟笑着坐在床上，把阿珍搂在怀里。应该是这样。阿珍宽衣解带。还有这种隐藏节目？在墙里的韩哲皱了皱眉，他能穿墙，但是视线不能穿墙，所以只能通过墙上的洞或者缝隙向外观察。啪嗒，阿珍脱衣服的时候，衣领的扣子突然蹦掉了，扣子掉落，弹了一下，直接滚进了床下。我来捡吧。阿伟笑笑，俯下了身。阿伟俯下身向床下看去，床下黑乎乎一片，看不到啊，得拿手机照照。阿伟起身拿起手机，又俯身拿手机照床底，他草草照过去，就看到了床底的纽扣。阿伟伸手去拿，接着他手背感受到了一点毛毛糙糙的，他抬手去摸，然后就摸到了很多像丝线的东西，像是从床底板垂下来的。床底是什么啊？阿伟边摸边说。什么？阿珍一阵警惕，好像也没什么。阿伟把手缩了回来，应该是蜘蛛网，这床应该放了有年头了，床底结了好多蜘蛛网。那明天白天再清理一下吧。阿珍说。有空再清理吧。阿伟把纽扣放在了阿珍的手里，两人默默对视，相拥，然后开始脱衣服。然后韩哲皱着眉在旁边观察着，然后韩哲眼前凭空出现了2团马赛克，将阿伟和阿珍都挡住了。我靠，怎么还打码？韩哲眉头皱得更深了，这情节还打码？什么儿童版恐怖片？之前韩哲藏完了女尸，点击了提交任务，任务顺利完成，一个女尸成功埋藏，奖励10分。韩哲是6具就是60积分，收益减半就是30积分，30积分什么都买不了，只能先攒着。至于额外剧情积分1分都没有给，应该是以后再结算。韩哲的新的任务也出现了，你解锁了一个新的长期任务。长期任务：诡异屋宅。任务目标：主角一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间屋子的不对劲，你应该提醒一下他们了。你需要做3件怪事，让主角一家明显觉得这座房屋不对劲，但你只能让他们觉得这一切是错觉，而不能让他们肯定屋子里有邪祟的存在。而且这3件事总计时间跨度必须超过3天。任务奖励：每完成1件怪事，积分50点；3件全部完成，额外奖励50点积分。任务失败，如果你让他们确定屋子里有邪祟存在，任务将宣告失败，将扣除积分100点作为惩罚。做3件怪事，韩哲想了想，应该就是恐怖电影里面前期的种种情节，看着哪里有隐隐约约的人影，哪个没人的房间有阵阵响声，明明锁好的东西又出现在外面等等。很简单的任务，韩哲又有特殊能力在身，再简单不过了。不过在那之前，韩哲还要做件事，就是用一下自己的能力。来这里以后，韩哲一直在忙，先是忙着改造庄园，然后又忙着引主角入住，之后又忙着盯着主角防止出岔子，最后还要忙着藏宝藏。现在终于有个轻松且不容易出岔子的任务，
韩哲可以先放进行小小的一波抽奖。韩哲现在能空间改造和直接生成道具，倒也方便。韩哲在屋子的地下建造了一个密闭的地下室，韩哲打算以此当计划室和实验室，没事干就在这里做计划和试验得到的能力。抽奖机技能需要改造有屏幕的东西，而韩哲可以直接生成相关道具，更方便了。韩哲生成了一个老式电视在面前，韩哲对着电视发动了技能，但是屏幕还是漆黑一片，怎么回事啊？韩哲回忆了一下，好像自己迄今为止改造的抽奖机都是插着电的，没有电不能抽奖。韩哲没办法，又生成了一个发电机和电源线，开机，电视这才亮起来，点亮了整个地下室。电视亮起来的同时，韩哲一阵头皮发麻，因为韩哲在电视屏幕里又看到了那个咧嘴笑的小丑图案，自己的抽奖机技能也受影响了。韩哲人妈了，他连忙打开自己的霓虹笑脸技能面板，查看了自己现在拥有的技能。面板上显示拥有的第一个技能就是韩哲没见过的捣蛋鬼的诅咒。你已经被捣蛋鬼诅咒了，你所有在霓虹笑脸中心抽取的技能都会被捣蛋鬼偷走，这些技能会在游戏胜利后还给你，但是只有游戏结束你选择保留后才能看到技能具体是什么。你本身的技能也会暂时被捣蛋鬼换成新的相关技能，很刺激对吧？这第一个技能，韩哲读完效果只觉得一阵难受。他之前觉得就算不给新技能，只凭自己的抽奖技能也还能够用，但是现在直接抽奖技能都受影响了，这就有点难办了。韩哲只能继续往下看，看看自己原本技能都换成了什么。第二个技能，捣蛋鬼之神的恩赐，你对蛋蛋的攻击力大幅提升。这什么女子防身术精通？不过韩哲还算相对淡定，这个技能应该就是原本的极度之神的恩赐，本身韩哲有了抽奖技能就不怎么用这个技能了，所以这个换掉韩哲不是特别影响。下一个技能是韩哲最关心的，抽奖机这个技能的名字变成了捣蛋鬼抽奖机。你可以把一个带屏幕的机器改造成一台抽奖机，你可以花费一定代价抽奖来随机得到捣蛋鬼的道具。这个技能拥有较长冷却时间，抽奖倒是还能抽，不过变成了只能抽出捣蛋鬼的道具，那是什么？韩哲一会还得试试。韩哲剩下的两个技能分别是捣蛋鬼的杀猪盘，你所有的抽奖代价强制变成导弹，之后代价逐渐增加。捣蛋鬼认证过的为什么这位公子长得这么像草稿，这个技能本身就很适合用来捣蛋，捣蛋鬼很认可这个技能，所以捣蛋鬼没有换掉它。后面跟着的就是韩哲那个换脸技能原本的技能描述，换脸技能还在，这让韩哲还有点惊喜。不过杀猪盘的免费抽奖变成了导弹，导弹是什么？韩哲重新看向屏幕，是否进行抽奖？消耗一次导弹，导弹具体是什么？不会是？韩哲试着点了一下，韩哲只觉得小腹的下面瞬间一阵剧痛，就好像有人重重踢了一脚。果然是这个，韩哲疼得龇牙咧嘴，靠，我都是鬼了，怎么还怕这个？韩哲心里大呼上当。接着电视的侧面弹出了一个东西，应该就是奖品。韩哲看过去，你最好是个有点用的东西，不然我就不抽了。掉出来的东西除了一张说明书，还有一个香蕉皮。韩哲看了看地上，真的是一个香蕉皮。韩哲看了眼说明书，捣蛋鬼的香蕉皮道具，你可以将香蕉皮丢在地上，除了你以外的其他人都无法看到香蕉皮。香蕉皮生效范围半径2米，踩到必定滑倒，滑倒必定劈叉。韩哲看完了说明文字，心里还是有一点惊喜的。这个香蕉皮算是稳定的陷阱道具，还是比较有用的。韩哲的设想里，捣蛋鬼可能只能给点恶心人的东西，没想到这个捣蛋鬼还能给点有用的，那就继续抽。韩哲按下了抽奖。哦，韩哲下盘又是瞬间的剧痛，韩哲硬生生忍住，新的东西弹了出来，是一支圆珠笔，捣蛋鬼的整人放电圆珠笔。一般的整人圆珠笔被整的人按一下按钮，被电一下，笑笑就过去了，整人效果非常一般。捣蛋鬼的放电圆珠笔，受害者按一下按钮可以释放出10万伏特的高压电，瞬间就能将受害人电得外焦里嫩，整人效果非常持久，但不建议自行尝试。这个说是整人圆珠笔，就是个高压电击棒吗？还行，继续抽。一阵剧痛，一个木盒子掉了出来，上面还有塑封包裹。看看说明书，捣蛋鬼的整人大便，一般的整人大便塑胶制作，没有臭味，仅外形相似，放在别人面前，别人只有看到的一小会时间内会惊恐，很快就会识破，整人效果非常一般。捣蛋鬼的整人大便用真实大便制作，带有自然臭味，外形、气味、口感都完全一致，整人效果非常高级，但是建议只使用一次，因为用过以后很难再收集起来。韩哲看完说明，皱了皱眉，这 TM 不就是一盒真的大便吗？下一个掉出来了一个小包，捣蛋鬼的整人臭屁包。一般的臭屁包打开后会迸发臭气，但是被整的人快速跑掉，躲避臭气攻击，整人效果非常一般。捣蛋鬼的臭屁包采用高纯度毒气，被整的人一闻到就会中毒倒地，无法逃跑，整人效果非常持久。这不就毒气弹吗？有点用。下一个掉出来的是一把匕首，捣蛋鬼的表演弹簧刀。一般的弹簧刀刺的时候有明显的收缩过程，导致表演非常拙劣虚假。
捣蛋鬼的弹簧刀刺的时候不但不会收缩，还会弹出伸长，让刀尖从身体另一边捅出来，可以让你的表演变得非常真实。这个就是会伸长的刀。韩哲不是很感冒。下一个，这次又掉出来了一个盒子，上面画着个蜘蛛。捣蛋鬼的整人盒子，一般的整人盒子打开有个橡皮蜘蛛弹出来，质地虚假，效果一般，甚至吓不到不害怕虫子的人。捣蛋鬼的整人盒子不害怕虫子也能让你吓一大跳，整人效果非常强大。注意，按盒子底下的按钮收回。这个盒子怎么吓人？说明书上没细写，估计里面装着真蜘蛛，还是真的毒蜘蛛，反正能收回就试一下吧。韩哲缓缓打开了盒子，卧槽！韩哲都快被吓得魂飞魄散了，他立刻按下盒子上的按钮，确实够劲，好东西。下一个，韩哲的手准备下一次抽奖，但是韩哲有点犹豫了。这次抽奖的价格是50次导弹，50次啊！韩哲想起了以前自己听过的那个笑话，有3个人被土著人抓住了，然后土著酋长问选择是弹钉钉还是死的那个。其实下盘的硬件受损问题，韩哲也不是很担心，这是无伤害对局，游戏结束会修复所有伤病，即使碎了也会换新的，主要就是太痛了，50次肯定生不如死。算了，最后一次。笑傲小说，韩哲按下了抽奖。嗷！主卧，阿珍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怎么了？旁边已经快睡着的阿伟问道。我好像听到有男人的惨叫声。阿珍说。有吗？有，听着好像是从楼下传来的，但是又是很远的楼下，似乎比地下室还远的地方。阿珍说。阿伟笑了。哪有那么深的地方？一定是你做梦了。也是。阿珍点点头。睡觉吧，换陌生的地方，做点噩梦很正常。阿伟说。好。阿珍继续躺下睡觉。生不如死的50次过后，韩哲觉得自己精神都快错乱了。真的，要不是被这个捣蛋鬼技能诅咒了，何至于如此痛苦？韩哲暗自下定决心，出去必报此仇。接着，一个新的礼品弹了出来，是一个像遥控器的东西。捣蛋鬼的熊孩子召唤器，本召唤器只能使用一次，使用后可以召唤一只野生的熊孩子。熊孩子拥有如下习性和技能效果：让我玩玩，熊孩子会自动寻找周围有意思的东西，如做工精致的玩具小人、闪闪发光的电脑等进行玩耍，并在玩耍数分钟后毁掉玩耍的东西。还是个孩子，熊孩子处于无敌状态，几乎无法被普通类型的攻击杀死。小孩误吞，熊孩子玩耍一段时间后，会在周围无差别寻找物品进行误吞。如果熊孩子误吞的物品缺少通气孔，导致窒息，熊孩子将会快速死亡。这个，韩哲捂着痛处读着说明，能搞破坏，还有无敌效果，好像是个还不错的东西，但是好像也不值50次的价格。韩哲又看了一眼抽奖价格，下一次抽奖价格1000次。算了，捣蛋鬼给的道具已经够多了，也不用这么卧薪尝胆刻苦努力。接下来韩哲就要准备搞些惊悚的怪事了，搞点怪事还是很容易的。韩哲很快就准备好做第一个了。韩哲在墙里穿行，很快来到了3楼。韩哲正要动手，却看到了缕缕金光从窗外透进来，好像是外面的院子。什么玩意？辟邪大礼包被人打开了。韩哲探头看向窗外，让韩哲意外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外面的独栋仓库门口已经坐了2个韩不认识的人。2个人向四周泛着淡淡的金光，在夜晚的院子里格外显眼。韩哲估计这不是这2个人真的在发光，应该是和那个辟邪大礼包一样，这2个人身上应该也有辟邪的东西。但是这俩人到底是谁啊？不是主角一家5口，也不是韩哲的对手。那个自称楚千里的人，这么晚了，坐在别人院子里面，在干嘛？韩哲看了一眼，2个人面对面而坐，时不时往面前的地上丢着2张卡片。2个人居然在打牌，深更半夜坐别人家院子里打牌，什么人啊？韩哲看着那2个人，2个人都是男人，一个穿着古典风格的白袍，留着长发和胡须，一个穿着开襟衣服，头上留着一个中式发髻，好特别的穿着，但是韩哲又有点眼熟。韩哲默默靠近，想到近一些查看。他的听力和视力加成只对主角一家有效，对其他人是没有效果的，所以韩哲只能靠近一些。2个人在认真的打着牌。韩哲靠近的时候，中式发髻的人突然开口了：“来了个小鬼啊！”不管他，我们继续玩。旁边长发蓄须的人毫不在意，继续说。韩哲听到这2句话，很是震惊。作为一个邪灵，自己并没有显形，这俩人还能看见自己，阴阳眼，还是有特别的能力。而且一个人直接用小鬼这个词形容自己了，一个人直接根本懒得管自己，证明2个人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是驱魔高手。韩哲有点紧张。此时中式发髻的人笑着摇了摇头，反正也无聊，叫他过来聊聊天吧。也行。长发蓄须的人点了点头。中式发髻的人转过头，朝着韩哲笑笑：“小兄弟，相见是缘，过来聊聊天吧。”韩哲这才看到他的脸，中式发髻的人的面容看上去非常慈眉善目，让韩哲甚至觉得有些舒服。而随着他的邀请，周围的金光瞬间就消散了，包括从身旁库房里溢出的那一点辟邪大礼包的金光。他居然把辟邪的神器关掉了，这玩意也能关？韩哲更加震惊，但是他还是很警惕，并没有过去，直接拉他过来吧，不磨蹭。长发蓄须的人说：“
也行。中式发髻的人点了点头。话音刚落，韩哲直接感觉自己被一股力量吸了过去，直接就能控制自己这个鬼。这两个人，驱魔大师。韩哲心里肯定了这件事。韩哲被力量挟持，快速来到了两人面前，停下，坐吧。中式发髻的人指了指旁边的地上。好嘞。韩哲默默坐下。两个驱魔大师在面前，韩哲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两位是驱魔大师？韩哲忍不住问道。驱魔大师？中式发髻的人和长发蓄须的人看了眼对方，两个人跟着一阵笑。中式发髻的人转头看着韩哲，笑道：你难道现在还认不出我们两个是谁吗？这句话把韩哲问住了。听他的话，韩哲好像应该认识他们两个人。认识吗？韩哲看了看中式发髻的人，又看了看长袍蓄须的人，这衣服装束，这面容，我靠！韩哲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佛祖和耶稣吗？你们不会是……韩哲惊道。对，不过只是化身。中式发髻的人点了点头。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在这里？韩哲奇怪道。耶稣指了指旁边的小房子，因为这个库房里面有很强的辟邪法器，能够直接长期召唤我们两个的化身到周围。韩哲听着也是一愣，能直接召唤耶稣和佛祖的化身当保镖，这些辟邪法器也是够猛的，怪不得一打开金光冲天。所以你们两个是来杀我的？韩哲说。杀你？耶稣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不，那是，就是叫你来聊天的，聊完了你继续忙你的就行了。耶稣说。好吧。韩哲有点难以接受，自己一个鬼，这俩一个佛祖化身一个耶稣化身，居然就这么和谐的叫自己来聊天，这谁能接受啊？耶稣也看出了韩哲脸上的纠结，继续朝韩哲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俩应该抹除你？韩哲点了点头。耶稣和佛祖俩人又笑了。放心啦，你是在恐怖片的世界，你见过哪个恐怖片里上帝佛祖出手的？不都纯看戏吗？耶稣说。对啊，顶多当个军火贩子出点辟邪道具，没有真出手的，真出手也没法演。佛祖补充说。韩哲点了点头，说的确实有道理，恐怖片出手的顶多就是个牧师或者法师，确实没有见上帝佛祖直接出手降维打击的。所以啊，你就和我俩坐着聊聊，之后你给我俩个面子，别在这法器周围一圈出没就行了，我们交个朋友，和谐相处嘛。佛祖说。好。韩哲点头如捣蒜。先把这把玩完吧，到谁出牌了？耶稣说。到我了。佛祖说。那你快出。耶稣说。我先出个小的，3张寻常百姓。佛祖说着丢出3张画着扛锄头农民的牌。4张修女。耶稣丢出4张牌。你这修女凭什么能管我这寻常百姓？佛祖说。耶稣指了指佛祖的4张寻常百姓上面的图片。你这寻常百姓是男的，对吧？是。佛祖点了点头。然后耶稣指了指自己的4张修女。我这4张修女都穿了白丝袜，身材也都是绝佳，哪个男的看了不迷惑？怎么管不了？这样也行。佛祖皱了皱眉。怎么不行？你对女人不感兴趣，你不懂，实际上合情合理啊。那我出这个，和尚。佛祖丢出1张牌。这是和尚，修行佛法，7情6欲全部斩断，你这些搔首弄姿的修女来再多都没用，不近女色是吧？当然。那我出这个撒旦的蛇化身带1张禁果。耶稣打出2张说。这怎么说？我这个撒旦的蛇化身骗你的和尚吃禁果，你的和尚自然就对女人感兴趣了。哦，也行。佛祖点点头。也行，就到你出牌。撒旦都出来了，这么大的牌啊？那当然。那我来1张法海。佛祖丢出1张。你的法海凭什么管我撒旦？耶稣很不服。你的撒旦不是蛇化身吗？我这法海可是捕蛇专家。那你也不行，我这撒旦是第一魔鬼，你一个法海在捕蛇专家也不能克制，法力差太多了。耶稣依然不服。法力差太多？对。那这样4张法海带4张大威天龙，4个开大的法海够打你个撒旦化身了吧？8张牌丢出，清清爽爽。那我1张水漫金山，搞的就是你这法海。耶稣丢出1张牌说道。佛祖看着水漫金山就是一愣。你为什么还有我的牌？本教就是这么开放包容，善于汲取其他教派的长处，不行吗？行。佛祖点了点头。那我也来1张你的。佛祖开始浏览自己的手牌。就这张诺亚方舟，防的就是你水漫金山。佛祖丢出1张诺亚方舟。两人继续有来有回的打着牌。旁边的韩哲人都看呆了，合着俩人是缺观众。最后1张通天塔，我出完了。耶稣说。佛祖看着手中仅剩的1张牌，摇了摇头。我也只差一点。耶稣意犹未尽的看了眼韩哲。你也来玩一把？韩哲摇了摇头。玩不来，你们玩。韩哲任务还没完成，自然是不想搁着和这俩人打牌的，即使这俩人是超级大人物。别啊，玩一把，我和这个不吃肉的玩牌都玩腻了。耶稣说。真玩不来，我还有事，能先走吗？韩哲说。那要不这样，你玩一把，我们赌点有意思的。耶稣自信说。赌什么？韩哲有点好奇，耶稣这么说是能开出什么说动自己的赌注吗？你赢了，我告诉你个很重要的秘密。你输了，我们也没什么过分要求，你和我们打2天牌就行了。没兴趣。
韩哲摇了摇头，啥玩意啊，就秘密。哎，不听后悔，没这个秘密，你就等着被白天那家伙干掉吧。耶稣说，白天那家伙指的是对手楚千里。耶稣一句话就说到了韩哲的心坎上。他这么说，那这个秘密确实很重要，而且输了就是晚2天牌，单个任务，也不是不能接受。你确定这个秘密很重要？韩哲说，笑傲文学，那肯定啊，我俩什么级别的人物，虽然是化身，但是能骗你不成？耶稣很不爽。行，那就玩一把。韩哲点头答应。哎，这就对了嘛。可是我没牌啊。韩哲说，没事，我们这还有副混打卡组，你可以拿去玩。佛祖拿起一小打卡放在韩哲面前，那就这个吧。韩哲拿起卡看了看，我靠，真不愧是混搭卡组，犹太教的卡有，道教的也有，还有些韩哲也不知道出自什么宗教的，反正就是大杂烩。谁先出啊？耶稣说，你先吧，我不太会玩。韩哲说，那我先出个小的，纯洁的小男孩。耶稣说，小男孩，这个出什么牌大他？韩哲看了眼自己的手牌，这里有一张神父，这个不行，出不得。韩哲打出一张道教的严父，小孩又怎么样，照样被父亲打屁股。韩哲说，我出4张农夫，4打1，欺负的就是你的父亲。耶稣拿出4张，那我这张苦难，你普通农夫扛不住吧？韩哲说，这丢出1张苦难，出这么大了？耶稣皱了皱眉，很大吗？韩哲皱了皱眉，他其实也不知道具体哪张牌大，哪张牌小。佛祖点了点头，苦难是很大的牌了，一般人基本上都怕这东西。那我也出个大的，耶稣本尊。耶稣说，耶稣本尊，对。耶稣拍拍胸脯，有本人带领你们冲出苦难，这也行。韩哲看着手里的牌皱了皱眉，这耶稣本尊都出来了，他一下不知道出什么鸭了。唯一能大过我耶稣本尊的牌，上帝耶和华在我手里，你是打不过我的。老老实实不要，让我继续出。耶稣自信笑道，谁说我不要的？韩哲看了耶稣一眼，那你要你倒是出牌啊。耶稣根本不信韩哲能打出来打过自己的牌，这个1张犹大加2张细长木板和2张钉子，就大你的耶稣本尊，你这能大过我的耶稣本尊？耶稣看了看韩哲丢下来的牌，他立刻就看懂了。这耶稣皱了皱眉，如何？没毛病吧？韩哲说，你的牌是大一点，但是我突然觉得玩牌也不是那么有意思了。耶稣默默收起了牌，那就是我赢了。你不但赢了，还杀死了比赛。旁边观看的佛祖皱眉说，那你告诉我那个秘密吧。韩哲说，耶。打完牌的韩哲默默来到3楼，这个秘密不错，知道了完全不亏，自己也该干正事了。整座房子地面上一共是4层，3层正常楼层，加上顶层1层阁楼，还有1层地下室，1层是大厅、饭厅、厨房、钢琴房、盆栽室等等。2楼是几个人的卧室，还有那个大空房间。3楼的房间也有卧室，不过空着没人住，还有书房和几个空房间。韩哲来到阿伟主卧正上方的空房间，这里也是个大一点的空房间，不过没有2楼那个大，地上铺着木地板，其他就没什么了。韩哲在空房间里生成了一双细跟高跟鞋，然后用高跟鞋在地板上啪嗒啪嗒，从房间左边啪嗒到房间右边，再啪嗒回来，啪嗒啪嗒。细跟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声音很清脆，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分外清晰。接着楼下主卧的灯亮了，韩哲缓缓缩进地板内，穿过楼板，通过灯上缝隙看着阿伟夫妇。阿珍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阿伟也是。你听到了吗？阿珍面露猜色。听到了，谁穿着高跟鞋在楼上走来走去？阿伟点了点头。是谁呢？孩子们不是都在睡觉吗？阿珍说，应该是小美，我去看看。阿伟走出卧室，直接上楼。他来到3楼，揉着睡眼，拉开空房间的门。小美，这么晚了，你在干嘛呢？阿伟说道。但是阿伟紧接着就愣住了，月光从窗外透进来，把房间照得还算明亮。阿伟看得一清二楚，整个房间空空荡荡，没人。不是这间。阿伟又去了旁边的几个房间，还是没人。阿伟的睡意立刻就没了，他连忙跑下楼，直接推开女儿小美的房间门。小美瞬间从床上惊醒，爸，这么晚了，怎么直接就进我的房间啊？小美有些烦躁道，你刚刚穿着高跟鞋在楼上干嘛？什么高跟鞋楼上的？我在睡觉啊。小美听懵了，你确定？确定啊，没搞恶作剧？没有啊。那你继续睡吧。阿伟关上了房间的门，又来到了隔壁小帅的房间和小强的房间。2个孩子也是在睡觉，一问他们也好像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但是他们2个绝对没去楼上。阿伟站在走廊上，心乱如麻。他深知一件事，整座房子2楼到3楼只有1个楼梯相连，如果是孩子中的一个上去恶作剧，阿伟听到声音从卧室出来的时间很短，这么短的时间一定会在走廊或者楼梯撞见这个孩子，所以在楼上的走来走去的那是什么东西？阿伟从房间里拿了一根球棍，又回到了楼梯上。既然自己的家人都在这，笑傲文学，那就应该是家里闯进贼了。他向着楼上缓缓摸上去，3楼他已经找过了，没有人。往楼下去动静他肯定能听到，那个人就只可能是在阁楼上面了。
阿伟紧张的一步一步向上，来到了阁楼的小门前。他轻轻推了下门，立刻握紧球棍准备。吱呀，门缓缓打开。阿伟紧张的屏住呼吸。阁楼的小走廊出现在阿伟面前，空无一人。阿伟立刻看了眼门后，还是没人。这座房子阁楼的构造很特别，一个楼梯上去是一个的小房间，算是阁楼的一个走廊，就是阿伟现在待的房间。两边还各有一个房间，那个贼应该就在2个房间中的一个躲着。阿伟只能深吸一口气，再摸过去探查这2个房间，尤其是左边这个房间。阿珍白天说过，这个房间里好像有人在看着他，可能就是现在这个人。阿伟轻轻转动门把手，很轻，生怕惊动里面的人。接着，阿伟轻轻拉开门，拉了一道缝，向里面看去。阿伟先看到的是一个窗口，一个旧的毛绒玩具就立在窗口。然后阿伟看到了一些旧旧的杂物堆，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东西，连个葬人的地方都没有。那就只能在背后那个房间了。阿伟越发紧张。此时的韩哲躲在墙里，默默地看着阿伟和空气斗智斗勇，太精彩了。之后，阿伟自然是什么都没找到，他很是郁闷，回到了房间里。找到了吗？是谁？阿珍问道。没。阿伟摇了摇头，根本没人在楼上。没人。阿珍很是惊恐。没事，可能只是楼板的钢筋松了，我们听错了。阿伟安慰道。其实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很清晰，他这个说法说服不了任何人，但他们也只能这么解释。2个人没有再说话，事情就荡过去了。2个人继续熄灯睡觉。不过之后2个人彻夜难眠。韩哲能看出这件事已经在他们心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韩哲调出了任务面板，一件怪事应该已经完成了吧？韩哲看了一眼，怪事完成23，已经完成了2件。韩哲一愣，自己不就干了1件吗？怎么就完成2件了？他仔细想了想，哦，估计是自己在地下室嚎得太大声了。但是这个任务有时间跨度，必须3天以上的强制要求。那剩下这2天，阿伟一家就能好好休息了，享受暂时的安宁吧。早晨，阿伟来到饭厅吃早饭，但是就闻到一阵油烟味。怎么回事啊？油烟这么呛？阿伟说，抽油烟机好像坏掉了，光剑往里面抽烟，但是就是排不出去。阿珍端着煎蛋上了桌。老房子就是难受，很多东西都是坏的。阿伟皱了皱眉，没事，这几天先吃水煮的，抽空再换新的。阿珍说，行吧。阿伟坐到饭桌前，尝了口煎蛋。草草吃过早晨，阿伟就要出门上班了。他来到大厅，立刻就停住了，目光死死地盯着旁边的墙面。躲在暗中观察的韩哲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他看的地方正好是那幅背后藏着尸体的画。坏了！韩哲心里咯噔一下，这幅画之前被韩哲划了很多刀，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阿伟现在发现原本完好的画被人划了很多刀，对他来说应该算是一件怪事。这样韩哲没到3天就完成了3件怪事，这个任务就得失败了。韩哲得想办法阻止。怎么了？旁边的阿珍问道。那幅画一直是这么破的吗？阿伟说，不知道，我没什么印象。阿珍说，算了，我要迟到了，管他呢。阿伟直接提着包急匆匆出门。韩哲赶紧看了一眼任务面板，还好，好像是因为阿伟也不确定画原本是什么样，所以没有算怪事。韩哲松了口气。之后的2天时间，韩哲暂时不能再影响阿伟一家，干脆就蛰伏了起来，24小时盯着整个庄园周围，主要就是在防楚千里这个对手。让韩哲意外的是，楚千里这个家伙这2天也真的就没露过面，是真的房主任不打电话就不来了。不过韩哲可不觉得这家伙是来不了，毕竟之前韩哲遇到敌人不露面的时候，自己至少还涂过强力胶，但这一次韩哲基本上还什么都没做呢。这家伙一定在什么地方准备着什么。韩哲想了想，自己也不能就按照任务一步一步走，得预先防御一下，先对手一步。接下来的任务会是什么？韩哲按照恐怖电影的常见套路，其实也能猜个差不多。自己这边应该还会有任务，让主角一家确定屋子里有鬼存在，然后按照经典剧情，主角阿伟这边会请楚千里这个电影里设定的高人。后面的任务内容应该就是自己这个鬼和楚千里这个大师斗法了。主线应该就是这样，8、9不离10。韩哲想了想，既然知道楚千里那家伙一定会来，不如提前做好准备，挖好坑，等楚千里那家伙来，就算没能干掉那家伙，也至少起到干扰作用，让那家伙做事不那么顺利。韩哲有了个计划。3天后，耶！3天来的安宁，让原本怀疑房子真的有问题的阿伟夫妇又放松了警惕。韩哲也没想到这家人能这么懒，地下室一堆杂物不清理，画烂了也不换，抽油烟机坏了也不叫人检修，什么家族遗传性拖延症。不过也是因为这家人什么都不做，韩哲目前倒也省事。此时阿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准备入睡。阿珍在床上已经有些睡意了。阿伟脱下衣服，正准备躺到床上休息，他却猛地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了床头的墙面上挂的一张照片。你还在这挂了张照片？阿伟笑着把照片从墙上摘了下来查看。什么照片啊？床上快睡着的阿珍随口说道。阿伟看到照片上的内容，笑容瞬间凝固。这是一张老旧发黄的照片，但是画面依然很清晰。照片中央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朝着镜头僵硬的笑。很有辨识度的是，他的额头上有着一个特别的对勾形状的疤痕，背后站着一排女人。
基本都低着头，看不太清面容。但是阿伟细看了一下，发现每个女人脖子上都吊着一根绷直的绳子，而她们的双脚也是悬空的，也就是说，这些女人都是上吊的状态。阿伟脸色大变，一个男人坐着笑，背后是一排吊死的女人。记录这种诡异景象的照片怎么出现在自己床头的墙上？阿伟只觉得后脊发凉，他连忙摇了摇身旁的阿珍。怎么了？阿珍刚睡着，又被阿伟摇醒。这张照片是你挂床头的？阿伟把照片放到阿珍面前。什么啊？阿珍随便看了一眼照片，上一家留下的吧，不管他。你先好好看看，这照片很不对劲。阿伟拿着照片又晃了晃，阿珍只好又看了看，他越看越觉得诡异，完全没了睡意。这什么照片啊？晦气死了！阿珍说道。不只是晦气，阿伟指了指照片后面的背景，这张照片的后面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啊！阿珍目瞪口呆，不知道谁把这张照片挂到我们床头的，可能还是哪个孩子的恶作剧，我去问问。阿伟其实已经不太能说服自己了，但他还是拿着照片转头出门。他刚出卧室，楼上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尖叫，是小美。阿伟立刻就往楼上跑。阿伟很快就到楼上了，女生依然在尖叫，尖叫声在空荡的走廊回响。阿伟循声来到一个房间门前，小美。阿伟焦急地朝着里面喊话，里面的女人似乎听到了阿伟的呼唤，她一边尖叫一边开始拼命地拍打着房间的门。阿伟赶忙去转门把手，但是门把手能转动，门却怎么都拉不开。里面的女人尖叫声逐渐带着哭腔，她好像很害怕。阿伟也越发焦急，拼命地拉着门把手。这间房间之前说是储藏室，是一个空的小房间，连窗户都没有，小美怎么会突然被锁在里面？阿伟不明白。爸，里面是谁？背后传来的小美的声音。不就是你吗？小美，别急，爸爸这就把你救出来。阿伟回答道。接着阿伟立刻停下了动作，他猛然向后看去，只见包括小美在内自己的3个孩子还有阿珍都在的楼梯口，他们看着自己，脸上是满是疑惑，还有几分恐惧。女人的尖叫也有点吓到他们了。小美在这？那屋里的是谁？阿伟看着面前的门，此时里面的女人已经满是哭腔，依然拼命拍打着门。里面的姑娘，你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会在我家？阿伟壮着胆子朝屋里喊道。房间里的女人并没有说任何话，只是继续哭喊着，不过因为连续的哭喊，声音越发嘶哑，拍门的频率也越来越慢。里面到底是谁啊？阿珍问阿伟。阿伟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是谁，不过这门打不开，我去拿斧子来。他拼命跑下楼，很快拿了一把斧子上来。此时女人还在房间里，不过声音已经很嘶哑了，她还在拍着门，不过也轻了不少，应该是没力气了。姑娘，你别急，离门远点，这就砸门救你。阿伟冲着里面喊道。阿伟说完，里面果然不再拍门了。阿伟扛起斧头，对着房门重重劈了下去，房门瞬间一个窟窿。阿伟拔出斧头，探头从门上的窟窿看向门里，他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会大晚上闯入自己家，还被锁到了小房间里。阿伟双眼刚向里面看去，啪嗒，头顶的廊灯突然熄灭了，整个空间陷入瞬间的黑暗。啊！背后本身就被吓到的小美更是被吓得一声尖叫，另外2个孩子也被吓得够呛，他们都还小，小帅最大14岁，小美12岁，小强更是只有8岁。不要怕，只是碰巧停了电。阿伟喘着粗气安抚道。我去拿手机照明。阿珍说。让小帅陪你去。阿伟嘱咐。阿珍点了点头。很快2个人摸着楼梯下楼，虽然灯灭了，但是外面还有点月光，能勉强看得道路。阿伟等待的时候看了看面前的房间里，因为没有光，里面黑漆漆的，根本看不到谁在里面。他试着朝里面喊话，姑娘，你究竟是谁，会在我家里？里面的人并没有回应。过了一会，阿珍和小帅拿着手机上来了。为了以防万一，阿珍还多拿了一部，把阿伟的手机也拿上来了。报警！阿伟接过手机的同时，向着阿珍小声嘱咐。阿珍点点头，躲到楼梯下面，小声地打起了电话。阿伟立刻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向房间里照。整个房间很小，一下就能照过去，但是阿伟看到的只有空空的墙壁。人呢？阿伟立刻着急了，他操起斧头，拼命地砍起了房门。很快，房门被几乎完全破坏。阿伟用力一扯，房门就被拉开了，整个房间都露在众人面前。狭小的空间里面空空的，哪有什么哭喊尖叫的女人？是自己出现幻觉了？不可能！阿伟回头看了看背后也被吓得抱在一起阿珍和孩子们，自己幻觉，他们也能幻觉？阿伟不相信，走进房间，他抬头看了看，哦，不是空房间，上方有一根从头顶横梁上挂下来的麻绳，麻绳打成了一个绳结，就悬在头顶，看着很久，有年头了。阿伟立刻就联想到了自己刚刚看到的那张照片，一个额头有对勾疤痕的男人，背后一排吊死的女人，这里会不会是？阿伟的内心瞬间被惊恐淹没，有些站不稳了。转头，阿珍和孩子们也在颤抖。这个房子不太对，阿珍念叨着。警察来的倒是很快，不过只有1辆警车，2个警员，一个瘦点，一个胖点。阿伟一家被吓得够呛，见到警察就跟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他们结结巴巴的把警察和领到了3楼的这个房间前，朝着警察描述着一切。瘦警察在楼下简单的检查了一下电箱，上楼来说道：“没事，只是跳闸了。”
胖警察则是皱着眉头听着阿伟讲述完毕。胖警察简单的看了下整个房间，又看了看遍地的木门碎屑，然后开口说：“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一个女人被锁在了你们家里的这个房间，拼命拍门哭喊，然后你们开了门，发现屋子里面并没有人？”差不多。阿伟喘着粗气说道。哦，不能从门走了吗？不可能，我一直在门口。哦，所以这个哭喊的女人就是突然从房间里消失了，对吗？胖警察说。对对对。阿伟和阿珍拼命点头。那你们就是见鬼了？算是吧。我明白了。胖警察点了点头。得亏你们遇到了我呀。阿伟和阿珍听到这句话，稍微松了口气。胖警察摸了摸衣兜，从里面掏出了一张票券一样的东西，交到了阿伟手里面。警官，这是。阿伟看着手里的东西，这是镇上精神病院全家桶的优惠券，你们拿着去，全家都能打折，还免挂号排队。胖警官语重心长道。不是，警官，我们不是神经病。阿伟有些着急了。我知道，但是不影响你去检查检查，对吗？胖教官说道。等等，警官，我这还有这张照片，您等一下。阿伟拼命地跑下楼，然后拿上来了那张照片，递给了胖警官。这是什么照片？胖警官看着照片说道。阿伟继续解释，这张照片是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前的，照片上背景就是我现在这所房子。所以呢？不是警官，你看，这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后面的书上吊死了很多女人，就有没有可能，那些被这个男人吊死的女人，她们的魂魄还在这间房子里游荡？阿伟有点语无伦次地解释着。差不多明白了。胖警察点点头。警官？阿伟一阵惊喜。你的意思就是，很久之前一个男的在你这个房子里吊死了很多女人，现在这些的冤魂在你的屋子里面？对对。阿伟点点头。那你让他们交房租吧。鬼魂的事建议找教会，不归我们管。啊？警官？走吧，收队。胖警官转头对瘦警察说。瘦警察点点头。对了，如果找了那些吊死女人的尸体，倒是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两个警官边下楼边留下了一句不算交代的交代。警车开走了，房子里显得更加寂静。阿伟，我们现在怎么办？阿珍害怕问道。几个孩子也摇了摇阿伟的袖口。我给楚先生打电话，请楚先生来吧。阿伟说。啪嗒，刚亮了不久的廊灯再次熄灭，孩子们再次发出一声惊叫。又跳闸了。阿珍惊道。我打完电话就去检查一下。阿伟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说道。阿珍和孩子们勉强点了头。阿伟回到卧室，用手机打着光，在衣柜里拼命翻找着那张名片。不知道为什么，屋子里本身就没开灯，但是阿伟感觉还是忽明忽暗，让他阵阵不适。他突然意识到，忽明忽暗的不是房间，是外面照进来的月光。他转过头，窗外果然有一个影子在缓缓摇曳。阿伟仔细看过去，那是一双人脚，此时此刻就悬在窗外的上沿，微微摇动，还是一双女人的脚，因为阿伟能看到上面的点点纱裙裙摆。看脚，这个女人应该现在就悬在2楼和3楼之间，面朝着阿伟。笑傲文学，这3天的时间，韩哲抽空还去搞了本秘籍，恐怖故事合集，然后韩哲就学习了一点里面的范例。任务时长跨度满3天后，韩哲就开始准备做第3件怪事。他心中已经有了计划，只是缺计划的具体形式。看了秘籍，韩哲就有主意了。他生成了一张诡异的照片，给他悄悄挂床头，给主角阿伟来点精彩的游戏背景故事。当阿伟仔细看过那张照片，韩哲的3件怪事就完成了。韩哲把奖励买了辟邪物品抗性终极这个能力升级。新的任务解锁，韩哲看了一眼，也是连连皱眉。新任务屋宅惊魂，是时候让主角一家知道你的存在了。任务目标不限次数，你可以做任意数量的怪事，让主角一家深信屋子里有恶灵存在即可，但你不能伤害他们，必须等他们成功邀请驱魔人，你的对手到达庄园，本次任务才会成功。任务奖励400积分，失败惩罚，如果主角一家有人死亡，你扣除400积分，如果主角一家全部死亡，你输掉游戏。当本次任务成功后，将会进入摊牌时刻。韩哲看完任务目标，只觉得一阵不舒服，真就恐怖电影经典套路啊！恶灵明明能把主角一家全杀了，还非要小打小闹，让主角一家去请驱魔人，而且这任务目标要求请的是韩哲的对手，这让韩哲更难受了。但是任务至此，韩哲也只能照做。他在恐怖故事合集里面挑了一个，把情景再现了一下，反正就是拿个高保真录音机在小屋里面割命嚎。韩哲在手动在旁边拍门，等主角阿伟往里看，韩哲再跑去断电闸，增加恐怖气氛。然后警察来了，韩哲就躲起来看热闹。阿伟在卧室打电话，韩哲就调起个生成的死人道具到窗外，怕阿伟看不到，韩哲还特意给他晃几下。只听阿伟在屋子里喊了一声，就往窗前冲过来。韩哲知道阿伟已经被吓得够呛了，这一声喊叫是在给自己壮胆呢。韩哲直接默默带着道具缩回墙里，留下阿伟在窗前发懵。任务圆满完成。接下来的事跟韩哲预料的一样，阿伟一家确实被吓坏了，他们连天亮都等不到，就在拼命的给楚千里打电话。那就等楚千里一到，韩哲的这个任务就能完成。之后，阿伟和妻子孩子们抱在一起，躲在了屋子旁的库房里。阿伟在库房里翻找，却没有找到那个辟邪大礼包。辟邪礼包呢？你们见了吗？怎么就不见了？阿伟有些恍惚道。阿珍和孩子们都摇了摇头，他们当然没有见过，
因为辟邪大礼包早在昨天就已经被韩哲重金雇人偷走了。虽然韩哲不能直接偷，但是可以附身到一个人身上，再控制这个人雇个人去偷。阿伟现在只能抱着那把斧头壮胆，颤颤巍巍地给楚千里打去了电话。楚千里几乎是秒接电话，阿伟还没说话，楚千里那边就已经抢先问道：“你已经见到我说的邪祟了？”阿伟就像抓住了最后希望一样，拼命说道：“对，楚先生，先前没听你的警告是我不对，你什么时候能来一趟帮帮我们啊？我们必有重谢。”马上到。电话那边的楚千里只是简单说了3个字就挂了电话。楚先生说马上到，我们马上就没事了。阿伟放下电话，对旁边抱在一起的妻子孩子说道。阿珍也是点了点头。阿伟看向外面的庄园门口，那是楚千里来的方向。此时庄园里一片寂静，夜风刮过，门口的大槐树微微晃动，那正是照片上吊着很多女人的那棵树。阿伟心里一阵发寒。1分钟后，庄园外的道路上果然亮起了车灯，正是楚千里的那辆轿车。阿伟松了口气，他起身小跑着跑向庄园门口，迎接楚千里。楚先生。轿车停在了门口，阿伟也来到了门口。轿车上下来了一个男人。阿伟连忙说道：“楚先生，你可终于来了，我为先前的事向你道歉。”但是阿伟说到一半，嘴里的话却一下卡住了。他张大了嘴巴，惊恐地看着车上下来的男人。车上下来的并不楚千里，而是一个额头带着对勾状疤痕的男人。没错，这就是那张诡异照片上的那个男人。而此时此刻，这个男人盯着阿伟，脸上是和那张照片里一模一样的诡异笑容。此时此刻，阿伟大惊失色，他被恶灵缠身，打了电话请求帮助，结果没想到来的还是恶灵。而人在极端的恐惧下表现出来的是极端愤怒。阿伟抄起那把斧子，直接就朝着疤痕男人砍过去。就是你杀了那些女人！阿伟大喊着。疤痕男人就是一愣，一下闪身躲过斧头，斧头劈在了车顶。你中邪了！疤痕男人转头看着阿伟说道：“你这个恶灵，离我们远一点！”阿伟拔出斧头，继续朝着疤痕男人挥舞。疤痕男人继续躲避。你一定是中邪了，我帮你解开。疤痕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金色粉末，往阿伟脸上直接一撒。阿伟眼睛中了粉末，连忙后退几步揉眼睛。怎么样？疤痕男人看着阿伟问道。什么怎么样？你这恶灵，快滚！阿伟喊着。辟邪金粉都没效果。疤痕男人难以置信，这得是中了多强的邪。一旁观看的韩哲也笑了。辟邪粉可不没效果吗？因为这根本不是韩哲作为鬼下的诅咒，而是韩哲的那个换脸技能。他早在生成那张诡异照片的时候，就特意设计了这个头上印个耐克的诡异男人的形象，前面一个诡异男人，后面一堆吊死女尸，然后疯狂通过怪事营造有女鬼魂魄的心理暗示。什么夜半女鬼散步，女鬼被锁的房间有个上吊绳，什么女鬼在窗外吊着，都是韩哲特意设计的细节。这样阿伟就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些怪事是照片上的女尸鬼魂导致，会更加坚信照片是真的，也就会更加觉得照片上的诡异男人是幕后真正的恶灵。然后等楚千里这个救兵一来，韩哲就悄然给他把脸换成那个额头戴耐克的诡异男人脸。至于为什么是耐克疤痕，因为韩哲需要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让阿伟一看到就认定是诡异照片上的那个诡异男人。要不是哈利波特的额头闪电疤痕比较小不明显，韩哲还真想改用闪电疤痕让楚千里 cos 一下哈利波特。不过现在韩哲的计划很成功，阿伟看到换脸后的楚千里，激动的都上斧子了，达到了从内部分化敌人的战略目标。而随着楚千里下车以后，韩哲也完成了对应的任务。信息框弹出，任务屋宅惊魂完成，获得积分200点。你可以选择一个能力进行购买。韩哲这次没有再购买能力，因为他感觉任务不剩多少了，再这样买下去，到游戏结局自己可能都没几分，只靠隐藏的额外剧情积分就太冒险了。信息框显示了新的信息，这次是更大的字号。注意，摊牌时刻已经来临，电影主角一家已经意识到了你的存在，所以你没有必要再隐藏下去了。从现在开始，你可以选择用任何方式直接杀死对手，来直接获得游戏胜利，或者可以选择继续完成新的任务，尝试按照剧情解放自己，最后以积分的多少来决定胜利者。韩哲看完了提示，倒是看明白了，这就是摊牌时刻，可以直接杀死对手获得胜利。但是韩哲很清楚自己这边给的能力很强，对手楚千里那边自然也会是个驱魔大师，还是继续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干掉对手那家伙。看完这些提示框，韩哲新的任务也到了。新任务恶魔巢穴。那些蠢货以为叫来驱魔人就能解决事情了吗？这里是你的地盘，你才是真正的领主。任务目标：建设一个恐怖的地下迷宫，将你的对手引入并困在里面一段时间，如果能将主角一家的人也引入，可以得到额外奖励。另外，你的迷宫越惊悚恐怖，你就能得到越多的额外剧情积分奖励。任务奖励：积分600点，解锁较高奖励剧情分支。失败惩罚：扣除积分100点，解锁较低奖励剧情分支。韩哲看了一眼这个任务，和之前相比，失败的惩罚倒是很低，成功和失败最大的区别只是解锁的剧情分支不一样。不过这也不代表这个任务可以随便输，一个奖励多一个奖励少，输了这次之后的奖励也会少，这么算其实输了积分损失还是很严重的。韩哲依然要认真对待。还有这个任务目标，建造一个黑暗迷宫，不能早点预告一下吗？
虽然韩哲有改变庄园内空间的能力，但是这要用的时候现盖，属实有点着急了。另一边，顶着疤痕男人的脸的楚千里，实在是跟阿伟解释不太明白，只能动用了一些小法术。阿伟瞬间晕倒。楚千里照了一下后视镜，发现果然是自己的脸被换掉了。他感觉用了几个符咒往自己脸上贴，却发现一点变化都没有。他这才意识到，这不是恶灵的诅咒或者邪术，而是对手自带的技能，这是很致命的一招。楚千里真的没办法，他只能再把阿伟唤醒。阿伟醒来后依然很激动，逼得楚千里给了他一耳光，他才淡定些。然后楚千里只能跟阿伟解释，自己就是楚千里，这是恶灵的诡计。他越解释，阿伟也是半信半疑，尤其是他的解释还让阿伟对楚千里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毕竟你个楚千里连恶灵给你脸上的附加的东西都清除不了，怎么相信你楚千里能清除恶灵本身？楚千里眼见没办法跟阿伟说清楚，干脆直接对阿伟说，要不你们今夜先住宾馆，驱除恶灵的事交给我就行。这句话很好，直接说到了阿伟的心里面了。他原本是怀疑楚千里的，但现在也愿意听楚千里的了，因为他搬去宾馆让楚千里一个人驱魔，无论楚千里这个驱魔大师是真是假，他阿伟都不需要任何的冒险。好，那就交给你，我们现在就去宾馆。阿伟点点头答应。另一边，忙着建设迷宫的韩哲从怨灵之耳听到了阿伟的这句话，这可不行，你全家可是我韩哲的额外奖励，你们得进迷宫，可不能去住宾馆。韩哲必须阻止这件事。阿伟和楚千里正在交涉，车外突然传来了男孩的叫声，这个叫声很清晰，阿伟一下就能听出来是他最小的儿子小强的尖叫。阿伟和楚千里急忙下车查看，就在刚才，阿珍和孩子们见阿伟半天没回来，就过来查看。韩哲直接悄悄附身在了最后面的小强身上，然后就是韩哲的表演时间了。韩哲附身的小强一阵尖叫，把前面的阿珍和小帅小美吓了一跳。小强，怎么？别吓妈妈！阿珍急忙说道。韩哲附身的小强抽了一下，然后指了指前面不远处从车上下来的楚千里。那个叔叔看了我一眼，我就感觉什么东西钻进我嘴里了。韩哲控制着小强说道。接着，韩哲控制着小强开始快速抽搐。哈哈哈哈！韩哲控制着小强发出一阵难听的笑声，然后转过头，在阿珍和阿伟的叫喊中，猛地冲回了庄园的房子里。这个就叫栽赃嫁祸。小强，回来！阿伟拼命的喊，小强还是头也不回的冲进了屋子里。急火攻心的阿伟一把抓住楚千里的衣领，你到底对我儿子做了什么？楚千里都烦了，他一下挣脱阿伟的手，你替我来找你了。阿伟说着就要往洞里钻，但是他被楚千里一下拦住，不用，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阿伟摇了摇头，不行，我的孩子完全交给你，我不答应，至少要我们两个一起进去。楚千里看着阿伟，沉默了片刻，行吧，我给你的辟邪大礼包呢，去里面找2个关键的东西带上，基本你不会有事。那个不见了，不见了，我把它放在仓库，然后就不见了。阿伟回答。你，楚千里指着阿伟，很是窝火，要不是我的任务必须是保你全家周全，我一定把你的脑袋按进马桶里。是我的错。阿伟也有些惭愧。给你这个。楚千里掀起衣服，从腰包里掏出一个预制的护身符和一叠符咒，这是护身符和符咒，护身符能持续保护你。阿伟接过了楚千里的东西，绿色符咒是照明用的，揉一下就能点燃，能烧很久，不会烧到手。黄色符咒是护身符咒，如果护身符的效果不够，点燃黄色符咒能暂时保护你。楚千里说道。接着他又掏出一个红色符咒，这个是求救用的，如果你和我失散了，你就点这个，明白吗？楚千里说。明白。阿伟点点头。行了，我打头，你跟在我后面。楚千里点燃一张新的照明符，钻进了洞里。阿伟跟着钻了进去，洞直接穿过了地下室的墙壁，是按照一个比较缓的坡度向下延伸。照明符咒的亮度有限，前面一眼望不到头。洞壁是泥土的，看着不太结实，仿佛随时会坍塌，给人的感觉很压抑。但楚千里没有说什么，只是一直往下摸着。走了一段距离，楚千里突然停下了。怎么了？阿伟问道。自己看。楚千里已经烦死这家伙了。阿伟探头看去，前面的洞道居然一分为3了，是个岔路。走哪条？稍早。韩哲控制着小强的身体，一下钻进了自己开始建设不久的迷宫中。进去时还推翻了装着杂物的架子。小强，你在哪？韩哲听到了上方阿伟的喊声。爸，我在这。韩哲控制着小强向上面喊去。阿伟果然上当，直接来到了地下室。小强，你在哪？阿伟继续呼喊。爸，我在这下面。我刚刚眼前一黑，架子突然倒了，砸下来把我埋下面了。韩哲只能再回应。小强，你等着。爸，你快点，下面好黑，我好害怕。韩哲装出哭腔。小强，你，爸，我，小强，你，爸，我。经过一番引诱，阿伟果然要下来了，但韩哲很是不爽。NND， 半天什么都没干，光认爹了。3条路走哪条路啊？分头行动。阿伟转头看向楚千里。分头行动。楚千里瞪了阿伟一眼，你还真就是恐怖片的主角啊！啊！阿伟一下没有听懂。不用分头了，我有办法。楚千里又拿起一块翠绿的玉佩。
他把玉佩在3个洞口挨个放了一遍。当在玉佩放在右边的洞口时，玉佩瞬间变成了深黑色。走这条。楚千里指了指右边的洞口。你这是什么原理？特殊的辟邪玉能感应到恶灵的气息。楚千里随口回答，然后开始钻进右边的洞口。太强了，要没你我肯定得迷路。阿伟跟着楚千里钻进洞口。此时此刻，韩哲就在前面地道的深处。有阿伟在楚千里身边，韩哲的怨灵之耳和怨灵之眼一直都能监视到楚千里。韩哲觉得有些棘手。果然，这家伙有跟踪自己气息的道具。那疯狂挖岔路似乎就没什么意义了，穿墙的意义也不大，给他弄点其他的东西吧。韩哲继续开工。阿伟和楚千里钻了一段路，来到了一个宽敞点的空间，也算是这段地道的出口。楚千里钻出地道，看了一眼，皱了皱眉。阿伟跟着钻出来，转头看了一眼，左边来的方向还有2个洞口。好家伙，3个地洞原来都是一个出口啊！阿伟感叹道。继续往前走吧。楚千里转移话题。前面只有1个洞口。楚千里拿着玉佩在洞口试了一下，才放心往里走。就1个洞口，你是什么？阿伟说。我怕那家伙并没有走动，而是钻到哪面墙的后面了。还能穿墙？就算不能穿墙，有其他洞，他钻进去把洞一堵，不就是墙了？明白了。2人继续往前走。前面又是3个洞口，不过每个洞口前居然都立着一个人形标牌，洞口上方还横着一个标语：选择你的通关导师。然后下面每个洞口的人形标牌上也写着说明。左边的洞口的人形标牌是一个穿着军服的壮汉，说明文字：导师，军训教官。他很严厉，所以之后的路会强制给你最正确的警告。中间洞口的人形标牌是一个前凸后翘的美女，说明文字：导师，美女导师。她很温柔，所以之后的路会给你最正确的建议。右边的洞口的人形标牌是一个小女孩，说明文字：导师，鼓励妹妹。她很善良，之后的路会给你很多鼓励。楚千里和阿伟看着这3个人形标牌，就是一愣。这家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楚千里皱眉道：选哪个导师？阿伟看向楚千里：选什么选？我们直接跟着气息走就行了。笑傲文学。楚千里举起玉佩，对着洞口都验了一遍，中间的洞口玉佩变黑了。走中间的。楚千里说。好嘞。阿伟点点头。2人走进了美女导师的洞口，向前走了一段路，楚千里就看到前方又出现了一个人形标牌，小心点。楚千里拦了拦阿伟。好。阿伟点了点头。楚千里稍微往前走了2步，看了眼人形标牌，依然是那个前凸后翘的美女导师，面带微笑。这次说明文字变了，美女导师提醒：前方路滑，要小心哦。下划线。还真提醒啊，对面真的是恶灵吗？后面的阿伟感叹道。够了，你再离我远点，遇到情况我扛。楚千里的语气很炸。哦，怎么突然吃炸药了？阿伟往后缩了缩。楚千里确实很烦躁，对手越搞这些他就越不安，越觉得自己被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中。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方路滑，很滑吗？他低头看了一眼前面的地面，就是土质的地面，略显松软，因为是下坡，可能是有点滑，不过小心一点也不至于摔跤。装什么假好人啊？楚千里继续向前走出几步。啊，根本就不怎么滑嘛。楚千里冷笑一声，接着他就感觉脚下踩到了什么，奇滑无比。他直接一滑，后仰猛地摔倒，然后因为是下坡，他整个人开始往下溜。溜了几米，楚千里还没来得及停下，前面的地面突然塌陷，是个深坑。楚千里直接掉了下去，而深坑下无数锐利的尖刺早已经等候多时，眼看楚千里就要掉在刺上，他突然身上散发出耀眼的金光，金光所到之处，所有的尖刺瞬间消融。楚千里双脚落地，安然无恙。不远处的韩哲皱了皱眉，果然，系统给的空间改造是恶灵的通用能力，用这个作为攻击手段，对楚千里这个一身辟邪道具的驱魔大师级的家伙完全无效。要弄死这家伙，还是得靠韩哲本身的技能或者别的办法。韩哲转身快速撤退，他刚才弄的这个人形标牌的导师选择，主要就是为了完成任务目标里的迷宫越丰富，积分奖励越高，顺便杀人诛心一下对手楚千里。然后则是直接把捣蛋鬼的香蕉皮放在路上，弄了一个尝试杀死楚千里的陷阱。而旁边那个小心路滑的警告，主要就是为了避免伤到后面的阿伟。此时的韩哲也已经推测到，对手楚千里应该也有保护主角一家的任务目标，那他遇到疑似情况，应该会自己预先涉险，不会让什么能力都没有的废物阿伟紧跟着，这样阿伟就会在后面相对安全一些，踩到香蕉皮的概率大大减小。韩哲这么做是因为他有留住阿伟性命的原因，因为韩哲的任务目标里，进入迷宫的主角一家必须保留至少一个，才能解锁下一个好一点的任务。笑傲小说，目前迷宫主角一家就进来了一个阿伟，韩哲控制的小强也不知道算不算，所以为了保险，韩哲得留住阿伟的性命。另外，韩哲也考虑过杀死阿伟，让自己的任务失败，但同时破坏掉楚千里的任务。但是他算过这么做的收益很低。首先，楚千里保护主角一家一定是个小任务，不会是对局的失败条件，因为韩哲这边没有对应的杀死主角一家作为胜利条件。如果不能直接让对手出局，杀死阿伟，自己的一个任务失败换对面的一个任务失败，完全划不来。因为这个任务失败还会影响韩哲的后续任务，韩哲的损失更大。
所以那就让阿伟活着，直接来尝试杀死楚千里吧。楚千里拿起玉佩，立刻跟着韩哲的气息开始追击。他追出数步，又看到了一个人形标牌。笑傲小说，还是那个美女教官。说明文字，美女导师替您转达对手的留言。你搞不过我的，赶快自杀，我们直接下一把。楚千里看完说明，并不在意，只是握着玉佩，顺着韩哲的气息继续往前追。继续往前追出一段路，让楚千里意外的是，地洞居然越来越宽敞了。原本只够一个人通行，现在已经能开过一辆车了。又在搞什么？疑惑的楚千里继续往前走，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光点，什么在发光？楚千里疑惑地向着光点走过去，越走越亮。然后就是更让他疑惑的，洞壁上居然有一盏开启的壁灯，发光的光点正是这东西。再往前还有很多盏灯，整个洞穴变得宽敞又明亮。楚千里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他可不觉得对手会这么有良心，还能给自己在这地道里装电灯，一定有什么阴谋。但是楚千里实在是想不出来，在地道里装电灯能有什么作用。他只能继续拿起玉佩，跟着韩哲的气息继续往前走。接着他看到了第二个人形标牌，还是美女教官，说明文字只有5个字：小心蜘蛛哦。人形标牌的手上还贴着一个打开的小木盒子，木盒子上画着蜘蛛图案。小心蜘蛛？哪有蜘蛛？楚千里向前看去，果然在前面看到了8只眼睛和一个巨大的带有黑色绒毛的身体。这个身体很是巨大，几乎占据了洞穴的全部宽度。楚千里睁大了眼睛，我靠，卡车大小的蜘蛛！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洞壁要修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安电灯了，都是给蜘蛛准备的。蜘蛛也发现了楚千里，直直朝着楚千里飞奔过来。看着巨大的蜘蛛朝自己冲过来，楚千里心里有了一个想法，这么大的蜘蛛会不会只是幻想？不可能，如果只是幻想，需要准备这么多东西给蜘蛛吗？楚千里想到这里，扭头就跑。但是楚千里能听到，即使自己全力奔跑，巨型蜘蛛也在后面快速接近，有点跑不过。楚千里从袖口取出桃木剑，御剑术，桃木剑直接受楚千里控制飞出，然后桃木剑撞碎了旁边洞壁上的电灯，沿一条直线飞速向前飞去，沿途的电灯被统统撞碎，周围迅速黑暗下来，接着变得一片漆黑。楚千里掏出一张符，点了一个火星，向着前方一丢，带有火星的符纸沿着地道向前飞去。楚千里趁机趴下，缩在黑暗的角落。巨大的震动和劲风从楚千里头顶掠过，是那只巨型蜘蛛经过。果然，在这漆黑的环境下，这只巨型蜘蛛本能的去追击亮点了。畜生就是畜生，不足为惧。楚千里等着巨型蜘蛛走远，爬了起来。他嘴上说着不足为惧，腿上已经加快了脚步。他快速向前小跑，试图尽可能的远离蜘蛛。很快，前面的电灯也没有了，地道也变小了。楚千里明白，应该不会再有蜘蛛了。有没有电灯对楚千里其实是毫无影响的。他拥有夜视技能，不过对手有能召唤巨型蜘蛛的技能，这倒让他原本有些顾虑。但是现在没有蜘蛛的条件了，他的顾虑也打消了不少。楚千里继续按照玉佩的指引往前跑，追击着韩哲的气息。跑出一段路，楚千里愣了一下，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堵墙，这里是一条死路。楚千里看了眼左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出口，转头一看，来时的路也没了。楚千里整个人被困在了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小把戏。楚千里拿起玉佩，对着各个方向就开始感应，只要感应到韩哲的气息，自然就能找到路。楚千里很自信。就在这时候，大量黑色的气体从各个洞壁的缝隙开始快速渗入。楚千里隔着数米远，只闻到了一丝，感受到了气体里携带的窒息感。黑暗气息也没用的，伤不了我。楚千里取出一张白色符纸，符纸上面是一个镜字。没错，这正是净化符，什么黑暗力量都能净化。楚千里点燃符纸，丢进了黑色的气体中。散！楚千里喊出口号。轰！剧烈的爆炸在狭小的空间里发生。躲在斜上方一段距离外的韩哲听到了一声巨响，然后周围的洞穴开始剧烈颤抖。怎么回事？什么炸了？韩哲正在疑惑，眼前突然弹出了一个信息提示框。注意，你的对手已经死亡，你获得本场对局的胜利。韩哲看着描述，直接就愣住了。什么啊？我赢了？对手怎么突然就死了？韩哲难以相信，但是胜利的提示框就出现在面前，每一个文字都是那么真实。怎么赢的？韩哲想了想，好像也就想明白了。韩哲刚刚把楚千里这家伙堵在了一个小空间，在旁边使用了捣蛋鬼的臭皮包，然后就快速躲开了。韩哲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单纯的想用墙壁暂时拖住楚千里，然后用臭皮包的毒气看看能不能毒死他。这家伙应该是看见毒气就点燃了一张符纸想净化，然后就炸了。这个捣蛋鬼臭皮包里的气体应该是剧毒气体和易燃易爆气体的混合气体，一遇明火就爆炸。楚千里应该就是这么把自己送走了。不愧是捣蛋鬼，臭皮包的毒气都这么离谱。韩哲彻底明白了，这啥呀这？韩哲他其实还准备了很多个计划来对付楚千里，包括把捣蛋鬼的电击笔伪装成关键按钮，骗楚千里去按，然后电死他，比如电梯按钮；包括利用捣蛋鬼的表演弹簧刀的伸长特性来正面和楚千里对抗；包括利用熊孩子召唤器来对楚千里的招式见招拆招。自己基本用的都是邪灵的能力，抽到的2个其他鬼的能力，
水鬼、楚人美的能力也没怎么用上，还有耶稣告诉自己的那个秘密，韩哲也没用上。那个秘密就是楚千里已经预先在庄园周围埋下了驱魔法阵，韩哲还特意悄悄去破坏掉了。本以为能是最后的关键的，结果根本没用上，对手就这么挂了。但又不是因为对手蠢把自己蠢死的，这让韩哲有种做了10000个准备对付敌人，然后敌人中风死了的憋屈感。韩哲回到了放映厅，等待着结算。算了，赢就赢了吧。夜深，一堆情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影频道放映的一部叫《恶灵庄园》的恐怖电影。他们看到电影主角和请来的驱魔人在恶灵的指引下，进入了庄园内部幽深黑暗的地道。情侣2人替电影主角和驱魔人2个人捏了把汗。接着，他们看到驱魔人和电影主角分开了。驱魔人遇险，驱魔人遇到了大蜘蛛，驱魔人遇到了死路。四周黑暗的气息向着驱魔人所在的空间快速渗入。看电视的情侣2人越发紧张，缩进了沙发里。驱魔人掏出了净化符纸，点燃，轰，屏幕一黑，接着就是一个旁白：驱魔人楚千里就这样死于瓦斯爆炸。全剧终。我操！情侣中的男人立刻坐了起来。什么鸟剧情？他愤怒地把遥控丢了出去，电视被瞬间砸碎。总之，韩哲现在和对手是1比1平，最后一局谁赢就是谁赢下游戏。屏幕里开始出现转盘，第3局的游戏会是什么频道？连着2波压抑的频道了，韩哲希望现在能来点轻松健康的。不过少儿频道都是凶杀案了，韩哲真不知道什么频道能轻松点。纪录片、历史战争类的恐怕更残酷。转盘开始转动，最后停在了电视剧频道，即将播放电视剧《霸道总裁、长腿校花和丑小鸭的美妙幻想》。我靠，这啥玩意啊！韩哲看到这个电视剧名，眉头直接能打个死结。他不怎么看电视剧，但是在他不多的电视剧涉猎中，这个剧名已经是非常炸裂的了。看这个剧名，韩哲似乎已经猜到剧情了，应该是个女主丑小鸭，女2号白富美，然后女主逆袭，最后成功和霸道总裁在一起的白痴笨蛋老土剧情。不过韩哲比较疑惑，这种白痴剧情能给自己一个什么任务，让自己帮女主逆袭？太白痴了吧！韩哲继续往下看，屏幕上显示了电视剧的剧情梗概。韩哲简单看了一下剧情，发现和自己想的并不太相同。小看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了。这部电视剧一共有3个最主要的角色，男主富家少爷很孝顺，剧名的霸道总裁就指的他，这个设定很正常，韩哲看着也很淡定。女主超级富家少女，但是深深爱着男主，并且和男主有婚约，这个设定韩哲就有点意外了。女主角也是富姐，还有婚约，这还逆袭什么？难道是家庭伦理商战大剧？女2号，男主的白月光，男主深爱的女人很穷，没有生育能力，男主家族不允许男主娶她，这个女2号。韩哲现在真的觉得这会是一部伦理剧了。但是往下看电视剧剧情，韩哲就发现自己还是想简单了。主要剧情如下：男主家里有钱，他妈给他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这个富家千金就是女主。男主完全不喜欢女主，但是很孝顺，所以答应了跟女主的婚约。目前的剧情背景还算正常合理，但是男主其实还有一个很爱但不能在一起的人，就是女2号白月光。白月光家里穷，而且因为肿瘤问题切除了子宫，没有了生育能力，所以男主的母亲绝对反对男主娶这个白月光。这个剧情也还算正常，接下来的就是让韩哲目瞪口呆的魔怔剧情。所以男主为了让他爱的白月光能拥有生育能力，决定和女主结婚以后，把女主的子宫移植给白月光。先不谈子宫能不能跟角膜腰子一样移植，毕竟这是电视剧，虚幻一点也不是不行。主要是女主的态度，女主因为深爱着男主，所以态度是非常愿意。TNND 非常愿意。韩哲看到这部分剧情人都傻了，就这恋爱脑的设定，就这离谱的剧情，如果能拿到现实世界，放在整个现实世界的烂剧界都是非常炸裂的。然后就到韩哲的任务了，你在本部电视剧中扮演的角色为女主的舔狗。虽然你跟女主表过很多次白，但是女主每次都会拒绝你，所以你决定以朋友的身份好好守护好女主。你的任务目标是守住女主的子宫，防止她把子宫给白月光。韩哲看到这个任务目标，只觉得想砸面前的屏幕，啥玩意啊？牛马剧给了个牛马角色，然后要完成牛马任务。韩哲继续往下看，你的对手扮演的角色的男主的好兄弟，他的任务是促成女主将子宫移植给男主。注意，在本次频道中，你不能杀死任何角色，且不能攻击主角3人和对手，一旦他们因为你的攻击身体受伤，否则视为游戏失败。你也不能武力威胁主角以及主角的家属。任务需要的角色记忆已经进入你的脑海。韩哲眼前一黑，周围又亮了起来。这里是一个快餐餐厅，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对桌前，她的表情上看有点情绪低落。韩哲通过记忆认出来，这正是女主。韩哲的任务目标正是守住这家伙的子宫。关于那件事，我答应他了。女主用叉子在面前的餐盘里摆弄着。啥？韩哲愣神道。就把我的子宫给那个女人那件事，下周手术。女主说。哦，韩哲撇撇嘴。我想嘛，爱一个人不应该是占有，而是应该无条件把自己的一切最好的都给他。你觉得呢？女主看向韩哲。我觉得。你问我？韩哲指了指自己，皱眉道。对啊，
我们是好朋友吗？我觉得你脑子有大病。韩哲直白道。你怎么也不理解我？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懂爱情。女主摇摇头。女主的话让韩哲一阵蛋疼。MD 太经典了，这个女主角色怎么能这么气人？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女主看着韩哲说。我觉得吧，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做不出来你这种事。韩哲说。女主跟着摇了摇头。其他人无法理解，经受世人的白眼才能凸显这份爱情的珍贵。你不觉得吗？韩哲一拍桌子，站起身要离开。这脑残台词他是一句都听不下去了，再听下去忍不住打人，就要犯规了。你去哪？女主问道。你管老子！韩哲狠狠丢下一句，愤然离开。剧情背景，我是你的舔狗，我又不真的是你的舔狗。一边玩去。韩哲走出餐厅。就原本的剧情设定，加上女主这脑瘫样，韩哲不觉得自己能说服女主改变主意，而且跟她说话胀血压，所以就不浪费时间跟她多废话了。韩哲要想个别的方法，从别的地方切入，阻止这件事。说实话，韩哲一时间还没有个很靠谱的计划。不过韩哲之前就已经发现，每来到一个任务世界，抽奖机技能冷却就能刷新。遇事不决，那就先抽奖机。韩哲目前可以把一切事都放下，等抽了奖，再按照给的东西制定计划。韩哲在商店买了个背包，然后来到了一台银行的工人阶级的神像，脚踏实地吧。一旦被本神像注视到，就会获得工人之神的祝福。一定时间内，你所有的投机活动失效，但你的合法劳动酬劳将会变成原本的3倍。认清形势，放弃幻想。等等，注视。韩哲看了一眼那工人铜像闪亮的眼睛。天上开始下雨。男主边淋雨边跑，他冒雨冲到了白月光家，在白月光家楼下喊白月光的名字。韩哲看得胃疼，白月光没下来。韩哲调到白月光的频道，发现白月光就在自己房间，站在窗户旁的墙面前。他背靠着墙，不去看窗外，眼上也是泪痕。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正好能穿过白月光房间的窗户，看到外面在雨中淋雨的男主。经典镜头了。韩哲看不下去了，他调频到了女主这里。女主也发现自己的脸被换了，不过她的反应要正常些，她开始怀疑是自己的幻觉，然后开始找身边的人问。当身边的人都肯定时，她才确定自己的脸是真被换了。一个人坐在房间的床上，拿起了手机。不久之后，韩哲这边也收到了女主的短信。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会信，但是是真的。显然，女主直接朝韩哲这个朋友发短信求助了，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但韩哲根本懒得理女主，他把频道切回白月光。此时，白月光已经到楼下了，他和男主在雨中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呵，感人的场面似乎跳过了。韩哲很不屑，接着就听到男主抱着白月光说：“没事的，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韩哲听到这句，一阵蛋疼。靠！结果还是这句台词。男主和白月光重归于好之后，男主带着白月光来到了女主家，直接兴师问罪。他应该是已经认定是女主搞的鬼了。女主开门，见到白月光顶着自己的脸，也是一愣：“是你换了我的脸？怎么做到的？”女主看着白月光问道。男主直接将她推开：“别装了。”女主很无辜：“我没装啊，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你搞的鬼你怎么可能不知道？”男主冷冷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女主都快哭出来了，然后又是一番质问和苍白辩解。女主死活否认，男主也没什么办法，只是恶狠狠地对女主说：“你以为你换上他的脸我就能对你感兴趣了吗？你只能让我觉得恶心。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真的能做出这么恶心的事。”然后就是男主一番攻击性的语言，说的女主无地自容，羞愧难当。虽然韩哲也不知道女主为什么要无地自容，毕竟根本也不是他干的，但是女主就是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了，对男主和白月光坚定表示：“放心吧，我会如约把我的子宫给他，来补偿我对他的伤害。”好家伙，韩哲一番操作下来，女主给子宫的事倒是更加坚定了。韩哲窝火的想把电视砸了。言情剧里的这些人到底都是什么脑回路啊？不行，得从别的地方入手。韩哲重新思考之前和女主聊的那几句，他说自己毕竟是男主的未婚妻，做这种事也没什么。如果自己把子宫捐献这件事告诉女主的父母，是不是就能让女主的父母出面阻止这件事？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女儿捐子宫给女婿的情人吧？可以这么做，至少能让韩哲有2个帮手。但问题是，韩哲没有证据，只凭几句话，女主的父母能相信？不过可以试试。韩哲按照记忆找到了女主的父母家，女主的父母倒是对韩哲很热情。韩哲也是简单的寒暄之后进入了正题。韩哲先是说了他们的女儿的未婚夫在外面有个情人，老两口大为震惊。然后韩哲说这个情人没有生育能力，所以他们的女儿打算捐献自己的子宫给这个情人。老两口立刻就不震惊了，反而是一种看智障的表情看着韩哲，但是他们嘴上还是顺着韩哲说着竟有此事，他怎么能做出这种蠢事来呢之类的话。但是韩哲明白这完全是客套，这俩人已经完全不相信自己了，也不怪他们，正常人说谁有情人一般都能相信，笑笑说，但是谁能信子宫还能移植来移植去的呀？韩哲只能作罢，客套2句匆匆离开了。从女主父母的家出来，
韩哲觉得常规方法似乎是不行了，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背包里的键盘侠圣剑试了一下，效果不出所料，很猛。韩哲又看了看其他的东西，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现在韩哲心头。这个计划有点笨，但是如果成功，或许会很有效。说白了，就是简单粗暴。韩哲决定实施一下。他动用了扮演的这个角色为数不多的存款，雇人简单的调查了一下，看了眼清单，韩哲松了口气，还好，不太多，计划还能实行。开始。第二天，韩哲来到了证券交易所，他在这里办了个账户，然后准备买入股票。韩哲输入股票代码，一只股票就显示在了屏幕里。这是男主家族公司的股票，目前价格是1股10元。韩哲对着屏幕将无限制打折券按在了上面，这是说明书上在线交易时激活打折券的方式。打折券闪过金光，然后消失了，是生效了。韩哲看了眼屏幕，1股变成了1块钱。对于男主家族的公司这种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是他们很大的一部分资产，股票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资产的多少。现在股价暴跌到了1/10，男主家族的公司资产也就会蒸发一大半。但是这还不够，韩哲又拿出一张打折券，再次使用，1股变成了1毛钱，再用。很快，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已经搜不到男主家族的股票了，是强制退市了。一般的股票就算暴跌也会经历跌停，就是跌到一定程度暂停这只股票的交易，一路猛跌再跌到一定程度才会退市。不过这是一般情况。韩哲用了几张无限制打折券这种强制道具，男主家族公司的股票直接就被退市了。这样对男主家族公司的来说会是一系列极其致命的打击，资金链断裂，巨额负债都会接踵而至。但是这还不够，韩哲明白男主家族的公司还有很多实体资产，他必须得解决掉这些实体资产，才能让男主彻彻底底变成穷光蛋。至此，韩哲的计划就很明显了。做子宫移植这种离谱的手术肯定要很多钱吧？毁掉男主所有的资产，让男主变成穷鬼，简单有效。规则上不能攻击男主，但是没说不能攻击男主的钱包啊。其实韩哲最大的问题也是这男主家族公司不动产的问题，主要包括几处大型工厂和一些豪宅。这些不动产还没有拿来卖，不是商品，韩哲不能直接用打折券让他们贬值。有这些不动产在，男主永远变不成真正的穷光蛋，所以韩哲必须想办法搞掉这些不动产。韩哲采用的办法也很简单，夜晚的天风制造总厂，这里是男主家族公司旗下最大的制造工厂，和男主家族的公司天风公司齐名，承担了公司近一半的产品制造任务。韩哲趁着夜色来到了工厂的围墙外，他轻松翻上围墙，在一座楼房的房顶找了个能鸟瞰大半个工厂的高点。这座工厂比韩哲想的要大不少，韩哲估计可能要费些力气。此时已经是深夜，工厂里一片寂静，只有几个保安在大路上巡逻。说是巡逻，但大部分都是在偷懒，随便看两眼就回保安室打牌去了。不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他们给我韩哲提供方便，那我就能顺便保住他们的命。韩哲摸出键盘侠圣剑，他把键盘侧面的开口瞄准了稍远一点的厂房，然后通过键盘敲了个笨蛋2字。咚，2个具象化的固体笨蛋2字发射了出去，开始只有1个按键大小，然后在空中快速变大，最后每个看着都有1米多宽。笨蛋2个大字像是2块大石头砸在厂房的墙壁上，厂房的墙瞬间塌了个大洞，但是墙面破个洞而已，威力不太够啊。韩哲试着重新敲了个傻逼2个字，砰，具象化的固体傻逼2字也发射了出去。开始也是只有2个键盘按钮大小，但这次的字变大得很快，很快竟然变成了小汽车大小。2个小汽车大小的大字发射出去，重重砸在那座厂房上，2声巨响，厂房瞬间轰然倒塌了一半，只剩下2堵墙立着。果然还是傻逼2字，永远戾气十足。韩哲继续敲字，更多小汽车大小的傻逼飞出，雨点般落在几排厂房上，几排厂房很快跟着被砸塌，有些还有引起了小型的爆炸。但是韩哲还是觉得威力不够，因为大部分都只是他的半边或者一角，而这座工厂太大了，这样砸下来，保安队和警察到来之前，韩哲似乎完成不了内心的预定计划。韩哲只能尝试更改措辞，输入新的内容，比傻逼更有攻击性的内容。输入完毕，按下回车。轰！这次飞出的字在空中变成了重型卡车大小，这个惊人大小的字雨点般落下，高大的办公楼，各个厂房被这么一砸，瞬间彻底崩塌，变成一片瓦砾。很快，这座大型工厂就被破坏的差不多了。韩哲直接收起键盘，悄然离开。另一边，其实制造厂的执勤保安开始听到动静，就立刻前来查看了。但是刚走到一半，他们就看到不远处的厂房被什么大型的东西砸塌了。黑夜缺少光线，他们也没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他们只看出是有棱角的东西，还急速变大，不知道具体从哪里来，只知道好像是从西边的哪里飞过来的，咣咣咣的往厂房里砸。但是这东西的大小和威力让他们瞬间不敢靠近一步查看，更别说去西边查看来源了。1个月几千块玩什么命啊，等砸完了再说。到了后面砸过来的东西越来越大，每个都有重型卡车大小了，落地都是惊心动魄的巨响，保安们更不敢靠近，只能先躲在墙后等待。有几个砸了近处的厂房，借助惯性滚了过来，
最后停在旁边的围墙上，也能轻轻松松压碎了围墙。几个保安才看清这些巨大的东西是什么，居然每个都是汉字。保安看了看近处滚过来的几个汉字，分别是“你妈”“死”4个字，什么意思啊？保安们一时不太理解，但是这些巨型汉字已经吓坏了他们，他们只能退得更远，确保自己的安全。过了一会，声响平息，没有巨型汉字再落下了。警察在这时候也来了，保安们这才跟着警察前往厂区里查看情况。只见原本一排排的厂房，现在尽数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连9层的办公大楼都没能幸免，塌的只剩2层。这些废墟之上还有遍地的巨型汉字，有些还算完整，有些也被摔碎了。警察和保安草草地看了一下这些汉字的内容，含妈量极高。警察和保安们彻底看傻了，这种场面谁能见过呀？保安这时突然想起，这些巨型汉字好像是从西边发射过来的，连忙跟警察反映。警察连忙赶去看，但韩哲早就走了，只给警察留下了一个可以鸟瞰韩哲整幅作品的顶级官警卫。之后的2天，韩哲也没闲着，他又用同样的方式破坏了男主家族公司的好几处资产，每次都是夜间，隐蔽而且迅速，10分钟内雨点般的妈字就能砸平整个工厂。炸药也不过如此。不过韩哲没能躲掉所有的摄像头，一个摄像头还是拍到了韩哲的侧影，不过因为光照条件太差，根本没拍清韩哲的脸，所以对韩哲没有太多威胁，倒是把韩哲手里的东西，那个键盘拍了出来。一个拿着键盘的男人用大量含妈的巨型汉字块破坏工厂，而且专挑天风公司旗下的工厂破坏，这种事直接说出来都很难让人相信，但它确实发生了，由不得你不信。这么科幻乃至玄幻的事自然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新的都市传说因此开始了。各个媒体和网友直接以神秘键盘侠称呼这个拿着键盘还有疑似超能力的男人，而且人们开始各自推测这个神秘键盘侠的来历、动机，还有怎么做到变出这么多巨型汉字的。开始还算合理，有人联系到天风公司的股价暴跌，认为这神秘键盘侠其实是哪个背后的大势力要搞垮天风公司做的秀，只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但是那些飞出来的巨型汉字，很多保安都看见了，各种人证物证，让这种推测有点站不住脚。于是离谱的解释就出来了。接着有人说神秘键盘侠是一个古怪科学家，发明的东西专利被天风公司抢走，所以用自己发明的武器来报仇的。再往后直接干脆说是冤魂来找天风公司索命了。对，当你发现一件事怎么都无法解释时，直接解释成是鬼干的，反而听着更合理一些。警方这边是不信这些离谱推测的，他们从巨型的汉字里提取了些样本，拿去做成分分析，很快就有了结果。这些巨型汉字全部都是一种高强度的合金，这种强度的合金得有很尖端的技术才能合成，一般的单位或者公司根本没实力造出来这么多。分析报告公之于众后，关于神秘键盘侠的推测立刻又多了一种，那就是这家伙是来入侵的外星人，好吗？不过无论韩哲的事在社会引起了多么大的风浪，那都不是韩哲关心的，这里只是个游戏的任务世界，完成任务才是要事。所幸韩哲的目的也差不多达到了。随着神秘键盘侠在社会上越闹越烈，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神秘键盘侠在专挑着天风公司旗下的产业破坏。一时间，天风公司的不动产拿出来拍卖，也没人敢接手，连抵押给银行都不接受了。名下的不动产折不了现，相当于在燃起大火的天风公司上面又狠狠泼了一层油。天风公司在快速崩塌，男主为了筹钱，已经把豪车名表之类的东西都卖了，但还是杯水车薪。韩哲在酒店电视的专用频道里看着男主在房间里焦头烂额，笑傲小说，韩哲心里还有点舒服。霸道总裁，这2天韩哲终于也在专用频道里看到了楚千里那家伙的身影。每次看到这家伙，他都是在以好兄弟的身份拼命劝男主尽快赶紧进行子宫移植手术。不过男主忙着挽救公司，哪有空管子宫的事，这家伙每次劝说男主都是一番应付。韩哲感到松了口气，至少短时间内子宫是移植不了了，韩哲还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计划。韩哲掏出之前调查过的清单，清单上面低价值的目标和已经被破坏的目标已经被韩哲划掉了。笑傲文学，高价值的目标只剩最后一个西风加工厂，这里是一处分工厂，也是天风最后的一间工厂。这里还有一间大型仓库，仓库里还有不少存货，可以说这间工厂和仓库里剩下的存货是天风公司的最后希望。毁掉这里，韩哲的计划就彻底完成了。当夜，韩哲来到了西风加工厂，这里就是最后的目标。韩哲本以为天风公司的多处产业已经被破坏，这里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守备会森严一点，但事实却不是如此。神秘键盘侠的事已经弄得人心惶惶，这所工厂的保安辞职了大半，夜晚的厂区基本上见不到保安巡逻了。不过厂区门口倒是有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停着，这辆警车隔20分钟就会巡逻一圈。看样子警方已经采取行动，对天风公司的产业进行保护了。但是这种程度的保护根本阻止不了韩哲。韩哲破坏这个工厂只要几分钟。韩哲绕道到厂区的后面，等警车开过，找了个围墙爬了上去。厂区里的各种灯倒是都开着，厂区那几条大路都照得很明亮，显然是在防韩哲呢。不过也是徒劳。韩哲找了个矮楼的楼顶坐下，
掏出了键盘。韩哲刚要打字，突然附近的灯突然都灭了，周围瞬间变得黑暗。韩哲站起身，看了眼远处，远处的灯还是亮着的，只要近处的灯灭了，韩哲环顾了一下，猛然发现整个厂区的灯都是好的，只有韩哲周围的灯灭了。不好！韩哲顿觉不妙，他立刻按下了键盘上的一个按键。咚咚，2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连续响起，相隔不超过1秒。一声来自韩哲周围，一声则是韩哲从身后响起。此时的韩哲周围已经被巨型汉字包裹，这些汉字像一个堡垒，把韩哲保护在里面。这正是键盘侠圣剑的防御模式。这第一声金属碰撞就是防御模式激活的声音，而第2声，韩哲透过汉字细微的间隙看出去，没错，楚千里那家伙已经悄然出现在了韩哲身后，手中拿着一把匕首。他就像第一个频道那样熄灯，紧接着闪到韩哲背后，手中的匕首向韩哲背后刺下。不过这次韩哲更快，提前一步开启了防御模式，他这一击刺在了防御汉字上，这就是第2声金属碰撞声的由来。此时的楚千里捂着右手虎口，疑惑地看着韩哲周围汉字组成的堡垒，看他的样子，这一下给他震得够呛，这玩意还能用来防御？楚千里震惊道：“你怎么在这啊？”韩哲隔着巨型汉字喊道：“我为什么来这，你不清楚吗？”楚千里后退一步回答：“你的计划这么明显，我如果还猜不到你想干什么，那就真的别活了。你还挺聪明啊。”韩哲一边夸着楚千里，一边将键盘的开口对准了这家伙。紧接着，韩哲按下了删除键，防御汉字被瞬间删除，韩哲周围一空。紧接着，韩哲立刻打出笨蛋2个字，2个字直接向楚千里发射。楚千里反应很快，瞬间就是一个向后跳跃，躲过了这发笨蛋。韩哲继续猛敲键盘，笨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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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盘变成机关枪，向着楚千里扫射。至于为什么韩哲选择打笨蛋，因为这是最快的，笨蛋输个 BD 就能打出来，但如果输 SB 打出来的会是毫无杀伤力的随便，韩哲必须手动切换成攻击性语言，会慢不少。楚千里动作很快，但是也经不住韩哲机关枪一样的扫射，躲过前几发之后，他还是慢了一些。啪啪，2发笨蛋直接打在了他的胸口处，楚千里瞬间不动了，干掉了，就这么简单。功夫再高也怕机关枪。韩哲也睁大了眼睛。夜风刮过，片刻的沉默。楚千里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胸膛，然后又摸了一下，就疼一下啊。楚千里看着韩哲，难以置信道：“疼一下。”韩哲也愣了一下。对啊，你这玩意不是楼都能拆，怎么现在还没弹弓疼？楚千里看着韩哲，不解道：“莫弹弓疼？”韩哲更加惊讶，怎么会突然这样？韩哲也是大惑不解。这时他看到了地上散落的不少比按键稍大一点的笨蛋，韩哲瞬间明白了，距离太近了，这些笨蛋还没变得足够大足够有威力就命中了，所以只能疼一下就没了。原来如此，得想办法离这家伙远一点。但是楚千里是玩匕首的呀，他得多有病才会坐视自己和他拉开距离。韩哲正在这么想着，楚千里也没有过多磨蹭。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熄火了，但我们还是快点结束这次游戏吧。楚千里冷冷道，他的身影又迅速一闪。韩哲立刻按下键盘上的一个按键，咚咚，韩哲周围再次出现防御文字，楚千里又一刀捅在了字上，他又被震得后退一步。事实上，韩哲按下的这个按键也是韩哲不久前的发现，他之前曾多次尝试想试着按出来说明书里的防御性文字。韩哲试过输、反弹防御、我不听、闭嘴、我没事之类的词，但是都没什么动静。直到韩哲发现键盘的角落有一个按钮，上面写着 AI 2个字母，韩哲按了一下，才发现是 AI 帮写。按下以后，键盘上会出现一个小屏幕，显示帮写的内容。试了之后，韩哲才知道，短按就是防御性文字，长按是攻击性文字。韩哲也是这时才知道，什么样的文字具有防御性。目前 AI 帮写只有2种防御内容，一个是打出啊对4个字，这4个字可以组成一面墙在面前防御；一个是打出我没有母亲5个字，可以直接组成一个像堡垒的东西把韩哲包裹进去。第一种比较好理解，第2种也是韩哲想了一会才想明白的。别人言语攻击你是问候你母亲，但只要你没有母亲，不就是无敌防御了吗？楚千里捂着虎口，看着韩哲周围的巨型汉字堡垒，眉头紧锁。关于楚千里的技能，韩哲已经猜得差不多了，一个应该是强制熄灯技能，一个是夜视技能，一个应该是可以闪身到目标背后。符咒那些应该是游戏对局给的临时技能，韩哲估计可以不考虑。就这2个技能来看，这家伙的技能都是偏刺客的类型。现在遇到韩哲的超强防御汉字，应该是只能妄自兴叹了。韩哲这么想着的时候，楚千里动身了，他来到了近前，与韩哲1墙之隔，然后他蹲下了，韩哲也跟着蹲下，2人隔着汉字细微的缝隙对视了一眼。韩哲能看出这家伙在笑，这次是什么招式？吃！韩哲透过缝隙看到一道火苗从外面升起了，烟雾瞬间弥漫，韩哲的汉字堡垒居然被这家伙点燃了。难道这字是可燃物？不对，是这家伙有引燃技能，不可燃的材料也能被这家伙引燃，怪不得这家伙能随便点燃符纸。
韩哲一直以为是对局给他的临时技能，现在看来是这家伙本身的技能。韩哲正在犹豫的时候，面前整座汉字组成的墙面都已经烧了起来，汉字在火焰中快速扭曲融化，中间很快出现了一个窟窿，并且越来越大。更危险的是，空间很狭小，几乎是贴着韩哲，所以燃烧带来的热浪疯狂攻击着韩哲。韩哲实际上就是在火炉上被烤，韩哲别无选择。笑傲小说，他闭上眼，稍微默数2秒，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火熄灭后周围变暗，导致韩哲什么都看不清。然后立刻按下按钮，删除了周围的汉字，火光瞬间熄灭，连地上燃烧的部分都被删除了。接着韩哲也是用尽最快的速度，在键盘上按下了几个含妈量极高的话，几个字发射了出去。这是韩哲在碰运气，这个距离自来不及变大，伤害会变得很低。笨蛋这个等级的攻击完全没有伤害，而韩妈的语句是韩哲威力最高的攻击，或许就能给楚千里带来足够的伤害。果然，韩妈的语句变大的速度比笨蛋要快不少，打到楚千里时已经变得和砖头一样大了。啪啪，这次的楚千里没有很积极的躲，可能是先前的攻击让他有点看不起韩哲这招的威力。几个汉字也顺利的打在了楚千里身上，他们是板砖大小，打在身上也就像是丢了块砖砸在了他身上。楚千里连连后退几步，眉头皱了皱，显然这2下还是挺疼的，不过也显然并不致命。楚千里没有多犹豫，立刻闪身再次到了韩哲身后。不过韩哲这次发射汉字之后就按下了 AI 带血键，没有任何犹豫。楚千里刚闪身到韩哲身后，防御墙就已经建好了，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捅刀。楚千里不慌不忙，继续蹲下，引燃韩哲周围的防御性汉字。你的这龟壳是无限的，楚千里边点边说。韩哲没有回答，只是闭上眼睛，为下一次的黑暗环境做战斗准备。无限的也没关系，警察马上就来了，我俩慢慢耗。楚千里笑着说。汉字被点燃，火苗升腾，热量和烟雾从汉字缝隙冲进来，但是韩哲的心却是冰凉的。是的，楚千里说的没错，这样耗下去，等大批的警察赶过来，输的只会是韩哲。但是韩哲目前好像破局的把握，韩哲是有点身手，但是对手的身手更离谱，直接就能闪现到身后，还有把匕首，要跟他拼身手吗？这似乎是韩哲最后的选择，或者还有比韩妈的语句更有攻击性的内容吗？此时热量让韩哲无法忍受，必须删除防御性文字了。韩哲点下了删除按键，燃烧的汉字再次消失。韩哲睁开眼睛，却并没有看到楚千里的身影，不在。那就……韩哲猛地转身，一键盘向后呼过去，咚！键盘狠狠呼在了楚千里的脸上，把这家伙砸得后退数步。果然，一旦看不到这家伙，直接提前打身后就行了。而楚千里短暂的惊愕过后，没有过多犹豫，再次动身。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闪身到韩哲身后，而是朝韩哲冲了过来。事实上，他的动作比韩哲要快，转瞬就到了韩哲面前，匕首直直就往韩哲这边捅。韩哲只能抬键盘挡。枪！这键盘不愧是键盘侠的圣剑，果然结实。挨了楚千里的匕首全力一刺，键盘屁事没有，硬生生替韩哲挡了下来。但是韩哲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眼前的楚千里就是一笑，身形瞬间消失，刺在键盘上的力瞬间跟着消失了。韩哲一下失去了平衡，韩哲赶紧转身，但是晚了一步，冷冰冰的匕首已经从背后刺了过来。不过因为韩哲的转身，这一刀刺偏了，只是重重扎在了韩哲的肩膀上。韩哲连连后退，只看到楚千里拿着带血的匕首在笑。韩哲知道自己靠身手是无法取胜了，因为这个对手能在和你正面格斗的时候找个间隙瞬间闪身到你身后，而当你提防背后时，这家伙还可以不闪身，让你始终无法全身心和他格斗，根本没得防。韩哲面如死灰，他举起键盘对准了面前的楚千里，手指还在敲击着，似乎是最后的困兽之斗。楚千里也皱了皱眉，似乎是不明白为什么到这个地步，韩哲还会选择用这个几乎没什么伤害的笨蛋武器进行攻击。他没有太多犹豫，又是正面冲向韩哲。韩哲抬起右手在身前，想尝试挡下这刀。楚千里的身形瞬间消失，韩哲也输完了最后一个字。咚！一个汉字发射，打在了刚到韩哲身后的楚千里身上。没错，韩哲的键盘文字出口一直都对准着身后。楚千里中了汉字，这汉字的威力比之前的都要大不少，就像狠狠踢了他一脚，腹部一阵剧痛不说，还把他踢得后退好几步。而韩哲输入的不是一个汉字，而是一句话。这些汉字一连串的打在楚千里身上，随着楚千里被打中后退，离韩哲的键盘越远，汉字就有足够多的距离变大，威力也越来越大。最后一个字已经变得像小汽车大小了。楚千里直接被狠狠砸飞，落在了远处一座库房的玻璃里，够他喝一壶了。没错，韩哲打出的这句，对楚千里来说，这是比韩妈语句更具攻击性的文字，所以在近处就能有足够的威力，给予楚千里重重一击，强制他后退，威力也越来越大，最后直接彻底砸飞他。韩哲输入的这句话就是，韩哲这一次打的内容其实是这句话：菜币，点个火还能把自己炸死，丢仙人。一句长长的话，包含了对楚千里的直接攻击，对楚千里的痛点精确打击和对楚千里家族荣誉的攻击。这是一记有偏重的组合拳。
重点就是攻击楚千里的痛点，打人打脸，骂人揭短，这才能伤害加倍。楚千里上局刚输在很蠢的环节，现在给他来一波致命补刀，攻击力自然可观，甚至远胜过听着宽泛的韩妈语句。之后，韩哲紧紧盯着楚千里的落点。楚千里落进厂房后，韩哲重新将键盘吐字口对准那个厂房，又是一波键盘输出，目的就是补刀，彻底把楚千里从这个世界杀死。这次韩哲还是用的韩妈语句，无差别轰炸，那间厂房瞬间被一大堆卡车大小的汉字砸碎，消失在扬起的大量灰尘里。韩哲为了保险，一下不停输出了3分钟，那间厂房上的巨型汉字都垒了4层楼高了。在韩哲龙卷风摧毁停车场的时候，警方也叫来了支援警力。神秘键盘侠的威名在外，警察的支援警力自然也是最高配置，来的10几辆警车全部都是防暴警车。韩哲这才最后敲几下，草草砸了其他的厂房，然后迅速离开。毕竟警方也是有所准备，韩哲一旦被发现，只靠键盘侠圣剑估计也不好脱身。而且韩哲的任务是保护子宫，不是当悍匪绑绑一大哥。笑傲文学之后就是韩哲对男主情况的监视。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好事，就是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男主公司的产业损失，即使男主公司给工厂投的是最全保险。因为这份所谓的最全保险规定了几乎所有的赔付情形，包括陨石砸中厂房，保险公司都有对应的赔偿金额，但是唯独没有规定工厂被巨型汉字砸毁的情形，要真有才是见鬼了。反正就是没有几乎赔付，有的几个项目赔付金额也很少，远不够男主填窟窿的。最后男主和韩哲计划里的一样，彻底破产了。他现在吃穿用度都得愁，应该是绝对付不起移植的手术费了。女主父母也赶紧和男主家解除了婚约，也算明智。虽然韩哲不知道守卫子宫任务成功的具体判定标准是什么，但是韩哲倒是挺确定，这样下去没多久自己会赢。然后就发生了让韩哲目瞪口呆的事。韩哲只觉得这个剧情再离谱也不能这么编吧，但它就是发生了。虽然男主已经没脸再见女主，但是女主还是在城郊的小房子里找到了男主。女主先开口说，1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没做成夫妻，但是毕竟有过婚约，也算半对夫妻。男主听了有些沉默，然后他说我还是会遵守我们的那个约定，但是看你现在可能也出不起手术费了，我就帮你出了吧，也算是我最后帮你一点。对，这个女主不但还要继续捐子宫，还要负担手术费，这到底是什么鸟剧情啊？韩哲整个人都骂了，自己拼死拼活忙了这么久，干翻了男主公司的股价，干翻了男主公司的工厂，干翻了试图阻止自己的楚千里，然后你来一句我就帮你出了吧。啊！韩哲没办法，只能在如法炮制，动用了剩下的几张打折券，把女主家族公司的股价也打了下来。和男主相比，女主家族的公司是完全的证券金融类公司，股价暴跌，她的公司就什么都不剩了。很快女主也就彻底破产了，女主也开始3餐吃泡面度日。韩哲这才松了口气，现在都是穷鬼了，吃饭都成问题，负担不起手术费的。至于白月光，他家本身条件就很一般，他的钱做个痔疮移植手术还差不多，这总没问题了吧？韩哲估计现在自己只需要等任务判定成功就行。然后又发生了让韩哲震惊的事，韩哲在专用频道里监视男主，见到了一个熟悉的来客，是楚千里那家伙。不过这家伙是坐着轮椅进来的。韩哲这次没有急着去男主那里干掉楚千里，而是认真听着频道里的声音。韩哲要先看看事到如今楚千里还有什么招没有。楚千里提出要以男主兄弟的身份替男主把手术费交了。男主先是震惊，楚千里哪来那么多钱？楚千里回答，我之前给自己买了巨额意外事故险，这是保险公司赔的。听到这，韩哲皱了皱眉，看样子这个楚千里早有准备啊，现在被巨型汉字砸伤也算在意外事故的赔偿范围里了。男主惊喜道，没有，我这是摔伤。楚千里说，你受伤换的钱我不能要，你拿去好好养伤。男主摇头拒绝，管你要不要，你的手术钱我已经替你付了，约好今天下午就手术。楚千里说，这不行，你去把钱退回来吧，我绝对不能要你的钱。男主依然连连摇头，退不了的，你今天必须带他俩把手术做了。楚千里坚定地说。一番坚持之后，男主只能选择听楚千里的了。手术费已经交了，今天下午就手术。韩哲皱了皱眉，楚千里快自己一步，不行，得必须想办法阻止，但是有条规则，也不能武力威胁主角以及主角的家属，也不能攻击或者威胁为主角等人做手术的医生。到这步了，不能对医生下手，还有什么办法吗？韩哲一边看着电视拼命一边思考着。而在电视里，男主兴冲冲地给白月光打电话，准备把手术费问题解决了的这件事告诉他，现在出来，我有事和你说。电话里的白月光却先一步开口了，不了，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语气很冷。男主一愣，怎么了？怎么你突然？白月光继续说，不是我突然变了，是你变了。我变什么了？男主疑惑不解，你自从公司破产之后，你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变得越来越对我敷衍，越来越不尊重我的感受。啊？有吗？当然有，而且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新的男人，他知道我心情不好，还会开法拉利载着我兜风。我以前没用我的跑车拉着你兜风吗？那是以前，现在的你已经变了，不再愿意开跑车拉着我兜风了。我现在破产了，没有车了，怎么拉你啊？男主怒了，呵，借口而已。
以前的你我不高兴还会请我去高级餐厅哄我，现在呢？我现在的财力，请你吃路边摊都费劲啊！啊，你只是对我不上心罢了。没关系，我现在找到了对我上心的男人，他知道我喜欢安静的环境，今天就刚带我去米其林餐厅吃过。你，女人其实很好满足的，只需要你对她上点心就行，要的只是态度，你这都不懂吗？你放屁！你就是为了钱！男主气急败坏，渣男，懒得跟你说。白月光冷笑一声，挂了电话。电视前的韩哲都快看傻了，这什么情节啊？这怎么回事？他什么时候来做手术？男主旁边的楚千里关心道：“做个屁啊！他不配！”男主一下把手机丢在地上摔碎。接着，韩哲眼前弹出了一个弹窗，男主和白月光感情决裂，手术不会再进行，你获得了对局胜利。接着，韩哲立刻闪回到了那个放映室，屏幕上也显示了新的文字。现在已经进行了3局游戏，最终胜场数为2比1，你是本场游戏优胜者。然后就是金花四溅的庆祝动画，动画闪了2下，韩哲又回到了霓虹笑脸的那个房间，这才算是真正的结算页面。先是3选1常规，随机奖励抽取：1. 你的每日所需睡眠时间减少30分钟；2. 你的体脂率降低 3%； 3. 获得局内技能重铸卡，概率劣化1张。前2个比较好理解，重要的是第3个，技能重铸卡，使用者能够选择自己的一个技能重铸，就是删掉原本的技能，换成一个新技能，算是一个很好的道具了。毕竟一个新技能的可能性是远胜于没用的旧技能的。但是它还有2个限定词，加上局内的前缀，就是只能在霓虹笑脸的游戏世界内才能使用，而且游戏结束出来技能就会换回去，相当于只能用1场游戏。这还有个概率劣化的后缀，代表新的技能的等级一定弱于或者等于旧技能的等级，所以加上2个限定词就显得这个道具有些鸡肋了。不过韩哲和另外2个对比一下，还是决定选择了选项3的局内技能重铸卡，概率劣化。随机奖励选择完毕，然后是选择技能保留。屏幕上显示着韩哲这次游戏抽到的技能一共2个，而且2个都是一模一样的。这里本身有个技能，但是被捣蛋鬼偷走了。没错，按照捣蛋鬼的诅咒，说明韩哲即使这场游戏捣蛋鬼也不会还给自己技能，只有选择1个保留后，才会把对应的技能还给韩哲，韩晨才能看到自己究竟保留了什么技能。不过既然2个技能都看不见，这还选什么呀？韩哲随便选了一个，之后再查看自己的技能槽，果然多了一个技能扣扣会员。韩哲开始看技能的说明，扣扣会员 C 级，你现在是尊贵的扣扣会员了，尊享几十种特权，特权如下。韩哲还没来得及看，就是天旋地转，他又回到了自己豪宅的那张沙发上。此时已经是白天，韩哲这次在游戏待了得有半个多月，现实世界也过了半个多月，不知道现实世界现在是什么情况。韩哲警惕地看了看周围，既然自己突然进霓虹笑脸游戏是别人搞的鬼，那可能就有人蹲自己回来的位置。韩哲看了眼房间，陈设倒是都没变。韩哲那天中午吃剩下的至尊披萨还在桌上，不过已经风干了，好像根本就没人来过。韩哲赶紧又来到了窗旁，向窗外小心查看，还好窗外也有见到什么可疑人影，安全，估计是他们觉得自己必死无疑，所以没有蹲自己的回来的位置。真蠢啊！韩哲松了口气，然后他的眼前突然一黑，窗外的景色瞬间消失，变成了黑暗。接着眼前又是一亮，面前出现了一个屏幕，笑傲文学，熟悉的霓虹笑脸 logo 出现在屏幕中央。韩哲都想哭了，怎么又进来了呀？看样子那个害自己的家伙根本没走，就蹲在自己出去的地方，自己一出来就给自己再送进去，而且他居然还给了自己10秒钟用来迷茫。靠！韩哲很无奈，但也只能开始看屏幕内这场霓虹笑脸游戏的信息。屏幕中间也开始显示文字内容，即将开始的游戏参与类型，多人对抗。多人对抗类型，老朋友了。韩哲内心倒是没什么波澜。下一个是本次游戏战斗程度极高，又是极高啊，和度假村那次一样，又是一个基本靠战斗的游戏。接下来是游戏内容提示：摩天大楼，摩天大楼和摩天大楼相关的战斗类游戏，高空战斗吗？韩哲皱了皱，他虽然不是很恐高，但是在很高的高空战斗，谁不怵啊？接下来屏幕上是那行字：411，本次任务可以抽取4个技能，可以换掉其中的一个，任务结束能保留一个，4个保留一个，这种数字组合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就是抽技能的环节，韩哲一点也不期待。10张牌，韩哲翻过来一张牌，果然还是那个小丑图案，伴随而来的技能描述还是一样。这里本身有个技能，但是被捣蛋鬼偷走了，这个抽技能的环节完全成了走过场。相比而言，韩哲倒是很好奇，他刚刚保留的那个扣扣会员这个技能是什么？等等，这个技能不会也被捣蛋鬼修改了吧？韩哲赶紧调出了自己的霓虹笑脸面板，看了一眼自己的技能，捣蛋鬼无法撼动的扣扣会员。扣扣会员的身份太尊贵了，捣蛋鬼不能对这个技能做出任何修改。韩哲看到这第一句话也是稍微松了口气，虽然不知道怎么扣扣会员就尊贵了，但是没被修改也算是好事。接着韩哲开始看这个技能的说明，
这个技能的说明文字很多，倒不是因为技能很复杂，而是因为扣扣会员的特权项目太多了。扣扣会员特权：一、尊享会员名牌，你可以在胸前变出一个 Sweep 的金色名牌，以示你的尊贵身份。二、尊享会员个性装扮，你能够随时再把你的发型换成金色的莫西干头。三、尊享 AI 机器人，你可以随时召唤扣扣吉祥物、扣群管家和扣扣小兵为你服务。四、尊享会员红色昵称，别人看你的名字永远是红色字体。五、尊享多彩气泡，你可以让你说的话具象化，以气泡的形式显示在头顶，气泡的款式可以自选。六、黑名单功能，你可以拉黑别人，这样这个人说的话你就听不到了。七、扣扣隐身功能，你可以进入隐身状态，这样别人看你的脸会变成黑白的。后面还有70项特权，韩哲浏览了一遍，大部分看上去没什么用，比如让你的扣扣等级加速，比如充值扣币打9折。最后技能还有一个效果，连续包月，你每个月财产消失20元，还得交月租。韩哲看完了这个技能，感觉就是大部分都是装饰3技能，还有一个召唤吉祥物和扣扣小兵，意义不明，需要有空尝试一下。总的来说，感觉上不是个很强的技能，韩哲略有些失望。继续游戏环节吧。韩哲随便选了3个技能，自然都是小筹卡。下一步选择技能更换环节，这个环节现在毫无意义，韩哲自然是一个都不换了。然后是具体的任务描述在出现在屏幕上。游戏是活人救下100层即将开始，游戏难度8。游戏背景，整个世界或已陷入死寂，这座100层的大厦或许是世界最后一处有活人的地方，但是或许在其他地方还有新的希望。你是时候离开这座死地，去寻找新的希望了。但是在那之前，另外一个帮派的人似乎不想让你活着离开这里。现在你将扮演这座大厦里的幸存者，出生在大厦的上端。你的目标是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下到大厦的一层，离开大厦，同时阻止你对手帮派的人离开。游戏流程：大厦地上部分共有100层，所有游戏参与者分为2个派系，分别将在大厦的最顶部的10层、第91层至100层东侧和西侧随机位置出生。大厦最上方10层为安全楼层，不会出现任何怪物，东侧和西侧完全隔开，并不连通。从大厦的90层开始，东侧和西侧不再隔开，2个派系的游戏参与者可能会见面，并且从90层开始，每层大体分为以下3种情况：友好楼层，整个楼层只有大厦的幸存者，是人类，他们几乎不会对你攻击。危险楼层，整个楼层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内有数不清的密室和很多危险的怪物等等，当然也可能会遇到幸存者。中立楼层，可以是友好或危险楼层的混合，也可能是处于特殊情况的楼层，甚至可能是空楼层等等，情况复杂，具体需要靠游戏参与者自己的探查。所有游戏参与者需要尽快下楼层，最后到达地面。杀死与你不同派系的人可以得到大量奖励，包括但不限于大量击杀积分、本场游戏复活卡、关键楼层情报、技能抽取机会、特殊重要道具等等。胜利条件：本次游戏包含2种积分，击杀分和排名分。击杀不同派系的游戏参与者可以得到大量击杀分，击杀怪物可以得到少量击杀分。排名按照到达地面时的总排名给予积分。当第1名玩家到达地面时，游戏将开始倒计时阶段。倒计时结束，比赛进入判定阶段，此时还未到达地面的玩家，除其中击杀积分最高的几名玩家外，其他人将直接输掉游戏。进入判定阶段将会对比双方的剩余人数，人数多的一方全部胜利，人数少的一方将按照总积分进行排名，分数排名较高的几人也可视为胜利，其余人视为游戏失败。失败惩罚：失去3个最高级的技能，强制获得技能大厦的诅咒 F 级，你永远无法搭乘电梯。部分技能失效，如跳楼不受伤等。更多具体游戏规则以及细节可以在局内设备上查看。犯规将会导致游戏失败。所有语言隔阂已经消除，你可以自由和任何国家的人沟通。祝好运！任务简报结束，韩哲开始了传送。簌簌的风吹得韩哲有点睁不开眼睛。韩哲看向四周，头顶是天空，这里是一处宽阔的天台。不，用辽阔形容似乎更合适。韩哲是在天台的一侧的边沿，而另一侧边沿在很远的地方。笑笑说，此时这个天台上还站着不少其他人，应该就是韩哲的队友。只是因为这里真的很辽阔，所以看上去显得人有点少。再往前面不远处，还有一面高墙横在中央，上面画着一个红叉。高墙贯穿整个天台，两侧直接伸出了大楼的边沿，好一段应该是防止人从侧面翻越。这应该就是规则里说的那个隔开东西侧双方的墙。对手就在对面，既然有这面墙，那韩哲现在看到的天台面积应该就只有一半。简单乘个2，估测一下，这座大楼每一层应该都得有10来个足球场大小。在大楼里算面积大到很离谱的了。这么算下来，危险楼层的大型迷宫想通过应该很不容易了。韩哲低头思考，这时候猛地注意到右手多了一个像智能手表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规则里说的那个局内设备。韩哲抬起手腕看了看，上面除了一个屏幕，就只有侧面的一个按钮。韩哲按下了按钮，一个提示框就出现在面前。注意，首次使用，你激活了随身提示系统。随身提示系统有查看游戏提示、显示楼层信息、显示附近队友位置、显示附近严重威胁位置等功能，但是部分功能需要支付一定的提示积分使用。
提示积分可以通过完成随身提示系统上的任务或击杀敌对游戏参与者获得。另外，你现在处于准备时间，3小时后91层至90层的楼梯大门将开启，游戏也将正式开始。提示框信息显示完毕，提示框消失。韩哲又看了看手腕上的这个随身提示系统，别的不说，能够显示楼层信息，能够显示附近严重威胁位置，这2个就已经很猛了。韩哲试着重新按了下侧面的按钮，随身提示系统的屏幕亮了起来，屏幕上是这个系统的主页，先显示的是时间，然后下面显示的是准备时间的倒计时，旁边还画着一个大楼图标，旁边是数字100加，应该代表韩哲现在的楼层数。在下面是一个金币图标，旁边的数字300应该代表着韩哲现在的提示积分余额。300分能做什么？韩哲试着左右滑了滑，看了看其他的功能，显示当前楼层信息100积分。这个应该显示的是这个楼层是友好楼层还是危险楼层，显示周围同楼层严重威胁的位置300积分。这个看说明只能持续1分钟，有点贵。也就是说，韩哲目前的积分余额只能显示3次楼层积分或者1次严重威胁的位置。显示提示，这个点进去有免费提示和收费提示。收费提示点进去显示的是暂无，目前还没有。韩哲就重新点免费提示，点一下就出来了一条提示：1，除了部分特殊存在，大楼的主体楼板和主体墙面无法被破坏。韩哲看着这个提示点了点头，这个设定很合理，要是楼板能被破坏，直接从100层一路直砸到1层，谁还冒险钻迷宫啊？韩哲又点了一下，提示2也出来了。提示2，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部分的楼层都缺少食物和饮水来源，请预先准备好。提示3，这座大厦仅有最上方的10层楼梯在同一个位置。提示4，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以为你记错了、看错了、听错了，请相信你的大脑、眼睛、耳朵，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提示5，韩哲一口气看了这些提示，即使是免费提示也很有用，基本上是对这座大厦的细节补充。看完最后一条，韩哲抬起了头，很多人已经凑到天台的那面高大的分隔墙前查看了。有个猴急的男人，可能是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也可能是根本没看提示，对着分隔墙就是一拳。他的拳在空中燃烧起来，砸在墙上的瞬间引发了一个小爆炸。技能是爆炸拳吗？灰尘落尽之后，男人看着眼前的分隔墙，分隔墙倒是很给面子的掉了点墙皮，但是也就仅此而已。男人又试着对墙面打出一拳，依然还是一样，掉点墙皮，主体结构没有丝毫受损。韩哲没什么兴趣看了，准备时间不多，他应该需要这些时间去准备食物。他看了看身后不远处就是下楼的入口，韩哲开始向那里走。天空灰蒙蒙的，明明是白天，但是很灰暗，像是加了去色滤镜。韩哲来到门前，旁边就是天台的边沿。韩哲探头向外看去，这是一座位于城市内的大厦，旁边不远处就是几座稍矮的大楼，再远一点能看到一座比这里还高的大厦，但是那座大厦已经拦腰折断，斜靠在旁边的一座稍矮的大楼上，看上去极具视觉冲击力。往下看，下面几十层以后就被灰色的雾笼罩，完全看不到地面的情况，周围的大楼也都是半截淹没在灰色的浓雾中。再远一些就是灰色的雾和灰色的天空交融在一起，除了偶尔能分辨一点的大厦轮廓，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死气沉沉，除了风声和背后参与者们的声音，没有其他声音。这是座死掉的城市，普普通通的楼梯间，也有几个人上上下下，还有2-3个人在抽烟。韩哲来到了第100层，进入100层的大门是一个宽阔的大厅，两边则是大落地窗，装修豪华，地上还有地毯，不知道像酒店还是 KTV 的风格。大厅的中间还有一排排的沙发，应该是工人休息的，很多人就坐在沙发上谈话。侧面还有吧台，上面是一些点心和饮料，也有烟酒和雪茄。旁边的牌子上是请随意取用5个字，看样子系统还挺人性化，知道给点零食烟酒。吧台前有几个人在拼命的往口袋里装着零食和饮料，这就开始抢物资了。韩哲皱了皱眉，这几个人估计没看免费提示。免费提示6冒号第91层为物资补充层，可以在那里带上你所需要的食物、武器、工具等，数量无限供应。就是因为这句提示，所以大厅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急着拿，而是坐在沙发上和其他人交谈着。不过即使知道91层会供应物资，先拿一点食物带在身上以防万一，也是个好选择。韩哲来到吧台前，拿了一些巧克力棒。如果为了生存，拿巧克力这种高能量的食物，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笑笑说，然后是饮水，矿泉水是最好的选择，甚至优于含糖能量饮料，因为补充水分才是饮水最重要的责任。韩哲揣了2瓶水进口袋。韩哲也看到，当吧台上的食物被拿完，吧台放对应食物的台面就会降下，然后一个新的放满食物的台面就升了上来。原来也会自动补充啊。大厅另一边还能看到个长走廊的入口，旁边立着一个牌子，内有休息包厢。休息包厢，这正是韩哲现在需要的。韩哲来到走廊，前面的包厢门口的提示灯都显示有人。韩哲往里走了好一段，才找到一个空包厢。进入包厢，关上门，门后就贴着一张纸，本包厢内绝对安全，外界无法听到包厢内的声音，也无法强行进入，请放心使用。隔音的呀。韩哲转头看了一眼包厢，有沙发、壁挂电视，旁边还有卫生间，跟 KTV 包厢似的。不过旁边还有张大床，应该是休息用的。床头柜也放着一些零食和饮料。
还有和安全套，太人性化了。不过韩哲用不到，他来这主要是想试试技能，顺便抽个奖。扣扣会员里有个特权，能召唤吉祥物、扣扣小兵和扣群管家。韩哲想试试这3个召唤物有什么用，他发动了技能。先是扣扣小兵，他出现在了韩哲面前。让韩哲意外的是，他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出现在现实的卡通形象，像之前的盗版马里奥一样，但是出来的扣扣小兵是一个现实少女的形象，一个10几岁的少女，和卡通形象差不多，包子脸、中分刘海、马尾辫、蓝色校服短裙，还有傻不拉几的微笑，看着就神似。不过就是看上去皮肤好的不现实，毕竟是卡通人物现实化。扣扣小兵朝韩哲挥了挥手：“嗨，我是少女小兵，是身怀绝技的游戏王。你想玩游戏就跟我说菜单哦。”菜单，韩哲说：“好的。”小兵把手伸进了自己的裙子底下，很快掏出来了一个写着字的长方形牌子，递给韩哲。韩哲看了一眼，上面都是一些游戏，什么你画我猜、成语接龙、猜马图，有点没用。韩哲把牌子还给扣扣小兵，皱眉道：“你有什么别的功能吗？”小兵一边把大牌子塞进裙底，一边摇了摇头：“没有了。”韩哲略有失望，合着就是个人形游戏机，试试下一个吧。扣群管家，韩哲召唤了扣群管家出来，就是一个机器人，相对圆润的身体和四肢，带一个圆脑袋，没有嘴，就2只眼睛。召唤出来也不说话，就在旁边站着。你有什么功能吗？韩哲只能主动问。有，我可以替你建群，你现在是尊贵的会员，可建2000人群。机器人用电子合成的声音回答。建群有什么用吗？在同一个群里的人可以远程发信息通话，甚至可以发图。扣群管家说。这么强，有限制吗？当然有，我只是能发布远程信号，如果太远或者处于能屏蔽我信号的地方，就不能通话。那还有别的功能吗？还有些小功能，比如禁言、群公告。明白了，韩哲真听明白了，这个扣群管家就是个大号的联络器，感觉有点用，至少比扣扣小兵有用一点。第3个是扣扣吉祥物，光听名字，韩哲就不觉得这玩意能有什么很强的功能。韩哲发动了召唤，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空中，然后落地。韩哲看过去是一只企鹅，但是和现实的企鹅又略有不同，感觉有点偏卡通。你就是新主人？企鹅盯着韩哲说，声音是一个年轻的男生。韩哲点了点头。怎么称呼？企鹅说。韩哲。韩哲回答。你好，韩哲，我没有名字，你先给我起一个吧。企鹅看着韩哲说。起名字？上来就问名字啊？这把韩哲一下有点难住了。扣扣，企鹅，这起个什么名字？要不就叫你微信。韩哲试探道。啥？微信？企鹅瞬间满脸的难以置信，这个名字不好吗？企鹅没有再说话，只是跳了起来。啪！企鹅用右旗给了韩哲一耳光。韩哲捂了捂脸，不满意你直说啊，怎么直接动手啊？我动手就是想告诉你，我相当不满意。企鹅说。那你对名字有什么要求吗？说出来，我给你往对应的方向想。我是扣扣皇帝，最好能够起个带帝王之气的。企鹅说。韩哲皱了皱眉，啥玩意啊，就扣扣皇帝，但是按照他的要求，名字要帝王之气的。韩哲皱了皱眉。那你直接叫太皇算了，皇帝的皇。你这名字叫出来跟叫狗一样，你能不能起点有内涵的？那你就叫鹅屎皇，怎么样？韩哲试探道。啥玩意啊？企鹅屎也不是黄色的呀。不是鹅屎皇，是有个牛批的皇帝叫秦始皇。你要帝王之气，就叫鹅屎皇，和他一样霸气。你好好听听这名字，好听吗？像鹅屎皇，又像鹅屎皇，太粗鄙了。你一个召唤物怎么这么多事啊？你旁边那2个也是扣家的，可是一句废话都没有。韩哲不爽道。那俩是机器人，我是真的生命，能一样吗？起个名字而已，你好好起行不行？那你有什么能力吗？给我演示一下，或许能给点灵感。韩哲说。能力？当然有，作为扣扣皇帝，我当然有我的特殊能力。那你演示啊？看好了。企鹅挥了挥右旗，一把长长的金色权杖出现在了他的旗上。权杖的一头是一个圆形膨大，上面镶嵌着好几颗彩色的钻石，这是扣扣皇帝权杖。企鹅说。然后呢？韩哲问道。企鹅指了指上面彩色的钻石，这上面每个颜色的钻石都代表着我的一种能力。哦，韩哲看着权杖上面的好几颗钻石，认真的听着。好几颗钻石，那不就相当于好几种能力？这小企鹅这么强的吗？企鹅指了指黄色的钻石，这是扣扣黄钻，代表着扣扣空间的能力。空间能力？韩哲有点惊奇，详细说说。要是空间能力，那应该还挺强的。对，黄钻，我可以看现在的这个空间的最近的访客，比如你现在坐的沙发上10分钟前坐过2个肥屁股的裸男。企鹅指了指韩哲坐的沙发。靠！韩哲连忙起身，转而坐到了旁边的床上。所以你的空间能力就只是能看最近的访客？韩哲说。对，还可以私密留言，只有留言人和这片空间的主人能看到。企鹅回答。那别的钻石呢？别的钻石能力也很牛批啊。企鹅拍拍胸脯，然后指了指绿色的钻石，这是扣扣绿钻，代表音乐之力，有了它，我能随时随地播放高保真全声道音乐。没了。
韩哲皱眉道：没了，那就下一个。这是扣扣红钻，代表扣扣秀之力，有了它，我能随时给自己换一身酷炫的时装，只能给你自己换。企鹅点点头。还有吗？这是扣扣蓝钻，代表扣扣游戏大厅之力，有了它，我打牌下棋都不会很菜。而且有了它，我还能踢人。踢人就是我隔一段时间可以使出一踢，这一踢比较有威力。能展示一下吗？急什么？以后有你开眼界的。哦。接着，企鹅指了指最上面的一颗云彩形状的宝石。最后这个是云空间之力，我可以存一些物品进入云空间，但不能存活物。韩哲眼前一亮，这不就是随身仓库功能？这个功能太实用了。空间有多大？韩哲问道。一般来讲，有一个抽屉大小差不多。韩哲表情瞬间凝固，就一个抽屉大小，实在是有点少，就比韩哲的口袋大一点。但是因为你是尊贵的扣扣会员，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大衣柜大小了。企鹅再次拍拍胸脯，强！韩哲由衷赞叹，前面这个企鹅说了那么多能力，都没这个储物空间一个技能重要。因为它作为韩哲的召唤物，它有储物空间能力，就相当于韩哲也有了储物空间能力。而韩哲的能力主要就是抽奖物品，基本上每次霓虹笑脸的游戏都会有大量的物品要带在身上，他太需要个储物空间的能力了。企鹅收起权杖，满意地点点头。所以说，能力看了这么多，你也想出我的名字了吧？韩哲想了想，就鹅武帝吧。企鹅立刻点了点头，还不错，听上去就像强者。那我以后就叫鹅武帝了。所以能不能告诉鹅武帝，现在你是什么情况？鹅武帝说。韩哲用几句话介绍了一下自己，还有自己的处境。那你现在什么打算？鹅武帝说。我打算发动一下技能，抽些东西装起来，然后再去91层的补充生存物资。韩哲说。那就抽啊，让鹅武帝看看你能抽出来什么好东西。韩哲点点头。屋子里带屏幕的只有电视，韩哲只能对电视发动了技能。捣蛋鬼的效果依然有效，代价还是导弹。不过韩哲转头看了一眼旁边发呆的寇群管家，管家过来一下。寇群管家傻乎乎的走了过来。你按一下这个。韩哲指了指电视中央的抽奖按键。好。寇群管家抬手按下了抽奖按钮，屏幕上却只弹出了一个提示框，余额不足。啥玩意啊，就余额不足？你的抽奖扣的是什么货币？怎么还余额不足？鹅武帝问道。韩哲看了鹅武帝一眼。你想知道？鹅武帝点了点头。那你按这个按钮就知道了。韩哲抱起鹅武帝来到屏幕前。鹅武帝真的相信韩哲所说，按下了抽奖按钮，但是依然没有东西掉出来，屏幕上还是一样的余额不足。还是没余额啊？鹅武帝奇怪道。韩哲默默把鹅武帝放下，他差不多明白了，目前的抽奖的代价是导弹一次，但是寇群管家是机器人，鹅武帝是企鹅，都没有蛋蛋。笑傲文学，所以两个人抽奖都会显示余额不足。靠！最后还得自己上。韩哲按下了抽奖按钮，一阵剧痛，韩哲咬牙扛下。一个东西从壁挂电视的侧面掉了出来，看着像是一把步枪，真的有东西掉出来了，哎，还带了张纸条。鹅武帝捡起了跟步枪一起掉出来的说明书，让我看看。韩哲凑过去看说明书，鹅武帝倒是一脸奇怪，你抽个奖就抽奖，怎么表情这么痛苦？没什么，只是付出了一点代价。韩哲随口说着，看了看这样东西的说明书。捣蛋鬼的惊奇步枪，一般的步枪对准目标，目标短时间内被吓得半死，但是一开枪就死掉了，瞬间变得索然无味，整人效果非常短暂有限。所以有了这把捣蛋鬼步枪，无论对准什么目标开枪，飞出的子弹都会掉头杀死步枪的使用者。没错，你枪口对准目标，一开枪你把自己打死，这样目标就会陷入长久的震撼之中，整人效果非常牛批。韩哲和鹅武帝一起看完了说明书。你的技能抽到的都是这种蠢东西吗？鹅武帝看着韩哲问道。也不是，应该有还行的。韩哲再抽了一下，这次掉出来的是把匕首，捣蛋鬼的整人匕首。本匕首对匕首使用者的伤害增加 5%， 即你可以用本匕首高效自杀。你可以拿着本匕首在朋友面前自杀，朋友会下意识以为你在恶作剧，当他们发现你真的死了，表情就会非常精彩，整人效果非常强大。鹅武帝看了看韩哲，再试一次吧，之前虽然也挺笨蛋，但也没这么笨蛋的。韩哲皱着眉按下了抽奖，啪嗒，剧痛过后又掉下来了一把匕首。不对，这把匕首更小，看着像是手术刀，捣蛋鬼的整人手术刀。这把手术刀可以自动替你完成变女性的手术，你就可以突然告诉你的兄弟说其实是女人，然后观察他们精彩的表情了。这个好像还不错。鹅武帝说。不错什么啊？靠这种东西往下面的楼层走，基本上活不了。韩哲说。那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吗？也不是没有。韩哲调出了自己的技能面板，道具选项里有2样未使用的道具，一个是小号的技能加强道具，韩哲一直没有用，一个就是刚才给的进化道具，能进化一个物品。韩哲想看看进化道具能不能把这个捣蛋鬼的效果删除掉。说实话，捣蛋鬼修改之后的抽奖技能，抽到的道具的增强还是减弱不太好说，但是代价实在是太痛苦了。韩哲现在没有鬼的能力，是普通人会受伤，根本顶不住。韩哲选择了进化道具，将面板对准了电视。
壁挂电视。当前状态被技能异次元抽奖机和杀猪盘影响，使用者施加效果无法净化。异常情况被捣蛋鬼效果所诅咒，可净化。韩哲看到这个面板上的说明，悬着的心放下了。果然是清除一切其他人的效果，而不是清除韩哲改过的技能产生的效果。用了这个净化道具，这个电视还是相当于个正常的抽奖机，带着韩哲原本的正常杀猪盘效果。用吧，不用的话，韩哲最多再扛2、3次抽奖。要还都是这种道具，这次估计会很危险，很危险。韩哲使用了净化道具，电视机闪了一下，抽奖代价也跟着变成了免费。你干了啥？俄武帝问道。强化了一下，现在可以重新抽了。韩哲说着按下了抽奖按钮，掉出来的是一个小东西。韩哲看了一眼，居然是一个打火机。整活打火机，没活就去咬打火机。当一个人死亡后，可以让他咬碎本打火机，即可立刻复活。好家伙，复活道具啊！俄武帝震惊道。韩哲也是惊喜的点了点头。不过看说明，死了不能自己触发，得有第二个人帮尸体咬打火机。韩哲说着看了看俄武帝，还好韩哲不是孤身一人，还有一个召唤物，这个复活道具还能使用。不过这也是建立在召唤物足够忠诚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召唤物对主人都会很忠诚，但是也有例外。这个俄武帝是一般情况吗？但是好像也没听谁的召唤物会给主人一大笔豆的。所以对于俄武帝的情况，韩哲也不是很清楚，毕竟和他刚认识。先不管，下一个吧。啪嗒，这次掉出来的是一只靴子。韩哲看呆了。你的技能给鞋都是只给一只的？旁边的俄武帝插嘴道。韩哲没有回话，只是打开说明书看了看。冷静之靴，穿上它能够一定程度提高你的移动速度，并让你技能的冷却时间大幅减少。加速还能减少技能冷却时间。这两个词条让韩哲眼前一亮。加速不用说了，对谁都是有用的。至于减少技能冷却时间，韩哲的那些技能里其实也只有一个技能有冷却时间，就是抽奖机技能笑傲文学。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具体有多长，韩哲也不太清楚。至少涨到这么多次游戏世界，韩哲没有一次能在同一个游戏世界用2次这个技能。有了这个冷静之靴，或许韩哲就能在一次任务里用2次抽奖技能或者更多次了。而且还可以给俄武帝用，即使他那个有冷却的技能听着强度也一般。可以，可惜就是只给了一只鞋。韩哲只能一只冷静之靴，一只运动鞋，很是难受。下一个，这次掉出来的是一个看着普普通通的皮球，在马路边玩耍的熊孩子的皮球。仅能生效一次，使用者将本皮球用力丢出，落地时必定会凭空召唤一个熊孩子去捡皮球。最近的生命体会将会强制上前扑救熊孩子，这时候会强制召唤一辆及时的大卡车，无视规则，把熊孩子和该生命体撞去异世界。这个道具描述略显复杂，不过韩哲还是看懂了。简单来说，就是丢出去就能召唤一辆大卡车目标撞去异世界，而且还有无视规则4个大字。笑傲小说，那不就相当于必杀武器了？很强，很猛。下一个，这次掉出来的是一个红色手枪。枪？不对，这个外形看着像是信号枪，空投信号枪，对着天空发射，片刻后将会有一架飞机来为你提供支援。在顶棚较低的室内使用将换成补给车，可选择物资补给、武器补给、空中支援3种模式，具体支援内容随机，有一定冷却时间，且冷却时间共享。韩哲读完这些就一个字评价，很有用。下一个，新的物品掉出来的一叠标签纸，上面都是些可以贴的空白标签，不过是迷彩底色。强化军工标签纸，将标签贴在你的枪械车辆、火炮飞行器高达上，可以给目标一个持续3分钟的随机效果。这个效果不会出现纯负面效果，3分钟过会，枪械恢复原状，标签消失，请控制好时间。这连着几样东西都带有随机性质啊！笑傲小说。韩哲皱了皱眉，抽到的物品太过随机，就代表自己的能力也会忽高忽低，一会神挡杀神，一会唯唯诺诺，非常冒险。算了，韩哲并不是很担忧。在霓虹笑脸的游戏里，他韩哲一直是个特别的赌徒，能不冒险不冒险，但当必须得冒险或者冒险收益很大的时候，韩哲就会狠狠地赌一把。再按下抽奖，这次免费次数已经结束，需要代价了。唱3小时的歌，不准跑调。3小时？算了吧，还有2小时，游戏就要正式开始了。你能把这些东西收进你的空间吗？韩哲指了指地上的一堆物品。当然可以。俄武帝挥了挥权杖，用权杖指了指地上的东西，东西瞬间消失。俄武帝还顺便装了点零食。接下来就是物资的储备。韩哲把扣扣小兵和扣群管家收了起来，但是当韩哲要把俄武帝也要收起来的时候，俄武帝连连拒绝。我就不能跟你出去观光一下吗？俄武帝说道。啊，韩哲想了想，现在这里都是游戏参与者，召唤兽这种东西很多人都有，所以俄武帝放出来跟着其他人也不会觉得奇怪，不会吸引太多特别的目光。而且这里的都是和韩哲同一个队伍的游戏参与者，是队友，让他们知道俄武帝的存在也没什么太大影响。行吧，韩哲勉为其难答应。韩哲直接从楼梯下楼，一路走到91层，俄武帝就在后面跟着。提示里也有说明，93层到100层
都是休息层。这些层韩哲都路过看了一眼，每层都是一样的陈设，也同样每层都有很多人。韩哲估测了一下，按照这个人的数量，近10个楼层加起来，仅仅是韩哲这队就有几百人，甚至可能上千，算是场很大型的游戏了。韩哲下楼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看到了跟在后面的俄武帝，其中就有不少女生感叹，这家伙的召唤兽是只小企鹅，好可爱啊。韩哲完全没搭理，俄武帝也跟着不搭理。而92层是娱乐层，这层就有点区别了，同样是个大厅，不过大厅里面摆满了各种牌桌，也有老虎机和轮盘赌什么的。实际上这层是个赌场层，但是韩哲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大家连钱都没有，物资都是随便拿的，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赌博。91层是物资补充层，91层只有一个大厅，摆放着一排排储物架，各种物资都分门别类的放好了。这里同样有很多人在架子上挑选着物资，因为是架子，都是镂空的，系统直接就不演了，所有的物资拿了之后，就会立刻在原来的地方刷新一个新的，反正就是管够。一进门的储物架上整齐的放着几种大小颜色不同的背包，旁边就是一个牌子储物包，然后下面还有小字补充说明，包含超空间的储物包，容积为表面体积的10倍，装进去的物品重量将变成原来的1/10。韩哲看了下说明，其实就相当于一个10倍容量的背包，这不就相当于之前自己的那个3级包？不过这个没有躲草丛更显眼的负面效果，东西装多了也会变重，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道具。而韩哲已经有了俄武帝的云空间储物，重要性要差一点，但是也不影响韩哲背一个，多带些物资总是好的。背包也是分大小不同好几款，满足不同人的要求。笑傲文学，韩哲拿了一个中等大小双肩背包，背包这个东西背大了实在是影响行动，背个小一点的刚刚好。韩哲看了看分类，食物、饮水、工具、生活用品、武器。食物和饮水不用随时掏出来，就装俄武帝的云空间就行。韩哲开始挑食物，俄武帝也挥舞着权杖往空间里塞。食物开始还正常，什么压缩饼干、牛肉罐头，也有新鲜果蔬。后面就比较特别，驴鞭、猪欢喜、野山餐什么的也都有。然后越往后，那些食物就越特别，韩哲都不知道这些也能叫食物。比如风干蛆虫、天牛肠，韩哲甚至看到了一包一包的鲜人肉。没错，透明包装、塑料包装，里面是鲜血淋漓的人肉，有的里面甚至能看到人的手指。韩哲一阵不适，这也叫食物？选手里还有汉尼拔是吧？但是韩哲想了想，鲜人肉或许不只能用来吃，这对于某些生物或者别的存在来说，或许是很合适的诱饵。韩哲就装了一包进俄武帝的空间里。饮水没什么说的，猛塞矿泉水就行。当然，韩哲也塞了几罐自己爱喝的柠檬茶，不是很占容量的东西，就装一点，让自己舒服舒服。生活用品货架上的东西也很丰富，卫生纸、裤衩、帐篷、毛巾、墨镜，甚至还有洗发露和摩丝。谁闯个关还做发型啊？估计只有对应技能的人才用得上。韩哲没有太多需要装的，就主要装了些卫生纸和其他的一点点生活用品。工具区域除了扳手、锤子之类的常规，还有电锯、电钻的进阶工具，甚至还有工程用的炸药，非常人性化。韩哲也都装了一些。武器方面是韩哲最感兴趣的，除了常见的匕首、刀剑等冷兵器，还有大量枪械和各种枪械配件，手雷也有。枪械使用在学校是必修课了，所以韩哲还是比较会用枪的。装了把步枪，一把手枪，然后就是大量的子弹，还给步枪配了个倍率可切换的瞄准镜。之后韩哲还装了一把十字弩和一些弩箭，毕竟枪这个东西声音很大，无声的十字弩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更好用一些。手雷也装了几颗。这么一番装载物资之后，韩哲的背包和俄武帝的空间都快满了，还有点空间，韩哲也不想浪费，打算再装一点别的。不过装什么，韩哲一下没有主意，就去看别人装的什么。好像因为技能的不同，其他人装的东西也差别很大。有个胖子拼命往包里装巧克力，应该是有巧克力相关技能，毕竟一般人巧克力当饭吃不得酷死。有个人一看就有飞刀技能，枪械一眼不看，拼命往背包里装匕首。还有一个男人在生活物品的货架那挑选着东西，这没什么，引起韩哲注意，也引起周围其他人注意的是，这个男人背后跟着一个短发、长羊角、穿比基尼、身材火辣丰满、前凸后翘，背后还有小翅膀和尾巴的魅魔。男人前面走，魅魔就毕恭毕敬地跟在身后，走起路来还抖，一看就是这个男人的召唤物，技能是召唤魅魔呀，这也太爽了。韩哲想到这，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俄武帝，俄武帝也盯着韩哲看。两人对视片刻后，韩哲转头继续补充物资，物资很快准备好了。离游戏正式开始还有1个多小时，韩哲不打算休息度过，他还要做一件事，找个队伍，就是和几个固定的人一起行动。一会开始游戏，上千人往入口涌，或许就和对面队伍大部分人撞在90层。笑傲文学，到时候情况一乱，韩哲多些队友也好照应。再说后面随着游戏的进行，周围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很可能就会变成小组行动了。韩哲也没狂到一人一额，闯关全靠命硬。韩哲上楼回到了92层娱乐层，这一层离起点相对比较近，还没有91层物资层那么拥挤，还有娱乐器具，所以相当一部分人都选择待在这里。进入娱乐层，果然已经有很多人在叫嚷着自己的技能找队友了。有没有要判断方向的技能的？射击精通有人一起组队吗？
食物制造技能，凡是技能拿得出手的，都会在大厅里喊。如果技能实用性一听就高，周围立刻也会围满邀请组队的人。笑笑说，大部分的对抗游戏经常都会是这个情况，同队伍的玩家自发组队，开局的准备时间变成大型人才交流市场。我们现在要干嘛？俄武帝看着这乱糟糟的场面说，我们也要找队友。韩哲回答，那你不找刚才那个能召唤大屁股魅魔的？俄武帝说，那个技能一般吧，不是非找不可。那你要找啥样的？技能实用点的吧。韩哲一边回答一边思考，自己要不要也喊一下？如果喊的话，喊什么技能呢？自己哪个技能在这场游戏好用，一呼百应的那种？韩哲想了想，自己的技能都比较复杂，不好喊话，而且自己一个一个找太麻烦了，不如直接加个现成的队伍。现成的队伍里的人就已经替韩哲遴选过了，能省不少事。现成的队伍也很好找，只要看哪里几个人明明聚在一起，还在向外招呼人的，那基本都是有队伍但是还缺人的。也有不少人直接举个临时组装的牌子，上面写着缺战斗技能、缺补给技能之类的话。自己算什么？战斗技能、补给技能，好像都有点，更像是万金油。尤其是补给技能，枪谁都能拿，但是空投补给的信号枪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过韩哲想想，自己虽然有信号枪这个补给物品，但如果以补给技能拥有者的身份加入队伍，可能就要负责队伍所有人的补给。韩哲不知道自己的信号枪叫来的补给能养活多少人，而韩哲也不太敢试，因为这玩意有冷却时间，但又没有具体说是多少。韩哲怕浪费在这里，之后很长的时间不能用就会很麻烦。找个没具体要求的吧。之后韩哲一连问了3个队伍。第一个队伍负责战斗的人，主要技能是闪电五连鞭，可以打出威力巨大的闪电五连鞭，但是动作前摇巨大，对手可以在你前摇的时候偷袭。这个技能说实话，韩哲听着觉得一般，主要是他们队伍的补给员非常不靠谱。负责补给的人技能叫高能食物，技能效果就是能变出猪油，管够。韩哲不敢想象到后面1日3餐都吃猪油的情况。第二个队伍负责战斗的人技能是甩狙，拿狙击枪的时候甩一下开枪，必定命中目标。这个还算中规中矩。但这个队伍负责补给的人比第一个队伍的还要离谱，技能是战胜饥饿，你可以让人不再感到饥饿，但是会饿死，饿死所需天数增加 50%。 好家伙，别人队伍补给员是变食物，这个队伍的补给是全靠饿。第三个队伍韩哲才相对比较满意，队伍里面一共是4个人，一个青年，一个壮汉，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年龄稍大身材瘦弱的中年男人。主要负责战斗的自然是那个壮汉，看着将近30岁，他穿的衣服虽说是看着正常短袖长裤，但是都有护膝护肘，一看就是练格斗的。他主要有3个技能，全都是还不错的战斗技能。我是黑虎阿福，你攻击的时候可以喊出很骚的招式名，然后可以获得短时间攻击力加成，加成可以无限叠加，但是你的招式名必须和你的招式相关。破釜沉舟，你攻击的时候可以打破附近的东西，然后可以短时间获得加成，打破的东西越贵，加成效果越强。烟双鹰，当有人用枪瞄准你时，90%概率清空枪里的所有子弹。前2个技能是不错的格斗技能，不过也有一定缺陷，但是和第3个组合就是神组合了。有了第3个技能，敌人相当于不能远程射杀他，基本只能和他肉搏，这样前2个技能才有用武之地。因为他的这个技能，众人直接叫他黑虎哥。年轻女人是负责补给的，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半袖，看着只比韩哲年龄大一点，长得也还行。他的补给相关的技能是卖了鸡侠，你可以让一个人吃炸鸡的情况下多1块。反向化尸术，你可以当被处理过或者被销毁的尸体还原，即使1小块也能恢复成完整的尸体。没错，按照他的说法，第2个也是补给技能。韩哲最开始的反应有点懵，但是年轻女人一解释，韩哲就明白了。反向化尸术是从一个尸块就能复原成完整的尸体，而鸡块算是鸡的尸块，他就能把鸡块变成一只鸡，然后再把鸡做成肉即可。除了2个补给技能，他倒是还说了一个技能，叫怨妇口红。你可以在别人的车豪宅身上用口红写渣男，可以带来一个随机的诅咒效果。你也可以写其他内容，带来其他效果。其他效果有很多，比如写 CPDD 能吸引异性，写这么冷的天能让附近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他的技能比较难起外号，大家原本想叫他炸鸡姐，但是他好像很排斥名字里有鸡这个字眼，大家又想叫他怨妇姐，他还是拒绝。最后在他的坚持下，大家还是叫他深情姐。然后是青年，穿着个夹克，比韩哲看着年龄大一些，不是很爱说话。技能是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你可以生成一个随机小屋，小屋内拥有一定对应物品，这也是个补给类技能，也可以战斗的时候召唤出来干扰对手。还有一个技能是用来辨认方向的，我标记了一处地点，你可以标记一处地点，多远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标记，且不会被墙面阻隔视线，也算是个在迷宫里有用的技能。但他的技能还是以小屋为主，大家直接叫他小屋哥。最后是40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个旧西装，看着瘦弱，话要比小屋哥多一些，脸上的表情也挺丰富。据说队伍里就是他先找到的其他人。关于他的技能，他只说了一个，咱们几个真的是太强了，你可以和其他人绑定队友关系，之后你的所有技能小幅削弱，队友的技能得到一定增强，绑定的队友数量不能超过5。没错，他的技能就是能增强队友的技能。众人还特意试了试他的增强效果，
申晴姐的麦乐鸡技能原本增加1块，被她那么增强，变成了多2块，效果立竿见影。大家就叫她加强书。对众人的技能有了一点了解，韩哲也说了一下自己的几个技能，当然也是简略，包括俄武帝的技能，韩哲也挑着有用的说了一下。韩哲的技能和物品有不少，即使没全说出来，众人也听着连连点头。之后，众人也算认识了，找了个包厢，准备讨论计划。俄武帝也凑过来听，他能听吗？申晴姐指着俄武帝，试探性地问韩哲：“能听吧？他只是我的召唤兽。”韩哲点头。于是俄武帝也能有个座位。众人正式开始讨论。首先，90层是什么样，没人知道，但肯定不会是从这个队伍的门出来，正对着另一个队伍的门，这样2个队伍的人开局就会拼杀干净了，竞速下楼变得没什么意义了。所以众人估计90层进去就会是个大迷宫，让2个队伍不是那么容易碰到。迷宫里有没有怪物不好说，不过按照现在这上千人来看，这么多人一下进入迷宫，前期基本上身边都是队友，上千人一人一口唾沫也把怪物淹死了，很有安全感。怪物不是很大的问题，问题更多的可能是怎么走出迷宫，还有后续随着楼层深入的问题。众人讨论了一会，觉得无论迷宫什么样，跟着大部队都是最好选择。一来有前面的人探路，众人穿越迷宫能省很多力气；二来周围有很多队友，遇见敌人也能最大限度的应付。所以初步的计划就出来了。游戏开始后，等一段时间，等着其他人进了不少了，再进入90层。进入之后，跟着前面的队伍前进就行，这样风险最低，进退也自如。众人一致同意。之后就是一些物资的调整补充，主要是大家对背包，重复带多了的东西就换成别的东西。很快，准备时间结束，游戏正式开始。很多队伍开始向楼梯间去了。韩哲的整个队伍没有着急动，而是等了一段时间。几个人还玩了会德州扑克。20分钟后，韩哲看了看周围，娱乐大厅已经走了很多人，周围变得空荡了不少，但还是有些人在不紧不慢地玩着扑克和老虎机。看样子和韩哲等人做一样打算的也有不少。我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吧？加强叔说。我也觉得可以了，走吧。黑虎哥点头。众人开始动身。事实上，下楼的楼梯间有好几个，位于这层的不同位置。韩哲等人走的是人最多的，位于娱乐室大厅的楼梯。下楼的时候，众人还能在楼梯上遇到讨论的人。参与者真的是太多了，都20多分钟了，还有这么多人。走过91层的门口，继续向下，楼梯间的灯光就变得暗了些，显得有点阴森。到90层门前就没有再向下的楼梯了，墙面变成了斑驳掉漆的旧石灰墙，面前90层的大门也变成了老式的消防防火后铁门，上面还有点点锈迹。准备进门了，黑虎哥说。韩哲点点头，和黑虎哥2人站在防火门的两边，2人一推，门还挺重，笑笑说，但是不算难推开。接着，韩哲的面前是一个很是空旷的大厅，墙壁是黑色的幕布样墙面，头顶是很多盏亮着的吊灯，这里依然有不少人在站着观望。而另一边的对面，很多扇一模一样的木门一字排开，看着有几十扇。几人看着空旷的大厅，这就是90层？什么都没有，就是个大厅？不，几人很清楚，这只是个入口大厅，真正的第90层应该在对面的这些木门后面。几人靠近这些木门，此时还时不时有人推门进入木门内。这么多扇木门，走哪间啊？申晴姐问道。先看一眼门后是什么呗。韩哲回答。这时又有一个3人小队进了旁边不远处的一个木门。开门时，韩哲几人就仰着脖子往木门里看。门里的情况倒是看到了一眼，里面好像是一个走廊。韩哲说。我也看到了，就是个连通的走廊。黑虎哥说。搞了半天这些门后面没隔开啊，那随便走一扇进去不就行了？申晴姐说。众人点点头。如果背后是个连通的长走廊，那走哪扇门都没有区别。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4人小队进入了韩哲几人右手边不远处的门，他们背后还跟着一只狮子，应该就是他们哪个人的召唤兽。跟着他们进呗。加强叔说。韩哲几人点了点头。4人小队刚进门，门刚关上，韩哲几人就拉开了门。韩哲探头进去看，里面确实是一处很长很长的走廊，长到韩哲两边都看不到尽头。走廊两边是一排排的房门，地上铺着旧地毯，墙上亮着廊灯，感觉像是老式旅馆的一个走廊，不过要长得多。韩哲几人走进了门里，看着长长的走廊和这么多门，就犯愁了。就差了不到2秒时间，前面那队人就没影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该是进了这哪个门，但是具体是哪扇门，众人也不知道。那就直接进正对面的门吧。韩哲正要推门，但却觉得有点怪怪的。外面的那个大厅，明明时不时就有人推门进这个走廊，怎么这个走廊里却能这么安静，一个人影都看不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黑虎哥推开了门，韩哲只能先过来跟着看门后的情况。门后是一个房间，也像是老式旅馆的一个房间，没有窗，灯是亮着的，但是灯光有些昏暗。一张大床，地毯，普通的旅店家具陈设，都是旧的。旁边是卫生间，灯也是开的，老式洗手台，老式马桶，发黄，上面还有陈年的水渍，略有异味。整个房间就这些东西，没有其他人。之前那个4人队显然进的不是这间房，没进这里啊。加强叔随口说道。既然这里只是个房间，
众人也就没有多待，退出了房间，来到了走廊。长长的走廊依然空空荡荡，寂静无声，让人觉得很不舒服。韩哲也有了不太好的假设，查查访客，看看前面那队往哪走了。韩哲对俄武帝说。俄武帝点点头，权杖出现在手里，黄色的钻石一亮。接着俄武帝摇了摇头，没有访客记录，没有访客记录。韩哲一愣，对，大概率就是说，在我们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来过这个走廊。俄武帝认真说，你这小企鹅行不行啊？我们刚看人家进来的。加强叔看着俄武帝说，不好说，可能对面也有对应技能，开了无痕浏览。俄武帝回答。韩哲一点都不相信会有这妖巧的事，他转头去拉开众人进来的门。韩哲拉了一下，立刻就愣住了。怎么了？旁边申请姐问道。拉不开。韩哲回答。入口封死了。黑虎哥说。不对，好像不是封死的问题。韩哲再次转了下把手，试着一推，门居然被轻松推动了。韩哲和众人清楚地记得，众人是推门进的这个走廊，现在回去应该是拉门打开才对，怎么也是推门？韩哲连忙往前推，查看门后的情况。果然，来时那扇门的后面也变成了一个旅店房间，原本的入口大厅消失不见了。众人看到这个场面也是一惊，刚进来了一会，入口大厅就没有了。韩哲也瞬间明白，怪不得跟在之前那4个人后面就错了几秒钟，就再也没见到那4个人。怎么回事啊？黑虎哥奇怪道。还能怎么回事？我们正式进入迷宫里面了。韩哲回答。那现在怎么办？申请姐看着众人说道。还能怎么办？我们既然已经进到迷宫里了，只能硬着头皮走了呗。加强叔说着，往前走了2步，又去推众人前面一些的一扇门。门被推开，而门后是一模一样的旅店房间，放眼望去，陈设都完全一样。还是房间？加强叔皱了眉，顺手就打算关上门。等一下，韩哲叫住加强叔。怎么了？加强叔也是一愣。韩哲取出一把匕首，放在房间进门的地上，做个试验，看看房间是不是关上门就会自动切换。韩哲说着，关上了门。众人也在旁边等待结果。韩哲等了片刻，打开了门，那把匕首还乖乖地躺在地上。看样子，至少关门不会导致房间的切换。韩哲捡起匕首，塞进包里。众人点点头。接着，黑虎哥又开了前面的几扇门，无一例外，门后都是一模一样的房间。真就都是房间啊！黑虎哥有些气馁。那就只能往前后走了。加强叔说。众人没有其他意见，只能往前走，向前或者向后就是唯二的路。黑虎哥打头阵，他一边往前走，一边打开2侧房间的门，一扇不落。如果有哪扇门后是出口，黑虎哥立马就能发现。不过，为了防止哪个房间一开门有个怪物或者敌人闯出来，韩哲从包里取出手枪，上膛后握在手里。众人走了一会，房间开了几10个，前面依然是看不到尽头的走廊。这个走廊未免也太长了些。韩哲一边走一边留意着。这座走廊墙上贴着淡绿色的花纹墙纸，地上是红色的花纹廉价地毯。墙上的壁灯都是好的，没有任何坏的。所有的房门也都是一样的深色木门，上面没有任何门牌号。总之，走了好一段路，所有的东西都一成不变，连变化都没有。韩哲找不到任何信息，但是众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单调的房间毫无变化，让众人走得越发疲倦。还是一样的陈设，但是众人这次开始了搜索。打开衣柜，拉开抽屉，抽屉里倒是有瓶没有任何标签的矿泉水和一小包没有任何标签的东西。韩哲撕开包装，发现只是一包膨化灵石。只是单纯的补给品吗？连一点信息都不给，似乎就是怕韩哲这些人误会，还挺人性化。众人把房间的衣柜推倒，把房间的床也掀翻，可以说整个房间都快翻过来一遍了。但是除了矿泉水和零食，什么都没发现。搞错了，出口也不在房间里。众人很气馁，又去了旁边的房间翻。旁边的房间抽屉里倒不是矿泉水和膨化灵石，而是一包果冻，其他也什么都没有了。众人再翻下一间，这次直接是空的抽屉了，其他也什么都没有，连任何能提供信息的标记都看不到。基本上是一无所获，看样子出口也不在房间里。韩哲摇了摇头说：“再沿着走廊走走吧，如果再走下去还是见不到尽头，我们就拆墙。”黑虎哥说。众人点点头，硬着头继续往前走。单调、乏味、漫长，韩哲都想把扣扣小兵叫出来，好边走边消遣一下了。又往前走了几10个房间，最前面的黑虎哥突然停住了。怎么了？众人来到他旁边向前看，众人也瞬间愣住了。只见前面的不远处，走廊的房间门是开着的，而在往后的房间门也都是开着的。沿着走廊，房间门就是一路开着。众人愣了愣神，这是有另外一队来过，还是申请解说？大家都清楚，申请解的还是后面跟着的会是什么内容？还是这就是刚刚众人进来的地方，是众人又回来了？众人欲言又止，大家心里其实也都明白其他人在想什么。韩哲直接开口：“俄武帝，再查一下这里访客吧。”俄武帝点了点头，重新掏出权杖。在俄武帝查询最近访客的时候，众人都很忐忑。如果真的是回到了进来的地方，这只意味着一个残酷的事实：最近一次路过这里的就是我们。俄武帝说。众人的心瞬间冰冷了。搞什么？搞什么啊？为什么会回来啊？加强叔气急败坏的跺脚，其他人也是一屁股坐下。
喝点水，吃点东西。走了有一会了，大家都有些累。走廊直接鬼打墙，房间里也是死路，这个迷宫到底怎么回事？黑虎哥说道。不知道，系统应该不会把我们关死在这里，大概率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出口。韩哲说。那还能哪有出口啊？深情姐烦躁道。没错，此时此刻每个人都很烦躁，是怎么做都解不开谜题，甚至没有任何思路的那种痛苦感。韩哲也在拼命地想着，系统会不会有什么提示，只是自己没留意。走了这么久，遇到的东西有什么变化吗？算了，不伤脑筋了，我包里带了一点遥控炸药，我们直接炸墙试试吧。黑虎哥说道。众人点了点头。黑虎哥也从包里取出了炸药，能炸的墙选择并不多，地板、天花板，还有两边房间靠外侧的墙。众人决定先炸房间里的墙试试。黑虎哥在墙旁安装好炸药，退出房间。众人都不是爆破方面的专家，也不知道这个炸药的威力如何，只能尽可能的躲远点，顺便还把木门带上。众人觉得躲得差不多远了，然后趴在了地上。黑虎哥按下了引爆按钮，轰！灰尘和碎屑从房间里冲出，等待爆炸引起的劲风掠过，众人才站起身。因为这一片的灯被炸掉，这段走廊直接黑了下来。众人掏出手电筒，踩着碎屑来到房间前查看。爆炸的威力确实很大，房间的门直接不见了，应该是被炸碎了。门两边的墙也缺了几块，墙上面还有裂纹，屋里的东西也全炸空了。但是众人看着离炸药最近的那面墙，也就是要炸的那面墙，心再次冰冷了。这面墙上的墙纸已经被炸得差不多了，墙体的砖头也裸露出来，但是整面墙的主体是完好的。和走廊那面墙相比，炸药对屋子里的这面墙可以说毫无作用。为什么炸不开啊？黑虎哥看着墙面喃喃道。免费提示里说，大楼的主体不能被破坏，我估计些外墙也是这样，不能被破坏。韩哲叹气道。众人看向韩哲，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能炸开墙面离开。加强叔说道。众人点了点头。我们被困在这里了。加强叔说。也不是，应该有出口，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韩哲说。一个房间内，一个走廊，我们不是都看过了，这哪还能有出口啊？加强叔烦躁道。再想想吧。韩哲皱眉道。他的大脑也在拼命思考着。外面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两边是一堆房间，出口能在哪里？到底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韩哲想了想，如果说这条走廊一直走会回到之前的地方，满足一直走还会回到原点的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这条走廊实际上是个圈？韩哲走出房间，向着走廊看过去。这条走廊明明是笔直的，一点弯曲都没有。韩哲简单回忆了一下自己走了多少路程回到了原点，这个路程对应算下来，如果走廊是个圈，那不会是个很大的圈，不可能放眼望去一点弧度都看不出来。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这条走廊不是圈，那就是另外的情况了。韩哲转过头看了看小乌哥，他全程都没怎么说话，比较没存在感。但是韩哲还清晰地记得他的第二个技能，我标记了一处地点，你可以标记一处地点，多远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标记，且不会被墙面阻隔视线。小乌哥，帮个忙吧。韩哲转头对小乌哥说。什么？小乌哥回应，帮我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用你的技能打一个标记。韩哲说。就这里吗？小乌哥指了指自己脚下。对。然后呢？然后看一眼前面远处能看到这个标记吗？韩哲说。小乌哥向前看了一眼，没有，前面看不到我的标记。没有。你确定吗？确定。太棒了。韩哲一拍大腿。怎么了？黑虎哥问道。我感觉有眉目了。韩哲说。怎么说？加强叔也插嘴道。我们现在沿着走廊往前走。韩哲说。众人虽然不太明白韩哲的打算，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跟在韩哲后面默默地看韩哲做什么。小乌哥，看好后面的那个标记，当标记突然到前面的时候告诉我。韩哲说。于是众人开始重新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出很长一段路后，小乌哥终于开口了。就是这，标记突然到前面去了。小乌哥突然开口道。那就是这里，这里是整个走廊最特殊的地方。韩哲激动道。怎么个特殊法呀？加强哥疑惑道。因为这里是这条走廊首位相连的接口，所以路过这里，原本在后面的标记会突然到前面去。韩哲说。哦。众人若有所思。这里作为整个走廊最特别的地方，如果有出口，8成就在这里。韩哲继续说。这里。众人看了看四周，这两边也都有一个房间。笑傲文学，出口会在房间里吗？几人连忙分头走进左右的房间，开始翻找。柜子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拉开，床掀翻，还是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找到啊。黑虎哥说。没有，再找彻底点试试。韩哲也隐约有些担心，这只是一个推测，只是出口最可能在这里，但是也可能不在这里，韩哲也没有太多把握。韩哲也跟着来到屋里，众人已经开始掀地毯了，两个房间的地毯都掀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韩哲只能再看看四周的墙。黑虎哥把靠墙的衣柜也拉倒。这时候韩哲的瞬间睁大了眼睛，因为他看到衣柜后面的墙面有一个细微的棱线。韩哲连忙上前摸了一下，这里的墙面软软的，一按就微微下陷，像是只贴了墙纸，后面是空的。韩哲试着用力，
啪！墙纸被戳破，韩哲的手伸进了墙里。众人看到韩哲的手捅进去了，也是一阵惊异。是出口？加强哥激动道。韩哲轻轻点了点头，可能是。那快拉开看看啊！加强哥说。还是小心点，枪准备好。韩哲提醒。众人点点头，也纷纷掏出了枪。韩哲这才缓缓开始撕墙纸，稍微扩大撕开的口子，里面还有微光透出来。韩哲透过口子向里面看过去，近处先是个黑暗的房间，然后是一扇窗，窗后是个昏暗的走廊。装潢看着和刚刚走过的长长的走廊差不多，不过灯光很暗，壁灯只能照亮壁灯周围的位置，导致韩哲根本看不远。里面是什么啊？申晴姐问道。还是个走廊，不过更黑点。韩哲回答着，继续撕开墙纸。很快，一个人能进出的洞就被撕出来了。众人小心翼翼钻进洞里。这是一个空空的小房间，没有灯，旁边是一扇窗和一扇门，光线全靠外面的壁灯。韩哲凑到窗前看出去，才发现这里是一处走廊的交叉口，窗口对着一条走廊，窗外又是一条横着的走廊。走廊的光都很昏暗，看着有点阴森。又是走廊啊！加强叔皱了皱眉。小乌哥记得在这留个标记，我们往前试着走吧。韩哲叹了口气道。小乌哥点了点头。众人推开门，走出这个小房间，依然是安静的走廊，安静的可怕。左右两边和前面同样一眼看不到尽头。3条路，走哪啊？黑虎哥问道。韩哲指了指左右两边，这两边和我们刚刚的无尽走廊是同一个方向，或许也是无尽的。黑虎哥瞬间理解了，明白了，那就往前走。他开始向前走，众人跟上。这条走廊和之前的走廊装潢虽然相似，但是韩哲很快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房间的密度。之前的那个走廊放眼望去全是房间的门，这个走廊不一样，看过去房门要稀一些，这可能意味着每个房间会大不少。众人往前走了一段，才走到了第一扇门前，也是一样的木门。黑虎哥推开门查看，果然还是个宾馆房间，不过和之前的房间装修陈设略有不同。这间大了不少，有2张大床，还有沙发，浴室里还有浴缸，仅此而已。对面的房间也是一模一样。众人没有过多停留，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有小乌哥在，众人很快就能知道这些走廊是不是无尽的。往前走了一段路，前面又出现了一个走廊的交叉口，这对众人来说不算是个坏消息。有横着的走廊，说明这里或许不再会像刚才一样一条走廊无限延伸了。不过如果是很多条走廊无限延伸，那就再说吧。黑虎哥正要往前凑，韩哲猛地伸手拉住了他。怎么了？黑虎哥转头就是一愣，韩哲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什么啊？黑虎哥小声问道。右边有一点动静，小心。韩哲说。黑虎哥一愣，然后他仔细的听过去，果然黑虎哥也听到前面的右边传来了窸窸窣窣的细微声音。是什么东西？人？还是别的？笑傲文学。我看一眼。黑虎哥给大家说道。大家点点头。说完，他上前轻轻走了几步，走到交叉口，将头微微探出墙面，向右看去。他只看了一眼，立刻就缩回来了。他面色慌乱，一脸煞白，还带着几分恐惧。看到什么了？见鬼了！加强叔小声问道。女人。黑虎哥结结巴巴道。他一个壮汉，现在说话能这么结结巴巴，让韩哲有了很不好的预感。女人？我看看。俄武帝也2步窜出去，到了交叉口，探头往右看。他看了一眼，立刻也缩了回来。这 TM 能叫女人？俄武帝感叹一句。韩哲能从他眼部的表情看出些许惊恐，俄武帝也有点被吓到了。于是众人也赶紧凑上去看，包括韩哲。右边也是一条昏暗的长走廊。韩哲看过去，立刻就明白了黑虎哥和俄武帝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只见走廊的稍远处有一颗巨大的女人头颅，大小几乎占据了整个走廊，皮肤惨白中泛着些绿色，像是已经开始腐败的尸体。他脖梗处的断口和地面接触，类似蜗牛，用粘液蠕动的方式向着众人的这边移动着。最让韩哲觉得毛骨悚然的是，头颅大睁着眼睛，脸上还带着诡异的笑容，仿佛就是在看着众人笑。他靠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众人立刻缩了回来。尼玛，这么大个女人头啊！加强叔骂道。怎么办啊？已经朝我们过来了。申晴姐慌了神。她作为一个女人，在众人中算是胆子小的，见到那个鬼东西没喊出来已经算冷静了。用枪！韩哲快速从包里掏出步枪。你个死人头长得恐怖，没枪我怕你，现在我有枪就没有怕你的理由了。韩哲深吸一口气，探出身。此时那个巨大头颅已经到了将近10米远的位置，已经很近了。韩哲立刻开枪，子弹倾斜而出，全部打在了女人头颅的脸上。噗噗噗，子弹打在上面，皮肤炸开，瞬间就是一个孔洞。一梭子快速射击，在女人头颅的脸上瞬间炸开了一堆血肉的花，更加狰狞可怖。但是即使已经面目全非，女人头颅没有停下，依然朝着韩哲这边冲过来，越来越快。步枪一梭子都打不死吗？韩哲眉头紧锁。黑虎哥见势不妙，指了指旁边的房间门，喊道：先进屋，房门太窄，那颗死人头进不来的。众人点点头，连忙冲进了房间。韩哲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进来立刻关上了房门。众人分别缩到床后，掏出枪，紧张地看着房门。
韩哲也瞬间给步枪换了个弹匣，对准了门口。窸窸窣窣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房门底下，外面走廊的光能从底缝透进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到了门外，缝隙透进来的光消失了，声音也突然消失。这代表那颗巨大的女人头在门口停下了，和众人一门之隔。众人正要开枪，但就在这个时候，窸窸窣窣的声音重新响起，门缝下光又透进来，是死人头离开了门口。笑傲文学，那个死人头在门口待了一下就走开了。众人都是一愣，是知道众人要开枪，所以走开了杀意感知是吧？咚！正在众人疑惑的时候，墙上响起了一声巨大清脆的撞击声，那个死人头居然在撞墙。韩哲一愣，如果作为一个跟僵尸差不多的怪物，应该只有简单的本能吧？不应该下意识撞门吗？虽然门框窄，死人头也进不来，而且如果选择撞门，众人的火力也能穿过门覆盖它。墙就不一样了，子弹打不穿墙，他撞击的时候不会被射击到。难道说这个死人头还有一定智商，知道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撞击？韩哲皱了皱眉，咚咚，撞击一次比一次用力，整个房间也在颤抖，感觉再撞下去，这面墙真的会被他撞开。怎么办？这玩意疯狂撞墙。加强叔发问道。还能怎么办？出去给他一梭子。小吴哥也掏出一把步枪，难得开了口。刚刚企鹅哥不是步枪扫射了一下，效果怎么样？深情姐说道。企鹅哥是大家对韩哲的外号，毕竟韩哲带着一只小企鹅。效果怎么样？这不废话吗？效果好，还能生龙活虎的搁外面撞墙。韩哲皱了皱眉，他看了看手里的步枪，一般步枪是能打穿头骨的，这个韩哲很确定。但是这颗死人头实在是太大了，头骨也会成比例扩大，那么厚的头骨，步枪能不能打穿？韩哲很不确定。目前来看，好像是打不穿，步枪效果不太行，好像打不穿他的头骨，直接冲出去拼火力可能会很危险。韩哲回答深情解说，众人也是一阵气馁。那就用炸药还是手雷？黑虎哥又问道。手雷，这倒是个好选择，就用手雷吧。加强哥点点头。那谁去？黑虎哥看看众人，他问出这句话早已没了之前打头阵的勇气，看样子是被死人头吓得够呛。众人相互看看，都沉默不语。几个人都怂了呀。我去吧。韩哲说。众人立刻跟得救了一样。那你小心啊。韩哲从包里摸出一颗手雷，向门口走去。此时撞击声在左边几米外响起，人头现在的位置就在这里。韩哲深吸一口气，一下拉开了门，向左看去。那颗人头听到动静也转了过来，面朝着韩哲。这一刻，韩哲立刻明白为什么这颗死人头一直在撞墙了，不是因为他有灵智要躲枪口，而是他的两个眼睛已经被韩哲打烂了。此时这颗人头已经面目全非，整张脸是很多烂开的窟窿，皮肤外翻，粘稠的血在往下滴。密集恐惧症看见直接能吓死。韩哲甚至能从枪口最密集的地方看到露出的森森白骨。巨型人头听到韩哲的声音，跟着就朝韩哲冲了过来。韩哲眼疾手快，一颗手雷就丢进了人头的眼眶里。手雷落进皮肉里，发出噗的一声，然后就是一个进屋随手关门。卧倒。咚！巨型人头撞在了门右边的墙面上，接着就是一声爆炸，是手雷炸了，房门被炸开，灰尘冲了进来，众人被呛得连连咳嗽。滴滴，韩哲手上的随身提示系统响了一下提示音，你击杀了一只怪物美人面，获得200点积分奖励。击杀提示啊，看样子是炸死了，倒也方便。就是这个怪物名字听着真难受，叫美人面。美人，还有这个提示音自动响，不太好，关键时候容易暴露位置，看看能不能调个会议模式。韩哲从地上爬起来，怎么样？你出去看看吗？加强叔说。不用。韩哲指了指自己的左手腕，跳击杀提示了。呼！众人这才松了口气，纷纷来到门口看。只见门外的走廊，近处的廊灯已经被炸碎了，接着稍远处的灯光，众人能勉强看到近处那颗人头的情况。一颗手雷在他内部引爆，导致他直接被炸开了瓢，天灵盖被掀开，脑花炸了一天花板。韩哲掏出手电筒，稍微靠近了一些，看了看这颗巨型人头颅腔内的情况。其实主要是想看看内部有什么器官，是只有大脑，还是心肝脾胃肾都有。前者说明这颗人头是怪物的一部分，后者说明这颗人头就是一只独立的怪物。但是让韩哲失望了，内部已经被炸烂，就是乱糟糟的一片，红色组织、血液、白色组织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来原本的样子。再加上浓烈的火药味和腐臭味交织，韩哲根本顶不住。算了，赶紧离开这里吧。深情姐看着眼前的景象，实在是想吐。众人也都觉得恶心。走吧走吧。众人快速走开，无论哪个方向，先离开这里再说。黑虎哥虽然内心阴影很大，但还是咬牙走在了最前面。你们说，这里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人头怪物？黑虎哥边走边说道，声音有点颤抖。未必还是人头，可能是大号的其他身体部位。第二个靠前的韩哲说道。其他部位？黑虎哥一愣。对，大号胳膊、大号手之类的，或许可能还有大号人欢喜。韩哲随口说道。大号人欢喜这个字眼让众人一阵思考。又到了一处走廊的交叉位置，
黑虎哥瞬间提心吊胆，他探出身向左右看了看，还好两边走廊空无一物。黑虎哥松了口气，没有情况，看样子那些人头怪物在这个地方密度不算高，也不见得。韩哲指了指前面的地上，众人低头看向韩哲手指的地方，只见地毯上是一道嫣红的拖痕，就像是那个巨型人头移动时留下的痕迹，只是不知道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往左。那我们直走。黑虎哥说。众人没有意见，正要直走，韩哲突然开口了，先等一下，右边那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什么？众人一阵紧张，纷纷往右边看。右边的走廊是空的，但是走廊稍远处的地上好像确实有些东西。什么东西？众人缓缓上前，小心翼翼查看，随着靠近，空气中也多了明显的血腥味。到了近前，众人才看出地上是团红色的东西，像是一大团血肉。往前一看，地上、墙上、天花板上也都是类似的粘稠血肉和血迹。申晴姐看着地上东西皱眉说，看着好恶心，不会是……韩哲用步枪的枪口试着捅了捅，一个满是血污的人类头骨就露了出来，上面还裹着些粘稠的血肉，像是融化了又凝固一样。没错，就是人。韩哲回答。众人瞬间皱了皱眉，但是大家也不是第一次进游戏，死人的场面还是见过的，所以也没有很严重的反应。加强叔看了看前面更多的红色血肉，死的人还不少啊。主要问题是，这是系统产生的氛围道具，还是真的人？韩哲说着往前翻了翻，很快就在地上的另外一团粘稠血肉里翻到了一个浸透鲜血的背包。这个背包韩哲一眼就认出来了，款式和之前91层货架上的背包一模一样。这是91层的储物包，这些死的人应该就是其他任务参与者。韩哲说。众人的眉头锁得更紧了。那这些人是怎么死的？黑虎哥惊道。估计就是那个大死人头弄的。加强叔说。可是那个死人头怎么弄得这么惨的，肉烂成这样，像是在酸里泡过一样。申晴姐看着地上的血肉说，他不是有张大嘴吗？吃进去消化消化，再拉出来不就成这样了？加强叔边说边比划。俄武帝立刻就笑着说，拉出来还喷了一墙，死人头也窜稀是吧？众人也一阵笑。韩哲也笑了。你这个小企鹅比我想的有意思。加强叔笑道。韩哲虽然也笑了，但是还是用枪头也在血污里继续翻找着。你还找什么呢？黑虎哥对着韩哲好奇道。武器。韩哲回答。找武器干嘛？我们很缺武器吗？加强叔奇怪道。不是，这些可是任务参与者，应该会带有武器。如果能找到他们的武器，就能提供很多信息。韩哲继续说。这还能提供什么信息？加强叔一愣。如果没有散落的武器全部在包里，说明他们连掏出武器的机会都没有，证明是被偷袭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就被干掉了。而如果有散落的武器，说明……韩哲解释到一半，他就看到了肉里一个黝黑的东西，他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因为这是一把自动步枪。众人也看到了韩哲翻出来的自动步枪。如果有散落的武器，说明什么？申晴姐试探性的问。说明他们拿到这种武器，对付他们遇到的东西效果应该很差。韩哲回答。是步枪。众人看着步枪，也是一阵沉默。步枪基本是每个人都带了一把，算是整个队伍的主要武器。如果这些死掉的人遇到的怪物不怕步枪，那众人对付他也会很棘手。里面也和众人的背包差不多，只是一些补给品和工具，有些还带有血污。游戏开始到现在其实也没多久，众人的补给也没怎么消耗，众人也就稍微拿了些干净的补给品。申晴姐是嫌恶心，一点没拿。众人在拿东西，俄武帝没事做，就转头问申晴姐，你能复原尸块对吧？申晴姐看着俄武帝，她也觉得这个小企鹅有意思。对啊。怎么了？申晴姐点点头。那这些墙上的地上的碎块也都能复原？那你用技能是不是就可能有墙上出现个屁股的情况？申晴姐没话说了。众人稍微拿了东西，黑虎哥就是一阵催促，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赶紧走吧。那就走吧。韩哲知道他是有点怂，但是立刻远离这里未必有什么坏处，也就依了他。众人原路返回到岔路口，选择了直行。原因很简单，那道红色的痕迹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众人不太能确定，那就左右都不走，选择直行。步枪的作用很小，黑虎哥就掏出了2颗手雷拿在手里，小乌哥还有燃烧瓶也掏了出来。众人再向前走了一段路，又穿过了几个岔路口。这个地方四通八达，但好像每个地方都一样。众人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声，应该是任务参与者在开火，但是不知道是在打怪物还是两队之间的交火。众人决定选择无视，就不冒险去枪声传来的地方查看了，毕竟去了没什么好处，还在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向前走。让众人惊喜的是，继续往前走，走廊的装潢也有了变化。首先是走廊变宽了不少，天花板也高了不少，地毯更厚更软，墙纸更好看。走廊的交叉口也变成了拱门形状，两边房间的门也扩大了很多，每个房间都变成了双开门，用的木料是好木料，和之前那些廉价的木板门完全不一样。每个房间也变成了豪华房间，家具陈设都是豪华家具。看样子这旅店升星了呀。加强叔看着房间里的真皮沙发笑道。走廊既然不一样了，是不是证明我们快到这层楼的出口了呀？黑虎哥也笑笑。韩哲摇了摇头，出口的事不好说，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不太对。什么？韩哲指了指房门，一个房间用这么大的双开门，有点违和。是有一点，而且什么？而且现在每个房间门的大小刚好够那颗巨型死人头随意进出了。韩哲说完，众人只觉得一阵后脊发凉。那怎么办？黑虎哥有点哆嗦，他好像特别怕这种东西白长这么壮硕了。那就快点往前走，早离开这层，留给别人伤脑筋去。加强哥说着就走出房间，这话说的也没什么毛病。勇，这条路得走，怂，这路还得走，那不如快点走。众人加快了脚步，又是一个走廊交叉处，也不知道是众人遇到的第几个交叉处了。开始，众人路过岔路口还会稍微探一探，但是现在众人只想快点离开，直接就通过了。但是当众人走到交叉处，看向两边，众人立刻停下了脚步。右侧稍远的地方就有3颗之前的巨型人头在那里，其中1颗更是像蜗牛一样吸附在天花板上，倒吊着背对着众人，而另外2颗是面朝众人的。他们原本的表情是放松的自然表情，2个人头看到众人立刻又变成了诡异的微笑。倒吊着的人头似乎也感觉到了，缓缓转了过来，也是诡异的笑容。韩哲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满墙满天花板都是了，因为这玩意就会爬墙，一次就出现3颗死人头。众人也变了脸色，怎么办？黑虎哥看着3颗人头慌了神，他本身就怕，现在更是怕得要死，还能怎么办？丢你的手雷啊！韩哲喊道。哦，黑虎哥拼命朝着那3颗人头丢出1颗手雷，手雷在最前面倒吊的人头前炸开，爆炸的破片大部分刺入了倒吊人头的皮肤里，倒吊人头瞬间皮开肉绽，但是却依然保持着笑容，看着更加瘆人。而且倒吊人头继续向着众人快速移动，头发垂在地上拖着前行，后面还跟着另外2个人头。显然手雷直接丢很难破坏他的头骨，无法伤及他内部的组织。众人连连后退，韩哲手中的步枪直接开枪，每枪都瞄准着死人头的眼睛。前面那颗倒吊人头的2个眼睛瞬间破裂，汁水四溅，但是他并没有受太多影响，依然循着声音朝着众人袭来，速度甚至没有减慢。众人只能开始往后跑。小乌哥用火机点燃手中的燃烧瓶，朝倒吊人头丢了出去，燃烧瓶刚好砸在裸露的头骨上，破碎燃烧，倒吊人头燃烧了起来，人头的皮肉在火焰里皱缩碳化，噼啪作响，而长发在火中变形消失，倒吊人头却依然在朝着众人移动。这哪是死人头，这简直是死人头坦克！众人只能先往后退，尽量拉开距离。来到又一个走廊的交叉口，众人看到了一个让人崩溃的事，左右两侧又各有2-3颗巨型人头，他们也是立刻发现了众人，瞬间近10颗死人头3面朝众人冲过来。这里怎么突然这么多死人头啊？加强叔骂道。什么死人头繁殖基地？韩哲也跟着骂道。怎么办？众人只能朝着唯一没有死人头的方向再快速后退。韩哲取出了自己包里的遥控炸药，转头看向小乌哥，能挡他一下吗？我好用炸药炸掉他。小乌哥瞬间心领神会，他发动了技能，一座小屋出现在走廊中，和一般的岗亭大小差不多，是一个冰激凌小屋。小屋上是一个冰激凌的招牌，屋子里面还自动生成了一个冰激凌机。韩哲明白为什么小乌哥也能负责补给工作了。小屋将走廊堵去大半，那些个人头要撞过来得有一会。韩哲把炸药放在小屋的冰激凌机上，众人也趁机赶紧远离。炸药的威力很大，众人还是清楚的。几个死人头在交叉口汇合后，想朝着众人移动，却被小乌哥的冰激凌小屋拦住。咚！小屋并没有扛几下，就被这些死人头一下撞碎，冰激凌机也被打翻在地。众人拼命奔跑，跑过一个走廊交叉口，众人转弯躲在了旁边的墙后。韩哲也按下了引爆按钮。轰！气浪袭来，众人眯起眼睛。你击杀了美人面星号6，获得积分1000点，按数量衰减。韩哲右臂的提示系统显示着击杀提示。没全炸死啊，真硬啊。什么铁头？韩哲皱了皱眉。怎么样？申晴姐问道。没全炸死。韩哲回答。这威力都不能全炸死。申晴姐有点难以置信。确实有点难对付。韩哲点点头。别跟他们纠缠了，赶紧走吧。弹药全耗在这，剩下的89层怎么办？加强叔说。众人点点头，开始朝着远离这里的方向跑。跑过2个路口，又变回了之前相对狭窄简陋的走廊。众人没有停留，继续沿着远离这些死人头的方向走。大家的想法很简单，反正这个迷宫往哪走都是走，不如尽可能的远离这些死人头，还能安全点。之后依然是单调的走廊，不过好在众人再没有见过死人头。就这样走了近1个小时，经过了很多条走廊交叉口，还是一样走廊。每个人都很疲惫了，众人以为又是无限走廊了。但是小乌哥告诉众人，之前的他标记就在很远的左后面，并没有动过。众人只能在一个房间里坐下，吃些东西，休息休息。小乌哥在走廊召唤了一个小屋，这次随机到的是个饮品店，里面有饮料机、饮品原料，还有现成的冰块。申晴姐自告奋勇给众人做了点饮品，一人1杯冰饮。在经历了很久的赶路之后，喝杯冰饮料也算舒服。这个迷宫真的邪门，走了1个小时还没到边界。加强叔骂道。我觉得不太对，这迷宫真的感觉无穷无尽。黑虎哥说。
那一会换个方向走走看吧。加强叔说。韩哲喝着柠檬茶，神情凝重。是不太对。韩哲回忆了一下，这座迷宫开始不是一成不变的，走了没多远，是遇到了巨型人头。但是说实话，那一片走了那么远，只遇到了一次巨型人头。但是当进入了豪华房间的区域时，巨型人头随便就出现了近10颗。现在远离了豪华房间的区域，巨型人头一个都见不到了。所以在豪华房间的区域，巨型人头的出现的密度肉眼可见的增多了。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有什么意义呢？韩哲想了想，突然开口道：你们说那些死人头聚集在那些豪华房间的区域，会不会是为了守护某样东西呢？众人都是一愣，短暂的思考，众人点了点头。想想也是，只有死人头最多的地方，走廊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肯定有它特别的地方。黑虎哥说：那我们就回去看看。加强叔皱眉道：不是吧，为了一个不确定的事，好不容易跑出来，又要回去。深情姐面露难色，我也觉得可以冒险回去看看。小乌哥也表了态，5个人4个人都同意回去。于是众人动身回去。虽说已经决定好回去，但是那些巨型死人头不是只凭一句决心就能搞定的，众人还是需要一点战术来应付这些死人头的硬脑壳。众人边走边商量，觉得还是先前那个方法最可行。依然是黑虎哥开路，韩哲拿着步枪跟在旁边。遇到死人头1颗2颗，众人就躲，尽量把死人头多个吸引到一起再处理，以节省本就不多的炸药。具体就是韩哲负责主要开枪击瞎死人头的眼睛，限制死人头的行动。如果韩哲有遗漏，深情姐和加强叔可以补枪。小乌哥负责召唤小屋，暂时堵住死人头，然后黑虎哥负责丢炸药，俄武帝负责当气氛组，给大家喊加油。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可以避免遇到死人头时众人不知所措，手忙脚乱。众人开始返程，返程的路要快一些，因为是已经走过的路，情况已经看过一遍了，走得自然快一点。很快又到了豪华装潢的宽敞走廊，众人这才放慢了脚步，谨慎起来。很快就遇到了之前炸死6只死人头的地方，墙纸已经被炸得稀烂，上面还糊着大量死人头的碎块，离爆炸中心距离不一样，碎块的情况也不一样，近处的直接成煤渣，远处的还能新鲜点。6颗人头的残骸还是很多的，虽然已经被炸碎了，好几处众人得跨过去，最后直接是一整个天灵盖横在地上，看着还挺有视觉冲击力。众人再往前走，走过一个拐角，众人却愣住了。左边的地上倒着一个被切成左右2半的巨型人头，脑袋里的液体和组织淌了一地。这颗人头是其他人被干掉了。众人上前查看，韩哲看了看断口，切口很整齐，一看就是被利刃之类的东西切的。但让韩哲奇怪的是，切口处已经完全碳化，像是被什么烧过。步枪子弹都打不动的头骨，这么干净利落就能切开，是用的什么武器啊？黑虎哥意外道：可能是电锯匣。加强哥看着人头说道：未必是电锯，切口完全碳化，证明切的时候有高温。什么东西切的时候能产生高温？韩哲看向众人，笑笑说：激光剑吗？绝地武士干的，破案了。俄武帝说：激光剑。众人点了点头。对，目前从伤口来看，激光剑倒是挺符合。你先别猜了，直接给我们调出来访客看看行不行？韩哲看着俄武帝说：冷却时间没到，用不了啊。俄武帝摇摇头：你之前冷却不是挺快的吗？现在过了这么久还没好。韩哲有点意外，应该是因为加强术的技能的加强效果，我的访客技能原本每一次冷却时间很长，现在变成了可以较短的冷却时间用2次，然后是较长的冷却时间。俄武帝说：我现在就是在较长的那段冷却时间内。真不靠谱。韩哲皱了皱眉，也就是说我们周围可能有个拿着激光剑的绝地武士。加强叔皱眉道：这个应该不一定。韩哲指了指地上的血迹，血已经干透了，应该是有好一会了，就算有绝地武士可能也走远了。众人点了点头。韩哲又往死人头的内部看了看，里面的组织也被切成了2半，但是因为切得很规整，韩哲也能看出一些。首先这个死人头内部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大脑结构，然后让韩哲意外的是，大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囊状结构。韩哲确定这是人的脑袋里绝对没有的组织结构。韩哲拿步枪捅了捅，只见大的囊状结构下面还有很多细长的囊状结构，就像胃和肠。你在看什么啊？深情姐看着韩哲的动作皱眉道：我在看这些死人头是有肠胃的，可能真的能吃人和窜稀。韩哲说。众人听到韩哲的这句默默皱了皱眉，有点恶心。那你看看有没有生殖系统，是不是人头间还能交配，然后生小人头？俄武帝站过来说：算了吧，这样研究下去太恶心了。韩哲直起身：还是继续往前找吧。黑虎哥说。看见死人头被干掉，让他多了不少勇气。众人继续向前走，在一个转角后，众人见到了一个走廊的被切开的死人头，有从中间切开的，也有斜着横着切的，还有多切几刀切成好几个大块的。总之切的都很随意，似乎对这些死人头根本不放在眼里。死人头的脑组织也散落一地，踩在上面啪啪作响，让人很是反胃。不过既然已经有一位路过的雷锋干掉一大批死人头，众人也因此顾虑小了很多，开始在这周围逐个房间开始寻找可能隐藏的东西。周围的多条走廊都有被切开的死人头静静地躺在地毯上。众人数了数，光是被干掉的死人头就有20几个，这要是交给众人来处理，
不说绝处逢生，只能说很棘手很棘手。终于，众人又走过一处交叉口，准备检查右手边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右手边的房间不再是木门，而是一扇铁门。众人在这层走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铁门，太特别了。众人互相对视一眼，每个人的眼里都是振奋。众人来到门前查看，只见铁门前的地上是一个铁锁，笑傲文学。不过铁锁已经被切成了两边，切口还有融化的痕迹。显然，魏雷锋已经先众人一步进去过了。众人面面相觑，里面的东西还能在吗？加强叔看着众人说。众人摇了摇头，估计不在了，还是进去看看吧。黑虎哥抓住门把手，拉了拉铁门，吱呀，铁门被拉开，一个明亮的房间露了出来。众人进入门内，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顶要比走廊的房顶高不少，更像是一个大厅。上面还有一个水晶灯在亮着，地上是地毯，墙面和天花板是金色的大理石瓷砖，看着就豪华。但是整个房间是空的，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韩哲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四周，对面的大理石瓷砖的墙面上刻着疑似围棋棋盘的格子图案，占了整面墙，上面落了2个棋子，几个格子涂成了红色。除此之外，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东西呢？真的被带走了？黑虎哥看着空空的房间说：“妈的，就这么白跑一趟！”加强叔气急败坏，韩哲也有些失望。原本这里的东西能是什么？他看了看墙上刻的图案，这个图案或许和原本放在这里的东西有关。为什么要在墙上刻围棋？这里难道是个棋室？这个房间放的东西是副特殊的围棋，特殊的棋谱，或许就是能用来当武器的特殊围棋。一星是吧？韩哲又看了看墙上的图案，上面有一黑一白2个棋子，黑棋子在整个棋盘中间，它周围好几个棋格被涂成了红色，而白棋子则在棋盘左上角比较远的地方，白棋周围也没有格子被涂色。为什么黑棋周围的格子要涂色？有什么意义吗？韩哲看着墙面思考着。怎么样，这墙上的这个棋盘是有什么门道吗？旁边的加强叔见韩哲看着墙面，就随口插嘴道。韩哲猛地点了点头，有，或许这间房里的东西根本就带不走啊！众人听到韩哲的话，一阵云里雾里。带不走是什么意思啊？申晴姐疑惑道。韩哲指了指墙上的棋盘，这个应该才是这个房间里我们要找的东西啊！众人不解。啪！俄武帝跳起来就给韩哲一耳光。你别装了行不行？一句话挤牙膏似的说。旁边的众人都看呆了，能打主人的召唤兽还是比较少见的。你妈的，这么说话不帅吗？韩哲抬手挡下俄武帝的巴掌。你赶紧一口气讲完行不行？行，其实这个棋盘应该就是这里的地图，现对应的就是走廊。韩哲说道。红色的格子应该就是豪华房间、豪华走廊对应的区域，而红色格子中间的黑棋子自然就对应我们现在待的这个房间。众人恍然大悟。那左上角那颗白色的棋子对应的是？众人说道。白色棋子的位置特意搞一个房间，房间里放一张地图来标注，证明是很重要的地方。目前来看，能达到这个重要程度的地方，9成的可能就是出口。韩哲说。出口这个字眼在众人耳中听上去是那么充满诱惑力，尤其是在众人已经钻了这么久单调走廊的情况下。那别说了，赶紧走吧。加强叔立刻就招呼着往出走。等等，我先记一下格子数量。韩哲说。韩哲简单做了下记录。当众人再次出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精神抖擞。出口，这个鬼地方终于能离开了吗？加强叔几近欢呼，一点都没有中年人的沉稳。韩哲也估计自己以后都不想进入旅店走廊之类的地方了，出口的位置有点远。中途众人还遇到1-2个游荡的死人头，众人都选择了远远避开。即使被死人头发现了，小乌哥也会召唤个小屋，一下堵住走廊，让众人趁机远离。主要还是为了节省有限的炸药，炸药后面指不定还有什么重要作用，不能全浪费在做死人头爆米花。随着出口的接近，韩哲也能在路上见到1-2个被切开的死人头的尸体。尸体应该说是尸体的尸体，因为死人头本身就是死人。一样的痕迹，光滑切开，焦黑横截面，证明那个雷锋也经过了这里，证明那个雷锋也从棋盘里看出了地图，也证明韩哲的猜想大概率就是正确的，至少和雷锋想到一块去了。可惜俄武帝的技能冷却时间还没好，众人不能看回放。韩哲还想看看那个雷锋的技能到底是不是激光剑呢。很快，众人已经来到了假定的出口附近，前面左拐就是假定的出口了。韩哲已经远远看到前面不远处走廊墙面少了一大段，显然假定的出口那边是一个大厅，大概帅真的是出口。众人激动的几乎要跑步过去了，但是韩哲突然叫住了众人。等等，先别去。怎么了？众人停下脚步。韩哲目前为止的推断几乎都是对的，所以韩哲的话他们已经是每句都要听了。那个到处杀死人头的激光剑一直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韩哲说。众人点点头。我们现在能知道这个激光剑应该是任务参与者，对吧？韩哲继续说。众人点点头。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那个队伍的，万一他是我们敌对队伍的怎么办？韩哲说。众人呆滞了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他已经知道了出口，会不会就在出口处
等待着其他参与者。毕竟在唯一的出口处来堵截其他玩家，效率是最高的。韩哲说。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对啊，韩哲说的这种可能太可能了。笑傲文学，这场游戏毕竟还是个对抗类型的游戏，那你说我们怎么办？深情姐看着韩哲说道。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说拿好枪，小心查看情况。如果见到对面队伍的，就开枪把他们打成筛子。你们觉得呢？韩哲说。众人点点头，也就这个办法最简单有效了。众人纷纷拿出枪械。黑虎哥和韩哲握紧步枪，在最前面缓缓走进前面的假定出口处。很快，韩哲和黑虎哥就来到了墙壁的尽头。两人能看出来，前面是一个大厅，面前还有向下的楼梯。这是一个道人字形的楼梯，两边的楼梯向下，在中间会合成一个大楼梯，然后再向下，是很多豪华建筑的大厅的经典楼梯。不过现在因为韩哲和黑虎哥缩在墙后，只能看到楼梯上半截，下面的情况必须得探头向下看。看一眼，黑虎哥大拇指指了指楼下。韩哲点了下头。免费提示里有规则解释，这场游戏存在敌我标识，敌人队伍的人头顶会显示红色的小三角，不过没有韩哲度假村里的标识那么高。队友和队友的召唤物则是绿色小三角，友好的系统人则会显示绿色圆形。这个标识基本上是贴着头皮的，而且这场游戏的标识很智能，只有你想要判断敌我时才会自动出现敌我的标识。就比如说韩哲看黑虎哥他们就从来不会出现标识，因为韩哲已经知道他们是队友，心里不想判断敌我，所以不会自动显示。所以当敌人躲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发现敌人，那这个标识也会因为你心里所想不会出现，不存在度假村那样标识暴露自己的情况。韩哲觉得还是这场游戏的敌我标识比较人性化，建议霓虹笑脸推广。现在韩哲冲黑虎哥点了点头，两人准备探头。两人的枪都上好了膛，一旦见到敌人的标识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先下手为强。两人迅速探了一点点头到墙外，目光看向楼梯下，手中的步枪也对准了下面。果然楼梯下就站着3个人，他们头上都是鲜亮的红色三角形。敌人队伍。韩哲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咔咔2声金属撞针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却没有任何枪响。韩哲和黑虎哥立刻看了对方一眼，对方眼里也都是惊异。怎么可能呢？2个人枪居然同时都卡壳了，卡壳本就少见，怎么还能2个人同时卡？怎么可能呢？韩哲是毫不犹豫地缩回墙内，黑虎哥也赶紧跟着缩回来。韩哲靠着墙，有点惊魂未定。再晚一点，对面要是反应过来开枪还击，韩哲就全完了。黑虎哥有焰双鹰技能，他韩哲可没有。什么情况？一旁的加强叔根本没有看懂，他只看到韩哲和黑虎哥掏枪出去探出去，然后2个人慌张的回来了。韩哲和黑虎哥看了一眼对方，不知道为什么我俩枪就突然都卡壳了。黑虎哥说，难道对面也是焰双鹰？韩哲皱眉道。其他人听到很是惊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下面传来了一个人的喊声，楼上的兄弟别躲了，出来吧，放心，这里不能用枪的。这一声叫喊让韩哲等人面面相觑，敌人直接叫自己这些人出去，这能出去吗？这不能出去。韩哲说。众人点点头。这时候下面的人又喊了一句，兄弟，你们躲着也不是事啊，唯一的出口就在这里，我们不走你们也去不了下一层。然后是另一个人的声音，对啊，下来，我们都不用枪，公平公正的对决一场。听着下面2个人的喊话，众人皱了皱眉。是啊，对面站着唯一的出口，自己这些人如果不出去，在这耗着也不是办法。黑虎哥也明白现在众人的情况，他拍拍胸脯道，要不我先出去看看情况。众人只能点点头。黑虎哥有焰双鹰技能，免疫枪械伤害，还有一堆战斗技能，交给他去看看情况，无疑是最好选择。黑虎哥说完走出了墙内，韩哲也稍微探探头，向下查看情况。只见下面站着3个人，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一个相貌清秀的青年，还有一个瘦一些的青年，气色差一点。旁边还有2个切掉的死人头，应该是这里也会有死人头游荡过来。其中一个死人头的整张脸直接被切下，晾在一旁，足见3个人的恶趣味。哟，看着来了个练家子。下面魁梧的中年人看着黑虎哥笑道，你们说吧，怎么个对决一场？黑虎哥冲楼下喊道。魁梧中年人站了出来，对决嘛，自然是1对1，不过有几个条件。瘦青年笑着向左动一步，露出了身后立着的一个木牌，木牌上画着一把 AK 步枪和一把弓，不过上面画着个红叉，就像这个告示牌上的一样。第一个条件，不准用热武器和一切远程武器。然后一个新的告示牌出现在瘦青年的手上，这次上面画的是一个2个人打架，第3个人从背后刺其中一个，上面依然有一个大红叉覆盖。第2个条件，文明对决，只能1对1，任何人不准提前偷袭，不准背后偷袭。瘦青年把木牌立在地上，然后第3个木牌出现在他的手里，第3个木牌上直接放着一张他的照片，这次下面是个和平鸽图案。第3个条件，不准打我。瘦青年立完3个牌子，笑笑道，就这3个条件，你们听明白了吗？听不明白也没关系，反正你们也违反不了。前面的壮硕中年人扭了扭脖子，
行了，赶紧开始吧，我第一个来和你打。黑虎哥点点头，走下楼梯。不行啊，观众都躲起来了，这对决多没气氛，我再设定一条。瘦青年说着，又立了一个牌子。第4个条件，双方的人必须出来观战，每隔3分钟必须喊一次加油。当他牌子立起来的瞬间，韩哲只觉得自己浑身不听使唤，被迫走出了墙内。其他人也是一样，众人都默默走了出来，站在楼上的栏杆后面，看着下面的情况。这是什么技能啊？能强制我们出来？加强叔骂道。显然是制定规则的技能啊。韩哲说。这么强的吗？申晴解皱眉道。应该有限制，不然直接规定我们自杀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搞个对决。韩哲说。众人点点头。既然观众都有了，那赶紧就开始吧。壮硕中年人催促道。等等，我也要准备一下。黑虎哥也喊了一声。你还要准备？壮硕中年人不悦。对啊，不是不准提前偷袭吗？那我准备一下，你应该也拿我没办法吧？黑虎哥说。那你准备吧。壮硕中年人无奈道。接着他转头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制定规则的瘦青年。你定个不准提前偷袭的规则干嘛？制定规则的瘦青年只能摊开手。我替你准备的，你那个能力毕竟。行。壮硕中年人只能作罢。黑虎哥也开始了准备。他将沉重的背包放在一旁，开始从里面摸东西。接着他掏出了一瓶红酒，那酒瓶子做工看上去很精细，看着就贵。黑虎哥指了指瓶子上的标签，这是罗曼尼康帝葡萄酒柜的里面我唯一认识的。对面3个人看着黑虎哥掏出红酒，也是一阵迷茫，不知道眼前的黑虎哥要做什么。接着就见黑虎哥重重把红酒往墙上一摔，啪，红酒甩得粉碎，酒液四溅。对面3个人看着一阵呆滞。你这是做什么？魁梧中年人皱了皱眉。这个红酒很贵，我怕一会我被干掉了，这红酒自敌。黑虎哥说。对面3个人一阵无语。然后黑虎哥又摸出一捆雪茄，这雪茄我也不知道啥牌子，反正雪茄没便宜的。然后黑虎哥就开始掰雪茄。够了，我们就没人抽雪茄，你赶紧开始啊！魁梧中年人骂道。然后黑虎哥最后摔碎一瓶洋酒。好了，来吧。好，来吧。魁梧中年人不耐烦道。接着他双手摊开，2个比他更魁梧的人影出现他两边，每个都是2米多高。一个像是战士，穿着盔甲，拿着把长柄狼牙棒；一个像是个法师，穿着长袍，拿着跟法杖一样的东西。2个召唤物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浑身都是尖锐细长的钢刺，跟刺猬似的，看着就不好惹。不过有一点倒也挺让韩哲意外，那就是这个魁梧的中年人看着像打手，结果只是个召唤类技能，就让人觉得怪怪的了。看着2个大号的刺猬，黑虎哥也是皱了皱眉。介绍一下，这个是痛苦战士，这个是痛苦法师，他们的能力都是让敌人感受到痛苦，不过方向不一样。魁梧中年人笑笑。接着魁梧中年人给他的2个召唤物下命令，交给你们2个了。痛苦战士点了点头，向黑虎哥走去。痛苦法师却不为所动。我怎么动不了？怎么回事？魁梧中年人一愣。制定规则的瘦青年连忙提醒，规则是只能单挑，所以不能2个人打一个。你设这个干嘛？那我的痛苦法师不得。对面一堆人，我们一共3个人，不这么设能行吗？反正你那个痛苦法师也一般。行。魁梧中年人点点头。接着魁梧中年人给痛苦法师下了新命令，你去上面找个单挑吧。好。痛苦法师几步冲上楼梯，看向众人，你们谁和我打？这家伙身上刺满是寒芒，让人看着就有些胆寒。底下魁梧的中年人大笑一声，放心吧，我这个法师不会直接砸你们，但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伤害你们。黑虎哥看着眼前满是金属尖刺的痛苦战士，也是皱了皱眉。他现在刚刚砸了几瓶很贵的酒，揉了几瓶很贵的雪茄，破釜沉舟对战斗力的加持现在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但是他依然伤脑筋。这种大刺猬怎么处理啊？正在黑虎哥思考的时候，那个所谓的痛苦战士已经冲了过来，他挥舞着手中的狼牙棒，狼牙棒头上也满是细长的金属尖刺。黑虎哥看到这里，一下躲开狼牙棒的攻击，瞬间也有了想法。狼牙棒的棒头上有刺，但是棒柄上没刺啊！大招！从刺猬妈妈手里抢下小刺猬。笑笑说。黑虎哥喊出了招式名，技能我是黑虎阿福加成生效。黑虎哥只觉得自己瞬间身体轻了，力气也更大了。他突然伸手一下抓住了痛苦战士的狼牙棒柄，然后猛地发力。破釜沉舟，我是黑虎阿福的技能双重加持下，黑虎哥的力气已经大到了骇人的地步，痛苦战士根本争不过。狼牙棒一下就被黑虎哥抢了过来。黑虎哥也没客气，抢过狼牙棒，直接就往痛苦战士的脑袋上呼。咚！痛苦战士脑袋被重重砸了一下，直接撞在墙上，一声闷响。他头上的尖刺都被砸得严重变形。痛苦战士现在应该很痛苦。黑虎哥没有犹豫，直接跟上去，继续拿着狼牙棒痛击痛苦战士。小刺猬找妈妈，小海胆开大车。黑虎哥一边攻击一边喊着招式名。另一边，痛苦法师冲到了众人面前。你们谁跟我打？痛苦法师说道。韩哲几个人互相看看，他们这些人里，加强叔完全没有战斗力，申晴姐和小乌哥是几乎没有。至于韩哲，他原本还是有准备的，但是都是关于枪。现在突然不能用枪，他的战斗力一下就暴跌成比普通人强一点。
就如同准备了一天的语文考试，到考场发现考的是数学，难道现在让空投补给一个武器吗？也只能这样。韩哲只能摸出空投信号枪，然后站出来慷慨陈词，视死如归。那就他跟你打。韩哲把俄武帝推到身前，俄武帝呆住了，众人也呆住了。韩哲，我……俄武帝直接一阵企鹅叫。韩哲立刻在俄武帝耳边一阵私语：你这么灵巧，他应该打不着你的，你只去试探一下对手的能力，我拿到武器就来救你。而且作为一个虚拟召唤物，你一般死不了吧？韩哲说着，抬手就打了一枪信号枪，红色信号弹发射，飞到了天花板上，然后就粘在了上面，燃烧着，不知道能不能生效。就在这个时候，走廊的墙上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大型传送门，对面墙出现了另一个。呀！一辆军用卡车直接从一个传送门呼啸开过，然后驶进了对面的传送门。一个有科技感的箱子从车厢里面弹了出来，掉在地上。箱子是白色金属外壳，带着蓝色光带，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太空舱。韩哲连忙凑过去查看。这边俄武帝看着对面的痛苦法师，也是硬着头皮上前。你准备好了吗？俄武帝变出他的权杖，看了痛苦法师一眼。来吧。痛苦法师抬起了法杖，法杖头发出耀眼的红光。俄武帝突然跳起来，一个踢腿，一道类似真气的东西从俄武帝的踢腿飞出，直直打在痛苦法师身上。痛苦法师瞬间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砸在走廊的远处。正在查看武器补给的韩哲听到动静，转头一看，也是一惊。这企鹅这要牛批！这时韩哲注意到俄武帝的权杖上面蓝色的钻石亮了。好家伙，这原来就是那个蓝钻踢人特权，这么强！旁边的众人也是一阵惊讶，大家都以为这个企鹅就是个吉祥物，结果还有这么一招。搞定了吗？众人注视着对面的痛苦法师，只见那个痛苦法师狼狈地爬了起来，身上的很多刺已经弯掉了。还看什么？再踢一脚补刀啊！加强叔对俄武帝说。俄武帝转头看了加强叔一眼，还踢个屁啊，技能冷却了。就一脚！众人一愣，就一脚！俄武帝点点头。这个时候痛苦法师已经走回来了，他表情有些愤怒，陷入痛苦。他说着，手中的法杖已经指向了俄武帝，法杖发出耀眼的红光。韩哲以为会有光波呀、电光啊、火焰啊之类的放出来，但是并没有。只见法杖发出红光后，居然口吐人言。作为一只公企鹅，你和其他公企鹅一样，没有外生殖器，你只有一个和雌性类似的泄殖腔。因为你特殊的生理结构，所以雄性企鹅也会成为泄欲的对象。你知道在南极，公企鹅会被其他企鹅和海豹。法杖用机械冰冷的声音说出了无比残酷的话。俄武帝愣住了，接着法杖把过程越说越详细，越说越露骨。这些话让不知道的人听，其实只能说听着稀罕，听着长见识。但是对于俄武帝这只企鹅来说，这些话就变得非常恐怖。这是来自企鹅原始本能的恐怖。你不要讲了！俄武帝捂着自己的耳朵喊道。海豹会在完事后一口一口吃掉还没死掉的企鹅，从最有弹性的鳍开始吃，有的海豹还会一边吃一边法杖继续不依不饶地说着残酷的现实。俄武帝越听越情绪激动。这个时候法杖突然又说出了另外一句：你干不过威信。这句话算是补刀，彻底让情绪在失控边缘的俄武帝受不了。MD， 我不打了。俄武帝捂着耳朵最后喊了一句，直接原地消失。显然这是俄武帝的心态崩了，回到非召唤的状态了。痛苦法师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向众人，接下来你们谁和我打？与此同时，黑虎哥依然在狂扁痛苦战士，牢牢占据了上风。痛苦战士身上的盔甲已经严重变形，身上的刺也掉得差不多了。他现在像一只被拔了毛的公鸡。也就在这时候，痛苦战士突然眼睛放出红光，咚！他直接抬起手挡下了黑虎哥的又一狼牙棒，然后痛苦战士反正对着黑虎哥就是一拳。这一拳速度很快，直接砸在黑虎哥肩头。黑虎哥一阵吃痛，连连后退数步。他震惊地看着眼前的痛苦战士，这个痛苦战士的速度、力量很明显突然增强了一个档次。怎么回事？突然变强？黑虎哥正在惊异，痛苦战士又冲了上来，这一次比之前都要快。笑傲文学，接下来你们谁跟我打？痛苦法师说道。众人面面相觑，还是我来吧。韩哲从后面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特别的剑。这把剑特别之处就是长得奇形怪状，像是乐高积木拼成的。事实也是如此。不久前，在俄武帝和痛苦法师战斗时，韩哲来到补给箱前，按下了上面的红色按钮，一阵气体泄压声，补给箱的盖子缓缓打开。韩哲看着这科技感，觉得会是激光枪或者激光剑之类的。然后韩哲看到了一袋乐高积木，什么玩意？韩哲拿起乐高积木，底下还有一张透明玻璃板的电子说明书，太有科技感了。看了几眼说明，韩哲也是才明白，这积木真的是武器。不过严格来说，应该是叫武器零件。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明，这些积木要拼成对应的东西，才能有对应的武器效果。大概有3种形态，一个是枪，一个是剑，一个是盾。按照说明书，拼成对应的形态就能有对应的效果。拼成枪以后还得拼子弹，子弹拼什么就是什么对应效果。韩哲想着，枪拼出来也不能用，盾拼出来单纯防御也没什么用，所以韩哲果断按照说明书拼剑。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韩哲拼了把剑出来。
乐高圣剑，砍人时和普通的剑一样致命，且和任何武器交锋时必定能支撑一次碰撞，之后会在短暂延迟后碎裂，造成大量乐高积木散落在地上。一旦踩到乐高积木，无论穿着多厚的鞋都会引起剧痛，对穿鞋的使用者无效。圣剑碎裂后会在短暂的延迟后重新恢复。总的来说，就是个能造成范围陷阱的剑。韩哲拼好剑之后，就准备和痛苦法师正面对抗了。痛苦法师和俄武帝的对决，韩哲拼积木的时候也是看了个差不多。他对这个痛苦法师的效果有了点了解，就是那个法杖应该会说出伤害敌人内心的话，造成敌人的精神痛苦。精神攻击啊！俄武帝是企鹅，这个谁都能看出来。但俄武帝的扣吉祥物身份，除了韩哲应该没人知道，那个法杖却还能说微信的事，证明这个法杖似乎能说出法杖使用者也不知道的事。不过无所谓，韩哲自信自己没有什么太敏感的方面，法杖说什么自己应该都不会像俄武帝那样破大防。再说了，这法杖又能说点什么石破天惊的呢？顶多攻击韩哲无父无母，攻击韩哲以前穷，攻击韩哲以前的技能被系统收走，掉进面子班。无父无母韩哲已经习惯了，后面两个对韩哲来说现在根本无所谓。韩哲自信已经没有语言能伤害到自己了，他站出来，来，我跟你打，加油！旁边众人连连喊道，不知道是发自内心还是那条规则的强制。好，那就接招吧。痛苦法师也是不磨蹭，直接把法杖对准了韩哲。法杖再度发出耀眼的红光。你虽然长得帅，有很多女生对你暗送秋波，但是你却因为请女孩子吃饭看电影的钱都没有，只能一一拒绝。怎么会有你这么没出息的男人？韩哲听到法杖的话语，内心毫无波澜，他的脸上甚至多了一丝笑容。就这，我班主任的话都比你这话有攻击性。韩哲直接提剑要上前砍。这个时候法杖又开口了，沈然儿。谁？沈然儿。韩哲一愣，脚步也停下了。和他有啥关系啊？接着法杖继续说，沈然儿他的技能其实只有一次。韩哲听到这句话，眉头紧锁。他原本能拿那唯一一次的技能去找人换回自己的脸和声音，但是他把他那唯一的一次技能给了你，因为他不想你死在霓虹笑脸的游戏里。所以说他是把他变回原来样子的希望换成了你活下去的希望。他换的似乎很值，因为没有他的技能，你根本活不过下一次游戏。韩哲听着，手中的剑垂了下来。你欠他很多，不过你没有机会还了，因为他已经在2天前死在了他的那场游戏里。现在你是有钱了，你也有了能换回他脸的能力，你想报答他，但是却没机会了，永远都没有了。法杖说得很冰冷，还知道用点修辞。韩哲也听着沉默了。沈然儿原来是这样亲妈在世，但沈然儿死了，自己根本没有机会报答他。韩哲很难接受这个情况，但是从法杖说出沈然儿这个字眼时，韩哲就明白他说的都是实话。韩哲原本自信没有东西会让自己很难受，但现在看来真的有例外，而且非常例外。韩哲，你还好吧？申晴姐在后面喊。还能行。韩哲咬牙回答。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忍住悲伤。现在不是苦闷的时候，怎么能让一个召唤物几句话击倒？韩哲重新抬起了乐高圣剑，这次他看向痛苦法师，眼里多了坚毅。韩哲提剑冲向痛苦法师，乐高圣剑提刀就砍，痛苦法师只能抬法杖抵挡。枪！法杖和乐高圣剑碰撞，韩哲要收剑时，乐高圣剑瞬间碎裂，大量黄色乐高积木块散落一地。韩哲手上只剩下了剑柄。韩哲看着遍地积木，后退几步，目的已经达到。痛苦法师也是一愣，什么破剑，一打就碎，你管我？韩哲后退，嗷嗷嗷嗷嗷！痛苦法师一阵嚎叫，他说话时稍微动了一下，踩到了积木。笑傲文学，剧痛让他一阵抽搐，然后又踩到了更多积木，然后是更大的痛苦。痛苦法师直接被剧痛冲垮，站不住了，倒在了地上，压在了更多积木上。然后就是韩哲都没眼看了，只能听到停不下来的惨叫声。痛苦法师现在真的成痛苦法师了。也就在这个时候，韩哲身后突然一阵劲风，咚一声闷响。韩哲看过去，是一个人砸在了韩哲左后方的墙上。这居然是黑虎哥。此时的他身上的衣服多了几道划痕，能看到里面的皮肤也被划破了，脸也是不知道被打得微微变形。他现在是被丢上来了。妈的，不知道为什么对面的强度突然就上来了。黑虎哥骂道。在痛苦法师的惨叫声中，众人连忙问黑虎哥，怎么回事啊？你刚刚不是还压着对面打吗？因为众人刚刚都看到黑虎哥是完全压着对面的打的，这才一会没看，黑虎哥直接被对面当3分球丢上来了。黑虎哥勉强爬了起来，原本是压着打，但是这家伙突然变强了，我只能招架。刚刚突然又变强了，一拳直接给我干上来了。突然变强了。韩哲转头奇怪道。对，突然两眼放光，然后跟打了鸡血一样。黑虎哥刚说到一半，那个痛苦战士也已经追了上来，手上还拎着一个弯曲变形的狼牙棒。只见他冲上楼梯，然后就踩到了地上的乐高积木，然后就是和痛苦法师一样的过程，再来一遍。痛苦战士因为剧痛支持不住，跌倒在地上，瞬间就是杀猪叫，和痛苦法师二重唱。在两个人连环惨叫的时候，韩哲赶紧问黑虎哥，
你说那个痛苦战士的实力有2次明显加强，一次是之前交手了一段时间后，一次就是刚刚。黑虎哥点了点头，对。韩哲立刻就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韩哲瞬间明白了，那个痛苦法师应该能力不只是靠语言产生精神攻击，让对手内心痛苦，他应该还能通过让对手痛苦来提升痛苦战士的战斗力。而经过韩哲这么一强调，众人也在短暂的愣神以后，也纷纷点了点头。大家也差不多明白了，痛苦法师用了2次痛苦技能，一次对俄武帝，一次对的是韩哲，刚好痛苦战士也是2次增强，时间完全对得上。原来是这样，还以为这个痛苦法师没有什么特别致命实际意义，现在看来其实是个辅助法师啊。众人看了看旁边痛苦法师和痛苦战士，他们一边惨叫，一边尝试从乐高块里爬起来，惨叫声已经小了很多。看他们的反应，你那些小黄块好像很恐怖啊。加强叔插嘴道。韩哲点了点头，所以你们别踩就行。伤害怎么样？好像没有伤害，就是疼。那岂不是？只能拖一下。稍早，楼下大厅，那3个人蹲在离楼梯10几米的门口，点着烟，默默地打着牌。制定规则的瘦青年皱了皱眉。你的痛苦战士能行吗？壮硕中年人毫不在意。能行，他刚刚吸收了对手的痛苦，现在已经是最强状态，随便就能搞定对面那几个菜鸡，我们继续打牌就行。可是，就在这时，上面响起了惨叫声。听听，对手在惨叫呢。清秀青年说。真惨。制定规则的瘦青年点点头。壮硕中年人脸色一变，瞬间把牌一握。听着声音不太对，楼上又是另一个惨叫声，2个惨叫声混合在一起，壮硕中年人的脸色立刻有些慌乱了。不对，这是我的痛苦战士和法师在惨叫。另外2个人的脸色瞬间也变了，他们抬头看去，上面的情况并不能直接看到，赶紧看看去。清秀青年说。啪！韩哲将乐高圣剑朝着离众人最近的这一侧楼梯的地面一砍，短暂延迟后，乐高圣剑一下碎裂，积木块炸的近处遍地都是。不过离旁边的众人依然有一段距离。好了，现在2侧的楼梯都有惊喜了。韩哲对众人说。另一边，痛苦战士和痛苦法师才刚刚忍着剧痛，清理出一片没有乐高积木块的区域。这些乐高积木块比韩哲想的还要变态，如果用东西尝试去扫开，会自动牢牢定在原地，无法清理。痛苦战士和痛苦法师只能用手去清理，但是用手也会触发剧痛，他们就只能用忍着剧痛勉强清理，如同用手挑走燃烧的煤球。这时候，对手3个人也从楼梯上来了。冲在最前面的是魁梧的中年人，他大声问道：“你们2个在鬼吼什么呢？”老大，别踩！痛苦法师和痛苦战士连忙做手势阻止。遍地的黄色积木块，傻子也会注意到。在经过痛苦法师和战士的提醒，魁梧中年人立刻停下了要迈出的脚步。痛苦法师和战士瞬间松了口气。这到底是什么？魁梧中年人指着地上的积木块问道。不知道是什么，对面那小子弄出来的，踩上就会非常非常痛，痛到动不了的那种。痛苦法师喊道。陷阱类技能吗？3人低头看了看。你们就不能垫个东西上去吗？魁梧中年人喊道。垫东西没用啊，老大，我这么厚的钢靴，踩上去照样疼得死去活来。痛苦战士连忙说道。垫东西都没用。魁梧中年人皱了皱眉。也就是这个时候，韩哲踩着积木几步跑了过来。喂，你们3个谁和我打？韩哲没有直接上去看，因为这样应该会判定为偷袭，估计在中途韩哲就会强制停住。3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我和你打。清秀青年毫不犹豫地回答，很是自信。他说着，从腰间抽出了2边把剑柄，左右手各拿了一个。接着，蓝色的激光剑刃从剑柄弹出。激光剑原来是他的技能。另外2个人稍微后退2步，给清秀青年让出位置。你妈的，激光剑不得算热兵器吗？韩哲骂道。这开的是低温档，激光剑还能开低温档？韩哲皱眉道。不信你摸摸。清秀青年回答一句，将双手并拢，然后开始摇起了花手。他摇花手的速度很快，动作很流畅。还有技能是摇花手吗？韩哲皱了皱眉。只见他手上的激光剑也是跟着快速挥舞，像是泛着蓝光的5档电风扇。摸呀！清秀青年朝韩哲喊道。这一刻，清秀青年仿佛攻守兼备。此时，韩哲还离他2米多远，刚好是这个5档电风扇砍不到的位置。但是，即使这个距离，韩哲却能感受到一阵扑面而来的冷风。这玩意好像真的是低温档，速冻激光吗？果然厉害！你快上来和我决一死战！韩哲喊。清秀青年看着遍地的黄色方块，皱了皱眉。你是不是觉得我蠢？你滚下来，我们打。那算了，我不打了。韩哲说着，将手中的乐高圣剑往大理石栏杆上就是一敲，乐高圣剑瞬间破碎，大量的积木块散落，有些顺着楼梯就落在了楼梯上，落在了3人周围。拜拜，你们慢慢清理吧。韩哲扭头就走。对面3人看着自己四周楼梯上的黄色方块，痛苦战士那副对着黄色方块非常忌惮的反应，让他们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老大，千万别踩，可以用手清理，会很疼，忍住就行，好像没有伤害。痛苦战士继续喊道。楼梯上的3人只能按照痛苦战士的说明，准备清理起地上的积木。魁梧中年人轻轻碰了一下，剧烈的疼痛就冲向大脑，像是手指被猛地砍掉了一般。
嗷嗷嗷嗷！他也忍不住一阵杀猪叫。这么疼的吗？其他2个人皱着眉头，也试着碰了一下。嗷嗷嗷嗷嗷！3重杀猪叫。至此，韩哲的简单目标就达成了，暂时限制对面所有人的行动，至少对面暂时趟不过来。然后就是下一步，韩哲回去把乐高圣剑交给黑虎哥，试试看，你拿着剑能不能穿过积木区域。黑虎哥点点头，拿着剑轻轻踩了一下镜前的积木，他像触电般瞬间缩了回来，摇了摇头。不行，韩哲略有些失望，看样子谁撒的谁才能豁免，而不是拿着剑就行。那这样假定的计划就没用了。他原本想让黑虎哥拿着剑直接去一一干掉对面的那几个人，毕竟因为地上的剧痛积木对面行动有一定限制，黑虎哥肯定能轻松取胜，一绝后患。但是现在看来卡不了 bug， 这个计划不行了。而且对面是不能移动，不是不能动。如果换成没有能力的韩哲，即使对面被限制了些行动，韩哲也不觉得自己能打过痛苦战士和那个激光剑。到了这步，似乎众人更应该借着乐高圣剑的掩护，直接从出口离开。或者后面。在韩哲稍微思考的时候，小乌哥突然一声叫喊，韩哲连忙转头看去，只见远处走廊的交叉口又出现了一个死人头，不知道是被猪叫2重唱吸引过来，还是游荡过来的。他也发现了众人，开始朝着众人冲过来。怎么办？韩哲连忙上前一步，手中的乐高圣剑往地上一敲，走廊上也是遍地乐高积木了。这玩意能拦住死人头吗？黑虎哥有些胆怯道。不好说，2手准备吧。韩哲拍了拍小乌哥的肩膀，帮我们垫个小屋下楼。小乌哥点了点头。砰！一个小屋出现在楼梯口，覆盖在了乐高积木上。这次是一间单人厕所，按照说明，只说穿了鞋通过也会剧痛，但是应该只要垫其他东西就能通过。当然，韩哲也不确定。不过就算垫小屋也通过不了，韩哲也能靠自己把众人抬过这几步路。你们先走。韩哲说。众人点点头。有黑虎哥帮忙，众人一个一个都到了小屋顶，没有触发剧痛。然后众人从小屋顶上越过了积木区域。一旁的魁梧中年人看到了，转头就对着痛苦战士厉声质问：不是垫东西没用吗？这对面不就是垫了的房子？不知道啊，老大，但是鞋踩上去真的挡不住。痛苦战士也很无辜。清秀少年拍拍魁梧中年人的肩膀，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要很厚的东西垫着才行？这时候死人头也到了积木区域，只见他直接移动到了上面，几乎没有减速。死人头的脸上还是诡异的微笑，没有任何变化。果然剧痛对死人没用，那就撤。韩哲一下翻过小屋顶，挤不到了楼梯下，底下是铺着红毯的大厅，金碧辉煌。出口是一扇双开门，门面也是金色的，有竖直的长杆扶手，看着很是豪华，就像是豪华酒店的大门。这就是出口啊！众人上前离开。韩哲这时看到了之前那个受青年力的规则牌，拆掉这个规则会终止吗？韩哲立刻伸手拽下只准单挑和禁止热武器的规则木牌，另一只手从包里掏出了手枪，对准楼梯上的人。楼梯上的3个人此时正在疯狂召唤木牌往台阶上垒，他们已经领教了积木的厉害，只能拼命往后了垒。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一层木牌足矣，这也不怪他们。正常人谁会想到这些积木实际上只能穿透鞋这一种东西？不过韩哲也没打算提醒他们，他直接扣下了扳机，枪还是咔的一下，没有射出子弹。没用的，只有我自己取下牌子才会停止规则。受青年边变出木牌，在楼梯上冷笑，真麻烦。韩哲收起枪，别想跑。此时木牌已经在3人旁边堆成了座小山。清秀青年踩了下木牌，然后立刻跳到旁边的栏杆上，快速向下溜。栏杆上没有积木，他很顺畅地溜了下来。要不是这个楼梯实在太宽，清秀少年早就从楼梯溜下来，接着朝着韩哲挥舞着蓝色的激光剑。韩哲直接把手中的乐高圣剑往地上一砸，大量的乐高积木再次覆盖了面前一大片地面，范围很大，近10米宽。清秀青年想跳都跳不过来。清秀青年想从旁边绕，韩哲又是一砸，更多的乐高积木将整个出口旁的一大片区域几乎完全覆盖。人造雷区，面对这么多的乐高积木，对面就算要垒木牌过来，恐怕也得垒3、4堆才能趟过来。就瘦弱青年那木牌一根一根造的速度，等垒好，那时候韩哲等人早走了。清秀青年只能望积木兴叹，你慢慢盖桥吧，拜拜。韩哲说道。清秀青年恶狠狠地看着韩哲，眼里满是不甘。加油！众人突然异口同声，包括清秀青年。是规则的强制加油，现在正好到时间触发，听起来充满了嘲讽，尤其是他自己还给自己加油。你等着！清秀青年死死地盯着韩哲，后面我追上你们，一定一刀一刀活剐了你们。他说着，将手中的其中一柄激光剑朝着韩哲丢了过来。蓝色激光剑在空中强制停下，落在地上。应该是因为刀算近战武器，但是丢出去就是飞刀，算远程武器了。韩哲，别拖了，我们直接走吧。一旁深情姐说道。此时加强叔已经推门进去了，黑虎哥和小乌哥还推着门，等着韩哲和深情姐。行，走吧。韩哲点点头，转头要进入出口的门，但是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拉住深情姐的肩膀。深情姐，有一件事。什么？深情姐刚要进门就被拦住，她也是一愣。你的那个能把尸块复原完整的技能，能隔空使用吗？隔空？可以，
但是太远就不行了。怎么了？申晴姐疑惑地看着韩哲。那你能这样吗？韩哲说。此时此刻，楼梯上的走廊上，痛苦战士在一个小小的没有乐高积木覆盖的区域内和死人头缠斗着。死人头时不时会伸出长长的舌头攻击，上面也有不少尖刺。他的狼牙棒已经重重砸了2下这块舌头了，舌头中部也已经被砸烂，不过舌头还是能甩动。他还狠狠砸了几下死人头额头，直接把死人头的整个额头敲了进去。但是死人头就是没有死透，还在尝试用无力的舌头包住痛苦战士，然后把痛苦战士吞下去。痛苦战士只能继续敲，痛苦法师也只能靠吸引一下死人头的注意力来给痛苦战士提供点帮助。旁边魁梧中年人和瘦青年还在尝试跨过周围楼梯上的积木爬到栏杆上，他们2个人身手不如清秀青年，想爬上栏杆确实费劲。痛苦战士继续重敲着死人头的侧面，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已经被敲进去的死人头额头突然鼓了回来，接着眼前的死人头突然升了起来。怎么回事？接着痛苦战士看到这颗死人头背后出现了完整的躯体，双手、双脚、双白，他居然变成了巨大且完整的女人。不对，应该说巨大且完整还没穿衣服的女人尸体才对。巨型女人尸体尝试站起身，后背顶到了天花板，大量碎屑灰尘落下。此时瘦弱青年和魁梧中年人也才刚刚顺着楼梯溜下去，他们身手比清秀青年差很多，所以也慢了很多。当3人听到巨大的动静回头看时，瞬间也被突然冒出来的巨大女尸吓了一大跳。这么大具女尸突然出现在身后，搁谁看谁都得吓破胆。女尸已经爬下了楼梯，巨大的手臂随意砸下，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空间。不远处的出口处，申晴姐也赶紧从出口旁的小屋顶上爬了下来，小跑着进了出口的门里。没有这个小屋增加高度，申晴姐在楼下就不能看到死人头，就不能发动技能。企鹅哥，你的主意效果很好，真的还原出来了一个恐怖的东西。申晴姐边跑边说道。门后的宽敞走廊，众人在门口稍微看了一下情况，见巨大女尸已经靠近，众人就赶紧关上了门，连连后退。门外巨大的震动伴随着惨叫声，头顶不停地往下掉着碎屑，感觉很是骇人。谁知道那个全尸版的死人头会不会冲破近处这道门？快走吧！众人不再逗留，朝着另一边的门小跑。韩哲还特意看了眼手腕上的系统，虽然众人已经在大厅下过一段很长的楼梯，应该下了1层了才对，但是现在手表上显示的还是90层，是下的楼层不够高，还是过了前面的门才算下1层。众人来到了门前，这是一扇很沉的金属防火门，双门扇，和91层到90层那扇一模一样。上面的几层的门虽然韩哲没留意，但是好像也就是这样，好像所有的楼层出入口的门都长这样。黑虎哥也是同样想到，开口说，好像是，我记得之前下楼每层的门也都是这个款式。申晴姐点点头，那挺好，以后每次看到这个门直接钻就行了。加强叔说着，稍微推开了一道门缝，向里面张望。下1层是什么？黑虎哥好奇道。看着像是空的。加强叔说，空的。众人一愣。对啊。加强叔拉开了大门，众人向里张望，放眼望去是一个灰蒙蒙的空间，没有任何装修的水泥地面上立着很多混凝土方柱，远处是空的。笑傲文学，韩哲能看到对面的那些大楼，这里就像是只盖了个混凝土框架的毛坯楼层，因为没有遮挡，风从中呼啸而过，让众人一阵寒意。众人走了进来，关上了门。韩哲看了一眼随身设备，果然进了这扇门，楼层显示就变成了89层。此时的时间是凌晨4点多，外面的天是蒙蒙亮，而这一层又没有灯，整个空间显得很是昏暗，有些压抑。韩哲转头看了看两边是一堵墙，从楼层这一边贯穿到另一边，除了众人来时的门，整面墙都是完整的，没有第二个出入口。出入口应该是在前面，但让韩哲感到异样的是，这一层似乎太小了，甚至比天台还要小很多，一眼望去就能看个差不多。哎，那边好像有东西在发光。申晴姐指了指前面，众人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前面有一个地方居然有一堵混凝土墙，有一些光从墙后照了出来。过去看看。黑虎哥动就打了头阵，他似乎只害怕死人头。韩哲重新掏出了手枪，跟着黑虎哥接近。众人很快来到了墙前，墙后传出阵阵响动，还有一点噼啪噼啪的燃烧声。黑虎哥和韩哲立刻探出身，韩哲手中的枪也瞄了过去。墙后一个穿着邋遢的中年人站在那里，他的面前是一个里面点着火的旧汽油圆筒，他就站在旁边凝视着汽油桶里的火焰。而韩哲看向他的时候，并没有显示任何绿色的队友标记和红色的敌对标记，这意味着这家伙根本不是游戏参与者，是这个世界里的投影人，是 NPC。 韩哲稍微松了口气，细细打量起了眼前的这个人。他穿着一身很脏还有补丁的旧衣服，头上套着上一代的兜帽，脸上是乱蓬蓬还很脏的大胡子，让韩哲有些看不清脸，给韩哲的感觉就是一个流浪汉。就在这时，这个流浪汉抬头看了一眼众人，开了口，都累了吧，坐下休息一会。他用沙哑的嗓音说着，指了指旁边，旁边是一大张卷起的旧红色地毯，上面也有些灰尘，但是也能充当临时座位坐一下。后面可能有追兵，我们不太方便，能直接告诉我们下1层的出口吗？韩哲开口道。
就在那。流浪汉指了指远处的地面，众人顺着他所指看过去，果然看到一个向下的楼梯。不过我不建议你们现在下去。流浪汉说。为什么？韩哲一愣。因为下一层未必会有这一层这么安宁，你们现在看上去并不是很有精神，应该在这里休息一下。当然，只是未必，我不能打包票。我们现在恐怕还不能休息，后面可能还有追兵。韩哲又说了一遍，转头向往下走。这个追兵指的不是之前那3个人，而是那个完整的巨大女尸。放心，谁都不会追过来的。你们过了那扇门，在你们离开之前，这里不会再有其他人能进来。追你们的人也只会到这一层其他的房间去。流浪汉说。流浪汉的话让韩哲一愣，他突然发现，自从自己过了那扇门之后，噪音、震动、惨叫声瞬间都没有了，只有耳边高层刮过风的风声。好像真的是这样。众人看向韩哲，韩哲也对应点了点头回应。他说的似乎是没问题，先休息一下也行，大不了追进来。韩哲说。众人从傍晚开始一直到现在，钻了那么久的走廊，又和3个敌人周旋那么久，确实很累了。现在能有个安宁的环境，稍微休息一下，确实比位置的环境休息要好很多。众人点点头，赶紧坐下来，完全不顾卷起的地毯上有很多灰尘。这里正好在楼层的边缘，再往前数步就到头了。众人坐在这个卷起的地毯上，到时能看到外面的景色，属于观景位了。不过景色也没什么好看的，依然是漆黑且死气沉沉的大楼群，还有灰蒙蒙的薄雾。再往下的浓雾，坐在卷起的地毯上是看不到的。众人刚坐下不到1分钟，韩哲就看到手上的随身设备屏幕微微闪动，有新的提示信息。韩哲看看众人，众人也是点了点头，他们也收到了信息。韩哲点开看查看，是2条一模一样的信息。你的队友击杀了1名敌方游戏参与者，你获得了助攻奖励1000积分，并获得一定击杀积分。2条信息就是2次助攻，显然指的就是之前那3个人，他们现在应该是被巨大女人尸体干掉了，给韩哲算了助攻。不过只有2个，应该是有1个人还没死，不过估计也快了。其他人也是助攻积分。众人看向申晴姐，你看看你的奖励是什么？申晴姐点了点头，把手伸了出来，把收到的信息给众人看。没错，她的信息是2条击杀信息。显然，利用迷宫里的怪物杀死玩家，系统会直接判定击杀。申晴姐点开了讯息，和众人一起查看。和韩哲等人不同的是，2条信息不尽相同。你击杀了1名敌方游戏参与者，获得基本奖励3000积分，解锁地图购买权限。你现在可以在部分 NPC 处购买地图了，并获得一定击杀积分。你击杀了1名敌方游戏参与者，是你本次游戏第2次击杀，获得基本奖励3000积分，额外奖励500积分，获得1次免费关键情报机会，可以随时使用，并获得一定击杀积分。笑笑说。众人看完2条信息，也是一阵惊讶。击杀保底直接给3000积分啊，而且好像还递增，而杀一个死人头才200，而且还是递减，杀6个只给1000。怪不得提示里那么鼓励击杀敌方玩家，原来击杀其他参与者的奖励这么丰厚。不过这后面2个奖励具体是什么东西？尤其是那个解锁地图购买权限。申晴姐看完信息，抬起头看了看流浪汉，他也是坐在了卷起的地毯上，看着火苗发呆。你这卖地图吗？申晴姐试探道。流浪汉转头看了眼申晴姐，卖？多少钱啊？申晴姐连忙继续问道。和地图的详细程度有关，一共是3种详细程度，最粗略的是1000，中等的2000，最贵的是3000积分。流浪汉说。这能说一下详细程度具体有什么区别吗？申晴姐说。最粗略的只有地形，中等的除了地形还会标一些信息，最贵的会在中等的基础上再标一些重要信息。那这个地图是整座大楼地图吗？申晴姐问道。当然不是，只是一层的。你可以买你想要的任何一层的地图，除了最下面的一层。任意一层吗？对，不过先说好，别怪我没提醒你，地图不退不换，你做好心理准备，有些楼层非常简单，对应的地图你打开可能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方框或者几个圈。流浪汉又说道。这句话让申晴姐更加纠结。那我们买之前先下去看一眼是什么楼层，然后再回来买地图，这样可行吗？申晴姐说。流浪汉摇了摇头。这个不行，因为下面的那2扇门，一旦走过第1扇门就回不来了。申晴姐听到这句话皱了皱眉头，她转头看向众人。那我们要花钱买一张下一层的地图吗？申晴姐问道。众人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包括韩哲。之前90层迷路的难受感已经在众人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要是有了地图，肯定能省不少功夫，也能省不少时间。这毕竟还是场竞速游戏。那买多少钱的呀？申晴姐问道。买多少钱的，这是个问题。一张地图起价1000，确实很贵。1000能看10层楼层类别信息，而最贵的地图买3张地图花的积分就够把所有楼层的类别信息看个遍了。而且如果下一层特别简单，这积分基本上就是打水漂了。要不就买个最便宜的地图算了，就算遇到特别简单的地图也不是那么心疼。加强叔说道。可是只有简单的地形，那能有用吗？很多房间光看地形看不出什么的吧。黑虎哥说。那买中等的，买最贵的。最贵的要3000，如果我们不能在下一层干掉个敌方参与者，买地图的本钱可能都回不来。加强叔皱眉道。企鹅哥有建议吗？小乌哥看向韩哲。韩哲想了想说，我觉得买个中等的就不错，可以做一个试验，
如果用的时候觉得还是不够用，下次就买最贵的；如果用的时候觉得很多信息都没派上用场，那之后就可以买最便宜的。韩哲说的很有道理，众人点了点头。那就买一张试试吧，给我来张88层的地图，要中等价位的。申晴姐对流浪汉说道。行。流浪汉站起身，从角落里一个脏兮兮的包里抽出一卷羊皮纸上的地图。你只要用随身设备扫一下这张地图，就也能在设备上看了。流浪汉说可以多个设备使用。申晴姐点了点头。众人迫不及待地打开地图查看，地图还是挺大一张，展开，上面内容已经画满了，证明下一层很复杂。众人看了看，地图上满是大大小小的方框，像是很多房间，但是这些房间并不共用墙壁，相互之间排列也不整齐，给众人的感觉就是很怪异。上面没有文字，只有一些图标，不过图标里有一个箭头加方框，这是出口的图标，也就是说这张地图上标有楼层出口的位置，这就好办了。众人松了口气。在众人的潜意识里，其他的信息其实都不是很主要，最重要的还得是出口。你们还要别的什么吗？流浪汉说。别的什么？你还有什么？加强叔问道。一些工具，一些食物和水，一些枪支武器，还有些别的玩意。你们同样可以拿食物和水来换，也可以直接用积分换。流浪汉说着，从破旧的包里掏出了一些东西。韩哲看了看，有土制霰弹枪，有匕首、螺丝刀，有看着旧旧的罐头和矿泉水。这家伙也算个简单的补给点啊，就是补给的质量确实差点意思。不过倒是有个土制炸弹让众人有点兴趣。众人的炸药和手雷都很悠闲，刚刚的90层已经消耗了不少，拿土制炸弹来补充也不错。积分换的话是25积分，食物换的话2个罐头就行。众人选择用罐头换了几个土制炸弹。让众人意外的是，流浪汉得到了新罐头，很是激动。他离开就把罐头撬开，用手挖着猛吃起来。你不是本身就有罐头？韩哲皱眉道。你那罐头是不是不能吃就拿来卖？流浪汉摇了摇头。不是，我的罐头是拿你们的积分跟系统换的，只有2种，我已经吃了很长时间，吃得我想死。能有新口味的罐头，自然要好好尝尝。笑笑说。流浪汉的语气就好像他真的在这里待了很多年。众人也是笑着摇摇头。这投影人 NPC 整的还挺有代入感。众人也简单喝了些水，吃了些东西就休息了。人不睡是不行的。韩哲一个人侧卧在睡袋里，盯着对面漆黑一片的大楼发呆，苦闷又悄然袭上心头。沈然啊，沈然，你怎么？唉。几小时过后，众人休息完毕，准备出发。这里真就如流浪汉所说，再没有其他人进来。让众人还有点意外的是，随身设备上一直没有收到第3条的击杀信息，证明这3个人中还有一个家伙没死。众人想了想，也能猜到是哪个没死。众人简单收拾好行装，走下旁边的楼梯。流浪汉目送众人下楼。在众人下楼时，韩哲听到流浪汉随口说了一句，中道一句，这场游戏结束后就尽量离霓虹笑脸游戏远一点吧，这个游戏参加到最后只能彻底迷失在里面。韩哲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猛地抬头看去，但是流浪汉已经转头回去了。作为一个投影人 NPC 说出这样的话，韩哲觉得背后的事似乎没那么简单，但是他也没空管这些。楼梯下的门是一扇单扇铁门，已经锈迹斑斑，和之前的楼层分界门不一样。众人拉开这扇门，里面又是一个混凝土墙走廊，头顶是白炽灯，走廊的尽头是和之前一样款式的双开防火铁门。众人明白，过了这扇门才是88层。韩哲玩了个心眼，他这边拉着单扇门，防止单扇门关上，然后让黑虎哥去走廊另一边开楼层分界门，因为只要门不关上，或许就能一直通过。众人可以看一眼后面的楼层情况，来决定买不买地图。但是另一边，黑虎哥用了吃奶的力气，也打不开他那边的门。韩哲试着把自己这边的门关上，黑虎哥那边的门立刻一推就开了，显然 bug 不能卡了。韩哲只能来到黑虎哥这边。众人推开门，一道相对的强光就照了进来，然后韩哲就看到了让他眼珠子惊出来的东西，因为韩哲看到了蓝天，对，蔚蓝的天空，上面还飘着朵朵白云。众人也是一阵惊异，明明是一个楼间层，里面却有晴天。韩哲一时分不清这是第88层还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想想也没毛病，毕竟无限走廊都能塞进一个楼层里，塞个带太阳的世界也没问题吧。众人走进门，面前是一条实木板的路，不对，应该是条实木板铺成的栈桥，因为两边稍低一点就是水面。栈桥向前10几米，连通着一座的2层小楼，这座小楼看着还算精致，静静立在水面上。众人朝着两边看去，只能看到水面和天空的分界线，这整个地方都是辽阔的水面，像是处湖面。远一点的水面上还能看见另外2座小楼，看着和近处的这个小楼一模一样，应该是其他任务参与者进来的入口，只不过因为太远了，看不到有没有人。背后开始的门是孤零零的立在水面上的，只有一扇门，没有任何一层的墙壁，门后是空的。什么任意门？韩哲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门扇的会是什么样子。韩哲可是从小就好奇任意门打开时背面会是什么样，结果韩哲转头看过去，直接就懵了。探头到背面看，这扇门就看不到了，就像这里根本没有门一样。加强叔看着辽阔的水面，皱眉道：地图上不是画的那么复杂，怎么实际上看着就这么点东西？会不会那根本不是这层的地图？哦，
加强叔牢骚刚发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他的满脸醒悟的表情。是不是？加强叔说着看向众人，众人冲他点了点头。对，显然地图上的那些复杂的内容应该都在水下。水下呀？那你们会游泳吗？申晴姐有些迟疑地问众人。我还行，韩哲回答。毕竟游泳是很重要的生存技能，所以在规则学校里，游泳是必修课。韩哲实际也算深谙水性，水下潜泳也很擅长。我也还行。黑虎哥点点头。我也凑合。小乌哥说，我游泳会一点，但是潜泳不太行。加强叔说，可是我不会游泳啊。申晴姐哭丧着脸说，你不会游泳？众人也是一惊，游泳这么重要的技能，他居然进游戏前都不学一下。我天生比较怕水，尤其是深水。申晴姐难为情道，那一会你留在这吧，我们水性好的下去探。黑虎哥说，对不起。申晴姐说，说到水性好，我们几个里似乎还有一个水性很强的家伙。韩哲开口说道，你说的是？加强叔说，还能是谁？韩哲说。众人点了点头，大家都知道韩哲指的是谁了。韩哲发动了技能，啪嗒，俄武帝又被韩哲召唤了出来。你可是把我叫出来了，我在那边都无聊疯了。俄武帝说，一天的休息，俄武帝估计早把之前的心理阴影忘掉了。别说了，把你叫出来是有任务。韩哲说，还有给我的任务？俄武帝也是有些惊讶。对，看见周围的水了吗？你去水下给我们简单探探，回来告诉我们情况。韩哲说，那这是地图。申晴姐拿出地图展开给俄武帝看了看，俄武帝看了一眼就摇了摇头。这 T 企鹅能潜泳多久啊？加强姐说，笑傲文学20分钟吧。韩哲说，我们先去那个小屋里看看吧。众人点点头，走过栈桥就是这座2层小楼。小楼盖在水面平台上，3面都是玻璃推拉门，很通透。韩哲能透过玻璃门看到，里面是类似公寓酒店房间的装潢，有床、大衣柜、冰箱，还有卫生间和灶台，感觉还不错。如果不是在霓虹笑脸的游戏世界，这个地方用来度几天假似乎还是不错的。众人拉开了玻璃门，进去查看。这里虽然是在水面上，但是屋里却并不潮湿。韩哲近处看了一眼床，立刻发现了不对。等等，韩哲说，怎么了？众人一愣，床是乱的。韩哲说。众人听到这句话，立刻看了眼床上。床上虽然还铺着白色的被褥，但是被子上的被单有些皱气。霓虹笑脸会给众人一个乱房间来住吗？显然是有人做过。韩哲又看了看房间里，仔细看地面，地板上也有水渍，不过已经干了。旁边的垃圾桶里有喝剩酸奶的包装，而这都在告诉韩哲一件事，显然在我们之前，这个房间有其他人来过。韩哲说，可惜俄武帝下去了，现在不能查访客记录，不知道之前的人是什么情况。我们的速度应该不算很快，有人在我们前面很正常吧？申晴姐说，这个霓虹笑脸真够懒的，走了一批人，还不能给我们收拾收拾房间吗？让我们住别人用过的房间。加强叔说，这才是我担心的。韩哲说，什么？加强叔一愣，我就怕前一批人可能还会回来，如果是敌方队伍的人，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威胁。韩哲说，地板上的水渍不是已经干了，证明他们离开很久了吧？如果他们潜泳下去，应该不会很久。申晴姐说，这个我看不一定。衣柜前的小乌哥突然开口，众人看向小乌哥，衣柜里有潜水器材。小乌哥接着说，众人连忙凑过去看，只见2套崭新的潜水服和配套的氧气瓶就整齐地放在衣柜里，2套潜水器材衣柜占了2/3的空间，旁边有个明显的空位，显然那里原本应该也有一套器材，不过被人拿走了。器材被拿走了一套，是只有一个人吗？黑虎哥说。众人点了点头，只能是这样。没想到这系统还给潜水器材，这省了多少事。加强叔笑道，可是只有2套啊。黑虎哥皱眉道，有2套不错了，再往后的人来了1套都没有，只能干瘪下水。加强叔在笑道，我上楼看看有没有别的潜水器材。黑虎哥从旁边的楼梯上了楼，立刻就下来了。他摇摇头，上面是空的，估计是观景用的。真的只有2套？韩哲皱了皱眉，这霓虹笑脸也太抠搜了。接着他看了看衣柜，只见柜门上倒是有一个小按钮盘，上面是一个红色的小指示灯和一个按钮，按钮上是刷新2个字。刷新？韩哲按下按钮，倒是什么都没发生。不能刷新？还是就不是这么用的？韩哲试着拉上衣柜的门，指示灯瞬间变绿了。韩哲再按下刷新，指示灯又变红了。韩哲拉开衣柜的门查看，果然里面变成了3套崭新的潜水服。原来能刷出来新的啊！众人也很意外。那么之前来过的人很可能就不是只有1个人，而是3的倍数加1，大概率是4个人，小概率是1个或者7个人。7个人以上，那队伍就太过臃肿，可能性不大。这个氧气瓶能用多久啊？申晴姐看着这些潜水装备说，这谁知道啊？加强叔随口说道。黑虎哥指了指氧气瓶上的标签，这不是写着给你的提示，潜水区70至90分钟，深水区40至50分钟。这么算的话，这样一来算下差不多就是60分钟，
水字估计也能有这个时间，先前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成功到出口，应该也快回来了。韩哲掏出手枪说。众人点点头，跟着掏出枪，做了准备。众人小心等了几分钟，周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这里没有风，所以连水声都没有，很安静。韩哲干脆不等了，先让小乌哥警惕四周，他亲自教几人用潜水装备。毕竟韩哲对潜水装备的使用轻车熟路，其他人未必有多熟悉，尤其是申晴姐。结果其他人之前也接触过，韩哲一教他们一回忆就会。申晴姐麻烦一点，费了番功夫也算是学会了。用潜水设备有什么小窍门吗？申晴姐问道。最大的窍门就是别慌，慌张不仅会影响你的行动，还会增加你氧气的消耗。这是当年我的潜水老师第一课就告诉我的。韩哲说。好，我尽量。申晴姐点点头。众人等了半个小时，并没有见到其他人从水里出来，看样子前面那队人真的已经离开了。但是韩哲也很奇怪，这个俄武帝怎么这么久？要不是他是召唤物被杀死，韩哲能感受到，韩哲可能还真的觉得他出事了。众人等到半个多小时，终于水面泛起了涟漪，一个黑脑袋从水里伸了出来，正是俄武帝。他一下跃出水面，落在了小屋的平台上，平稳落地。他本就不是真正的企鹅，动作也不是那些岸上笨手笨脚的企鹅能比的。你怎么去了那么久？韩哲连忙说。俄武帝听到韩哲这句话，转头死死地盯着韩哲。你再问一遍，你怎么去了那么久？韩哲又问了一遍。你还真不要脸地问了呀？怎么了？韩哲一愣。你那破地图连个比例尺都没有，你知道下面有多大一片吗？有死我了。那下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申晴姐说。水很深，水底是一个沉没的城镇，规模挺大的。城镇？韩哲皱了皱眉，他瞬间就明白了，地图上那些框框对应的应该不是房间，而是一整座建筑物。出口？出口的情况呢？韩哲催促道。你说出口？你先把你那个地图再给我看看。俄武帝说。申晴姐又把地图掏出来放在俄武帝面前。所以你最后还是迷路了？韩哲皱眉道。不是。俄武帝盯着地图看了看。我没找错呀，可是出口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具体怎么个什么都没有？韩哲又追问道。就是个光秃秃的水底，什么没有啊？是不是周围有什么东西你忽略了？韩哲怀疑地看着俄武帝。那周围连个水草都不长，光秃秃的，我能看错吗？俄武帝说。韩哲皱了皱眉，地图总不至于是假的，但是俄武帝又这么说，看样子情况比自己想的复杂呀。韩哲轻叹一声。算了，我们亲自去看看。韩哲说。那你可做好心理准备，那地方很远的。俄武帝提醒。没事，屋子后面有艘小快艇，我们可以坐快艇到出口正上方，再直接下去。黑虎哥说。众人点点头，立刻准备出发。这艘船其实韩哲也挺意外的，因为这证明之前那些人没有坐船，可能是直接下的水。是因为没有地图吗？韩哲现在可以骑士俄武帝看看访客，不过韩哲现在觉得没有意义了，之前的这些人既然已走掉了，意义就不是很大，不如把技能留到其他地方，比如出口处看看其他人是怎么离开的，也比用在这里强。出发准备。考虑到下面情况复杂，一个人一瓶氧气瓶可能不太够，众人还特意多刷新了几个氧气瓶放在船上，还有潜水装备，众人也多带了一套，防止出什么意外。韩哲还特意试了试储物包，用的是申晴姐的，她的包最小。果然，韩哲试了以后就发现，众人的储物包其实都是防水的，只要把扣子扣上，就会自动隔绝外面的水进入，属于霓虹笑脸黑科技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入水下以后的交流问题。水下是不能说话的，一般的潜水员是靠手势交流，但是潜水手势其他人的都没有学过，就算现在开始学，众人也记不住几个。下了水以后交流会很受限，基本上只能靠众人 hearts have a zeroist。 这可不行。韩哲想了想，把寇群管家召唤了出来。这是……众人也是一阵惊讶。你还有别的召唤物啊？黑虎哥很意外。这是个联络机器人。韩哲说。接着他直接问寇群管家，你防水吗？寇群管家点点头，支持200米水深防水。那我们不能说话，也能在寇群里交流吗？当然可以，只要我处于被召唤状态，所有人可以心电感应交流。OK。韩哲给寇群管家下了命令，让他把众人拉进了一个群里，所有人立刻就可以无限制交流了。因为船上快没什么位置了，韩哲只能先把寇群管家收起来。众人坐上船，向着出口的水面上方前进。一路上，韩哲都在看地图，上面有几个图标，韩哲有兴趣，但是众人的目的是去下一层，似乎并没有必要去处理，所以韩哲就干脆不管了。快艇在平静的水面上前行，远远路过了好几处水面小楼，并没有遇到其他人的船。众人朝着大致的方向前进，中途时不时让俄武帝下水校准一下方向。很快，众人来到了地图出口上方附近。让韩哲和众人惊得睁大眼睛的是，这里的水面上已经停了7、8艘空空的小船，这些小船都停在出口的上方，显然他们是直奔出口来的，应该都是有地图的人。韩哲直接骂了一句：我靠，看样子这地图还是畅销书。众人点了点头。接着韩哲把俄武帝提溜了过来，回放一下最近一次的人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俄武帝点了点头，掏出了权杖，黄色的钻石闪烁。最近的人是半个小时前，3个人。俄武帝回答：半个小时，时间不长，这队人可能还没离开这一层，我们小心一点。韩哲说。众人也是点了点头，准备下水。众人穿戴好潜水设备。韩哲看着幽深的湖水，他想了想，还是花费了100点积分购买了楼层信息。这个楼层信息，因为只能知道这层是危险楼层还是友好楼层，作用很有限。知道了是危险楼层，里面的怪物也不会变弱；知道了是友好楼层，也不能完全安下心，毕竟还可能有敌对的任务参与者在暗中窥视。这样还得花费100积分，确实不值。所以韩哲等人一直都没用。但是现在韩哲看着这深深的水，确实有点顾虑。毕竟下了水，行动不便不说，还有溺水的风险。人类作为陆生动物，对深水本身就有来自本能的恐惧，如果还有怪物，就更惊悚了。韩哲需要东西让自己更安心一点，他购买了楼层信息。信息显示在设备的屏幕上，您目前所在的位置88层，该层是一个危险楼层。危险楼层，韩哲的心凉了半截，这意味着下面还有怪物。看什么呢？旁边申请姐看了一眼韩哲的设备画面，申请姐的表情也是微变。也就是说，对，下面有怪物。韩哲叹了口气回答。众人的脸色也是变了，纷纷从包里掏出步枪。韩哲按下众人的步枪，步枪就算了，用手枪或者匕首吧。啊！申请姐一愣，正常枪械在水下的有效射程难以超过1米，步枪和手枪差别也不大，手枪还能灵巧一点。韩哲说：1米？申请姐很是震惊。对，能打1米都是运气好，所以到了下面遇到怪物或者敌人，我们几乎得顶着对面的脑门打才行。韩哲说：那我还是用匕首吧。黑虎哥收起了枪，水底下有怪物，我们还只能贴脸打。这，加强叔皱了皱眉。地图上有好几个武器图标的地方，应该是有水下专用枪支或者鱼叉枪，看你们愿不愿意去了。韩哲说。众人听到这句话，面面相觑。去吗？不去了，我宁可冒点险，也要早点离开这个鬼楼层。黑虎哥说。众人听了也是用力点了点头。去找武器，又要去水下费劲的搜索，还要额外的氧气消耗，折腾不说，谁能担保有武器的地方就没有怪物？如果有武器的地方有怪物，不是更加冒险？韩哲也没有再说什么。众人穿好了潜水设备，准备下水。走吧。韩哲坐到了船旁。俄武帝突然摇了摇韩哲的肩膀。我的呢？你的什么？韩哲一愣。我的潜水设备啊。你个企鹅还用潜水设备？你还知道我是企鹅啊？我是鸟类，又不是鱼，我只是能憋气，不是能水下呼吸。俄武帝盯着韩哲说。韩哲回头看了眼船里的备用装备，挠了挠头道：这虽然我们有几套备用的，但是没你能带的呀。那你想让我在水下憋死，你不是死不了吗？一旦死亡，我的冷却时间是10天，你可想好？那你回你的召唤物空间换气不行吗？对哦。俄武帝点点头。俄武帝立刻跳下水。那我还憋什么气？直接疯狂回召唤空间呼吸不就行了？就像这样。只见水面上的俄武帝开始消失出现，消失出现，反复轮回，就好像是在闪烁。韩哲的体力也迅速流逝，快速疲乏，明明坐着却感觉比狂奔还累。蠢鹅，停下！你的出入是要消耗我的体力的。韩哲骂道。好的。俄武帝乖乖停止了闪烁。韩哲喘了一会，稍微休息了一下。好了，最后一步。韩哲召唤出了扣群管家。扑通，扣群管家机器人掉进了水里，溅起了大量的水花。这个金属机器人立刻就沉底了下去。聊天频道能用了，大家下去以后用群聊就行了。韩哲说。众人点点头。韩哲最后看了眼时间，跳入水中，然后众人纷纷下水。记住，无论发生什么，咬好呼吸器。韩哲在群聊频道说。记着呢。黑虎哥的声音在韩哲耳边响起。韩哲进入水下，这里的水还是很清澈的，上面的光照下来，能见度很高。韩哲向下潜了一点，就看到了水底的那座城镇，是各种几层的小楼房，规模确实不算小。不过韩哲的正下方则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空白一片。真如俄武帝所说，下面根本没有出口。韩哲继续向下潜，众人跟着。考虑到众人的潜水能力都很差，韩哲还特意潜得慢了一些。下面好像真的是空的哎。申请姐说。对啊，我就说嘛。俄武帝回答。韩哲一边往下潜，一边也盯着下面看。这应该只是看着没东西，不代表真的没东西。韩哲看着，很快就发现了不一样，因为其他地方的水底都是深色，自己脚下的水底则是一大片浅色。这个色差乍一看不太清楚，但是细看之下却越看越明显。韩哲盯着这片浅色，细细分辨，水底的这片浅色面积很大，但大致成一个规则的圆形。圆形？人造物才会有这么规整的圆形。韩哲立刻就明白了，这底下应该是某个建筑物的顶部，应该是这个白痴俄武帝游到房顶，逛了一圈就回来交差了。瞎鹅，这么大片出口看不见。韩哲在聊天频道骂道。哪有？俄武帝不服。下面这一大片就是出口的屋顶。韩哲说。俄武帝盯着水底看了一下，瞬间恍然大悟，
这样也不怪我，他直接埋地里，我怎么能看出来？俄武帝说。众人很快落到了水底，光秃秃的一片，但是看上去就规则。旁边则是已经刚才就沉到底的寇群管家，他就静静地站在旁边。韩哲低头摸了摸地面，果然摸上去很规整，是混凝土的。那这里入口就应该在侧面了，找入口应该在侧面。韩哲说。明白。黑虎哥回答的倒是很痛快。众人游到浅色水底的边缘，这座混凝土大型建筑边缘只比旁边的水底泥土地高一点，是半埋在土里的。这么大一座建筑，地图上就没个显示。这么坑。韩哲抬起右手，在设备上把地图调出来看了一下，仔细看看地图上的这个位置，整个都是一个出口的图标，感觉就像出口图标把原本的地形信息挡住了，好像也不算没显示。众人绕着圆顶搜了小半圈，果然看到了一个入口。入口半埋在水底，里面黑洞洞的，看着让人浑身不舒服。而且在知道里面大概率有怪物的情况下，众人更不想进去了。但是别无选择。韩哲打开头上和肩膀上的水下探灯，第一个进去，然后黑虎哥，因为韩哲是最熟潜水的，所以只能他来开路。一进去，先是段向下的楼梯，然后就是个长长的走廊，侧面还有一些韩哲分辨不出用途的细管道。我已经在门口放了标识，需要分辨方向的时候问我就可以。小吴哥开口道，这句话就是说给带路的韩哲听的。笑傲小说好。韩哲回应。走了一段，前面出现了一个左转弯，还好只有一条路，至少不是迷宫了。上一层的走廊已经让韩哲走得很恶心了，但是靠近了一些，韩哲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因为前面的转弯处有光从左边照出来，而且不止一束光，是好几束，这就代表着转弯后有人，估计就是之前的人。半个小时才找到这里，真够笨的。小心，前面转弯后有光照出来。韩哲在聊天频道警告众人。话说完，韩哲立刻就听到了黑虎哥的回应，别急，我跟你一起。接着黑虎哥就一下到了韩哲身边，你俩小心。深情姐的频道里说道。走吧。黑虎哥拍拍韩哲的肩膀，韩哲和黑虎哥向前游过去，他已经拿好了匕首，小心翼翼地转过弯。两个人瞬间愣住了。转弯后的走廊横七竖八的，都是穿着潜水装备的人，这些人一动不动，在水中微微漂浮着，他们身上的探灯甚至还亮着，灯柱在狭窄的走廊里交叉错落。这韩哲和黑虎哥互相看了对方，两个人的脸上都满是震惊。你们看到了什么啊？深情姐问道。很多人，不过好像都死了。韩哲回答。死人？加强叔几个人也凑了过来，也是跟着一阵震惊。怎么死的啊？深情姐看着这些尸体说道。不知道，我先看看。韩哲先看了看身边最近的尸体，尸体大张着嘴巴，在水中泡得微微发胀。韩哲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伤口，不过潜水服的款式和韩哲身上的一模一样，应该是其他的游戏参与者。韩哲又看了看前面两具尸体，一样没有明显的伤口，在这种情况根本无从得知具体是怎么死的，但是能同时有这么多具，他们一定是被什么东西杀死的。俄武帝，里面查一下这里的最后访客情况。韩哲在聊天频道里连忙说，有加强书在，俄武帝的技能可以在较短时间用2次，然后进入较长冷却。这韩哲还记得。明白。一个小黑影从旁边窜过，正是水里的俄武帝。验出来了，最后一批访客3个人是不到半小时前。直接说他们经历了什么？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对，我只能看到他们游到了这里，然后看到已经有的尸体，很惊讶。然后呢？然后他们向前稍微游了点距离，好像看到了什么，3个人猛地停了下来，接着3个人就突然开始在水里疯狂挣扎，很快就彻底安静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走廊另一边的情况，访客记录里看不到。俄武帝回答。就没有什么东西接近他们吗？没有啊，突然他们就开始剧烈挣扎了。俄武帝又强调了一遍。俄武帝的话让韩哲有点后脊发凉，不接近就能杀死这么多的人，是怪物还是其他任务参与者？到底怎么做到的？难道是前面的水里有剧毒，还是别的情况？韩哲移开眼前的尸体，向前看过去，尸体差不多有10几具在走廊里漂浮，让韩哲看不到很前面的情况。但是按照俄武帝所说，他们像是看到了什么。你别讲这么恐怖行不行？深情姐在聊天频道里怯生生道。我说的是实话啊。俄武帝回答。能看出他们具体是怎么死的吗？加强叔说。看不出来，没有外伤。韩哲回答。那怎么办？深情姐忧心忡忡。行了，俄武帝，你去前面探一下，我们在这等你。韩哲说。又让我去？俄武帝很不服。只要我不死，你就基本不会死。你不去用脸探，谁去脸探？你替。只见他现在抬起了右手，直直地指着前方，前面的那具尸体刚刚动了一下。什么什么？韩哲连忙回头，只见最前面的那具尸体还漂浮在原地，只不过原本是背对众人的，现在已经变成了侧对着众人，而且还在水中微微转动。因为尸体的探灯还亮着，在狭窄漆黑走廊里，探灯的光柱在转动很是明显。韩哲举起手枪，尝试朝着尸体靠近查看，会不会只是我们的靠近的水流扰动了那具尸体？你看错了。韩哲边靠近边在聊天频道里说。不会，我看错不了，他的2个胳膊都动了，
黑虎哥在频道里说。韩哲听到这句，只能继续靠近，毕竟手枪在水底，真的只能贴着脸才能输出。韩哲静静盯着那具尸体，尸体在水中微微转动，似乎只是被水流推了一下，惯性移动。韩哲看到双手好像拿着什么东西。韩哲正想看清楚，尸体的原本朝下的双手突然抬起，直接把那个手上的东西举了起来。这具尸体真的动了。韩哲肩上的探灯光柱直直照在尸体手中的那样东西上面。那样东西，韩哲瞬间看了个分明，那是居然一本书，上面还有反光的4个字：天阶斗技。天阶斗技，韩哲的内心完全被惊到了，居然在这种地方遇到了传说中的天阶斗技。整个大陆多少强者见都没见过的天阶斗技，居然就在这种鬼地方遇到了。韩哲惊得张大了嘴巴，甚至倒吸一口凉气，咬在嘴里的呼吸调节器瞬间脱落，大量冰冷的水涌入韩哲嘴里，倒吸一口凉气也变成了倒吸一口凉水，凉水冲进韩哲的气管里，带来针扎一样的刺痛，是枪水。韩哲条件反射要咳嗽，但是他还是先一步忍住了。他先闭上嘴巴，然后伸手摸到掉落呼吸调节器的头，重新咬在嘴里，同时再把嘴里的水咽下去，重新建立呼吸。整个过程只用了1秒多钟。这时候韩哲的耳边也传来了众人惊惧的声音：企鹅哥，我呛水了，怎么办？是黑虎哥的声音：我嘴里全是水，这里没有能可水的地方，我要死了。是加强叔的声音：企鹅哥，我呛水了，我要淹死在这里了，我的肺要炸了，我撑不到浮上去了，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深情姐的声音，她的声音尤其慌乱。韩哲转头看去，果然众人都在水里下意识的乱抓，这是溺水的挣扎，但是毫无意义的挣扎。韩哲立刻毫无保留的在这聊天频道里大声喊话：呛水不要紧，憋住气，先闭上嘴，找回呼吸器，放回嘴里咬住，嘴里全是水，我有呼吸器也没法呼吸啊，我要死了。加强叔回应：嘴里的水咽下去就行，不要紧的，咽下去，直到咬好呼吸器。韩哲继续拼命在聊天频道里指挥众人：韩哲，我找不到呼吸器了，我真的要死了。深情姐的声音已经是颤抖着了。韩哲连忙再说道：不要紧，一般人差不多能憋气近1分钟，你的时间很宽裕。呼气器在罐子的右边，把手伸到后面去顺着摸。我摸不到，我真的摸不到。深情姐的声音变微弱了。韩哲赶紧寻找着深情姐，后面的众人还有些尸体混在一起，大家的装束还差不多，韩哲一下也分不清哪个是深情姐。韩哲也有些慌了，如果深情姐在极度的慌乱中疯狂吸水，把水全吸进肺里，那韩哲也救不了她。这不就在这吗？张嘴。聊天频道里传来了黑虎哥的声音：听企鹅哥的，把嘴里的水咽下去，没问题的。依然是黑虎哥的声音：谢谢，我好像能呼吸了，真的，谢谢，谢谢你们。深情姐回应了众人，拼命的感谢着。韩哲也松了口气，看样子是因为黑虎哥在众人里算是水性最好的，他按照韩哲说的操作，迅速恢复了状态，能迅速抽空帮一手深情姐。就在这时候，韩哲的余光看到了身后移动的光柱，韩哲猛地转身，果然是一个穿潜水服的人拿着一把匕首朝着自己刺过来。能从这个位置来的不会是黑虎哥他们，只能是刚刚前面那具抱着天阶斗技的尸体。这家伙根本就不是尸体，是一个人在装死。韩哲的动作很灵巧，脚蹼一摆动，一下就躲开了匕首。这个家伙见匕首刺空，左手重新举起了天阶斗技，对准韩哲的脸。对于这本怪书，韩哲心有余悸，他立刻转头后退躲开。旁边的这个人紧接着就一个蹬墙，转身直接就逃。这孙子要跑，韩哲立刻就由着追。小心啊！深情姐在频道里喊道。我尽量。韩哲回答。小心点，我跟你。黑虎哥回应。韩哲拼命追着前面那人的背影，那家伙一边往前游，一边拼命地搅着沿途路上墙上的泥土，水被搅得很浑浊。韩哲一下有点看不太清前面的情况了。鹅武帝，你还活着吗？韩哲在频道里喊话。在你后面呢，活得很健康。鹅武帝在频道里回答。你去帮我跟住前面那个家伙，我跟得有点吃力。韩哲说。你这是把我当警犬呢？少废话，你是不是跟不上？放屁，我一个企鹅游不过人类，还当什么企鹅？当肯德基算了。那你倒是跟啊。你看好了。鹅武帝说完，韩哲就见到一个小黑影像箭一样直直从身旁闪过，向前窜去。黑暗的空间，一声水声，突然多了一道光，一个穿着潜水服的人浮出水面，他笨拙地爬上了岸，摘下了潜水用的呼吸调节器，大口喘息了2口，是个年轻的男人。接着他看向了放在墙角的背包，他冲过去，从包里拿出一把手枪，然后把枪口对准了身后的方形水面。在这个空间里，出入口基本上只有面前的这个2-3米长宽的方形口。追得上吗？这个男人念叨着。这时候面前的口又是一阵水声，男人一阵紧张，真的追过来了？不会吧？男人握紧了手里的枪，噗，水面破开，一个黑影弹了出来，直接落在了旁边的地面上。男人一愣，因为从水里出来的并不是人，而是一只小企鹅，品种看着就是特别的品种。这种地方哪来的企鹅？肯定有问题。男人想要开枪。啊！趴在地上的小企鹅看了看男人手里的枪，好奇地歪了下脑袋，但是
男人没有开枪，开枪声音很大，或许会把好不容易才甩掉的那几个人引过来。所以，对不起了，小企鹅，我要换一个折磨一点的东西了。男人掏出了腰间的匕首，然后朝着小企鹅的脖子狠狠扎了下去。你他妈真扎呀！小企鹅突然口吐人言，接着就见他一个翻滚，右翅膀不知道什么时候握着了一根金色的权杖。咚！小企鹅给了男人一权杖，差点把男人的匕首打掉。男人虽然更猛了，但是他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这企鹅有大问题，必须立刻杀掉。男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企鹅，右手的匕首正准备出刀。小企鹅突然跳起，对着男人隔空踢了下脚。男人还没明白这个企鹅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一道劲风突然冲出，直接把男人击飞，狠狠撞在了墙上。水声，韩哲从水中探出来，俄武帝就站在面前，背对着自己，双翅握着一把手枪，手枪枪口对准着前面。韩哲的头灯照了照前面，只见一个穿着潜水服的男人坐在对面的墙面前，皱着眉头，看上去有气无力。他的头顶有一个小小的红色图标，他是敌方队伍的游戏参与者。搞定了！韩哲摘下呼吸调节器，对旁边的俄武帝说：“那当然，我这踢人特权一旦使用，普通人怎么也得断10几根肋骨。”帅！韩哲从水中爬出来，他抬头看了看，虽然是水下，但是这里有可供呼吸的空气，应该是个类似气室的情况。头顶是各种管道和阀门，像是个阀门控制室。韩哲从俄武帝手里接过手枪，对准了面前的男人。韩哲此时差不多也都明白了，水里那一走廊的尸体差不多都是眼前的这个男人搞的鬼。先前韩哲见到男人手里的那本叫《天阶斗技》的书，心里就开始莫名其妙的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下意识的惊讶，下意识的张大嘴，导致嘴里的呼吸调节器掉了，并且狠狠呛了口水。队伍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反应，这就证明不是韩哲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技能应该是能强制看到他那本书的人张大嘴震惊。但是介于他后面选择了逃跑，韩哲估计这个技能只有别人第一次看到才有效。在岸上强制别人张大嘴震惊纯属白痴技能，但是在水底张大嘴震惊导致的后果是致命的。普通人就算没有经历过系统的潜水训练，经过摸索也能勉强使用潜水装备，但是一旦遇到呛水的情况，普通人就基本不知道怎么办了。走廊里死的那些人显然都是缺乏潜水专业训练的游戏参与者，不知所措，加上对于深水的恐惧，导致那些人呛水后也无法自救，最后成为眼前这个家伙的积分奖励。这家伙就在那个走廊里，靠在他的这个技能坑死了好几波缺乏潜水专业经验的游戏参与者。不过他不懂见好就收，最后他遇到了韩哲。至于为什么韩哲第一眼看到他头顶没有区分敌我的红色标，韩哲也明白，免费提示里有说明，是源于这场游戏的装死机制。当你装死时，对手和队友看到你时会不显示任何标记。这个机制很多霓虹笑脸的游戏里都有，因为装死和躲藏本就是实际战斗中很常见的情况，所以很多霓虹笑脸的游戏世界里，装死和躲藏的时候都不会显示头顶的敌我标志。接着黑虎哥等人也从水里冒出来了，他们看了看前面动弹不得的年轻男人，也是皱了皱眉。就是这家伙。韩哲点了点头，躲在小黑道里假扮尸体偷袭人，太阴了。加强叔骂道。韩哲朝年轻男人摇了摇头道：“如果你见好就收，现在你应该到下层了。”男人无力的笑笑：“他妈的，我就这么一个弱智技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契合的好地方能蹲人，我不得多蹲几个，怎么可能见好就收？明白，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那本《天阶斗技》能留给我们当纪念吗？”笑笑说：“不行的，我死了以后书会消失，你们如果想要，可以选择放过我们交换。”年轻男人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算了吧。韩哲直接开了枪。接着韩哲看了眼右手腕上的显示设备，击杀信息已经来了，你击杀了一名敌方游戏参与者，获得基本奖励3000积分，你获得了一次对抗道具抽奖机会，本道具抽奖机会仅可在特殊楼层使用，目前暂时保留，并获得一定击杀积分。果然每次击杀奖励都是随机的，申请者的2次分别是地图购买资格和一次关键情报，韩哲的一次则是一次对抗道具抽奖机会。但总之击杀奖励很是丰厚就是了。中立楼层才能用啊。旁边的加强叔一起看着韩哲的讯息，皱了皱眉。中立楼层等到了再看吧。韩哲不再纠结。接着众人打开了墙角的储物包，主要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用得上补给品，里面的东西依次被取了出来，食物和水有一些，枪支弹药和工具也有一些，和众人装的东西也确实都差不多。但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是一个深色木头质地的小盒子，看着似乎是檀木或者胡桃木，木头上还有一个小铜锁，没有钥匙。但是最为特殊的是，整个盒子上面缠着很多根白色的细布条，布条看着有点旧了，上面都写着红色的字迹。众人看了看，字迹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不要打开，不要打开，不要打开。众人面面相觑，这个盒子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里面似乎装着什么可怕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加强叔说，物资补给层没见过这东西，应该不是系统给的物资，可能是技能的产物或者系统的奖励道具。黑虎哥说，系统的奖励道具还会警告不要打开吗？韩哲皱眉道，那就不知道了。黑虎哥摇摇头。韩哲拿起盒子感受了一下重量，盒子还是有点重的，肯定不是空盒子。
但是韩哲放在耳边摇了摇，却一点声响都没有，给韩哲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实心的盒子，完全感觉不出来里面是什么。那我们要打开吗？申晴姐看向众人，我觉得这个是好东西，不然这家伙能带着这个盒子到处走。加强叔说，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用途类似手雷的武器，打开以后会类似爆炸一样，对周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才会写满警告。韩哲说，众人稍微点了点头。韩哲虽然说的很有道理，但毕竟没有证据支撑，众人也只能是相对赞同。韩哲看了眼旁边被杀掉的那家伙，一个念头悄然从韩哲心头闪过，自己是不是开枪太早了？如果晚一点，现在或许还能追问一下那家伙这盒子的用途。韩哲并没有太过纠结，自己只是做了最保险最稳妥的事，要是磨蹭半天不开枪说废话，那不成了电影里的反派了？那就不开了。申晴姐又试探性道。众人都是欲言又止，虽然上面写满了警告，但是好东西的几率也很大，众人也确实很好奇，如果不开，着实有点让人扫兴。哎呀，直接让那家伙开，我们躲得远远的不就行了？加强叔指了指俄武帝，众人跟着看过去。俄武帝张了张嘴，到底我是畜生还是你们是畜生？事实上，旁边韩哲也早有这个打算。他拍拍俄武帝的脑袋，放心，见势不妙，直接躲回你的召唤空间不就行了？然后来告诉我们你看见了什么就行。对啊，对啊。众人点点头。你们为什么不让扣扣管家那个铁脑袋去？他比我硬多了吧？他那笨头笨脑的，看到了估计也不能给我们准确的表达出来，不如你机灵。韩哲看了看俄武帝，眼里满是虚假的器重。俄武帝对视了韩哲一样，轻轻叹了口气，行，但是办这么大的事，我有个要求。什么？你们以后能不能给我换个称谓？他们别小企鹅小企鹅的，你也别俄武帝俄武帝的。那你想我们叫你什么？你们以后就叫我父皇。韩哲听了，直接把俄武帝拎了起来，然后直接把俄武帝的脑袋往旁边的水里扔。一天，叫一天就行。俄武帝连忙说，成交。韩哲松开俄武帝，那你先叫一句。俄武帝盯着韩哲看，父皇。韩哲咬着牙说，俄武帝瞬间。接着俄武帝又说道，哎，既然你这么乖，我就封你当大太子吧。韩哲不想说话了，那既然同意了，我们去哪里开这个盒子？加强叔说，他特意避开了对俄武帝的称谓。我倒是想到一个可能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韩哲说，什么？楼层的交界处。之前那个巨大女尸都追不出来，这个盒子就算开到什么恐怖的东西，估计也追不出来。好主意。众人猛点头，意见达成一致。韩哲把奇怪的盒子收进包里，接下来还是尽快向下一层进发。众人现在有两条路，一个是回去走身后的水路，在满是水的走廊里面摸索，一个是走面前的铁门，是陆路，没有水，但能走多远也不好说。众人没有任何纠结，自然选择走铁门。这里不用消耗氧气瓶里本就不多的氧气，而且陆路也行动方便。最重要的是，因为在地上能使用枪，没有深水中的不安感。众人将氧气瓶收进背包，这玩意背在外面实在太重，潜水服就不脱了，毕竟这个地方只是个水中的气室，暂时没有水而已，到处都还是在水下。Spy open the door， 黑虎哥喊出酷炫的招式名，然后在技能的加持下，黑虎哥就像坦克一样撞开了上锁的铁门。门后是一个长长的房间，两边都是各种老式的操作控制台。韩哲随便看了看，就从中找到了一个特别的闸门，旁边还是3个大字，总电路。韩哲拉下闸门，头顶的灯立刻闪了一下，接着直接亮起，周围的仪器待机指示灯也亮了，周围变得明亮。不过头顶的灯似乎很老了，时不时会闪一下，还有嗡嗡的声音，显得有些压抑。众人没有逗留，走出了这道门。门外是一个很宽敞的大长廊，又2个常规的地铁隧道宽，不过地上没有铁路，有的只是膝盖深的积水。头顶的吊灯也亮着，两边也一眼看不到尽头。韩哲等人虽然愁，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涉水向前走。你们说这里的怪物会是什么？加强叔突然开口闲聊道，大概也是觉得太压抑了。既然是在水下，可能是人鱼或者鱼人。黑虎哥说，人鱼和鱼人有区别吗？申晴姐说，人鱼就是上身人下身鱼，鱼人就是上身鱼下身人。韩哲随口解释。那企鹅哥呢？你觉得会是什么怪物？申晴姐看向韩哲，我和黑虎哥一样，也觉得这里既然是在水下，应该也是和水有关的怪物。什么水鬼？龙虾人、鱼人、章鱼人、企鹅人也有可能啊。韩哲说着看了看俄武帝，海鲜乱炖是吧？要不再来个海带人？俄武帝随口说道。众人正说着，韩哲突然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变成了下坡，抬头看看，头顶的屋顶也在向下降，前面变成下坡了，准备进水下吧。韩哲随口说道。众人点点头，取出氧气瓶准备潜水。接着韩哲隐约听到了一个声音，像是金属扭曲碰撞的噪音，从远处传来，听着闷闷的。韩哲连忙看向众人，寇群管家在身后跟着，不是他在响。众人也是点了点头，大家都听到了，是前面的水下传来的。韩哲确定说。众人连忙看向前面的水面，水面微微抖动，更明显的金属声音，更明显的地面震颤传来，听着就像一个大家伙在水下横冲直撞。要来的这家伙很大，众人下意识连连后退。猜错了，
看样子是一头很大只的鲸鱼人。韩哲边退边说，声音的源头急速接近，众人也已经退到了几十米外，步枪对准了水面，水面剧烈抖动，接着突然水面破开，一个深红色的巨大物体从水面升了起来。韩哲睁大了眼睛，这个东西要上来的时候，他想过很多种可能，鲸鱼、大龙虾、大扇贝、水鬼巨人版，但是这个东西出来，韩哲发现这个东西虽然确实和水有关，但是韩哲打死都猜不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一头野生的潜艇。刚开始，当众人意识到眼前冲出水面的是艘潜艇的时候，笑傲文学，众人还以为是其他任务参与者的开着潜艇浮出水面。但是这艘潜艇很怪异，它看上去是个小型的军用潜艇，但是上面满是红褐色的铁锈，有些地方还锈了个大洞，看着就像一艘沉没了很久的潜艇，根本不能开了，还突然被拖出来。众人等着潜艇的主人可能会从顶舱门出来露个面，看看是敌人是队友。但是舱门没有打开，打开的是潜艇的前部。只见潜艇的前部突然张开，露出暗红色的血肉和一圈利齿，接着就是一声类似人压着嗓子的吼声，这声音就像某些男的网恋的那种气泡嗓加烟嗓，不过声音是在吼叫，而且更加震耳朵。韩哲等人这才意识到，这不是一艘潜艇，这是一只潜艇怪物。众人扭头就踩着谁跑，潜艇怪物瞬间也开始向前追，它没有四肢，只能像蠕虫那样蠕动前行，活动的关节处在潜艇的金属外壳间露出暗红色的血肉，移动时金属外壳撞在一起，响起阵阵金属碰撞的巨响，又因为它太大了，跑的时候会时不时撞到屋顶，更多的噪音。妈妈，申晴姐依然是最慌张的。我靠，潜艇还有活的呀！加强叔边跑边骂道：野生死人头都能满墙爬，野生潜艇满地钻也没什么不对吧？韩哲说道：这么大的体格，不知道剩的这点炸药能不能搞定？黑虎哥边跑边说，他直接往地上丢下一发炸药，跑出几十米，潜艇怪物到了炸药上，黑虎哥按下了引爆按钮，轰！众人回头看了一眼，爆炸在潜艇怪物身下发生，确实让潜艇怪物抽搐了一下，但是仅此而已。他顿了顿，又继续朝众人冲过来，众人只能闷头在拼命跑。炸药作用很有限，想想也是，这玩意一层水泥墙都炸不穿，更别说炸碎潜艇的后钢板。跑回隧道去，那里空间小，或许就能拦住这家伙。黑虎哥一马当先道：知道。加强叔说。韩哲还在抱着步枪跑，目前这个体格的怪物身上还有钢板，炸药都没什么用，步枪基本上是更没用了。但是韩哲光顾着跑，甚至没空收起步枪。不行，韩哲想到了自己的道具，乐高圣剑死人头都拦不住，肯定也拦不住更大的这玩意。空投补给冷却中。还有什么？韩哲想到了强化军工标签，贴上可以强化武器。步枪贴上强化标签，能强化到干掉这玩意吗？虽然不是很有希望，但是可以试试，反正标签不少。韩哲边跑边摸出包里的标签，直接往步枪的侧面贴了一张，枪立刻变成了粉红色。韩哲直接转头开枪，枪声居然变成了一个少女的娇吟，然后因为是全自动，打出一梭子的声音，听着像是少女站在了打桩机上，非常鬼畜。韩哲人都傻了，什么声音？跑在前面的众人边跑边转过头，不是我叫的。申晴姐连忙摇了摇头，好像是企鹅哥。你别看骗了行不？分不清形势吗？鹅武帝在前面骂道。我没有，是枪声，算了，是我叫的。韩哲不想解释了。啊！而韩哲则是举起枪看了看，只见枪的侧面还有个美少女涂装，看看标签贴上去后上产生的说明文字。因为在奔跑，韩哲也只能看个大致意思。宅男强化 A 型，给武器更换2。次元美少女涂装，并将枪声替换成少女语音，从而大大提升枪械的隐蔽性和使用者的品味。韩哲一阵无语，我现在需要提升隐蔽性和品味吗？韩哲没有再犹豫，又抓起一张标签贴在枪上，直接以量取胜吧。标签贴上去的瞬间，枪的弹匣瞬间开始延长，最后直接延长到了1米多长。韩哲提着枪，弹匣底端就已经戳在地上了，在地上反复磕着，发出一阵阵水声。韩哲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什么强化了，扩容弹匣强化，有用，但是现在没有用。韩哲只能再贴一张，再贴一张，算了，一个一个试试取死之道，直接多贴几张。啪啪啪啪，韩哲手很快，一下就贴了好几张，整个枪的左边已经快贴满了，直接把美少女涂装的脸都挡住了。这么多，总该有一个有效吧？比如反坦克步枪强化。韩哲转过头，对着后面追着的潜艇怪物又是一梭子。子弹掠过空中，在空中散落下许多花瓣。韩哲也不知道这花瓣是什么强化，但是肯定有后坐力强化，因为韩哲觉得手里的枪后坐力小了很多。子弹大部分打在潜艇怪物身上的钢板上，有些打在钢板间关节的血肉上，有些则直接打在了潜艇怪物的嘴里。伤害看着还是步枪伤害，没有明显增强，没用。韩哲只能尝试再贴强化贴纸，但是就在这时候，韩哲听到了背后的巨大金属扭曲声响。韩哲转头看去，只见潜艇怪物居然停了下来，然后他居然在对于他相对狭窄的隧道里强行转身，他将船尾对着众人直接离开了。前面的众人听到动静，
转头看了一眼，都只看到了潜艇怪物离开的背影。众人都很懵，怎么这个怪物突然就走了？韩哲看了看自己贴的这些标签，难道是哪个特殊的强化效果，直接把这个巨大的潜艇怪物驱离了？看着突然就空空的走廊，众人都是一阵迷茫。怎么突然就不追了？黑虎哥愣了愣说，有可能是我的武器效果，也可能是别的。韩哲拿起了步枪，看了看自己之前贴的标签，什么效果啊？还能赶跑那么大个东西？深情姐说，我先看看。韩哲开始看标签上的字，后坐力控制强化。现在这把枪的后坐力比一般的枪都要小了，1000米外开全自动不是梦。唯美程度强化，这把枪现在发射子弹时会散落花瓣了，这唯美的场景，你或许可以用来演示你的战争罪行。击杀奖励强化，这把枪击杀敌人后，你获得的奖励将会悄悄少量增加。邪恶之枪强化，如果你因为枪杀而吃牢饭，也能餐餐加鸡腿。双重痛苦折磨强化，你用这把枪打中目标，会强制目标陷入爱情，让目标同时承受肉体痛苦和爱情的苦。最后一个是恐惧强化，你用这把枪命中目标，会放大敌人心中的恐惧感，多发子弹命中可叠加效果。韩哲看完最后一个效果，一拍大腿，破案了，应该就是这个恐惧效果。我打了那潜艇怪物一梭子，恐惧感叠加，他被强行吓跑了。韩哲说，这种怪物也能恐惧啊？加强叔随口说道，谁知道呢，潜水艇都长肉了，害怕一下也没问题吧？韩哲说。众人点了点头，韩哲也是有点庆幸，这个恐惧效果用来对付人肯定是作用很小的，毕竟一般人都中枪了，估计不是快死了也几乎动不了，再让目标恐惧基本没用。但是对于能扛很多枪的怪物，这个恐惧效果就不错了。这张便签刚好就出现在怪物出现的时候。笑笑说，及时雨啊，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走？黑虎哥问道。这是个让人犯愁的问题，这个地方没什么指示标志，众人似乎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转。韩哲想了想，一下欲言又止。黑虎哥似乎看出来了韩哲的心思，企鹅哥，你是不是想说出口可能就在有怪物的地方？但是这次没什么依据。韩哲点点头，我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之前那个90层是这样，这层估计也是这样。黑虎哥说，那你们的意思是深情姐脸色变了，去那个潜水艇出来的地方看看喽？黑虎哥说，不是吧大哥，刚给那个大家伙恐惧走，我们还要回去。加强叔满面愁容，那你有什么别的路线推荐吗？黑虎哥说，算了，走就走吧。加强叔摇了摇头。黑虎哥重新打头，众人又开始往回走。韩哲拖着弹匣长长的步枪走着，这个弹匣变长以后，重量也重了不少，拿着更费劲了。很快，众人又回到了之前的下坡前。韩哲仔细听了听，听不到下面传来的任何声音了，真恐惧到跑远了。但即使如此，众人看着变深的水面，都迟迟不愿动身。大家都清楚，下去会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下去之后，韩哲的恐惧步枪只能打1米，众人的行动也会更慢，再遇到那个潜艇怪物就很危险了。韩哲只能拍拍俄武帝的脑袋，父皇，下去探下路呗。知道了。俄武帝叹了口气，跳出了水中，倒也痛快，可能是知道自己推脱不掉。众人只能再坐在旁边的积水里等。还好大家都是潜水服。10几分钟后，俄武帝就回来了。下面什么情况？韩哲说，隧道一段距离就到头，然后下面有一个超广阔的空间，有灯，还有一堆别的沉船飞机什么的。走过那个通道就是出口。俄武帝说，出口？众人一愣。对啊，和我们通过的楼层分界门一模一样，可不就是出口吗？俄武帝说。众人瞬间振奋起来。那只潜艇怪物呢？是走了吗？韩哲连忙再追问一句。也在下面，不过好像挺忙的。忙啥？不知道具体忙啥，反正就在下面待着。我从旁边游了2个来回，都没管我。能不能再具体点？韩哲说，就是缩在一边的角落里，能听到连续的金属撞击声，有点像在颤抖。俄武帝说，颤抖？众人稍微一愣，瞬间也都明白了，应该是韩哲的步枪施加的恐惧效果，让那个潜艇怪物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了。他都这么害怕了，我们还等啥？赶紧趁现在走啊，免得他一会缓过来。加强叔直接说。众人连连点头，纷纷穿戴好氧气瓶，下了水。短暂的下坡过后，通道变成水平方向，前面看上去微微明亮，韩哲也逐渐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金属撞击声。但是这个金属撞击声听着频率并没有颤抖那么快，似乎不是在颤抖。韩哲有点忧心忡忡。再向前到达通道出口，金属撞击声听着就非常大了，周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下空间。面前是一个10几米高的断崖，四周都是修砌过的石壁，左右的石壁上安装着一排照灯，下面还有2排，虽然有很多已经不亮了，但是还是把整个空间照得明亮。下面平整的地面两边是很多潜艇的残骸，有稍大一些的型号，也有小的型号，不过没有特别大的，看着好像都是军用的小型型号。众人看到这些潜艇时，开始都是一阵紧张，以为是一大堆的潜艇怪物，但是仔细一看，这些潜艇锈蚀都很严重，很多都已经坍塌，只剩个半截壳子。这里似乎是一处修在水底的潜艇库，不过已经荒废了。对面一个巨大的钢铁门耸立在石壁上，应该是给这些潜艇准备的出入口。这种情况看，这里应该原本是镇子周围有一大片水域，大概率是个大湖，也可能是海洋。湖旁边有一座类似基地的存在，基地里备有很多潜艇，潜艇基地出口和湖底相连。
这个基地出口就是韩哲所在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后来水位上涨，淹没了基地和基地旁边的小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水面上多了新的建筑。不过湖里有什么？为什么还特意盖个基地，还需要这么多种小型潜艇？韩哲也不太关心。霓虹笑脸游戏世界的故事背景，韩哲从来不关心，反正都是设定出来的。你说这么多潜艇是要攻打比奇堡，韩哲都能接受。不过响彻整个水底的金属有节奏的撞击声是从斜下方传过来，韩哲由通道向下看去，没错，斜下方正是之前那只潜艇怪物。只见他此时正搭在另一艘潜艇上，他的后半截金属外壳有节奏地撞击着下面的那艘潜艇，发出阵阵金属碰撞的巨响。这是在干嘛？靠！韩哲很快就看明白了，韩哲瞬间也全懂了。这个潜艇怪物根本不是因为韩哲步枪的恐惧效果逃走的，而是另一个效果，双重痛苦折磨强化。你用这把枪打中目标，会强制目标陷入爱情，让目标同时承受肉体痛苦和爱情的苦。这也太爱情了。当韩哲意识到这个潜艇怪物在做什么时，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众人在聊天频道里也是一阵惊异，众人都是第一次看潜水艇片，这也太怪了，看了容易怀疑人生。不过想想也合理，这个潜艇怪物算下来本身就是凶残的畜生，让畜生强行陷入爱情，不就是这个表现吗？就是不知道它有对应的功能组件吗？螺旋桨、排水口，算了，想这个干嘛？出口在哪？我们赶紧走。韩哲在聊天频道问道。对面上面那个口，俄武帝说。韩哲听到俄武帝的话，朝前看去，果然对面的巨大钢铁库门的斜上方也有一个口。笑笑说。韩哲回头看了一眼，和自己这些人来时的出口一模一样，靠谱。接着为了防止铁壳的寇群管家走下断崖直接沉底，惊动还在专心离地的潜艇怪物，韩哲暂时把寇群管家收了起来。众人很快穿过这处空间，游入对面的出口。短短的通道游过，又是一处气势。走出水面是一个不长的走廊。众人终于看到那扇款式熟悉的双开门，正是楼层交界处。韩哲看了看整个走廊，相对干燥，除了韩哲等人留下的，其他的地面上一点水的痕迹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就是上一批路过的人是很早以前了，要么就是在众人之前根本就没有人来过。众人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冲到第一了？加强叔说，可能吧，赶紧下一层吧。黑虎哥走到门前去，这时候韩哲叫住了他，等一下，既然到这里了，就按照之前的计划试试那个盒子。韩哲说着掏出了之前的那个盒子。是啊，赶紧试试。加强叔摩拳擦掌。韩哲把盒子交给俄武帝，重新召唤出寇群管家。等我们全部去门另一边之后，你等差不多3分钟以后再打开盒子。韩哲嘱咐道。知道了。俄武帝应付道。如果我们去了那边，寇群管家还能有信号，记得在聊天频道给我们全程直播。韩哲又胡诌。知道了，一定描述的生动形象。然后韩哲冲黑虎哥点了点头。黑虎哥推开了门，里面也是黑乎乎的。众人凑上前看了看，众人都有头灯，也能把里面照得差不多。门后也是一个短走廊，另一边还有一扇门，不过是个单扇门，一个过渡房间而已。韩哲转过头对俄武帝说，撑不住了就回召唤空间，然后到我身边来，不用硬撑。知道知道。韩哲冲他点了点头。众人依次进入了门后，门自动关上。咔！韩哲试着拉了拉门，纹丝不动了。也能进不能出啊？韩哲看了眼右腕的显示系统，显示数字已经是第87层了。喂，父皇，能听到吗？韩哲在聊天频道里呼叫俄武帝，没有任何回应。果然，不同的楼层就是另一个世界，即使是寇群管家，聊天信号也不能跨越楼层。众人看向另一边的单扇门，第87层能是什么？别再来走廊了，别再来隧道了，求求了！要不等小企鹅消息的时候，我们先看看下一层是什么。黑虎哥说。众人点了点头，众人都凑到了单扇门前，稍微开了个缝隙，看着也是漆黑一片，没有光露出来。下一层是黑的，众人一阵紧张。我还是先看一眼这层的楼层信息吧。韩哲说。众人又点了点头。韩哲花100积分购买了楼层信息。您目前所在的位置87层，该层是一个友好楼层。友好楼层啊，整得我还有点紧张。黑虎哥松了口气，直接拉开了门。门后确实是一个黑暗的房间，众人全靠头顶照明。门口先看到的是2个洗手槽，然后是对面的一扇门。门上还写着男字，对面是男厕所。韩哲一愣，走出房间，转头一看，果然，自己这扇门上写着女，出口是女厕所。韩哲和众人都呆住了，众人这才发现，这扇门两面还是不同的材质，里面是钢的，外面则是木头的，和普通卫生间的木头门一模一样。什么啊？众人看向其他地方，这里似乎是一个晚上的写字楼，因为一眼看过去全是格子间，窗外一眼看过去全是黑的，外面似乎没有灯光和月亮。一个友好楼层就这么黑干嘛？怪不对劲的。韩哲皱了皱眉，我看看外面去。黑虎哥说着，直接来到窗前，凑着向窗外看。看到什么了？加强叔随口问道。看着像是城市街道，近处一个灯都没有，不过远处倒是有一个探照灯，旁边大霓虹灯，
上面是倒计时。黑虎哥看着窗外说道：“我看看。”韩哲凑到窗前向外看了看，正如黑虎哥所说，外面看着像是一个城市里的街区。韩哲所在的位置像是3、4层的高度，不过几乎没有灯光和月光，非常黑，只能依稀分辨出个轮廓。远处的高点有一个类似大楼的建筑，楼顶有一盏巨大的探照灯，探照灯柱向城里照着，还保持着慢速转动。探照灯旁边是一个红色的霓虹灯，上面是一个向下的箭头和倒计时，1点39分10秒。倒计时内容在变化着，这的确是一个多小时的倒计时。1小多小时后会发生什么？咚咚咚！韩哲正在思考，面前窗户瞬间破碎，大量的子弹倾泻进来，背后的格子间的筒通破碎。韩哲惊得连忙缩下来，这个子弹密度是机枪扫射呀，不是说友好楼层吗？怎么探个头就拿枪扫啊？后面的加强叔缩在卫生间旁边骂道：“这一看就是敌对的游戏。”愚者啊，楼层是友好，但是玩家不友好啊！韩哲喊道：“这火力真凶猛啊！”黑虎哥也趴了下来：“你个烟双鹰趴下来干嘛？”韩哲说：“陪你们啊。”黑虎哥说：“别陪了，站出去掐一下对面的火力。”韩哲说：“好的。”黑虎哥站起来，追着子弹扫射的弹道，把脸试探性的伸过去。对面的火力戛然而止，这是黑虎哥的焰双鹰技能，对面用枪瞄准黑虎哥时会强制清空枪里的子弹。韩哲已经能想到对面的人打到一半，发现机枪一清，枪里子弹不见了10的样子了。周围陷入短暂的寂静。黑虎哥蹲了回来：“对面哑火了，我们还有什么计划吗？”韩哲指了指额头：“先把头灯的亮度调低一点，这玩意在这里就是大灯泡。你这就在窗口看了一下，子弹就打过来了。”好，好。众人连忙把头灯亮度降低。对面会上来吗？申晴姐担心道。上来。韩哲也是一愣。一般来讲，如果对面是自己，不会冒险进入这栋黑漆漆的写字楼追杀敌人。但是这霓虹笑脸游戏，各个游戏参与者里面啥精神病人没有啊？走楼梯都是小乔他们，可能马上就从窗户跳进来了。有可能，保险起见，还是换个位置吧。韩哲说。我们走了，那小企鹅怎么办？申晴姐说。她可以直接从召唤空间里召唤回来。韩哲回答。众人点点头，赶紧动身。韩哲刚走到最近的一个格子间，突然窗外响起一声破空声，咚！一个黑影直接从窗外飞了进来，重重砸在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是一个人，真就直接上来了呀！韩哲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掏就开枪。嘤嘤嘤嘤嘤嘤，步枪子弹倾泻而出。这次的枪声是少女的啜泣声，还会变化啊！但是大量带着花瓣的子弹打在进来的人影身上，人影却岿然不动，仿佛韩哲的枪就是把水枪。显然又是一个带防弹技能的家伙。韩哲现在算是明白了，这场游戏里出门物资的枪支弹药供应是管够的，同时还有减重压缩的背包，所以一般的任务参与者基本是人手一把枪。在这种情况下，敢冲脸的基本都是不怕枪的。所以说，韩哲只能默默摸出乐高圣剑。这把圣剑并不是无限使用的，现在只是最开始时的一半找不到了。还是我上吧。旁边的黑虎哥小声说着，从韩哲身前走过。对面的跳进来的那个人影被黑虎哥的头灯照亮，韩哲这才看出这是一个穿着背心短裤的壮汉，头顶也有着敌对玩家的标记。他身上有很多壮硕的肌肉，比黑虎哥的肌肉还要强一点，但是有一张看着就很猥琐的脸，脸上还有很猥琐的笑容，额头上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处淤青，看着就像因为太猥琐被人脑门敲了一棍。给韩哲的感觉就是这家伙放特殊动漫里都得是不画眼睛的那种角色。黑虎哥直接站出来，那个猥琐男看到黑虎哥站出来，直接从后腰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咔！左轮兽群的枪击转了一下，却没有子弹打出来。你拿把空枪干什么？黑虎哥问道。这个猥琐男立刻打开弹仓看了一眼，果然里面已经空了。他眼中稍有震惊，但是转瞬即逝。接着他直接把左轮别回腰间，咧嘴笑道：“大哥，还是你强啊！”黑虎哥没有回答他，而是直接向他冲过去。我想不到招式名，但是现在周围很黑，就叫他黑鬼拳。黑虎哥边冲边喊招式名。一旁的韩哲紧紧地盯着对面的猥琐男。韩哲着重是要看这个猥琐男会有什么应对手段，来推断这家伙有什么技能。毕竟了解对手的技能，或许就能想办法克制一下。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韩哲彻底傻眼了。只见黑虎哥朝着对面那个猥琐男冲过去，接着就见猥琐男双腿一屈，他居然直接就跪了下来。这一下直接给黑虎哥整不会了，直接收了招。要全力攻击一个人，这个人突然跪下，一般人估计也会一下不知所措。尤其是这个人刚刚还很嚣张很自信。你别以为你跪下我就会放过你。黑虎哥有点结巴道。这个猥琐男接着毫不犹豫的俯身，咣咣咣，猥琐男重重的冲黑虎哥磕了3个响头。爹！猥琐男大喊一声，众人一愣，这声爹叫得如此痛快干脆，搁谁不犯迷糊。但是韩哲可不觉得这家伙大老远飞进来就是为了认爹，肯定有猫腻，小心点。韩哲提醒黑虎哥。黑虎哥没有回应韩哲，只是看着对面的猥琐男点了点头。好儿子。爹，能不能帮我搞定你身边那几个人？猥琐男跪着说。好啊，应该的。黑虎哥瞬间答应，转头看向韩哲等人。韩哲能看到黑虎哥的表情有些怪异，
那似乎是敌意。嘿，黑虎哥，你不会真的要搞我们吧？加强叔看着黑虎哥，半开玩笑的说道。当然要打你们，为什么不呢？黑虎哥冷冷道。可是我们是队友啊，对吧？深情姐皱眉道。对啊，我们是队友。黑虎哥点点头。黑虎哥的承认让众人稍微松了口气，但是黑虎哥又继续说道：可是我们只不过是队友罢了，另一边可是我的亲儿子，我肯定要选择我的亲儿子。黑虎哥走向加强叔，痛击我的队友！黑虎哥喊出了招式名，接着之间，黑虎哥的重拳重朝着加强叔砸了过来。加强叔则是惊得呆在原地，眼看加强叔脑袋要被打飞，韩哲眼疾手快，一把拉开了加强叔。咚！黑虎哥的重拳砸在墙上，混凝土的墙面瞬间碎裂，碎屑飞溅。众人立刻意识到黑虎哥是来真的。黑虎哥，你至于这么做吗？深情姐在旁边喊道。至于。黑虎哥爪朝着深情姐冲，刚拉开加强叔的韩哲只能再冲上去拉开深情姐。咚！黑虎哥一下重砸在地板上，又是碎屑飞溅。他已经沉溺在当父亲的喜悦里了，还是别想着说服他了。韩哲边拉着深情姐连连后退边说道。深情姐点了点头。黑虎哥爪再次看向韩哲，他开始从背包里掏洋酒了。事实上，在这家伙只靠我是黑虎阿福技能加持，没有破釜沉舟的加持的情况下，韩哲虽然力量不如他，速度还能比他快上一点。如果有了破釜沉舟的加持，韩哲就完全不能招架黑虎哥了。啪啪，两声破碎声，是黑虎哥打碎了洋酒，而韩哲也摔碎了乐高圣剑。乐高积木4件横在面前一大片。黑虎哥虽然心智变了，但是也深知这积木的威力，一时间不敢再直接冲。好聚好散吧，兄弟。韩哲对黑虎哥说了一句。此时，韩哲身后，小乌哥和加强叔也已经挪到了一旁的楼梯间入口处。他俩都不傻，深知黑虎哥战斗力的强势，早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走。韩哲转头进入楼梯间，众人赶紧跟上。小乌哥还召唤了一个小烤串屋，堵住了楼梯间的门。现在这个情况和当了父亲的黑虎哥硬打是不明智的。打输了全军覆没，打赢了不但要因为打的是队友没有奖励，还要应对那个战斗力不明的猥琐男。韩哲也明白为什么那家伙的额头有淤青了，看样子之前应该没少认爹。实际技能是认爹然后心灵控制吗？感觉很强势，就是副作用有点特别。韩哲等人一路冲到1楼，一楼和一般的写字楼一样，是一个大厅，也是黑乎乎的。众人刚要往门外跑，就听到外面的街道上有人大喊：黑暗笼罩万物，我将是最后一道曙光，以雷霆击碎黑暗。接着强光笼罩了整条街道，大厅都被照得亮如白昼。什么技能？这么白痴的台词？韩哲皱着眉说道。紧接着外面又响起了密集枪声，还有些猪叫声、警笛声、金属碰撞声、重金属摇滚声，各种声音都出来了。韩哲瞬间就明白是自己这边刚刚引起的一连串的动静，把躲在暗处的家伙都引出来了。各方人马在门口的街道相遇，现在打成一锅粥了。韩哲看了看身旁众人，众人也是点点头。韩哲等人连忙退回去，随便找了个窗户翻了出去，从写字楼的后巷撤退。此时楼上，黑虎哥刚刚拦住猥琐男别踩到地上的乐高积木。爹，别让他们跑了，快追啊！猥琐男着急道。毕竟对于他来讲，这可是4份击杀积分，加起来已经上万了。黑虎哥只能小心翼翼绕开地上的乐高积木，然后绕到楼梯口，再一拳打碎小乌哥留下小屋的墙面。到这步，黑虎哥和猥琐男才能通过了障碍，可以追下去了。这里本身就只是4层，1、2层还都是大厅。猥琐男立刻就让黑虎哥往1楼追。下楼时，猥琐男也听到了外面街道上的各种声音，他反而更加兴奋，这不是趁机捞一波分的好机会吗？他来到1楼，微微探头向外张望。此时大厅里已经有几个人打了进来，一个青年浮在半空中，身上电光浮现，以雷霆击碎黑。咚！一个大笼子从天而降，直接把青年扣在了地上。笼子里还带着一副桌椅。青年从地上爬起来，看着笼子和桌椅，一阵迷茫。这是高考铁笼，你必须完整做完一张卷子才能出来，而且我给你的科目是最难的数学。一旁另一个青年冷笑道：做你大爷的卷子啊，你看看我头上的标是不是绿色的？我替。和旁边探头往外看的猥琐男，猥琐男探头出来也看傻眼了，因为他原本以为出来会一大堆人打在一起，自己可以趁机被刺一波，但是他此刻看到外面这些人头顶都是红色的，全是敌对方。而这些敌对方看到黑虎哥没什么反应，只是又来个队友，但是看到猥琐男立刻就激动起来，来人头了，打他，搞他，一个人还敢进来，弄死他！瞬间众人纷纷出招，各种飞弹激光直接打过来。黑虎哥立刻拉开猥琐男，冲众人喊道：喂，别打我儿子！众人也是一愣，这是你儿子？对，亲儿子。黑虎哥点点头，你儿子也打？又不是我儿子，干他！众人重新释放技能，咚！这个时候猥琐男重重的跪了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大爹，二爹，三爹，小爹，受孩儿一拜。猥琐男一边喊着，一边开始挨个咣咣磕头。街道旁边的一间店铺，韩哲等人暂时躲在了这里。黑虎哥的事，众人已经管不了了，和他做伙伴也就只能做到这里了。
众人进入店铺后，确定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就将影响行动的潜水装备也已经尽数卸下，只留下了头灯。头灯也是熄灭状态。寂静黑暗的店铺里，众人听着远处之前写字楼那边传来的枪声。仔细听，不只是那边，其他的方向也能听到零星的枪声。这里不止一个地方在打呀。显然，这层也是，所有人在这里的入口应该都不一样，不然韩哲出门就应该会遇到很多人，而不是在窗口探了一下才吸引来敌人。他似乎明白这个楼层的玩法了，所以是一堆游戏参与者散落在这片街区，几乎不给额外光源，每个人都在黑暗里窥探着，一旦有什么动静，就会引来周围的人。每个人似乎都想趁乱，趁着黑捞点人头积分。照明、战斗都是这样。那么，那个1个多小时的倒计时霓虹灯，韩哲也有点猜测了。霓虹灯上有向下的箭头，应该就是特指的霓虹灯正下方，就是那个位置。在倒计时归零以后会发生什么？韩哲想了想，以那个霓虹灯的高度亮度，应该是给这层的所有人看的。什么东西的重要性需要让这里的所有人知道？韩哲最开始想的是倒计时后会出现影响全层的机制，比如天亮或者显示其他人位置之类的。但是这些都是影响全层的，不需要还画个向下的箭头标明特定位置。所以韩哲推翻了这个假设。重要又有特定地点，韩哲现在只有2个相对靠谱的假设，一个就是那个地方倒计时后会出现空投补给之类的东西，另一个就是那个地方倒计时出现的是下一层的出口。第2个假设的可能性，韩哲觉得会更大很多，因为如果出口隔一段时间才开放一次，就会导致有大量的玩家滞留在这一层，这和现在的情况一致。韩哲把这个设想跟众人说了一下，众人很同意，于是众人决定在这里躲1个小时，等到倒计时差不多的时候再去倒计时霓虹灯下面看看情况。同样让众人更担心的是俄武帝，这家伙目前都是无法召唤的情况，证明他还没有回到召唤空间，但他死了，韩哲肯定也有感应，所以他应该也没有死，这就很奇怪了。原本韩哲和俄武帝约定好了，打开那个盒子，如果里面是好东西，就赶紧从召唤空间回到韩哲身边，把好东西带过来；如果是危险品或者怪物什么的，就也从召唤空间回来，躲避危险。总的来说，就是无论里面是什么，俄武帝应该都会很快回来。但是现在少说过了半个小时了，俄武帝还是没有回来。韩哲想不出到底是为什么能让俄武帝耽搁这么久，难道说盒子里的东西极其复杂，以这家伙的智商完全看不懂，一本高等数学是吧？但是韩哲没什么办法，也只能等。众人在黑暗里默默等待着。韩哲想起来，转头问申晴姐：“你之前说你有个口红，在身上写字，能有对应诅咒效果？”韩哲说道：“对啊。”申晴姐点点头：“你还说你有个效果，写这么冷的天就能让其他人跟你保持距离？”“对啊。”“那之前打架怎么都没见你用过？”“这个我不太好跟你解释，要不我给你演示一下。”“笑傲文学。”“可以。”于是众人走进里屋，小心打开头灯，不过亮度还是很低。里屋空空的，就是一些货物箱子。众人小心关上门。申晴姐用口红在韩哲身上写下了这么冷的天，写下后10几秒就会生效。申晴姐说着，后面找了2个软垫放在货物堆前。“小吴哥，你给企鹅哥来一拳，别太重。”申晴姐对旁边小吴哥说。接着申晴姐对韩哲说：“你小心护住头。”韩哲点头，将双手护在面前招架。稍等了一会后，小吴哥给韩哲来了一拳，还是蛮轻的一拳。但是当拳还没打到韩哲的时候，韩哲就直接飞了出去，重重落在软垫上。即使有软垫，也还是一阵吃痛。这还是普通的一拳，这要是重重的一拳或者有技能的一拳，韩哲估计就得糊墙上了。韩哲爬起来，很是震惊。所以你说的其他人能让附近的人跟你保持距离，实际上是对方一强行靠近就会把你重重打飞。申晴姐难为情地点了点头。韩哲妈了，他原本以为这个技能是能强制让敌人无法靠近，防御型驱离技能，结果驱离的是自己。那我要主动接近别人呢？韩哲说。还是你飞？申晴姐回答。韩哲皱了皱眉，这个申晴姐先前自述技能的时候，听上去就像个强制防御技能，现在成了个航天技能，完完全全的虚假宣传。但是这种情况下，夸大一下自己的技能，换取更大的生存率，也算是人之常情。而且本身他就是以补给员的位置进的队伍，韩哲就不好再说什么。倒是加强叔意见比较大，他有些不高兴道：“你这技能和你的描述意思完全不一样吧？”“对不起。”申晴姐也没有找借口，只是一个劲的道歉。众人也就没再说什么。“那你还有没有别的诅咒效果啊？”韩哲问道。“还有一个，但是我觉得是3个里面最没用的。”申晴姐回答。“那你先说出来，我们听听。”“这个只能写在女性身上才有效，在身上写下家人们谁懂啊？被写的人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变成长着人脸和4肢的西瓜人。然后呢？”加强叔忍不住问道。“这个西瓜人可以阴阳周围的人，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对手内心的怒火。然后呢？”“没了。”“那是强制让对手愤怒吗？”韩哲说。“算是吧。”“那不就是嘲讽技能，能把对手吸引来揍你？”“一定程度上是的，但是不是强制吸引，只是激怒而已。”“好吧。”韩哲皱了皱眉。如果只是强制激怒的话，那这个技能效果就比较差了，只能算是个效果很有限的准嘲讽技能，而且目标必须得是女性。
韩哲这里女性一共就一个深情姐，她没有防御技能，也缺少逃跑技能，让她变成西瓜头出去嘲讽，简直就是自杀。目前来看，这个技能似乎没什么用，但是如果是扣扣小兵也能用这个技能，他这个召唤物能拉去当嘲讽西瓜头吸引火力，就非常合适了。可以试试，我还有一个召唤物，试试看能不能触发你的技能。韩哲说。近1个小时后，韩哲等人已经悄悄摸进了一座建筑的6楼，众人窝在床边，只探了一点点向外观察着。这里位于那座霓虹灯正下面那条街道的尽头，能差不多看到街道的情况，又不会太近。韩哲看向霓虹灯下的街道，这条街道因为头顶的大楼楼顶有霓虹灯的缘故，算是这里最明亮的一条街道。虽然也差点光线，但是差不多能看清整条街的情况。霓虹灯下箭头指的地方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的大楼入口，和普通的写字楼办公楼入口差不多，玻璃门、旋转门。不过玻璃为什么没碎，韩哲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如果这里真的是出口，之前少不了几番大乱斗，玻璃估计都会碎没了。但是现在门和玻璃都是好的，难道说这里不是出口，还是说玻璃每次都会恢复？总不能韩哲等人赶到了第一波吧？韩哲心里虽然有疑问，但是马上一切都会揭晓。此时离倒计时结束还有几分钟了，估计很多人已经蠢蠢欲动了。韩哲盯着街道看，果然下面对面的一个店铺门里冲出了一个男人。他看了眼四周空荡荡的街道，就开始朝着霓虹灯正下方的大楼入口狂奔。砰砰砰，3声不太同步的枪响从3个地方响起，最近的一处就在韩哲等人斜对面的楼房的顶楼。接着下面狂奔的男人直接栽倒在地，没了动静。这个人头顶是红标，是韩哲的敌对势力，但韩哲等人皱了皱眉。下面这条街道一探头就是好几把枪瞄着，算上没来得及开枪同队的还有观望的，这下面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估计少说得有10几支队伍在监视，出去就死。这怎么冲过去？开坦克吗？韩哲正在想着，另一边的黑暗里突然响起一阵引擎轰鸣声。韩哲连忙看过去，黑暗里居然出现了2道快速移动的光束，是车灯。韩哲一愣，这家伙哪来的车？韩哲走过的街道都是空的，一辆车都不见。韩哲一直以为这里根本没有载具，但是现在真的有人开着辆车冲过来了，估计是技能召唤的。接着这辆车开上了韩哲下方的街道，韩哲才看清楚，这是一辆吉普车。这次韩哲能从车窗依稀看到车里的绿标，是韩哲同队的。吉普车冲上街道之后，四周都响起了枪声，更过年放鞭炮一样，听上去得有10几乃至几十把枪在开火。怎么到我们队的人就这么多人打？韩哲也是皱了皱眉。雨点般的子弹落在吉普车上，发出连续的噪音。吉普车不知道是爆胎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瞬间失去平衡，一下侧翻在了路边。但是枪声没有停，依然有子弹落在吉普车上。接着韩哲又看到对面楼房有人从窗口掉了下去，重重砸在了下面的街道上，也没了动静。应该是开枪被其他楼里的人发现，然后击毙了。就在这时，街道的另一边的远处又是一阵金属碰撞的噪音。韩哲努力看过去，当噪音声接近，韩哲才看出来，那居然是一辆老式装甲车。这也是技能变出来的吗？雨点般的子弹落在装甲车上，装甲车却毫不受影响，很顺利地冲过了火力网，直直开向霓虹灯大楼的入口。应该是要直接撞进去。第一个顺利进入的人要出现了呀！韩哲观看着，到近处，韩哲才看到浮在装甲车上面的红标，是敌人啊！虽然是敌人，但是这装甲车真够帅的。韩哲这么想着，装甲车也冲到了大楼的门口。笑傲小说，轰！那辆装甲车突然发生了大爆炸，瞬间消失在火光里。笑傲文学，冲击波把大楼的玻璃几乎全震碎了。韩哲一阵震惊，但是他也看懂了。好家伙，是有人在门口埋地雷了，还是反坦克的？这个地雷应该不能区分敌我，无差别的攻击啊，真够损的。倒计时不到1分钟，大部分的人都坐不住了，更多的人冲上了街道，有拿防爆盾的，有举铁板的，还有穿着疑似防弹衣的。不过更多的是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的。不过打他们的枪也少了，显然那些开枪的枪手应该也是准备进入大楼了，所以还在瞄准开枪的人变少了。很快下面的街道就已经满是狂奔的人了，看他们头上的标，有韩哲的队友，也有敌对玩家，混在一起，韩哲也分不清哪边人多。这些人虽然都在拼命往出口那边跑，但是如果近处遇到敌对玩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打一波。于是短跑大赛很快变成了格斗大赛，下面的众人乱糟糟的打在一起，各种技能满天飞。韩哲在人群里看到了恐龙，看到了铠甲勇士，看到了鲨鱼辣椒，看到了有人倒下，然后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号墓碑，死后自动入土为安是吧？非常体面。看到了人堆里还有个变了个牌桌在上面打麻将的，应该是有技能可以让战斗强行变成打麻将决胜负。战力不足牌技来凑，就是旁边达成一锅粥了，他们还在安之若素的打牌，看着特别违和。但总之爆炸声、枪声、喊杀声混在一起，场面极其混乱。就在这个时候，韩哲注意到街道的色调一下跳成了绿色，他抬起头，果然那面霓虹灯倒计时招牌此时已经变成了绿色的灯光。混乱的人群里，4个人围在桌前专心打着麻将。擦！一发榴弹打过来，将最左边的麻将玩家面前的2张牌打飞了。
算什么？这个麻将玩家惊愕地指了指面前的弹痕，还能算什么？算你小相公啊！这把你就别想胡了，努力别放炮吧。对家的麻将玩家说道。这也算小相公？怎么不算？你是不是比正常情况少牌了？是，那不就得了？怎么不算小相公？与此同时，韩哲抬头看去，只见不仅霓虹灯变成了绿色，倒计时变成了14点59分，是之前的倒计时已经结束，现在新的15分钟倒计时。什么东西？15分钟倒计时？有什么变化吗？韩哲向下望去，下面依然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人更多了，其他人技能召唤的出来，各种物体也多了，什么坚果墙、岩石、沙袋墙、棺材板、恐龙化石都在出现在了下面的街道上。很多人以这些物体作为掩体，躲在里面朝外开枪。大楼的门口召唤出来的物体更多，密密麻麻，几乎把大门完全挡住了。显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怕别人比自己一步进入大厦内，就先用召唤物去挡大门，所以大楼门口周围才有了整条街最密集的物体阻挡。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人的本性啊。不过看他们这样的反应，让韩哲更相信这个大楼入口里面就是这一层的出口。怎么办？我们也要硬冲进去吗？加强叔说道。韩哲看着下面皱了皱眉，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就这么冲进去，笑笑说，太冒险了吧。但是不冲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倒计时结束。韩哲也很纠结。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猛然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下面的人群虽然在混乱的各自战斗，但是却开始有分成两队的趋势。没错，这个趋势很明显，很快韩哲就能够看出下面的街道，自己这边敌人多一些，对面那边队友变得多了一些，而且分得越来越快。韩哲瞬间明白了，当入口被技能召唤的物体阻挡得严严实实，冲向入口的人一下进不去了，没了出路，四周又是杀机四伏的场面，人就会开始慌乱。慌乱即是恐惧，人在恐惧的时候自然会找一些安全的东西，那就是队友和掩体。所以同队的人们很快会快速扎堆到一起。虽然同队的人扎堆的规模增大，周围的敌人见到满眼的红色敌对标也会胆怯，逼迫他们也去找队友。即使有些敌人不找队友，落单也会被很快干掉。这些都会导致整个街道的人分成两拨人的过程越来越快。果然，仅仅是片刻之后，下面这条街道韩哲的近处这一边基本上就只有敌人了，而远处那一边就基本上只剩队友。两边的大部分人则躲在各种物体的后面，用枪械对射着。中间是成了一个相对更加空旷的地方，除了一地的尸体，就只剩一些有近战技能还不怕子弹的亡命徒在酣战，包括那个鲨鱼辣椒。快让我超级变换形态啊！我快让这个蟑螂恶霸打死了！鲨鱼辣椒在中间边招架边大喊着。什么蟑螂恶霸？那是风鹰侠！有人在人群中大声喊话回应。什么时候你还管这个？你 TM！ 鲨鱼辣椒的话说到一半就被枪声掩盖了，韩哲就完全听不到下文。另外比较特别的是，中间的区域那4个打麻将的人还在那里，他们还是能淡定地打着麻将，子弹好像根本打不中他们。总的来说，下面的混战变成了团战，激烈程度小了不少。但是这对于韩哲来说更加危险了，因为全是敌人在韩哲这一边，这冲出去就得1打100，更别说穿过那扇被堵得死死的门了。轰！底下又是一个大爆炸，应该是有人用了炸药或者火箭发射器，但事实上下面的两边加起来也不过就是200-300人的样子，在本就宽阔的大街上还散布在各种掩体后面，并不算太密集，一个手炸药也其实炸不到几个人，更别说手雷了。相比而言，枪的精准定点反而更加致命。爆炸过后，两边也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对射着，手雷、炸药都不行。韩哲转头看着众人，猛地想到了一个更大威力的东西。对，空袭！飞机一轰炸，这一条街的敌人得死不少吧？能杀出一条路不说，获得的积分估计也得数以10万计。妙啊！韩哲掏出空投信号枪，这把枪的冷却也是在不久前刚刚好。它有3个模式：空投补给、空投武器、空中支援。空投武器韩哲已经用过，乐高圣剑虽然不致命，但是效果确实很猛。空投补给目前韩哲不缺吃喝，没什么用。空中支援还没试过，现在正是尝试的好机会。毕竟外面这种情况，再来一把类似乐高圣剑的空投武器也不是很有用，用空中支援正合适。我叫个空中支援。韩哲调到空中支援档位，对着斜上方的天空扣下了扳机。橘色的信号弹飞上天空，在街道上的众敌人头顶的高空炸开，无数人抬头观看。会是什么空中支援？韩哲虽然好奇，但还是招呼众人换了个房间。毕竟这个房间位置已经暴露，有人要是从下面打一发火箭弹上来，韩哲等人也吃不消。到达楼房同侧的另一个房间，韩哲再向窗外看去，天空中已经出现了3道巨大的椭圆传送门，传送门泛着橙色的光芒，在漆黑的夜空中分外显眼。3道门啊，一次来3个吗？太带劲了！之后就是3架大型飞机从分别传送门中飞出，让韩哲意外的是，这飞机的款式看着并不像轰炸机，倒像是运输机。这3架飞机接着投下了大量的物体，然后飞进了另一边的3个传送门，消失了。空投的物体在半空中纷纷打开降落伞，很快满天就都是降落伞了。韩哲接着霓虹灯的光芒，定睛仔细看，降落伞下居然是人影。
是伞兵。这漫天落下的居然全部都是伞兵。韩哲也是一愣，这么多得多少人啊？太带劲了吧！兄弟，你这空中支援直接能叫一个空降营，不是空降团啊？旁边的加强叔惊喜道：是啊，这数量给的确实太充足了。韩哲也很激动，我韩哲现在至少有一个空降营，乃至一个空降团的人，下面这些人怎么和我斗？也就是在这时候，身后的楼内突然响起一声玻璃破碎的响声，有人冲进我们这层了。韩哲转头对众人说，众人点点头，纷纷拿起枪，循声追过去。在走廊的窗口前，众人看到了破碎的窗户，窗前一个穿着紧身迷彩军服少女正在收着降落伞。她看到韩哲几人的枪口，立刻起身进了个标准的军礼。长官，您呼叫的空中支援已经就位。少女说道。她穿着一身紧身军服，下身是短裙和长筒靴，精致的五官和利落的短发，有种性感且英姿飒爽的组合魅力。韩哲甚至听到旁边的加强叔都咽了咽口水。除了降落伞包，他的背后还背着一个长的迷彩箱子，看着感觉是什么武器？难道是火箭发射器？你们有大概多少人？韩哲急切道。我们实际上约有一个步兵营的人。军装少女回答。一个营啊？那就是几百人，也很猛了。你们这具体是什么部队？韩哲又问道。韩哲问出这句，稍微有点后悔。他的本意其实是想问他们这些部队是用的什么武器，毕竟是特殊空投枪召唤出来的，可能都带着随身高达呢。但是这个问法总觉得不太对。问是什么部队？这不问的废话。空降营啊，还能什么部队？韩哲正准备补充问题，军装少女却开口直接回答了。回长官，我们部队番号是第13空降文工团，现在交由您指挥。等等，什么玩意？韩哲听到了一个很不好的字眼，猛地皱了皱眉。第13空降文工团。军装少女莞尔一笑，重复了一遍。文工团。韩哲愣神道。对。军装少女又笑笑。就是军乐队。韩哲说。是的。军装少女点了点头。听到这里，韩哲的脸瞬间抽搐一下。那你背后背的是？哦，这个呀，是军用吉他，比一般的吉他声音大一点。你要听什么曲子吗？吉他。韩哲的脸在抽搐。你们没有枪吗？没有呀，我们是特殊编制营，没有武器的。军装少女又是回答。韩哲听到这句话，整个人都麻了。好消息，现在自己有一个营的兵力。坏消息，这一个营都是没武器的文工团。加强叔拍了拍韩哲的肩膀。兄弟，你不会要告诉我你的空中支援就是空投个文工团？韩哲皱着眉头点了点头，好像真的是这样。大哥，你这比文工团的节目还有节目效果呢。申晴姐都快哭出来了。韩哲只能硬着头皮问军装少女，那你是营长？对。那你能不能解答一下，为什么空中支援会是文工团？韩哲说，因为我们是空降文工团啊。长官，你别看我们是女孩子，但是我们的表演很能增加士气啊。您的部队呢？我这就给他们鼓鼓劲。军装少女说。部队。韩哲向左迈一步，指了指旁边的加强叔、申晴姐和小乌哥。诺，这是我的整编第1师，全员都在这里了。啊！军装少女的美眸里瞬间闪过一阵惊讶。不开玩笑了，我的时间不多，你的部队现在在干嘛？韩哲连忙再问道。他们落地后就会向您靠拢，应该很快就会赶上来了。军装少女说。赶上来？韩哲一愣。也就是说，那漫天空降的文工团都在往自己这边赶，自己的位置不就一直暴露在敌人的眼里了？刚刚的空投信号弹顶多就暴露一下，这持续暴露谁受得了？别说了，先转移。韩哲说完转头就走。这栋楼房另一侧的楼体外是有消防楼梯的，这也是韩哲之前选择这栋楼的原因。几人快速沿着消防楼梯下楼。下楼时，韩哲能从枪声中听到多了很多女性的惨叫声，听得申晴姐心惊肉跳，也听得军装少女眉头紧锁。显然是韩哲这一个营的文工团有很多成员在赶来的路上遇袭了。这群禽兽敢搞我的兵！韩哲边下楼边骂道。下楼刚来到僻静的后巷，这时候已经有10几个军装士兵从巷口赶了过来，每个都是短发少女，颜值都还不错。打头的少女冲韩哲身旁的少女营长敬了个军礼。长官，我们来了。路上有很多人向我们攻击，姐妹们伤亡惨重。少女营长指了指韩哲，这就是新长官。长官，少女爪冲韩哲敬了个军礼。长官，您现在有什么命令吗？少女营长说道。韩哲看了看面前的10几个人，还源源不断的有人从后面巷口跑过来，而且已经出现受伤的一瘸一拐的跑过来了。现在怎么办？自己要拿这一个营的文工团怎么办？韩哲陷入思索。他们除了能耗费对面子弹，有没有点靠谱的作用？作战？不行，韩哲几人的枪加起来还没10把，根本不够。有没有别的用处？韩哲看了看申晴姐，好像有那么一个办法。霓虹灯下的街道，双方依然火并着，不过因为弹药的消耗和人数的减少，激烈程度已经不如之前。虽然刚刚有信号弹在众人头顶炸开，不过众人都在忙着火并，根本没有人多理会。真正让吸引众人注意力的，还是漫天的降落伞。这个数量的空降兵，感觉比整个街道上的人都多，让每个人都吓了一跳。但是当空降兵落在地面上，众人才发现这不过是些没有武器的少女，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这些少女头上没有敌我标识，可能是世界的 NPC， 也可能是某些人的召唤物。有的人刚想问，但是就有朝这些少女士兵开了枪。于是众人也不再纠结，管他什么少女，统统杀掉，这是最保险的选择。街道的最外侧，掩体后躲着几个人壮汉，他们拿着步枪，饶有兴致地点射着。很多穿着军装少女尝试奔跑穿过街道，就已经被这些壮汉的步枪子弹贯穿了胸膛、额头、膝盖，仿佛一场血腥盛宴。这些女的到底是什么啊？头上也没标，是 NPC。一个壮汉边开枪边说道，看着更像召唤物。另一个壮汉说道，谁的召唤物啊？除了吸引子弹什么用没有。又一个壮汉说道，看着不像我们周围的人的。你还能从召唤物看出来主人？那肯定啊，能力既然能召唤出来这么多漂亮女的，平时肯定虚成狗，走路都飘的那种。我们周围有这种人吗？哈哈，也是啊。壮汉继续点射着。这时他听到了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声音，是一个听着有些机械的女声，不止一个，好像还有更多。他循声看去，在街角居然探出了一个长着五官的西瓜条，看着有正常人大小。接着这个西瓜条走了出来，笑笑说，后面还跟着一个，不，2个、3个，更多的西瓜条走出来了。接着还有更多的西瓜条从旁边楼房的窗户里探头出来。家人们，谁懂啊？家人们，谁懂啊？家人们，谁懂啊？家人们，家人们，家人，家人们，谁懂啊？家人们，家人们，谁懂啊？家人们，谁懂啊？一时间，这个声音越来越多，在对峙的双方人群的注意力也被这些长着人脸的西瓜条吸引了。这些西瓜头是什么啊？人群中最外侧的几个壮汉中的一个奇怪道，不知道，但是看着他们，我心头就莫名窝火。另一个壮汉说，我也是，看着他们我好烦啊，是他们太欠打了吗？我受不了了，这些怪西瓜头，给老子死！一个壮汉大喊着，转头朝着西瓜头开枪扫射。一阵枪声之后，2个西瓜头中枪倒在了地上，西瓜之四溅。壮汉还是不解气，直接把枪塞进包里，抽出一把武士刀，冲上前对着被打烂在地西瓜头疯狂捅刀。死啊，丑东西！壮汉骂道。家人们，谁懂啊？街道上其他的西瓜条依然重复着机械的女声，还在原地跳动，看着更加欠打。更多看到的人被激怒了，妈的，我要打死这些玩意！这不是踩头上拉屎吗？忍不了，不行，下一层我不去了，我也要搞死这些鬼东西！更多的人忍受不了，开始朝着西瓜条攻击。新一轮的子弹雨落下，几个西瓜条被扫碎，街道上剩下西瓜条开始向街角快速移动。气死我了，活了这么多年，让几个西瓜看不起，这绝不能忍！别让那些怪东西跑了，弄死他们！离西瓜条最近的游戏参与者们大声怒吼着，朝着西瓜条追过去。西瓜条们移动过街角，在一个岔路口四散逃开。这些游戏参与者们也各自追杀，他们被跳动的西瓜条们引到了各个辅路和小巷。韩哲又排出机队西瓜条，如法炮制。更多的游戏参与者被吸引走了。一时间，整个街区四处都是枪声和喊杀声。韩哲明白，这些枪声的背后是自己的文工团在牺牲。韩哲等人也趁乱开了几枪，干掉了几个怒火攻心的敌方玩家。但是时间已经所剩不多，韩哲等人也不敢冒险恋战，赶紧回到了霓虹灯下的那条街道查看情况。整条街道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只剩下遍地的尸体和各种物体构成的掩体。几十个的西瓜条几乎把整条街的其他游戏参与者全吸引走了。双方的游戏参与者甚至暂时放下了相互的敌意，转而专心去追杀西瓜条了。是的，深情姐的技能能把女人变成西瓜条，虽然只能激怒，并不能强制嘲讽，但是多个西瓜条带来的怒气是叠加的。只要数量够多，这些游戏参与者看到西瓜条都得像见到了杀父仇人，极度的愤怒让他们不得不去追杀西瓜条，来让心头痛快一下。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在几分钟内把赶过来的几十个文工团士兵变成西瓜条。一个营虽然最后只及时赶来了几十个人，但是几十个人也不是个太小的数目。为了完成这件事，深情姐胳膊都快写断了，字迹到后面也越来越潦草，到最后写的字看着像几条随便的波浪线，就算是家人们谁懂啊这句话了，但是就是能生效，可能只和写字人的本意有关。只要写字人认为他写的是家人们谁懂啊，就算实际上看着像小鸡吃米图也能生效。总之，深情姐真的做到了。现在这条已经没人了的街道就是韩哲等人的逃生高速公路。韩哲抬头看了一眼上面的倒计时霓虹灯，还有4分钟不到，得赶紧进去。而韩哲的身旁现在除了深情姐、小乌哥加强书，还有包括少女营长在内的10几个文工团的少女士兵，这是韩哲特意留下来的。他们现在算是自己手下的士兵，忠诚程度韩哲也已经见识过了，那真是相当的忠诚。安排去诱敌，没一个说不得。可惜要不是必须得派很多人去吸引其他游戏参与者离开，韩哲真的想把他们全留下。虽说一个营的部队大部分都失散了，但是到面前的少说还有1、2个连。重生之我在游戏大楼里当军阀，想想都带劲。可惜一个营变成一个连，现在一个排的人都不够了。看看地上有没有武器，有就捡起来用。韩哲给他们下了命令。是的，韩哲现在最缺的就是武器。这些文工团的少女士兵们基本都是赤手空拳，顶多就只有几个乐器，除了卖萌做什么都不好使。
有了武器，少女唱诗班才能变成少女兵团。所幸街道上的尸体不少，枪就更多了。少女士兵们很快就人手一把，甚至多把武器了。但是对于韩哲来说，搜集战利品只能是顺手的事，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韩哲等人来到大楼入口前，那4个哥们还在原地打麻将，牌桌上满是弹孔弹痕，桌子腿也没了一根，桌上的大部分麻将牌也让横飞的子弹打掉了。他们每个人只能拿着6、7张麻将玩，麻将简约版。对韩哲来说，值得注意的是，这4个打麻将的人，3个都是敌对游戏参与者，1个则是韩哲的友方参与者。韩哲对着其中一个敌对的游戏参与者开了一枪，子弹打中他的脑袋，却砰的一下弹开了。怪不得这4个在枪林弹雨中还能活下来，应该是他们打麻将的时候会防弹，乃至进入无敌状态。不知道把他们的麻将炸掉他们会是什么反应，但韩哲也没空管他们了。入口被各种物体堵死，清理需要较长时间，韩哲只能尝试用炸药炸开。这是韩哲最后的炸药了。一声巨响后，门口的许多杂物被炸开，虽然有些东西很硬，依然在原地，完全不受炸药影响。比如就有一个女人的铜雕像原地岿然不动，韩哲也不知道是什么雕像，只觉得有点眼熟嘛，可能是谁臭不要脸给自己立的像，或者是哪个舔狗给女神立的像，但是那些都不重要。总之还是有一个洞口被炸了出来。你俩进去看一眼，马上出来。韩哲随便挑了2个少女士兵下命令，虽然时间不多，但是必要的探路环节还是要有的。2个少女士兵没有犹豫，立刻就洞口进入了大楼。很快他们3个就出来了。长官，里面是一个空的大厅，放眼望去没什么问题。3个少女士兵中的一个回答。韩哲皱了皱眉，说道：大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是傻逼？什么？少女士兵还是一脸迷茫。你们2个人进去，3个人出来，我再瞎也能看出来吧？你不但侮辱我的眼睛，还侮辱我的智商。韩哲骂道。哦，也对哦。少女士兵点了点头。砰砰砰，韩哲直接开枪扫射，直接将3个出来的少女士兵全部射倒，一个没留。旁边的少女营长一阵惊异，长官，你怎么？这多一个人，旁边2个士兵一点反应都没有，肯定都是假的。韩哲解释说。长官英明。少女营长立刻点了点头。你去看看他们3个的情况。韩哲又对身旁另外的一个少女士兵下命令。少女士兵得令，举着枪向前查看。这时候中枪刚倒在地上的少女士兵猛地又坐了起来，用极快的语速说道：兄弟，你看出来了也没用，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炸弹啊。他的话一说完，3个地上的少女士兵轰然起爆，爆炸的气浪瞬间席卷周围，将韩哲等人一下掀翻。韩哲只觉得眼前一黑，但是他还是下意识地护住脑袋。韩哲撞在地上，脑袋嗡嗡作响，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了，但是他还是挣扎着爬了起来。韩哲只看到不远处一个少女士兵朝自己走过来，但是因为韩哲还在眩晕状态，只能看出身影是少女士兵，看不清楚脸。长官，你还好吧？这个看不清楚脸少女士兵边靠近边说道。你别过来！韩哲举起枪喊道。长官，你冷静点！少女士兵喊道，却并没有放慢脚步。韩哲立刻开枪，2发子弹打在少女士兵的胸膛。少女士兵中了枪，颤抖了一下，停下了脚步。长官，你太令我伤心了，炸死你！轰！这个少女士兵也爆炸了。韩哲再次被气浪推倒，不过这次要更远一些，威力也小一些。韩哲倒是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他再次爬起身，看了看周围，他瞬间意识到了不妙，周围还很多少女士兵。既然对手已经趁着刚刚的爆炸在自己周围混了一个假的少女士兵，那周围的少女士兵很可能还有假的。太棘手了，这些假的少女士兵不但能模仿衣物在内的形象，还能自爆，比韩哲之前在监狱里遇到的那个能变脸的囚犯真的强多了。周围众少女士兵们也有点慌乱。长官，有什么命令吗？他们纷纷看着韩哲问道。你们全部离我越远越好！韩哲喊道。少女士兵们收到命令，立刻四散后退。离韩哲最近的人立刻就变成了不远处的加强叔。我就不用了吧？只此一家。加强叔指着自己陪笑道。韩哲枪口指着加强叔，质问道，说一个只有我们几个伙伴才知道的秘密。尽管加强叔头上有友方标志，但是提示里说得很清楚，敌方在伪装情况下也会显示为友方，所以韩哲不敢懈怠。笑笑说，秘密。加强叔一愣，不知道就别怪我了。知道知道，有秘密。加强叔连忙说道。扣扣小兵下面没有接口。啥玩意？韩哲一愣，就扣扣小兵啊？你不是要说秘密吗？我就知道这个了。你怎么知道的？韩哲皱眉道。抽空偷偷看了下加强叔。OK， 够猥琐，是我熟悉的那个队友，过来吧。韩哲把枪转向稍远处的深情姐和小乌哥。黑虎哥。小乌哥连忙说了一个，可以，过来吧。五弟。深情姐也赶忙说了一个，也没问题，过来吧。队伍里的几个人都没问题。至于少女士兵们，排查起来费劲，韩哲也没有时间一一排查了。他抬头看了一眼霓虹灯上的倒计时，还有30秒，没时间了。加强叔提醒道。韩哲也明白，自己几个人可能只能冒险硬闯一下了。进去以后，看到任何能动的，直接开枪，不要犹豫。韩哲提醒道。3人点了点头。你们就在原地等着。韩哲给这些少女士兵下了命令。
接着，韩哲召唤了寇群管家开路，先一步进入洞口，自己几个人跟在稍远的后面，这样里面有什么陷阱地雷，还能让这个结实的铁脑壳烫一下排雷。而且，如果里面真的是出口，那现在或许真的就是最安全的时间，因为这是出口关闭前的20秒，基本是最后的时间了。即使有蹲守在里面的敌方游戏参与者，现在也应该走了。寇群管家进去2秒，没有任何声响，韩哲等人也赶紧跟上。进门的瞬间，韩哲同时打开了头灯，枪也已经准备好了，只要看到人，无论是谁，一律扫射。韩哲冲进去，里面是一个大厅，正中央还真的就静静地站着一个人。韩哲的头灯瞬间照在站着的那个人脸上，那人的面容被韩哲看了看清清楚楚。原本下定决心见到人就开枪的韩哲瞬间犹豫了，怎么会？因为韩哲看到的就是先前直接从窗口飞进来那个猥琐男。不过因为他的技能太离谱了，直接当场认爹，所以韩哲更想叫他认爹男。怪不得在外面的街道没看见这家伙，原来已经进来了。最重要的是，这家伙是防弹的。韩哲原定的计划是挡我折死，进门见到什么都直接击毙。现在手里的枪毫无意义了。对于这个不怕子弹的家伙，韩哲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认爹男先看到韩哲，脸上闪过短暂的惊讶，然后是一个韩哲不太明白的表情。惊喜？没错，这个认爹男看到韩哲，居然脸上浮现了惊喜。是你们啊，没白费我在这里等。认爹男高兴地看向韩哲的身后其他人，这里究竟有什么？韩哲急忙问道。只有一点点时间了，韩哲现在根本不想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在这里等，只想知道这个倒计时的地点里究竟有什么。还能有什么？这个呗。认爹男盯着韩哲背后的其他人，向左一步，指了指身后。他背后不远处，大厅的尽头，那里有一扇熟悉的钢制防火门。没错，正是楼层交界门。这里确实是出口。韩哲急切道。还剩10几秒了，你还不走出口吗？认爹男摇了摇头。这次先不走，我在这里等，只是为了找你们。出口都不走，也要找我们？这让韩哲几人愣住了。韩哲也更懵了，自己这些人可能和这认爹男有点过节，但是应该也没血海深仇，这家伙出口都不走，也要堵自己这些人吧？韩哲也没工夫搞清楚。你不走，我先走了。韩哲直接尝试远远绕开眼前的认爹男，朝着他身后的出口跑。申晴姐3人也是赶紧跟上。对不起，不行，我还有话要说。认爹男说道。接着，只见大厅两边几根粗圆柱后面都站出来了一个人，得有7、8个人，还有帮手啊。虽然他们头上都显示的是队友标志，但是韩哲明白，他们应该会像之前的黑虎哥一样对自己不客气。不过韩哲没有多看，他只想看看能不能靠速度冲进这扇门。在下一秒，一尊大铜像突然出现，立在了出口的门前，完完全全堵住了门，和外面那尊大铜像一模一样，都是女人像。这一下让韩哲深知，这一次的出口自己是过不去了。他看着从柱子后面站出来的这些人，掏出了和原本相比1/3长都不到的乐高匕首，再用几次应该就是乐高指甲刀了。紧接着周围瞬间黑了下来，大厅陷入黑暗，只剩下韩哲几个人头灯的光柱。韩哲明白，这是头顶的霓虹灯熄灭了，倒计时已经结束了。韩哲看了一眼铜雕像后的门，已经变成了正常写字楼里的电梯门，也就是说，出口已经关闭了。这时候，认爹男的那些帮手也各自打开了手电筒，大厅又烧亮了起来。你究竟要说什么？韩哲皱眉说，是有话要说，但不是和你说，你自作多情什么啊？啊？那你找谁？我要和他说。认爹男指了指韩哲身后的申晴姐。韩哲几个人回头看了看申晴姐，和他有话说。我？申晴姐也很迷茫。对，我在这里其实就是为了等你。认爹男说。等我做什么啊？申晴姐皱了皱眉。我就直接说了吧，我带着我的10个爹在这里就是为了表白的。啊？韩哲几个人都懵了。认爹男盯着申晴姐，手中突然出现一捧鲜花。笑傲文学。接着他用一种柔和的语气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见面就深深被你的魅力吸引了，所以我在这里一直等，就是为了等来你。对，嫁给他，嫁给他。认爹男身后的10个爹也突然开始振臂高呼。韩哲几个人更懵了，这什么啊？这加强叔转过头，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了看申晴姐，你竟有如此魅力，就一眼能把对面迷得死去活来，我真是眼拙了，没发现你的魅力。申晴姐也更迷茫，我不知道啊。韩哲也是仔细打量了一下申晴姐。申晴姐虽然颜值也还不错，但是要说能让对手看一眼就爱上，出口都不走了，要堵在这告白，她还是没那个实力。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韩哲开口小声说道，显然我之前拿枪打这家伙的时候，枪械的加成效果还没消散，所以现在你是说他？申晴姐幡然醒悟，对，这家伙中了双重痛苦折磨效果的子弹，虽然没有造成伤害，但是还是强制他吃爱情的苦了。韩哲解释道。此时此刻，韩哲也是突然明白，这门口的铜像为什么自己觉得眼熟了。那铜像雕的不就是申晴姐吗？那为什么是我？申晴姐说，可能你是周围唯一一个女性，她没得挑。加强叔说，应该是这样。韩哲也点了点头。你这不是害我吗？现在我怎么办？申晴姐皱眉道。韩哲和加强叔转头看了看另一边认爹男的10个爹，嫁给他。
嫁给他。他的那10个爹一边喊着，一边满是杀气的看向这边，仿佛是在喊杀，非常有表白的气氛，太浪漫了。黑虎哥甚至也在里面。加强叔叹了口气说道：“我觉得你不答应一下，我们应该是走不了了。”申晴姐满脸写满了不愿意，毕竟这个认爹男实在是长得猥琐，技能也猥琐，就算是一般女生或许都很难愿意。实在不行，假装答应一下，再找机会抽身。韩哲皱眉道。申晴姐深吸了一口气，冲韩哲点了点头，接着她转头看向认爹男：“好，我答应你。好，那就送入洞房吧。”10个爹突然开始振臂欢呼。什么？申晴姐一个机灵。对，她说送入洞房。加强叔点点头。啊！申晴姐警惕地看向那10个爹，只见最前面的2个最壮的已经快速向申晴姐走过来了，一看就是来送货的。帮帮我，求你了！申晴姐慌忙摇了摇韩哲的衣袖。韩哲轻叹一声，毕竟申晴姐也是队友，韩哲也不想真的把她推火坑里去。韩哲只能站出来，冲认爹男说道：“兄弟，外面有一个连的妹子，要不先别着急做决定，我给你换个好看的。”认爹男听了，脸上满是鄙夷，甚至有些愠怒：“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的爱情？我是有操守的，不是随便找个女的就行，好吗？明明只见了一面，还仅仅才是2个小时前，这爱情就非常有操守了。”韩哲只能再说：“你的爱情既然这么有操守，那就应该慢慢来吧。入洞房也太快了，搁着求偶交配呢。”认爹男若有所思。认爹男的2个爹已经接近韩哲等人，韩哲准备使用乐高匕首了。4爹、7爹，先算了吧。认爹男突然叫住他这2个爹，被称为4爹和7爹的2个人停下了脚步。你确定？他们问道。给我点时间，我决定慢慢来，先恋爱后结婚，然后再入洞房。认爹男说。行，我们尊重你的选择。2个爹点了点头，直接作罢。韩哲几人松了口气。接着认爹男突然跑了过来，一下抓住了申晴姐的手，把她拉了过去。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咱爹。好，申晴姐强挤出笑容说。认爹男首先把申晴姐拉到了一个壮汉面前。这是我大爹，技能是防弹和近战强化。申晴姐抬起头，这才注意到这个大爹是黑虎哥。她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黑虎哥？还叫黑虎哥吗？黑虎哥看着申晴姐，笑笑道。那叫什么？申晴姐一愣。你说呢？认爹男用肘关节轻轻扛了下申晴姐。申晴姐立马就明白了，但是她还是摇了摇头。不行，我叫不出口。心儿喜有点见外啊。其他几个爹脸上瞬间阴沉下来，甚至又有了杀气。爸！申晴姐连忙着微笑着叫了一声。黑虎哥点了点头。后面的韩哲3个人也是皱了皱眉。申晴姐这回有点太惨了，关于我的队友突然变成我的岳父这件事，认爹哥也是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拉着申晴姐到另一个更年轻的人面前。这个是我的2爹，技能是变成司空阵，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司空阵。爸！申晴姐硬着头皮喊道。这个是我的3爹，技能是高考囚笼，能把人关在牢房里，做完一张卷子才能出来。爸！这个是我的4爹，技能是痔疮自医指南，可以把别人的脑袋塞到他自己的屁股里去。爸！韩哲3个人听到这个技能，也是眉头更加皱起了。这么恐怖的技能，还好刚刚没惹。首尾呼应是吧？这是我的5爹，技能是酷炫吉他，可以用吉他发射远程激光。爸！笑傲文学。很快就介绍到最后一个人了。这最后一个人也是最特别的一个人，和其他人看上去有本质的不同。韩哲几个人在后面看的也是一脸迷茫，因为这第10个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女人，穿着碎花裙长裙，肉丝短袜加上老气的女鞋，看着非常有乡土气息。齐耳短发，面容看着有点凶。韩哲一般叫这种都叫大妈，现在这个应该叫很凶的大妈。但是他的10个爹里能出现女人，这让韩哲实在是有点意外。难道他这个技能没有性别限制，也能认女人当爸爸？那可太强了。这也是你爸？申晴姐看着中年女人震惊道。对，这是我10爹。认爹男点点头。爸！申晴姐已经习惯了。你好。10号爹的中年女人回应，但是她的声音却是一个很年轻的男生，这让申晴姐和韩哲3人一阵惊讶。难道是男扮女装？给你们稍微解释一下吧。10号爹中年女人说。好的。申晴姐点了点头。接着10号爹中年女人跟众人解释了一下，我原本就是纯爷们，但后来得到了一个技能，叫超级英雄机制变身，将会随机获得一个能变成一位超级英雄的机制。机制？申晴姐没听懂。对，就是机制，比如蜘蛛侠产生机制，就是被什么咬了就能变成什么侠，就比如被人咬了就能变成人类侠。10号爹的中年女人继续说明着，我抽到的是蝙蝠侠产生机制。蝙蝠侠原本害怕蝙蝠和黑暗，为了克服恐惧，最后变成了蝙蝠侠，所以我的技能也是害怕什么变成什么侠。那你害怕的是我妈？10号爹的中年女人皱了皱眉。韩哲等人瞬间明白，眼前的这个10号爹现在应该叫他妈妈侠了。好吧，虽然韩哲心里还有疑问，但是韩哲也没敢问出来。除了这10号爹妈妈侠，其实前面还有2个爹，他们的技能很能引起韩哲重视。一个是6号爹，技能是拟态炸弹，就是他刚才给韩哲等人带来了莫大的麻烦。
他的技能也和韩哲想的一样，能造出可以自爆的召唤物，这个自爆召唤物还可以变成其他人的样子，衣服都能模拟出来。对，他这个召唤物不仅可以放在敌人那边当内奸，还能直接近处起爆成为战斗技能，感觉至少是 B 级乃至 A 级技能的水平，凭个 S 级韩哲也能接受。还有就是8号爹，技能是大肠空间，可以召唤一段存在于高维空间的大肠，它可以把东西藏在大肠里，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技能穿过一般的墙。韩哲之前进来的那2个探路的少女士兵，还有之前闯进来的其他游戏参与者，都是先被其他人干掉，然后尸体被这家伙的大肠空间一下吞掉，所以这里才这么干净，除了他们见不到任何其他人。总之，任爹男这10个爹加起来已经是一支很强的队伍了。好消息是，这10个爹其实都是韩哲的队友。坏消息是，他们现在都归韩哲的敌对方参与者任爹男控制。现在任爹男对申晴姐都表白了，肯定是持友好态度乃至更亲密的态度。但是对申晴姐友好亲密，对韩哲3人未必会是这样。他对自己这3个人将会是什么态度，韩哲不好说。如果不得已，韩哲也只能拼命一战。此时的另一边，10个爹和申晴姐又寒暄了几句。6号爹还向申晴姐道了歉，说他其实不知道外面是自己儿子一直在找的儿媳妇，不然也不会派出你胎炸弹。申晴姐也只能连忙说没事。接着任爹男兴奋地对申晴姐说，行吧宝贝，有我和咱10个爹保护，剩下的楼层你绝对安全，没有人能动你的。谢谢。申晴姐点了点头。不过宝贝你先等等，我先把这几千积分收割一下。任爹男拍拍申晴姐的肩膀，转头看向韩哲3个人，目光变得凌厉。韩哲也是一阵紧张，这个节骨眼其实是韩哲最弱的时候，因为他的最后杀器，那个能召唤大卡车把目标撞入异世界的皮球，还在俄武帝那家伙的空间仓库里。因为那个皮球确实太大了，所以韩哲不能贴身携带，只能这么做。但是韩哲想不到的是，俄武帝失联了。没错，一个属于自己的召唤物居然失联了，这谁想得到？现在韩哲的手头能产生些威胁的只剩下了乐高匕首。这时候申晴姐也是脸色一变，她连忙拉住了任爹男的胳膊，别，他们是我的朋友，放过他们。对于申晴姐突然拉住自己，任爹男先是瞬间的惊喜，或许他以为申晴姐是想挽他的手表示亲密，但是他听到申晴姐的话语，脸上也是略微阴沉。可是他们是我的敌对方，任爹男冷冷道。可我也是，你的爸爸们也是。申晴姐接着说道。这一句话一下让任爹男噎住了，他顿了顿说道，我爸爸们不会害我，你也不会，他们可不一样。他们也不会。申晴姐继续说，谁能保证？我。申晴姐语气更加坚定，但是她说出来又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不好，便立刻转而用一种更柔和的语气说道，笑笑说，你要是连我朋友都要害，我就不跟你好了。这种语气，韩哲知道有一个书面名词叫娇嗔，对于现在已经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任爹男来说很有杀伤力。任爹男犹豫了一下，轻叹了一口气，好吧，听你的，就放过他们，不但要放过，还要像保护我一样他们。申晴姐乘胜追击，这怎么能行？我的朋友你都保护不了吗？行，我尽量。任爹男看向韩哲等人，他的眼里虽然满是不愿意，但是确实没了之前的敌意。你们3个就跟我一起走吧，我保证你们的安全。任爹男说道。加强叔立刻小声在韩哲耳边嘀咕道，这家伙靠谱吗？要不我们找个机会溜了。韩哲也是小声回答，我也不知道爱情的苦的子弹能持续多久，不过他这个全明星阵容，我们兴许能暂时利用一下，然后再溜。韩哲的意思，加强叔和小乌哥立刻就明白了。这次出口开启，本是韩哲利用一个连的少女士兵做诱饵才冲进来的。这一次出口开启，众人错过了。虽然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开启，但是等到下一次出口开启，韩哲等人目前还真的缺少有效的方法从混战中杀出一条路。和只靠韩哲几个人去尝试冒险冲进出口相比，做任爹男的10个爹顺风车虽然同样有点冒险，但是相对要稳妥很多。3人点点头，达成一致。姐夫。加强叔一边陪笑，一边给了任爹男一个表示认可的称谓，即使他比申晴姐和任爹男的年龄都要大。一时间，韩哲都为加强叔的能屈能伸所惊叹，这境界太高了。姐夫。韩哲和小乌哥也赶紧跟着叫一声姐夫，可以大大提高众人的生存率，无论是不是出自真心，都是值得的。任爹男脸上的表情更加缓和。申晴姐先是瞬间的震惊表情，但是很快就收了起来，恢复了正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外面的街道上突然又响起了枪声，接着韩哲就看到自己的右腕上的设备闪动了一下。韩哲看了一眼，居然是击杀提醒，4000积分入账。是的，从第3个之后，每个击杀都是4000分，不再递增。这就意味着韩哲的召唤物杀死了一名敌方参与者，应该就是外面的少女士兵们。韩哲几人连忙跑出来查看，没了头顶的霓虹灯照明，外面的街道昏暗了不少，不过也没到什么都看不见的地步，因为在稍远处街区的另一边的一座楼房上又亮起了一座霓虹灯倒计时，将整个街区微微照亮。这次的倒计时是12小时，韩哲这才明白是每12个小时开放一次出口，原来是滞留了12小时的人流量，怪不得有那么多人抢这个出口，而且应该每次出口都是在街区的不同位置，所以之前出口前面会那么干净，因为本身就是新的。但此时此刻，
韩哲还有更要紧的事，因为眼前自己的那些个少女士兵正在和街道另一边的几个人交火。此时整个街区几乎安静，只有韩哲面前的这条街道在响交火声。显然那些参与者对西瓜条的追杀基本已经结束了。现在这些人赶回来，估计是回来捡战利品的，然后和少女士兵们交了火。在这个安静的街区，如果只有你一个地方交火，带来的严重后果韩哲已经见识过。那些被引走的千军万马很快估计就会听到枪声赶回来，到时候这里又会成为风暴中心。韩哲等人一时间就想暂时躲一下，不过现在他们是客人，说的不算，姐夫才是管事的。韩哲几个人看向走出来的任爹男，很快估计要来很多其他人，要不要先找地方躲一下？韩哲对任爹男说道。任爹男转头看了一眼申晴姐，是欣然同意。也好，我正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相处一下。于是众人很快转移撤退。走的时候，韩哲还看了眼之前的那4个打麻将的位置，现在原地留下了3具尸体和一张倒地的麻将桌，输了就得死。众人暂时躲在了附近的一个商铺的2层。韩哲3人试着找了找补给品，但是所有的食物、饮水货架都是空的，其他什么工具货架、药品货架都是满的，但是这里也没有被搜过的迹象，就像是特意没有准备食物补给。这似乎是个不好的迹象，证明这个霓虹笑脸越来越抠了，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众人在黑夜里等待着，10个爹则是各自找了个地方坐下，有抽烟的，也有闭目养神的。黑虎哥则是一直没理过韩哲等人，仿佛从来没认识过。剩下的少女士兵还有10几个，他们都盘坐在店铺里一旁的小空地上，在昏暗的环境里静静地等待着韩哲的命令。韩哲看着这些少女士兵，总觉得怪怪的。有点不同的是，好像有些人少了朝气。韩哲想了想，还是找到了拥有拟态炸弹技能的6号爹。6号爹也是个中年人，在一旁抽着香烟。韩哲开口道：“叔，我的那些女兵手下里，是不是还有你的拟态炸弹？你怎么知道？”6号爹笑笑：“有几个的感觉就和我的手下不太一样。”韩哲回答：“还挺敏锐啊。”6号爹吐了下烟圈：“不过，你确定要我把拟态炸弹们撤回来吗？”“确定不确定？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废话吗？即使目前6号爹算是有方，但是谁希望自己身边混着能自爆的内奸啊？”韩哲果断点点头：“确定，你还是撤回去吧，我用我原本的手下就行。”“好。”6号爹冲韩哲的少女士兵们做了个手势：“都站起来吧。”哗！除了坐在最前面的少女营长，后面的少女士兵们一下都站了起来。韩哲睁大了眼睛，旁边的加强叔和小乌哥也是看傻了。那我就都收起来了呀！6号爹说着，又是一摆手，这些少女士兵尽数变成白色泥状，快速融化，然后消失在地面上。原本的空地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一个少女营长，她的表情有震惊，但是稍纵即逝，估计也早有点察觉了。但是韩哲看到这一幕，真的有点接受不了。他原本以为有一个，顶多也就几个，结果没想到替韩哲主题公园是吧？韩哲一笑，随便看了一眼墙上的东西，接着韩哲就愣住了。墙上贴的是几张一模一样的类似通缉令一样的东西，上面有一个大标题：全城协力，大家一起找到这个放西瓜条的崽种，剁了他。下面是一幅画像，韩哲一眼就认出画像上的人是自己。我靠，怎么会？加强叔拍了拍韩哲的肩膀：兄弟，看样子你现在是天下共诛之啊。韩哲看着墙上贴的通缉令，上面的画像真的就是手绘的风格，不过画的非常像，就是不知道这个贴通缉令的人是什么技能，居然能够知道那些西瓜条是韩哲放出来的，而且还能给韩哲画出像，这能力不去当警察大王有点屈才。韩哲转头看了看僻静黑暗的巷子，虽然上了通缉令，但是他心里并不慌，上了全城黑名单又如何？现在根本就没人看到自己，而且吧，即使这个通缉令真的有效，韩哲也立刻想到了别的对策。接着看着加强叔、小乌哥两人满脸的担忧，韩哲摆摆手：没关系，他们也找不到我们，就算会遇到，该打仗的本身就要打，没有什么大区别。韩哲说：也是。加强叔和小乌哥点了点头。再说，估计大部分人都不会留意这墙上贴的小广告吧？韩哲随口又说道。加强叔和小乌哥也是连连点头。是啊，墙上的小广告，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在意吧？应该没事。接着，韩哲等人没有再逗留，很快速穿过辅路，来到了霓虹灯倒计时附近。到这里，韩哲才看清楚情况。这次的倒计时霓虹灯位置是在一大片类似棚户区的密集矮屋中央，矮屋们中间有一座6层楼，鹤立鸡群。霓虹灯倒计时就在这座楼的楼顶，楼顶依然有一个大探照灯，照着下面的棚户区，灯柱还在自动转动。总的来说，韩哲觉得这里比前一个楼层出口周围要好很多。之前的楼层出口门外就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完全没有掩体，两边的大楼还到处都是狙击位，想进楼层出口，探头就被打成筛子，只有楼层出口开放后，一堆人冲出去才有点机会。这里不一样，这里全都是密集的矮屋，地形复杂，掩体和躲藏处到处都是，真正非常危险的或许就只有楼层出口门前。这就意味着早点进入棚户区，然后缓缓向楼层出口触摸，或许是更好的选择。毕竟这里的情况太复杂，如果等到楼层出口快开放再进入，可能出口关闭了还没摸到楼层出口。韩哲有了这个想法，三人简单看了看情况，就快速返回了之前的店铺。
韩哲把情况和想法和任爹男简单说了一下，任爹男没听完就直接同意了。他现在实际上已经沉溺在温柔乡里，已经不愿意去思考太多了。至于他那10个爹，实际上都是被控制状态，也没什么想法。至于加强叔、小乌哥，他们本身对韩哲说的话就是，计划就很顺利的决定下来了。在黑夜里又挨了几个小时，终于在倒计时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候，众人来到了霓虹灯倒计时下的棚户区。韩哲其实原本的计划是要再晚些时间的，但是任爹男想要早点来猎杀其他游戏参与者，韩哲等人就只能跟着早来。棚户区里过道很狭窄，还拐来拐去，基本走个10几米就必须拐弯了。过道里还到处有堆放的杂物，非常影响行动。两边则是各种破旧平房或者棚子，偶尔也能遇到2层小楼。这些房子里有些是店铺，也有些是住宅，但无论哪个都是躲藏的好地方。整个棚户区还时不时响起几声枪声，显然双方的参与者也有人早早进入了这片棚户区，然后还交上了火。不过现在的韩哲这些人其实情况很特殊，因为韩哲这些人实际上最大的头是任爹男，他是游戏参与者其中一方，但是他的这10个爹还有申请解韩哲等人又是另一方，这就导致双方的游戏参与者遇见韩哲这些人都会看到有人是敌人的图标显示，而大部分人看见有敌人图标的人出来，估计都会立马展开攻击，这样就会很麻烦。这任爹哥和申请姐这整的跟狼羊链一样，似乎要为双方队伍所不容。韩哲等人仿佛成了双方势力之外的第三方势力，随便吧，就任爹男还有他10个爹的战斗力，成为第三方势力也不是不行。众人继续向着霓虹灯倒计时摸过去，由黑虎哥开路。黑虎哥真的是无论在哪都是开路的。众人往里走了一段，任爹男就要求众人转而向最近的枪声前进，击杀积分对他还是太有诱惑力了。众人只能又沿着过道向那边摸，挤过一个小道是一块小空地，头顶有塑料顶棚，霓虹灯和探照灯的光还能从中透下来。众人原本没有在意，只想快速通过。当黑虎哥走上空地的时候，旁边的旧屋2楼窗户突然打开，一个男人探出窗口，直接朝下面的众人喊话：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滚去别的地方。2楼喊话男人的语气虽然很不客气，但是韩哲能看到他头顶的绿色队友标，没错，窗口这男人属于是韩哲的友方，所以已经算很客气了。知道，这就走。黑虎哥回应一句，尝试快速通过，但紧接着窗口这个男人转头看到了韩哲等人队伍的最后方，准确来说是队伍最后的任爹男。窗口的男人的脸色瞬间变了，停，你们都先别走。任爹男话音刚落，整个空地地面上突然是很多荧光线条亮了起来，泛着微光的线条横竖连接交叉起来，构成了很多个方格。这是一种法阵吗？虽然韩哲不明白是什么，但他明白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韩哲立刻就要往后尝试撤出这些格子的范围，但当韩哲刚迈出一步，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动不了了。怎么回事？地上这些格子是类似囚笼的技能效果吗？韩哲皱了皱眉。这时候窗口的男人从上面一跃跳了下来，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看着还算斯文。你们不同队的怎么混在一起？衬衫男质问道。韩哲没有吭声，现在不是他说话的时候。任爹男和他的10个爹也没有说话，应该是不屑于同猎物废话。不说话没关系，你们把那个另一个队的家伙交给我，我放你们其他人走人。衬衫男冷冷道。还有后面那个也得留下。旁边的一扇门里又冲出了一个穿着旧工装的男人。旧工装男指着后面的韩哲，眼里满是怒火。就是这个崽种，害我莫名其妙追个笨蛋西瓜追了6条街，就算是我队友，今天我也要弄死你。韩哲皱了皱眉，真有人相信那墙上的小广告啊？太愚蠢了。尽管小广告碰巧是真的，而任爹男这边则是完全没有明确的态度表示，他们甚至为猎物也敢和自己谈价码而感到可笑。尤其是现在这个情况，任爹男这边有10几个人，对面不过2个人，也敢叫嚣，多少可能真的有点狂妄。你们都别动手，交给我。4号爹开口说道。4号爹的技能是能把别人的脑袋塞到这个人的屁股里面，听着非常恐怖。其实韩哲也不明白，这得是个什么诡异的角度才能完成这件事，所以他也想见识一下。其他几个爹点了点头。4号爹于是直接向着衬衫男走过去，看样子他这个技能不能远程释放。他走了2步，也突然停了下来。我怎么走不动了？4号爹满脸惊讶，显然他和韩哲的情况一模一样。这里似乎真是个带囚笼效果的法阵。接着4爹努力尝试，却依然无法前进。他的手脚能小幅活动，但是整个人却无法移动。对面的2个人看着无法移动的4号爹，脸上瞬间是得意的笑容。该我了呀。工装男动了，他从背包里抽出一把长长的匕首，几步上前来到4号爹前面。4号爹却依然动弹不得。工装男直接把匕首对着4号爹的胸口狠狠捅了进去，是心脏的位置。4号爹满脸震惊，接着倒了下去，血流如注。4号爹在地上抽搐了2下，很快就不动了。原来是都被控制了啊，击杀还有加分呢。工装男看着手中的刀笑道。显然10个爹作为被敌方参与者技能控制的人，工装男这边杀死也有积分奖励和提示。任爹男的脸色大变。各位爹，保险起见，咱还是一起上吧。任爹男连忙喊道。
他这个反应，不知道是怕剩下9个爹从控制中醒过来，还是畏惧了对方技能带来的威胁。剩下的9个爹倒是点了点头，纷纷动身，但是每个人都只能在原地，怎么也无法移动。该死的，不能动啊！技能也发动不了，什么妖术？几个爹不能动弹，只能纷纷骂道。但7号爹是个例外，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动，他立刻就往对手那边冲，尝试攻击对手。但他也很快和4号爹一样，走出几步又不能动了。工装男也是冷笑一声，转而来到了7号爹面前。7号爹依然无法动弹，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工装男自然不客气，手中的匕首直接刺入了7号爹的胸口。7号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不疼。7号爹咬牙道。工装男一愣，低头看了看7号爹胸膛的匕首，还真的没有血流出。这其实是7号爹的一个技能，不疼。当你被人攻击后，你可以含着泪嘴硬说不疼，即可暂时免除所有受到的伤，一段时间后生效。如果你最后打死了对手，所有的伤将不再生效。说白了就是受伤可以喊不疼，就能赊账，暂时相当于没受伤。如果把对手最后杀死，就不用还账了。紧接着的是让韩哲有些意外，只见7号爹突然伸手握住了自己胸膛的匕首，愣生生将匕首从胸口拔了下来，然后7号爹将匕首狠狠刺入了工装男的胸膛，算是回敬对手。笑笑说，不过7号爹怎么突然又能动了？对面撤招了。韩哲试了试，自己依然不能移动。不是对面撤招了，是对手这个技能有什么特别的机制。韩哲继续看着7号爹这边，工装男胸口被捅了一刀，也是疼得龇牙咧嘴，但是好像并不致死。而7号爹却松了手，静静的在旁边看着。补刀啊！韩哲都有些着急了。补刀啊！10号爹妈妈侠也直接喊了出来。7号爹还是不为所动。接着就见工装男龇牙咧嘴了一小会，他也把自己胸膛的匕首拔了出来，转而刺进7号爹的胸口。不疼。7号爹咬牙含着泪说道，然后抽出匕首刺进工装男胸口。这次选择的是颈动脉，然后就是工装男转而从脖子拔出来刺7号爹。总的来说，就是这2个人轮流把刀从自己身上拔出来，然后捅对面各个要害，非常的有顺序，非常的有条理。这什么回合制战斗啊？在场的韩哲等人看到这一幕，都是一阵迷糊。不过韩哲立刻就意识到，大家都是正常人，一个反常的行为背后必定是有某个或者多个特殊的技能作为原因。什么样的技能能导致这种怪异的情况？韩哲看了看地上的格子，按照格子算，好像4号爹和7号爹每次走的距离似乎都只有2个远。对手虽然一次能走很多格，但是这毕竟是对手的技能，对施法者有优势是再正常不过的。对面的技能或许真的就是强制让战斗变成回合制。原来如此，韩哲明白了，怪不得自己这些人不能动，合着不是自己的回合。笑傲文学，我看对面的技能好像是强制战斗变成回合制。韩哲果断说出了自己的设想。一边的2个人按照规则上是韩哲有方，实际上对韩哲充满了杀意。笑傲小说，一边虽然规则上是韩哲的敌人，但是被爱情的苦难控制，临时对韩哲等人提供保护。现在应该帮哪边？韩哲还是分得清的。众人听到，瞬间陷入思索。而韩哲说得很大声，对面那个和7号爹对刺的工装男听到韩哲的喊声，也立刻顿了一下，下意识地朝韩哲这边看。看他的反应，韩哲就清楚自己就算没完全说对，也说得接近了。任爹男说，那我们动不了，是因为估计是一方每次只有1个回合，只能动1个人，双方轮流行动。7爹用了，我们就不能用了。韩哲说。这个时候韩哲也才明白，为什么对面2个人敢挑战韩哲这边10几个人，因为这个回合制一次只能动1个人，10几个人又如何，100人也是白搭。是这样的吗？任爹男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看着像是这样。1号爹黑虎哥在旁边跟着说，试试看也不是不行。任爹男听了又想了一下，转头冲7号爹喊话，7爹，要不您先缓缓，让我其他爹试试看，您最后补刀。一旁的7号爹经过好半天的对捅，也对捅妈了，也是果断点头答应，他不再反击了。任爹男转头看向其他几个爹，爹爹们，这次谁来啊？几个爹摩拳擦掌。1号爹黑虎哥正打算出手试试，10号爹妈妈侠却抢先一步，让我来。10号爹妈妈侠抢先一步迈出1格，回合强行给了他，其他人瞬间动不了了。一旁的韩哲其实一直也很好奇，这个妈妈侠到底有什么别的能力。只见妈妈侠双手合掌，冲对面的工装男用念咒语般的语气喊出一句，孩子，天冷了，穿秋裤了吗？话音一落，工装男腿上瞬间套上了一件粉红色的秋裤。孩子，天冷了，穿秋裤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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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侠疯狂重复这句话。工装男腿上疯狂出现花花绿绿的秋裤，一层接着一层，偶尔还会出现厚厚的保暖裤，很快就叠了几十层。工装男变成了秋裤男，下身变成了超级大胖子。妈妈侠这才停下来喘口气。韩哲全程看在眼里，好家伙，妈妈侠的能力原来是直接变秋裤，而且一个直接变秋裤，这么用直接变成了一个效果还不错的控制技能，算是充分发挥了他技能的潜力，靠谱。接着应该就是工装男的行动回合了。工装男虽然不清楚7号爹的技能，但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是杀不死7号爹的，于是他果断放弃7号爹，
转而以10号爹妈妈侠为攻击的目标。但是他现在穿的实在是太保暖了，极度影响行动，迈一步都费劲。工装男只能先用匕首直接将腿上的秋裤用力划开。不过这家伙不怕刀，所以匕首是重重戳进去的，毫不顾虑地划开着腿上的秋裤。而因为是强制回合制，韩哲等人也只能看着他破拆秋裤，什么也做不了。难道等他挣脱出来才能到众人的回合？韩哲皱了皱眉，他突然觉得这个秋裤技能也不是那么不错了，因为这个技能给他的感觉就像在回合制对战中消耗自己一回合，然后封锁对手一回合一样，完全就是白折腾嘛。很快，工装男就已经将一条腿从秋裤中抽了出来。当他准备再抽出另一条腿时，他的动作却慢了下来，划秋裤的力道也小了很多。韩哲等人明白是他的回合结束了，他现在只能小幅轻微活动，并且完全不能移动。这个回合的判定似乎不仅是一个招式的结束为准，还有个最长时间的限制。到了时间，你这招没结束也会结束回合。现在对面的工装男应该还需要一回合把另一条腿挣脱出来。众人有了一回合的空余，可以发起攻击。枪！用枪打他！任爹男急切道。是的，在此之前，双方似乎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安静的战斗方式，匕首。因为这里是双方参与者聚集的地方，一旦用枪，必定会引来大批敌人，到时候会很棘手。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自爆召唤物的。任爹男等人为什么在这里，就是被枪声引过来的。而现在，任爹男也是不管开枪会不会把周围潜伏的人全吸引过来了，只想快点除掉眼前的这俩家伙。双方在这里已经耽误得够久了。10号爹妈妈侠抬手阻止，别急着冒险，我还有更好的办法。什么？任爹男奇怪道。10号爹妈妈侠转头看向韩哲几个人，你们谁是最菜的那个？最菜的那个？韩哲等人瞬间就是一愣，质问的什么啊？什么意思啊？申晴姐奇怪道，我能把对手的能力全部替换成你们其中一个人的，所以告诉我你们谁是最菜的那个？10号爹妈妈侠急忙说道。他也意识到一个回合并不能拖太久，所以直接把技能效果喊出来了。韩哲几人明白了，就是从自己这些人中选一个，能力复制给对手。自己这些人中选的那一个人越菜，对手复制能力后就也越菜。10个爹的技能一个比一个生猛，当然不能是他们，所以就从韩哲这些人中挑了。韩哲几个人互相看了看，用最快的速度拼命考虑着。其实几个人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点战斗能力或者控制能力的。除了几人同时看向加强叔，他好像除了一个效果没那么明显的辅助能力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纯辅助啊，以他为对手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他，韩哲、小乌哥和申晴姐看向加强叔，情况紧急，三人也顾不上给加强叔留面子了。好，10号爹妈妈侠点点头，对着加强叔就要发动。等等，我不行，绝对不能选我！加强叔拼命阻止道。看到加强叔的反应，韩哲几人和10号爹妈妈侠都愣了一下，这反应太激动了，显然是有事瞒着众人啊。不过韩哲也能理解，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自己的保命技能说出来，包括韩哲自己也是这样。其他人都不知道韩哲还有一个能把别人撞去异世界的皮球。10号爹妈妈侠看到加强叔这个反应，也差不多能明白怎么回事，笑笑说：“情况紧急。”他看向其他人：“你们还能选谁？”韩哲连忙看了看一直默默跟在后面的少女营长，他是文艺兵，能力可能就只有一个演奏乐器，也算是一个合格的选择。确定了？10号爹妈妈侠连忙问了一遍。确定了。好，10号爹妈妈侠发动了技能，他指着少女营长，冲对面的工装男叫道：“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能不能像他一样？”话音一落，工装男的面容急剧变化，身高也快速变矮，很快变成了少女营长的样子。不过身上还穿着旧工装和那些秋裤，只是衣服显得大了些。在工装男愣神的时候，韩哲试着挪了挪步子，果然能动了。他不仅面容被替换，他的能力也全部被替换成了少女营长的能力。原本的能力被替换，强制回合制就解除了。其他的几个爹也意识到自己能动了，一起揍死他们！众爹很是兴奋。强制单挑结束，现在可以群殴了。让我来，让我来啊！7号爹急忙说道。他的能力是赊账，如果规定时间内不能干掉对手，刺进心脏的刀伤就会生效，他就会一命呜呼。所以按理就应该是他动手。好吧，你来。几个爹停了下来，我帮你一下，免得他们跑掉。10号爹妈妈侠说着，又念了几遍咒语。此时工装男一边向一个出口挪步，同时还在拼命脱秋裤，另一个衬衫男则是已经偷偷溜到了后面一个过道前，眼看就要跑出众人视线。大量的秋裤飞速出现在二人的腿上，衬衫男被沉重的秋裤一拉，直接跌倒。工装男腿上只是又多了几条，应该是这个秋裤增加有上限，不过原本的秋裤也足够影响他行动了。7号爹取出一把自己的匕首，朝工装男走过去。现在你应该怕刀子了吧？7号爹冷笑。是的，工装男的能力被替换，原本的刀枪不入应该也没了，应该能一刀毙命。工装男那少女的脸庞上现在满是恐惧。7号爹拿着刀站在了工装男面前，但是他没有立刻下刀，而是突然大笑。哈哈哈哈，你也有今天？这说的是啥？韩哲听的就是一愣，这俩人早认识了。接着就听7号爹继续笑道：
对不起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不过，既然你无论如何都要死，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吧。告诉你，其实我们10个人，还有我的儿子，都有着1等1的能力。你输的其实不冤。我们老大的能力是近战强化和防弹。接着，7号爹就开始一边大笑，一边介绍着自己这些人的能力。旁边的韩哲还有其他几个爹是瞠目结舌。这家伙在干什么啊？说这些干嘛？老七，你跟他废话什么？赶紧做掉啊！黑虎哥喊道。7号爹只是摆摆手，得意道：“不急，反正这家伙今天也跑不掉的。我就算告诉他真相又何妨？”真相？什么真相？众人听妈了。但是这个工装男必须得交给7号爹动手，众人也没有办法。这边先不管，先去把那家伙干掉吧。拟态炸弹能力的6号爹指了指旁边的在地上艰难爬行逃跑的衬衫男：“我来，我来。”5号爹从包里抽出了一把吉他，他的能力是弹吉他能射出激光。5号爹拿着吉他瞄准地上的衬衫男，然后往前走了几步。看样子他这个吉他激光射程也堪忧。地上的衬衫男看到吉他对准自己，立刻将视线移向了其他人身上。5号爹正要发射激光，5爹不要！任爹男突然冲了过来，一下按下了5号爹的吉他，激光一下打在了地上。怎么了？激光吉他能力的5号爹疑惑道。5爹，大家都是苦命的游戏参与者，何必自相残杀呢？任爹男说道。什么？激光吉他的5号爹听懵了。这明明只是个竞速游戏，我们没有必要杀人的。我们大家都不杀人，只靠竞速决定胜者，不是很好吗？任爹男继续说。你在说什么鬼话？旁边的拟态炸弹的6号爹忍不住说道。我说，即使是在这里，我们也应该保持自己的善良。只要我们大家都这么做，最后不就没有人受伤害了吗？任爹男认真道。众爹皱了皱眉。你放过他们，他们未必会放过你，后患无穷。拟态炸弹的6号爹冷冷道。不会的，爹，我们拿真诚善良待人，别人也一定会拿真诚善良对待我们的。任爹男连忙补充道。任爹男的话实在是太笨蛋，直接给众爹干沉默了。激光吉他的5号爹还是默默举起了吉他，对准了衬衫男。爹，我求求你们了，放过他们吧。任爹男央求道。这是为你好。5号爹不为所动。任爹男见央求无效，连忙又站到吉他前面，双臂张开挡住激光路径。爹，如果你要杀他们，就先杀我吧。几个爹见到这一幕，瞬间一阵紧张。他们可就这一个宝贝儿子，可绝对不能出事。行了行了，不杀了。5号爹只能答应。谢谢爹。任爹男松了口气，接着来到衬衫男面前，帮衬衫男脱秋裤。放心吧，你们没事了。只要我们大家都不去伤害别人，最后都会得救的。任爹男说。谢谢。衬衫男点头回应着任爹男。接着在任爹男的强烈坚持下，衬衫男和工装男，现在是工装少女，被几个爹放过了。谢谢你们，我们知道错了，以后不会再伤害其他人了。他们在道别时认真回应着任爹男。韩哲远远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这个2个人虽然用很认真的语气答应着任爹男的呼吁，但是脸上已经憋不住笑了。加强叔默默在韩哲面前小声说道。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任爹的小子和7爹怎么突然这么寡，直接就要把人放走了？加强叔说的没错，7号爹韩哲不清楚，但这个任爹男一直都是狩猎其他参与者的那一种人，现在变成这样，肯定发生了什么。反常的是背后必定是一个特殊的技能。目前工装男的已经技能被替换，所以不可能是工装男的技能，那就应该就是衬衫男的技能。只是具体是什么效果，韩哲还不太确定。还能怎么回事？那个任爹的和7号爹中技能了呗，可能其他人也有人也中了。韩哲小声回答加强叔。那我们怎么办？你能把他们2个从技能里解出来吗？韩哲说。不能。那不就得了，既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对面那俩家伙现在又只想脱身，那就让他们走吧。也行，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友方参与者，硬杀了也没奖励。加强叔点点头。之后在一番道别之后，衬衫男和工装男离开了，任爹男也在原地，脸上满是笑容。他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而高兴。啪嗒，7号爹倒在地上，胸口血流如注，抽搐了2下不动了。是时间到了，他胸口的赊伤强制还债了。片刻之后，任爹男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消失，接着他的脸也抽搐了起来。MD， 我刚刚做了什么呀？显然之前那个衬衫男有能控制别人思想或者行为的技能，不过看任爹男和7号爹的表现不尽相同，应该效果不固定或者不唯一。技能具体是什么，众人都有点想法，但是信息太少，大家也不太能确定。不过众人也没有太过纠结，现在的条件下，一个别人的技能也搞不了太清楚，知道这个衬衫男有类心灵控制技能就差不多了。之后任爹男继续进行他的狩猎行动，继续奔着整个棚户区的枪声去。显然还剩8个爹，他一点也没打算省着用，应该是他这个爹用完了还能再任性的，属于是可再生资源。不过任爹男虽然有点狂妄，但是并不蠢，他也明白我可以去风暴中心，但是我不能成为风暴中心的准则。有枪声的地方他要去，但是枪声太密集的他就绕着走，而且每次到地方都是能偷袭1-2个就偷袭，没机会能偷袭就走人，绝不逗留。当然除了直奔过去的，也有狭路相逢的，那是一个相对宽敞的大过道，众人正在赶去最近的一个枪声点。
这个枪声点一个枪声，应该人不多。接着，在一个岔路口，众人迎面撞到了一个瘦小的男人。韩哲看到瘦小的男人头顶的标识是敌人，也就是说他是任爹男的队友方。但是因为八个爹和韩哲这些人的存在，在这个瘦小男人的眼里，应该看到的是满眼的敌人标志。他似乎被吓得够呛，连连后退数步，掏出一把手枪的对准众人。都滚开啊！1号爹黑虎哥直接上前堵在枪口前，内心毫无波澜。你直接开枪吧。哪知瘦弱男人根本很是犹豫，拿枪的手哆哆嗦嗦，一时居然不敢开枪。见他不敢开枪，黑虎哥笑了一下，直接向前走了一步，逼了一把瘦弱男人。开枪啊，软蛋！你！瘦弱男人还是在哆嗦中扣下了扳机，枪却没有响。瘦弱男人愣了一下，接着他不相信的又扣了几下扳机，依然只有枪击声。瘦弱男人慌忙抽出弹匣查看，弹匣是空的。我装的满弹啊！瘦弱男人怀疑人生。爹爹们，直接把他干掉吧。一旁的任爹男开口了，他不是你的队友吗？黑虎哥说，我不需要额外的队友，给爹爹们加点分也是好的。任爹男说，孩子真孝顺。8个爹听到这句话，互相看了看，一下不知道谁来拿这份击杀奖励分了。交给我吧，这种小角色我能很安静干掉。黑虎哥说，其他爹点点头。黑虎哥转而看向眼前的瘦弱男人，瘦弱男人看着黑虎哥，慌乱道：“你过来我就放大招了，别逼我。”放大招？黑虎哥皱了皱眉，完全不为所动。这个瘦弱男人实在是不像有什么牛皮大招的样子。正当黑虎哥要接近的时候，瘦弱男人还是忍不住了。我变身了！他直接把他要做的事喊了出来。接着他浑身泛起光芒，身体也在1秒内飞速变化。很快，他就真的变了一个样子，肤色变得棕黑，两腰多了2只新的手臂，背后多了2块分开的棕色硬皮肤，再加上他头顶多了一对长长的触角，这形象看着无比眼熟。众人皱了皱眉，太像了，简直就是一只超级大蟑螂，还是南方的那种，被蟑螂咬了变成蟑螂侠是吧？好恶心！申晴姐忍不住说道。不过说实话，变成蟑螂能有什么能力？韩哲也有一点点好奇。物理杀虫剂！黑虎哥喊出了自己的招式名字，获得能力提升。他没有任何迟疑，重重一拳打在了这个蟑螂人的腹部。带有能力加持的拳，威力是很惊人的。这一拳打在蟑螂人腹部，力道极强。蟑螂人的肚子直接被打出了一个大洞，侧面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了。这就打死了，秒杀！众人都是一愣，难道蟑螂侠的唯一能力就是靠外形吓死对面？众人正在想着，地上的蟑螂人的屁股后面突然掉出一个白色的梭状物体，朝外滚了滚。众人还没看清楚是什么，梭状物体突然炸裂开来，里面居然是10几个没穿衣服的小人，脸全部长得都和刚才的瘦弱男人一模一样，但是体格都很小，每个看着比新生都要上小1号，身上还有一些粘液。这些超小号瘦弱男人抬头看了众人一眼，然后快速爬动，迅速消失在了周围的各个角落。众人面面相觑，这一幕不但很恶心，还很怪异。你加分了吗？任爹男看着地上的残骸，皱眉道。没有。黑虎哥看着也是呆滞的摇了摇头，看样子没杀掉。任爹男摇摇头说，下次遇到再说吧。所以这什么恶心的破技呢？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加强叔忍不住小声对韩哲道。韩哲想了想，我看懂了，这蟑螂侠的能力应该是卵夹。卵夹就是你平时踩死蟑螂，如果没踩烂死蟑螂的卵夹，那卵夹就还能孵化成小蟑螂，然后过几天你家就到处都是小蟑螂。韩哲说。加强叔皱了皱眉，所以他的技能就是像蟑螂卵夹一样播种自己，这么恶心。申晴姐一旁听着都受不了了，应该是只有一个是真身吧，要真是播种自己这个技能也太……我觉得也是。加强叔点了点头。众人走过这恶心的场景，在棚户区里继续循着枪声穿行。为了防止再出现上次的情况，韩哲还随手扯了个快步，把自己那张上了通缉令的脸遮了一下。之后的时间里，众人多次赶到枪声的发生地，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几个人在火并，也都是双方在用枪对射。这种情况8个爹轻松出手就能全部连锅端，只有一次来的有些晚了，赶到的时候已经有20几个人在拼。不过也是这次，韩哲见到了有人施展特别的技能，比如有一个家伙拿着2把剑，韩哲很快就认出来那是小时候看的《犬夜叉》里杀生丸的那2把配刀，一把是杀人的刀，有额外伤害效果，一把是救人的刀，有治疗的效果。这个游戏参与者就一边拿着杀人刀砍敌人，一边拿着救人刀砍自己。这种用法，韩哲没看《犬夜叉》的后面内容，不知道杀生丸后面有没有想出这种变态的用法。反正这个参与者是在人堆里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中了几枪还生龙活虎，很是生猛。因为人很多，还有更多其他人往这边赶。任爹男只观望了一会，就带着众人离开了。韩哲也不知道这20几个人最后杀了个什么结果。从火并的附近区域出来，小乌哥看着任爹男，忍不住开口，小声在韩哲和加强叔旁边说：“这家伙杀的都是我们的队友，我们这样一直跟着他能行吗？”还没等韩哲回答，旁边的加强叔就开口道：“行啊，怎么不行？怎么就行啊？”小乌哥说：“当然行啊，你想，能被这家伙轻松杀掉的，其实都是菜比队友，而我们不需要菜比当队友，所以杀就杀了。”加强叔小声说。韩哲和小乌哥听到这里，也是愣了愣神。
这家伙说的虽然未必正确，但是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菜比队友嘛，死就死了，确实有道理。什么帝王之道？韩哲都忍不住默默点头。也就在这个时候，申晴姐突然给韩哲做了个手势。韩哲看懂手势，立刻把头探了过去。申晴姐对着韩哲耳语道：“韩哲，你的那个爱情的苦子弹效果应该快失效了，赶紧想想办法。”你怎么知道？韩哲一愣，开玩笑，我是女生哎。啊？韩哲不太懂，我是女生，很敏感的。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出来，爱意越来越淡了。申晴姐说。韩哲抬头看了一眼上面的倒计时，还有10几分钟。这个爱情子弹已经持续了近12个小时，现在虽然已经有逐渐失效的迹象，但是到完全失效，再扛到20分钟应该不算太难。那应该差不多能维持到韩哲等人进入出口。只要韩哲几人能进入出口，就能和任爹男分道扬镳，到时候完全失效也不成问题。不过韩哲还是得防备一手，防备效果提前失效，任爹男对自己几人起杀心。没事，离出口开启也没多少时间了，应该能撑过去。韩哲尝试安慰申晴姐，申晴姐在担忧中还是点了点头。时间不多，任爹男也放弃了狩猎，转而准备从出口离开。此时此刻，出口所在位置那边已经全是枪声了，而且这些枪声是整个棚户区最密集的枪声，其中还时不时有爆炸声和别的噪音。总之，这代表着提前到出口附近的人已经打疯了。即使任爹男狂妄，但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愿意硬趟出口周围的区域。任爹男这边也有他的计划，总的计划就是和他们之前做的一样，利用8号爹可以穿墙的大长空间，穿越这片危险区域，直接进到出口所在的楼房内部。不过大长空间存在约30米的极限长度和数分钟时间的冷却，所以这次的计划有所不同，那就是利用大长空间穿行到离出口较近的一个屋子里，然后守住屋子，再等到出口开放之后，直接从这个屋子里走新的大长空间进入出口所在的楼房内。这是目前任爹男能想到最好的计划。2次大长空间共计跳过了约60米的危险区域，确实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风险。任爹男摊分归摊分，但都是在风险小的情况下摊。现在这个情况，他也明白的尽可能减少风险。接着，众人开始朝着出口附近摸过去。随着倒计时的减少，更多的人汇聚，出口周围枪声的范围也在扩大。向前走了一段路，出口所在的霓虹灯楼房已经到没多远的地方。最近的枪声听着就像只隔了2道墙。8号爹估摸着只多不少了，进入了旁边的一个旧屋，对着出口楼房的方向发动了技能。一个入口出现在了墙上，整个入口1米多宽高，边缘看着像是肉做，还有皱缩，太像了。韩哲几人皱了皱眉，这哪是大长空间，这是直长空间吧？但是无论如何，众人还是得硬着头皮往里钻。黑虎哥开着手电钻了进去，众人也只能打开手电跟上。里面的空间比较窄，韩哲刚进来只能看到一道1拳宽的缝隙，不过是软的，左右一推就能张开，有种小时候充气城堡里的隧道那种感觉。不过更恶心一点，因为空间内壁不仅是温热的，还有粘液附着。申晴姐碰到内壁的粘液，甚至吓了一跳，她连忙问他前面的任爹男，这个粘液不会有消化功能吧？任爹男甚至没有回头，只是冷冷道，不会，你的问题最好少一点。申晴姐立刻就意识到了任爹男话语里的含义，她立刻闭了嘴。这种情况降低存在感，撑到从出口离开才是最好选择。30米的通道说实话也不算长，很快就到了头。出口是关闭的，皱缩在一起。老八，打开门，我先出去探探。黑虎哥在出口前关掉手电说道。8号爹点了点头。皱缩的通道出口一下张开，外面震耳的枪声瞬间冲进大长空间内。看样子这个通道只有开放才会传达声音。韩哲远远看了一眼外面，外面好像是一处较为宽敞的过道。黑虎哥钻了出去，咔咔咔咔咔咔，外面瞬间传来一大片枪击响动声。黑虎哥连忙转头对众人道，外面人很多，但是现在都在忙着懵逼，我们赶紧走。众人点点头，立刻快速往出钻。韩哲钻了出来，这里果然是一条宽敞的过道，地上有几具尸体，过道两头都有人，不过基本躲在各种杂物堆成的掩体后面，韩哲随便一眼看过去看不太全。而这些人大多正在疑惑地看着自己手里的枪。没错，火并的时候大家都高度紧张，突然跳出来一个人，双方都是下意识朝这个人开枪，于是就大家的枪基本都熄火了。众人也是趁这个机会一头撞进了旁边最近的一个旧屋里，但是这只是基本上，有的人并没有向黑虎哥开枪，枪里还有子弹。这些人冲众人开了枪，技能是高考囚笼的3号爹就不幸中弹，栽倒在地。等最后一个人冲进来，众人再回头看的时候，外面地上的3号爹已经被补枪补成筛子了。是的，按照规则击杀才给积分，万一别人这一枪打倒没打死，你补枪打死了，分就是你的。所以别人打倒的人，其他人也会选择补一枪。3号爹就是这个情况，被打倒了，然后有一堆人补枪，惨！有2个爹赶紧关上旧屋的破木门，这扇木门上面已经被榴弹打了不少枪眼，看着就不结实，但是关上门确实能带来不少安全感。韩哲试着再通过枪眼朝外看去，此时两边的人基本换好了子弹，火并继续，新的枪林弹雨。似乎韩哲等人的出现只是电视剧里插播的广告，根本不影响剧情。这里地形太复杂，旁边的平房，对面的旧屋2楼，
还有路边的斜滩后面斜对面的公共厕所，笑傲小说都有人放枪，时不时就有流弹落进来，让人提心吊胆。检查一下吧，这个房子可能也躲着人。任爹男说。众人点了点头，开始翻找检查。黑虎哥则是从旁边的旧楼梯上2楼检查。片刻之后，就听到黑虎哥在楼上一声惊叫：“嘿，还真有！”众人一惊，接着就见黑虎哥单手拎着一个瘦小青年下了楼。这个青年和之前那个蟑螂人一样，都很瘦小，但是比他看着年轻太多了，留着规规矩矩的寸头，可能就是刚成年。他脸色煞白，看着被吓得够呛。韩哲看他是敌人标，证明是任爹男的队友。接着黑虎哥举起了左手拿着的东西，那是一个速写本。不过你们说怪不怪，外面都在开枪，这家伙躲在屋里画小人。画小人？任爹男来了点兴趣，他接过笔记本翻开看了看，韩哲也跟着看了一眼，上面真的就画着个很潦草的小人，还没画完。黑虎哥把瘦弱青年丢在地上，笑道：“直接说吧，你画小人有什么用？”瘦弱青年颤抖道：“能变成我的战士，替我作战。大哥们，别杀我行不行？我给你当小弟，就和他一样。”瘦弱青年指了指任爹男，显然在他的视线里，是一堆敌人标志里面有任爹男一个队友标，自然是因为任爹男是众人收的小弟。小弟？黑虎哥转头看了看任爹男，有点想笑。任爹男倒是也没发火，他只是转而对瘦弱青年说：“你的意思是，你画的东西能变成活的？”对。瘦弱青年唯唯诺诺地点点头。好家伙，还是个神笔马良啊！展示给我看。任爹男的兴趣更盛。好。瘦弱青年点点头，把速写本放在地上，取下别在上面的笔，蹲着继续画他那没画完的小人。几笔画完，活。瘦弱青年念出一句口令，线条小人立刻从纸上站了起来，越变越大，最后直接变成比真人还略大一点的体型，不过身上是和纸一样的白色，而不是镂空的。最后线条小人变成2米多高的线条大人，看着还挺魁梧，但是吧，确实好像不怎么霸气，好像还。接着线条大人迈出一步，看着要走下速写本，咚，线条人直接摔倒，重重栽在了地上，然后他半天都爬不起来，就在地上乱动，看着非常的不协调。韩哲这才注意到，这个小人上肢粗壮，但2腿只有2根线，还一长一短，这不摔跤才怪事了。你画了个什么玩意啊？黑虎哥转头质问瘦弱青年。肌肉男啊。瘦弱青年道。你管这叫肌肉男？是不是侮辱我的智商？黑虎哥皱眉道。瘦弱青年扑通就跪在了地上，哭丧着脸道：“大哥饶命啊！我这个技能是刚抽的，没练习过，在此之前我基本没画过画，所以只能画出来这个程度。”6号爹转头看了一眼地上的那一坨线条人，也忍不住骂道 ：“NND， 你但凡幼儿园的时候跟老师上一课，也不至于画成这样。肌肉男画稿如图。”任爹男真的忍不住了，上天给你这等神技，结果你的水平就只画成这样。黑虎哥跟着说：“你能不能画好点？别白瞎这个神笔马良的技能。”听到6号爹的话，画画的瘦弱青年立刻表示不服。瞧你们说的，如果我能画好，你们见到我的时候，我还能是孤身一人，我不得画几十个大胸翘臀的婆娘陪着我。这个瘦弱青年说的非常有道理，众人一下没话说了。任爹男想了想，转头看向其他人，那谁会画画，来教教这家伙，兴许还能和他合作共赢。画画。众人一愣，画画这个技能，如果说会，那是个人都会，但是如果说擅长，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常见了。众人面面相觑，最后大家把视线都停留在了申晴姐身上，因为画画这种东西，一般是女生可能会的多一些，而这里一共只有2个女的，另一个女的是韩哲的少女营长，因为穿着军装，众人自然选择性忽略了。申晴姐连连摆手：“我也不会啊，我画个眼线还行，画画是真不会啊。”任爹男再度皱了皱眉。大家也都清楚，神笔马良的这个神技得建立在画得过得去的前提。照目前瘦弱青年这个腿都画不齐的画技，画出来一堆残废软蛋，这个技能真就只能用来娱乐了。要不我来吧。韩哲开了口，众人瞬间看向韩哲：“你能行吗？”任爹男说：“虽然不是纯艺术出身，但是基础的美术和画图纸还是学过的。”韩哲回答：“好，那你赶紧教会他，给我们画点派得上用场的。”任爹男赶紧说：“我明白。”韩哲应和道。之后韩哲真的用最快的时间尝试教瘦弱青年画一个结构正常的战斗机器人。事实上韩哲也清楚，画的难看与否并不重要，重要是实用性，不能长短腿，不能头重脚轻，不能有太大的视野盲区。韩哲的脑海里立刻就有个最简单的设计，不过还应该加点细节。倒计时剩余数分钟，撤离计划继续。新的大长空间直接通入出口所在的楼房。瘦弱青年的战斗机器人也画好了，随时都能活过来帮助众人。同时瘦弱青年被黑虎哥始终抓住一只胳膊，以防这家伙耍花招伺机逃走或者搞出什么大麻烦。10号妈妈侠也给瘦弱青年加了10几条秋裤，以限制他的行动。毕竟如果不能把瘦弱青年控制住，他画的机器人活过来，可能只会给众人增加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活！瘦弱青年轻唤一声，纸上的机器人立了起来，接着飞速扩大，很快就冲破了2层屋顶，从屋里挤到了外面的大过道上。这个大型机器人体型是乌龟型，
厚厚的盔甲让这个乌龟战斗机器人看着更像是长腿的坦克，不过外形歪歪扭扭，看着不太舒服，没有正常的坦克乃至乌龟外形舒服。这主要是因为画的人水平确实菜，整个侧面还围了一圈机枪，火力凶猛。韩哲这么设计的原因很简单，乌龟型厚甲耐打，周围一圈机枪没有准度，但是有火力。这样一来，这个战斗机器人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起混乱，拖住外面的人，更少的人进入楼房内就越好处理，韩哲等人从出口逃离也就越容易。乌龟机器人出现在外面的众参与者眼前，很多人都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大家伙惊到了，主要是它真的好丑，像是只异形乌龟。接着乌龟机器人周围的一圈机枪开始朝四周开枪，韩哲等人也开始钻大长空间，啪啪啪啪，乌龟机器人的大部分机枪口一枪都没开出来，枪管就炸开了花，跟放鞭炮一样。韩哲明白，这是因为画乌龟机器人身上机枪时线条歪歪扭扭，导致活了以后一开枪就全炸膛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绘画基本功不是几分钟就能搞定的。其他的参与者看着这个大号的鞭炮机也是一阵猛，在他们猛的时候，四周又是几处爆炸突然发生，这是6号爹的拟态炸弹，用来给这些参与者带来更多的慌乱。众人快速穿越大长空间，穿着10几天条秋裤的瘦弱青年则是被众人拎着走的。到出口处，转而由10号爹控制瘦弱青年，黑虎哥先钻出通道打头阵。出口正是楼层出口所在的楼房1楼，依然是一阵枪击的空响声。果然，这个楼房里面也早就有摊击杀积分的人蹲守，不过他们都没有很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很特别的就被几个爹干掉了。和之前的那个楼层出口大厅一样的装潢，空空的大厅加几个柱子，一边是几个电梯，没有其他的东西，窗户都没有。众人只利用自己的手电照明，那接下来就是守住唯一的门，这也不太难。和之前一样，任爹男发动了他的技能，也不知道叫什么。很多个铜制雕像出现在门口，他这次真的是全力发动技能，雕像的数量比之前在上一个楼层出口多了很多，直接成了个雕像堆，将门口堵了个严严实实。韩哲注意到现在的新雕像原型不再是深情姐，而是任爹男他自己了。大概还剩2-3分钟，外面还是枪声、喊叫声、爆炸声，各种混乱的声音，有几处爆炸甚至就落在门往外一点的位置，将堵门的雕像堆炸出了许多缝隙。外面的声音通过缝隙传进来，大厅里立刻变得吵起来了。雕像堆撑不了多久，不过也不需要撑多久，只要撑过这2多钟，出口开放，众人离开就行。众人等待着，瘦弱青年把玩了一会笔，随手又拿起本子，试着在纸上随便画画。又要画什么？旁边抓着他胳膊的10号爹妈妈侠奇怪道：“画个大盾牌，防止一会外面的人要是冲进来，我们没有掩体。”瘦弱青年陪笑道：“也行，我帮你照着。”10号爹妈妈侠举着手电筒说：“很快，这面大盾牌就画得差不多了。你这盾牌怎么还有轮子？”妈妈侠笑道：“移动盾牌好拿呀，还有电机呢，省力。”也对，妈妈侠点点头。最后加点花纹就完成了，要加黑才好看。瘦弱青年边说边继续画着，接着他有点用力过猛，手滑了一下，笔一下掉在了地上，没有笔盖的笔咕噜滚到了一边。我帮你捡。妈妈侠向前2步，俯身去捡笔。火！瘦弱青年喊出口令。咚！旁边的墙突然炸开，一大家伙突然撞了进来，灰尘四溢。韩哲眯起眼睛一看，这正是那个乌龟型战斗机器人，他怎么突然撞进来了？韩哲转头再看向瘦弱青年那边时，一面3米高的特大号盾牌已经出现在那里，将瘦弱青年护在后面。这家伙原来是想脱身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是在2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快速发生的，有些事韩哲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发生了。墙上被乌龟机器人撞了个大洞之后，大量的参与者就从墙上的大洞一拥而入，然后双方的参与者再次厮杀，主要是很多个小团队之间的混战，用拳的、用刀的、用枪的，乱七八糟。韩哲悄悄躲在了一根柱子的后面，之后不知道谁在人堆里大声喊了一声：“兄弟们，我看到那个放西瓜人的仔中了，就在电梯旁边，先弄死他！”这一声叫喊引起了附近的不少人的注意，这些人看向电梯门，果然电梯旁边有一个人，正是通缉令上的那张脸。这个仔种原来在这里。近处的这部分人瞬间群情激愤，各种枪子儿、飞刀什么的砸了过去，落在电梯边的那个人身上。此时此刻，躲在柱子后面的韩哲默默捂紧了脸上的面罩。没错，电梯旁边的那个根本不是韩哲，而是任爹男。韩哲见大量的人冲进来，立刻就把自己的脸给了他，然后躲在柱子后面，拿着手电远远照他的脸。这里的环境很昏暗，人堆里突然有个稳定的光源，自然会引起众人的注意，然后众人就能看到任爹男现在那张新的英俊潇洒但是非常可恨的帅脸。此时此刻，任爹男还一脸迷茫，他不明白这些人说的西瓜人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恨自己，自己明明没有见过这些人。他突然想起之前在棚户区时，那个衬衫男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候好像是对自己同行的另一个人说的。任爹男当时没怎么在意，只当是2个仇人见面。现在看来，自己同墙的那个家伙好像仇人很多啊，这些仇人还认错了。喂，你们认错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你们要找的人在。任爹男喊着，就要找原本在他不远处的韩哲。但是现在情况混乱，哪还找得到韩哲的影子？任爹男正找着，近处就是数声枪响，还有各种飞刀、拖鞋砸在任爹男身上。任爹男颤抖了一下，满面震惊。他低下头，拉开衣服的纽扣，他的胸膛处已经多了一个枪眼，往外鼓鼓的涌着血，而枪眼旁边还有之前写的渣男2个字。任爹男倒下了，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明明有子弹免疫技能，但却还是死在了枪下。他不清楚，韩哲其实也不清楚，因为这并不是韩哲搞的鬼。早在几个小时前，那时候爱情子弹效果正值巅峰，任爹男说着土味情话，韩哲3个人听不下去，赶紧找了借口离开。申晴姐也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她认真的对任爹男说，其实呀，女人是不喜欢花言巧语的男人的。那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任爹男问道。这个我不好意思明说，我写给你。申晴姐说。笑笑说，好啊。接着申晴姐从货架上取下一支笔，在任爹男的胸口写下了渣男2个字。女人都喜欢渣男吗？对的，都喜欢。申晴姐达到了目的，有一句没一句的随口应和。这是申晴姐的技能，在别人的身上或者门上、汽车上等等地方写渣男，可以给对方带来诅咒的负面效果。诅咒在那时候就已经埋下，到现在场面混乱，申晴姐也悄悄启动了诅咒，任爹男的子弹免疫技能也就悄然失效。在后面的事是倒计时结束，电梯门变成了楼层出口的门，参与者们拼命向出口门里涌。楼层出口周围各种技能和枪械火力更加密集，尸体瞬间在楼层出口的门前堆了个小堆，让出口的门显得更加拥挤。不过恢复正常的黑虎哥倒是很讲义气，他在人群里找到了韩哲几个人。威猛先生疏通堵住的下水道。黑虎哥喊着技能名字，强行护着几人挤过了门。所谓护，其实只对韩哲和小乌哥是护。申晴姐、小乌哥、加强叔3个人全是被黑虎哥一个人扛着跑的。他发动技能后的能力果然够惊人，扛着3个人还能挤出门。而韩哲身手不错，则是直接跟着黑虎哥后面跑的，也能应付。过了楼层出口的门，就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又是很多楼层出口的门，显然是分流用的。这个游戏应该并不打算让这些游戏参与者就这么一直并行下去。众人立刻撞进了扇靠里的门后，瞬间明亮，让在昏暗环境里待了10几个小时的韩哲眼睛疼。韩哲眯起眼睛，蓝天，大理石喷泉，常春藤。韩哲站起身，这里是一个喷泉广场，眼前是个罗马风格的喷泉，还在喷着清水，两边都只是满是常春藤的高大围墙，对面是实质的罗马式殿堂，看着倒是很气派。背后的入口已经自动关上了，只有前面一条路。韩哲抬手看了一眼右手的随身系统，第86层，自己已经到了下一层了。呼，终于，韩哲松了口气。他又花100买了下楼层信息，是有好楼层，也还好，先缓缓吧。加强叔看了看旁边的黑虎哥，说道：“回来了。”加强叔也是看到任爹男被干掉了，再加上黑虎哥现在挺身而出帮助众人的反应，他基本已经能断定任爹男给黑虎哥的控制效果已经消失。黑虎哥讪笑着点了点头：“回来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回来就好。”申晴姐说道。“不过你被控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韩哲好奇道。“说实话，像做了个很长的梦，又像是过了一个新的人生。”黑虎哥说。“怎么说？就是在我的人生记忆突然变成了我娶了一个女人，同时那个女人还有其他9个老公，然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我们的独子，也是我们10个人和他爱情的结晶，所以我们非常疼爱他。”黑虎哥说。韩哲等人听到这里皱了皱眉，神替，可惜就是韩哲的少女营长没能出来。事情紧急，黑虎哥没想起来帮韩哲的少女营长，情况也太混乱，韩哲也没能顾得上管他。唉，算了，一个营都没了，营长没就没了吧。众人向前走，在殿堂旁的圆柱看到了牌子，交易所，交易所。众人进入这座气派的建筑，一个空旷的大厅，中间是一个高高的欧式柜台，柜台后面有几个柜员，不过头上的标志标明都是 NPC 投影人，像个复古装修的银行。不过门口还有个很有科技感的面板，看着有点出戏。韩哲凑上前看了看，面板上是一个大厦的示意图，上面标明了大厦楼层，后面还跟着蓝色小人图标和红色小人图标，小人图标后面还跟着数字。众人一下就看懂了，这是整座大厦现在每个楼层的游戏参与者人数。韩哲赶紧滑着看了看，看看第一名现在到哪了。韩哲往下滑了下，越滑越有点心凉。没错，86层往下，每层都有不少人；80层以下，每层的人会少一些；70层以下，每层的人就更少了，不过还是有人。继续滑，最后一个有人的楼层是第62层，是3个人，都是红色方，也就是说第一名已经冲到第62层了，而且看着还像是3人队伍。62层，乖乖，看样子能人还是多呀。我们是红色方还是蓝色方？一旁申晴姐忍不住问道。不知道啊，众人都摇了摇头。这系统也没说过啊。韩哲想了想，这个系统好像有交代，只是没直接写出来。他打开随身设备，在积分余额里看了看自己的信息，自己的名字右边就有一个蓝色的长方形，显然我们是蓝色方。
韩哲指着自己的设备说。众人凑过来看了一眼，瞬间失望，结果还是对面的人冲在第一啊！加强叔叹气道：“我们的第一名在哪啊？”申晴姐也划了划屏幕，62-67层，每层都有几个红色队伍的人，蓝色队伍的人都是0。到了68层，众人才看到蓝色队伍的人数量变成了1，也就是说，众人这一方的第一名才到68层，比对面第一人落了6层。他还是个独行侠，够呛了呀！我们还能赢吗？申晴姐担心道。不好说。韩哲摇了摇头。韩哲现在心里是有点底，但也没多少底。对于击杀积分这部分，他有点自信，但是对于竞速这部分，他没什么自信。毕竟第一名到62层了，自己还在86层。按照规则，第一名到终点后1周后，没到终点的人要全部游戏失败的。韩哲比较担心这个。现在才开始多久，就差了24层，最后不得差几十层？几十层，1周能搞定吗？韩哲又向上翻了翻，看了看楼层的信息。80层以上的人数是最多的，其中87层就是刚刚众人离开的楼层，是所有楼层人数最多的。目前还在87层滞留的人，双方加起来足足672人。果然，这个限时开放一个小出口的楼层，导致相当多的玩家都滞留在了这里。韩哲现在所在的86层有66人。韩哲看了看周围，这里似乎只有自己这几个人。显然，这66个本层的人都在不同的平行房间。再往上看看，韩哲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现在还有11个人在90层，就是无限走廊那一层。这11个人算是被困在这一层3天了。好家伙，在第一名的强者及时到62层的时候，还有11个笨笔困在第一关，看着无限走廊迷茫。韩哲默默摇了摇头。众人简单看了看示意图，来到了柜台前。柜台没有玻璃，但是柜台上面有建议的木质围栏。柜员是尖耳朵金头发的精灵族少女，见到众人则也是一个鞠躬。几位要买点什么？买？原来这层是个大商店吗？有什么卖啊？黑虎哥忍不住问道。我们的在售的商品，您可以过目。精灵柜员拿出了几个类似平板电脑的小装置，分发给众人。众人开始划着屏幕查看，里面的商品倒是琳琅满目，小到各种食物、饮水、工具，大到各种武器，还有道具也都有。不过，所有的商品都是需要积分来购买，而且价格很贵。笑傲小说，一袋包装食品就要几十积分，之前在91层能随便拿的枪就要几千积分，这让人实在是没有什么购买的欲望。还有些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是给谁换的。装甲车100万积分，外骨骼机甲400万积分，按顶格击杀一个敌对玩家给4000积分算，换装甲车要杀250人，换外骨骼机甲要杀1000人。韩哲实在是想不到能杀1000人的牛人，还要性能都不知道靠不靠谱，外骨骼机甲干嘛？再往下，道具分类里倒是有一些有用的，有韩哲之前见过的。首先还是之前在89层已经见识过的楼层地图，不过价格每个等级的都涨了1000，看样子流浪汉那边还是便宜价格。还有就是收费情报，有贵的也有便宜的，便宜的200，贵的也能过1000。怪不得随身设备里收费情报一直没有显示，原来在这里买。还有显示周围威胁的批发版本，之前显示周围严重威胁是300，持续1分钟，只对怪物有效，对玩家无效。这个直接50次打包批发，卖14250积分，算下来就是打了95折，这优惠幅度有够捞的。还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比如解锁不用上厕所功能，就是能让你在本场游戏内不用再上厕所，这样别人在忙着大姐的时候，你可以忙着赶路。售价5万，也够贵的。韩哲想想，觉得上厕所也耽误不了太多时间，也没必要买。还比如实时显示各楼层剩余玩家的功能，这个和门口的显示面板的效果应该差不多，不过能贴身携带，算是有点用。价格1500，其实还是挺贵的，但是对于有6万多余额的韩哲来说，也不是不能考虑。韩哲继续往下看，其实他对一个道具还是很好奇的，他想看看多少钱，不贵的话买一个也不赖。这个道具就是复活卡，之前的规则上就说过，击杀其他玩家可能得到复活卡的。现在韩哲也干掉了不少敌方玩家，一张都没有，证明爆率很低。说击杀其他玩家能得复活卡是完完全全的夸大宣传，估计说买彩票能中500万是一个性质，但是即使爆不出来，应该能用积分兑换吧。韩哲这么想着，看完了整个道具类的页面，并没有看到复活卡，没有。韩哲再往下滑，发现道具类的标题选项右边还有一个标题选项，积分夺宝，什么玩意？韩哲立刻点进去看了一眼，点开页面是一个类似飞行棋的棋盘，上面每个格子都是一个物品，棋盘中间是一段说明文字。花费100积分可以购买矿泉水星号1，并赠送一次抽奖机会，抽奖可随机获得奖池内的一个物品，并积攒1点幸运值。当幸运值积攒到500点时，必定获得大厦水晶星号1。大厦水晶可以在屏幕右上角水晶商店兑换物品。好家伙，这熟悉的感觉。韩哲皱了皱眉，然后他看了看棋盘格子上的东西，这些应该就是奖品。上面的东西放眼望去，一大半看着都还不错，遥控炸药、摩托车、防弹衣、夜视仪、疗伤药水、火箭筒、随机未到达楼层的地图，看着都是极其实用的物品。当然也有凑数的，
比如随机口味小面包、扳手、创可贴、10片装、大厦纪念款珍藏小夜灯。不过只有几格。最左上角是一个大格子，上面是一个紫色的水晶，这就是大厦水晶，算是大奖了。这个水晶到底能换什么？韩哲点开了右上角的水晶商店，里面只有几个商品。随机技能抽取，D级以上1颗大厦水晶兑换。仇人实时位置显示1颗大厦水晶兑换。复活卡4颗大厦水晶兑换。荣耀典藏皮肤1颗大厦水晶兑换。神秘大奖1颗大厦水晶兑换。哦，原来复活卡在这里，不过需要4颗水晶。韩哲可不觉得自己的运气能几次抽奖就抽到4个水晶，还是得按最坏的情况计算。一个水晶保底得500次抽到，算下来就是5万积分必得，意思一个复活卡保底得20万积分，好贵啊，似乎买不起啊。韩哲只能把视线移到其他的可兑换商品上，这几个商品都能点进去看说明。仇人实时位置显示，看看说明，这个限时是能显示大厦内你标记的一个人，实时显示，但是只能标记一个人，死掉就不能再用了，完全没什么必要。韩哲在这场游戏里没什么恨到这个地步的人。荣耀典藏皮肤也点进去看看说明，说明是一大段文字，不过韩哲也看懂了。哦，就是能给你整容，让你拥有一张非常好看的脸，比较适合长得丑的游戏参与者。对韩哲来说没什么用。这个典藏皮肤好棒啊，我能变漂亮了，要不我抽几次碰碰运气。旁边的深情姐惊喜道。韩哲赶紧拦住，你先别着急抽这个，变漂亮其实很容易的，一会我再给你解释。啊，行。深情姐虽然不太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她不知道变漂亮这种事对于她身旁的韩哲来说真的就是举手之劳。除掉这3样东西，就还是一次 D 以上保底的抽技能的机会和神秘大奖了。D 以上的抽技能的机会其实还算实用，但是真的值5万积分吗？好像贵了点。至于水晶商店最后一个商品，也是韩哲最感兴趣的一个神秘大奖。这个神秘大奖的图标是一个大问号，但和其他水晶商店的商品不一样的是，这个图标周围围了一圈醒目光晕效果，图标的右下角还写着4个字，推荐物品，显得越发醒目。差不多能价值5万击杀积分的神秘大奖，还是推荐物品，这得是什么奖品？韩哲很好奇，点进说明，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说明的神秘大奖。这个神秘大奖里面是什么？韩哲指着手中的设备问精灵族的女柜员，是非常神秘的大奖哦。精灵族的女柜员回答，大概是什么？大概是些非常神秘但是很有价值的大奖。不是，具体是什么？具体是一些非常神秘但是很有价值的大奖。女柜员微笑回答。众人皱了皱眉，好家伙，回答了2次，但是跟没回答一样。几个人便不再和柜员浪费感情，转过头互相开始商量。众人对了对，发现众人中韩哲的积分是最多的，而且比其他的多得多。除了韩哲，黑虎哥最多是2万，深情姐再次之是1万多，其他人则只有几千。换什么是大家共同的问题。这个商店里的商品价格太黑，还是得买必须的东西，比如炸药。众人的炸药几乎已经用尽，所以黑虎哥和韩哲都是倾向于再买一点炸药。食物和饮水剩一些，但也不多了，也可以买点性价比高的。至于其他的东西，收费情报这个东西不知道效果如何，可以买几个试试看。收费情报的价格也有档位，有20万0500、1003档。韩哲每档都买了一个。200价格的情报内容是47层是个危险楼层，而且里面的怪物比其他楼层还要强，而且更特殊一些，请谨慎。啊，很模糊的情报，就算知道47层很危险，好像也不是很有用，又不能跳过这一层。500价格的情报是很多楼层其实为很多平行空间组成，所以在同一层的玩家间不会遇到。想要去同一个平行空间，只要几个人一同进入楼层入口即可。这个详细了不少，但是这个韩哲现在已经知道个差不多了，也是没什么用的情报。1000价格的情报是90层有一种怪物，名为美人面，是巨大的女人头颅形象，会爬墙，移动速度较快，靠长舌头攻击，内部有完善的消化系统。因为较厚的头骨原因，一定程度上不怕子弹。他们的弱点在于骨质相对薄弱的眼眶内。这个就更详细了，但是很不巧，韩哲还是抽到了已经走过的楼层，算是过期情报。不过1000积分情报的详细程度倒是已经能看出来了，确实比另外2个价位的情报详细太多了。但是还有80多层，给个随机楼层的情报确实显得不是那么有价值。韩哲依然对神秘大奖更有兴趣，这么贵的价格还是推荐物品，肯定是好东西。尤其是这个推荐字样，韩哲翻遍商城，只有这一个东西有，证明不只是好东西，估计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而众人也对积分夺宝很感兴趣，因为上面的奖品看着都带劲。那么要抽这个所谓的神秘大奖，赌一下吗？笑傲小说。韩哲心里其实还是犹豫的，但是其他人倒是跃跃欲试，因为积分夺宝里面的奖励看着很是不错。韩哲最后想了想，还是决定抽，因为第一名已经到62层了，自己还在86层，如果没有大机遇，只靠中规中矩的一层一层摸索，怎么可能跟得上这些家伙？抽！韩哲点击了抽一次，啪嗒，一瓶矿泉水出现在韩哲面前的地上，这是花费100积分买的物品，然后是100积分赠送的抽奖次数，光标在抽奖棋盘上飞速闪动，最后停在了扳手的格子上。
您获得了扳手星号1。咣！韩哲面前出现了一把扳手，韩哲捡起来看了看，就是把普通的扳手。真不凑巧，抽到了奖品里面没什么用的东西。再抽，您获得了扳手星号1。又是一个新的扳手出现韩哲眼前，众人一愣，因为这个奖品池内容里面一共24个奖品，只有1格是扳手，看着概率还挺低的。结果上来就开俩扳手，还挺特别。韩哲又抽了一下，第3把扳手掉了出来，众人呆住了。韩哲也不信邪，直接点了10连抽，咣咣咣咣，结果地上就出现了一堆矿泉水和一堆扳手。看着一地的矿泉水和扳手，众人惊到了。韩哲就彻底明白了，这个积分夺宝跟那些无良游戏里的抽奖一样，看着奖池里都是好东西，各种神器顶级道具，结果一抽全是碎片或者垃圾道具，良心抽奖。但是韩哲也不是不能接受，因为他是奔着神秘大奖去的。韩哲继续要点抽奖，黑虎哥赶紧劝了一下，兄弟冷静一下，这哪是抽奖，这是批发扳手矿泉水啊。韩哲也直接敞开说了，我其实不是为了奖池里那些奖品，而是为了神秘大奖。黑虎哥一愣，神秘大奖？可是那不是连是什么都不知道吗？韩哲直接回答，这才3天时间，第1名已经超了我们20多层，按照这个进度，等到他冲到终点，我们估计才到60-70层。但按照规则，第1名到达终点后，所有人自动只剩1周时间，这1周时间我们能下那么多层吗？这话一出，众人瞬间沉默。是啊，以众人的进度，想完成比赛都是未必的事，所以不搏一搏一下这个神秘大奖，我们还有什么翻盘的希望？韩哲说得很认真，众人听了，迟疑片刻，也是认真的点了点头。那你抽吧，其他的东西不用担心，需要什么我帮你买。黑虎哥说。韩哲点了点头，继续点击10连抽，咣咣咣咣啪！这一次除了扳手和矿泉水，还掉出来了一袋小东西。韩哲眼前一亮，这次给好东西了。他捡起来一看，袋子上是4个大字精品面包，侧边还有3个小字馒头味。韩哲愣住了，馒头味的面包，这不得噎死！这个奖品应该就是奖池里那个随机口味面包，也是末等奖，没什么意思。韩哲不再浪费时间，直接猛点10连抽，扳手矿泉水越来越多，很快就堆成了小山。最后韩哲抽够了500次，达到了幸运500幸运值。下一层壁中大厦水晶，韩哲看了看地上自己抽的东西，简单清点了一下，大概是500瓶矿泉水、几百个扳手、10几个随机口味面包、3包卫生纸和1瓶可乐。看着过得去的就是一把左轮手枪，附赠1小盒子弹，这是这500抽里面唯一算是大奖的东西。众人看着遍地的扳手，这些扳手如果用来在流水线打螺丝，也够众人干到人类毁灭了。这抽奖真坑。韩哲摇了摇头，点击了抽一次。炫彩的动画过后，面前出现一瓶新的矿泉水，不过设备右上角的余额多了一个大厦水晶。韩哲没有犹豫，直接点击兑换神秘大奖。来吧，现在开始揭晓什么大奖究竟是什么。韩哲屏住了呼吸，众人也屏住了呼吸。点击兑换以后，屏幕上又是一堆炫彩的特效，是什么？众人也凑过来盯着屏幕，最后里面只有一行字：84层的正中央有很重要的东西。看完了这句话，众人都彻底愣住了。什么啊？所谓的神秘大奖就是一句话。众人有些失望，这就是神秘大奖？加强叔皱了皱眉，应该不是，这应该是神秘大奖的兑奖地点。韩哲回答说，也就是说，我们得到84层的正中央，才能知道这个神秘大奖是什么。深情姐皱眉道，看样子是这样的。韩哲点点头，白紧张了。这就好比彩票中了神秘1等奖去兑奖，正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却突然得知兑奖点在叙利亚。虽然不会很痛苦，但是感觉会很难受。不过这个好一点，因为现在众人已经在86层了，84层就是下2层的事，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时间，众人也不再浪费时间，稍微补充了一些必需品之后，就准备启程了。黑虎哥还买了85层和84层的详细版的地图，韩哲还买了个实时显示各楼层玩家的系统。这个原本黑虎哥要替韩哲买，但是韩哲想到自己和黑虎哥还是有可能失散，所以还是坚持自己买。韩哲的背包是半满的，地上的501瓶矿泉水也装不了多少。韩哲又想起了俄武帝，这个狗东西到底发生了，怎么失联了这么久？自己马上都要去85层了，这家伙还杳无音信，但是他又没死亡，就是失踪了。他走就走，还带着自己的一箱子物资，卷款走人是吧？唉，您好，我想问问通往下一层的入口在哪？申请姐对柜员说。柜员指了指侧面的一个木门，就在那边，你们只要把商店设备还给我，就可以去下一层了。还了商店设备才能去下一层啊？这估计是为了强制让各方参与者只能在规定的楼层买东西，其实也算是个比较合理的设定。在一个楼层赚取击杀积分，只有去到后面的某个楼层才能消费，这就得让参与者不仅得考虑赚取击杀积分，还得考虑如何顺利撤退到下一层，让这场游戏有了更多博弈的成分。不过可能设计这个游戏的霓虹笑脸也没想到，参与者里面有动作那么快的牛人，嘎嘎光速下楼，导致赚取击杀积分的参与者甚至可能完成比赛都难，击杀积分就变得很鸡肋了。众人还调商店设备，按照柜员的指示走进了旁边的木门。木门后是一个露天的小花园，四周是围墙，
中间立着一面众人熟悉的楼层分界门。众人来到门前，去往下一层之前，黑虎哥拿出了2张地图研究。85层的地图密密麻麻，全部都是各种方框，看着像是一个大街区。而众人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另一张神秘大奖所在的84层的地图。这张地图就非常简单了，甚至是单调，只有整齐排列的小方块，看着像这个84层只有整齐排列的方柱或者小屋。不过地图中央还画着一个更小实心黑色方块，这个就是神秘大奖。除此之外，84层的地图再没有任何标注信息，并没有见到出口图标。这真的是详细版地图吗？怎么简单的跟地砖花纹似的？加强叔说。黑虎哥挠了挠头，我确信我没买错，但是这个详细地图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84层也是个跟89层一样简单的休息楼层呢。深情姐说。笑傲文学，他说的很有道理。众人点了点头。那真白瞎了我的4000积分。黑虎哥摇了摇头。总之84层的地图没什么好看的，85层才是需要着重研究的地图。这张地图上面倒是有标注，一个入口标注，一个出口标注，出口和入口还隔得挺远，看样子有的路要赶。不过右下角还有个的图标，是一个圆圈图标，里面一个画着一把步枪，然后一个斜杠狠狠地划掉了步枪。整张地图都是黑白的，只有这个标识是大红色的，非常醒目，似乎是很严重的警告。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这层不准用枪，还是不准用步枪？加强叔问道。不准用步枪。众人听到加强叔的说法都是皱了皱眉，应该是不准用枪吧，要真是特指不准用步枪，那不准用枪的标志不得每个型号都画一遍。黑虎哥说。也是哦。加强叔点点头。不过不准用枪会不会很麻烦？麻烦什么？不是有我在吗？黑虎哥拍拍胸脯。这倒是实话。想到黑虎哥的近战能力，众人也是稍稍安心了一些。启程前的最后准备，韩哲取出乐高指甲刀拿在手里。乐高圣剑真的只剩个剑柄和一点点残刃，目测只能用1到2次了。再检查检查支援信号枪，冷却还没好，看样子空中支援是指望不上了。出发。黑虎哥推开门，依然是走廊，众人直接快速通过。另一侧的大门依然是黑虎哥开路，门后是一个旧旧的卧室，乱糟糟且发黑的床铺，而且有异味。旁边的床头柜上胡乱摆放着些生活杂物，地面是水泥地，黑乎乎的，看着给人的感觉就不干净。头顶是盏孤零零的白炽灯泡，负责整个房间的照明。众人看了看卧室的窗，窗上贴着花花绿绿的窗纸，不过很旧了，很多地方都已经剥落。韩哲向外看去，窗外是黑夜，不过有不少老式的照明灯，外面的情况也能看得差不多，都是些拥挤老旧的居民楼，有些窗口是亮着的，似乎有住户。这地方真难闻。深情姐捏了捏鼻子。这层是危险楼层。韩哲看着手腕上设备显示的信息说道。黑虎哥微微皱眉。危险楼层就危险楼层吧，我打头阵。黑虎哥说着就先走出了卧室。众人也没说什么。危险楼层就危险楼层吧，又不是没经历过。卧室门是虚掩着的，一推就开。外面是一个旧客厅，和旁边开放式厨房是连通的，各种老旧的电器，冰箱、彩电、风扇。旧冰箱还发出阵阵嗡嗡的噪音，声音不大，但是听着很不舒服。房间的出口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门，大开着。外面是一个老式居民楼里的楼道，粉刷白墙有年头了，显得灰蒙蒙的，还贴着各种小广告。对门家的铁门紧闭着。众人打开了手电筒。这里是顶楼，只能下不能上。众人也没怎么停留，直接下楼。楼道里还放着各种杂物，众人小心。下面一层的2户人家的门是紧闭的，不过其中一面是上半截镂空的老式铁门，也就是说众人能从楼道看到屋里。不过因为没有照明，里面黑漆漆，一眼望去也看不到屋里有什么。加强叔倒是很好奇，拿着手电筒往里面照。韩哲也跟着看了一眼。这家的户型是户门正对着个门廊，户门对面是厕所，房间在2侧分布，光照进去也看不到什么特别的。加强叔正打算移开，这时候屋内右前方的房间缓缓走出一个长发女人的身影。韩哲和加强叔睁大了眼睛。也就在这时，女人缓缓转过头来，冷冷地看着门外。她的脸被长发挡住大半，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就是这样看着，只能说看得韩哲和加强叔瘆得慌。韩哲和加强叔一下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大概只有1秒多的迟疑后，女人突然动了，她2步朝着门冲了过来。咣！她重重撞在了铁门上，但是却好像并不痛。啊！她上手抓住铁门的镂空部分的铁杆，发出诡异的叫声。笑傲文学。众人被吓了一大跳，下了半层的黑虎哥都赶紧回来查看。女人拼命地冲出来，但是铁门倒是很结实。她于是开始用牙齿咬着铁栏杆，发出滋滋的声音，手上也没闲着，指尖拼命挠着铁门，瞬间整个楼道都是尖锐刺耳的噪音。短暂的惊慌之后，韩哲等人发现这个女人根本出不来，也就冷静了下来。韩哲拿着手电筒仔细地照着女人，女人皮肤惨白，眼眶也是白的，看着有点吓人，和之前在博物山遇到的惨白女人有点像。韩哲都怀疑是霓虹笑脸偷懒一个素材到处用了，区别可能就是这个指甲长点，牙膏好点，不会穿墙，衣服也不是白裙，而是白纱睡衣。你说这个玩意是女鬼还是丧尸？
加强叔隔着铁门盯着女人问韩哲，他更像是在动物园隔着笼子看动物。说丧尸吧，他的眼睛是白眼人；说女鬼吧，他又被一个铁门挡住，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韩哲摇了摇头，那就是女鬼呗，谁规定女鬼必须能穿墙的？女鬼里面没有菜比吗？黑虎哥说，也对。韩哲几个人点了点头。不过这是不是意味着这整个地方到处都是这种女人？申晴姐担心道。是啊。众人也忧愁起来了。这里像是一个居民楼小区之类的地方，肯定有很多户。如果差不多每户人家里都有这种东西，那加起来，加强叔说，既然不能用枪，你能应付吗？韩哲看向黑虎哥，黑虎哥也是皱了皱眉，他其实是最怕女鬼这种的东西的。我觉得够呛，所以赶紧走吧。黑虎哥催促道。众人点点头，无视门里的女人，连忙下楼。下面的一层是2扇紧闭的铁门，众人放轻脚步，直接通过。在下面一层又有一户是半镂空的门。加强叔也是长了教训，手电筒压得很低，不再往门里照，安静通过。下一层2扇紧闭的门，无事发生。在往下的时候，黑虎哥猛地停下了。怎么了？韩哲小声道。他凑到黑虎哥身前看了看，笑笑说，也愣住了。这下一层楼道的白炽灯是亮着的。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2户人家，其中的一户门是大开的，里面的灯也是开着的。众人深吸一口气，脚步更加轻，努力不发出任何声音，然后试着探头向屋里查看。咕滋，屋里传出阵阵声响。众人看了看，这间屋子和上面那间也是一样的户型。门廊里，一个穿着白色睡裙的女人背对着户门蹲在地上，不知道在吃着什么。咕滋是她吞咽的声音。不过环境气氛都到这步了，她要吃的是 barbecue 或者孜然大腰子也不合理，9成9吃的是人肉，可能还是自己的。疯狂内循环。悄悄地下楼，打枪的不要。韩哲对众人小声说。众人点点头，然后蹑手蹑脚地经过吃夜宵的女人背后。女人似乎吃得很爽，丝毫没有察觉到背后已经经过了5个人。转过弯，正要下楼时，众人再度愣住了。往下的楼梯已经被一个铁栅栏门封住了，众人似乎无法下楼。黑虎哥看了一眼，小声骂道：我靠，这门不但锁住了，还焊上了。焊上了？那……众人面面相觑。韩哲转过头，指着旁边门大开的屋里，小声对黑虎哥说道：那你能不能进不到那个女人背后，给她刀了？黑虎哥听了韩哲说的话，深吸了一口气。行吧，我试试。黑虎哥转过头，轻声走进房间里。那个女人还在猛吃，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威胁。黑虎哥也不磨蹭，直接上前。他粗壮的手臂一下锁住了女人的脖子。女人发出怪声，瞬间开始乱动挣扎，但是她的手脚已经腾空，挣扎没什么效果。黑虎哥的肱头肌继续发力，更加勒紧了女人的脖子。死啊死啊！黑虎哥念叨着，他很慌张，他因为真的太怕女鬼这种东西了，现在属于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上。女人的挣扎也越发激烈，有着尖锐的指甲的手胡乱挥舞着，几次挠在了差点黑虎哥的脸上。黑虎哥也是硬着头皮继续用力。一旁的韩哲也很着急，大哥，你这是打算掐死一个女鬼吗？啊！黑虎哥也是一愣，对哦，有点紧张，不好意思。黑虎哥瞬间领悟，立刻换了用力方向。咯噔一声脆响，女人的颈椎瞬间被黑虎哥扭断，女人瞬间停止了挣扎，四肢无力垂下。死了吗？黑虎哥试着松开了手，女人直接瘫在了地上，眼睛无力半睁着，像是一具真正的尸体了。韩哲看了一眼地上，是一团肉，里面还能分辨出几根人类的手指，确实是人肉，这才合理。要是吃的鱼肉，那就不是女鬼，是日料食客。干掉一只女鬼，感觉怎么样？旁边的加强叔说。黑虎哥舒了一口气，然后笑了笑，比我想象的简单点。简单？那加点工作量吧。韩哲取出了匕首。什么？黑虎哥看着韩哲掏出来的匕首就是一愣，还能干什么？当然是分尸啊！我不觉得扭断个脖子就能真的杀掉女鬼。韩哲回答。韩哲说的依然很有道理。笑傲文学。众人瞬间又紧张起来。那你这小匕首砍得动骨头吗？黑虎哥说。砍不动啊，所以你能不能用一下你的那些能力，把这个女鬼粉碎一下，以绝后患？好。黑虎哥明白了韩哲的意思，点了点头。接着他抬起拳，对准地上的女人的脑袋，正要出拳，女人的眼睛猛地睁开了。黑虎哥吓了一跳，接着女人抽搐了2下，居然从地上直挺挺的起来了。不过因为她的颈椎已经断了，虽然站了起来，头却只能无力的耷拉着。打他呀！加强叔看着黑虎哥着急道。女人也抽搐着转了过来，垂下的脑袋配上死气沉沉的脸，看着就瘆人。打动他的心。黑虎哥喊出了招式名，然后一击重拳打在了女人胸膛，骨头破碎的声音，女人直接飞了出去，重重撞在了墙上，然后落在地上，肋骨应该断了七七八八了，但女人还是直接站了起来，重新朝众人冲过来。黑虎哥一下将众人护在身后，然后抓住了女人的手，一个过肩摔，女人被重重砸在地上。黑虎哥觉得不够，又翻过来再摔了一次。黑虎哥的力量有大幅度加成的，一般人这么摔估计已经半身不遂了。再看这个女人，还是直接从地上爬了起来。黑虎哥没办法，
只能再抓起女人，又是几个过肩摔，然后女人还是能爬起来。我靠，楼板都快被我砸烂了，怎么还是弄不死啊？黑虎哥喘着粗气骂道。女人又是朝着黑虎哥扑过来，他的胳膊都有一只抬不起来了，却依然坚强，怪叫着朝众人攻击。鬼坚强，阎罗殿励志奖金第1人。黑虎哥真的没别的办法了。黑虎哥这一次直接抓起女人的胳膊，然后冲进旁边的房间。我去你的吧！黑虎哥又是一摔，直接女人朝窗户丢了过去，窗户玻璃破碎，女人飞出窗外，像是丢垃圾一样就这样被丢了出去。稍后就是一声闷响，咚，这是女人落地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的汽车的警报声，应该是女人落地砸在了楼下停着的汽车上。警报声很是尖锐刺耳，响彻整个居民区。众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楼下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这又是什么声音？几个人凑到窗前向下看过去，然后众人都傻眼了。这里大概是5、6楼的高度，楼下是居民区的过道，但是此时此刻一个6、7米高的怪物就在楼下。这个怪物的样子倒很好描述，就像是一堆女人的肢体粘在一起凑成个近似的人形。对，是女人的肢体，很明显，因为大多都是光滑的胳膊的腿，一看就是女人的，反正就是大白腿集合。当然其中也有些女人的头颅点缀，看着很是惊悚。对面的老居民楼上还有一个大洞，显然刚刚这声巨响，这个大白腿集合是从那座居民楼里撞出来的声音。众人立刻缩了回来，每个人的脸色都铁青。好家伙，这层还有 BOSS 战的环节是吧？韩哲说道。就这体型差距，我们是打 BOSS 还是要为 BOSS？ 加强叔说。他看到我们了吗？黑虎哥忍不住问道。好像。韩哲赶紧又探头看了一眼，只见那个大白腿集合只是在响警报的汽车周围一圈游荡，注意力全在汽车上，并没有要挤上来的意思，应该是没看到。韩哲小声说道。那就好。众人松了口气。那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怎么前往楼层出口了。众人稍微来到窗前，对着地图核对地形。出口是在整个居民区最高的一座居民楼里，出口的图标右下角有个10F 的角标，显然是在那座居民楼的10楼。不过想去那里好像还是得下楼，从大白腿集合脸上经过。众人取出了刚补充的一点炸药，靠炸药能搞定吗？不好说，很冒险。而且按照地图上的警告，这里不能用枪，是不是炸药也不能用？众人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很快就发现了另一条路。对门这户的阳台外面对着另一栋矮楼的屋顶，这矮楼的屋顶又和另一片的旧屋顶连成一大片。众人可以通过这一片屋顶到达对面居民楼外侧的消防楼梯上，再通过这消防楼梯进入居民楼内。这段路安全而且快捷，唯一的风险可能就是中间有几段的屋顶是塑料棚，可能不是那么结实，但这个风险值得冒。不过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对门的铁门是锁上的，需要打开这面铁门才行。大家退开一点，我看看能不能砸开。黑虎哥对着铁门说道。韩哲赶紧阻止，别急，直接砸声音太大，让我试试。然后在众人疑惑的神情中，韩哲掏出了一根铁丝。韩哲嘴上叼着手电，轻轻摆弄了一会，咔，门锁打开了。你还会这招？众人被韩哲折服了。我还会整容呢。韩哲回答。好的，出去以后一定找你整容。申晴姐笑笑，她下意识以为韩哲是句戏言，但其实韩哲真的是个整容大师。之前韩哲阻止申晴姐说之后会解释，也就是要解释自己其实就有整容技能。不过大家都在没顾得上说。众人进入房间内，还好这个房间是空的，安全。众人快速从阳台翻出去，踩到了旁边矮楼的楼顶上，继续快速通过。走过混凝土的屋顶，众人面前出现了一片塑料棚的屋顶，这应该是住户私自盖在屋顶的自建房，技术和用料都不过关，看着就不结实。一个一个通过吧，安全一点。韩哲提议，众人也很赞同。于是众人开始一个一个通过塑料棚区。先是黑虎哥，他是比较重的，塑料棚的屋顶踩上去滋滋作响，感觉随时就要塌，但他还是安全通过了。然后是韩哲、小吴哥、申晴姐和加强叔胆子最小，他俩就是最后通过。申晴姐眼一闭，也硬着头皮过来了。然后是加强叔，他颤颤巍巍地走过了大部分地区域，屋顶都没事。剩几步路时，加强叔想要一口气冲过来，但是他冲过来的时候，屋顶突然一声脆响，他踩的地方瞬间塌陷，他一条腿立马踩了下去，然后整个身体下坠。众人大惊，还好是黑虎哥眼疾手快，一下拉住了他，然后将他一下从窟窿里面拎了起来。没事吧？黑虎哥把加强叔放在地上，加强叔面有菜色，但是他还是摇了摇头，好像没事，没事就行。众人继续往前走，不过加强叔很快就落到后面，众人才意识到加强叔是一瘸一拐的。你怎么了呀？申晴姐关心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刚刚脚崴了一下，没什么大事。加强叔摆摆手说，那我背着你走吧。黑虎哥痛快道，不用，我能走，就是慢点，你的体力留着，等遇到危险再扛我跑吧。加强叔说，好，好。黑虎哥笑了笑，没再坚持。众人很快走过了房顶，来到了出口所在居民楼的消防梯前。10层在哪啊？黑虎哥数了数，接着一阵嗔怪，不对啊，怎么一共就9层啊？一共就9层。
韩哲赶紧数了数，还真是9层。地图出问题了？不对，10层指的是楼顶吧？韩哲说。哦。众人点了点头。那赶紧上楼吧。黑虎哥也不磨蹭，一马当先就往楼上走。众人跟上。上到楼梯的尽头，众人才发现这消防楼梯只到8层。想上到楼顶，看样子还得进入楼内找另外的楼梯。黑虎哥推门要进入楼内，发现门也是锁上的。韩哲正要尝试开锁，黑虎哥却摆了摆手，还是我来吧，我比较快，破了门我们直接去顶楼，然后直接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想多待1秒了。说完，黑虎哥不等韩哲回答 Spy open the door， 黑虎哥又喊出了这招，咚，然后黑虎哥直接撞进了门里。他站稳身子，转头看了眼左右屋里的情况，靠！黑虎哥骂了一句，然后一大团白色的东西突然从左侧出现，瞬间将黑虎哥卷走。这一切发生的时间之快，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韩哲立刻追了进去，里面是一条长走廊。韩哲只远远看到了那团白色东西在走廊另一边的背影，那是和楼下那团大白腿集合一模一样的存在，是女人肢体的集合物。不过这个的体格要小很多，能很顺畅的通过走廊。显然在这里并不止一个大白腿集合。黑虎哥！韩哲向那边追，脑海里也在拼命想着对策。但是对于这种东西，韩哲能想到的靠谱应对方式也没多少。炸药、枪，还是一个念头悄然上了韩哲的心头。自己要放弃黑虎哥吗？毕竟就这样追下去很冒险。轰！正在韩哲纠结的时候，前面的走廊突然发生爆炸，气浪席卷着灰尘，让韩哲睁不开眼睛。韩哲被迫停下了脚步。这是……韩哲看向前方，接着扬起的灰尘里走出一个一瘸一拐的人影，是黑虎哥。韩哲睁大了眼睛，只见他的衣服破破烂烂，身上和脸上不仅满是尘土，还有很多伤口，手里还抱着劫女人的大白腿。黑虎哥！背后赶过来的深情劫几人一阵惊喜。我用了炸药，那玩意包裹在我外面，扛了大部分的爆炸，所以它碎了，我还好。黑虎哥笑笑，那你抱的是？加强叔指着黑虎哥怀里的那截大腿。哦，这个呀，是顺手捡的纪念品。黑虎哥说着就把大腿丢到了加强叔怀里。别给我呀！加强叔接过大腿，触电似的丢在一旁。黑虎哥又是笑笑，看到黑虎哥还有力气开玩笑，众人也是松了口气。赶紧走吧，上楼顶找出口。黑虎哥转头继续往前走，不过因为他身上的伤，他走得很慢，比崴了脚的加强叔还要慢。韩哲想扶一下他，但是他身上满是伤，韩哲甚至无从下手。众人只能放慢速度往前走。这个走廊左边是一户户住户，右边是窗，不过每个住户的铁门都是紧闭的，应该不用担心有女人冲出来，众人也能轻松一点。但是韩哲还是觉得怪怪的，因为现在的外面好像比刚才吵多了。哎，你们说外面是不是有点吵？小乌哥难得开了口。小乌哥也开口了，韩哲立刻确定了，赶紧看一眼吧。韩哲连忙从走廊的窗户看出去，韩哲瞬间被外面的场面惊到了。大量的女人从各个居民楼里冲出来，然后涌进了众人所在的居民楼入口。那个巨大的大白腿集合也已经到了楼下，看架势，这些女人会在几十秒内就冲上来，跟捅了马蜂窝一样，应该都是被炸药的动静吸引过来的。韩哲也终于知道在这里开枪会是什么结果了。快跑！韩哲喊出这句话，心里也只有这一个念头。黑虎哥走不快，韩哲干脆背起黑虎哥跑，小乌哥也干脆背起加强叔跑。无数的脚步声在楼里回响，整座楼微微颤抖。众人通过了之前炸药爆炸的区域，这里的走廊外墙已经被炸了个大缺口，能直接看到外面的情况，各种女人的断肢四散，有些甚至还在抽动。韩哲只是随便通过缺口往下看了一眼，余光就看到了一大团白色。笑傲文学，居然是那个大白腿集合体在顺着居民楼的外墙向上爬，要命！众人全力赶路，终于到了楼梯前。但是韩哲也看到了几个女人刚好从楼梯下面上来，她们朝着众人冲过来。韩哲别无选择，只能先放下黑虎哥，掏出了步枪。众人也连忙掏出枪帮助韩哲。枪声过后，这些女人被击倒，但是很快又从地上爬起来，更多女人也在从下面冲上来。这种情况下，带着2个伤员的韩哲等人根本跑不过这些女人，更别说马上还有那个大家伙要爬上来。黑虎哥和加强叔似乎也意识到了现在的处境，黑虎哥要说什么，加强叔却抢先一步，他叹息道：企鹅哥，你和我都明白，带着我这个伤员，你们是走不掉的。我努力。韩哲开着枪，一边回答，一边在包里摸着强化标签。如果能强化出一个强大的武器效果，或许大家都能脱身，还是可以再搏一下的，不行的话再……加强叔摇了摇头说：不用努力了，我之前就欠了你们人情，不如现在就……加强叔，深情姐明白了加强叔的意思，眼中立刻含着眼泪。我也一样，你们走吧，不用管我们。黑虎哥点点头，毅然决然道：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加强叔连忙摇了摇头。那是……韩哲一下有点不明白了。我的意思是，反正我之前已经欠了你们那么多人情了，不如就再多欠点。加强叔继续说。啊！黑虎哥一下愣住了。众人听得也是云里雾里。我其实还有个技能，一直没告诉你们，其实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情况，我要用了，不好意思啊各位。
加强叔冲众人讪笑一下，然后他指着楼梯下新冲上来的几个女人，大喊道：“大残，一丝血！”除了加强叔的韩哲等人听到这句话，身体突然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众人被强制放下了手头的一切，直奔着加强叔指的那几个女人跑了过去。真的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技能只对队友生效，所以这些碧池就麻烦你们拖住了，我先走了。加强叔说着，也不顾脚腕的酸痛，拼命就往楼上跑。而周围的女人则都被韩哲等人吸引住，尽数扑了过来，撕咬着众人。可是众人的身体还是不受使唤，依然强制朝着楼梯下面走过去。尖锐的牙齿和指甲在众人身上快速掠过，钻心的剧痛，众人却毫无办法。哎呀呀，谁来救救我呀！申晴姐带着哭腔惨叫着。加强孙，你真是个王八蛋！黑虎哥骂道。加强孙，我之前还救过你，你这么害我！韩哲也怒骂着，我一定杀了你，一刀剐的那种。他此时心里是愤怒、憎恨，还有惊愕。韩哲真不知道怎么还会有这种技能，专为坑队友而生，根本防备都防备不了的那种。周围的女人依然在快速撕咬着众人的血肉，韩哲能感受到血肉一块块从自己身上脱离，这个感觉没有持续太久，很快韩哲就麻木了，感觉不到疼了，眼睛也看不到了，耳边只剩下申晴姐的哭喊声、黑虎哥和小乌哥的咒骂声，还有身边这些女人咀嚼和吞咽的声音。最后周围似乎安静了，韩哲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啪啪，混沌的黑暗中，韩哲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拍自己的脸。喂，醒醒！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韩哲睁开眼睛，然后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企鹅脸，是鹅武帝。韩哲猛地坐起，周围有些昏暗，他坐在楼道的地面上，面前就是鹅武帝在看着自己。韩哲只觉得如梦似幻，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自己没穿衣服，但是韩哲能看到自己的浑身皮肤都是完整的，一点牙印都没有。怎么回事？我记得我被疯狂撕咬来着，现在怎么？韩哲嗔怪道。没问题啊，你确实被什么东西啃光了。我来的时候你就剩个头和脊柱，像只被吃剩的烤鸡。鹅武帝摆摆手说。那我怎么？因为你的那个东西啊。鹅武帝指了指旁边的地上。韩哲看过去，地上除了各种腐臭的血肉残骸外，还有一个碎掉的打火机。韩哲瞬间就想起来了，这是韩哲让鹅武帝保管的整活打火机，效果是没活就去咬打火机，当一个人死亡后，可以让他咬碎本打火机，即可立刻复活。就是这玩意让韩哲复活的。说实话，这也是得亏杀死你的东西不吃头，所以你比较好找。要是整个吞了，我可能还得去粪堆里刨你的上下牙。鹅武帝随口说着。韩哲看着鹅武帝，心里除了感激以外，还有更多的温暖。这小家伙居然真的救了自己的命啊！不过韩哲还是有点担心。他站起身看了看周围，周围没有别的东西吧？韩哲说。没有，附近应该还算安全。鹅武帝说。那就好。韩哲松了口气。所以你是被什么东西啃成这样的？鹅武帝说。算是女人。韩哲回答。女人？好家伙，你玩的是真变态啊！鹅武帝说。不是一般的女人，应该算是女鬼。韩哲解释。哦，不过你怎么离了我这么菜？一个女鬼就能把你搞成只剩一个头？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且我是让加强叔那个魂球被刺了。啊？那家伙看着那么瘦弱猥琐，还能被刺你？人不可貌相，谁知道他还藏着个顶级坑队友技能。喊了声大残，我们几个人就不由自主地冲女鬼堆里了，根本没得防。韩哲说。哦，没关系，以后慢慢复仇。等他看到你活着，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鹅武帝说。别说我了，赶紧先说说你，这段时间你死哪去了？韩哲抓住鹅武帝晃了晃。你别晃了，我慢慢跟你说。鹅武帝说。之后鹅武帝开始了讲述，时间回溯到之前，也就是众人和鹅武帝分别之后。看着众人关上了楼层分界的门，鹅武帝看了看眼前的盒子，盒子上缠在那些布条，直接打是打不开的。鹅武帝便从空间取出了把小匕首，一一切开了布条。但是切开布条后，鹅武帝发现盒子还是上锁的，只有一个小小的锁眼，鹅武帝根本没有钥匙。于是鹅武帝直接在旁边捡了块碎石头把它砸开了。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铜制的圆柱体。鹅武帝把它拿了出来，圆柱体还是蛮重的，上面只有一个按钮。鹅武帝想都没想就按了一下，咔，圆柱体两头一下弹出。鹅武帝一缩手，东西就落在地上。只见那个圆柱体已经伸长，一头多了个结构，看着像一把奇怪的铲子。这把铲子的奇怪之处就是铲头是平行铲柄卷起来的，是个半圆筒。鹅武帝瞪着铲子看了看，越看越像他看的盗墓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洛阳铲。你还看盗墓小说？听到这里的韩哲惊讶道。当然看啊，不然我一天在召唤空间里干什么？睡觉吗？冬眠也不能这么睡吧？只看盗墓吗？其他的种类也看啊，什么乡村美艳寡妇，我的18岁还穿着黑丝短裙看着我舔嘴唇的36弟女房东，热榜上的那些书我差不多都看过。牛批！上个月我还看了热榜第1的，哇，我的未婚妻居然是女帝，那本书是真牛马，最后女帝居然是……行了以后再探讨文学，赶紧说你之后发生的事。韩哲连忙打断了鹅武帝。
主要是因为韩哲迫切的想要知道俄武帝这家伙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既然韩哲坚持，俄武帝也只好继续讲下去。俄武帝细细打量了一下整把铲子，铲柄上还多了些别的东西。首先是3个按钮，上面分别刻着3个字：生、存、山。然后是柄头上还有3个可以拧的环，上面都是甲乙丙丁1、2、3、4之类的字。俄武帝完全看不懂这样东西，只能试着按按钮。他按下了刻着生字的按钮，因为另外2个按钮，存感觉是保存存储之类的功能，山感觉会有不可逆的事发生。生这个字的按钮似乎最值得尝试，但按钮按下之后，铲子没什么反应。没电了。俄武帝又想了想，这个铲子如果真的是盗墓用的洛阳铲，那是不是得插到土里才能生效？俄武帝抱着这个想法试了一下，铲子插进土里的瞬间，一个小土丘出现在面前，土丘前面还有一个石碑，石碑上的字很旧了，不过俄武帝也勉强能分辨，刻的是慈父 Triple X 之墓，是个俄武帝不认识的名字。但是俄武帝瞬间就醒悟过来了，好家伙，这是个坟墓，这个铲子好像能直接生成个坟墓。俄武帝还是有点怀疑，他用铲子试着破开土丘，果然挖了些土，俄武帝真的在里面见到一个破破烂烂的棺材，这居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坟墓。俄武帝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能变个坟墓出来的铲子，这种东西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吗？俄武帝试着按下刻着山的按钮，对着坟墓又插了一下，地上的坟墓瞬间消失。俄武帝有点明白了，笑傲文学，生应该代表着生成一个坟墓，不过是生成一个已经存在的坟墓，还是一个现实里不存在的坟墓，俄武帝也不清楚。删代表的是删除变出来的坟墓，那存的按键应该就是保存变出来的坟墓，功能还挺多。但是这个铲子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俄武帝试着再点了个生成，插入土里，和刚才不一样，这次出现的不再是简单的土丘墓，而是一个大理石修筑的坟墓。俄武帝删除再插，这次出现的又是有2个坟丘的合葬墓，看样子每次生成的墓都不一样。但是这个铲子的功能应该就是随机生成墓葬，仅此而已。至于意义，俄武帝估计是那个邪术道士炼尸快捷取材用的，或者是哪个盗墓贼用的，没意思。俄武帝这个时候已经准备收起来，然后传送回韩哲身边交差了。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俄武帝想起来盒子外面的布条上写满了不要打开的警告，这个破铲子顶多就是晦气一点，用得着写那么多警告吗？是不是还有自己没发现的特别之处？俄武帝又多生成了几次，依然就是各种普普通通的坟头，只有款式的区别罢了。俄武帝很失望，真的准备离开了。但是离开之前试的最后一次，生成的东西突然不一样了，因为这次生成的东西没有任何坟头凸起，只有一个在地上的洞。俄武帝愣住了，因为他觉得即使他也不太懂人类的埋葬方式，但是要埋死人，就算是随便找个地方埋，也应该封起来啊，这直接放地洞里是怎么回事？好奇心让俄武帝忍不住进入洞里查看，他举着韩哲留下的手电照明，进入洞内，发现这个地洞走势一直朝下，看上去深不可测，事实上走起来也很深。之后俄武帝就硬着头皮在地洞里钻了好一会，然后就看到了更让俄武帝惊讶的，地洞的前面居然出现了光亮。地洞里怎么会有光亮？俄武帝下意识就以为是自己钻地洞走到了大厦的下一层，也就是86层。俄武帝加快了脚步，光亮也越来越近，很快走到头，俄武帝探头一看，睁大了眼睛，只见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地下空间，像是在一个很大的洞穴内。俄武帝的位置就是在洞穴的一个石壁上，而下面居然是一座有城墙的城池，城池4个角的角楼都有灯光照亮四周，城里也有很多处灯光，城中央还有一座高台，高台上还有个楼阁，楼阁里面灯火通明，是整个洞穴内最亮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啊？俄武帝也很猛，他试着从石壁的凸起处缓缓爬了下去，然后一边张望一边向城池那边走。俄武帝很快来到了城门前面，却发现城墙很高大，石头做的城门紧闭，俄武帝根本进不去。俄武帝打算先放弃，回到韩哲那里交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巨大的石门突然发出轰的声音，接着石门直接在俄武帝面前打开，一排手拿弯头长矛穿着中式铠甲的高大男人出现在门前。弯头长矛是俄武帝的原话，实际上韩哲推断是长戟，应该是士兵之类的。紧接着他们的长矛矛头瞬间对准了俄武帝，俄武帝吓了一大跳，搞什么？原来闯进来的只是一只怪鸟。为首的男人看着俄武帝很失望，好奇心让俄武帝忍不住直接开口问，你们是谁啊？俄武帝的问话让这些士兵瞬间眼前一亮，这怪鸟居然会说话，是妖精吗？有趣。这些士兵七嘴八舌，喂，回答我的问题啊，你们到底是谁啊？这里又是哪啊？俄武帝又问道。为首的士兵听了直接冷哼一声，这里是皇城，你具体是什么妖精？长得这么怪，是一种乌鸡精吗？你大爷的，我不是乌鸡，我是企鹅。企鹅？没听说过。为首的士兵摇了摇头。MD， 这是群什么土锤啊，企鹅都没听说过。俄武帝小声骂道。但是无论如何，先带回去交给陛下，让陛下决定怎么处置。为首的士兵说。其他士兵得令，立刻围成个包围圈，将俄武帝包围。无数矛尖对准了俄武帝。走走走，你们带路。
俄武帝果断答应。于是，俄武帝在这些人的押解下，通过了2道城门，进入了城内。城内除了一条大道，两边还有些房子。接着，俄武帝又穿过了几道内门，来到了那座高台下，跪下。在高台的台阶下，这些士兵强制让俄武帝跪下了。俄武帝抬起头，只见高台上的灯光照下来，很是耀眼。在这些灯光中，俄武帝能看到高台上站着一个人。因为耀眼的光，俄武帝看不清那个人的面容，但是能看出那个人的穿着。他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还戴着特别的帽子，就是前面有门帘的那种帽子，也是俄武帝的原话。实际上这种帽子应该叫冕旒。高台上的那个人看着下面的俄武帝，没有着急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不说话却满是压迫感。倒是俄武帝忍不住开了口：“陛下，你跟一个人有点像啊。”俄武帝也不傻，知道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加点表示尊敬的称谓。像什么人？高台上的人反问一句，那声音亮如洪钟：“秦始皇，不过你比他帅点。”俄武帝随口说道。呵，高台上的人笑了一声，接着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朕就是始皇帝。”等等等等，韩哲连忙打断俄武帝：“怎么了？”俄武帝暂停了讲述。TMD， 你的意思是你打开那个盒子，里面是一把能生成随机坟墓的洛阳铲？韩哲皱眉道。哼。俄武帝点点头。然后你用这把洛阳铲生成了 N 多座随机坟墓之后，随机到了秦始皇陵。俄武帝又点了点头。我尼玛，赶紧给我继续讲下去。然后呢？韩哲惊叫道。没错，当时我就很激动啊。你想，秦始皇什么人？我居然遇见活的了。俄武帝回答。不过你一个企鹅召唤兽也知道秦始皇？韩哲奇怪道。开玩笑，很多网络小说里面都有这个角色，我都看腻了。而且剧情动不动就是什么我爹是秦始皇，我爷爷是秦始皇，我大舅爷是秦始皇。了解，那你赶紧继续讲。继续催促，俄武帝便继续讲了下去。牛逼！俄武帝看着高台上的秦始皇，忍不住吐出了这个词。而高台上秦皇俯视着俄武帝，缓缓地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俄武帝彻底懵了，因为秦皇问的问题是：你是召唤兽，还是人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俄武帝很震惊，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秦始皇作为一个2000多年前的人，认知里应该是没有召唤兽这种东西的，应该是和那些看门的士兵一样，称呼自己妖怪或者妖精。结果，回陛下，陛下您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一只召唤兽。俄武帝回答，他的每句话都学着网络小说里的样子称呼秦始皇。那你的主人呢？秦皇紧接着问道。他在外面忙别的事，我也是不小心闯进来的，真的是不小心。俄武帝连连解释，但台上的秦皇并没有立即表态，他似乎并不关心俄武帝的解释，这让俄武帝更迷茫了。接着，秦皇问了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情况？俄武帝听到这个问题，微微一愣，看样子和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闯入者相比，这秦始皇似乎更关心他的大秦。俄武帝就赶紧用很悲痛的声音喊道：陛下，不瞒你说，外面大秦已经亡了2000多年了，后面有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皇帝。俄武帝喊的时候，眼睛也不忘盯着看高台上的秦始皇。其实俄武帝倒也是很想知道秦始皇听到大秦亡了会是什么反应，哪知秦皇听着俄武帝的几句讲述，依然显得无动于衷，仿佛秦朝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行了，那些是朕知道，你不用再说，直接讲讲霓虹笑脸现在怎么样了。秦皇说道。俄武帝更惊讶了，陛下，您是怎么知道的？因为你不是你的这个时代来这里的第一个人。秦皇回答。俄武帝一下就明白了，在自己之前还有其他人来过，显然那个人已经把秦始皇死后发生的事给秦始皇讲过了。秦始皇已经被秦朝灭亡消息震撼过一次，现在再听，反应自然就不大了。继续回答我的问题。秦皇说。陛下，我也不知道您具体是要问什么，但是霓虹笑脸应该还是和之前一样啊。也就是说，你们所有人还是必须定时参加霓虹笑脸的游戏。秦皇说。笑傲文学。对，不过是他们所有人，我只是个召唤兽，强制进游戏的是我的主人，不是我。俄武帝解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于浩的人？于浩？俄武帝听着这个名字，仔细回忆了一下，完全不认识。其实俄武帝一共也没听过几个人的名字。没听过。俄武帝摇了摇头。没有吗？秦皇一声叹息。所以陛下，那是谁啊？俄武帝问道。是朕的上将军。如果是您的上将军，那这2000年都过去了，坟应该都找不到了吧？并不是，他是朕3年前封的上将军。啊，他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过现在已经杳无音信了。那太遗憾了。俄武帝听得云里雾里，一时间只能随口附和。话说回来，你叫什么名字？秦皇问道。回陛下，我叫俄武帝。俄武帝？哪3个字？大白鹅的鹅，武力的武，皇，表弟的弟。俄武帝说到一半，直接改口。他也明白自己在秦始皇面前自称帝，估计会引起麻烦。哦，这个帝啊，朕还以为皇帝的帝呢，但是又突然想到，谁会给召唤兽起这种名字？回陛下，我们现在外面比较开放，常人名字里也能带皇和帝，这朕也知道，但是武帝这个名字不能给人起名用啊。为什么？因为武帝是谥号的一种。啥是谥号？俄武帝一愣。
就是给去世的王公大臣评价性称号。啊，就是给死人的。不错。我靠，我就说那家伙起名的时候怎么笑得那么猥琐，原来是起来个死人的名字啊。呵，秦皇笑了。讲到这里，俄武帝越讲越气，他转过头给了正在认真听的韩哲就是一耳光。你是真文盲还是故意的？居然给了我起了一个死人用的名字。俄武帝说，死不死人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拉风啊。毕竟武帝这俩字单令取下来，听着就是响当当。韩哲解释道，这倒是实话。俄武帝若有所思，他确实很喜欢这个名字。不过为什么秦始皇突然就开始跟你闲聊起来了呀？韩哲奇怪道。我开始也郁闷，这样牛皮的皇帝怎么也没什么架子。后来我才知道，这家伙是有求于我，所以还挺客气。有求于你？秦始皇？韩哲不太相信。那你听我继续讲完。俄武帝说，接下来秦皇直接走下了台阶，来到了俄武帝近前。俄武帝也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他留着长须，高颧骨，肤色略黑，比俄武帝想象力瘦一点，但是感觉上很有气质。那种气质，俄武帝有点描述不出来。跟俄武帝依然随便聊了些话，主要是问俄武帝的来历，还有俄武帝的能力之类的。秦皇还会时不时笑，没了之前的威严和肃杀，俄武帝也觉得舒服了一点。两人就这样说了一会后，秦皇突然话锋一转，话说，你能不能回去问问你的主人？问什么？问问他愿不愿意当朕的上将军。秦皇把话说了一半，不是，陛下，为什么光问他，不问我呀？俄武帝说，问你，你能主事吗？当然能啊，我跟你说，我那个主人名义上是我的主人，实际上我和他关系平等，他甚至求我的时候还叫我义父呢。有这种事？当然啊。俄武帝拍拍胸脯，那你愿意当朕的上将军吗？愿意是愿意，不过上将军是什么职位？我更想当大将军。我大秦没有设大将军这个职位，只有上将军。大将军是后面那个汉朝设的。哦，这样的吗？不过规矩是人定的，朕可以为你设一个大将军之位，你看如何？那好啊。好。俄武帝听风。我在。俄武帝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朕封你为大将军，可统帅除朕的卫队以外的天下兵马。谢陛下。俄武帝大声回应。接着秦始皇转头对旁边的黑暗处一声呼喊，是。在。黑暗中走出一个穿长袍子男人，看着就像是个文官。即刻给朕的俄大将军准备将军印信。遵命。那个教士的男人重新引入黑暗中。等等等等，韩哲忍不住了。又怎么了？俄武帝说，所以你直接成了秦始皇手下的大将军？韩哲难以置信。对啊，货真价实，印信我都有。你不服气吗？牛逼，我服我服。韩哲猛点头。俄武帝看到韩哲服气，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他看着韩哲笑道，不过你放心，这种好事我怎么会忘了你？俄武帝说，啊？韩哲一愣，在我的坚持下，秦始皇他直接封你当太尉了。诺，这是你的太尉印信。俄武帝说着，一个金属大印就出现在他手里。乖乖，我才是大将军，你都太尉了，是大秦最高军事长官，连我都归你管。俄武帝念叨着，把大印放在了韩哲手里。韩哲看着手里的印是铜制的，上面还刻着篆体的太尉之印4个字，看着倒是很气派，就是发生的事实在是太离谱，信息量也大，韩哲实在是需要点时间消化。秦始皇说实在是没条件，先拿铜的将就一下，待日后复国给你整鎏金的。俄武帝说，什么？日后复国呀？他要复国？韩哲皱了皱眉，废话，他可是秦始皇，不想着光复大秦，想着在中路打法师是吧？不是，意思他封我俩这么大的官，就是让我们两个替他光复大秦，不然呢？他秦始皇好歹是千古一帝，虽然这几千年来没见几个人，不过也不能见个人随手就封吧。俄武帝说着，还顺便比划了一下，我告诉你，咱俩这官位还是我一番才艺展示和战术吹牛换来的。你还才艺展示？韩哲皱了皱眉。对啊，我表演了一下我的那几个技能，还拿出来了你存我这的步枪给秦始皇听了的响。那你的战术吹牛，自然是替你吹牛喽，说你是什么古今第一义士，有各种机关发明，还会妖术，能换人的脸，等等等等。秦始皇又考虑到你是我的召唤师，要在我之上，就果断封你当太尉了。俄武帝回答，不是，你这不是把我卖了吗？韩哲说，什么叫卖了？太尉糊涂啊，这不叫卖了吗？莫名其妙就给我一个光复大秦的主线任务。韩哲说，醒醒。俄武帝说着压低了声音，他小声在韩哲耳边道，我看的网络小说里面有一句话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秦始皇光复他的大秦，我俩摸我俩的鱼完全不影响啊，他秦始皇下命令，我俩光好的就行了呀。而且他秦始皇没光复大秦，我俩是太尉大将军，他光复了大秦，我俩还是太尉大将军，怎么都不亏啊。哦，不过咱俩随便糊弄他，不怕他搞我们？他拿什么搞啊？别忘了，现在造不是大秦了，他堂堂秦始皇手下的太尉和大将军还是俩光杆司令呢。大将军说的在理。韩哲连连点头。后来呢？我记得你去了很久。后来秦始皇带着我参观了一下他的地下大秦，秦始皇陵完全按照大秦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
中间的高台是秦皇住的秦皇宫，两侧近旁则是秦皇手下几位大臣的府邸，再远就是士兵的营房，然后是一些仓库、陪葬坑什么的。仓库里还存有大量的人鱼膏，指点灯还能用1000年，还有兵甲、陪葬品什么的。俄武帝其实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不过参观到后面，俄武帝遇到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东西。一个屋子里面是一个类似电台的仪器，没错，电台，还有像电脑一样的屏幕，旁边还有几部手机，一个士兵在照看着，还有2个士兵在后面蹬着类似自行车的装置，应该是在给设备发电。这是什么东西啊？俄武帝惊得都快喊出来了。这是上将军于浩之前搞的，叫什么短信群发机。管理机器的小兵说道。什么玩意？俄武帝说，短信群发机，作用是什么？能随机给别人的手机发短信。不过于浩将军失踪后就没人会调试了，变成了只能发固定信息的机器。你们给其他人的手机发的什么消息？俄武帝说道。在屏幕上，大将军可以您过目。管理机器的小兵指了指拼命，上面是几句话构成的短信内容。你好，我是秦始皇，我其实没有死，只是一直在沉睡。现在朕复活了，现在急需一笔钱作为资金光复大秦，只要你转5000元到账户 XXXX， 朕就记你一个大功。待复国成功后，封你做大将军。合着我这大将军就值5000块。俄武帝看着短信内容，皱眉说。一旁的秦皇连忙解释，这条短信原本是将军，后来上将军于浩说将军没有大将军有代入感，就改成了大将军。而你的大将军是你要求的，暂时先给你这个名号，等到日后复国，你的封号和职位一定远胜这些人。这样啊。俄武帝点了点头，然后他看着短信内容上的银行卡号，又好奇道，你们哪来的银行账户啊？这是上将军于浩的银行账户，暂时把钱放他那里，但是后来他失踪了，这些钱就成了死账。秦皇说，哦，不过你们没有网，怎么做到给别人发消息的？俄武帝又问道。网？我们有啊。管理小兵指了指旁边和机器连接的手机，这还能有网？俄武帝将信将疑地拿起手机看了一下，之间手机右上角的网络显示是 WiFi， 不过信号很差，只有1格。真有网？俄武帝点开一看，发现 WiFi 的名字叫秦始皇陵博物馆1号公用 WiFi。好家伙，还是蹭的楼上的 WiFi， 所以皇陵里面能连到楼上博物馆的 WiFi， 信号这么强？韩哲皱眉道。是的，不过他们说这个设备是于浩大将军做的，信号接收器安装在洞顶深处，所以能接收到一点。俄武帝说，那皇陵上面是博物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从皇陵往上挖出去了？韩哲猛地想到，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秦始皇明确告诉我不行。啊？他说皇陵内部有护陵大阵，基本上任何活物都是只能进不能出。他秦始皇为啥要弄个困住自己的大阵？变态吗？这个阵是防止修皇陵的工匠逃跑用的。他说因为皇陵完毕之后要杀死所有工匠灭口，但是一般的条件根本拦不住那些巧匠，所以才有了这个大阵。那你是钻进去时的通道出来的？是，但也不完全是。那个护陵大阵也影响着来时的通道，只能进不能从那里出。那你是？护陵大阵每个月初1的时候效果会减弱，那时候可以凭借特制的信物出入。我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信物就是咱俩的官印也是。OK。 之后我反正一下子出不去，就先在皇陵里面待着，基本上就是和秦始皇聊天，我给了他几本关于他的网络小说，他很高兴。然后我还问了下那个上将军于浩的事，他也很愿意告诉我。这个叫于浩的男人大概是在4年前突然出现在皇陵里面的，他是直接出现在了秦始皇的面前，给秦始皇一个不小的震惊，接着他就被秦始皇的侍卫瞬间控制。秦始皇本以为他是普通的盗墓贼，毕竟这2000年来也遇到了几个，正准备让卫队杀掉他，这个于浩立刻跪地上猛地叩首，边磕头还边热泪盈眶地喊，天啊，我终于见到活的陛下了。他那个热切不像演的，秦始皇也很好奇，就让侍卫先暂缓，问了问这个人的来历。这个人便自述自己叫于浩，现在是大秦灭亡的2000多年后了。秦始皇说，我知道，之前抓过不少盗墓贼，还是问过一些关于大秦后面的事，你直接说你这个时代的事就行。于浩于是连忙说，现在这恐怕是有人类以来都不曾发生过的事，天上的月亮变了样子，所有人都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技能，还必须得定时参加游戏等等等等。秦始皇更有兴趣了，继续听了下去。于浩说自己得到的技能故人相见，效果是能让使用者见到一个想见到的人，不过只能用1次，一般人有了这个能力可能会用来见个初恋什么的，这个于浩不一样，他就格局很大，直接用来见了秦始皇。秦始皇听得很高兴，之后于浩还详细讲了很多秦朝秦始皇死后的事，秦始皇也很认真的听。之前的那些盗墓贼基本上都没文化，历史的事根本不知道多少，就知道个大秦王了，笑笑说。所以秦始皇也是头一次听这么详细的版本。在之后2个人谈了很久，尤其是光复大秦的事，于浩说了很多很多，具体说了什么秦始皇没有说，俄武帝也懒得问，但是应该说的挺精彩的。因为秦始皇听了之后当场就封于浩为上将军，于浩当了上将军之后就开始施展他的计划。他应该做了很多事，但是大多数都是在地上做的，具体做了什么秦始皇也不知道，只知道给秦始皇带来了不少后世的书，还给皇陵里安排了那个发短信的机器。前期资金还是秦始皇拿了些陪葬品给他提供的，不过后期发短信的机器似乎真的筹了些钱，于浩就真的不再用问秦始皇要钱了。再后来大概也就是个10个月后，
于浩特意回到了皇陵告别，他说他到时间了，必须得进霓虹笑脸的游戏了，可能就去很久，可能就去几天，也可能一去再也回不来。秦始皇抓住他的手叹息，当场封他做了关内侯，但之后于浩就真的再没回来。就这样一直到3年后，俄武帝突然闯入了皇陵，才发生了之前俄武帝讲述的事。韩哲听完于浩的事也是若有所思，这个于浩前期可能有点像江湖骗子，但是他后面真的不要钱了，证明他真的给秦始皇办事去了，后面一去不回，应该就是因为死在了霓虹笑脸的游戏里。但是这个故事好像有些逻辑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浩身上，而是在秦始皇身上。2000年的时间，他老人家都在皇陵里面做什么？怎么这个于浩来了，秦始皇才开始光复大秦？或者之前秦始皇也在光复大秦？2000多年了也没什么进度，不合理吧？不过这只是韩哲的直觉而已，具体什么情况韩哲也不清楚。那你最后没问问秦始皇怎么长生不老？韩哲直接说问了，但是他不说，而且还避开这个话题。俄武帝回答，我估计也是，要我是他我也不说，自己一个人独享多爽。再后来呢？什么后来？你在皇陵里坐着聊天之后发生的事啊？哦，后来我正和秦始皇交流网络文学呢，突然变成自由身了，我就意识到你死了。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作为一只召唤物，我是有给主人收尸的使命的，无论多远我都能感觉到你的尸体方向位置。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有这个感应，我真的看不出来地上这坨腊肉干是你。反正我在里面等到初一法阵最弱的时候才钻出来，然后用铲子把秦始皇陵存储了一下，立刻就来找你了。你是从召唤空间传送来的，还是从那几个楼层一路下来的？召唤空间你死了之后就关闭了，所以我是一路走下来的。那你第86层怎么过去的？那里不是很激烈吗？激烈吗？感觉没几个人啊。真的假的？我从哪里过的时候，那叫一个难，真的没几个人。不过第86层我还遇到了几个女的，她们居然说认识你。女的？认识我？韩哲一愣。对啊，都穿着军装，我其实不信他们能认识你，但是他们硬要跟来，我就让他们跟了。他们人呢？韩哲一下坐起来，在下面放哨呢，我见他们去。韩哲一阵激动，见是可以见，但要不你先穿个衣服。衣服？韩哲光溜溜的自己。是啊，人可以复活，但是衣服复活不了。韩哲看了看周围，地上很惨，自己原本的衣服都被咬成布条了，上面还浸透了血，成了硬块。倒是鞋还在旁边，尤其是那只冷静之靴，还完好无缺，可能是女鬼也啃不动鞋底。韩哲的包里有很多补给品，唯独没有衣物。那个，你有衣服吗？韩哲对俄武帝说。衣服？我给你找找。俄武帝取出法杖，发动了物品召唤。只有这个。俄武帝变出来了一条红围巾。你有点靠谱的吗？哪怕裤衩也行啊。韩哲说。没了，还有个粉色蝴蝶结和围巾，你要吗？我先将就一下吧。韩哲拿着红围巾，试着折叠了一下，变成了一条大红裤衩。韩哲穿上裤衩和地上的鞋子，形象确实不太好，先凑合吧。韩哲踩着地上的血污和肉块走下楼层，肉块已经干了，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这些肉块有可能就是韩哲自己之前的一部分，所以踩过去的感觉怪怪的。下了些楼梯，韩哲果然在下面看到了3个熟悉的军装少女。长官，为首的军装少女见到下来的韩哲，立刻敬了个礼。这正是韩哲之前的少女营长，另外2个应该他找回来的士兵。他们即使看到穿着条红围巾围成的裤衩的韩哲，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不愧是经过军事训练的，营长还在啊。韩哲更加欣慰。接着韩哲往下又走了几级台阶，突然发现这些少女士兵背后还站着一个魁梧大汉。这个魁梧大汉穿着像秦汉时代的古装，不过脸上戴着面具，看不清面容，手上还拿着根锄头。这是谁啊？韩哲连忙转头小声对跟过来的俄武帝说，这是秦始皇手下卫队士农工商将里的农。俄武帝说，他为什么跟来了？你不是死了吗？我想着能杀你的人肯定是多少有点战斗力的，我就问秦始皇借了点兵，不然是来救你呢，还是来求合葬呢？俄武帝说，那他听我的吗？绝对听啊，秦始皇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赴汤蹈火呀。而且你现在可是太尉，硬气点。好好好。韩哲走下台阶，太尉大人。叫农的侍卫给韩哲行礼，免礼免礼。韩哲做了个手势，长官，第13空降团，全团400人，10到3人，您请过目。旁边的少女营长报告道。韩哲听着皱了皱眉，太惨烈了，你们都辛苦了。韩哲对少女营长说。韩哲是真的没想到他们能回来，回来就好。韩哲越发激动，现在的感觉失而复得，死而复生，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而且现在自己还是6人队伍，但这次全都是可以信任的队友，而且都听自己的，应该不会然有队友突然喊大惨了。接下来的路应该会更好走了。还有加强孙这个载重，你等着吧，我一定杀了你。笑笑说。韩哲咬了咬牙，不过在那之前，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一下。你们谁有多余的衣服吗？韩哲说。几人面面相觑，连连摇头。韩哲只觉得伤脑筋，自己已经算半裸奔了，即使可以不在乎形象，
但是没有衣服的保护，遇到情况随便翻滚一下就得破很多皮。韩哲很快想到，这里是居民楼，应该有衣服。于是韩哲撬锁进入旁边的屋子，在衣柜里面翻了件没有异味的男装穿上。是老年衫，虽然看着老气，不过穿着倒合身也不影响行动。在重新出发之前，韩哲又做了一件事，他回到了之前自己醒过来的地方，看着地上的其他骸骨肉块，韩哲从中找到了一块连在一起的上下颌骨。接着韩哲试着让颌骨咬整活打火机剩下的碎片，主要是试试整活打火机能不能再复活。可惜没有任何反应，看样子这个打火机只能用一次。韩哲看着骸骨和肉块摇了摇头，没错，这几坨正是黑虎哥、小乌哥还有申晴姐，他们是和韩哲一起被加强叔害死的。兄弟们在那边好好练级，等着我马上把加强叔弄过去，到时候你们等级压制，好好欺负他。韩哲对着骸骨碎块念叨着，给他们上了香。你哪来的香？旁边的俄武帝说，刚顺手拿的蚊香，你没看香都是弯的吗？蚊香也行，只要心意到了，别说上香上蚊香，烧纸烧报纸也行啊。韩哲解释着，鞠了几躬。这次真的要出发了，我死了多久？韩哲随口问俄武帝。大概13天吧。俄武帝回答。多少？13天啊。我靠！韩哲立马打开随身系统。韩哲之前购买了实时显示各个楼层玩家数量的功能，打开一看，第一名早已经到了1层了，不只是第一名，大部分人都已经在最底下的30层了。韩哲再看系统上早已经收到了警告信息，注意，第一名已经到达终点，请在4天17小时36分钟内完成比赛。靠！韩哲瞬间就知道为什么俄武帝能从86层顺利下来，中途还遇不到几个其他人了，因为游戏已经进行了大半，86层的人早都走光了。楼顶，众人从楼道走出来，果然一眼就看到了楼层的分界门，不过还有2个之前的那种怪女人在门前，一个是用脑袋缓缓地扣着楼层门，一个则是在原地发呆。韩哲转过头，小声对农侍卫说，看见那俩女的了吗？超级耐打，能不能给我露一手，处理一下他们俩？农侍卫点了点头。太尉大人，您想怎么处理？随便你怎么处理，反正让他们从我眼前消失就行。遵命。农侍卫扛着锄头就过去了。门口的2个女人感觉到动静，转头就冲向了农侍卫。农侍卫则是抡起他那把大锄头，咚咚2声闷响，农侍卫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分别将2个女人砸飞。2个女人飞出好远，一杆进洞，一杆进洞，最后2个女人分别都落在了对面居民楼的2个窗户里，干净利落，真不错。接下来韩哲也不再浪费任何时间，直接选择了从楼层出口离开。不过这次交给农侍卫开路。第84层，推门进入，一片明亮，还好这一层也不用摸黑了。第84层是室内的地形，和之前韩哲看过的84层地图后众人猜想的一样，84层是一个满是粗方柱的房间。这些方柱的布局看上去虽然很多，但是不密集，所以显得有些空旷，给韩哲的感觉更像是座地下停车场。不过所有的方柱和墙面地砖都是白色的，头顶还有很多日光灯亮着。更特别的是，这里其实很小，韩哲放眼望去就能看到房间尽头的墙面。又一个休息性质的楼层吗？韩哲看了看右手上的随身设备，随身设备的表带上有几个齿痕，不过尼龙的表带还够结实，完全不影响佩戴。韩哲花了100积分看了下楼层信息，友好楼层，安全。韩哲松了口气。接着韩哲沿着墙绕着整个空间看了一圈，这个楼层差不多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除了柱子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别的人，感觉就是凑数的楼层。等等，出口呢？韩哲猛地醒悟，这个楼层好像没有出口啊。韩哲放眼望去，除了来时的门并没有第2扇门，难道说这个游戏还有死路？是自己走差了，还是遗漏了什么？韩哲皱了皱眉，事已至此，先考虑别的吧，比如之前韩哲已经知道的84层正中央的那个神秘大奖。我来了。韩哲看着四面的墙，估测着楼层中间的位置，很快韩哲就差不多来到了整个楼层的中间，空空如也。神秘大奖呢？韩哲瞬间想到了一件事，加强叔也知道神秘大奖的位置，这家伙早就先自己走了，会不会这家伙已经把神秘大奖拿走了？韩哲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如果真是这样，5万积分就是给仇人做了嫁衣，韩哲这不得把牙都咬碎了。等等，也不对，韩哲又回想起来了一件事，如果神秘大奖之前就在这里，总该有点痕迹吧，总不能就随意的摆放在地上，谁来都能拿走吧？那抽这个神秘大奖还有什么意义？至少应该有个锁，或者有个藏的地方吧。韩哲抬头，天花板上只有个日光灯，其他整个楼层的天花板就是完整的一整块，似乎不太能藏东西。而地上倒都是一块一块的白色地砖，如果有东西在地砖下面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韩哲仔细看了看，立刻就发现有一块地砖的白色和其他地砖的颜色有略微的不同，不过这个差别真的好小，只有仔细分辨才能看出来。如果不是估计地板下有东西，韩哲肯定是注意不到的。韩哲踩了踩这块地砖，倒是没有里面中空的感觉。农兄弟，帮我个忙。韩哲对旁边的农侍卫说。不敢，太尉大人，您叫我小农就行。
那小农，帮我一下。您说，帮我把这块地砖撬起来。韩哲说，遵命。龙侍卫一锄头重重的砸下，果然一声脆响，整个锄头的头都进了地砖里，底下果然是空的。龙侍卫一拉，整块砖就被拉了起来，露出了底下的空间，黑乎乎的。这块砖倒是很厚，所以踩上去没有中空的声音。韩哲立刻掏出手电往底下照，神秘大奖是什么？接着韩哲看到了之前很想看到，但是现在很不想看到的东西，是楼层分界门，也就是出口。地板下就是一个几平米的小房间，里面就是一间楼层分界门。手电筒又照了照，真的就仅此而已。这就意味着，原来所谓的神秘大奖不过只是这一层的出口位置而已。如果没有这个神秘大奖，这整个楼层一般人可能得找很久的出口。现在有了这个神秘大奖，韩哲才待了几分钟就能去下一层了。神秘大奖的价值就在这里了，值吗？当然不值，那可是5万积分啊！就换一个类似84层详细地图效果的东西，这也配叫神秘大奖？这就是韩哲指望着靠这个追回点优势的神秘大奖。韩哲心里很崩溃，这种感觉就好像中了神秘大奖，本以为这个奖是500万，能让自己不用再工作，结果揭晓时才发现奖品是1个月带薪休假。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韩哲很痛苦。怎么你找到了出口，脸色反而更难看了？一旁看着的俄武帝随口说道。韩哲只是一阵苦笑，就这样吧，去下一层。韩哲缓缓进入地砖下的小房间。韩哲钻下去的时候，无意中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楼层，出口地砖的左前是根方柱子，右前方是另一根，不过左前方的要近不少。韩哲钻进下面的房间，准备推门进入下一层。俄武帝跟着钻了下来，然后是少女士兵们。等等，我再看一眼。韩哲突然想起来，惊叫一声。刚下到一半的少女士兵被吓了一跳，连忙又爬了上去。韩哲一跃跳出小房间。韩哲放眼望去，所有的柱子都是整齐排列，看着都是等间距的。重新看向眼前的柱子，他数了数眼前的这一排，1、2、3、15，这排15根柱子是单数。单数的柱子数，这个很有意义，因为如果柱子都是等间距排列，而柱子又是单数，空间的正中央应该在第8根柱子的平面上，而现在出口的位置并不正对着第8根柱子，而是斜对着，也就是说出口并不在空间的正中央。神秘大奖之前说过是在84层正中央，如果描述够严谨的话，这个出口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神秘大奖，甚至只是给神秘大奖提供掩护。韩哲连忙又数了下这层的纵向有多少根柱子，是23根，也就是说横向第8行，纵向第12排的那根柱子才是空间的正中央，这正是出口左前方的柱子。小农，再帮我个忙。韩哲说。您讲。帮我把这根柱子砸开看看，不要太用力。遵命。龙侍卫重新操起锄头，对着柱子砸了下去。咔，也是一声脆响，锄头也砸了进去。这个柱子也是中空的。扩大点。韩哲说。龙侍卫点点头，用锄头一扣，更大的缺口，里面的东西也被韩哲和俄武帝看到了。我靠！俄武帝和韩哲看到里面的东西，下意识的惊叹一句。韩哲的目光真的呆滞了，因为柱子里面是一部小型电梯。电梯？俄武帝也是很惊异。韩哲反应过来，很是惊喜。他上前仔细看了看，只见电梯的侧面的楼层显示面板是熄灭的，上面也没有按钮。没电，怎么激活？韩哲试着把显示面板下面的金属板搬了下去，一个凹槽露了出来。这个凹槽的形状也很眼熟，对，看着像是扳手型。韩哲瞬间就想到了之前抽奖给的那些扳手，难道说给的那些扳手不只是安慰奖，还可以激活电梯吗？原来是关键物品，怪不得抽奖会给扳手。但是想到这，韩哲的心又凉了，因为他清楚的记得那些扳手因为又重又没用，韩哲包里空间也不够，就一把都没带上。看看你们的背包里面有没有扳手。韩哲对旁边的少女士兵们说道。黑虎哥他们留下的背包，韩哲没有浪费，是直接让少女士兵们背着的。少女士兵们翻了翻，还真的找到一把。韩哲松了口气，他把扳手放进了凹槽内。现在他默默祈祷，只需要一把扳手就能激活。滴，面板发出一声响声，亮了起来，上面是数字84。下面2个新的按钮出现在凹槽下面，和普通的电梯一样，一个是向上的箭头，一个是向下。激活了呀！韩哲松了口气，他按下向下的箭头按钮。韩哲也不知道会有谁脑子坏了能选择上楼。咔，门应声打开，普普通通的电梯，空间确实不大，不过也能容得下韩哲6个人，只是略显拥挤。侧面分别是100层的按钮，韩哲想都没想，直接按下1层。好家伙，这个神秘大奖是直达啊！电梯的门缓缓关闭，周围亮了起来，电梯的内壁和门变得透明，韩哲能透过电梯门看到外面84层的情况。电梯开始缓缓下降，很快穿越了黑色的楼板区。83层是一片茂密的丛林，82层是一片雪原，81层是一片城市废墟。电梯把这些楼层一一穿越，有些特别的楼层，比如韩哲看到了废弃的游乐场，看到了一处幽深的湖泊。电梯是直接进入水下的，越来越黑，最后一团漆黑。韩哲在黑暗中看到了疑似一对眼睛的光源，
但是还没等韩哲看清，就到了下一层，也有很小的楼层，比如只是一个房间、一座商场。电梯显示的楼层也在减少着，50层以下就基本上都是小楼层。电梯也下得很快，很快就到了个位数。第2层是一处沙漠，第1层终点层，这一层像是在一处火车的卧铺车厢内。电梯门打开了，韩哲等人走出电梯，旁边是4张上下床的卧铺，两边都有窗，不过都拉上了窗帘，两头各有一扇门，一扇的是普通的车厢门，另一扇则是楼层分界门。身后的电梯门缓缓关闭，接着电梯也从车厢正中央消失，只留下了空空的车厢。韩哲先试着去开一边的楼层分界门，纹丝不动。显然这扇门应该是楼层的入口，如果不是坐了电梯，韩哲应该会从这扇门里进来这个车厢。另一扇的车厢门也是上锁的。韩哲先开一点窗帘，看向车窗外，外面的景色也很特别，这里好像是在一座大坝的半腰处，周围有薄雾和水汽，看不太清楚。韩哲再看另一边，也是处大坝，不过另一边的大坝要远一点，自己的车厢和这另一边大坝之间还隔着一处断口，不知道有多深，但是看着还挺宽的。总之这个地方像是2座大坝围成了一个峡谷，韩哲就在其中一个大坝的半腰处。什么怪地方？韩哲正在思考，车厢突然颤动了一下，众人下意识地抓住旁边的床沿，接着车厢居然自己开动了。韩哲看着窗外，也看不出来这个车厢打算开哪去。不过车厢行驶了没多久，韩哲在近处看到了很多车厢停在旁边，这些车厢整整齐齐的在旁边停成一排，里面还能看到人。韩晨的车厢从旁边路过，速度也慢了下来。很快，韩哲在这些车厢中看到了一处空位，韩哲的车厢也是一个转弯，直接插进了这处空位。接着韩晨的车厢就停了下来，甚至不再颤动，应该是引擎都停了。左右隔着1米就是另外2辆车厢。韩哲还不明白现在的情况，手中的随身设备突然显示收到了一条新的信息。韩哲立刻查看，恭喜你完成了游戏，请静候游戏结束，剩余4天19小时23分钟。这就完成了？韩哲有点难以置信。不过剩余时间是不是比之前更多了？韩哲记得之前是4天17个小时多来着，怎么现在变成了4天19小时？记错了。韩哲挠了挠头。不过既然完成了比赛，这个车厢就是类似等候室之类的存在，这系统也太酸了，就给劫破车厢？明明最上面的10层还能给点 VIP 休息室。韩哲完全拉开窗帘向外张望，哒哒。就在这个时候，隔壁的车厢传来2声敲玻璃的声音。韩哲看过去，一个男人出现在对面的车厢窗后，他已经拉下了车窗。喂，兄弟，又见面了。男人在窗内冲韩哲喊道。这个车厢的车窗是能拉下来一点的，但是开不了太大。这个男人韩哲认识，是87层韩哲遭遇到那个衬衫男。没错，就是那个有心灵控制类技能的家伙，被认爹男和那几个爹包围也能脱身的家伙。韩哲立刻警惕起来了，他没有着急回应衬衫男，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衬衫男倒好像完全没感觉到韩哲的敌意。兄弟，我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是那都是半个月前的事了，有啥火应该早消了吧？无论如何，我俩还算是队友，看对方还是绿标啊。你有什么事吗？韩哲直接问道。虽然这个衬衫男不像他那个同行的工装男一边骂着载种一边要砍韩哲，但是毕竟互相间算是交过手，韩哲对他没有一点好感。兄弟，别着急，你应该是刚来吧？衬衫男又是继续说道。韩哲依然没有回话，不置可否。衬衫男也没管韩哲不回话，继续又自顾自地说道。你刚来不知道，虽然系统已经告诉你完成比赛了，让你等着吧，但在实际上这一层比你想象的要凶险得多，甚至不输上面任何一层。衬衫男说。看着衬衫男满脸的认真，韩哲只觉得他说的应该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这么说？韩哲忍不住问道。给我点吃的，我们细说。衬衫男说道。吃的？韩哲这才意识到这个衬衫男面容比之前瘦了点，气色也很差。饿的。不过韩哲身上的食物库存还有不少，韩哲也没什么纠结的，取出个压缩饼干，搁着车窗丢了过去。笑傲文学，再给点水啊，你不怕我噎死？衬衫男说。韩哲无奈，只能再给他丢了瓶水。衬衫男接过水和饼干，立刻拆开包装，狼吞虎咽。韩哲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吃爽了吗？能不能把话说完？韩哲催促。衬衫男几口啃完了饼干，大口干完了那瓶矿泉水，然后才缓了过来。你看那边。衬衫男指了指韩哲车厢尾部的方向，也就是那道深沟的方向。他指的方向，车厢没有窗，韩哲只能从侧面的车窗勉强探一点看过去。牲口的对面也和韩哲这边一样，停着一长排车厢。看到了吗？另一队的家伙们就在对面盯着我们呢。衬衫男说。那他们过得来吗？韩哲说。过得来，不过是每隔几小时就能过来一次。衬衫男说。什么意思啊？每隔几小时，面前这条深渊下面就会升起来一个平台，连通两边，车厢的门也会打开，我们可以从车厢里出去，杀死对面，或者被对面杀死。这……韩哲皱了皱眉，又是正面对抗。不过听着他的描述，韩哲下意识地觉得只是单纯的厮杀，好像和之前的87层也没什么大差别。
甚至可能还会比之前的87层安全点，因为这里双方都在各自一边，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团战，人数多就可以摸鱼了。反正自己已经完成比赛了，摸鱼等游戏结束就行。而87层不但是混战，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混战。这么一想，这一层似乎比87层安全多了。衬衫男的那句这一层比你想象的要凶险得多，甚至不输上面任何一层，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了。衬衫男似乎也猜到韩哲会想说什么，他继续说道：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这层的凶险也就那样？韩哲直接点了点头，这没什么好避讳的。你错了，这一层有一点和其他层不一样。什么？折磨？折磨？什么折磨？对，缺少食物的折磨，寒冷的折磨，敌人的折磨，还有看不到希望的折磨。衬衫男抱着头，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看着他的反应，韩哲只觉得莫名其妙。缺少食物，这可能挺折磨，但是寒冷，这里冷吗？韩哲没觉得，只觉得是凉爽的级别。敌人的折磨，韩哲这个不好评价。看不到希望的折磨，这个韩哲就不太能理解了。熬4天多就出去了，这希望太具体了。再说详细点吧，为什么折磨？韩哲说，你知道的，90层以下食物越来越少，60层下面这些楼层根本没有任何食物，这一层也不例外，大部分人的食物已经完全空了，全靠硬撑。到了晚上，气温还会暴跌到0下，本身就缺少食物，饥寒交迫，导致晚上非常难挨。而且你别想靠睡觉混时间，这里每3小时就会开启一次连接，双方就会碰面打一场，1天8次，每次都是生死之战，根本没法好好休息。还有最重要的，什么？时间一直在延长，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衬衫男说，时间在延长。韩哲愣了一下，看样子之前自己没记错，确实是延长了时间。为什么会延长啊？规则上也没说过啊。韩哲皱眉道，规则上其实早就说过了，第一个游戏参与者到达终点以后，其他所有人需要7天内完成比赛。现在看来是要等到第1名到达终点之后的7天后，也就是所有人结算结束后，我们才能离开。对啊，但这时间凭什么延长？原因很简单，第1名死了。啊？第1名死了，他就是死人，不是第1名了。这个7天时长就会按照他之后的第一个到终点的人计算，那就是说，现在这个4天19小时倒计时是按照存活的人里面的第1名到达终点的时间计算的。如果排在前面的人一直死，我们待在这里，时间就会一直延长，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就不能所有人停手吗？现在大家都到终点了，杀死对手也没有奖励了吧？还能有什么理由厮杀到底？韩哲奇怪道。不行，因为杀死对手还会得到少量必须的物资和一些额外奖励，有了这些物资和额外奖励做诱饵，即使你不动手，也有的是人会动手。衬衫男说。韩哲陷入思索，最后看在压缩饼干的份上，再给你个建议，趁现在赶紧接点凝结的水。周围的这些雾气是上一次双方连接时，对面的第1名被我们队伍击杀给的全队奖励。衬衫男说。哦。韩哲点点头，接着他转头对旁边的众人说道，那我们也接点窗户上的冷凝水吧。明白。3个少女士兵得令，忙活起来。对面车厢的衬衫男这才看到韩哲的车厢里还有其他人，一下就看呆了。兄弟，你车厢里有这么多人？衬衫男睁大眼睛说道。算是我的召唤物吧。韩哲说。你的召唤物是几个妹子？衬衫男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是。韩哲点点头。那他们能不能……那个……衬衫男说。不过韩哲也能明白衬衫男的意思，能，而且很有技术。韩哲随口回答，其实他也不知道，不过说出来装13还是不错的。我靠，真羡慕死我了。衬衫男念叨着。别羡慕，我年纪轻轻已经快虚死了。听我一言，这种花里胡哨的召唤物只会害了你，没什么好羡慕的。韩哲又是随口说道。我情愿虚死啊。不过话说回来，兄弟，你的技能具体是什么啊？我们那么多人包围你，你直接就跑了。没什么，小把戏小把戏，不说也罢。哈哈哈哈。衬衫男故意避开了这个话题。韩哲见问不出来，也就不再问了。那下一次连接开始还有多久？韩哲又问道。1个多小时吧。谢谢。韩哲随口答谢完，默默招呼其他人来到车厢的另一边。还有1个多小时，你们有什么好对策吗？韩哲小声问道。咱能直接进始皇帝陛下的陵寝，待到游戏结束吗？俄武帝说。韩哲立刻摇了摇头。这个不行，霓虹笑脸早有规定，这方面的 bug 不能卡。什么规定啊？俄武帝愣了一下。所有人在游戏中进入技能造成的特殊空间内，总时间不能超过这场游戏的1/10。韩哲说。啊？就比如我们现在游戏现在看应该会进行一共20天，20天的1/10是2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技能造成的特殊空间内待超过2天。韩哲说。你们这个游戏还有这种笨蛋规定吗？没办法，确实有，估计就是为了防止各种生存类游戏，有些参与者在自己的空间里安全蹲到游戏结束。那我们是只能在里面待2天？其实2天也不行。霓虹笑脸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游戏结束时，参与者必须处于游戏的世界内，如果不在游戏的世界内，就会被自动抹杀。我们进了皇陵，下一个初一才能出来，这期间游戏肯定会结束，我们只会被抹杀。好麻烦啊，怎么这么多批规定？开玩笑，
几十亿人参加的游戏，加起来几十亿种技能，再加上相互组合，没点什么限制，估计全是卡 bug 的，普通人还活个屁。韩哲说，也是哦，不过你是召唤物，没这个限制。你要是怂，可以先躲起来，去皇陵里面给始皇帝陛下兼职下首席太监。韩哲说。韩哲转头看向农侍卫，龙将军有什么看法？农侍卫摇了摇头，我没有看法，听太尉大人的就是。龙将军，你除了挥锄头，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招式吗？俄武帝插嘴说，这其实还有很多，不过就算对面人很多，我也有特殊的应对之法。农侍卫说，那我就靠你了，一定尽全力。农侍卫点点头。除了农侍卫，韩哲其实还有几张牌可以打。首先是3个少女士兵，她们受过军事训练，韩哲把黑虎哥几人的枪发给了他们，战斗力还是有保障的。然后是韩哲的几个道具，军工强化标签、空投信号枪，最后就是韩哲的那个能把其他人撞进异世界的皮球。就是不知道3小时1轮，这些牌够韩哲支撑多少轮。韩哲在车厢里静静等待着，而另一边的车厢倒是一直没有动静，好像那是个空车厢。韩哲也懒得管，车内还有个小卫生间，吃喝拉撒倒是都能在车厢内解决。快到开战的时候，韩哲的随身装备显示有一条新信息，注意，连接将在5分钟后建立，本次击杀特殊奖励。游戏结束后，进入霓虹笑脸游戏休息时间增加15天，击杀数第1名额外奖励，治疗药水星号1，随机强化一处能力。本次地形碎砖垛。本次地形规则：1、7步内枪快，所有的远程武器射程仅有7步之内，所有的爆炸范围也不超过7步。2、光明审判，在本地形死亡的游戏参与者公开其浏览器记录和页面。3、就地取材，板砖拍人伤害增加为原来的3倍，请做好准备。好家伙，还有地形规则，准备。韩哲看向农侍卫，看他的吧。农侍卫轻轻晃了晃手中的锄头，接着一头毛驴出现在了车厢内。韩哲一阵惊讶，这是我的坐骑，就是类似你的召唤兽。农侍卫试着说出了这个词，一会全交给他就行。他有什么能力吗？他叫钱，能力是黔驴技穷，能施展各种各样的能力，不过每个能力只能用1次。哦，韩哲看着这头驴，也才发现这驴的眼神不像一般的驴那样暗淡，而是看上去炯炯有神。神驴，气度果然不一样。5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滴，整个场内响起一声警报声。前面的深沟里很快就升起来了一个平台，平台上是很多砖堆，有整齐码放的，也有胡乱堆着的，也有高有低，高的也有2、3层楼高。总之，形成了相对略显复杂的战斗场地。因为这个平台对应着深沟的形状，这个场地很狭长，左右有几百米宽，纵向应该只有几十米。接着，包括韩哲的车厢在内，车厢们都向前移动，到达平台边沿。车厢尾部一下升了起来，眼前的车厢门也瞬间开启，韩哲等人就像被倒垃圾一样倒了出来。韩哲看向两边，其他车厢里的人也是一样，都一起被倒了出来。衬衫男也是，他看到农侍卫和俄武帝也是愣了一下，不过很快恢复过来，给韩哲打了个招呼。不过韩哲注意到自己左侧的车厢，衬衫男的车厢是右侧，还在原地，真是空的。其他参与者被倒出来之后，大部分都短暂的恢复了一下，然后就上前冲进了平台上的砖堆组成的场地中。很快，砖堆场地里就传来了枪声，应该是有人贴脸了。接着，一个页面从砖堆场地中升起，悬浮在场地上空，看着是浏览器里面的搜索记录，由下至上分别是：老婆突然对我态度冷淡，是什么原因？肾虚有什么征兆？肾虚怎么吃什么食物能补？肾虚吃什么药？离婚需要请律师吗？肾虚会被别人看出来吗？好家伙，一整个心路历程全被系统贴出来了。死的这哥们也够惨的。不过他现在不用担心别人看出来他肾虚了，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农侍卫吹了声口哨，叫前驴的驴应了一声，转过头开始对着众人猛晃脑袋。这是在干嘛？韩哲看着驴脸愣神道：这是他在给我们祝福效果，名字叫做远交近攻。农侍卫小声解答。具体什么效果？韩哲追问。效果是能让距离我们远的人对我们更加友好，近处的人我们攻击他伤害会加倍，所以现在我们不用担心远处的人偷袭，近处的人打我们，我们也会比之前更占上风。农侍卫说。这么实用？所以我们现在待在这里很安全，剩下的全部交给钱就行了。农侍卫说。韩哲看了看周围，农侍卫说的不假，有了远交近攻的效果，远处的人对自己友好，正好远处的都是敌人，那对韩哲几人来说就相当于开了和平模式，暂时没敌人了。不过韩哲依然要提防有敌人越过平台冲到这边发起攻击，当然有方有人背后攻击夺取补给品也是可能的，也要防一下。韩哲警惕地看着自己队伍的这一侧，他在人堆里寻找着加强叔的身影，但是放眼望去好像都是陌生的脸，加强叔似乎不在这里。韩哲觉得也很合理，以那家伙的纯辅助技能，可能根本通过不了这几十层，8成是早就死在路上了。旁边前驴祝福完毕，转过头冲向了双方交战的平台中。这一刻韩哲更觉得他像一匹战马。兄弟，你这又是驴又是企鹅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园技能啊？
旁边不远处的衬衫男好奇说：“就是一些收集情报的动物召唤物而已。”韩哲随口说：“那你这驴还有什么效果吗？”基本没什么了，只能凑合侦查一下。韩哲继续搪塞：“兄弟，那我再提醒你一下，只有你在平台上，对面也在平台上，击杀才给奖励的。但是召唤物击杀是只要召唤物在平台上也算，所以建议你放个狮子老虎进去。”衬衫男笑道：“谢谢提醒。”韩哲点点头：“没事，都哥们儿。”衬衫男很豪爽。韩哲听到了衬衫男的提醒，也是才明白为什么基本上所有人都真的自觉在平台上交战，原来是只有平台上才有奖励。此时前驴已经冲进了平台内，韩哲在一旁认真的看着，他也很好奇这个驴还有什么招数。前驴在平台上发出一阵驴叫，接着半空中出现了很多黑色的青铜的大鼎，咚咚咚，这些大鼎纷纷重重砸下，落在砖堆和平台的地面上，发出巨响。大鼎落地掀起了大量灰尘，韩哲一下看不清场上的情况了。不过在灰尘之上又多了几个浮空的搜索记录页面，是有几个人被砸死了。韩哲随便看了一眼，有一个搜索页面是给女主播打赏，怎么退回？女主播关掉美颜长得很丑，可以告诈骗追回打赏吗？韩哲的随身设备也在疯狂弹击杀提醒信息。这个技能叫一言九鼎，说话后就会有9个大鼎从天而降。一旁的农侍卫解释：“驴叫也算一言啊？”韩哲皱了皱眉：“当然算的。”农侍卫说：“行吧。”韩哲点了点头，看着更加混乱的场上，他其实心里更多的是激动。这个前驴的技能有点猛啊，上来一个范围技，直接控场了呀。烟尘很快散尽，前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平台之上。这一次，韩哲发现驴的嘴上叼了一个之前没见过的东西，是好几个管子拼成的，看着有点像什么乐器。他叼的那是什么？韩哲问道。是鱼，这是技能滥竽充数，只要他叼着这个叫鱼的乐器，就能在人群中隐身。龙将军小声解释。那他是要……韩哲看着前驴，只见他叼着鱼，居然缓缓坐下了，然后淡定地看着周围。这怎么还休息起来了？韩哲说，这也是技能，叫以逸待劳，只要他休息，周围的人就会变得劳累，他劳累，周围的人就会逐渐精力充沛。哦，韩哲点了点头，没想到这还是个群体控制技，这个前驴技能太强势了，可惜都只能用一次。果然，就在前驴坐下休息的时候，平台上的其他人很快都变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NND 虽然一天没吃饭了，但是我也不至于走2步就累成这样吧。台上的人很不解，台上的战斗强度也很快就降下去了。原本还能见到一些人拳脚刀剑，现在只剩下一些人端着枪开火，因为开枪是最省力的了。不过枪响了一会，台上也没枪声了，主要是到这一层，大部分的人弹药都用光了，剩下有子弹的那些人，子弹也不会有很多。现在的枪也只能打7米，真的不如节省子弹备以后再用。又过了一小会，台上的人都已经累得跟死狗一样了，爬都费劲。不过韩哲看了看左右，两边没有上场，只在旁边观望的人看着倒是没受什么影响，只是都在一旁看着台上的情况疑惑。笑傲文学，显然这个平台有特殊的结界，台上的技能只能影响台上的人，不会影响没有上台的人。这个时候钱驴也转过头盯着韩哲和农侍卫这边。钱驴给我们发信号了，该我们上场收割了。农侍卫操起锄头准备上场。不远处的衬衫男见韩哲等人要动身，连忙说道，这场上看着不太对劲，你们还要上场吗？显然韩哲和农侍卫说话声音刻意压低，他听不到，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韩哲放的那头驴搞的。没事，撑死胆大的。韩哲笑笑回答。农侍卫向前走了几步，正准备踏上平台，却一下停住了。太尉大人，农侍卫说。怎么了？韩哲也看出了农侍卫的异样。对面有个家伙在死死地盯着你。农侍卫说。对面？哪里？韩哲看过去，右前方，透过那2个高砖堆的间隙看，在那个编号27的车旁边。我看看。韩哲按照农侍卫说的看过去，接着韩哲真的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容，让韩哲全身一阵冰凉。怎么会？平台有个30多米的宽度，两边隔的距离加起来差不多50米，虽然隔得有一点远，但是韩哲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没错，那个在对面死死盯着韩哲的人，韩哲认识，而且很认识，他就是之前的那个认爹男。他不是已经被愤怒的人民群众击毙了吗？怎么还活着？韩哲皱了皱眉，而且他现在看着自己的眼神，估计已经知道他的死是自己搞的鬼了。虽然韩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韩哲，应该都死得差不多了。韩哲也盯着对面的认爹男，只见那认爹男旁边蹲着的几个人突然站了起来，也是死死地盯着韩哲，并且开始向韩哲这边走，估计是认爹男的新队友或者新认的爹。不过认爹男倒是没有动，只是看着那几个人来找韩哲。以那家伙的尿性，这直接当枪使的应该就是新认的爹。这几个新爹走上平台，绕过一个个砖堆柱子，继续朝着韩哲走过来。旁边的衬衫男也注意到了这几个人。兄弟，对面好像有人奔着你来了呀。衬衫男说着，身体也开始缓缓后退，远离韩哲几个人。韩哲看向农侍卫，农侍卫点了点头，手中的锄头转了转，站在了韩哲面前。你仇人？一旁的俄武帝随口问道。
韩哲掏出步枪和军工贴纸，怎么结的仇？我把他的脸换成我的了。啊！也就是这个时候，这几个新爹已经穿过了平台，他们短暂喘息着。虽然他们只在平台上待了一会，但是也受了些以逸待劳的影响，只是影响不算太大。看了看他们，4个人全都是彪形大汉，黑虎哥那样的。龙侍卫没有给他们时间休息，直接操起锄头上前。新爹中一个彪形大汉抬起了手，一声尖锐的响声，彪形大汉的肘关节瞬间断开，然后他的小臂带着手掌直接喷射着高压气体飞出，手掌瞬间打在农侍卫胸膛，然后推着农侍卫飞了出去。农侍卫就像坐着火箭高高飞上了天空，变成一个光点。韩哲皱了皱眉，喷气式拳头，玩钢铁侠这招是吧？接着后面3个新爹直接出手，朝着韩哲冲过来。挡一下，韩哲快速后退，他也没意料到农侍卫突然就被迫登月去了。3个少女士兵直接开枪，3个彪形大汉又迅速闪身后退，子弹打到7米的地方瞬间停止，然后落地。显然这个地形规则影响的不只是平台，而是全场。在少女士兵和彪形大汉周旋的时候，韩哲开始往枪上贴军工标签。这次韩哲吸取了教训，贴上去都会先看一眼。第一个贴上以后变成了精准打击标签，你的枪装备8倍镜，射程降为原来的1半。1半射程，那不就是只能打3米半了？不行，3米半的射程还不如拿刀捅呢。韩哲连忙撕掉贴心的，这倒不是韩哲临阵磨枪，主要是韩哲的标签生效时间很短，数量也很有限，每次打架要是都提前贴上，很快就用完了，所以也只能像现在一样，需要的时候再临时贴。冷兵器，这把步枪在冰箱里冻过，所以算冷兵器，所有对热武器限制的技能对这把枪无效。这个标签不算废，但是现在也没什么用，韩哲只能继续往上贴。女子防身步枪，这把步枪的设计理念类似女子防身术，每一枪都自动断子绝孙，就是自瞄，效果还行。就先这个，韩哲标签刚贴上，其中一个新爹已经到了韩哲面前，他的双手一下按下了韩哲的枪，眼看要抢枪，韩哲立刻扣下扳机，一连串的子弹从枪口射出，虽然枪口对着地面，但是子弹刚出枪膛就在空中猛地拐了个弯，然后全部都打在了。这个壮汉撕心裂肺的惨叫，捂着裆就躺下了，鲜血如注。韩哲再抬头准备应付其他人的攻击，韩哲却呆住了，眼前是个鲜血淋漓的绿色方块，是其中一个少女士兵，她已经被叠成了方块形状，丢在韩哲面前，浑身骨头折叠扭曲，鲜血从中渗出来，叠成这样，当场就死亡了。韩哲看向前方，而韩哲的面前是4个新爹，其中相对最瘦小的一个，他穿着灰色的工作服，手上沾着少许血迹，眼睛盯着韩哲，脸上还是得意的笑容。少女士兵就是他叠的。韩哲正在惊愕，灰色工作服的新爹瞬间又是一个闪身，到了另一个少女士兵面前。这个少女士兵正朝另一个新爹射击，灰色工作服的新爹已经到了他面前，他抬起了手，接着在0.几秒的时间内，他做完了所有动作，没有给这个少女士兵任何反应时间，也没给韩哲任何救人的机会。这个少女士兵也被叠成了渗血的方块，甚至连惨叫都没有机会。活生生的少女几乎是瞬间变成了无声的尸体方块。韩哲看得目眦欲裂，这是什么诡计呢？能把人直接叠成方块，而且动作之快，韩哲根本无法看清，残忍恐怖。我在顺丰当了10年打包员，什么东西我都能快速打包，包括人。灰色工作服的新爹看着韩哲得意道，到你了，你想叠成大件货还是小件货，还是9块9包邮？接着他没有等韩哲回答，就瞬间闪到了韩哲面前，速度之快，就连速度比常人要快的韩哲也躲不开。开叠了。灰色工作服的新爹抬起了手，咚，一个黑色身影在韩哲面前闪过，灰色工作服的新爹直接飞了出去，接着他在空中一个翻滚，在不远处稳稳地落了地。妈的，哪来的一头野驴？灰色工作服的新爹看着韩哲面前骂道，是前驴，是他冲过来把灰色工作服的家伙撞飞了。但是韩哲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因为就这家伙技能的恐怖程度，韩哲很怀疑前驴能干掉他。前驴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嘴上突然出现了一根特别的火把，然后前驴叼着这根火把挥了挥，火把是点燃的，一挥起来发出一阵浓烟。韩哲看不懂这又是什么技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灰色工作服的家伙也动身了，他一个瞬身到了前驴前面，也几乎是前驴周围凭空出现了很多人，突然出现的人甚至把灰色工作服的家伙重重挤了一下，他一下失去了平衡，后退了几步，又撞到了另一个人。这些凭空出现的人是谁？韩哲一愣，接着韩哲看到这些人头顶的绿色有方标，这些突然出现的居然都是和韩哲同一方的其他游戏参与者。这些游戏参与者也很猛，我怎么突然过来了？这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人？这怎么还有一个敌人啊？这些游戏参与者短暂的疑惑之后，发现了混在他们之中的灰色工作服新爹，弄死他！这些游戏参与者们立刻对身旁的灰色工作服新爹开始攻击。灰色工作服的新爹连忙发动能力，想将眼前的人打包折叠，但是他的动作却瞬间被旁边的其他人打断。周围的人乱七八糟开始往他身上招呼，
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了他身上，这其中还有很多是有技能加持的。他很快就淹溺在了人群中。一旁的韩哲在人群外圈就缓缓挤了出来，钱驴也跟着挤了出来。你这又是什么技能啊？大变活人吗？韩哲看着钱驴皱眉道。这个技能叫烽火戏诸侯，可以立刻把大量队友召唤到自己周围，但是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队友的怒气值。身旁农侍卫走了出来，他灰头土脸的，身上的衣服破了很多地方，那只手臂还死死攥着他胸口的衣服。你还好吗？韩哲看着农侍卫关心道。还好，一点皮外伤，就是这只手太烦人了。农侍卫指了指胸前的这只手臂。不能拽掉吗？有点难度，他死死地抓着我的星号，真是阴损的招数。农侍卫回答。韩哲听到这皱了皱眉。农侍卫没办法，只能挨个去撇胸口这只手的手指。但是当他撇完5根手指，发现那只手还粘在上面，掌心居然还有吸盘。农侍卫骂道。算了，我帮你用枪打掉吧。韩哲将枪口放在那只手的侧面。韩哲还顺手撕掉了标签，他也不想农侍卫从侍卫变成宦官。一声枪响，这只手终于掉了。农侍卫也松了口气。接着韩哲的随身设备上也显示了一条新信息。韩哲看了一眼，连接将于2分钟后结束，请尽快回到车厢，未能及时回到车厢将被系统杀死。信息发送的同时，周围一阵响动，所有车厢恢复了水平状态。要结束了。周围被烽火戏诸侯召唤来的人也纷纷向各自的车厢退去，其中有很多之前都被以逸待劳影响过，虽然现在钱驴已经撤招，但是他们显然还有点后遗症，仅仅是走路就能看出他们的疲惫。韩哲看了看对面，任爹男没有动，还是在对面冷冷地看着韩哲。以这家伙的性格，估计也不会亲自冒险过来。韩哲继续在近处的人群里寻找他之前过来的那几个新爹。随着人群逐渐退去，地上几具尸体也露了出来。韩哲先看到的是2个新爹的，他们浑身都是刀伤，鲜血淋漓。没错，在愤怒的人群里，他们根本活不了。估计这里和上面的楼层规则一样，打出最后一击的才给击杀奖励，所以大部分人就算看见尸体都会捅一刀补刀，他们就算被打晕也会被活活补死。那个被韩哲几枪送走小鸟的新爹也是，之前还在地上惨叫，现在已经被路过的热心群众补了几十刀。搜索记录在他们的尸体上不远处漂浮。打包男的搜索和浏览记录是：送快递时女客户给我说谢谢，是不是喜欢我？我现在拥有天下无敌的快速打包技能，哪个快递公司干才能收益最大化？真没出息。另一个尸体浏览记录就要正常一点，是一些关于霓虹笑脸游戏的。韩哲扫了一眼就略过了。当然还有韩哲的2个少女士兵的尸体，他们自然是不显示聊天记录的。唉，周围人越来越少，韩哲很快也看到了少女营长和俄武帝。少女营长是走回来的，满面的疲惫。4个爹里有一个是他来挡住的，看样子也不好对付。他看着地上的2具被折叠的手下士兵尸体，凝视了好一会。俄武帝倒是一窜就过来了。怎么样，韩哲，有没有看到我刚才那脚？俄武帝拍拍胸脯道。什么？韩哲一愣。就是我刚刚踢的那一脚啊！我一波绕后，悄悄到了那个家伙身后，然后全力一脚，那家伙就被我干掉了。俄武帝继续说。哪个家伙？就是能把自己手掌发射出去的那家伙啊！哦，韩哲恍然大悟，怪不得那个家伙发射了个手掌就不见了，原来是被俄武帝当后排切了。不过韩哲忙着对付那个打包男，完全没看到。你确定是干掉了吗？还只是踢飞了？韩哲说。确定啊，都碎了一地，头都掉了。俄武帝说。碎了一地？是啊，我也没意识到这家伙这么脆，跟积木搭的似的。尸体呢？就在那边，不过头没了。头呢？飞到对岸去了。啊，我踢了他一脚，他一碎，然后头就发射出去了，落到了对岸。这不很显然是让他逃走了吗？你怎么就说干掉了？虚报战功是吧？他就剩一个头跑了，证明我至少干掉了90%的他，和干掉了也差不多吧。算了，先回去吧，时间要到了。韩哲示意众人回到车厢。少女营长依然凝视着2具士兵的尸体。韩哲必须得打断他。韩哲拍了拍他的肩膀。杀他们的人钱驴已经干掉了，算是先报了一半的仇。至于幕后的控制者，我迟早也会杀他，你放心好了。少女士兵点点头，然后冲2具尸体行了个军礼。韩哲等人回到了车厢内。衬衫男早就回来了，他隔着车厢冲韩哲用关心的口吻道：兄弟，没受伤吧？没有，都还好。那些找你的人被你干掉了？一些小混混，没什么实力。兄弟，那你厉害啊？没有。韩哲随口应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全场响起一声警报，然后是一声整齐的机械声，所有人车厢门自动关闭了，然后车厢开始自动移动，回到了之前的位置。韩哲注意到还有很多车厢停在原地没有动。当韩哲的车厢回到初始的位置后，这些没有动的车厢才开始移动。他们转了个弯，然后向着右侧快速移动，很快都离开了韩哲的视野内。那些车厢是？韩哲说。哦，那些啊，是车厢的人死了，空车厢就会回收，有新人来，车厢就会再回来。衬衫男解释。所有的空车厢都会回收吗？韩哲震惊道。当然啊。那我旁边这个车厢就是有人的。韩哲指着自己另一边的车厢说。此时
这个车厢的窗帘是拉上的，韩哲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应该是，你那边那个车厢平时挺低调的，我没怎么留意。那之前连接的时候，他的车厢为什么能不弹出来？韩哲说，有免战卡吧？免战卡？对啊，看击杀其他参与者就有可能得到。明白了，那击杀奖励马上就来了。衬衫男指了指韩哲的车厢门，他刚指完，韩哲的车厢门的旁边的一块钢板缩了下去，露出了一个面板，一个显示器加一个开口。本次连接，您击杀了13名敌方玩家，其中有效击杀13人，获得奖励如下。有效击杀应该指的是黔驴在平台上的击杀。黔驴作为韩哲的召唤物，使用道具产生的召唤物的召唤物，他的击杀也算韩哲的击杀。关系虽然远，但是也算有关系。系统还挺人性化。那相对的无效击杀，应该就指的是不在平台上的击杀。那4个星爹，一个跑了一个头没死，剩下的3个都是让热心群众干掉的，所以没给韩哲算击杀。虽然这些热心群众是黔驴召唤的，但是毕竟黔驴只是把他们召了过来，并没有控制，所以不算到韩哲头上，也算合理。韩哲接着看了看自己获得的奖励的清单，清单是每个击杀的奖励都写了出来。韩哲直接看了总计，共计获得霓虹笑脸游戏休息时间额外增加15天星号1，这个看上去只奖励一次。卫生纸1卷星号2，五仁月饼星号1，大瓶矿泉水星号3，免战卡1次星号3，暖宝宝星号1，安神耳罩眼罩组合包星号1，反寻仇面具星号1，黄瓜星号1。初次击杀奖励自选生活用品星号3，免战卡1次星号1，自选普通武器星号1。总计击杀超过3人数量奖励自选生活用品星号2，自选道具星号1。总计击杀超过5人数量奖励自选生活物品星号2，自选道具星号2。总计击杀超过10人数量奖励自选高级道具星号1。击杀数第1名额外奖励治疗药水星号1。击杀达到数量的奖励倒是显示了一堆，但是韩哲看着前面的这些奖励还是皱了皱眉。黄瓜、卫生纸，击杀1人基础奖励就给这个，真够黑的。韩哲点进那些自选奖励里，一个选择清单就出来了。自选生活用品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什么卫生纸、衣物、杯子、太阳镜、洗面奶，什么都有，连眼镜清洗液这种冷门的东西都有。但是里面的食物的量都很少，面包都是小袋的，应该是系统刻意这么搞的。至于洗面奶之类的就完全没用了，这里没有自来水，卫生间的马桶都是无水真空马桶，饮用水只是喝都不太够，还拿来洗脸。边上还有说明文字，说这些奖励只要是非连接的时段随时可以换。韩哲就先不换生活用品了，普通武器就是刀剑之类的，枪也有，但是是空枪，子弹还要消耗1次机会换，而且数量很少，1次机会只能换3发子弹，这让习惯了扫射的韩哲根本接受不了。然后是自选道具，这个与其说是道具，里面倒主要是一些功能，比如有解锁车厢空调功能，解锁车厢额外隔音功能，给车厢安装高保真音响家庭影院，将车厢内床铺换成高档席梦思床垫，解锁红酒品鉴家功能，赠送高脚杯1个，以后得到矿泉水奖励的时候自动赠送红酒1小瓶。总的概念就是只要你愿意，可以逐渐把你的车厢变成总统包厢，但是享受生活归享受生活，和获取食物的功能一个都没有，食物还是匮乏的，饮水稍微多一点，但同样缺少。至于自选高级道具，就是一些和战斗相关的了，基本上都是比较实用的。不死图腾，永久线兑换1次，可以替你抵挡1次致命伤害。精准射击能力，在本场游戏中你的射击能力大幅提升。技能探测器，在本场游戏中你每次连接时期都可以探测一个人的一个技能，优先探测到最高级的技能。高亮显示，你每次连接时都可以标注1名敌对参与者，时刻显示他的位置。一堆技能里，韩哲格外感兴趣的就是不死图腾和技能探测器，一个能直接让韩哲免疫1次致命伤害，一个能给韩哲带来关键信息，2个作用都很大。韩哲斟酌再三，最后直接选择兑换了技能探测器。原因很简单，很多人的奇怪技能，如果你不知道技能机制，多给几条命也无法应对。其他的自选奖励，韩哲现在还不需要什么，就暂时不兑换了。然后就是已经明确的那些奖励，韩哲点击了领奖，东西都从下面的出货口掉了出来。其中韩哲最好奇的是反寻仇面具，这是个什么东西？韩哲在这些东西里面找到了所谓的反寻仇面具，面板清单可以点开，里面就有说明书。韩哲点开看了看，反寻仇面具，戴上本面具，每次连接时间，别人看到你都是不一样的脸。这似乎是个好东西。韩哲眼前一亮，毕竟韩哲的换脸不能对自己生效，戴上这个面具，再去自选生活用品里面换一件衣服，认爹男就认不出来自己了。只要他对自己放松警惕，韩哲的机会就多了，有用。然后就是免战卡，是一张黑色的小卡片，这个使用方法就写在卡片背后，在连接开始前面板前进行扫描，即可跳过这一次连接，你的车厢将不会打开。简单明了。这种卡韩哲有4张，就算一直用也可以管12个小时。韩哲决定每2次连接用1张，这样就是6小时参加1次，韩哲能有不错的休息时间。笑傲文学，连接时间结束后，那座满是砖垛的平台慢慢降了下去，
深沟两岸的边沿也慢慢下降，变成一个斜坡。不过韩哲这边还是平地，不受影响。两边的尸体慢慢滚落下去，斜坡又降了一下，露出一排整齐的小出水口，水流涌出，血迹很快被冲洗干净，边沿重新升高，恢复原状，干干净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韩哲用治疗药水给农侍卫涂了一点，果然就飞速愈合了。前驴也被农侍卫收回，主要是狭窄的车厢放头驴实在是挤得慌。然后韩哲让众人好好休息。近3小时后，下一次连接到来，韩哲用了张免战卡跳过。这次的地形叫彩虹小马的城堡，升起的平台上是一座超大号的狭长充气城堡。地形规则也很特别：1. Bio， 所有的远程武器将变成软弹枪；2. 少女的彩虹梦，所有离开身体的血液变成彩色颜料飞剑；3. 喵喵喵，所有惨叫声自动屏蔽为喵喵喵。韩哲在车窗远远地看过去，这个充气城堡还不是一般的充气城堡，被刀砍了还会快速自动恢复。不知道哪里还有鼓风机在给城堡一直充着气，所以城堡出现破损，只是喷一会气体就会复原。参与者们在城堡里面战斗，彩色颜料飞剑，城堡里各处都有人在喵喵喵，看着祥和温馨。实际上韩哲清楚实际上背后的情况有多血腥和致命。韩哲还拿出来了技能探测器试试效果，这是一个像单筒望远镜一样的东西，正中央是一个准星。韩哲最想知道技能的还是衬衫男，毕竟这个家伙就住在旁边，技能还是心灵控制之类的危险类型。现在让韩哲去防备衬衫男，他都不知道怎么防备，所以韩哲必须清楚衬衫男的技能，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衬衫男依然在边沿观看，根本不上平台战斗。韩哲默默把探测器准星锁定他，结果探测器只显示未在连接时间。韩哲一愣，但是他瞬间就明白了，自己没有参加连接时间，所以探测器也不能用。行吧，韩哲只能暂时放弃。又过了1个多小时后，天逐渐黑了，气温骤降，很快车窗哈一口都能哈出雾气。笑笑说，韩哲也没想到晚上会突然这么冷，简直是寒冬。韩哲和少女营长的衣服是春装，根本顶不住。龙侍卫看着也冷，但他能坚持。只有俄武帝很淡定，这点温度就受不了。你是不是肾虚？韩哲想抽他，没办法，韩哲只能从自选奖励里面解锁了车厢空调功能，这才解决了寒冷的问题。暖风吹着很舒服，韩哲很快困意就来了，就默默躺下小憩一会。结果韩哲昏昏沉沉刚要睡着，窗户就响起了咚咚的声音。不用问，只能是衬衫男。韩哲有点烦躁，去问问那家伙有什么事。韩哲眼睛都没睁，直接使唤俄武帝。俄武帝正在窗旁边用手电照着看小说，听到韩哲的话，也就放下书，跳上窗台，拉开了一点窗户。你有什么事吗？俄武帝对着窗对面的衬衫男说。你主人呢？叫你主人来和我说话呗。衬衫男隔窗说。我主人？俄武帝转头看了看韩哲，韩哲连忙做了个手势。于是俄武帝转头压低了声音回应衬衫男，我主人睡着了，你小点声。哦，好的好的。衬衫男也压低了声音，然后他说话韩哲就听不清了，但是俄武帝的话韩哲能听清。真的吗？那你好可怜啊。俄武帝说。衬衫男又说了一句，别说了，帮你一下是应该的。俄武帝应付了一下，然后从窗户上跳了下来。他说啥？韩哲小声问道。他说他又冷又饿，好多天没怎么吃过饭了。俄武帝说着开始翻韩哲的包。你在干嘛？韩哲又小声问道。他太可怜了，我帮帮他。啊？韩哲一愣。俄武帝说着拿着几大包食物重新跳上窗台，直接把食物丢了过去。韩哲看呆了，接着就见俄武帝扔完了食物，又冲外面说，放心，还有。接着俄武帝又跳下来去翻韩哲的第2个背包。俄武帝很快又拿了一堆食物，准备要往窗台上跳。这个时候韩哲狠狠给了俄武帝脑壳一下。你 TM 在干嘛？宰麦爷田不心疼是吧？